离国。景兴20年3月初3，良辰吉日，一嫁娶，锣鼓喧天，喜乐吹吹打打。一顶花轿停在了李王府的大门口，后面还跟着一眼望不到头的嫁妆队伍。只是这李王府大门紧闭，门口甚至连个门房都没有，除了门口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和红绸，真看不出来像是要办喜事的样子。小姐，李王府的门都没开，门口连人都没有。说话的是跟在花轿旁的一个青衣丫鬟，面色虽然如常，语气里却不难听出愤怒和不满。无碍，春慈，让人前去叫门。秦洛冉淡淡的吩咐道，要是不开就给本小姐砸开。是，小姐。春慈得了吩咐，招呼着几个身强力壮的家丁前去叫门了。这一波举动再次让看热闹的老百姓议论纷纷，嘲讽之声更甚。哎，你们说这李王殿下是不是不想娶这秦大小姐啊？不去迎亲就算了，这人都到门口了，连门都不开。不会吧，这秦大小姐据说生得国色天香，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出身又好，之前求娶她的人都快把相府的门槛给踏破了，李王殿下怎么可能不喜欢呢？许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吧？嗨，瞧你说的，有什么事情能比成亲还重要？李王府大门紧闭，就说明了李王殿下不愿意。要是不愿意的话，那李王府为何还要挂上红绸红灯笼？这厢春慈带着人去叫门，敲了好半天，门终于从里面打开了。一个门房模样的下人呢，探出了脑袋，看着春慈等人，粗声粗气地道：“敲什么敲？李王殿下今日不在府中，有事等李王殿下回来了再说。”呵，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李王府不会不知道吧？我们家小姐和李王殿下可是皇上赐婚，连这成亲的日子都是皇上亲自让钦天监挑的。你们李王府不派人去迎亲也就算了，如今我们家小姐的花轿都到门口了，你们却拒之门外，这是何道理？难不成你们想抗旨不遵？春慈说到最后，声音不觉拔高了几个度，一顶抗旨不遵的帽子扣下来，差点把那门房给吓跪了。不过不知道门后的人对他说了什么，不过片刻的功夫，那门房就不害怕了，跨出大门，一只手掐着腰，一只手指着春慈：“你少在这里给我们乱扣帽子，什么抗旨不遵？李王殿下真的不在，没有李王殿下的吩咐，我等不敢开门啊。”哦，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李王殿下吩咐你们把本小姐拒之门外的，对吧？在众人不注意的时候，秦洛冉已经下了花轿，盖头掀起一半搭在凤冠上，露出了那堪称绝色的容颜，手里拿着一把剑，拒绝了丫鬟的搀扶，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冷笑，一步一步踏上李王府门口的台阶。小姐，春慈走到秦洛冉身边，和夏嫣一左一右的站在她身侧。不是，秦大小姐。那门房似乎没想到秦洛冉会直接下来，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不过想到自己的主子，很快又挺直了腰板。秦洛冉正眼都没给他一个，看了夏嫣一眼，夏嫣会意，走过去一脚踹在那门房的膝盖处，直接把他踹了跪在地上。好大的狗胆，在王妃面前轮得到你站着吗？那门房吃痛，眼里满是愤恨，低着头跪在那里。听到夏嫣的话后，小声嘀咕道：“门都没进呢，什么王妃？”说完还心虚的抬头看了秦洛冉一眼。秦洛冉冷冷一笑，朱唇轻启，吐出2个字：“掌嘴。”夏嫣得令，扬起手，啪啪用了10成的力气，赏了他俩耳光。夏嫣是有武功在身的，所以那门房的牙齿直接被打掉了2颗。你，秦大小姐。那门房刚要说话，就被一个声音给打断了。终于来了，听到这个无比熟悉又恨之入骨的声音，秦洛冉暗暗握紧了手中的剑，深深的呼了一口气之后，转身朝来人微微扶了扶：“见过太子殿下。”来人正是当朝太子黎君行，此刻正深情款款的朝秦洛冉走去。秦大小姐今日大婚，本宫本应该来恭喜，不过看这情况，二弟似乎很不满这门婚事。大婚之日不见人影不说，连门都不让秦小姐入，秦小姐又何必在这里委曲求全呢？秦大小姐分明值得更好的。黎君行说话的时候，眼里满是深情和痛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对秦洛冉情根深重，爱而不得。秦洛冉却只觉得恶心，不过面上却不显。那依太子殿下所言，洛冉现在应该掉头回府，然后再择佳婿。殿下莫非不知道我与李王那个殿下乃是陛下赐婚？今日我只要掉头回去，明日相府就会被以抗旨不遵问罪。若秦大小姐愿意，本宫可以去父皇面前说情，绝不会牵连相府，更不会让秦大小姐受半分委屈。择日8抬大轿迎秦大小姐进府。黎君行说这番话的时候，特意扬高了声音，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的话音刚落，人群中一片哗然。刚刚还在嘲笑秦洛冉的人，此刻人不知道有多羡慕，或者说是有多酸。黎君行是当朝太子，身份尊贵，长得也算玉树临风。说实话，这样一个男子，不管什么时候都很难让人拒绝，更别提此刻秦洛冉的处境确实尴尬又屈辱。他的出现无疑就是挽救了他和相府的脸面。所以上一世他就这样被黎君行给带走了，然后从李王正妃变成了太子侧妃。
多谢太子殿下好意，不过不用了。从赐婚圣旨送到襄府的那一刻开始，我秦洛冉就注定只能是李王妃。秦大小姐，太子殿下请自重，李王殿下怎么说也是你的弟弟。还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的太子妃还有3个月就要进门了吧？您现在这般纠缠，又是何居心？秦洛冉的声音并不小，周围看热闹的百姓听得清清楚楚，看黎君行的眼神都变了。不过碍于他是太子，而且就在他们面前不敢大声议论。第2章打进去。黎君行本来信心满满的等着秦洛冉点头答应，却不想他不但不答应不说，还把他嘲讽了一番，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那些贱民议论。好，真的是好得很。黎君行宽大的衣袖下攥紧的拳头青筋暴起。秦洛冉冷冷一笑，皇帝想动襄府的心思由来已久，只要抓到一丁点错误就会大做文章。黎君行打得一手好算盘，把他带走，让他避免难堪，对他心生感激。之后又去皇帝面前求情，让襄府成他的情。前世他因为气急，因为不懂，所以没有想到这一层。秦大小姐，本宫只是好意，并没有。气归气，还是不能发火。秦洛冉身后是襄府，黎君行也还不想就这样放弃。太子殿下请回吧，今天李王府没有酒席招待了，改天洛冉和李王殿下一起给您赔罪。说完，秦洛冉不再理会他，上前走了2步。我秦洛冉是皇上亲封的李王妃，今日这李王府的大门我进定了。说完，抬脚就要往李王府内走去。那个跪在地上的门房趁人不注意，偷偷看了一眼黎君行，然后快速爬起来，排开手拦在秦洛冉面前，哆哆嗦嗦地说道：“没有李王殿下命令，谁也不许入内，是吗？李王殿下当真这样说过？”当然。小人许是秦洛冉的目光太凌厉，那门房说话都不利索了，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好。秦洛冉轻轻一笑：“哦，那依你的意思，就是说李王殿下公然抗旨不遵？哼，你这种不盼着主子好的奴才，也没有活着的必要了。”秦洛冉说着，抽出手中的剑，毫不犹豫地刺进他的心口。今日的灯笼不够红，就用你的血来染一下吧。语毕，干脆利落抽出剑，掏出帕子，把剑上的血迹擦干净，把帕子随手一扔，朱唇轻启，拖下去，扔到乱葬岗。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不喂狗已经算他仁慈了。上一世，他恼羞成怒之下跟黎君行走，他可没少出力。他以为是李王的意思，后来才知道这是黎君行的人。本来想见到李王再收拾他的，既然他这么着急想死，那他就成全他好了。是，小姐。春辞应了之后，对后面的家丁使了个眼神，家丁会意，急忙上前把那门房的尸体给拖了下去。围观的百姓都被秦洛冉的举动给吓到了，都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退，生怕殃及池鱼。秦洛冉淡淡的看了一眼，抬脚进了李王府的大门，刚走几步，就看到前面的花丛里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看了夏嫣一眼，夏嫣立马上去把人提了出来，一脚踹了跪在秦洛冉面前。厉王府的管家呢？秦洛冉把剑抵在他的喉咙处，只要他敢不说实话，他就立马送他去跟刚刚那人作伴。不出意外的话，刚刚在门后的人就是他。这样重要的日子，又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李王府的管家都没有露面，说没有蹊跷谁信？管家，他。秦大小姐，不，王妃，老奴在这里。正说话间，一个看上去年过半百的男子脚步凌乱地跑了过来。只见他头上的帽子歪到一边，头发有些乱，脸上有些脏乱，鞋也掉了一只，一看就是刚从哪个无人知道的角落钻出来的。此人正是李王府的管家荣成人。从厉王离宫建府开始，他就一直跟在李王身边。厉王不在京城的日子，都是他尽职尽责地守着李王府。荣管家跑到秦洛冉面前，也没顾得上其他，先跪了下来：“老奴拜见老奴拜见王妃。”荣管家：“是，正是老奴。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不知道吗？”秦洛冉的语气淡淡的，听不出喜怒。荣管家却已经手心冒冷汗，头又低了2分，知道王妃恕罪。李王殿下在回京的路上出了意外，老奴也被下了药，绑在了柴房，刚刚才逃出来呢。王妃恕罪，李王府并非有意怠慢王妃。荣管家说完，朝秦洛冉磕了好几个头，额头都磕红了。秦洛冉是襄府大小姐，情向权倾朝野，门生遍布。他和李王的亲事又是皇上御赐，大婚当日出了这样的事情，不管谁怪罪，李王府都讨不了好。起来吧，前面带路，本王妃累了，想要休息一会儿。李王多年不回京，荣管家一个人还能好好的守着厉王府也是不容易，有些疏漏也在所难免。谢王妃，王妃这边请。秦洛冉没有怪罪，荣管家急忙爬起来引路：“王妃这边请，本王妃的嫁妆还在门口，你一会儿安排人抬进来收好。”是，王妃。还有，刚刚那个人，本王妃以后不想再看见他。是，王妃。荣管家现在是秦洛冉说什么都好，只要他不怪罪，不去秦相和皇上面前告状，一切都好说。不管如何，他一定要撑到王爷回来。不一会儿，一行人就走到了李王住的扶风小筑。
扶风小筑是整个王府位置最好、占地最大的院子，里面花园假山、亭台楼阁、池塘回廊样样齐全，还有数不清的奇花异草。总之，布置的大气又不失优雅。又走了片刻，行至正屋妃宇阁，荣管家亲自打开门，恭敬地道：“王妃，您先休息一下，老奴稍后就让人给您送茶水点心来。您的嫁妆，老奴也会安排好的。”秦洛冉摆摆手：“去吧，有劳荣管家了。”荣管家退出去后，秦洛冉在丫鬟春慈和秋蝉的帮助下，取下了头上的凤冠珠钗，换上了一身轻便的衣服，简单的乔装打扮之后，从夏烟刚刚提进来的箱子里拿了几个小瓶子塞进怀里，拿起自己的剑，对秋蝉和冬英交代了一番，然后带着春慈和夏烟秘密出了李王府。第3章，想杀本小姐的男人，先问过本小姐再说。三人出了王府，和暗卫会合了之后，片刻也没有耽搁，骑着马直朝城门奔去，很顺利出了城门。小姐，我们现在去哪儿啊？自从出了城门，秦洛冉的速度就越来越快，春慈好不容易才追上他。青阳镇。秦洛冉言简单易害地回答了春慈，然后打了一下马，让速度更快了些。希望这次能来得及。上一世，李王因为边境突发状况耽误了回京，然后一路抄小路回来，一路上遇到无数次刺杀，最后还在青阳镇受了重伤。不过他回京后什么也没说，还默默地受了皇帝的责罚以及他父亲的怒火，这些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希望今天一切都来得及。1个时辰后，一行人终于来到了青阳镇。此时已经是傍晚时分，镇上炊烟袅袅，在夕阳中颇有几分意境。不过此时秦洛冉没有心思欣赏，都没有停留，直接快马加鞭朝青阳镇的另一个方向跑去。又走了大概1刻钟的时间，前去探路的暗卫回来了。小姐，前方的树林里有打斗声，听声音，人应该不少。秦洛冉点点头，带着人悄悄前过去，看看是不是李王，是的话帮他一把。他只知道前世的李王是今天在青阳镇附近受的伤，至于刚刚暗卫说的到底是不是他，他也不确定。是。暗卫抱抱拳，打了个手势，带着人走了。暗卫离开后，春慈策马走到秦洛冉的身边，看了看前面，问道：“小姐，我们现在过去吗？”秦洛冉看着前面并未说话，过了半晌，才轻轻吐出一个字：“走。”然后拽了拽缰绳，率先朝前方的小树林跑去。刚靠近小树林，里面的打斗声就很明显了。秦洛冉3人下了马，春慈和夏烟一前一后把他护在中间，朝树林里走去。不一会儿就接近了打斗中心。尽管树林里的光线很暗，秦洛冉一眼就看出那个一身玄衣，被众人围攻，手臂受了伤，依旧从容不迫的男子，厉王黎君彦。去帮忙。秦洛冉话音刚落，就看到黎君彦的身后有一个人正扬起大刀砍向他，来不及多想，一个暗器飞了过去，人也跟着闪了过去。秦洛冉的暗器正中那人的后脑勺，那人当场倒地不起。黎君彦斩杀了前面的刺客，转过身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以及落在他身旁的女子，觉得有点熟悉，但是一时间没想起来是谁。看什么？赶紧杀了这些人走啊！要看以后有的是时间看。秦洛冉素手执剑，干脆利落地斩杀了2个凑上来的刺客。黎君彦闻言也大概知道了他是谁，虽然有些意外，却也没再分心，专心对付起敌人来。因为有秦洛冉的暗卫加入，黎君彦这边也没那么吃力了，很快就占了上风。眼看到嘴的鸭子就要飞了，对方也不愿意了。为首的黑衣男子面无表情地盯着秦洛冉问道：“不知哪里得罪了姑娘？姑娘今天非要来坏我等的好事？”听到这个声音，秦洛冉就算不撕开他的蒙面巾，也知道是谁。来狙杀黎君彦的人果然是太子派来的，此人正是太子黎君行身边的得力暗卫乌塔。黎君行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没少让他做，既然这么喜欢来这青阳镇，那就不要回去了。秦洛冉没回答他，跟黎君彦对视了一眼，两人提起剑，齐声朝乌塔冲过去。乌塔虽然武功高强，但是已经战斗了这么大半天，有些体力不支。秦洛冉和黎君彦联手，不过30招就拿下了他。想杀本小姐的男人，先问过本小姐再说。秦洛冉说完这句话，手中的剑毫不犹豫地割破了乌塔的喉咙。太子的手既然伸这么长，那就不要怪他断他的手了。乌塔死了，太子那一方的人就乱了阵脚，收拾他们只是时间问题。看着黎君彦已经快不能动弹的左手以及苍白的脸色，从怀里拿出一个瓶子，倒出一颗药丸递给他。黎君彦看了一眼，毫不犹豫地吃了进去。殿下倒是不怕我下毒。黎君彦犹豫都没有犹豫，一下就吃，着实让秦洛冉吃惊。黎君彦虚弱一笑，如果王妃有害本王的心，又何必在大婚当日冒着危险来救本王，直接让本王死在这里，岂不是更好？哼，你认亲戚的速度倒是快。秦洛冉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对春慈吩咐道：“一个不留，确保全部死了之后来找我。”是，小姐。秦洛冉说完，带着黎君彦快速出了林子，吹了个口哨，他的马跑了过来，两人上了马，快速朝青阳镇跑去。进了青阳镇，秦洛冉在小巷子里七拐八拐，确定没有人跟踪，
在一间不起眼院子前停了下来，扶着黎君燕下了马去敲门。很快，里面就传来了主人的声音：“谁呀？这大晚上的。林伯，家里的油没有了，你可以先借一点吗？”里面的人听到这话，急忙打开了门，看到秦洛冉，探出头左右看看，小声道：“小姐，快进来。”说完让开身子，让秦洛冉和黎君燕进去，自己则去把马给牵了进去。秦洛冉扶着黎君燕进了屋子，用剑挑开她的袖子，这才注意到黎君燕手臂上的伤口深可见骨，肩膀上还有一只没取出来的箭头，万幸的是没有毒，不然今天她估计真的要交代在这里了。林伯，给我打一盆热水来，还有酒、剪刀、布巾、伤药这些一并拿过来。林伯拴好马，刚走到屋子门口，听到秦洛冉的吩咐，又折了出去。黎君燕用没受伤的一边肩膀靠在椅子上，饶有兴味地看着冷静的过分的秦洛冉，想不到传言养在深闺14年的秦大小姐居然如此深藏不露。今天可是他们大婚的日子，他这个新郎官连面都没露，他居然还来救他。先不说他是如何知道他在这里遇袭的，就说一般女子若是大婚当日夫君不见人影，怕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心都有了，就算不大闹一番也会进宫告御状什么的，哪里还能这样冷静，还来救他？哼，刚刚不是还喊王妃吗？怎么一脱险就翻脸不认人了？秦洛冉冷哼一声，走到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第4章，那殿下以后记得报答。王妃。黎君燕很顺从地喊了一声王妃。他们虽然没有拜堂，但是皇帝赐婚，不管如何，这夫妻他们是做定了。咚咚咚，秦洛冉刚要说话，门口就传来了敲门声：“进来吧。”片刻之后，林伯就拿着刚刚秦洛冉要的那些东西进来了。“小姐，这是您要的东西，热水一会儿就好。”林伯说完，把东西放下又出去了。黎君燕看着林伯离开的身影，漫不经心地道：“看来本王的王妃很不简单啊。”他在接到赐婚圣旨之后，也查过秦洛冉和相府，这个地方根本没查出半点消息，秦洛冉的消息更是少之又少。对于秦洛冉，在今天之前，他只见过他的画像。秦洛冉在14岁之前被丞相府保护得很好，外界只知道身体不好，需要静养，其余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常年在边境，如果不是要成亲，还没这么早回来的，所以今天他跟秦洛冉算是第一次见面。不过这秦洛冉倒是比他想象中还要有意思，想来以后的日子也会有趣的。比不过李王殿下，殿下从西北回京的这一路上不是很太平吧？秦洛冉知道他什么意思，没有躲避他的目光，大大方方的任他看。黎君行想要黎君燕死也不是1天2天了，又怎么可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更别说还有其他皇子。黎君燕手握重兵，只要对那把椅子有兴趣的人都不会想要他活着。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连回京成亲都遇到这么多妖魔鬼怪。托王妃的福，本王现在还能四肢健全的坐在这里。那殿下以后记得报答。闻言，秦洛冉毫不客气地接了这么一句。黎君燕12岁前往边关历练，16岁以战神之名名震4国，但是在外人的眼中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命中带煞、生来克母，然后又克外祖家的人。但是真正了解他的人就知道，他是真正的重情重义、有恩必报之人。若不是这样，他才不会来救他。说他杀人不眨眼，请问杀敌人需要眨什么眼？没有他在战场上杀人不眨眼，哪来黎国百姓安居乐业？至于那克母克外祖家，更是无稽之谈。不过有人故意这样传，不让他得好罢了。好说。黎君燕也爽快地应了下来，说完便不再说话，静静地看着秦洛冉给他处理手臂上的伤。秦洛冉也没再说话，专心给他处理伤口。黎君燕手臂上的伤口看着骇人，却不难处理，把衣服剪掉，清理干净，撒上药粉包扎好就可以了。麻烦的是肩膀上的断剑，黎君行此人阴毒，私下里让暗卫用的剑都是带有倒钩的，拔出不易，中箭的人也少不了要受一番苦头。殿下，您肩上的剑是我帮您拔还是？想了想，秦洛冉还是决定问问黎君燕的意见再说。黎君燕侧过头看了看自己的肩膀，满不在乎地道：“你要是能拔就拔吧，不能拔的话就等我的人来。中了这剑，谁拔也少不了受罪，晚拔不如早拔。那还是我来吧，会很疼，殿下忍着些。”黎君燕的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处理好了伤口还得赶回京，早点处理好了，早点动身，明天一早还要进宫呢。无妨，有劳了。闻言，秦洛冉先把伤口清理了一下，看了看剑刺进去的深度，本想直接用内力把剑推出去的，但是剑身连肩膀的一半都还没过，剑上还有倒钩，又担心万一力度没掌握好把肩膀给废了，只好选择把它给剖出来。取下绑在小腿上削铁如泥的匕首，用烈酒消了毒，拿出麻药给黎君燕用了些，等麻药开始起作用，小心翼翼地沿着伤口划开一个口子，再一点点往下，等看到箭头上的倒钩，对黎君燕说了句坐稳了，然后一只手扶着断剑，用匕首切断了箭头上的倒钩。始终是在肉里，疼得黎君燕倒吸一口凉气，脸色又白了几分，豆大的汗珠沿着脸颊不停地往下流，
右手紧紧地抓着椅子的扶手。再忍一下，马上就好了。秦洛冉头也没抬，手上一用力，断剑被拔出，带出了些许碎肉，快速地用竹镊取出切断的倒钩，止血上药包扎，动作一气呵成。剖肉取剑，还在里面把剑头上的倒钩一一切断，每个动作都是要命的疼。他今天出来没带麻药，林博这里的麻药的效果又不太好，用了跟没用没什么区别。黎君燕居然硬生生地扛了过来。想到这里，秦洛冉拿起帕子给黎君燕擦了擦额头和脸上的冷汗，然后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对黎君燕交代道：“好了，这几天尽量不要用左手，伤口也不要碰水，要隔天换一次就行。若是觉得不放心，回京后可以找个信得过的大夫看看。”多谢。黎君燕轻轻地呼了一口气，看了看包扎好的肩膀，然后看着低头忙碌的秦洛冉道：“不过，听王妃这意思是不打算亲自照顾本王。第一，我们还没有那么熟，来救你只是不想背上克夫的名声。第二，本小姐不是大夫，也不是下人，不会照顾人。第三，如果殿下请不起大夫，买不起下人，我可以勉为其难出点钱。”说着抬起头来看了黎君燕一眼，又吐出一句：“放心，不会要你还的，这点钱本小姐还是出得起的。照顾人这种事，她才不要做呢，特别是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人，虽然他们名义上是夫妻，但是不熟不是吗？”黎君燕闻言轻轻地笑了笑，看来本王的王妃是一个不肯吃亏的人，也好，这样本王以后也不用担心你会吃亏。秦洛冉笑笑不可置否，把东西收拾好后，走到一旁的椅子上坐下。接下来时间，两人谁都没有再主动说话，屋子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黎君燕一路奔波，又有伤在身，需要休息一下。秦洛冉则是支着脑袋在想事情，直到林伯端着粥进来，才打破了屋内的沉默。待黎君燕喝了粥，春慈他们和黎君燕的暗卫也找来了，给受伤的人处理了一下伤口，又让他们简单的吃了一点东西，然后一行人就动身前往京城去了。第5章，那是男人能干出来的事吗？到了京城外，黎君燕本来是打算走西门的，不过在秦洛冉的坚持下，最终还是走了北门。一路有惊无险的到了李王府。荣管家看到秦洛冉跟黎君燕一起回来的时候，脸上满是震惊之色，不过很快就敛了下去。尽管心中有疑问，却也知道主子的事情不是他们这些奴才能过问的。想到两位主子还没有用膳，赶紧去了厨房。秦洛冉和黎君燕进了扶风小筑，秋蝉和冬英看到秦洛冉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迎上去扶了扶：“小姐，您回来了，还顺利吧？”秦洛冉点点头，嗯了一声，看了一眼身旁的黎君燕，对二人道：“这是李王殿下。”秋蝉和冬英对黎君燕扶了扶，恭敬地道：“奴婢见过李王殿下，李王殿下万安。”“免礼吧。”黎君燕简单的应了一声，抬脚进了飞羽阁。“秋蝉，你先去看一下春慈和夏烟，冬英去打盆热水过来。”秦洛冉对两人吩咐了一句，也跟在黎君燕身后进了屋子。“是。”秋蝉和冬英应了一声，扶了扶，各自去忙碌了。黎君燕用一边肩膀支撑着，靠在椅子上，脸上尽是疲惫之色，肩膀上的伤口因为一路奔波已经裂开了，渗出了血迹，连包扎的布巾都印湿了。真是造孽啊！生在皇家有什么好的？天天你算计我算计你不说，受了这么重的伤也不能好好休息一下。黎君燕这肩膀以后也不知道会不会落下什么病根。殿下还好吗？秦洛冉从他的箱子里拿出布巾和伤药，准备帮他重新处理一下伤口。听到秦洛冉的声音，黎君燕睁开眼睛看了看，还好，有劳王妃了。说完又闭上了眼睛。为了赶回京成亲，他已经一连好几天没有好好休息了，现下又受了伤，着实有点支撑不住了。只是遗憾的是，他紧赶慢赶，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还是没有赶上。不知道明天他的好父皇和皇后母子要怎样借机为难他呢？还有他的岳父秦相，如珠如宝捧着长大的女儿，在大婚当日却被这样对待，估计连撕了他的心都有了。虽然今天是第一天接触，不过秦洛冉这个王妃他还是很满意的，得想个法子让秦相消消火才是。许是太累了，黎君燕想着想着就睡着了，连秦洛冉什么时候帮他换好药的都不知道。担心他着凉，秦洛冉还去拿了一条毯子给他盖上，一直到荣管家送来饭菜才喊醒他。黎君燕一边吃着东西，一边暗暗心惊，自己居然就那样毫无防备的在秦洛冉面前睡着了，他的警惕性呢？还是说这才区几个时辰，他就已经打心里信任秦洛冉了？秦洛冉不知道黎君燕在想什么，忙碌了一天，他早已路路饥肠，此时此刻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不过就算他知道黎君燕在想什么，也不会在意，许多东西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两人吃过饭，秦洛冉洗漱过后，拿出被子铺在软榻上准备睡觉。今天是他们的大喜之日，新婚之夜，两人分房睡，总是少不了被有心人拿来做文章。再说他今天也累了，所以还是先将就一晚吧，其他的明天再说。黎君燕洗漱完回来，看到铺好被子，正准备往软榻上躺的秦洛冉：“你去睡床吧，今晚我睡软榻。”让一个女人睡软榻，她自己睡床，那是男人能干出来的事吗？更别说这个女人还是他的妻子，以后可能还要一起生活一辈子。不必，你有伤在身，
再说这软榻也不够你睡。秦洛冉说完就上了软榻，拉上被子，闭眼睡觉，不再给黎君燕说话的机会。黎君燕见状，微微叹了一口气，也转身去睡觉了。翌日，卯时刚过，黎君燕就醒了过来，睡了一觉，连日赶路的疲惫已经没有了。看了看软榻上还正睡得香的秦洛冉，嘴角不自觉地勾了勾，轻手轻脚地下床穿衣。时间还早，你有伤在身，怎么不多睡会儿？听到秦洛冉的声音，黎君燕停下手里的动作，抱歉，吵醒你了，我去外面穿，你再睡会儿。他从军多年，已经习惯了每天这个时候起床，可秦洛冉不同。不必，我也不睡了。秦洛冉说着起身下床，手脚麻利地换好衣服，看着黎君燕还不能动弹的左手，好心地问道：需要帮忙吗？秦洛冉主动帮忙，黎君燕也不客气，把手里的衣服递给他，那就有劳王妃了。秦洛冉接过衣服，目不斜视地帮他穿上，看了看上早的天色，拿起自己的剑去了院子里，找了一块空旷的地方练起剑来。练着练着，前世的种种又浮现在了眼前。他新婚当日被李王府拒之门外，颜面尽失，屈辱至极。黎君行从天而降，救他于水火，从此襄府上了黎君行的船，襄府为他鞍前马后，却落了个通敌叛国，满门抄斩的下场。他最后也万箭穿心，葬身火场。突然，心口像被一只手紧紧拽住了一样，痛得秦洛冉无法呼吸。啊！秦洛冉大喊一声，一剑斩断了一棵海棠树。小姐，你怎么样？春慈担心的疾步走了过来。看到春慈，秦洛冉深呼一口气，摇摇头，把手中的剑递给他：我无事，去帮我准备热水，我要沐浴。是。春慈接过剑扶了扶，一步三回头的下去了。自从3天前小姐突然晕倒再醒过来，小姐就好像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家小姐以前很是活泼开朗，在襄府就像一个活宝，还喜欢睡懒觉。可是自从3天前晕倒后再醒来，就变得沉默了许多，眉宇间还有解不开的愁绪，每天很晚不睡不说，早上还很早就起，夜里还会被噩梦惊醒，胃口也差了许多，还不愿意看大夫，真是让人担心啊。唉，秦洛冉知道自己这个样子会让春慈担心，嘴角动了动，始终还是什么也没说。忽然身后传来了黎君燕的声音：你还好吗？黎君燕在窗前把一切都看到了，包括秦洛冉那一闪而过的痛楚。她的这个王妃似乎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还好，多谢殿下关心。秦洛冉收回心神，对黎君燕扶了扶，径直去了进房。第6章，进宫都是牛鬼蛇神。秦洛冉沐浴过后，和黎君燕简单的吃了早膳，就一起坐上了去宫里的马车。今天是他们新婚的第1天，黎君燕是皇子，他们要进宫去给皇帝皇后请安谢恩。一路无话，坐马车到了宫门口，没有皇帝的允许，马车不得进宫。二人又换上软轿，由宫人抬着往宫内走去。走了一会儿，秦洛冉感觉有些不对，对跟在一旁的小公公招招手，敢问公公，这是去哪个宫的路啊？说话间，一个荷包偷偷塞进了小公公的手里。按照离国的规矩，皇子新婚第2天要先去御前宫给皇帝请安，再去凤宁宫见皇后。现在他们走的路明显不是去御前宫的路，却也不太像去凤宁宫的路。小公公借助衣袖的遮挡，接过荷包，掂了掂，分量不轻，脸上立马挂上了灿烂的笑容，回李王妃的话：陛下昨夜歇在皇后宫中，今儿个一早就发了话，让奴才们等您和李王殿下来了，直接带您2位去凤宁宫呢。说完，看到秦洛冉皱着眉，又解释道：王妃不用担心，这条路也是去凤宁宫的，平日里走的那条路昨个儿有个宫女在路上摔倒了，流了好多血。王妃和王爷刚刚新婚，走那条路太晦气了，这条路还近一些。本妃知道了，多谢公公告知。听小公公说完，秦洛冉淡淡的说了这一句，然后用手支着脑袋假寐。虽然小公公说的很隐晦，秦洛冉却已经猜出了大概发生了什么事，什么有宫女摔倒了，流了好多血，十有八九是有人故意杀人泄愤，而那个人会是谁，不用猜都知道。王妃客气了，有什么需要您再换奴才。小公公说完，躬身退回原来的位置，低着头，跟着队伍一起朝凤宁宫走去。前面的黎君燕听到秦洛冉和小公公的对话，目光闪了闪，心中对秦洛冉的好奇又多了2分。走了大概2刻钟的样子，软轿在凤宁宫的门口停了下来。王爷，王妃，凤宁宫到了。听到小公公的声音，秦洛冉睁开眼睛，拒绝了他的搀扶，独自下了软轿，和黎君燕并排着朝凤宁宫内走去。刚走到正殿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了皇帝黎浩前爽朗的笑声，看样子昨夜和皇后过得很和谐。也是，皇后祝晶晶当年是京城第1美人，本来已经定了亲的，当年还是太子的皇帝一见倾心，硬是想办法抢了，这么多年荣宠不衰，连带对黎君行也是宠得不行。陛下，李王殿下和李王妃来了。听到身边的太监安吉的话，皇帝黎浩前的笑容淡了2分，摆摆手道：让他们进来吧。秦洛冉和黎君燕进了正殿，才发现黎君行也在。不愧是最会讨皇帝欢心的人，来得比他们还早。秦洛冉心中不屑，看到黎君行看过来，别开了眼，
和黎君燕一起走到皇帝和皇后面前跪下：“儿臣、儿媳见过父皇，见过母后，父皇万安，母后万安。”随后秦洛冉接过宫女递过来放着2杯茶的托盘，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再次跪下，把托盘举过头，请父皇和母后喝茶。皇帝和皇后也没在这里为难他，很爽快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皇后还给了他一个大红封，这以后就是皇家儿媳。君燕这么多年，身边连个知冷暖的人都没有，你进了门，本宫也就放心了。以后一定要好好过日子，多多为皇家开枝散叶，有什么不懂的或者哪里需要帮忙，随时进宫来找本宫。祝皇后这一番话说的也很是漂亮，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对黎君燕多好呢，希望她好好过日子呢。其实最想黎君燕死的人就是她了。谁让黎君燕手握重兵，是黎君行登上皇位上最大的绊脚石呢？心中再厌恶，秦洛冉也只能恭恭敬敬的，而陈谨遵母后教诲。好了，都平身吧。皇帝不管是对黎君燕还是秦洛冉都没好感，不然那也不会把他们俩凑对，只是淡淡的看了2眼，便又端起了茶杯。黎君燕和秦洛冉都不在意眼，说了句谢父皇，然后起身走到太子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宫女端了点心上了茶，两人都只是象征性的喝了抿了一口茶，点心是看也没看。这宫里的东西还是少吃的好，谁知道干不干净，就算干净也恶心。君燕，如果朕没记错的话，3个月之前朕就已经下旨让你回京准备成亲事宜，从西北到京城哪怕是坐马车2个月也到了，为何你却连昨天的迎亲都没赶上？皇帝这番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2个月的路途你3个月都没走到，还是骑的马，你是对朕的赐婚不满，还是对谁不满？来了来了，也不知道这皇帝到底有多不待见黎君燕，父子2人几年未见，黎君燕又是新婚，连客套话都没有一句，直接就开始指责。好在黎君燕早就料到他爹是这个德行，早有准备。只见他不紧不慢地从位置上起身，走到刚刚下跪的位置，微微躬了躬身：“父皇明鉴，儿臣接到您的圣旨后，安排好一切事宜就动身了。只是儿臣还未出西北，就收到了赤炎、敌国来袭的消息，又折回去御敌。当时儿臣还传了折子回来的呀，父皇没有收到吗？”皇帝没想到黎君燕会这样说，一时间被堵住了，说他没收到消息吗？他堂堂一国皇帝外敌来袭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有收到消息，还配做一国之君吗？那如果不是没有收到消息，就是故意为难黎君燕了。黎君燕为了黎国的百姓，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连成亲都没赶上。你不嘉奖就算了，还责怪，确定这样不会寒了边关将士的心吗？二弟，赤炎前些日子来犯是不假，可是为兄好像记得1个多月之前就已经被击退了吧？这月余的时间，二弟就算不快马加鞭，也不应该连接亲都没赶到才是。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对这桩婚事或者秦大小姐不满呢。大婚当日，无人接亲不说，到了李王府门口还被拒之门外。得亏这新娘是秦大小姐这样心胸宽广的人，若是别人，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来呢。听到黎君行的声音，秦洛冉心中泛起一股厌恶，真是会见缝插针，只要有机会就毫不犹豫地踩黎君燕，而且当面挑拨这种低劣的手段也真的视入不了眼。黎君燕向来看不上黎君行这种行径，轻飘飘地看了他一眼，对皇帝道：“皇兄说的没错，退敌后臣就动身回京城了。不过这一路上明里暗里的刺杀就没断过，而臣也受了重伤。”黎君燕说着，拉开外衫，露出已经渗出血迹的肩膀。第7章，听王妃的。看到黎君燕的举动，秦洛冉终于明白他为何在马车上的时候要故意靠那边肩膀了，原来是为了现在。哎，真是造孽啊！世人只看到皇家身份尊贵，不愁吃喝，却不知只要稍有不慎，就会性命不保。皇帝看到黎君燕受伤的肩膀，目光闪了闪，不知道在想什么，只是吩咐安吉去请太医等会儿去李王府一趟。黎君燕还没等他开口，又继续道：“而臣没能及时回京，是因为遭到刺杀，身受重伤，并不是像皇兄说的对父皇的赐婚不满，或者对秦大小姐不满。这桩婚事儿臣很满意。至于秦相那里，等到王妃回门之日，儿臣会亲自向秦相赔罪。”黎君燕都这么说了，皇帝也不好再说什么。堂堂皇子，又是镇守边关的大将军，回京一路遭到刺杀，连成亲都没赶上，于情于理他都应该做点什么，表示自己的关心。若是再责备处罚，那就真的太难看了，以后谁还敢为国出力？皇帝沉默了一会儿，道：“你心里有主意就好，一会儿让太医去府里给你好好看看。至于你遇到刺一事，朕会让人调查清楚，还你一个公道的。”说着，又对身旁的安吉吩咐道：“稍后去库房挑些好的药材给李王送过去。”“是，陛下。”安吉恭敬地应了。好了，这安也请了，茶也喝了，君燕有伤在身，就早点回府养着吧。皇帝说完，也站起来准备走人。父皇，黎君行见皇帝就这样放过了黎君燕，不愿意了。然而皇帝只是定定地看了他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径直带着人走了。黎君行却被皇帝那一眼看得险些汗湿了后背。虽然他的父皇只是简单的看了一眼，他却从里面看到了失望和不赞同。
皇帝的失望对一个皇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他做的那些事情都被父皇知道了？父皇会不会因此降罪于他？会不会？不过片刻的功夫，黎君行已经想了许多种后果，连黎君燕和秦洛冉离开都没有注意到。秦洛冉和黎君燕出了宫之后，直接回了府。两人刚回到府中，大总管安吉就带着皇帝和皇后的赏赐来了，一同带来的还有皇帝口谕让黎君行好好待在府里，准备3个月后迎娶太子妃的消息。秦洛冉很爽快的给了他一个鼓鼓的荷包做打赏。安吉是皇帝身边的人，搞好关系总没错的，实在不行也不能是敌人。安吉接了荷包也得很开心，说了几句祝福的话后，带着人走了。王妃，这些东西怎么办？荣管家指了指那些赏赐问道。秦洛冉瞅了眼，都是些珠宝首饰和药材，那些珠宝首饰样式老旧，也不方便携带，除了值点钱外，并没有什么用，倒是那些药材还有点用。把药材找个信得过的大夫验一下，没问题的话送去扶风小筑，其他东西全部收到库房去。说完看了看一旁的黎君燕道，这样处理殿下没意见吧？黎君燕笑了笑，一切都听王妃的安排，去吧，以后府里的大小事宜都是王妃做主。当然后半句是对荣管家说的。荣管家听到黎君燕的话差点惊倒了，这秦大小姐到底有什么魅力？短短1夜的功夫就让他们家王爷如此信任，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不过秉承着主子的事情少管的原则，荣管家还是面色如常的应了一句是王爷，然后就带着人抬着东西下去了。两人并排走在回扶风小筑的路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两人之间的气氛显得有些沉闷。走了大概一半，还是黎君燕先开了口，王妃不是精通医理吗？为何还要让管家找大夫验药？难不成王妃嫌麻烦？殿下过奖了，不过是略懂皮毛罢了。秦洛冉的语气淡淡的，一听就知道他此时此刻兴致不高。秦洛冉现在确实没什么兴致，今天进宫见到皇后和黎君行，让他想起了以前那些被蒙骗的日子，恶心的不行。接下来两人都没再说话，两人前脚刚走到扶风小筑，皇帝派来的太医后脚就到了。趁太医给黎君燕看伤的时候，秦洛冉在扶风小筑逛了一圈，最后选了距离黎君燕的飞羽阁不远也不近的揽月阁作为自己接下来在李王府的住所。揽月阁有2层，坐在第2层的窗前，可以把花园的景色尽收眼底。屋子前还有一架紫藤花，再过月余便是花期。选好了地方，秦洛冉就让秋蝉和冬英带着人去收拾，他自己则让人搬了一把摇椅，放在树下拿了一本书看。只是由于心不静，半天也没看进去一个字，最后索性把书盖在脸上躺着晒太阳。3月初，阳光微暖，春风尚寒，一阵清风吹来，秦洛冉不由得抱紧双手，正犹豫着要不要去拿个披风，身后就传来了黎君燕的声音：怎么不去屋里睡？着凉了怎么办？无碍。秦洛冉拿下盖在脸上的书，看了黎君燕一眼：你的手没事吧？没什么大碍，养一段时间就好了。说起来还要多谢王妃。正好下人也搬来了椅子，黎君燕顺势也坐了下来，去给王妃拿一件披风过来。下人很快拿了一件黎君燕的披风过来，秦洛冉看了看没有接，黎君燕只好自己接了过来，挥挥手屏退了下人，把手里的披风递给他：新的，披着吧。多谢。黎君燕都这样说了，秦洛冉再不接就显得矫情了，披上披风果然暖和多了。刚刚本王过来看到你的丫鬟在往揽月阁搬东西，王妃这是不打算和本王一起住？秦洛冉没说话，给了他一个不然了的眼神。黎君燕只好又道：王妃难道不担心我们刚刚新婚就分房睡的消息被传出去，然后被拿来说事？难道王爷不打算把府上的钉子清一清？还是说王爷还打算回西北？秦洛冉不答反问，倒是一下子被黎君燕给噎住了，他的这个王妃不好搞啊。半晌之后，秦洛冉看着黎君燕，一脸正色的开口道：殿下，我们做个交易吧。第8章，本王也会做好一个合格的丈夫。不知王妃想做什么交易？黎君燕对秦洛冉是越来越好奇了，这跟他之前了解到的完全不一样，浑身上下仿佛有太多的秘密。我帮你坐上那把椅子，你帮我保住相府，还有哪里？还有，事成之后放我自由。想了想，秦洛冉还是没有说出无极山3个字。只要皇帝和黎君行倒台，无极山他自然有办法护住。为何？黎君燕知道秦洛冉一开始肯定不是想说这个，不过也对他的这个要求很好奇。一阵风吹来，秦洛冉拢了拢披风，直视黎君燕的目光，一字一顿道：因为我不想入宫，更不想和一群女人抢一个男人。黎君燕一旦登上大位，势必要广纳后宫，她再也不要和一群女人分享一个男人。还有皇宫那个地方，这辈子除非必要，不然她一步都不想再踏入。想了想，秦洛冉又加了一句：我这个人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只要我一天还是李王妃，殿下就别把那些莺莺燕燕带到府中来。你可以在外面乱来，但是别传出半点风声。当然，我会尽力做好一个合格的李王妃。黎君燕闻言，轻轻地勾了勾嘴角：本王答应你，也跟你保证，只要有你在一天，
身边绝不会有第二个女人，同时本王也会做好一个合格的丈夫。合格的李王妃可是包括很多方面呢，不着急，慢慢来。黎君燕没有直接答应秦洛冉那个放她自由的要求，她怕现在答应了，以后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就目前的接触来说，秦洛冉还是很合她的心意的。这年头想找个合心意的人过日子可不容易啊。多谢殿下，那祝我们合作愉快。秦洛冉举起茶杯和黎君燕碰了碰，她不是没有听出来，只不过是不想在这里为这件事多费口舌。车到山前必有路，她真的要走，黎君燕还能强留她不成？合作愉快。黎君燕很爽快地喝下了茶。不过如果有女子主动来招惹本王，王妃可要记得把他们赶走啊。她也不喜欢被一些无聊的女人缠着呀。好说，只要殿下别心疼就好。王妃想多了，王爷慢慢坐吧，我去看看揽月阁收拾好了没。秦洛冉说完，站起来把披风还给黎君燕，款款离开了。等秦洛冉的身影消失在回廊的转角，黎君燕打了个响指，一个黑影落在了他的身旁。再去好好查一下王妃。是，王爷。记住，一定要事无巨细，特别是近几年的。是，王爷。现在看到的秦洛冉和之前查到的相差太大了，如果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一个人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的。大婚被拒破门而入，不顾危险前去救他，好像他本来就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一样。还有早上他练剑的时候眼里一闪而过的痛苦，这一桩桩一件件都让他对他好奇极了。秦洛冉不知道黎君燕对他起了这么大的好奇心，还让人重新去查他，回到揽月阁喝了春慈专门给炖的汤，美美的补觉去了。不过就算他知道了也不会在意，黎君燕想查就去查好了，他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只要他能查出来。相反的，如果他不查，他还要考虑一下他究竟真的值不值得合作。接下来的2天一切都相安无事，太子被变相禁足，皇后等人也乖了不少。时间一晃就到了3月初6，秦洛冉回门的日子。一大早，两人吃过早膳就动身前往襄府。两人乘坐的马车后面还跟了一辆装满了礼品的马车，听管家说里面的东西全是黎君燕亲自准备的。李王府到襄府并不远，坐马车半个时辰左右的时间。襄府也是一早就忙碌起来，大门大开迎接他们的大小姐和姑爷。秦母封氏更是派了自己的近身丫鬟红袖到大门口候着。封氏本来是要亲自来的，不过秦相生气自己的女儿大婚受了那样的委屈，生黎君燕的气，自己不来也不让封氏来。其实秦相也知道这样有些拖大，更不合礼数，但是他千娇万宠的女儿出嫁受了那样的委屈，被全京城笑话，他难受啊。老爷，我们不去门口迎接会不会不太好啊？这样会显得咱们丞相府不知礼数，不懂尊卑，万一李王殿下怪罪封氏，有些担心的开口。夫人别担心，不会的。秦相摆摆手，语气之笃定让封氏不由得疑惑，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其实秦相是吃准了黎君燕不会因为这个而生气，才敢在这里摆老丈人的谱的。黎君燕年纪轻轻，统帅西北30万大军，绝对不会是气量狭小、意气用事之人。还有就是，等到以后自己的女儿跟他如胶似漆，对他牵肠挂肚的，他哪里还能摆老丈人的谱？见过王爷，大王妃，王爷王妃万安。终于等到了完好无缺的秦洛冉，红袖长舒了一口气，激动的差点喊出了大小姐。红袖10岁跟在秦母身边，到现在已经10余年了，深得秦母信任，对秦洛冉也很好。秦洛冉亲自扶起她，红姨不必多礼。母亲她还好吗？夫人还好，就是担心王妃。红袖说话毕恭毕敬，走路目不斜视，可以看得出封氏往日里规矩很严。母亲那里有劳红姨多多费心。秦洛冉说着，塞了一个荷包给她，拿去给喜宝，红袖的儿子买点吃的。红袖接过荷包扶了扶，多谢王妃赏赐。接下来的路便没人再说话，就这一样一直到了襄府接待重要客人专用的清风堂。看到气色尚可的爹娘，秦洛冉的心才算真正的放了下来。3天前，他堂堂襄府嫡女出嫁，李王府连个接亲的人都没有。秦母和秦父当都很气愤，说什么也不让他出门，说要去找皇帝说理。他拿出皇帝赐婚的圣旨，又费了一番口舌，才安抚好了两人，坐上了襄府准备的花轿，带着摆台嫁妆去了李王府。因为他知道，就算他的父亲去找皇帝也没用，皇帝就是想把他和黎君燕凑对，把他们襄府和黎君燕绑在一起，最后好一锅端。别说李王只是没来接亲，就算李王死了，他也得嫁过去。皇帝把一切都计划好了，上一世只不过被黎君行给打乱了，但是因为黎君行是他最爱的女人生的儿子，最终还是舍不得罚，反而罚了他爹和黎君燕。那天李王府门口的事情，他们肯定也知道了。作为父母，看到自己的千娇万宠的女儿被如此对待，心里肯定不好受。尽管他已经派人来说明了情况，女儿见过爹爹娘亲。看着秦父秦母慈爱的脸，秦洛冉鼻子一酸，眼泪差点落了下来。黎君燕也紧跟着在秦洛冉后面秦父秦母行礼。小婿见过岳父岳母。黎君燕作为一个12岁上战场，
16岁以战神之名名震天下，手握重兵的王爷，现在的姿态可以说已经放得够低了。不过秦父心中有气，冷哼了一声，不说话。秦父这种态度，秦母也不好说什么，起身去扶起秦洛然，走到一边坐下。黎君燕早就料到会是这样，也不生气，毕竟是他理亏在先。从身后的侍卫林叔手里拿过一卷画卷，双手递给秦父。小婿听闻岳父极其喜欢前朝白大家的画作，特意寻来了他的珍品《秋日远山图》，还望岳父大人不嫌弃。第9章，只要搞定了岳母，岳父完全不是问题。听到白大家3个字，秦父眼里一亮，不过很快又想到自己还在生气，冷哼一声，别过眼去，不看那个让他心勾勾的画卷。黎君燕轻轻一笑，又拿过一个精美盒子递给秦母。听闻岳母极其喜欢收藏美玉，这对杨之玉的手镯是当年我母妃的陪嫁，还望岳母大人不要嫌弃。秦母接过盒子打开一看，盒子里面的镯子质地细腻，光泽滋润，整个镯子白璧无瑕，一看就是价值不菲。王爷有心了，快坐吧。事情的始末秦母早就知道了，现下黎君燕又送了这么合心意的礼物，哪里还端得住，眉开眼笑的招呼他坐下。黎君燕笑着拱拱手，多谢岳母大人。然后又从林叔手里拿过一个盒子，这里面有几本杂记，给岳母闲来打发时间。哎呦，君燕有心了，快坐下。秦母接过一看，满意的点点头。只有把人放到心上，才会为他的家人精心准备礼物。听着自己的娘亲不过片刻的功夫，对黎君燕的称呼就由王爷变成了君燕，不由得在心中啧啧了2声。黎君燕这么用心，着实让他感到意外。这边秦母满心欢喜，那边秦父看了黎君燕一眼，又冷哼一声，为什么他的夫人有2个，他才有1个？不公平！黎君燕则像什么都没有看到一样，面带笑容说了句多谢岳母，之后就坐到了秦洛冉旁边的椅子上。其实黎君燕今天给秦家3个主子都准备了不少东西，只不过不好都拿上来，他的岳父就是个妻管严，只要搞定了岳母，岳父完全不是问题。秦母不赞同的看了秦父一眼，哎呀，老爷，你这是干什么呀？洛儿回门你拉着个脸干什么？我被自己的夫人当着女儿女婿的面这样说，秦父顿时觉得有几分委屈。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出嫁的时候连个接亲的人都没有，还不能生气了。好了，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君燕这不是来赔罪了吗？只要他以后对咱们洛儿好，其他就不要计较了，他身上还有伤呢。秦母说着，看着黎君燕问道：君燕啊，身上的伤怎么样了？我那里有上好的伤药，等会儿我让人给你送过来。多谢岳母关心，已经好多了，这还要多谢洛儿这几天悉心照顾。黎君燕说完，温柔地看着秦洛冉，搞得秦洛燃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秦母看到这样，则是放心了不少。秦洛冉和黎君燕是皇帝赐婚，皇帝赐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都心知肚明，只是圣命不可违，他们只能遵旨照办。大婚那天发生了那样的事，他还以为是李王不满这桩婚事，看不上他们的女儿，才这样让他们没脸，却不想竟是那样的原因。2人在大婚前也没有见过面，他这几天还担心2人处不好，现在看到李王这样，他也就放心了。李王虽然在外的名声不大好听，但是明眼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相貌堂堂，年轻有为，在这离国还真找不出几个比他优秀的人来。宫贵妃因为生他难产而亡，皇帝迁怒于他，生下来就看了一眼，直接扔给宫人。后来宫家覆灭，又传出他天生带煞，克母克外祖，逼得他12岁就去了边关。等在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已经是他16岁的时候，以战神之名名震天下。试问有几个人能做到？至于他命中带煞，杀人不眨眼，这些名声是怎么来的，大家都心知肚明。越想，秦母对黎君燕越满意，这做母亲的不就是盼着自己的儿女过得好吗？若是黎君燕不上心，根本不会特意准备礼物，还给他们赔罪。因为他就算什么都不做，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他们相府的门槛再高，黎君燕再不受皇帝待见，也是皇子，也是手握重兵的王爷。几人又说了一会儿话后，黎君燕和秦父有事商议去了书房，秦洛冉则去了自己出嫁之前的院子凌烟阁。刚走到门口，就看到一个丫鬟鬼鬼祟祟在不远处徘徊。秦洛冉看了夏烟一眼，抬脚进了凌烟阁。进了凌烟阁，里面的一切都跟他在的时候一模一样，桌椅凳子上也是一点灰尘都没有。秦洛冉的奶娘周嬷嬷早就准备好了她爱吃的点心和茶，秦洛冉才坐下就急忙端了过来，一边看着秦洛冉吃，一边不停地说着她瘦了之类的话，说到动情处还抹了抹眼泪。好了嬷嬷，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我这几天在李王府好吃好喝的，哪有瘦啊？周嬷嬷原先是秦母的陪嫁，秦洛冉出生之时，她刚好也刚生孩子不久，就让她做了秦洛冉的奶娘，这么多年已是主仆情深。哎，嬷嬷想到小姐那样委屈的出门就难过啊。周嬷嬷是真的心疼秦洛冉，她的小姐出生相府，身份尊贵，才貌双全，哪里受过这种委屈啊？虽说是事出有因，但是这出阁是女子一辈子的大事，这委屈受了就是受了。秦洛冉知道周嬷嬷是真的心疼她，
索性让他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不然怕他憋着难受，等他说完了才开口，嬷嬷就不用担心了。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两人成亲后好好过日子才是最重要的吗？李王殿下他对我很好，现在王府也是我做主，这就够了，其他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前世他被太子带走，3天后匆匆以侧妃的身份进了太子府，他感到委屈，周嬷嬷也是这样安慰他的，只可惜太子不是良人，而是人渣。那就好，那就好。周嬷嬷抹抹眼泪，小姐你先休息一会儿，嬷嬷去做几个你喜欢的菜。嬷嬷先别忙活了，大厨房想必已经做了不少了，你先去收拾一下东西吧，等会儿跟我去李王府。春子他们4个虽然能干，不过始终年轻了些，他身边还是需要一个能掌事的人。周嬷嬷之前就管着他的院子，办事能力强，对他又忠心耿耿，再合适不过了。好，嬷嬷这就去。周嬷嬷刚刚下去，夏嫣就提着一个丫鬟进来了，走到距离秦洛冉大概5、6步的距离的时候，咚的扔在地上。小姐，就是他，在凌烟阁外鬼鬼祟祟的，被奴婢抓住了，还不承认。那丫鬟低着头，头发也有些乱糟糟的。秦洛冉只觉得有几分眼熟，一时半会也没想起来他是谁。抬起头来，秦洛冉懒懒地靠在椅子上，他已经大概知道是谁的人了。这襄府他才离开了3天，就有人坐不住了吗？第10章，收拾白莲花。那丫鬟听到秦洛冉的话，不但没有抬起头来，反而把头埋得更低了。夏嫣一把抓起她的头发，强迫她抬起头来。好大的胆子，见到王妃不但不行礼，还连王妃的话也胆敢不听。秦洛冉一看那丫鬟的脸，直接呵呵出声：这不是柳儿吗？怎么，你不在偏院好好伺候你家小姐，跑到本王妃这里来干什么？大小姐冤枉啊，奴婢只不过是路过。啊，这话你信吗？本王妃的院子和你家小姐的偏院都不在一个方向，闭着眼睛也不会走到这边来。秦洛冉的凌烟阁是整个襄府除了秦父秦母的院子以外位置最好的院子，而偏院则在襄府最偏僻的南面，离得老远了。而且他父亲已经严令不准偏院的人随便到这边来，说什么路过，简直说话不过脑子。奴婢真的只是路过，大小姐何必为难奴婢？奴婢……柳儿还想狡辩，秦洛冉轻轻一笑：来人！柳儿冲撞了本王妃，拖下去，杖责30。秦洛冉的话音刚落，夏嫣和秋蝉就架起了柳儿往外拖，柳儿这才慌了，急忙大喊：大小姐，不，王妃饶命啊！奴婢不是故意的，奴婢30大板打下去，她还能有命在吗？堵上嘴，打完扔去偏院。还有，不准请大夫。他倒是要看看他那个庶出的妹妹秦云一看到自己的心腹丫鬟被打得半死会是什么反应。他正愁没有好的借口收拾他和他那个不要脸的姨娘呢，他就自己送上门来了，还真是想睡觉就来个枕头。是，王妃。秋蝉听到秦洛冉的吩咐，看到不远处有个小丫鬟在擦栏杆，直接过去把她手里的抹布拿过来塞到柳儿的嘴里。不一会儿，外面就传来了打板子的声音和柳儿呜呜的哭泣声。秦洛冉听着心里一点感觉也没有。上一世襄府的灭亡，他的好妹妹可是没少出力呢，虽然最后也没得善终，不过谁让他与虎谋皮又贪心不足呢？柳儿作为秦云一的心腹丫鬟，那些丧尽天良的事也没少参与，这样的人死不足惜。秦洛冉在凌烟阁休息了没多一会儿，秦母就让人来喊他去吃饭。秦家说起来只能算京城的新贵，他爹是寒门状元，他的祖父祖母只有他爹一个儿子，两人年轻时为了供他爹读书熬垮了身子，到京城来也没想几年福就去了。他爹和他娘10多年恩爱如昔，虽然如今高居相位，但是这么多年，除了有一次他娘回了外祖家被秦云一的姨娘用下3烂的手段算计了而外，没有碰过别的女人。所以秦家的人是真的少，除了他弟弟秦瑞和爹娘，就只有被他爹发配到偏院的秦云一母女。一般情况下，秦云一和他姨娘是不允许出偏院的，所以秦洛冉的归宁宴也只是一家人在清风堂的花厅简简单单的吃了顿丰盛的午膳。不过秦洛冉发现他爹对黎君燕的态度已经比才进门那会儿好了不知多少倍，之前还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现在连贤婿都喊上了。还有他弟弟秦瑞，一口一个姐夫，别提多顺口了，不用想，肯定是黎君燕准备的那些礼物起作用了。没想到黎君燕一个常年混迹沙场的人居然有这样的本事，他说要做一个合格的丈夫，还真是言出必行啊，不过这也太合格了点儿。秦洛冉有些意外地看了看他一眼，刚好黎君燕也看他，两人视线交汇，黎君燕冲他挑挑眉，秦洛冉淡淡的别过眼，专心吃东西。秦母发现了两人的动作，心里越发开心了。一家人愉快地用完了午膳，下人刚送上茶水和水果，外面就传来了吵闹声，声音还有些尖锐。听着那尖锐的声音，秦母都忍不住皱眉：红袖，去看看外面是谁这么没有规矩。今天是他的女儿回门的日子，谁来找晦气他跟谁没完。是，夫人。红袖应了一声，转身出去了。秦洛冉则是淡定地喝着茶，门外是谁，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很快，红袖就回来了，走到秦母身边，小声道：“夫人，是二小姐和云姨娘，他们怎么来了？赶紧让人把他们带走。”听到二小姐和云姨娘几个字，秦母一阵恶心。她这辈子顺风顺水，在娘家的时候，父母哥哥宠，成亲后丈夫宠，儿子女儿也听话成器，唯一糟心的就是云姨娘母女。云姨娘本来是秦母院子里的丫鬟，秦母只是回了一趟娘家，她就设计爬上了秦父的床，还是用了那等下三难的手段，命也挺硬，打了30大板也没死，居然还生平安生下了女儿。说来云姨娘能有个姨娘的名分，又顺利生下女儿，还多亏了秦洛冉的祖母，若不然，秦母早就一碗汤药送走了他们母女。还好秦父自从那晚之后再没看过云姨娘一眼，还直接把云姨娘发配到了襄府最偏僻的院子，不然秦母早就呕死了。云姨娘不是没想过用自己的女儿来翻身，不过她自己是丫鬟出身，眼皮子浅，上不了台面，教出来的女儿还不如她，出来了几次都是丢人现眼，害得秦父没少没同僚嘲笑，所以干脆下令不让他们母女出偏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秦父每次看到他们母女就会想起自己被算计，对不起自己的夫人，心里就不舒服。母女俩这些年也还算安分，至少明面上是这样的，像今天这样直接大吵大闹到众人面前的还是第一次。红袖得了秦母的吩咐，正要出去，秦云一就冲破阻拦的下人跑了进来，边跑还边大喊大叫：“父亲，父亲，你要给女儿做主啊，父亲！”外面没进来的云姨娘也在那里大喊：“老爷，老爷！”秦母听见这声音就心烦，给红袖使了一个眼神。红袖出后不一会，云姨娘的声音就听不见了。秦父正跟黎君燕说着事情呢，听到秦云一大喊大叫的，也是不悦的皱了皱眉，看着秦云一毫无教养礼仪的样子，怒声呵斥道：“不顾仪态，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对这个女儿，他是真的不喜，跟他那个娘一样，上不了台面。要不是当年他母亲坚持，他都不会让她出生。父亲，我知道您不喜欢姨娘，也不喜欢女儿，可是这一次您得给女儿做主啊，不然女儿真的没法活了。”第11章，那姐姐也不能直接打死她。父亲，我知道您不喜欢姨娘，也不喜欢女儿，可是这一次您得给女儿做主啊，不然女儿真的没法活了。秦云一人味道生先至，那尖锐的声音听得秦父直皱眉，要死回你的院子去死，别在这里找晦气。秦父是真的不待见这个女儿，说她无情也好，不负责任也好，他让她和他那个姨娘在相府衣食无忧，还有下人伺候，已经是他最大的仁慈了。秦云一没想到自己的父亲当着厉王的面都一点面子也不给自己，见到他就直接劈头盖脸的骂，当即委屈又屈辱，眼泪一串一串的往下掉。之前是装的，现在是真的伤心。他从出生就不受自己的父亲待见，一年到头见他的次数屈指可数。他的姨娘早几年还想利用自己博得父亲的几分怜惜，只可惜他姨娘越是折腾，他父亲越是厌恶他们娘俩，最后干脆连他也不让轻易出偏院。他姨娘也因此经常打骂他，直到他搭上了太子殿下的线，才又对他好起来。为什么同是相府的女儿，凭什么秦洛冉就可以金尊玉贵的活着，吃穿用都是最好的，而他呢，连秦洛冉身边的大丫鬟都不如？想到这些，秦云一更是悲从中来，哭得更狠了。来人，把他带下去。他这一哭，秦父更是不耐烦，连二小姐都不愿意叫。秦父一发话，立马就有下人上来拖秦云一。秦云一一边挣扎，一边不管不顾的大喊：“为什么，父亲？为什么同样是你的女儿，秦洛冉就可以住最好的院子，用最好的东西，而我却只能住在偏院？女儿到底做错了什么？秦洛冉她一回来就打死了女儿的丫鬟，女儿只想让你还女儿一个公道，您都不如此不愿吗？”秦云一说完，还怨毒的瞪了秦洛冉一眼。秦洛冉认真的品着茶，眼神都没给他一个。今天是秦洛冉回门的日子，李王也还在。秦云一一再这样大喊大叫的，着实让秦父没脸，厉声道：“给本相堵着他的嘴，赶紧拖下去。”至于秦云一说的秦洛冉打死了他的丫鬟这事儿，则被秦父自动忽略了。下人见秦父生气了，急忙架起秦云一就要往外走。这时一直不作声的秦洛冉终于开口了：“等一下。”听到秦洛冉的声音，秦母不赞同的看了他一眼：“洛儿，这种晦气的东西你理他做什么？反正他是不相信自己的女儿会无端打死下人的，他的女儿是什么人，他比谁都清楚。”无爱的母亲。秦洛冉对秦母乖巧一笑：“妹妹刚刚说我打死了她的丫鬟，这事还是说清楚一些的好，不然别人还不以为我心狠手辣、残暴狠毒，已经出嫁了都，连庶妹身边的人都容不下。”秦母听秦洛冉这么一说，也赞同地点点头：“也是应该说清楚，万不能叫这恶毒的名声落到了你的头上。”说着转过头去看着秦云一道：“既然洛儿开口了，你就给你个机会，说吧。”秦云一没想到自己能说话，还是因为秦洛冉开口，心中的怨恨更深了，看秦洛冉的眼神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秦母见状怒声道：“你这样看着洛儿做什么？要说就说，不说就滚下去。真是上不了台面，要说事情不好好说，动不动就一副谁都欠他多少东西一样。妹妹怎么不说话啊？
你刚刚不是说我让人打死了你的丫鬟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倒是说啊！秦洛冉喝了一口茶，好整以暇的开口：“对，父亲，秦姐姐她今天一回来就让人打死了柳儿。柳儿跟在女儿身边这么多年，是女儿身边唯一贴心的人，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姐姐，然姐姐下这般狠手。”呜呜！秦云一说完，用帕子擦擦眼角，眼泪又一串一串往下掉。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多在乎他的丫鬟呢。秦洛冉微微摇摇头，放下茶杯：“妹妹只说我打死了你的丫鬟，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为什么不说呢？什么原因你也不能打死她，她是我的贴身丫鬟，犯了错，姐姐按照府里的规矩处置就是了，又何必直接打死？姐姐这样未免太过心狠手辣了，就不担心李王殿下。”秦云一说着，偷偷瞄了一眼黎君燕，这一看差点移不开眼，连要说什么都忘了。秦洛冉注意到秦云一的动作，心里直犯恶心。这秦云一还真是跟他那个姨娘一样，看见个优秀的男人就被移不开眼，也不动动自己那猪脑子想想，那是不是自己能消想的？黎君燕嫌恶的皱了皱眉，一记冷眼过去，吓得秦云一差点腿软。妹妹说话还是那样避重就轻，既然你不说，那就我来说吧。秦洛冉说着站了起来，看着跪在地上狼狈的秦云一，父亲已经明令规定，偏院的人不得随意进出，更不准到主院这边来。柳儿不但出了偏院，还跑到了凌烟阁，鬼鬼祟祟的，见到本王妃不但不行礼，还出口顶撞，我惩治一下不应该吗？那姐姐也不能直接打死他啊！私自乱跑又冲撞王妃，打死都不为过，何况姐姐只是让人打了他30大板而已，又没有让人直接打死。你可不要乱给姐姐扣帽子，不然姐姐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呢。秦洛冉的话音刚落，秦云一就不甘示弱地道：“姐姐让人打他30大板，跟直接要了他的命有什么区别？一般男子30大板都能要了半条命，何况柳儿只是一个弱女子，哪个女子能受得住30大板？妹妹这话就不对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云姨娘也是挨了30大板的吧？现在不也好好的吗？若她扛不住，又哪里还会有妹妹你呢？柳儿被送去偏院的时候不也好好的吗？怎么这才一顿饭的功夫人就没了？莫不是妹妹为了栽赃姐姐？你胡说！柳儿是我的贴身丫鬟，我怎么可能做那样的事？”也不知道是不是被秦洛冉猜中了，秦洛冉的话还没说完，秦云一就炸毛了。有没有妹妹自己心里清楚，若那遮羞布不要，姐姐我不介意帮你接下来。秦洛冉的声音不轻不重，脸上甚至还带着笑意，秦云一却感到脚底发寒，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他怎么感觉现在的秦洛冉有些让人害怕呢？第12章，殿下吃了这么大亏，有什么打算？秦父听到这里，又看到了秦云一的反应，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当即对他的厌恶又多了几分。来人，把二小姐带下去，没有本相的命令，不许踏出房门半步。父亲，你怎么能这样？秦云一知道自己的父亲不喜欢自己，却没想到居然厌恶到如此地步，连多看一眼都不愿意。秦父忍着怒气，满脸不耐烦，打石板子关到柴房。今天是秦洛冉回门的日子，本应该开开心心的，却被他搅成这样，更别说还让李王看了笑话，他怎么能不生气？秦云一听到要打板子，吓得不敢再说话了，心中的怨恨更深了。秦洛冉不屑地看了秦云一眼，然后柔声对秦父道：“父亲，妹妹毕竟是我们丞相府的小姐，打板子终归是不好的，而且妹妹如今年纪也不小了，也是该说人家的时候，这万一要是留了疤就不好了。”那洛儿的意思是，想来妹妹不顾父亲的命令，指使丫鬟到处乱走，现下自己也不管不顾的来这里闹，肯定是家规记得不熟，或是心性烦躁，不如就让她和云姨娘一起抄些家规和佛经吧，一来可温习一下家规，以免下次再犯，二来可以静心，不然下次再这般，这要是冲撞了贵人，那事情可就大了。本来秦云一听到抄家规的时候，心里还没什么感觉，因为秦家的家规并不多，抄一遍也很快，但是后面听到佛经2字，就整个人都不好了。佛经随便一卷都好长，佛经上的字他大多数都不认识，让他抄佛经简直就是要他的命。果不其然，下一刻他的好父亲就开口了：“那就以洛儿所言，你下去抄100遍家规和1遍完整的般若心经吧，在抄完之前哪里也不许去，过几天我让夫人给你相看一下合适的人家。”听到般若心经4个字，秦洛冉不厚道的笑出了声。般若心经一共500多卷，数百万字，秦云一抄完手不费人也要疯了。而秦云一听到秦父的话后，直接瘫坐在地上，跟抄佛经相比，给他相看合适的人家才是真的要他的命。父亲不要，女儿知错了，女儿这就回去抄佛经，女儿还小，女儿还不想嫁人，求父亲收回成命。他知道他的婚事他姨娘做不了主，却没想到今天居然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让他一点准备都没有。早知道就不让人去找秦洛冉了，可惜千金难买早知道，世上没有后悔药。到了年纪该嫁人就嫁人，你这副样子是什么意思？夫人会害你吗？秦父的声音难掩怒气，听得秦云一直打哆嗦，急忙摇头：“不是的，父亲，女儿不是那个意思，女儿只是不想那么早出嫁，女儿还想在父亲母亲面前多尽几年孝。”秦云一说完，还给秦父和秦母磕了几个头，打死他也不相信他的嫡母会给他找个好人家，
可是这话他能说吗？秦母觉得膈应，别开眼不看他。秦父冷哼一声，有子清、秦瑞在，尽孝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下去吧，把家规和佛经抄完就着手缝制自己的嫁衣吧。秦云一见求秦父没用，转身朝着秦洛冉磕起头来，长姐，我知道错了，你想怎么罚我都行，求求你别让父亲母亲那么早把我嫁人。说完又是咚咚咚几个响头，看着秦云一声泪俱下，额头都磕红了，秦洛冉心中半点波澜也没有，比起他做的那些事，这才哪儿跟哪儿啊。妹妹这说的是什么话？这女子到了年龄自然是要许配人家的，若不然别人还以为母亲薄待了你呢。你就听父亲的，抄完家规和佛经就着手准备嫁衣吧。你放心，你是襄府的小姐，代表的是襄府的颜面，母亲会给你好好挑人家的。我不是。秦云一见秦洛冉说不通，又转向黎君燕，李王殿下，求求你。话没说完就被黎君燕满脸嫌弃的打断了，别求本王，这是襄府的家事，本王不参与。说完端起茶杯，不想理他的意图很明显。秦云一还想说什么，秦父不耐烦的挥挥手，来人，赶紧把他给本相带下去。下人见秦父发火了，急忙上来架着秦云一出去了。秦洛冉看着被下人架出去的秦云一眯了眯眼，这就害怕了吗？秦云一更刺激的还在后面呢，你可要拿出投靠太子那份勇气来啊。秦云一被带下去后，几人也没了聊天的兴致。秦洛冉和黎君燕到凌烟阁休息了一会儿后，就启程回了李王府。回程的马车上，秦洛冉闭着眼睛靠在车壁上，眉头轻蹙，不知道在想什么。在想什么？没什么。听到黎君燕的声音，秦洛冉睁开眼睛，殿下在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不知殿下有什么打算？黎君燕的战神可不是叫着玩的，向来只有他让敌人吃亏，哪有他吃亏的道理？更别提对方还是黎君行这个小人。他记得上一世黎君燕回西北之前，还给黎君行捅了好大一个篓子，让黎君行折进去了不少人，连祝尚书也差点因为这件事降了职。若不是有他父亲在一旁帮忙周旋，黎君行还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力才能解决呢。就是不知道这一世还会不会像上一世一样。王妃想知道。黎君燕挑挑眉，好像一点也不意外秦洛冉会这么问。不然呢？秦洛冉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又闭上眼睛，爱说不说，横竖到时候他也会知道。黎君燕见状失声一笑，也没有明说，只说了句让他明天等着看好戏，也靠在车上闭目养神。第13章，心疼，别怕，我在。是夜，秦洛冉依旧看书看到很晚，春子等人轮流催了好几次，一直到快子时才上床睡觉。跟前几晚一样，秦洛冉睡得很不踏实，被噩梦惊醒了好几次，一直到天色蒙蒙亮才勉强睡得安稳一些。春慈看着自家小姐睡着了，都依旧眉头紧锁，脸上还有淡淡的痛苦之色，心里更加担心了，想去请个大夫来给看看，又怕自家小姐不愿意，再说自家小姐医术也不差。哎，春慈叹着气下了楼，打算去厨房给自家小姐炖点汤补补。刚下楼就听到黎君燕的声音，怎么了？王妃呢？见过王爷，王爷晚安。春慈朝黎君燕扶了扶，王妃昨夜看书有些晚，现在还在睡，王爷有事的话只能晚一些了。自家小姐好不容易才睡得安稳了些，春慈不想让任何人打扰她，就算是黎君燕也不行。你去忙吧，本王上去看看。黎君燕说着，抬脚就往楼上走。王爷等一下。春慈急忙喊住他，小姐进来浅眠，王爷上去的话动作轻些。不知道怎的，黎君燕听到这话，突然想起秦洛冉昨天眼里一闪而过的痛楚，点点头，放轻脚步上了楼。黎君燕上了楼，透过窗子看到秦洛冉正安静地躺在床上，远远看去，眉宇之间好像布满了清愁，细看之下还有些许不安。不要，不要！黎君燕刚走到床边，秦洛冉便梦呓出声，脸上尽是痛苦之色，额头也出了不少汗，一滴泪顺着眼角慢慢滑落。想到他和秦洛冉第一次见面，那时候的他素手执剑，身姿矫健，杀伐果断，宛如黑夜中的精灵，再看看现在脆弱不安的人儿，黎君燕心中突然升起几分心疼，在床沿坐下，用自己的大手包裹住他的柔仪，温声道：“别怕，我在。”声音很轻，却很有力量。不知道是不是黎君燕的安慰起了作用，还是什么。接下来的时间，秦洛冉没再惊醒，也没再梦呓，眉宇间依然有淡淡的愁绪，却也还算睡得安稳。秦洛冉这一睡就睡到了辰时末，黎君燕也一直那样握着他的手坐在床边，双目微闭，不知道在想什么。秦洛冉睁开眼睛，阳光有些刺眼，他本能的想要伸手挡，这一动才发现自己的手被黎君燕紧紧地握在手中。你醒了？秦洛冉一动，黎君燕就立马睁开了眼睛。怎么样，要不要再睡一会儿？不了。秦洛冉抽出自己的手揉了揉眼睛，现在什么时辰了？殿下什么时候来的？来了多久了？有什么事吗？黎君燕刚刚站起来，就听到秦洛冉问了他这一连串的问题，不禁轻笑出声。王妃这一口气问了本王这么多问题，本王该先回答哪个呢？一个一个回答。殿下有什么问题吗？秦洛冉从衣柜里找了衣服准备换上，
想了想，对外面吩咐了一声：“准备热水，我要沐浴。刚刚睡觉出了不少汗，洗个澡偶要舒服一点。”是，王妃。屋外的夏嫣听到秦洛冉的吩咐，应了一声，下去准备了。秦洛冉把手中的衣服放回衣柜，拢了拢头发，随意拿起一件外衫披上。殿下有事的话，先回你的飞羽阁等一下吧，我沐浴过后再去找你。说完就去了净房。大概2刻钟之后，秦洛冉带着一身水气下了楼，看到黎君燕坐在紫藤花架下，径直走了过去，在黎君燕对面坐了下来。殿下今天这么闲吗？这个时候的太阳暖暖的刚好，秦洛冉舒服的伸了个懒腰。黎君燕看着一点也不似那些闺阁女子一样矫揉造作的秦洛冉，嘴角不觉带上了几分笑意。还好，今天专门空出时间来带王妃去看好戏的。说完倒了杯茶递给她。是吗？那这么说来，我今天有眼福了。秦洛冉接过茶，轻轻抿了一口，便放在了桌上。她没有空腹喝茶的习惯。两人正说着，春慈和夏嫣送了早膳过来，两人吃了之后就坐着马车出了门。2刻钟之后，在一间叫陶宜居的茶楼前停了下来。哟，公子和夫人来了，2位楼上请。两人刚走进茶楼，店小二就热情地迎了上来。这个时辰来喝茶的人很少，2楼几乎没有人。不过为了不被打扰，两人还是选了一间角落里的雅间。雅间两面有窗，好巧不巧，正好一面窗子正对的就是一条街之隔的京城鼎鼎有名的青楼百花楼的后院。秦洛冉指不远处的百花楼，殿下说的好戏，难不成就在那里？百花楼，他一直以为那里是黎君行暗中的产业，还想着找个机会给他端了呢。黎君行这个人啥也不是吧，疑心病还挺重，他身边的人就没有一个能让他全心全意信任的，包括一心一意为了他谋划的祝皇后，他对他始终都有所保留。上一世虽然为了让襄府全心全意辅佐他，黎君行也是跟襄府透了他的不少底，不过百花楼他还是无意间听到柳妍希他爹的谈话才知道的。不过现在看来，事情似乎不是他想的那样。是也。还未待黎君燕回答，秦洛冉又问道：“那姑娘是殿下的人，还是百花楼是殿下的？”黎君燕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他，拿起茶壶给2人斟了茶，看了一眼窗外，道：“太子在禁足期间偷偷混进花楼，还弄死了和他欢好的姑娘，你说宫里那位会如何处置他？殿下这个问题似乎没什么意义，只要祝皇后和祝尚书还在，那位就不会真的对他怎么样。罚俸禁足这种惩罚对黎君行来说根本无关痛痒。也不知道皇帝是中了什么邪，对祝皇后真的不是一般的宠，还是爱屋及乌那种，所以黎君行只要不起兵造反，就不会真的有事，哪怕失宠也只是暂时的。”闻言，黎君燕先是点点头，然后又摇头：“王妃说的没错，若是往常，我那位好父亲是不会对他怎么样，不过这次不一样。”哦，殿下莫非还有别的安排？第14章，殿下这出戏甚好。哦，莫非殿下还有别的安排？黎君燕点点头，当然，这种重要的场合怎么能少了未来的太子妃呢？柳妍希，殿下的算盘怕是打错了。柳妍希和黎君行青梅竹马，皇帝早早赐下了婚约，只待3个月后便完婚。而且据我所知，柳妍希对黎君行可是非君不嫁呢，所以就算他知道了也不会怎么样，顶多闹一下，黎君行轰轰就没事了。毕竟在这个世道，男人3妻4妾很正常，黎君行又是未来的皇帝，注定3宫6院不可能只有柳妍希一个女人，所以这事儿还真不会对他们有多大的影响。黎君燕点点头，王妃说的是，不过你我都知道，黎君行愿意娶柳妍希做太子妃，最根本的原因不是他多喜欢柳妍希，而是为了镇北侯手里的兵权，而镇北侯也为了正得从龙之功，以求让镇北侯后更上一层楼。说到这里，黎君燕端起茶喝了口，又继续道：“但是如果黎君行混进花楼，还带了柳妍希的嫡亲弟弟柳木青，然后为了争夺姑娘，还失手打伤了柳木青，又压下了消息，导致柳木青因为医治不及时，落下终身残疾，你说柳妍希还会毫无芥蒂地嫁给他吗？换句话说，就算柳妍希迫于生命不得不嫁给他，他们夫妻之间还能是一条心吗？镇北侯还会全心全意地帮他吗？”听完黎君燕的话，秦洛冉满面笑容地端起茶杯跟他碰了碰，殿下不愧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战神，这出戏甚好。柳木青可是镇北侯唯一的嫡子，从小精心培养，勉强也算个青年才俊，唯一不好的就是爱逛花楼。不过这也不算什么不得了的事，京城里很多公子哥都会去逛花楼，只要你不闹出什么事来，没人管的。上一世镇北侯在黎君行和柳妍希大婚后，就给柳木青请封了世子，这一世怕是没这个机会了。在黎国，一个有终身残疾的人是不能够被封为世子，甚至都不能入仕的。当然，你能力出众而且无可替代的话可以例外，但是柳木青还远远没到那个地步，自己精心培养的继承人就这么被毁了，镇北侯怕是想撕了黎君行吧，以后不给他使绊子都是好的了，帮他是不可能了。还有，对于柳妍希来说，柳木青就是他未来娘家的依靠，
这下基本算是毁了。上一世柳妍希姐弟可是黎君行登上大位的大功臣呢，不知这一世柳妍希会如何面对黎君行呢？哎，还真是让人迫不及待的想知道呢。两人在茶楼没坐多久，茶馆里就陆陆续续有人来了，附近的几家酒楼也热闹了起来。突然，一条街之隔的百花楼里出现了一道尖锐刺耳声音：“啊，死人了，死人了！”那声音的穿透力很强，这边的人听着好像不大，但是每个字却又听得清清楚楚。很快，百花楼里就传来了嘈杂的声音，在这边吃饭喝茶的不少好事者也放下了手中的碗筷过去了。百花楼作为京城里最大的青楼，环境好，里面的姑娘也是一等一的漂亮，但是消费不低，所以很多人是去不起，或者说是只能偶尔去一次，就算去了，可能还只能点个稍微便宜一点的姑娘。现在有热闹，当然是要去看的了，更别说还有黎君燕的人在其中引导。秦洛然好和黎君燕也乔装打扮了一番，跟在人群中去了百花楼。这么好的火上浇油的机会，错过了就太可惜了。两人到百花楼的时候，百花楼门口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想要挤进去根本不可能。趁人不注意，黎君燕果断拉着秦洛然去了后门。两人从后门顺利进了百花楼，一路上基本没碰到什么人，藏在暗处的人也没有丝毫动静，这让秦洛然确定了这百花楼背后真正的主子就是黎君燕。呵，那上辈子黎君行到底在忙活啥？这百花楼可是他最秘密的据点啊，身边人谁也没给说，连每次接头都是专门的人，却不想他千般小心，万般谨慎，还是活在了黎君燕的眼皮子地下。也不知道他上位后着急忙慌地处理了丞相府后，又夺了镇北侯府的权，在皇位上待了几天，最后又是怎么死的？不过黎君行这种忘恩负义、卑鄙无耻的人，五马分尸下油锅都不解气。想到这里，秦洛然手腕一翻，手里多了一小包药粉，把它递给黎君燕，小声道：“让人下到黎君行的身上，沾上皮肤即可。”黎君燕接过药包瞅了瞅，也没问秦洛然是什么药，又不下在他身上，管他是什么呢，轻咳了一声。很快，一个衣着长相都很普通的男子就出现在了两人跟前。黎君燕把药包递给他，简单的交代了一下，就带着秦洛然上了楼。还未走到事发的房间，就听到了小丫鬟的哭声和老鸨隐忍着怒气的说话声，还有屋外看热闹的人窃窃私语的声音。小丫鬟，姑娘，你昨个还说等你攒够了赎身的银子，就带着小桃一起找个地方好好生活的，怎么小桃才一晚上没来伺候您就走了？你让小桃以后怎么办啊？老鸨，殿下，奴家这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姑娘，陪了您一夜之后人就没了，您是不是得给奴家一个说法？看热闹的人，假，这是哪位殿下？这也太那个粗暴了吧，居然把人家百花楼好好的姑娘一晚上就给折腾没了。咦，谁知道呢？不过这个年纪的皇子也就那几位，就是具体的不知道是谁。禀，你们说不说是李王殿下吧？据说他和秦大小姐成亲前都没见过面，也不愿意娶她，最后还是秦大小姐自己打进去的，会不会是他不满秦大小姐，所以他的话没说完就被另一个人给打断了？你可去你的吧，里面的人要是李王殿下，老子把头给你当球踢。今天早上我还看见李王殿下带着李王妃去茶楼喝茶呢，你要是不满意你婆娘，你会带她出门吗？那人瞬间被堵得说不出话来。这边老鸨还在哭天抹泪的要黎君行给个说法，丫鬟小桃也在不停的哭，不过说来说去就是那几句话。秦洛然总觉得这个叫小桃的丫鬟有些不对劲，看了黎君燕一眼，黎君燕朝他招招手，示意他把耳朵凑过去。第15章，视人命为草芥。秦洛然看到黎君燕的动作，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没有动作。黎君燕无声的笑笑，只好自己凑过去对他耳语了一番。听完，秦洛然对黎君燕抱了抱拳，殿下心思缜密，佩服佩服。同时也更加不耻厌恶黎君行了。原来小桃本是离国有名的茶香镇上一户做小本生意的人家的女儿，虽然谈不上富贵，一家温饱却不是问题，生意好的时候还能存点钱。家中除了她，还有个弟弟在上学，本来一家人过得好好的，日子也很有盼头。不过这一切都在2年前黎君行去茶香镇上游玩的时候给毁了。那一年小桃刚刚及笄，因为人长得漂亮又勤快，托媒婆上门说相的人很多，本来小桃的父母都给她挑好了人家了，就差最后定下来了。可就在2家选好的定日子的前2天，小桃在自家店铺门口卖东西，黎君行刚好游玩至此。他见小桃长得楚楚可怜，又是一个人，便起了色心，过去假装你要买东西，还要小桃亲自递给他看，他就趁机调戏小桃。小桃不愿，说了他几句。黎君行生来就是太子，他想要的东西向来都是没有得不到的，美人更是只要他多看一眼，下面的人都会自觉地送到他的床上，那些女子也从来不会反抗。现在一个小地方的小老百姓居然敢拒绝他，这对黎君行来说无异于当众打脸。不过碍于他自己的身份，没有当场发作。但是黎君行这人好色不说，还小肚鸡肠，当天晚上他就让人把小桃掳了去，然后强迫了他。因为心里有气，
黎军行用了各种手段折磨他，小桃被折腾了个半死，最后被像个破布一样丢去了城外的树林里，想让他自生自灭。小桃醒过来后，本想一死了之，却又放心不下父母，所以拼了半条命回到家里，却发现他的家已经被大火烧成了灰烬，爹娘还有弟弟的尸体被邻居抬出来放在外面。不用想，小桃也知道是谁做的，可是对方是高高在上的太子，他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小老百姓，他捏死他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告官没用，自己又没有能力报仇。他想着跟着父母一起死了算了，可是又不甘心，纠结再三，小桃最后连夜逃了，连父母的丧事都没敢出面操办。逃出去后的小桃遇到了因为被父母卖给糟老头子做妾而连夜逃走的宁香，两人同病相怜，便结伴行。只是在这种年代，女子生的貌美本就是一种危险，更别说他俩手无缚鸡之力。最后两人被卖进了百花楼。百花楼是黎君燕的，每进去的每一个人都会被查个底朝天，小桃的事情也就被黎君燕知道了。本来小桃被卖进青楼的时候是真的不想活了，不过黎君燕让人接触了他，告诉他想报仇就好好待在这里，然后就一直待到了现在。他本来想是打算趁跟黎君行欢好的时候下毒同归于尽，但是黎君行来过几次都没在百花楼留宿，唯一留了一次还是要了一个新来的姑娘。小桃等啊等，终于又等到了昨天，但是又担心自己的脸被黎君行认出来。宁香想到自己染了脏病无药可医，活着也是受罪，便主动替了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让小桃等他死后把尸身烧了撒在山野间，做人太累太遭罪，如果有来生，他只想自由地生活在山间，做一棵树或者一只鸟都可以。然后就有了房间里的一幕。对于宁香的死，小桃是真的伤心，不单单是因为宁香帮了他，更多的是这么多年唯一一个相依相伴的姐妹没了，从此他又是一个人了。这边老鸨和小桃还在一个哭一个让黎君行给说法，吵得黎君行脑壳疼，脑子里更乱了。他只记得他昨夜因为烦闷在府里喝酒，然后好像是下属说什么百花楼新来了个姑娘，一直给他留着。本来他没打算来的，毕竟刚被父皇禁足，不过下属一直在说新来的姑娘如何勾人，他最终还是没忍住，然后就来了。至于来了之后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现在是一点印象也没有。还有这百花楼的老鸨是怎么回事？不就是弄死了一个姑娘吗？这整个百花楼都是他的，别说死一个姑娘了，就算全死了又能怎么样？他是太子，这些人能为他死是他们的荣幸，他至于一直在这里吵他，还放了那么多人进来，他眼里还有他这个主子吗？够了，花妈妈，不就是一个姑娘吗？死了就死了，回头再物色几个好的来就是了。你这样一直吵得本宫，吵得我头疼。黎君行揉揉眉心，本能的脱口而出本宫二字，想到现在是在百花楼，又生硬的改了口。不过该听到的人都听到了。屋子外面又是一阵窃窃私语，听得黎君行更是恼火，正想让花妈妈把那些人赶走呢，花妈妈就先开口了。只见花妈妈往地上一坐，拿着帕子边抹眼泪边哭喊道：哎呦，这日子没法过了，奴家知道我们这百花楼的姑娘身份低贱，但是若不是没有办法，谁会来做皮肉生意谋生啊？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本本分分的，不偷不抢啊。这好端端的人陪了您一晚，说没就没了，总得给一个说法吧，不能因为您是太子殿下，身份尊贵就可以罔顾人性命啊，这还让我们怎么活啊？我们老百姓的命难道就不是命吗？还有没有天理了呀？花妈妈不愧是常年混迹花楼的，这表演的功夫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再加上年纪也不是很大，约莫也就20多岁的样子，模样生的也不错，虽然比不上那些28年华的姑娘，但是也是风韵犹存，哭起来还有几分楚楚可怜的味道，不由得让人心生怜惜。再加上在场的人大部分都是平民老百姓，花妈妈一句小老百姓立马就让大家有了共鸣。他们这些在京城谋生的人，谁还没多多少少受过这些达官贵人的欺负呢？但是只要没受重伤没死人，官府基本不会管，平日里他们是敢怒不敢言。现在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就这样死在了他们面前，而当事人太子殿下还是一副死个人而已，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态度，这一下就让这些看热闹的百姓积压了许久的怒气一下子就爆发了。哇，这太子殿下也太不把我们这些老百姓当人了吧，这好好的姑娘陪他一晚上，说没就没了，不给个说法就算了，还说死了就死了，再重新买几个回来。是啊，还真是视人命为草芥啊。不过谁让人家是太子，身份尊贵呢？有什么办法？这姑娘怕是白死喽。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越说越觉得生活太难，还有人劝起了花妈妈，花妈妈，你赶紧别坐在那里哭了，赶紧着人料理那姑娘的后事吧，咱们这些小老百姓斗不过的，小心你再这样闹下去，明天百花楼都没了。花妈妈听了直摇头，你们的一片心意妈妈心领了，只是这楼里的姑娘都是苦命人，跟妈妈我一起相依为命多年，这佐格尔还好好的人就这样没了，妈妈我如何心安理得的让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呀？可是不算了能怎么办呢？就算你去告官也不会有人管的，这要是别的公子哥去告官还有点用，可是这是太子，皇帝皇后没有底线的纵容宠爱的儿子，
能怎么办呢？谁说不是呢？哎，也不知道这样残暴不仁的人以后做了皇帝，我等身份低贱的百姓还有没有活路？哎，此话出自一个书生模样的人之口。不过他话刚说完，就被旁边的一个大汉拉住了。慎言，这种话都敢说，不想见明天的太阳了。失言，失言。那书生模样的人讪讪的笑笑，往后退了几步，趁人不注意溜了。第16章，当年的事。这厢离军行听着外面的议论声和小桃还有花妈妈的哭声，心里更是烦躁，一只手操起床头案几上的一个花瓶，摔在地上，都给本宫闭嘴！谁再多说一句话，就别怪本宫不客气了。花瓶应声而碎，有些碎片还溅到了花妈妈和小桃的身上，现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不少胆小的人已经吓得走了，毕竟热闹再好看也没有小命重要。不过那些人到了百花楼外面，确实绘声绘色的把刚刚在里面看到的151不添油加醋的讲给了在外面没能进去的人听。人都是好热闹好八卦的，那些人听完之后立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不到半天的时间，太子在禁足期间逛花楼，还弄死了百花楼的姑娘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京城。不过此时的离军行什么都不知道，他还在百花路宁香姑娘的房间发火呢。发生了这大的事情，他的侍卫暗卫一个人都没出现，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恼火的事情？广说，广说，广云，广云。离军行一连喊了好几声都没人应，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这是被人给算计了。当下怒火中烧，看了看门口还在够着头看热闹的人，又操起一嘎摆件砸了过去，还不滚，等着本宫取你们的狗命吗？末了又加了一句，出去后都给本宫管好你们自己的嘴，否则别怪本宫不客气。外面的人闻言立马鸟作群兽散，很快门外便没了半个人影。不过他们都自动忽略了离军行最后一句话，出去之后也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绘声绘色的跟别人讲了一遍。而秦洛冉和黎君燕也早在离军行第一次砸花瓶的时候去了隔壁的房间，透过专门留的小孔把宁香房间发生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等外面的人都走了以后，离军行站起来一脚踢在花妈妈身上，贱人，你都做了什么？本宫平日待你不好吗？救了你，教你那么多的本事，给你报了杀夫之仇，还把偌大的百花楼交由你打理，让你吃穿不愁，活得人模狗样。你就是这样回报本宫的？没有本宫你早就死了。说完觉得不解气，又踹了几脚。离军行有武功在身，踹花妈妈那几脚又十分用力，疼得花妈妈眼泪都出来了。不过就算这样，花妈妈也没有哼一声。等离军行发泄过后，他扶着桌子慢慢的站了起来，嘲讽的看着离军行，太子殿下的话说的还是那样好听，听得花梨都忍不住想要再次相信了。哼，可惜啊，花梨蠢过一次就不会再蠢第二次了。你知道当年的事情了？离军行一直觉得今天的花妈妈不对劲，现在终于知道了原因。花梨听到离军行这话，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了。我不该知道吗？这么多年我一直把殿下当作恩人，为了你做了那么多事情，谁知道你才是当年举着屠刀的那个人。这些年殿下装得很辛苦吧？说到这里，花梨自嘲一笑，瞧我说的什么话？殿下本就是一个视人命为草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又谈什么装不装呢？这才是殿下的本性，不是吗？花梨本是一个书生的妻子，陪夫君李勇进京赶考。李勇的确有几分学识，不过为人性子直，不会变通，不然但凡灵活一点，也不至于来考第二次。因为看不惯那些学子花高价去买所谓的考题和巴结那些官员，多嘴了两句，那些学子不服，双方就吵了起来，最后还惊动了皇帝。黎君燕的皇帝老爹为人不咋样，当皇帝也是马马虎虎，但是对科举还是很重视的，毕竟国家的人才大部分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因为牵扯到科举舞弊，皇帝当天就下令科举延后，要重新选拔考官和试题，还处置了几个涉事官员。至于那些花钱贿赂官员买所谓的考题的学子，则被取消了参加科考的资格。消息一出，那些花了钱买试题和贿赂相关官员的学子一片哀嚎，都恨死了李勇。寒窗苦读这么多年，又花了那么多钱，现在全部打了水漂，还毁了前途，让他们心中怎么不恨？很快，在有心人的煽动下，那些学子开始报复李勇。官府也想到了李勇会遭报复，还特意派了2个官差保护他。不过尽管这样，李勇还是死了，死在自己的屋子里，身上多处被砍伤，死状极惨。皇帝知道后怒不可遏，下令严查。可这事牵扯太多了，谁做的该知道的人心里门清，谁去办都讨不了好。最后还是当时不过15岁的黎君行主动站出来揽下此事。彼时的黎君行刚刚参政，皇帝本来也打算让他多历练历练，也就答应了，不但派了几个自己信得过的人协助，还下令所有人必须配合他。这件事背后的推动者本就是皇后和祝家，黎君行知道的比谁都清楚，所以黎君行只不过是去装了装样子，杀了几个学子和几个对他来说无关紧要的官员，就算结束了。当然
他还趁机处理了几个不投靠他的重要官员，比如当时的京兆尹之流，并趁机换了自己的人上去。轰轰烈烈的科举舞弊李勇案就以几个学子和官员的死结束了。皇帝对黎君行的表现很满意，还褒奖了他，让大家多向他学习。至此，众人就算有不满，也不敢再有什么异议。有异议又能怎么样呢？皇帝明显就是要抬举黎君行，他们难道要跟皇帝对着干吗？不，他们还没有活够。于是乎，所有人都又该干嘛干嘛，再也没人提及这件事半个字，好像这件事没发生过一样。当然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李勇的妻子花梨。第17章，原来是骗局一场。花梨在娘家的时候也是被娇养的姑娘，嫁给李勇之后，李勇对她也是百般疼爱，自己几乎没吃过什么苦。后来爹娘意外身亡，李勇就成了她唯一的依靠。现在丈夫死了，老家也没了亲人，手里虽然还有些钱，但是往后的日子没了盼头。她本想一根白绫随着丈夫一起去了，还没来得及死呢，就因为生得有几分姿色，险些被侮辱。黎君行救了她，把她偷偷带入府中，等她情绪缓过一些之后，让人教她生存的技能，自己也会时不时找她谈心。花梨感恩她，听到黎君行说自己虽然贵为太子，能信任的人却很少云。花梨为报这份恩情，就主动提出要帮他做事。黎君行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恶心的人，明明是他把别人害得家破人亡，后面却以救命恩人的姿态出现，然后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装出来的温柔体贴，让人心甘情愿地成为他手中的刀。上一世的秦洛冉就是这样，被他设计进府，本来屈居侧妃的他是很不满的，但是黎君行一声令下，让他在府里的待遇跟太子妃一样，不但免了自己的请安礼，还打算把管家全分他一半。最后还是他自己坚持不要才作罢的。他身为侧妃，享受了太子妃的待遇，本就很招人恨，若再拿一半管家权，那真的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了。黎君行常年流连花丛，哄女人的技能已经炉火纯青，还很会装，处处温柔体贴，恰到好处地流露出他的为难，加上时不时地制造各种惊喜了，一般人对他就算不喜欢也厌恶不起来。秦洛冉是被迫嫁给他，那时候对他只能说是谈不厌恶，但是也不喜欢，因为在李王府门口受了那样的对待，他对他的亲密接触还是有些抗拒。黎君行也不逼他，哪怕宿在他院子里，时间啥也不能做，他也1个月也会有大半个月的时间去他的院子里，哪怕只是陪他聊天下棋。坦白讲，那段时间黎君行的伪装真的很完美，两人之间相处也很舒适，秦洛冉也慢慢对他有些改观。可能后来黎君行也不耐烦了，趁着一次醉酒，秦洛冉也知道黎君行不可能一辈子不碰自己，除去自己身后的相府外，自己还生了一张绝色倾城的脸，黎君行这样的风流公子怎么会忍得住？他不可能次次都用药应付过去。他不爱黎君行，也没有想过要给他生儿育女，然后和一群女人斗来斗去，委身于他，扶他上位，只是想让自己和相府平平安安。他只想求益于安生，所以在和黎君行有了肌肤之亲之后，直接服了绝子药。本以为自己没有孩子能让他和镇北侯府更放心，却不想终究还是他天真了。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景兴帝忌惮相府，想动相府背后的封家，想要拿相府开刀，黎君行也是，所以登基后就迫不及待地被相府开刀了。这一世，秦洛冉本以为见不到这样的把戏了，却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了。现在想想，还是这事让人恶心，恶心景兴帝，恶心黎君行，也恶心曾经天真的愚蠢的自己。想到那些不堪的过去，秦洛冉眼里一片恨意，心里堵得慌。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黎君燕察觉到他的异样，转头关心地问道。秦洛冉摇摇头，多谢殿下关心，我没事。黎君燕见他不愿意说，眼眸沉了沉，便也没再问。短短3、4年的时间，花梨从一个普通的妇人变成了在风月场所游刃有余的花妈妈，只因为黎君行说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帮他打理百花楼。花梨确实做得很用心，把百花楼打理得很好，也给黎君行收集了许多消息。不过那些消息都是黎君燕想让他知道的，开始的时候花妈妈送的消息有限，也谈不上机密，黎君燕也就一直由着他们。直到去年花梨慢慢老练起来，给黎君行的消息越来越重要，黎君燕才让人跟花梨说出事情的真相。花梨暗中花钱请人查证之后，恨不得一刀了结自己，不过想到枉死的丈夫和自己这么多年的欺骗，又觉得就这么死了太亏了，所以难过愤怒之后，她藏起了自己的心思，本本分分地继续做着那个黎君行信任的花妈妈。她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这些年花梨对黎君行是真的感恩，还有几分喜欢，所以才对他唯命是从。因为在他看来，黎君行就是给了他第2次生命的人，不过他太过尊贵，他知道自己不配有那样的心思，只能更加努力为他卖命，就是想让自己有价值，能够一直留在他身边为他办事。却不想原来是骗局一场。这些年对黎君行有多爱，在知道真相那一刻，花梨就有多恨，恨不得饮其血吃其肉。尽管他知道自己弄不死黎君行，也不能现在弄死他，不然这整个百花楼的人都要跟着陪葬。这里百花楼里的姑娘都是可怜人，
为了活着已经十分不易了，他又怎么能把他们推上绝路？但是他真的再也等不了了。只要黎君行一天过得逍遥自在，他就一天痛不欲生。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的丈夫李勇总会出现在她的梦里，不停地说自己死得好冤。然而这些痛苦花梨谁也不能说，不但不能说，还要假装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还要像以前一样恭恭敬敬地对待黎君行。花梨觉得自己快要疯了，所以机会一来，他就毫不犹豫地出手了，让他讨点利息也好。殿下还真是高啊，1分钱没花，一点力没出，就让黎君行花大力气培养出来的人成了自己的。了解了花妈妈的过往，秦洛冉不免叹息，也是一个可怜人。还有黎君行母子和祝家也真不是人。王妃过奖了，不过为了好好活着罢了。黎君燕说这话的时候，虽然有几分开玩笑的意思，秦洛冉却听出了其中的艰辛和心酸。黎君燕生在吃人的皇家，若不是当初宫贵妃给她留的几个宫人还算忠心，能不能长大还是个问题。没有母亲，父亲巴不得她死，还灭了她外祖家，断了她所有的援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黎君燕还能自己闯出一番天地，成长到今天皇帝都不敢在明面上轻易动她的地步。这其中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又吃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想到这里，秦洛冉对黎君燕的佩服又多了2分，不过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见黎君燕看过来，秦洛冉又不着痕迹地把目光转向墙上的小孔，继续看黎君行那边的情况。就在他们说话的功夫，黎君行的侍卫广叔已经来了，正跪在那被黎君行训斥呢。花梨和小桃则是缩在角落，尽量缩小自己的存在感，生怕被发疯的黎君行给不小心误杀了。他们是恨黎君行没错，可是还暂时不想赔上自己的命，他们还有事情没做。黎君行这人呢，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骂人的时候觉得光骂不解气，还要用脚踢才觉得解气。这不，广叔一直跪在那里任他骂，黎君行觉得气不打一处来，一脚踹过去，不过由于没掌握好力度，脑子又晕，广叔没踢到，自己还摔倒了，脑门磕在一颗凳子上，吓得广叔赶紧去扶他。殿下，您没事吧？广叔的2只手好像都受了伤，一只直接耷拉着不能动，另外一只勉强能动，也不是很有力气，所以半天也没把黎君行拉起来。滚开！黎君行晃晃悠悠地爬起来，用力一把推开广叔，没想到身体再次没掌握好平衡，又摔了下去。广叔下意识地往边上一躲，黎君行和地板扎扎实实的来了个亲密接触。这下又更生气了，爬起来又对着广叔一阵拳打脚踢。不过这次黎君行学聪明了，还知道扶着桌子，横竖广叔也不敢躲，只能跪在地上任他打。看到此情此景的秦洛冉忍不住倾巢出声，又蠢又无能。黎君行若是没有皇后和皇帝，不说黎君燕了，估计其他几个存在感不是很强的皇子都能弄死他。确实很蠢。黎君燕赞同地点点头，不蠢的话会受人挑拨在禁足期间来逛花楼吗？殿下抓紧时间把安排好的戏份上了吧，看完我们好去吃午饭。好说。黎君燕说着打了个响指，很快黎君燕的暗卫便走到2人面前去，把镇北侯的儿子弄醒，再去看看镇北侯到哪儿了。是，王爷。暗卫应了一声，快速的下去了。秦洛冉看着风轻云淡又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的黎君燕，再看看狼狈无比的黎君行，不禁怀疑上一世自己究竟是怎么和他一起过了那么多年的。和黎君燕相比，除了出身占优势外，简直一无是处。完了，为什么他会不自觉的拿黎君行和黎君燕比？比完之后还觉得黎君燕优秀无人能及？难道……不行不行，不管是什么原因，得赶紧打住。秦洛冉摇摇头，然后自己别再往下想。黎君燕见秦洛冉面色突然有些怪异，关心道：“王妃这是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无碍，就是突然觉得嗓子有些不舒服。”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嗓子不舒服，秦洛冉说着还清了清嗓子，然后还给自己倒了杯茶，一饮而尽。黎君燕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笑笑没说话。房间内再次安静起来，2人都在等着最重头的好戏登场。第18章，不然本少爷的腿废了你赔得起吗？大概过了一盏茶的时间，百花楼的另一间房间传出了杀猪般的叫声。镇北侯的儿子柳木青被黎君燕的人粗暴的弄醒，黎君燕派去的人还特意踹了一脚他受伤的腿，柳木青生生被疼醒，疼得额头都冒汗了。被黎君行打了一顿，又被派回太子府找人来接他的广叔，刚走到门口，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还差点被门槛给绊倒了。广叔本能的想折回去看看，想了想，还是决定不去多管闲事了，就让事情更乱些吧，多一些人来分担怒火也好。广叔溜了，被和柳木青一起扔在一个房间的广明就没有那么好运了。广明在柳木青的叫喊声中慢慢睁开眼睛，摸了摸后脑勺，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妈他奶奶的，到底是哪个该死的下的手？要是再重一点都可以把老子给送走了，别让老子知道你是谁，不然柳少爷，你怎么在这里？广明正在骂娘呢，一转头却发现柳木青正阴沉沉地盯着自己，急忙站起来四处看了看，
发现这里是百花楼，心里暗道坏了。柳木青操起床上的枕头，直接砸过去。你问本少爷怎么在这里？本少爷还想问你呢。说到这里，柳木青想起了昨晚的事情，看着自己不能动弹的腿，一股怒火涌上心头，从床头上的案几上随手操了一个东西砸过去。黎君行什么意思？他是觉得镇北侯府好欺负吗？还是想和我们镇北侯府撕破脸？广明也看到了柳木青不能动弹的腿，想到昨晚的事情，一阵头疼。这都是什么事儿啊？他们昨晚只是陪太子殿下逛个花楼，怎么就成这样了呢？不过现在没有人给解释，他也没有时间来想明白。看着暴怒的柳木青，急忙解释道：误会，误会，柳少爷，这肯定是误会。我们家太子殿下马上就要和柳小姐成亲了，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误会？柳木青听到这话，直接冷笑出声：你告诉本少爷有什么误会？这百花楼不是他黎君行的，还是昨晚不是他让人打断我的腿，让我在这里躺了一晚的，还是什么？你说，这黎君行居然因为了争一个姑娘，让人打断了他的腿，然后扔在这里一整夜，耽搁了这么一晚上，他的腿还能治好吗？还有他的随从呢？莫不是？想到这里，柳木青更是怒不可遏，可是手边已经没能砸的东西了，他的腿受伤了，又没办法起身，对着还愣在那里的广明怒声道：还愣在那里做什么？还不赶快去给本少爷请个大夫，不然本少爷的腿废了你赔得起吗？还是黎君行赔得起？闻言，广明已经顾不上柳木青说的那句百花楼是黎君行的话到底是真是假了，急忙连滚带爬的出去了。不过他出了房间之后，并没真的去找大夫，而是去找黎君行了。毕竟黎君行才是他的主子，昨晚发生的事情太乱了，也不知道他的主子怎么样了。当务之急还是赶紧找到人再说。广明不知道昨晚黎君行去了哪个姑娘的房间，现在百花楼里一个人都没有，只能一间一间的找。这才刚找到呢，镇北侯就带着人气势汹汹的来了。见镇北侯气势汹汹，明显来者不善。广明趁还没被发现的时候，闪身进了黎君行所在的房间。只是房间内的气氛有些诡异。黎君行杵着头坐在桌旁，不知道在想什么，时不时还揉揉眉心。花妈妈和小桃瑟缩着跪在角落，而床上则是躺着早已经没了气的宁香姑娘。房间里安静的连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到。广明下意识的把脚步放到最轻，不过想到随时会上楼来的镇北侯，又大着胆子开口了：殿下，镇北侯来了。什么？黎君行脑子晕得不行，还突突的疼，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广明说的什么。广明正要再说一遍呢，就听到楼下传来镇北侯的怒吼声：给本侯找，掘地3尺也要把少爷给本侯找出来。昨夜柳木青一夜未归，他不放心，让人找了一晚上，几乎翻遍了京城的青楼和赌坊，也没有半点消息。下了早朝和皇帝议完事后，他连府都没回，出了皇宫直接去找柳木青，却不想在半路收到消息说他的儿子在百花楼。柳木青是他精心培养的继承人，这些年父子感情极好，一晚上没有任何消息，他着实很担心。现在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消息，也顾不得是真是假，就直接带着人来了。不一会儿，镇北侯的手下就找到了被打断了腿的柳木青。侯爷，少爷找到了。一个手下在找到柳木青后，第一时间来给镇北侯报告。人呢？还不让他赶紧滚出来见本侯。镇北侯一直不太赞成柳木青逛花楼，平日里还知道回家，就算不回家也会让人给家里传个话，也不耽误正事就算了。这次一夜未归不说，连个消息都没有，让一家人跟着担心，真的是过了。镇北侯的手下见他生气了，急忙解释道：侯爷，少爷的腿好像受伤了。什么？到底怎么回事？镇北侯说着就大跨步往柳木青所在的房间去了。父亲。柳木青看到镇北侯进来，脸上的戾气退了几分。镇北侯见自己昨日还能活蹦乱跳的儿子，此时坐在床上不能动弹，强忍着怒气道：你的腿怎么回事？怎么弄的？是太子，他让人把儿子打成这样的，还把儿子关在这里一夜，秋白他们也不知所踪，估计已经凶多吉少了。柳木青的语气有些激动，要是能走路的话，估计都冲出去找黎君行去了。太子，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本侯说清楚。镇北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毕竟当初可是太子主动示好，两家结亲一事也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这眼看只有3个月就要大婚了，这个档口太子打伤他的嫡子，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啊。柳木青见自己的父亲不信，只好把昨天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出来。黎君行。柳木青的话还没说完，镇北侯已经怒不可遏，一脚踹翻了屋子里的桌子。他人呢？不知道，不过应该还在百花楼，刚刚他的侍卫广明还在这里呢。柳木青满脸阴沉，打断腿这笔账他记下了，给本侯去找。是，侯爷。敢动他的儿子，那就要做好承受他的怒火的准备，就算是太子也不行，就算弄不死他，他也得给他扒下一层皮来。第19章各怀鬼胎。百花楼就这么点地方，不多一会儿，镇北侯的手下就找到了黎君行。太子殿下好兴致啊，
也不知道这宁香姑娘到底是何等角色，竟然殿下因为她让人打断了犬子的腿，还不让换大夫。镇北侯满脸怒气，若不是黎君行是太子，他都直接冲上去打死他了。侯爷来了。相比怒气冲冲的镇北侯，黎君行倒是很淡定，本来想给他倒杯茶的，想到这房间的东西可能都不干净，只好指了指一旁的凳子，先别激动，咱们坐下慢慢说，这事本宫也被人算计了。刚刚广明已经把柳木青的事给他说了，他现在是真的很头疼。镇北侯看到黎君行这样淡定，心里更是来气，冷哼一声，在黎君行对面的凳子上坐下。殿下说自己也被人算计了，这话你自己信吗？不管侯爷信不信，本宫确实被人给算计了，不然本宫现在也不会这副样子。说到这个事情，黎君行也得很恼火，他只是没经得住所谓的新来的美人的诱惑，结果来了之后，美人没看见，睡了个几年前来的老姑娘不说，还搞得成了这副鬼样子。父皇哪里还不知道要怎么交代？关键是这个百花楼还是他以为他藏得最好的地方，连他的母后和外祖都不知道。哼，殿下说这话未免太好笑了，在自己的地盘被人算计了，你在开玩笑吗？听到镇北侯的话，黎君行大吃一惊。镇北侯见状不屑地冷哼一声，怎么，殿下以为你不告诉别人就没人知道了吗？京城藏龙卧虎，黎君行只是一个出宫开府没几年的毛头小子，若不是有宫里的帝后和祝家，他那点本事根本不够看。那侯爷想怎么样？黎君行心惊归心惊，现在还不能和镇北侯撕破脸，他若想登上大位，还需要镇北侯手里的兵权。闻言，镇北侯思索了一下，给手下使了个眼神，手下会意，走过去把花梨和小桃拖了下去。等屋里没有了无关的人员，镇北侯才开口道，殿下不日就要和妍希完婚，为了妍希本侯也不会为难你。听到这话，黎君行不但没有松了一口气，反而有一种他要狮子大开口的感觉。果然，镇北侯顿了顿，便接着说道，只要殿下答应本侯在妍希诞下殿下的长子之前不娶侧妃，他日殿下登上皇位之后立妍希为后，并且永不能废。虽然按照常理，他的女儿柳妍希嫁过去是太子妃，等到太子登基就是皇后，但是没有儿子傍身，拿什么坐稳后位？还有，这自古以来太子妃最后没有成为皇后的还少吗？多少太子为了得到助力而娶太子妃，荣登大位之后又以各种理由立别人为后，或者做了皇后之后也会找理由废掉。他和黎君行谋事不是一两天了，黎君行的野心他知道，是什么人他也知道，若不然他也不会这样。虽然这样的保证也不知道能不能真的管用，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吧。侯爷这要求未免太过分了。饶是黎君行已经做好镇北侯狮子大开口的准备，也没想到镇北侯居然会提这样的要求，要等柳妍希诞下长子他才能娶侧妃。那要是柳妍希一直不能诞下长子呢，他就一直不能娶侧妃吗？就凭他镇北侯府能助力他登上皇位吗？退一万步讲，他登上了皇位，到时候镇北侯手中权力过大，柳妍希在后宫又无人能抗衡，那他岂不是成了傀儡了？过分吗？殿下，穆青可是本侯精心培养的继承人，他的腿伤耽误了一晚上，能不能好还是个未知数，或者说殿下打算赔穆青一条腿？镇北侯手里有兵权，曾经也为离国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深得皇帝信任，想娶柳妍希的皇子多的是，他并非黎君行不可。今天的事情只要他去闹，解除两家的婚约并不是不可能，只是他敢，黎君行敢吗？要成事，手中兵权必不可少，黎君行缺的刚好就是这一块。两人各自心怀鬼胎，屋子里陷入了沉默。侯爷说笑了。思索了良久，黎君行忍着怒气开口了，侯爷，本宫说了，昨晚的事是意外，本宫也是被人算计的，这事儿本宫查清楚后会给你一个交代，但是穆青兄的腿受伤确实跟本宫脱不了干系，本宫也不推卸责任。这样吧，你我各退一步，本宫答应你，他日登上皇位，妍希就是唯一的皇后，他进府后3年内，本宫的后院不会有别的孩子出生。娶侧妃是要娶的，娶了就是助力，黎君行这种喜欢走捷径人，怎么可能放过这样好的拉拢势力的机会呢？闻言，镇北侯思索了一下，最终点点头，好。黎君行想要登上皇位，子嗣很重要，也是助力，若黎君行迟迟没有子嗣，那形势对他们也不利。3年，这个时间已经是极限了。不过这种事还是要白字黑字的写下来，不然出了门谁认啊？没的还被说是凭空捏造，污蔑太子，到时候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于是，在黎君行开口之前，镇北侯又道：“殿下，为了日后不起纷争，咱们还是立个字据吧。”镇北侯说着，也不管黎君行答不答应，直接转头吩咐手下去拿笔墨纸砚。黎君行虽然气愤，却也没出声制止，一遍又一遍的在心里安慰自己，自己现在还需要他手中的兵权，今天且先忍他，待日后登上皇位再收拾他也不迟。镇北侯的手下很快就拿了笔墨纸砚过来，镇北侯接过去，把东西放在桌子上，刷刷刷把刚刚他和黎君行说的那些写了下来，一式2份，写完后签上自己的名字，盖上私印，然后递给黎君行。尽管心里不愿，黎君行还是接了过去，
镇北侯是军人出身，写的字苍劲有力，看上去霸气十足，黎君行却只想把他给撕了。殿下是有哪里不满吗？本侯可是按照刚刚您说的写的，一个字都没有改动。见黎君行迟迟没有动作，镇北侯出声催促道：没有，本宫只是觉得侯爷的字写得很不错，故多看了2眼。黎君行说完，拿起笔签上自己的名字，又拿出丝印盖上后递了一份给镇北侯。镇北侯接过字据看了看，确认是黎君行的大名和丝印没错，放心的收了起来，不咸不淡的说了句：殿下爽快。他也知道黎君行妥协的原因是什么，不过他并不在意，他们本就是相互有目的，各有所需罢了。穆青的腿受了伤，本侯就不打扰殿下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镇北侯也不打算继续和黎君行待在这里。这里是青楼，脂粉味极重，更别说床上还躺着一个断了气的，他没这么重的口味。黎君行没说话，镇北侯也不在意，站起来就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好心的提醒了一句：这些日子殿下还是注意一下吧，毕竟您和妍希马上就要大婚了，这满京城的人都盯着您呢。说完也不管黎君行什么反应，直接大跨步走了，带着柳木青回了镇北侯府。第20章百花楼走水了，欺人太甚。镇北侯走后，黎君行一把桌上的东西全部扫落在地。广明见黎君行一脸阴沉，生怕怒火撒在自己身上，急忙跪了下来：殿下息怒，镇北侯此举确实欺人太甚，但是您为他气坏了身子也不值得，等日后您登上大位，有的是机会收拾他，现在生气不值当。哼，这些话本宫用得着你说来听？是，属下愚笨。此时的广明无比希望来个人，这样他就不用独自承受黎君行的怒火了。看着广明这样，黎君行火更大，一脚踢过去：还愣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去看看广叔来了没有？可是殿下，属下走了，谁来保护您的安全呢？广明巴不得赶紧走，可是他不敢啊，要是他走了，黎君行出了什么事，他小命难保啊。若是平时有暗卫在也就罢了，可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暗卫连个人影都没有，肯定是也出事了。黎君行也惜命，听到广明这么说，也没再让他出去。现在他头还很晕，万一有人来，那就不好了。这边秦洛冉和黎君燕载着镇北侯带着柳木青走后，也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两人从茶楼的后门上去，换了衣服，大摇大摆地去了一间酒楼，要了一间雅间，随便点了几样招牌菜。百花楼里的姑娘殿下有什么安排吗？出了这样的事，就算黎君行部自己动手，皇后也会出手，百花楼是不可能再继续开下去了。损失一个百花楼倒是没什么，他只关心里面的姑娘，她们都是可怜人。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多年的从军生涯让黎君燕对生命多了一丝敬畏，况且百花楼里的姑娘这些年也确实为他做了不少事。听到黎君燕说安排按好了，秦洛冉也没再问，刚好这时他们点的菜也上来了，便没再继续这个话题。这厢黎君行等到广叔带着人来后，就离开了百花楼。不过他们所有人都没注意到的是，黎君行在下楼的时候，从屋檐上落下了一些白色的粉末，刚好落在他的脖梗上，粉末沾到皮肤便立刻消失不见。黎君行上了马车，交代下属好好看好百花楼，务必要把昨晚的事情查清楚。只可惜黎君行的马车刚驶出百花楼所在的那条街，百花楼就起火了。走水了，走水了！快，大家快来帮忙啊！百花楼走水了！百花楼附近都是秦楼楚馆，这个时间正是青楼的姑娘休息的时候，一听到有人喊走水了，都慌慌张张的爬起来，随便套了衣服，拿了一些细软就往外跑。一时间，百花楼附近都乱成了一团，尖叫声、哭喊声更是不绝于耳，老鸨的呵斥声都被淹没了。百花楼的火势很大，不过片刻的功夫，整个百花楼就被大火包围。本来因为百花楼被烧，心里还暗自高兴的几个老鸨，看到这架势也而顾不得高兴了，急忙组织自己的人去救火了，不然烧到自家就不划算了。京城内失火可是大事，在隔一条街吃饭的之前，去百花楼看热闹的那些人发现后，立马去报给了专门负责京城防火安全的军巡铺。军巡铺的人彼时正在吃饭，收到消息，饭碗一丢，拿起家伙就朝百花楼冲去。不过他们去到的时候，城防军的校尉柴毅已经在组织人救火了，人群也疏散到了安全的地方，除了百花楼的人没有一个逃出来，其他并没有人员伤亡。火势太大，官兵本根不敢走进去扑火，一桶桶水往上倒也于事无补。幸好百花楼和其他几家青楼没有挨着，中间还隔了一条5、6尺宽的巷子，另一边则是挨着一条河。柴毅带来的城防军主要集中在扑巷子那边的火，所以暂时没烧到别家，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军巡铺的巡捕长邵刚见火势实在太大，也让人去那边一起帮忙。横竖看这情况，百花楼里的人是没有救出来的希望了，连个呼救声都没有听到，怕是凶多吉少了。现在最主要的是阻止火势蔓延，以免造成更多的损失。柴兄，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百花楼好端端的咋还起火了呢？还烧这么大？不知道啊，我也是恰好在附近巡逻，听到有人大喊走水，带着人过来，这百花楼就烧得连门都看不见了。
不过这火起的实在诡异，听人说不到半刻钟的时间就烧成这样了。邵刚听到柴义的话，心里骂了一句粗话，柴兄的意思有人故意放火。谁跟百花楼有这么大的仇啊？里面可都是活生生的人啊，做这种事也不怕损阴德。柴义摇摇头，谁知道呢？可惜了里面的姑娘了，都是些苦命人。柴义说着凑近邵刚，压低声音说道：不过我听说百花楼起火的时候，太子殿下的马车刚刚离开。真的假的？太子殿下不是被陛下勒令在府里安心准备迎娶太子妃的事宜吗？怎么会来逛青楼？柴兄莫不是听错了？在被皇帝禁足期间逛青楼，这就算是深受帝宠的太子，怕是也讨不了好。所以邵刚不是很相信。少兄莫不是还没听到今天早上京城里的传言？什么传言？邵刚一脸狐疑。他今天一早进了军巡铺，一直忙到刚刚收到消息的时候，才刚刚端起饭碗。外面有什么传言，还真的不知道。柴义见邵刚是真的不知道，凑到他耳边，把自己之前听到的给他讲了一遍。这也太狠了吧！就因为这样就放火烧了整个百花楼？那里面的姑娘可都是活生生的人啊！邵刚也是穷苦人家出身的，他知道讨生活不易，从来没有看不起过这些青楼女子。谁知道呢？我们还是赶紧一起扑火吧，这些事也轮不到我们管。柴义说完，也加入到了扑火的队伍中去了。柴义是你的人？哪有那么巧？百花楼着火的时候，他刚好带着人在附近巡逻，来的还这样快，说不是黎君燕安排的，他都不信。城防军校尉秦洛冉还是认识的，对他最大的印象就是办事认真，软硬不吃。上一世黎君行也多次试图拉拢他，不过一直没有成功。黎君燕点点头，若没有安排好，他怎么会让人放火？包括扑火，只扑巷子那边也是他特意嘱咐的。他的目的只是把百花楼烧成灰，不想牵连无辜。至于黎君行那几个没有逃出来的手下，只能说他们命不好。反正他的人和里面的姑娘已经全部撤走了。不过能被黎君行特意留下来处理这种事的人，想必往日里也没少跟他干缺德的事儿。烧死了也算为民除害了。对了，黎君行的暗卫呢？你把他们都弄哪去了？第21章，殿下，王妃帮个忙吧。闻言，黎君燕咽下口中的食物，挑眉一笑。王妃猜呢？看殿下这样子，人肯定还没死了吧？说不定现在已经到了太子府了。黎君燕夸道：王妃聪明，直接把人弄死多没意思，弄死了还要费力处理尸身，送回去还能给黎君行添一下堵，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反正他估计这些暗卫黎君行以后也不会用了，他弄不弄死意义也不大了。殿下过奖了。秦洛冉说着放下了筷子，我饱了，殿下慢慢吃。这里的菜不合王妃的胃口吗？黎君燕见秦洛冉一共也没动几下筷子，有几样菜更是筷子都没有伸过去过，关心地问道。秦洛冉摇摇头，不是，最近胃口不好而已。他没有自虐倾向，是最近真的没有什么胃口，除非真的很饿。黎君燕闻言，看着明显比成亲那日要清瘦的秦洛冉，皱了皱眉，舀了一碗鸡汤递给他，再喝碗汤吧，这里的人参乌鸡汤还是不错的。他刚从西北回来，路上又发生那么多事，这几日虽然不用去上朝，但也是忙得脚不沾地。只听管家说，王妃一日三餐都是他的丫鬟在小厨房做，却不知道他原来吃的这么少。他就说回门那日怎么看着他好像在强撑着多吃一样，睡不好，吃不好，这样下去人怎么受得了？还有，他到底经历了什么？黎君燕在心里叹了一口气，暗自决定以后尽量多回府陪他吃饭。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名义上的夫妻，还是合作伙伴，他可不想让他的岳父岳母为他虐待了他们的宝贝女儿。秦洛冉看着黎君燕手里的鸡汤，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去，拿起勺子小口小口的喝了起来。黎君燕吃好的时候，他也刚好把鸡汤喝完，黎君燕这才满意了。两人出了酒楼，想着回府也暂时没什么事，便在街上慢悠悠的走着，全当消食了。走到一间名为云烟轩的首饰铺子的时候，黎君燕想着秦洛冉都做了他的王妃了，他还什么东西都没有送过给他，便拉起他的手朝里面走去。我们来这里做什么？秦洛冉怔了怔，没有挣开黎君燕握着他的手，看了看周围人不少，便随了他。莫不是殿下要买首饰送人？黎君燕只是笑笑没说话，牵着他进了云烟轩。哟，秦大小姐，哦不，李王妃来了，见过王妃娘娘。给秦洛冉行完礼，店小二这才注意到拉着他的手的黎君燕，又赶紧行礼，见过李王殿下，殿下万安。以前秦洛冉会不时来光顾，所以里面的人都认得他。两人刚走进云烟轩，店小二就迎了上来，秦大小姐都喊出口了，又反应过来她已经嫁给了李王。虽然成亲那日发生了那样的事，不过并不影响她已经成了李王妃。况且昨日李王陪她回门，还亲自扶她上下马车，可是不少人都见到了。现在还陪着她来逛首饰铺子，那些达官贵人有几个愿意陪着自己的夫人来逛首饰铺子的？虽然不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李王殿下没去迎亲，但是就这几天见到听到的种种，
怎么也不像李王殿下不愿意娶秦大小姐做王妃，反而稀罕的紧呢？不然哪里会陪着来买首饰？京城里这样的男人可不多。秦洛冉不知道店小二这打个招呼的时间，就在心里想了这么多，只是淡淡的说了句：“你去忙吧，本妃和王爷随便看看。”好嘞，那王妃和殿下有事情随时唤小的。这店小二在这云烟轩也做了许多年了，察言观色的本领自是不差的。秦洛冉和黎君燕明显不想被打扰，那他肯定就不会上去碍眼。云烟轩一共分为2层，一楼是一些样式相对普通、品质稍次、价格也比较便宜的首饰，精品都在2楼。这里秦洛冉还算熟悉，所以直接带着黎君燕上了2楼。云烟轩好的首饰都在2楼，殿下去挑吧，不管送给何人，这里的首饰都是能拿得出手的。秦洛冉不知道黎君燕要送给谁，也没问，当然更没打算帮他挑。不知怎的，想到黎君燕要送首饰给别人，秦洛冉觉得心里好像有那么一丝不舒服。这肯定是因为前2天黎君燕才答应自己在他们合作期间会洁身自好，这才几天他就要给别人送首饰，这也就算了，还带着他来，简直过分。对，就是这样的。秦洛冉一边想着，一边走到一旁准备给客人休息的桌椅旁坐下。桌上已经摆好了茶水点心，秦洛冉给自己倒了一杯，喝了2口之后，方才觉得气顺了些。至于黎君燕是不是要送给他，这个可能秦洛冉想都没有想过。一来嘛，他和黎君燕正式认识还没几天，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感情更是谈不上。二来嘛，没有期待就不会有失望，这一世他没有别的奢望，只希望相府可以平平安安，待大仇得报，他能全身而退。秦洛冉喝完一杯茶，发现黎君燕还定定地站在那里，看着他没有动，眉头轻蹙：“殿下怎的还站在这里？难不成你还要我帮忙？”“没错。”黎君燕点点头，本王怕眼光不行，挑得不好，到时候美人不喜欢怎么办？看着秦洛冉带着丝丝不悦的脸色，黎君故意把话说得模棱两可。不过他也没有说错啊，他的王妃确实是美人啊，京城绝色秦洛冉，在他面前谁还敢称美人呢？也不怕臊得慌。秦洛冉还是没动。王爷想多了，以王爷的条件，你就算送个树枝，你那美人都会高兴得不得了。黎君燕出身尊贵，手握兵权，又长了一张颠倒众生的脸，虽然从军多年，身上却没有半分粗糙之色，换上锦缎衣袍，俨然一个翩翩公子。真是应了那句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所以这样的黎君燕，哪个姑娘又能拒绝得了呢？本王知道，但是这都来了，不挑个好一点的，是不是说不过去？所以王妃还是帮个忙吧。黎君燕的话音刚落，楼梯口就传来了一道清脆的女声：“李王殿下，既然秦姐姐不肯帮忙，那不如轩儿来帮殿下挑吧。”话音落，一个看上去年纪跟秦洛冉差不多，柳眉弯弯，笑意盈盈，身着一身鹅黄衣裙的女子，带着2个丫鬟朝他们款款走来。第22章前世仇人。听到这个声音，看到款款走来的人，秦洛冉差点把手里的杯子给捏碎了，耳边似乎又响起了他那张狂的声音：“秦洛冉，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不是一直很骄傲吗？你求我呀，只要你求我，我就送你出宫去见你的短命的父母最后一面。我求你，求你帮我，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给本宫跪下！求淑妃娘娘帮帮我！”骄傲一世的秦洛冉最终还是跪在了他一贯看不上的夏萱儿面前。哈哈，大家快来看啊！不可一世的皇贵妃现在像条狗一样跪在本宫面前。看到秦洛冉跪在自己的面前，夏萱儿笑得有些癫狂，一脚踩在秦洛冉的手上。秦洛冉，皇贵妃，你往日里无视本宫的时候，可有想过自己也有这么一天？哈哈哈！为了能出去见自己的父母，秦洛冉一声不吭，由着他发泄。往日里，秦洛冉最是看不上夏萱儿这种谄媚奉承的人，不过也没有怎么为难过他，却因为他的不理睬，让夏萱儿心生与怨恨。夏萱儿出身不如秦洛冉，相貌不如秦洛冉，就连进太子府也是用的不太光彩的手段进去的。在太子府的时候，虽然2人都同为侧妃，但是待遇却相差甚大。秦洛冉不需要给太子妃请安行礼，而夏萱儿需要。黎君行对秦洛冉可以说百依百顺，对夏萱儿就要淡得多。黎君行登上皇位后，秦洛冉被封为皇贵妃，而夏萱儿只是被封为淑妃，这还是看在他祖父夏伯明的份上。夏萱儿对秦洛冉一直妒恨，没有一天不想把他踩在脚下，所以相府一出事，他就急忙去了秦洛冉的宫里。当然，他是得到了黎君行的同意的，贴切的说是黎君行授意的。彼时的秦洛冉身边多的人已经被黎君行全部处理了，还让人限制了他的行动，他要出宫必须要有人帮忙。但是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对他避之不及，没有人愿意帮他。再加上后宫那些女人巴不得他也死了，好把皇贵妃的宝座给让出来，所以夏萱儿是他最后的希望。夏萱儿也算说话算话，发泄完之后也让人送他出宫了。只不过他紧赶慢赶，还是什么也没赶上。他到达襄府的时候，襄府已经被大火包围。他疯了一样冲进襄府，
却在相府的院子里被万箭穿了心。他倒下去的最后一刻，看见了黎君行和夏轩得意畅快又丑陋无比的嘴脸。上一世的故人，没想到这么快就在这里见到了。哼，这京城还真是小啊！秦洛冉放下茶杯，懒懒地靠在椅子上，看黎君燕要如何处理这朵贴上来的烂桃花。黎君燕仿佛没有听到夏轩的话一样，连眼神都没给他一个，依旧嘴角带着笑意看着秦洛冉。王妃有劳了。好吧，殿下都这般开口了，本妃不帮忙似乎也说不过去。秦洛冉站起来，拍拍了衣服上的褶皱。不过我丑话先说在前头，我只帮你挑这一次，若是不满意，那我也没办法了。王妃放心，你挑的一定满意。两人自顾自地说着，一前一后的去了摆放首饰的柜子前。谁也没有看夏轩儿一眼。夏轩儿虽然出身比不上黎君燕和秦洛冉，却也是千娇万宠的长大的。祖父是从二品的内阁学士，父亲是川州知府，本身样貌也生得不错，所以不管是在京城还是跟父亲去任上这几年，身边都少不了阿谀奉承的人，这还是第一次被人如此无视。他在随父亲去任上的时候，秦洛冉在京城里还一点消息都没有，世人只知道丞相府有个女儿，却不知道是何原因从来不出来见人。有人猜测他是身体不好，也有人猜测他是因为长得太丑才不好意思出门的。夏轩儿则以为他是一个病弱的丑八怪，私下里更是没少嘲笑。只是没想到他不过跟父亲去了任上几年，再回来的时候，秦洛冉已经名满京城，什么京城第一美人，京城第一才女，这些无论哪一个都是让他嫉妒到发狂的。好不容易在秦洛冉出嫁那天找回了一点平衡，刚刚上楼的时候又听到他和厉王的对话，简直让他身心愉悦。看到李王长的那般风神俊逸之后，才大着胆子厚着脸皮前来搭讪。没想到这两人没有一个搭理自己，这让受惯了追捧的夏轩儿怎么能忍？但秦洛冉和黎君燕一个王爷一个王妃，身份太高，不是他能够得罪的。看着两人若无旁人的在那里挑首饰，黎君燕还不时拿到秦洛冉头上比比，气氛融洽中还有几分温馨。不管黎君燕的首饰是不是买给秦洛冉，单看秦洛冉和黎君燕相处这么好，夏轩儿心里就极其不舒坦。脸色扭曲的看了一会儿，夏轩儿终究是不甘心，深呼了几口气，露出一个自认为很美的笑容，扭着腰肢走到秦洛冉和黎君燕身后不远处。彼时秦洛冉刚好挑了一只做工精细、质地上乘的莲花簪子递给黎君燕，殿下觉得这个怎么样？黎君燕接过莲花簪子，簪子不大不小，很适合平日里佩戴，簪身是素雅的银质的，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荷叶，簪头一朵雪莲悄然绽放，还有一个莲子似的吊坠，端的是飘雅出尘。黎君燕看到的第一眼就觉得他和气质清冷的秦洛冉很配，拿过去一比，果然很适合，果断拿掉他头上原本的发簪，换上手中的莲花簪。王妃的眼光果然比本王好，这只簪子很适合你。你不是说要送给美人吗？秦洛冉说着就要伸手取下发簪，却被黎君燕阻止了。对啊，确实是送给美人啊，本王的王妃天下绝色，有王妃在，还有什么美人能入得了本王的眼呢？在黎国，簪子可是有定情信物的意义，怎么能随便送人呢？听到黎君燕这样说，秦洛冉心中那丝丝不快没了，嗔了一句，油嘴滑舌，抬手还是要取下那发簪。别取！黎君燕拿下秦洛冉的手，重新吻了吻发簪，很好看，真的。那就多谢殿下了。秦洛冉也不是扭捏之人，黎君燕既然要送，也就大方的收下了。至于男子送女子发簪有什么意义，他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重活一世，他不再相信这些东西。是也，秦洛冉虽然嘴上道着谢，面上却依旧淡淡的。这下在两人身后跟了许久的夏轩儿，觉得自己终于找到插话的机会了，扭着腰肢走到两人身旁，看了看秦洛冉头上的发簪，心里一阵嫉妒呀。王爷选的这只发簪确实很漂亮，不过秦姐姐似乎不是很喜欢呢。第23章，走白莲的路，让白莲无路可走。夏轩儿，你知道城东有一个快100岁的老太太吗？看着矫揉造作的夏轩儿，秦洛冉忍住了想要呼他2巴掌的冲动。看来人和人之间真的有气场不合这一说，抛开上一辈的恩怨不说，单单是看着这样的夏轩儿，秦洛冉都觉得倒尽了胃口，看哪都不顺眼。夏轩儿不知道秦洛冉为什么突然这么问，不过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道：不知道。你问这个干嘛？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能活这么久吗？夏轩儿摇摇头。秦洛冉轻轻笑了笑，朱唇轻启，因为他从来不多管闲事。噗嗤！听到秦洛冉的话，黎君燕很不厚道的笑出了声。他的王妃怎么连损人都这么可爱呢？夏轩儿本来还煞有介事地点点头，听到黎君燕的笑声，才反应过来秦洛冉是在讽刺他多管闲事。这还得了？秦洛冉，你个贱人，你居然说我多管闲事！夏轩儿气得一只手指着秦洛冉，一边破口大骂。黎君燕听到这话，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只是还没待他有什么动作，秦洛冉就一巴掌拍掉了夏轩儿指着他的手，然后反手就是一巴掌。
秦洛然有功夫在身，打夏轩儿又没有控制力度，夏轩儿直接被打翻在地。不过片刻的时间，他的脸就红肿起来了，火辣辣的疼。啊！秦洛然，你个贱人，居然敢打我！夏轩儿爬起来，捂着脸大骂道。看着张牙舞爪，被打了一巴掌还能继续骂人的夏轩儿，秦洛然毫不犹豫，也在他的另一边脸上留下了五爪印。这下好了，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很是对称，这样好看多了，不用谢我。秦洛然掏出帕子擦了擦刚刚打夏轩儿的手，然后把帕子丢给不远处的春慈，拿去扔了。是王妃。秦洛然此举比无异于是当众又打了一次夏轩儿的脸，让他更是难堪至极。想要骂秦洛然呢，脸上火辣辣的疼又让他怂了，只好满眼怨恨地看着秦洛然。秦洛然才看得理他，看了看黎君燕，道：殿下，我们走吧，这里的空气不好。夏轩儿他肯定是要收拾的，不过不是现在。好。黎君燕笑得温润如玉，牵起秦洛然的手就往楼梯处走去。夏轩儿见两人就这样走了，也来不及多想，直接冲过去拉住秦洛然的衣服。秦洛然，你站住，不能走。由于脸被打肿了，夏轩儿说话有些不清楚，让人听着很是不舒服。秦洛然看了一眼夏轩儿拉着自己衣服的手，冷声道：放开。夏轩儿没动，我不放。秦洛然，你把我打成这样，就想这样就走了，未免太嚣张了。那你想怎么样？秦洛然定定地看着他，满眼嘲讽。其实夏轩儿也不知道要秦洛然怎么样，他只是本能地觉得不能让秦洛然走，不然自己白挨打嘛。可是认真说起来，他能对秦洛然如何呢？秦洛然现在是一品亲王妃，她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品阶的臣女。她出门的时候，祖父还特意交代她不要闯祸。她祖父是对她还不错，但是她若闯了祸也是不会心软的。若不是这样，她也不会跟着父亲去任上。没想好就放手。夏轩儿还是不动，秦洛然也不想和他废话，弯腰拿出绑在小腿上的匕首，哗啦一声，直接割断了夏轩儿拽着的衣角。杀人了！杀人了！秦洛然杀人了！夏轩儿看到秦洛然拿出匕首，直接吓得闭上眼睛大喊。这个时间，云烟轩里的人谈不上多，却也不少。听到夏轩儿的叫喊声，都循着声音围了过来。秦洛然看到有人过来，诡异一笑。夏轩儿还没反应过来呢，刚刚还在秦洛然手中的匕首已经到了自己的手里，而秦洛然呢，眼睛一闭，直接倒在了黎君燕的怀里。几乎同一时间，黎君燕一脚把夏轩儿踹下了楼梯，并且满脸寒霜，一看就是被气得不轻。王妃，王妃，你没事吧？跟在身后的春慈和夏嫣急声大喊：小姐，小姐！夏轩儿的丫鬟急忙下楼去看自己的主子。于是乎，那些听到夏轩儿喊声过来的人就看到了这样一幕：夏轩儿拿匕首行刺李王妃，未果被李王殿下一脚踹下楼梯，李王妃则被吓晕了，以及黎君燕抱着秦洛然匆匆离去的身影。这是谁啊？竟敢在这里行刺李王妃？刚刚听到的不是说李王妃杀人吗？你不会自己看啊？那匕首可没在李王妃手里。再说了，你看李王妃那么柔弱，怎么看也不像会杀人的呀。也是啊，幸好有李王殿下在，不然今天这李王妃就不只是被割掉一片衣角的事了。话说这是谁啊？居然这么大的胆子，敢当着李王殿下的面行刺李王妃？也没听说李王妃跟谁结过仇啊。李王妃出阁之前我也见过，为人很和善的。那难不成是李王殿下的爱慕者？若说这些夫人小姐平日里最喜欢做什么，辽东家长西家短绝对算得上其中一样。这不，云烟轩发生了这样的事，黎君燕和秦洛然虽然离开了，但是另外一个当事人不是还在吗？所以夏轩儿虽然趴在地上还没缓过来，他的丫鬟也低着头在跪在他的身旁。这群夫人小姐并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并不影响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聊得火热。虽然云烟轩的楼梯并不高，但是夏轩儿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被这样好雨预警的一脚踢下来，还是摔得七荤八素。好不容易缓过来有点，就听到这样一番话，差点被气晕了过去。秦洛然，你个贱人，害我如此丢脸，我跟你没完！不是的，不是那样的。好不容易，夏轩儿在丫鬟的搀扶下站了起来，听着周围的人越来越过分的言语，也顾不得脸上的伤，开口为自己辩解：我没有杀人，这匕首是秦洛然塞在我手里的。你们看，他还把我的脸打成了这样。听到这话，众人这才注意到他脸上的伤，只见他两边脸都肿得老高，都不约而同地抽了一口气。这脸被打成这样，还能好吗？这脸对姑娘家来说有多重要，他们还不清楚吗？这下手之人也太狠了。一时间，刚刚还在说夏轩儿的那些夫人看夏轩儿的眼神都变得同情起来，至于他手里拿的匕首已经被自动忽略了。春慈见状，冷笑一声，从众人后面走了出来。第24章，我们家王妃柔弱不堪。夏小姐，话不是您这么说的，您可不能仗着我们家王爷王妃不在，你就在这里胡乱抹黑我们家王妃。春慈一脸义愤填膺，一副恨不得上去撕了夏轩儿的样子，又让众位夫人们更加好奇了。我哪里抹黑秦？
李王妃了，你敢说我的脸是不是他打的吗？还有这匕首不是你们家王妃的吗？说到这里，夏轩儿才反应过来，匕首还在自己手里拿着，急忙丢了出去。春慈走过去捡起匕首，看了一眼，嫌弃地说道：“夏小姐，说话要讲证据，随便拿一把破匕首就想污蔑我们家王妃，未免也太搞笑了。这京城谁人不知，我们家王妃在闺阁的时候，相爷和夫人最疼她不过，给她的东西不说是天下最好的，也绝不会用这种破玩意儿充数。”春慈眼中不加掩饰的嫌弃，让夏轩儿气的指甲都掐断了。不过春慈没等他说话，又接着道：“至于我们家王妃为什么打您，夏小姐当真不知吗？那你就不要怪奴婢不给您留脸面了，省得您继续抹黑我们家王妃，让人误会。”春慈说着，转身面向众人：“各位夫人有所不知，厉王殿下因为在回京的路上出了意外，导致成亲那日没能赶上迎亲，所以对王妃一直觉得有所亏欠。今天好不容易得了空，厉王殿下就带着王妃来挑几样首饰。”说到这里，春慈看了夏轩儿一眼，又接着道：“谁知道这位夏小姐明明看到我们家王妃在，还一来前去跟李王殿下搭话，话里话外的意思还是我们家王妃不好，我们家王妃也没有搭理她，她反而还更来劲，当着李王殿下的面说我们王妃不喜欢李王殿下挑的东西，天地良心，李王殿下挑的簪子，我们王妃可是当场就戴上了的。各位夫人，你们来评评理，这样当面挑拨人家夫妻感情的人该不该打？”在场的夫人基本都是正室，最讨厌的就是那等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就去勾引别人的丈夫的人。虽然春慈的话里没有明说夏轩儿去勾引李王，但是你当着人家的面去挑拨人家夫妻的感情，说人家夫人不好，你说你不是看上了人家的夫君是什么？真是不要脸啊！大庭广众之下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活该被打。就是，这也是李王妃脾气好，换作是我非扒了她的皮不可。年纪轻轻的，京城了青年才俊这么多，干嘛盯着人家刚成亲的啊？就算李王殿下优秀，也不能这样。再说了，这李王妃可是京城第一美人，跟她抢夫君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样？就是，哎，话说这是谁家姑娘啊？我刚刚听李王妃的丫鬟喊她夏小姐，这京城里姓夏的。哦，说这话的夫人想到了夏轩儿是谁，后面的话也就没敢说出来了。这京城姓夏的就那么一家，夏轩儿的祖父现在还是那个学士，虽然只是个从二品，但是李王夫妇不怕，他们惹不起啊。他要是想找他们夫君的麻烦，随便动手都够他们夫君喝一壶了。算了，还是不给自己夫君添麻烦了。那夫人这样想着，便不默不作声的退开了，假装继续去挑首饰了。其他的夫人也都陆续去挑首饰了。不过几个好事的夫人还是忍不住小声继续嘀咕：“哎，这夏家的姑娘不是跟她父亲去认上了吗？怎么回来了？前段时间吧，应该是来京城挑选合适的人家的。发生了这样的事，哪个体面人家还会要啊？别说了，刘夫人，你看这对耳坠怎么样？”夏轩儿见状得意的看了春慈一眼，春慈无所谓的耸耸肩，目的已经达到，其他的还重要的吗？经此一事，还有哪个高门大户会愿意娶夏轩儿做当家主母？就算有个做内阁学士的祖父也不行。京城最不缺的就是高门贵女，哪个当家主母不是才貌名声都好的？所以夏轩儿这辈子想要做正妻，只能低价，不然就只能去高门大户做妾。不再理会肿得跟猪头一样还不老实的夏轩儿，春慈走到柜台前，付了刚刚秦洛染带走的莲花簪的钱。你，夏轩儿想要骂春慈两句，一张嘴就疼得不得了，只好把气撒在自己的丫鬟身上。是个死人嘛，还不赶紧去给本小姐找大夫去？是，小姐。回来。那丫鬟刚走两步，又被夏轩儿给喊住了，扶本小姐回家。来云烟轩的人一会儿会越来越多，他可不想再继续被人围观议论，一切等他好了再说。夏轩儿刚走到门口，顺天府府尹骆大人就带着人来了，一起来的还有黎君宴的侍卫林殊。夏小姐，有人状告你当众行刺李王妃，跟我们走一趟吧。看在夏学士的份上，顺天府尹骆永昌态度还算客气。不过夏轩儿并不领情就是了。骆永昌的话一出，他鸡炸了毛，一派胡言。明明是李王妃动的手，我什么都没做就被他打成了这样，你怎么不去抓他？你不能因为他是李王妃就偏袒他。夏轩儿的脸肿得老高，再配上这副张牙舞爪的样子，很是滑稽，说话还有些不清楚。春慈差点没忍住笑了出来。夏小姐，说话前最好动动脑子，京城谁人不知骆大人最是公正不过，您这样是污蔑，你知道吗？污蔑当朝命官可是要挨板子的，事情的真相如何，还需要我再当众跟大家讲一遍吗？春慈觉得自己简直要被夏轩儿给蠢死了，若不是想早点回去看他家王妃，他都不想站出来说这些话。听到春慈的话，夏轩儿闭了嘴，脸皮再厚也不想再经历一遍刚刚那样被人指指点点。看了一眼满眼怨恨的夏轩儿，春慈朝骆永昌扶了扶：“大人，奴婢是李王妃的贴身侍女，事情的经过奴婢和在店里的夫人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确实是夏小姐因为我们王妃没有理会她的无理取闹而心生怨恨。说到这里，春慈顿了顿，无视怨毒地瞪着她的夏轩儿，继续道：然后夏小姐一怒之下就拿出了匕首，幸好离王殿下在身边，不然我们家王妃掉的不就只是一块衣角这么简单了。饶是这样，我们家王妃还是被吓得晕了过去，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大人您也知道，我们家王妃自小就身体不好，柔弱不堪，一直养在深闺，这2年才慢慢出来，今天被夏小姐这样一下，还不知道会怎样呢。春子说着，还拿帕子抹了抹眼角，那样子要多伤心就有多伤心，看得在场的人心里都不是滋味。之前那几个夫人更是在心里只感叹秦洛然可怜，本是高高兴兴的出门买个首饰，却摊上这样的事儿，真是倒霉。第25章，王妃若是不放心的话，本王不介意再给你看一遍。夏轩儿差点被春慈的一番话和在场的人的眼神气得吐血，明明他才是被打的那一个，而且还是这样惨，可是为什么现在被大家厌恶嫌弃的却是他？你胡说，动手的明明是秦洛然。夏轩儿气急，忍着脸上的疼痛竭力辩驳道，只可惜话还没说完就被顺天府府尹骆永昌打断了。夏小姐，本官只是秉公办事，你若有冤屈也可以去报官，自会有人为你主持公道，现在还请你配合我们，跟我们走一趟。说着又对春慈道，麻烦这位姑娘也跟我们走一趟。是，大人。春慈服了服，态度要多好有多好，这样一来就和骄纵跋扈的夏轩儿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众人对夏轩儿又轻看了2分。顺天府府尹骆永昌吩咐2个手下留在云烟轩给在场的人录个口供，然后就带着夏轩儿和春慈等人走了。而此时被众人口中柔弱不堪，被一把匕首吓得晕过去的秦洛然，正在悠哉悠哉地坐在扶风小筑的水池边的花架下面吃水果呢。还有我们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李王殿下，此时也让人搬了凳子，陪着秦洛然在院子里休息。想到刚在云烟轩黎君燕一脚把夏轩儿踹下楼梯，秦洛然就觉得好笑。一般的男子就算再生气也不会亲自对女人动手，觉得那样有损自己的风度。我们的李王殿下倒好，什么也不管，直接一脚踹飞。不过秦洛然表示这种处理方式他很喜欢，心情极好的他脸上也不自觉地挂上了笑容。收拾了一个夏轩儿，王妃的心情这么好，这还是黎君燕第一次见秦洛然笑，险些看得黎君燕恍神，什么叫做顾盼生辉，什么叫做一笑倾城，这就是了。秦洛然咽下口中的果子，摇摇头，不是因为这个，一个夏轩而已，哪里值得他牵动情绪？若不是他今天自己作死，他压根儿都没打算这么早收拾他。那是为何？黎君燕想了一圈，没想到今天除了收拾了夏轩儿外，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开心的？毕竟在百花楼整了黎君行的事后，也没见他有什么表情啊。不想再跟黎君燕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秦洛然岔开了话题，没什么。对了，你的手真的没事吗？黎君燕手上的伤还没好，刚刚在云烟轩，他是倒下去的时候特意避开了他受伤的左手。本来按照他的想法，黎君燕会让人把他扶到一旁休息，然后请大夫的，谁知道他直接把他抱了出来。虽说马车就在门口，也没走多少路，但是他的手本就受了重伤啊。想到因为这个黎君燕的手又要晚几天才会好，秦洛然的心里升起了一丝丝内疚。早知道他就不这样来了，欠人的滋味真是不舒服，特别是碰上黎君燕，感觉要还好久。没事，王妃刚刚不是看过了吗？王妃若是不放心的话，本王不介意再给你看一遍。黎君燕说着，身体往秦洛然的方向挪了挪。秦洛然做了一个打住的手势，没事就好，因为我的原因，所以这几天我都会来亲自为殿下换药。那就多谢王妃了。本来黎君燕还想趁机调侃他，让他不如干脆搬回飞羽阁住的，不过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算了，他的王妃好不容易心情好一天，他还是不去扫他的心了。有些事情不可操之过急，反正来日方长。黎君燕心里在想什么，秦洛然不知道，问起了自己关心的问题。对了，黎君行那边现在什么情况？今天下在黎君行身上的药可是花了他好些钱买的药材呢，要是没起到想要的作用，就太亏了。刚刚暗卫来报，已经被我那个好父皇给宣进宫了，这一次恐怕得脱层皮才能出来了。禁足期间逛花楼，逛花楼就逛花楼吧，还为了争抢个姑娘，让人打断对离国有赫赫战功的镇北侯的嫡子的腿，这也就罢了，还不让人看大夫，延误了一晚上，柳木青的腿就算不废也残。还有，因为自己逛花楼睡死了里面的姑娘一事，闹得人尽皆知，一怒之下放火烧了百花楼，害死了里面几十条性命。这已经不是把皇帝的话当成耳旁风，打皇帝的脸的问题了，已经是犯了离国的国法了。杀人可是大罪，虽说不能真的做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也够离君行有他身后的祝皇后和祝尚书喝一壶了。德性有亏，视人命为草芥之人怎配为君？殿下真是好手段，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直接要人命。如果离君行不是太子，身后没有祝皇后和祝尚书，这一次离君行必死无疑。
可气就气在他身后有祝皇后和祝尚书这两尊大佛呀，还有皇帝也不舍得他死。毕竟在皇后那些人看来，百花楼那些姑娘都是些低贱之人，能死在黎君行的手下是他们的荣幸，怎么能要求黎君行给他们陪葬呢？他们配吗？还有说黎君行让人放火烧了百花楼这个说法不是很能站得住脚，只要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就没有办法把这一个罪名硬安在他的头上。不过能让他吃一番苦头，让祝皇后还有祝尚书一党焦头烂额一段时间也好，省得他们一天天的进出幺蛾子，这样他们也有时间准备其他的事情。黎君燕轻轻笑道：过奖了，本王只不过是礼尚往来罢了，谁让他黎君行在本王回京的路上那么照顾本王呢？想到黎君行做的那些事，黎君燕目光微寒。黎君行为了阻止他回京，不但一路安排了数不清的杀手，这也就罢了，让人气愤又不耻的是他居然勾结赤炎国，让赤炎国来攻打黎国。这样为了一己私欲，不顾百姓死活，不顾国家利益的人，怎么能配作为黎国的储君？将来又怎么配坐在那高高的龙椅上，享受万民朝拜？黎君燕之不惜毁了一座百花楼，也要让黎君行脱一层皮，就是因为他勾结了敌国，若不然他不会这么着急动手的。实在是想到那些因为战争而丢了性命的将士和百姓，他心里就难受。他们原本可以不用死的，却因为黎君行的自私白白丢了性命。那些人大部分都是一个家里的儿子、父亲和丈夫，他们死了，他们的家也摇摇欲坠了。所以凭什么黎君行在做了这么大的孽后，还心安理得的在京城享受荣华富贵？就算有他的好父皇护着也不行，这次黎君行必须付出代价。想到这里，黎君燕换来自己的暗卫，对他交代了几句。暗卫领命而去。黎君燕一转头便看到秦洛冉支着下巴，眼帘微垂，不知道在想什么，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王妃在想什么？第26章，本王以后一定多多跟王妃学习。没什么。秦洛冉摇摇头，就是有些累了，这几日都没有休息好，今天又在外面待了这么大半天，确实有些累。黎君燕看秦洛冉脸色确实有些不好，想到早上春慈说他这几日都没有休息好，站起来道：那我送你回去休息吧。秦洛冉想说不用，只是看到黎君燕都已经站起来了，拒绝的话又没有说出口。回揽月阁的小路上，两人并肩而行，暖阳下，微风吹落些许花瓣落在两人的头发上，吹起的发丝在空中轻轻的交缠，画面看上去美极了。论气度，一个气宇轩昂，一个亭亭玉立；论长相，一个魅惑众生，一个倾城绝色；论出身，一个皇家子弟，一个相府千金。还真是，不管从哪方面看，两人都般配极了。对了，殿下，据我所知，夏轩的父亲夏承业还有不到1年任期就满了，他的祖父夏伯明正在着手准备给他在京城安排合适的职位呢。黎君燕一听秦洛冉这话，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嘴角轻轻一勾：王妃放心，夏承业他这辈子都没机会回京任职了，当然被罢了官也没机会，只能直接回老家，那就有劳王爷了。上一世就是在差不多年底的时候，夏轩的父亲夏承业任期满，直接被调回京，在夏学士的安排下进了大理寺，做了大理寺少卿，1年之后顺利坐上了大理寺卿的位置，因着夏轩的关系，可没少为黎君行出力。这一次他让他回京任职的机会都没有，这样夏家在京城就只有一个夏伯明一个人，而夏伯明年事已高，又能再撑几年呢？还有这人上了年纪了，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意外，不是吗？两人边走边聊，路本来也不是很长，没多一会儿就到了揽月阁。眼看黎君燕就要抬脚上楼，秦洛冉停下脚步道：我上去休息了，殿下也回去休息一会吧。都到楼下了，不差这几步，走吧，我送你回房。黎君燕岂会不知道什么意思？说完不等秦洛冉说话，就抬脚上了楼。秦洛冉看着他的背影，不由得一阵气闷。他说的是差几步不差几步这个意思吗？他怎么觉得黎君燕这人有点无赖呢？不对，是很无赖，这好像跟他以前了解的不太一样啊，说好的冷酷无情，不近女色呢。可是这几天忙相处下来，明显不是这样的呀。你看，又是送他发簪，又是送他回屋，这跟不近女色似乎扯不上关系吧？嗨，这传言果然不可信。黎君燕走了几步，回头看着站在那里不动的秦洛冉道：王妃怎么不上来啊？不是累了吗？黎君燕笑得温润如玉。秦洛冉暗骂一声祸害，然后抬脚跟了上去。见秦洛冉跟了上来，黎君燕又继续往前走，脸上的笑容一直没有下去。他的王妃在想什么，他还是能猜得出个大概的，只是他会如他所愿吗？这一辈子怕是都不能了。这样既漂亮有趣又凶悍，还带着几分神秘的人儿，这天底下怕是仅此一个了。虽然现在他们之间还没相处几日，彼此之间的了解也还不多，感情也谈不上深厚，但是这种很舒服的感觉是他从未感受到的。再者，他们这种家庭婚姻大事一向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夫妻之间的感情不都是婚后培养的吗？他敢肯定，
如果失去了秦洛冉，他后悔终身的。秦洛冉不知道这短短几步路的时间，黎君燕已经在心里想了这么多。上了楼，进了房间，走到铜镜前坐下，准备把头上的发钗发簪取下来。站在他身后的黎君燕也几乎和他同时伸出了手，准备帮他取那些钗环。说来也很巧，两人都想要先取那只莲花簪，手不可避免的有了接触。虽然说之前因为给黎君燕处理伤口换药啥的，两人也有过身体上的接触，但是现在这个场景以及黎君燕的脸上肉眼可见的温柔，就显得有些暧昧。秦洛然有些懊恼的放下手，殿下今天这么闲吗？黎君燕刚刚回京，这几天都忙得脚不沾地，今天突然这么闲，秦洛然表示很不习惯。王妃这是在赶本王走。黎君燕把取下来的钗环一一放在梳妆台上，弯腰把嘴巴凑到他耳边，轻声道：“刚用完就过河拆桥，王妃的心也太狠了些。”秦洛然怎么听都觉得这话不对，过河拆桥是这样用的吗？还有，什么叫做用完？他用他什么了？挥开他的手，嫌弃的道：“殿下若没有读过书，大可不必如此拽文，省得闹笑话，还容易让人误会。”王妃说的是，本王以后一定多多跟王妃学习。黎君燕点点头，态度好的跟个听话的小媳妇一样。秦洛然懒得理他，直接下了逐客令，哼，我要休息了，殿下请自便。他一直都有午睡的习惯，睡不着躺一下也会好许多。你睡吧，本王在这里守着你。黎君燕说着，还真的走到一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还没等秦洛冉说话，又解释道：“今天夏萱儿一事，少不得会闹到我那位好父皇面前，说不定太医都在来李王府的路上了。本王还是在这里守着王妃要好一些。”听到黎君燕的解释，秦洛冉也不再说什么，走到床边，脱下外衫，脱了绣鞋，放下帐幔，躺上床休息。虽然夏萱儿的祖父对他谈不上有多宠爱，但是今天夏萱儿被打成这样，还因为行刺他这个李王妃被顺天府的人当众带走，这已经涉及到整个夏家的安危荣誉了。夏萱儿想要从顺天府的大牢出来，最关键的就是他的态度，所以夏伯明怎么都会求皇上派人太医来李王府一趟的。这一次夏萱儿虽然不会死，但是想要出来恐怕要付出些代价了，这就要看夏伯明怎么做了。没错，秦洛冉没打算也没指望这一次就弄死夏萱儿，抛开他毫发无伤难以定罪不说，夏萱儿还没跟黎君行相爱相杀呢，就这样死了岂不可惜。秦洛冉本来只想着躺一会儿的，谁知想着想着竟然睡着了。第27章，王爷这2天一定要让王妃好好休息。和前几天一样，秦洛冉睡得不是很踏实，感觉一直在做梦。厉王府门口被拒的耻辱，火海中的相府，黎君行和夏萱儿狰狞的脸，柳妍希怨恨的眼神，以及弟弟秦瑞那双干净的眼睛，一幕幕反反复复不停地在出现在他的梦里。特别是弟弟秦瑞在她嫁给太子后回学院那天来跟他告别的场景。姐姐，你放心，来年科考，瑞儿一定一举夺魁，瑞儿以后要保护姐姐，瑞儿最棒了，姐姐相信你。小他2岁的秦瑞骑在高头大马上，很是意气风发。只是画面一转，就是他满脸鲜血，拖着被割断了脚筋的样子。姐姐，我好痛，好痛！瑞儿，不要，不要！彼时黎君燕正坐在秦洛冉的额屋内处理公务，听到他的声音，急忙放下手里的公务走过去。掀开床幔一看，秦洛冉满头大汗，像是在做挣扎，神色很是痛苦，2行清泪顺着眼角流下，嘴里还一直说着不太听得清楚的话。黎君燕知道他这是又做噩梦了，坐到床边，一只手握住他的手，一只手拿出帕子，轻轻地给他擦额头上的汗，一边还轻声唤道：“洛儿，醒醒，洛儿。”可是此时的秦洛冉已经陷入了深深的梦魇，他觉得自己好像听到了黎君燕的声音，想回应他，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此时他的感受就是，仿佛有千斤重物压身，朦朦胧胧的喘不过气来，似醒非醒，似睡非睡，想喊喊不出，想动动不了。洛儿，你说什么？黎君燕看到秦洛冉的嘴皮动了动，以为他醒了，却不想喊半天还是没有反应，看上去像是又睡着了。只是没过多一会儿，又像刚刚那样挣扎、痛苦、哭泣、大汗淋漓，好像在喊什么，可是黎君燕依旧没有听到半点声音。黎君燕12岁从军，平日里接触的都是那些当兵的糙汉子，那些人睡觉一个赛一个睡得香，打仗的时候能稍微眯一会儿都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没有战事的时候呢，白日里训练，晚上也是累得倒头就睡。秦洛冉这般情况他是从来没见过的。来人，赶紧去请太医来一趟。看到秦洛冉这样，黎君燕也慌了。在门外候着的夏嫣听到黎君燕的吩咐，直接轻功下了楼。不一会儿，外面就传来了夏嫣说话的声音：“傅太医，这边。”夏嫣的声音不大，但是不难听出她此刻很着急。片刻之后，傅太医在夏嫣的带领下来到了秦洛冉的房间，看到黎君燕也在，急忙给她行礼：“微臣见过李王殿下。”李王殿下。黎君燕此刻急得不行，傅太医的话还没说完，直接打断了：“行了，别整这些没用的了，赶紧过来看看王妃这到底是怎么了。”
说着挪了挪身子，好让太医诊脉。不过他始终握着秦洛冉的一只手。傅太医见状，也急忙放下药箱过去诊脉。怎么样，太医，王妃这是怎么了？傅太医刚放下秦洛冉的手，黎君燕就迫不及地地问道。傅太医没有直接回答他，轻轻地掰开秦洛冉的眼皮看了看，问道：王爷，王妃这几日是不是没有休息好，或者是受了什么惊吓？黎君燕点点头，王妃这几日睡眠确实不好，至于惊吓嘛，大概就是今天云烟轩里发生的事情了。傅太医是皇帝派来的，所以云烟轩里发生的事情他是知道的，只觉得这里王妃也是倒霉，上街买个首饰都能遇到夏轩这种疯子，叹了口气，王妃应该是近日劳神过度，精神有些虚弱，加上今日受此惊吓，激发了她内心的恐惧，所以才导致噩梦缠身，觉不醒也睡不深。傅太医的话刚说完，黎君燕就急切地问道：那怎么办？王爷别着急，待微臣给王妃施一针，让王妃好睡一觉，醒来再服些药，就应该暂时没什么大碍了。傅太医说着起身去准备银针，一边给银针消毒，一边对黎君燕说道：王爷，银针和药物虽然能帮王妃入睡，却也不宜经常用，主要的还是要让王妃能够休息好，保持心情舒畅，近期可千万别再受刺激了，不然这种情况若是严重了，微臣担心王妃的身子受不住。末了又加了一句：不过王爷若是能找出让王妃真正恐惧的原因，把这个解决了，王妃以后应该就不会再这般了。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他只是一个大夫，这个就无能为力了。黎君燕微微颔首，多谢太医，本王记下了。看来对秦洛冉的调查得加快脚步了。王爷客气了。傅太医说完，便重新坐到床边给秦洛冉施针。施针的效果确实很好，傅太医的针还没全部下完，秦洛冉已经安静地睡过去了。见此，黎君燕才松了一口气。傅太医施完针，又写了药方递给黎君燕，3碗水煎成1碗水，饭后服用即可。想了想，又多加了一句：王爷千万要记得，这2天一定要让王妃多休息。跟黎君燕澄清后，为了谨防皇宫里那对夫妻哪天突然抽风派太医来给他请平安脉，或者哪天进宫发生点什么状况需要用到太医，秦洛冉用药改变了自己的脉象。他可不想落下什么画饼，让那些吃多了的人攻击他们，虽然不致命，但是听着糟心。所以傅太医明显误会了，毕竟黎君燕年轻气盛，秦洛冉又生得如此绝色，所以在床笫之事上难免没有了节制。黎君燕也被傅太医的眼神和言语弄得尴尬了那么一瞬，只是这种事情又不好解释。嗨，本王知道了，今天有劳太医了。王爷客气了，这是微臣的分内之事。傅太医整理好药箱，站起来朝黎君燕行了一礼：陛下还在宫里等着微臣复命，微臣就先告退了。王妃若是有事，王爷随时让人去唤微臣。有劳了，管家，送一下傅太医。微臣告退。傅太医提着药箱，躬身退出了秦洛冉的房间。门外的荣管家看到傅太医出来，做了个请的手势，然后跟在他身后下了楼，趁无人注意的时候，悄悄塞了一个分量十足的大荷包给他。秦洛冉这一睡就直接睡到了夜幕时分。虽然太医给施了针，不过黎君燕一直不放心，所以一直都在秦洛冉的房中守着，就连夏伯明来找他也没去见。睡的时间有点久，秦洛冉觉得脑子有些糊，身体也好像很累，睁着眼睛躺了一会儿，才下床穿衣服。醒了。黎君燕听到声音，转头一看，只见秦洛冉已经披了外衫，套上鞋子走了过来，放下手中的东西，扶他到椅子上坐好。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发生什么事了？秦洛冉觉得黎君燕好奇怪，她只是睡了一觉而已，顶多就是时间睡得长了一些，怎么搞得好像得了什么重病一样。第28章，如今这般情况，王妃柔弱一些也好。没事，刚刚太医来过了，给你开了一些安神的药。见秦洛冉对刚刚的事情没印象，黎君燕也就不提了，免得又引起她的不适。听到黎君燕的话，秦洛冉才注意到桌子上确实有一张药方，拿起来看了看，确实是安神的药方，除了有几味药材过于温和，作用微乎其微外，没什么说的。不过秦洛冉也理解，不是太医医术不精，而是他们不敢，毕竟他们平日里接触的不是皇帝，就是妃子、皇子、公主这些，身份一个赛一个尊贵，万一有什么闪失，他们轻则丢官，重则性命难保，可能还会连累家族。所以一般情况下，太医开的药方都是比较保守，药性比较温和的，这样的话出现意外的可能就小一些。不过这样一来，病人就需要多喝好几天的药。秦洛冉从小就怕喝药，本能的想把手中的方子给丢了，不过想到自己这几日都睡眠不好，又拿起笔换了其中几味药，换来夏嫣让他去抓药。看着夏嫣离去的背影，秦洛冉忍不住自嘲道：这下里王妃柔弱不堪，可是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了，被夏轩拿个匕首都被吓晕了，还有比这更柔弱不堪的吗？天地良心，他当时真的没想这么多，他只是想坑夏轩一把。黎君燕听着他说话的声音，好像嗓子有些不舒服，倒了杯水的给他，道：如今这般情况，王妃柔弱一些也好。秦洛冉闻言点点头，也是，有个柔弱不堪的外衣披着，很多事情就不会怀疑到他头上了，他行事也会方便许多。
秦洛冉接过水喝了2口，感觉嗓子舒服了许多。恰好这时秋蝉也端了水进来。见过王爷，见过王妃，王爷王妃晚安。秦洛冉抬抬手，起来吧，今天怎么是你来伺候？春慈呢？还没回来吗？秋蝉把布巾拧好，递给秦洛冉，道：回王妃，春慈姐姐已经回来了，现在正在小厨房给周嬷嬷帮忙呢。秦洛冉了然，进了面之后拒绝了秋蝉给她盘发，挥挥手让她下去了，自己随意用根簪子把秀发挽了起来。她的4个侍女，春慈跟在她身边最久，也最贴心，一般只要她在，近身伺候的几乎都是她，厨艺也是4人中最好的，平时她的膳食都是她和周嬷嬷一起准备的。下咽功夫最好，性格活泼，就是脾气有点小暴躁，喜欢收拾那些不长眼的人，所以一般需要动手的都是她先来。秋蝉善经营，主要帮她打理手中的铺子庄子，东因手巧，女工最好，她的贴身衣物帕子啊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她缝制的。4人都是她从无极山带回来的，一直对她忠心耿耿，只是上一世因为她的关系都没有落得好下场。这一次她绝对不会再让他们受半点委屈，她要让他们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怎么了？黎君燕感受到了秦洛冉的情绪变化，放下手中的笔问道。秦洛冉摇摇头，没什么，就是突然想起了一些往事。对了，黎君行和夏轩儿这2人怎么样了？这2人不愧是上辈子能凑对的人，连出世都在同一天，这缘分这辈子不在一起可惜了。夏轩儿被带入顺天府后，面对人证物证拒不承认，还在公堂上撒泼耍横，还大骂你和骆永昌，被打了10板子，现在关在顺天府的大牢里呢。夏轩儿绝对是黎君燕见过最蠢的高门嫡女，明明自己处于劣势，居然还做得出扰乱公堂，公然辱骂朝廷命官和一品亲王妃这种事，真是愚不可及。说实话，黎君燕真的很好奇，这夏轩儿哪里惹到了他的王妃，让他的王妃这么冷清的人都亲自动手。他让人查到的消息，他的王妃和夏轩儿2人也只是之前在宴会上见过2次，除开夏轩儿对他冷嘲热讽了几句外，没有别的冲突啊。他是不相信秦洛冉会因为这个而对他动手的，甚至还不惜装晕陷害。若是没有发生了什么大的事情，夏轩儿这样的人，秦洛冉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他祖父夏伯明呢？夏家属于没落的世家，这些年一直靠夏轩儿的祖父夏伯明在撑着。为了家族的兴旺，夏伯明这人能屈能伸，不择手段，能利用的人一个也不会放过。夏轩儿是他打算用来给夏家铺路的，此番出了事，他肯定坐不住。更别说这事儿还关系到夏家的安危荣誉。提到夏伯明，黎君燕哼了一声，那个老狐狸，他倒是忙得很。夏轩儿前脚被顺天府的人带走，他后脚就进宫请罪，在我那个好父皇派了太医来之后，又亲自来了一趟。不过我让管家直接打发走了，他的孙女都当街行刺他的王妃了，他还要见他，那也太给他面子了。听到黎君燕说他没见夏伯明，秦洛冉一点也不意外。夏伯明虽然也勉强算官居高位，不过在黎君燕这种手握重兵的亲王面前，实在不值一提，更别说夏伯明的为人，黎君燕肯定十分看不上眼。黎君燕是需要拉拢大臣没错，不过也不是荤素不忌。再者，现在不见对他们才是最有利的。不过不出意外的话，明天一大早，夏轩儿的母亲孙氏就会带着礼品上门。孙氏此人出身商户，尽管嫁进了夏家这么多年，很多时候为人处事还是很小家子气，有时候还不讲理，暴发户气息也很重。夏伯明当时也是没办法，才让自己的儿子夏承业娶她的，谁让他家钱多，他又痴恋夏承业呢？说白了，夏家就是图孙家的钱，若是不娶孙氏，夏家早就连基本的体面都维持不住了。不过夏承业似乎不是那么安分，也不知道孙氏知道后还会不会继续拿钱养着夏家。秦洛冉突然有点期待孙氏知道后夏家会是怎样一番光景。不过不着急，他有的是时间。想了想，秦洛冉又对黎君燕道：夏伯明此人属于咬人的狗不叫，殿下与之打交道多留心一些。王妃不必担心，本王晓得，一个夏伯明而已。这些年他虽然远在边关，但是京城内的这些官员的大致情况他还是了解的，他手中也有不少人的把柄，不然他的将士恐怕连粮草的正常供给都是问题。不过他的王妃关心他，他还是很高兴的。对了，黎君行呢？他现在什么情况？夏家的事基本在他们的掌握之中，黎君行的就不好说了，谁让他是帝后最宠爱的儿子呢？第29章，这样的人真的能撑起黎家的江山吗？听到黎君行3个字，黎君燕的脸瞬间就沉了下来。秦洛冉觉得很是奇怪，黎君燕可不是一个喜怒形于色的人，听黎君燕说了之后才明白，原来黎君行从百花楼离开后，百花楼起火，烧死了他的人不说，还烧把所有能证明他是被算计的证据都给烧掉了。重要的是，这些年他在百花楼真的没少花心思，现在就这样一把火就没了，他怎么能不怒？可是让他更愤怒的还在后面，当他回府后看到那些被打的不是断了手就是断了腿，还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的暗卫，差点没气得晕过去。这些暗卫
是他的母后暗中请人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砸了不少银子才培养出来的，是他性命安全最大的保障，也是他手中最锋利的刀。这些年有他们在，他确实省心省力了许多。可是现在这些人在昨晚他出事的时候连影子都没见，现在还像死狗一样躺在地上。昨晚他们发生了什么事，还用说吗？肯定是技不如人，被人全部拿下了，现在又故意丢到府上来给他添堵，这简直是他毕生的耻辱。在自己的地盘被别人算计，自己的暗卫还全军覆没，对方若是想要他的命，他现在怕是人都硬了。要是秦洛冉知道黎君行现在还以为百花楼是他的地盘，一定会送他俩字：天真。想到这里，黎君行一阵后怕，又想到自己现在连是谁设计他的都不知道，百花楼那把火让他连查的机会都没有，心里一阵烦躁。看着地上那些要死不活的暗卫，更是怒火冲天，当即抽出广叔手中的刀，过去对着那些暗卫一顿乱砍。那些暗卫都被黎君燕的人为了哑药，又全部挑断了手脚筋手筋，所以面对黎君行的发泄，他们躲不开，也喊不出，只能生生的受着。为了少受些折磨，那些暗卫主动把脖子送到黎君行的刀上，只求早点死。却不想黎君行发现他们的动作之后，故意砍歪，发泄够了才让他们死。等那些暗卫都死得差不多了，黎君行把刀一丢，面无表情的开口道：全部拖去喂狗。广叔和广明听到黎君行的吩咐，只感觉心寒。这些暗卫好歹也跟黎君行身边好多年了，这些年他们为他挡刀挡剑，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昨晚他们确实失职，确实技不如人，作为暗卫没有保护好主子是该死，但是以这样的方式去死，死后还被这样对待，也着实让人心寒。你说你发泄也发泄了，哪怕是扔到乱葬岗也好，又何必还要拖去喂狗呢？黎君行见广叔和广明半天不动，眉头一皱，不悦道：怎么，还需要本宫亲自动手吗？还是你们也想跟他们一样？说完冷冷地看了两人一眼，似乎只要他们再做出什么让他不满意的事，他就把他们也一起杀了。广叔和广明二人被黎君行的眼神看得浑身一颤，急忙恭敬地开口道：属下知错，属下这就去。说完就赶紧带着几个人一起去搬那些暗卫的尸体了。黎君行见此，心情才觉得顺畅了些，哼了一声，准备回院子。刚走还没两步呢，皇帝身边的大太监安吉就来了，说皇帝宣他即刻进宫。黎君行知道此时让他进宫是为了何事，心里很是烦躁，但是又不能不去，只好不情不愿地坐上进宫的马车，跟着安吉进了宫。进了宫，黎君行直接被带去了御书房。此时的御书房只有皇帝一人，而且一进去就明显感受得到坐在龙椅上的人一身怒火。黎君行吐了一口气，走上前直接跪下：儿臣见过父皇，父皇万安。听到黎君行的声音，皇帝直接一本奏折砸了下来：万安？万什么安？朕没被你气死已经是命大了，还万安？你看看，这些全都是弹劾你的折子，你告诉朕，朕怎么安？说完又操起手边的茶杯朝黎君行砸去，茶杯直接砸在他的额头上，额头被砸出了血，血顺着脸颊流了下来。黎君行不敢擦，把头匍匐在地上：父皇息怒，儿臣知错了，父皇息怒。知错？你告诉朕，你错哪了？儿臣错在不该在禁足期间私自出府。这是黎君行从出生以来，皇帝第一次对他发这么大的火，他怕的说话都不利索了，跪在地上的双腿也止不住的发抖。皇帝看到黎君行这样，不免有些失望。还有呢，这么点事情就吓成这样，这样的人真的能撑起黎家的江山吗？还有儿臣不该经受不住诱惑，让自己陷入险境。还有呢，还有，黎君行实在不知道自己还有哪里做错了，还有了半天也没说出个其所以然来。这下皇帝更失望了，抓起一把奏折，用力砸到黎君行的头上，怒斥道：黎君行啊，黎君行，你简直太让朕失望了！你不把朕的话放在心上，在禁足期间私自出府逛青楼，这是可大可小，只要朕愿意，这就是咱们父子之间的事儿，就算罚你也不会重罚。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闹得人尽皆知，更不应该恼羞成怒之下一把火烧了百花楼。不是的，父皇，不是。黎君行想要为自己辩解，却被皇帝一个眼神吓得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皇帝看着跪在地上有些瑟瑟发抖的黎君行，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道：没错，那些女子是身份低贱，死了也就死了，但是君行，你别忘了，她们就算身份再低贱，也是我黎国的百姓。你这样视人命为草芥，就因为在百花楼吃了亏，就一把火烧了百花楼，还让那么多人看到。且不说大火会不会蔓延，牵连更多的无辜，单说放火烧百花楼这事，你让他们怎么想？你让天下的百姓以后如何看待皇家，又让他们如何看待你？一个嗜杀成性、残暴不仁、心中没有百姓的人，谁会奉你为君？你又凭什么坐在高位上享受万民朝拜？
与其说皇帝现在是愤怒，倒不如说他是恨铁不成钢。黎君行是他和最爱的女人生的孩子，这些年一直在按照帝王的要求培养他，他做的许多事情他不是不知道，只是睁只眼闭只眼罢了。可是现在，第30章，儿臣一时鬼迷心窍。父皇，儿臣没有，百花楼的火不是儿臣放的，儿臣是被算计了。皇帝脸上和语气中的失望难掩，听得黎君行心里咯噔一下，急忙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皇帝说了出来。像黎君行这种主要倚仗圣宠立足的人，千不怕万不怕，就怕皇帝对他失望。皇帝一旦对他失望，那他以后坐上龙椅的机会就小了。当然，关于百花楼是他的这个，他没说。自离国建国开始，太祖皇帝就有规定，出宫见辅的皇子可以有自己的营生，但是不能沾染秦楼楚馆、赌坊等这种下九流的东西。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有人猜测太祖皇帝是因为在这2个地方吃过亏，所以才有这样的规定。也因为太祖皇帝的态度，离国建国200余年，离国的秦楼楚馆的形势这几年才渐渐好了起来。不过祖训在那里，谁也不敢违背。黎君行除非是不想当皇帝来了，才会说出来。黎君行本来以为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皇帝的态度多少会改变一点，不说像往常一样关心一下他，起码对他不要那么失望。谁料他说完之后，他父皇半天没说话。他悄悄抬头一看，皇帝此时正定定地看着自己，那眼神要多失望就有多失望。黎君行的心沉了沉，正想着要说什么，皇帝开口了：“君行，朕对你很失望。”短短8个字，让黎君行如堕冰窖。父皇，儿臣说的句句属实。父皇，黎君行想要为自己辩解，皇帝却不想再听他说了，大声道：“来人，把太子带下去，即日起在碧幽宫面壁思过，任何人不得探望，违令者以抗旨论处。”碧幽宫听着名字好听，对皇子皇孙来说却是一个提起来都觉得晦气的地方。只有犯了大错或惹了皇帝大怒的皇子皇孙才会被关进去，跟妃子们的冷宫差不多。进了里面，除了1日3餐，别的都没人管，为数不多几个宫人也都是哑巴。进去了之后，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能出来，换言之，皇帝若是不开口，那你就准备在里面待一辈子吧。黎君行一听皇帝说让他避幽宫，整个人都吓得瘫坐在地上。此时他的脑子里只有完了2个字，连喊冤都忘了。外边的工人听到皇帝的吩咐，急忙进来架起他就往外走，可是黎君行却突然像发了疯一样，挣开工人，指着皇帝大喊道：“父皇，你这样做对儿臣是不是太不公平了？明明儿臣才是受害者，你查都不让人查一下，就要把儿臣关进碧幽宫，哈哈哈！死了几个青楼女子而已，本宫可是太子，能为本宫死是他们的荣幸。父皇，你却因为几个青楼女子要关本宫？你因为我派人沿路刺杀黎君燕的事不满就直说，毕竟黎君燕可是你最爱的宫贵妃生的儿子，这些年你故意对儿臣百般宠爱，说白了就是拿儿臣当靶子。”混账！皇帝简直被黎君行这一番话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喷了出来，操起桌上的砚台直接朝他砸过去。黎君行的脑门直接被砸了出血，脑门上的疼痛让黎君行瞬间就清醒了过来，看到皇帝满脸怒容，想起自己刚刚都说了些什么，脸色煞白，腿一软就直接跪了下去。父皇，父皇息怒，儿臣刚刚也不知道怎么了，一时鬼迷了心窍，才会说出那样的混账话。父皇恕罪，父皇恕罪。黎君行一边求饶，一边还不停地打自己耳光，下手也挺狠，3两下就把自己的脸都给打肿了。哼，什么狗屁的鬼迷心窍，朕看这才是你心里真正的想法。皇帝是真的被黎君行那番话给气到了，连粗话都出来了。不是的，父皇，儿臣绝对不敢那样想，请父皇相信儿臣。黎君行低着头，没注意到皇帝听到他说不敢2字的时候，目光沉了沉。不敢？不是不会。哼，不敢？朕看你敢得很。不是的，父皇，儿臣。黎君行也不知道自己刚刚是怎么了，只感觉脑子一热就说出了那些话。此时他也来不及想为什么，当务之急让皇帝消气才是最重要的。只可惜皇帝现在已经不想再听他说话了，对旁边的工人挥挥手，赶紧把这个逆子带下去，朕不想再看见他。闻言，几个工人再次架起黎君行拖了出去。父皇，父皇，你要相信儿臣啊！父皇，见黎君行到现在还是这样大吵大闹，皇帝不悦地道：“给朕堵上他的嘴。”安吉急忙小跑过去，对黎君行说了句：“对不住了，太子殿下。”然后把自己的帕子塞进了他的嘴里。这下御书房内总算安静了，黎君行很快也被拖了出去。皇帝疲惫地靠在龙椅上，安吉重新给倒了茶，又站到身后给他捏肩膀，想说几句宽慰皇帝的话，看了看皇帝怒气未消的倦容，又什么都没说。这种时候还是少说为好，不然被迁怒那就不好了。这做奴才的少说多做才能活得久。这边祝皇后在听到黎君行被带进宫后，就第一时间来了御书房外。不过御书房乃重要之地，没有皇帝的命令不敢进去。那些工人见皇帝在里面发脾气，也不敢给他通报，连御书房的台阶都没让他上去。工人不给他通报，他
他也不敢硬闯，只好在御书房的台阶下等，越等越着急。特别是听到里面传来皇帝的怒斥声的时候，差点连指甲都掐断了。这千等万等，终于等到离军行出来了，却是被工人架着的，脸肿了，嘴里还塞着帕子。祝皇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她跟景兴帝夫妻这么多年，对他还是了解的。如果太子不是犯了大错，惹得他大怒，太子不会被这样对待的。离军行是皇帝亲封的储君，代表的不只是他自己的颜面，很多时候代表的是离国的颜面。现在却一脸红肿的被工人架着，嘴里塞着帕子的带了出来，这要传出去，他以后还怎么？祝皇后不敢去想那样的后果，眼看离军行走近，急忙上前去想要说些什么，却刚靠近就被随行的侍卫挡住了。皇后娘娘，陛下有令，从今日起，太子殿下去碧幽宫面壁思过，任何人不得探望，违者以抗旨论处。什么？皇后听到这话，脚步一晃，差点晕了过去。她在后宫多年，岂会不知碧幽宫是什么地方？现在她的太子居然要被关去那里，这笔废了，她还要让人难受。这皇子进了碧幽宫，差不多等于废了。不管进去的原因是什么，只要进了碧幽宫，就是一身的污点。而坐上龙椅的人是不能有污点的，除非……那侍卫也不管皇后如何，说完之后就让人架着离军行走了。离军行一边走一边回头，只可惜嘴里塞着帕子，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而祝皇后呢，在离军行走远指挥才慢慢缓过神来，深呼吸了几口，又让宫女帮她重新整理了妆容，调整好笑容，让工人去给她通报，说她要见陛下。第31章，偷偷摸摸地搂着自己的王妃睡觉。那工人听到皇后让再次去给他通报，心里一阵哀嚎。皇帝今天明显心情不好，他现在去能讨得了好吗？不过皇后毕竟是皇后，这些年一直荣宠不衰，虽然现在太子被罚了，不过还没被废呢。刚刚是因为皇帝在御书房处理事情，他可以拒绝，现在太子都被带走了，他也没有再拒绝的理由。说1000道1万，他只是个命不由己的奴才，所以尽管不想去，还是只能恭恭敬敬的应了，一边走一边在心里祈祷陛下不要迁怒他。万幸皇帝并没有迁怒他，只是淡淡的说句让他进来。皇后在御书房跟皇帝说了什么没人知道，只知道他从御书房出来之后径直回了凤宁宫，没有让人去看离军行，也没有联系祝尚书，安静的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不过离军宴的人还是查到了当晚凤宁宫死了2个宫女。听完离军行进宫后的事情，秦洛然忍不住啧啧了2声，你父皇对离军行还真是父子情深啊。离军行这般行径，要是换了别的皇子，不被废至少也要挨一顿板子吧，再关进大牢吧。到离军行这里就只是去碧幽宫思过。离军宴哼了一声，谁说不是呢？若不是有他那个好父皇护着，离军行早被玩死了。他知道他的父皇偏宠离军行，所以这才费了这么大的力，谁知道还是这样，没伤筋没动骨。说是关进碧幽宫，明面上看着是被罚了，其实又何尝不是对离军行的一种保护？不然明天早朝那些大臣的唾沫都能淹死他。难得见离军宴会这样直白地表达自己不满，秦洛冉拍拍他的肩膀，好了，不要因为这个影响心情了，我们不是一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了吗？要对付离军行，以后多的是机会，只是可惜了他的那一瓶药和百花楼。虽说离军宴本就计划撤了百花楼，但是景兴帝对离军行好无限度的宠爱，真是让人不爽啊。离军宴本就没有真的生气，一个离军行而已，还不值得因为他而影响心情。不过秦洛冉的安慰他还是很受用的，嘴角勾起一个迷人的弧度。王妃说的是，一切都听王妃的，我们下去吧，晚膳应该快好了。秦洛冉嗯了一声，起身两人一起下了楼。其实秦洛冉是不相信景兴帝没有让人查证过的，他也相信离军宴的安排不会有漏洞。百花楼这件事不管怎么查，幕后凶手都只会查到是离军行。没想到这样，景兴帝还是舍不得重罚离军行。虽然碧幽宫是专门为犯了大错的皇子的，进去过就是毕生的污点，但是别忘了，这天下是做主的是皇帝，只要他说离军行在里面思过后已经痛改前非，别人还能说什么？不到万不得已，谁会死谏？退1万步讲，就算死谏也未必有用。也不知道这离军行到底哪里入了景兴帝的眼，让景兴帝对他如此偏袒。秦洛冉不是没有怀疑过景兴帝这样做是在拿离军行给某个皇子当靶子，可是经过多方查证，景兴帝对离军行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宠爱，就像那种寻常人家父亲对儿子的那种爱。但是秦洛冉想不明白，景兴帝为何既然是真心宠爱离军行，还要如此高调，这跟把他当作靶子有什么区别？毕竟皇室又不是只有离军行一个皇子，除去被立了太子的离军行和凭借战功封了王的离军宴，其他还有好几个皇子啊，而且那些皇子母族也不弱的。想来想去，只有景兴帝以为这天下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个理由能稍微有点说服力。因为景兴帝是真的很自负，有些东西一旦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他就会想办法毁灭。比如相府和离军宴，景兴帝确实是打算把皇位传给离军行的，
不然也不会把手握兵权的镇北侯之女许给他做太子妃。只不过黎君行跟他一样多疑，景兴帝的种种行为让他以为自己是个靶子，再加上旁人的挑拨，黎君行就越来越不相信景兴帝了。所以黎君行才会那么着急的用那样的手段拉拢相府和其他大臣，最后还给景兴帝下毒。不然他哪有那么快坐上皇位？秦洛冉和黎君燕在揽月阁的小花厅用了晚膳，黎君燕就以有公务要处理为由离开了。而秦洛冉呢，在院子里走了2圈消了食，喝了药之后，拿了一本书靠在软榻上看。许是因为改了方子之后的安神药效果太好，看了没多一会儿，秦洛冉就睡着了，还睡得很沉。不过若不是这几天都没有休息好，再熬下去身体受不住，加上现在的处境又让人放心的话，他连药都不会喝的。在外间的春慈看到秦洛冉睡着了，刚想过去把他挪到床上去睡，一转头就看到了黎君燕，扶了扶，刚想开口就被黎君燕小声打断了：“下去吧，这里有本王就可以了。”是。春慈小声的应了一声，轻手轻脚的带上门下去了。夏嫣在隔壁房间，她不用守夜。春慈下去后，黎君燕走到软榻前，抱起秦洛冉，轻轻的把她放在床上，接着自己也脱了鞋袜外衫躺了上去，拉上被子，用掌风灭了灯，然后用自己没受伤的手，第一次光明正大，哦，不对，偷偷摸摸的搂着自己的王妃睡觉。翌日卯时刚过，黎君燕就悄悄的起床离开了揽月阁，临走前还特意交代他来过的事不要跟秦洛冉提起。春慈知道黎君燕这样是不想被自家小姐知道后不让他来，点点头应下了。不管如何，现在李王殿下不会害他们家小姐，而且昨晚他们家小姐也睡得很好，没有再被噩梦惊醒，这就够了。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他们家小姐能吃好睡好，不要再瘦下去了，再瘦就没了。大约辰时的时候，秦洛冉醒了，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伸了个懒腰，刚准备下床穿衣服，看了看床的外侧，直觉告诉秦洛冉不对劲，可是细看之下又好像没什么问题，凑过去用鼻子嗅了嗅，好像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很淡很淡那种，淡到秦洛冉再次闻就什么也没闻到了。不会是我多心了吧？秦洛冉疑惑地下了床穿衣，打算一会儿问问春慈。第32章，得给王爷王妃多做点好吃的补补。外面的春慈听到声音端了水进来伺候。秦洛冉洗漱过后，坐在铜镜前看着春慈熟练的给自己梳发，面上也一切如常，又觉得自己应该是多心了。不过自己的直觉一向没错，所以秦洛冉还是忍不住问了：“春慈，昨晚我睡着后有人来过吗？”春慈刚拿起一根发簪，听到秦洛冉的话，手中的动作一顿，想了想，还是把黎君燕来过的事情说了。回王妃，昨夜您睡着之后，王爷来过，不过只是把您抱到床上之后，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他是秦洛冉的丫鬟，应该事事以他为先，不过必要的时候适当变通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他又不会害自己的主子。春慈这样想着，手里的动作更快了些，很快就给秦洛冉玩好了一个随云计。自己的直觉果然没错，不过秦洛冉也没在这个事情上纠结，只要黎君燕不跟他睡一张床上就行。秦洛冉如是想着，下楼用早膳再去花园散了一会儿步，然后一头扎进了揽月阁的书房。大概40过半的时候，管家来了：“启禀王妃，夏夫人来了，说是来探望您的。”夏夫人，夏轩儿的母亲。秦洛冉头也没抬，手里拿着笔，快速的写着东西。打发他走吧，就说今日本妃身体不适，不宜见客。是。荣管家应了一声，恭敬的退下了。走的时候还特意路过了扶风小筑的小厨房，见周嬷嬷正在里面忙碌，上前交代了几句。周嬷嬷笑眯眯的应下了。春慈进来帮忙的时候，正好看见周嬷嬷脸上还没下去的笑容，打趣道：“嬷嬷这么开心，莫不是今儿出门捡到了银子？”周嬷嬷嫌弃的摆摆手：“去，你这小妮子懂什么呀？你以为嬷嬷跟你一样钻钱眼里了？嬷嬷我都是半截入土的人了，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哇，我什么时候钻进钱眼里了？嬷嬷你可不能这样冤枉我。”被周嬷嬷钻到钱眼里，春慈不愿意的抱着她的手摇来摇去。去，一边去，别在这里碍事。春慈不放，反而抱得更紧了些。那嬷嬷告诉我，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开心？周嬷嬷没办法，只好把刚刚荣管家说的跟她说了。刚刚荣管家让我以后做菜多做一些，说是王爷以后都会尽量抽时间回来陪王妃一起用膳。哦。春慈听完之后淡淡的哦了一声，王爷都半夜偷偷进王妃房间了，陪王妃睡觉了，相比之下一起用个膳就不必大惊小怪了。见春慈是这般反应，周嬷嬷没好气的用手点了一下她的脑门。哦什么？你这是什么反应？王爷和王妃感情好你不开心吗？在周嬷嬷看来，秦洛冉和厉王两人盲婚哑嫁的，两人成亲之前连面都没有见过，成亲之日又发生了那样的事。虽然秦洛冉一直跟他说李王对他很好，让他放心，但是他来了才知道，这夫妻俩不住一起，吃饭也基本是个吃个的。这哪家正常的夫妻是这样的？这叫他如何放心？但是
周嬷嬷再着急也没有办法，毕竟这是主子的事情，还轮不到他这个下人来智慧。现在李王要主动和王妃一起用膳了，他能不开心吗？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感情有进步的表现，不是吗？王爷和王妃感情好，我当然开心啊。嬷嬷，我这里还有能让你更开心的事，你要不要听啊？周嬷嬷看到春慈那狡黠的样子，以为他又调皮了，又轻轻地推了他一下。走走走，甭在这里给嬷嬷我添乱。是关于王爷和王妃的哦。春慈调皮一笑，等着周嬷嬷开口问他。没想到周嬷嬷却完全不上他的套，自顾自地继续忙活起来。嬷嬷你一点都不可爱了。春慈叹了一口气，想了想，还是凑过去把昨晚黎君燕留宿秦洛染屋子里的事跟他说了。周嬷嬷一听，大喜过望，手里的菜都掉了。真的？你没骗嬷嬷我？这真是好消息，一个接一个。他们这些做下人的，不就是盼着主子好吗？真的，比珍珠还真呢，我亲眼所见，骗你做什么？哎呀，这真是太好了，说不定哎呀，明年就可以有小主子了。不行，我得给王爷王妃多做点好吃的补补。周嬷嬷说完，笑呵呵的去重新准备食材去了，一边忙活还一边嘀咕道：还有这小主子的衣服也可以开始准备了，也不知道会是世子还是郡主，哎，干脆多个准备一份。春慈听着周嬷嬷的自言自语，满头黑线。他刚刚说的是不是让周嬷嬷误会了？还有，嬷嬷你这么着急，真的好吗？你真的想多了，我只是说他们昨晚在一起睡觉，并没有别的意思啊。周嬷嬷却不管春慈在想什么，把小厨房里滋补的食材全部拿了出来，挑选的兴致勃勃。所以午饭的时候，秦洛染看着桌上的人参乌鸡汤、当归炖羊肉、千丝烧乳鸽、燕窝鸡丝粥等一系列温补的菜品的时候，直接无语望天。他的身体已经到了需要这样补的地步了吗？天地良心，他昨天真的是装的啊！周嬷嬷是不是误会了什么？王妃怎么不吃？是这些菜不合胃口吗？不应该啊，本王交代周嬷嬷做菜要按照你的口味来的呀。黎君燕倒是吃得很开心，见秦洛染不动，还贴心的给他加了菜。所以这些菜都是你吩咐做的？秦洛染一脸无语的看着黎君燕，只要黎君燕敢说是，他就让黎君燕把桌上的菜全部吃完。黎君燕急忙笑笑否认道：那倒不是，本王又不会做菜，哪里知道这许多。说着又盛了一碗汤给他，来，多喝点儿。你最近确实需要补补，否则岳父岳母看到了，指不定要说我虐待你，到时候给我穿小鞋怎么办？秦洛染知道黎君燕是想让他好好吃饭，道了一声谢，接过汤小口喝了起来。其实黎君燕刚刚说的并不是随口乱说的，如果秦洛染再继续瘦下去，他的岳父大人很可能真的会做点什么让他不开心的事出来的。外人都说丞相夫人宠女儿，却不知道最宠秦洛染的其实是秦相。秦相不仅自己宠，还要儿子也一起宠。秦相对秦子清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让他好好学习，好好习武，将来好保护秦洛染。不过黎君燕倒是能理解秦相，因为秦洛染生的实在太美了，没有一定的实力怎么能护得住她？她又不能一辈子坐在相位上，别人又不一定能靠得住，所以当然只能指望秦洛染自己和自己的儿子秦子清了。平日里谁要是让秦洛染不高兴，那就准备迎接秦相的怒火吧。秦洛染不知道黎君在想什么，喝了小半碗鸡汤，随便吃了一些菜就放下了筷子。黎君燕见他吃的还是那么少，默默叹了口气，拿起碗舀了半碗鸡丝燕窝粥递给他。王妃每天吃这么少，身体真受得住。再喝点粥。秦洛染没接，吃不下了，殿下慢慢吃。其实本王不介意亲自喂王妃的。黎君燕笑意盈盈，秦洛染绝对相信他，要是不吃的话，他真的会亲自喂他。无奈只好接过粥，拿起勺子慢慢喝了起来。其实他不是矫情，是他最近真的还没调整好，他也想尽快恢复以前正常的生活状态。实在是最近每日噩梦缠身，事情又多，搞得他身心俱疲。唉，秦洛染乖乖把粥喝了，黎君燕满意了。吃完饭后，又陪他去花园走了一圈，才去书房处理公务。这厢秦洛染拿了本书，刚翻了2页，就听到下人来报说丞相夫人来了，知道他是为了什么事来的，心里说不出的感动，急忙放下书，整理了一下仪容，去迎接他的母亲大人了。第33章，厉王妃遇刺昏迷。秦洛染到达前厅的时候，黎君燕已经和秦母坐在那里喝茶谈笑了。见过娘亲，娘亲你怎么来了？秦洛染走到秦母面前扶了扶，然后坐到了她旁边的椅子上。娘亲昨个不是去庄子上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秦母闻言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你还好意思说现在满京城都是李王妃遇刺昏迷的消息，你说娘能不来吗？噗嗤！听到秦母的话，秦洛染一口茶直接喷了出来。什么？外面说我遇刺昏迷？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天啊！以前在山上的时候，他时常听门内的弟子说，山下那些村子里，村头丢一只鸡，传到村尾就成丢了一头牛。当时听着觉得夸张，现在看来他们说的一点都不夸张。这不，他明明只是被吓晕了，怎地一夜的功夫就成了他遇刺昏迷？
那若是传出京城，岂不是就成了他遇刺身亡了？秦洛然表示自己真的不想听到那样的传言，他可不想哪天出现在京城以外的地方，被人以为是诈尸了。秦母把帕子递给他，嗔了他一眼，不然你以为呢？如果这样娘都不来的话，还是人吗？娘亲最好了，去，多大的人了，还跟娘亲撒娇，也不害臊。秦母嘴上说着嫌弃，眼里却尽是宠溺。秦洛然嘟嘟嘴，再大也是娘亲的孩子。上一世进了太子府后，因着所谓的皇家规矩，他回娘家的次数并不多，最后父母不在的时候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所以重生一次，他绝不让自己再留遗憾。秦母在李王府待了好半天才离开，刚出了李王府的大门，前一刻还满面笑容的秦母瞬间就变得一脸寒霜。有看到的人都纷纷猜测李王妃是不是情况不太好，不然丞相夫人为何脸色这么难看？秦洛然不知道外面的传言又变了，此时他正看着他娘亲带来的一大堆补品头疼呢。时间一晃，3天的时间就没了。这3天，秦洛然一直都乖乖的待在李王府，哪里也没有去。王妃，夏夫人又来了。闻言，秦洛然写字的动作一顿，他倒是有毅力，这是第几次了？春辞道：回王妃，今天已经是他第4次上门了，跟前3次一样，带了许多礼品，把他请到前院的小花厅吧，我稍后就过去。这个夏夫人孙氏，自从夏轩进了顺天府的大牢，就每天准时准点的来李王府求见他，晾了这么多天也差不多了，他对他还有用，过火了就不好了。是。春辞应了一声，下去了。春辞下去后，秦洛然又继续把没写完的信写完，待墨迹干了之后，用特殊的手法封好，换来暗卫让他送去无极山。这厢孙氏听到秦洛然终于愿意见他了，长长舒了一口气，直接给来传话的小丫鬟打赏了一锭银子。下人把孙氏请到小花厅，上了茶之后就退下了，只留下孙氏和他的婢女2人在里面。孙氏这一等就是半个时辰，茶都喝了半壶了，秦洛然还不见人影。夫人，你说这李王妃不会是耍我们吧？这都半个多时辰了。孙氏的丫鬟垫着脚往外看了看，一个人影也没有，忍不住偷偷跟孙氏抱怨。听到丫鬟的话，孙氏急忙呵斥道：彩月，慎言。其实孙氏也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自从嫁进夏家，她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等过人了。跟丈夫去任上前，因着公爹下学士的关系，大部分人都会多少给她几分薄面，不会有人会让她等这么久。跟丈夫去了任上之后，她是知府夫人，那些个夫人巴结她还来不及，又怎么会让她等？向来都只有别人等她的份儿。她也知道秦洛然这是在故意刁难她，但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人家身份地位比她高，现在自己又有求于她，再不满也只能憋着，不然自己的女儿还不知道还要在大牢里吃多少苦头。想到自己还在顺天府大牢里的女儿，孙氏只得耐下性子来继续等。又过了1刻钟，秦洛然才姗姗来迟。孙氏听到声音，站起来往外一看，秦洛然一身粉白色的衣裙，不施粉黛，头上也只有零星几样首饰，不过这样也更显得她弱不禁风，温婉可人。看着这样的秦洛然，孙氏突然想起之前从书上看到的一句话：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时用这句话来形容秦洛然再合适不过了。秦洛然的美，美得让人感到自惭形秽，自然也包括孙氏。抱歉啊，夏夫人，本妃这身体实在是不争气，让夏夫人久等了。秦洛然走进小花厅，看到孙氏有些呆住的样子，率先开了口。秦洛然的声音柔柔的，让人很容易卸下防备。不过孙氏知道秦洛然并不是表现出来的这样无害，收起思绪，带着丫鬟彩月一起屈膝扶了扶，见过李王妃，王妃万安。夏夫人不必多礼，坐吧。秦洛然走到主位上坐下，春辞接过其小丫鬟送上来的茶壶，给秦洛然倒了茶，然后恭恭敬敬的垂手站在一旁。多谢王妃。孙氏起身后有些拘谨的坐在了刚刚的位置上，而孙氏的丫鬟彩月也学着春辞那样恭恭敬敬的站在孙氏的身后。秦洛然落座后，并未像孙氏想的那般开口询问他或者说点什么，而是端起茶喝了起来。孙氏看得心里那个急啊，只是又不敢贸然开口，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惹了秦洛然不快，那他这些日的辛苦可就白费了。秦洛然知道孙氏着急，他就是故意这样的，他倒是要看看孙氏的耐心到底有多好，或者换种说法，孙氏能为自己的女儿忍到什么程度。毕竟据他了解到的孙氏可不是什么有耐心的人，更别说这么多年跟着夏承业在任上，被那些夫人奉承惯了，如果不是为了夏轩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女儿，他估计孙氏早就爆发了。孙氏又耐着性子等了一会儿，秦洛然还在喝茶，没有丝毫要理他的意思，深呼了一口气，拿起一旁准备的礼品站了起来。第34章，帮本妃办件事。这是臣妇一点小小的心意，还望王妃不要嫌弃。孙氏扶了扶，恭敬地把手里精美的盒子递给秦洛然。秦洛然看了春辞一眼，春辞会意，上前接过孙氏手里的东西，检查了没问题之后递给秦洛然。
秦洛然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京郊一处地段还不错的庄子的地契，难怪不和其他礼品一起交给管家，要单独给自己。这孙氏为了夏轩儿也真是舍得，京郊地段好的庄子可不是想买就能买得到的，现在为了自己的女儿，说送就送了，就是不知道他在拿地契的时候肉疼不疼。不过秦洛然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这种庄子他的陪嫁里就有2个，地段比这个还好，所以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就把盒子盖了起来，递给春慈。夏夫人这是什么意思？本妃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夏夫人还是自己好好收着吧。春慈接过盒子，重新还给孙氏。夏夫人，请收好。说完也不管孙氏接不接，直接塞回他手里，重新回了秦洛然身边。孙氏看着自己手里的盒子，似乎还有些没有反应过来。他知道襄府和李王府都不是缺钱的地方，所以还特意挑了自己手里现有的最好的庄子给拿了出来。没想到秦洛然居然半点都不心动，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而且他以为秦洛然是明白他的意思的，可是他居然说无功不受禄。孙氏差点一口老血喷了出来，他是不相信有京城第一才女之称的秦洛然是真的不知道他的意思的。那就只有一个解释，秦洛然是故意的，或者说是不想跟他谈接下来的事情。可是如果不想谈的话，又为何要答应见他？直接像前几天那样把他打发走不就好了吗？莫非……一时间孙氏的心里百转千回，却又拿不定主意到底要如何开口。而秦洛然呢，从头到尾都只是淡淡的坐在那里品着茶。夏夫人回去坐吧，你这样站在这里不知道的人，还以我李王府不懂待客之道呢。客人来了连坐都不看。秦洛然见孙氏站在那里半天没说话，淡淡的开口道。孙氏闻言重新扬起笑脸，王妃言重了，是臣妇自己要站在这里的。说着直直的朝秦洛然跪了下去，然后再次恭敬的把手中的盒子递给秦洛然。王妃娘娘，此礼乃是为小女当日的鲁莽的赔罪，还望王妃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小女这一次，以后臣妇定会对她严加管教的。夏夫人这是做什么？有什么话起来说。对于孙氏会下跪，秦洛然一点也不意外，抛开夏轩儿是他的女儿不说，如果他不尽力办好这件事，夏伯明和夏承业那里他也不好交代，以后在夏府的日子怕是不会好过。孙氏没动，依旧举着手中的盒子跪在那里，大有秦洛然不答应就不起来的架势。秦洛然轻轻地勾了勾唇，放下茶杯对春慈道，还不去把夏夫人扶起来。孙氏想用这种方式逼迫他，真的是太天真了，若不是他对他还有用，他才懒得见他，让夏轩儿在顺天府的大牢里关个10天半个月再说。春慈得到秦洛然的吩咐，走到孙氏身边，拉住孙氏的一只胳膊，微微一用力，把他提了起来。孙氏没想到春慈一个小姑娘居然有如此大的力气，想要再次跪下去，却被春慈死死地拖着，只好放弃了。等孙氏重新站好，春慈便放开了手。夏夫人，我们王妃向来通情达理，连下人都舍不得苛责，你有什么事坐着说就是，跪在地上实在不像样，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王妃占着身份欺负你呢。是臣妇鲁莽了，还望王妃勿怪。听到春慈的话，孙氏才知道自己刚刚的举动差点惹恼了秦洛然，紧张的手心都湿了。秦洛然假装没看到孙氏的紧张，抬抬手，夏夫人别站着了，有什么事情坐下说吧。说完又对春慈道，夏夫人的茶凉了，你去给她换一壶热的来吧。是，王妃。春慈扶了扶，转身往外走，经过孙氏的丫鬟彩月的身边的时候，停住了脚步。这位姑娘也一起去吧，你是夏夫人的丫鬟，更清楚她的口味。彩月闻言抬起头来看了看孙氏，孙氏知道秦洛然是要故意支开他们，点点头，去吧，仔细一些，别弄坏了王府的东西。是，夫人。孙氏都这么说了，彩月也只好站起来，跟着春慈一步三回头的出了花厅。很快整个花厅就剩下秦洛然和孙氏，孙氏更拘谨了，甚至还有些坐立不安。夏夫人。正在孙氏思考着要如何开口的时候，秦洛然开口了。孙氏小心翼翼地应道，臣妇在。本妃知道夏夫人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也体谅你作为一个母亲的心。孙氏拿不准秦洛然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斟酌着开口道，多谢王妃体谅。在宽大的衣袖的遮挡下，手中的帕子都被他拧成了一根麻绳。秦洛然摇摇头，继续道，夏小姐行事确实有些鲁莽，不过本妃也只是受了些惊吓，并无大碍，本妃可以开口让顺天府放了夏小姐。多谢王妃，多谢王妃。孙氏没想到秦洛然这么容易就松了口，脸上的喜悦藏都藏不住。不过他还没高兴多一会儿，就听到秦洛然再次开口，但是夏夫人得答应帮本妃办一件事。闻言，孙氏的还没完全放下去的心又提了起来，深呼了一口气，王妃请说，臣妇定当竭尽全力。还没等孙氏说完那一堆保证的话，秦洛然就打断了他，夏夫人不必紧张，本妃只是想托夏夫人帮本妃在川州买一座院子。见孙氏满脸不解，解释道，本妃有个远房亲戚想去川州做些营生，但是本妃对川州那边实在不熟，
也没有什么认识的人，想着夏夫人的娘家在川州已经经营了好多年，想来对那边应该是极为熟悉的，所以就想托夏夫人帮这个忙，夏夫人应该不会拒绝吧。第35章，不为难就好。孙氏听到秦洛冉的话，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王妃说的事情就是这个吗？其实不怪孙氏不敢相信，她的丈夫是川州知府，娘家也跟着在川州经营了许多年，要在川州买个院子对她来说太简单了。当然，秦洛冉微微一笑，不过本妃有一个要求。王妃请说。本妃那位亲戚不喜跟官府打交道，所以本妃希望这件事由你的娘家出面去办，最好不要让夏知府知道。这件事你知我知即可，明白？孙氏还以为秦洛冉的要求很难，没想到竟是这样简单。虽然不知道他为何会提这样的要求，还是很爽快的应了下来。是，谨遵王妃吩咐。秦洛冉满意地点点头，很好，你尽快着人去办吧，到时候多少银子，本妃不会少你的。不用不用。孙氏一听秦洛冉要给他钱，急忙摇摇手，王妃客气了，王妃肯饶了轩儿这一次，臣妇感激不尽，无以为报，到时候川州的院子就当做给王妃的谢礼好了。说完见秦洛冉不说话，又加了一句，还望王妃不要推辞。那就到时候再说吧。秦洛冉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反正他不是要真的买院子。孙氏却当他答应了，问了起关于院子的要求，不知王妃的那位亲戚对院子可有什么要求。秦洛冉摇摇头，这个他倒是没说，不过本妃的那位亲戚喜欢稍微宽敞一些院子，里面最好有花园池塘这些。对了，本妃听闻川州城内有一处园子叫做景园是吧？听说里面景色很是不错，不如夏夫人让人去帮本妃问一下。这个孙氏有些犹豫，别的地方他都可以打包票给买了，就是这景园他没那么大的把握啊。他在川州多年，连景园的主人是谁都不知道，他的夫君也让他不要去调查，不然惹到了大人物就不好了。怎么，是景园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让夏夫人为难了？啊，没有。孙氏急忙摇摇头，臣妇刚刚只是在想要把这件事交给谁去做比较合适，就算为难也不敢说啊。他的女儿能不能从顺天府的大牢里出来，希望全在秦洛冉身上呢，他怎么敢？不为难就好，至于交给谁去办，这还不简单。夏夫人的兄长跟夏夫人自幼感情深厚，办事又牢靠，夏夫人觉得还有谁比他更靠谱呢？孙氏的兄长孙志新虽然八面玲珑，还有些唯利是图，不过对孙氏倒是真的好。景园里的事情若是让他知道了，他绝对不会隐瞒孙氏的，而让孙氏知道景园的秘密才是他的主要目的。王妃说的是，臣妇回去后就去信给兄长，让他尽快将此事办妥，那就有劳了夏夫人了。秦洛冉说完端起了茶杯，孙氏见状很识趣的提出了告辞，不过走的时候故意没把那个装有地契的盒子带走。秦洛冉看了一眼，吩咐春子把它收好，找个机会卖了，然后悠哉悠哉的回了扶风小筑。他不缺庄子，黎君宴也不缺，不过送上门的钱不要白不要，反正这些年夏承业在任上没少贪污受贿。这厢夏夫人出了李王府的大门，才想来刚刚都忘了问秦洛冉什么时候他的轩儿能回府，可是这出都出来了，又没有再折回去问的道理。算了，李王妃应该不是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事已至此，孙氏只能这样安慰自己，然后有些懊恼地上了马车，一路上都在想着回去要怎么向自己的公爹交代，还有他要是生气了怎么办。好在孙氏刚走了一半的路，秦洛冉就派人告诉他，让他明天一早去顺天府接人。孙氏高兴的直接拿出了一个小的金元宝给来人做打赏。来人是秋蝉，秋蝉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孙氏手中的金元宝，并未伸手去接。夏夫人的好意秋蝉心领了，秋蝉此番前来除了告知你这个消息外，还为我家王妃带句话。秋蝉姑娘请说。秋蝉不接自己递过去的金元宝，甚至半点不动心，孙氏有些尴尬，只好不着痕迹的收了起来。我家王妃说，希望夏夫人以后能管好自己的女儿，再有下次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了。其实秋蝉不明白自家王妃为何要特意交代这个，在她看来，夏轩儿这种人去外面把自己做死了才好。不过自家王妃一向不会做毫无意义的事，说不定有什么深意呢。孙氏闻言忙不迭地点点头，是，本夫人回去一定好好管教轩儿。还有刚刚王妃和夏夫人说的事情，希望夏夫人真的能做到天知地知，王妃知，你知，若有第三个人知道，那就只能麻烦夏小姐再去顺天府的大牢里住一段时间了。秋蝉说完也不管孙氏什么反应，直接转身就走，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人群中。孙氏被秋蝉傲慢的态度给刺激到了，气得胸口一颤一颤的，指甲都掐断了2个。呸，什么东西，一个贱婢也当自己是个菜了，居然敢这么跟本夫人说话。本来孙氏因为夏轩儿的事情被夏学士责骂了几句，心情本就不好，再加上这几日连续几日在秦洛冉那里吃了闭门羹，心里已经压了好大一团火，现在连一个丫鬟都用这种态度对他，简直不能再忍下去了。把马车里能砸的东西胡乱砸了一通，不过马车里的东西也不多，孙氏觉得不解气，又让彩月上马车，拧了彩月好几下，才觉得心情舒畅了许多。
刚刚秋蝉跟孙氏说话的时候，声音并不大，彩月又在另一边，所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面对孙氏的发泄，他除了求饶，什么都不能做，却也在心里恨上了孙氏。厉王府，秦洛冉看着桌上的百年人参、百年灵芝、鹿茸等珍贵的药材，不由得感叹道：“这孙氏为了夏轩儿，还真是舍得呀！也不知道夏轩儿会不会理解他老娘的一片苦心。”坦白讲，孙氏对夏轩儿是真的没话说，只不过他的出身注定了他只能把夏轩儿教成这样。夏轩儿自己也不争气，请了教养嬷嬷也跟没请一样。不过这样也好，生活总需要一些不太聪明的人来增添乐趣。若大家都是聪明人的话，玩起来也太累了。秦洛然检查了药材没问题，吩咐冬英把他们都送到揽月阁，自己则换了一身男装，带着春辞和夏嫣悄悄出了李王府。第36章被毁掉的世外桃源青柳村。出了李王府，秦洛冉带着两人先去买了一些吃的东西，然后又让春辞去换了一些碎银子和铜板，确定没有尾巴之后，才带着两人出了城，朝西边打马飞奔而去。出了城，行了大概半个时辰的样子，穿过一片密林之后，又走了大约1炷香的时间，前面的路马已经没有办法走了，三人只好下马，把马藏在林子里，提着东西趟过一片荆棘丛，又穿过一个山洞。没走多一会儿，一个荒废的村子出现在三人面前。王妃，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啊？春辞看着荒凉中透着几分诡异的村子，不解地问秦洛然。找人。秦洛然脚步没停，言简意赅地回答道，说完抬脚率先进了村子。春辞闻言更是不解，找人？可是这里明显已经荒废好久了，不像有人住的样子。还有，这种地方他们家王妃是怎么知道的？他天天跟他在一起之前也从未听说过。不过自家王妃一向都是有主意的人，他说来这里找人肯定是有原因的。春辞这样想着，然后警惕地跟在秦洛冉后面。秦洛冉知道他们肯定有很多疑问，不过也没有解释，一直往前走。村子里很安静，除了天空中偶尔传来几声乌鸦的叫声，就只有他们走路的脚步声。在这个满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为数不多几间还没倒下的屋子也摇摇欲坠的荒村里，显得格外凄凉瘆人。春辞和夏嫣都不约而同地打起来12分的精神，一前一后把秦洛冉护在中间。秦洛冉见状轻轻笑了笑，不用那么紧张，这里没什么危险的，就是看着有些瘆人罢了。见两人不解也不信，秦洛冉只好把自己知道的关于眼前这个村子的事情讲了出来。其实这原本也是很热闹的村子，叫做青柳村，因为村里种了许多柳树，一到春天杨柳青青，而得名青柳村。青柳村之前大概有100余户人家，村子三面环山，依水为陵，依山而建。村子后面的山上常年源源不断有山泉水流下来，村子里一年4季不缺水。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青柳村的人靠着打猎种地，自给自足之余，还能或多或少有些存余。平常时下，除了卖猎物和购买一些生活用品外，基本不会外出，而且还是有固定时间的。数百年来，青柳村的百姓都在里面过着与世无争、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不过这一切都在10年前的一个夜晚，村里闯进一个外人之后就结束了。那个人就是当今皇后的亲侄子祝茂勋。传闻当年他遭人追杀，误入青柳村，本来青柳村的人是不想救他的，因为他身上有那么多伤，一看就不简单，恐怕救了他给村里招来横祸。不过终究是本性善良，过不去自己内心那关和祝茂勋的苦苦哀求，还是救了他。祝茂勋由于伤势过重，青柳村又药材短缺，在青柳村一养就是半年之久。青柳村的水土养人，里面的姑娘个个人美心善。毫不意外，祝茂勋在养伤期间跟他养伤的那户人家的女儿桑子好上了，祝茂勋干啥啥不行，哄女人绝对第一名。很快桑子就被他哄得晕头转向，两人除了最后一步能做的不能做的都做了。桑子想让祝茂勋留在青柳村，只可惜祝茂勋从小出生在京城，过惯了下人前呼后拥的日子，向往的是纸醉金迷的生活，更何况他家里已经有了妻儿，让他留在这个山村打猎种田怎么可能。不过始终相处了这么久，桑子也确实生得好看，祝茂勋的新鲜劲还没过，准确的来说是还没有彻底得到那姑娘。于是他就开始跟桑子描述外面的生活如何好，怂恿桑子跟他一起出去，还说只要跟着他去，他一定会保护他一辈子，让他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云云。祝茂勋彼时也不过刚刚弱冠的年纪，生得风流倜傥，身边常年女人不断，对付一个不知世事的小姑娘简直易如反掌。小姑娘本就是春心萌动的年纪，哪里抵抗得住，又对外面又充满了好奇心。不过村里管得严，再好奇也不敢随便外出。如今这个机会来了，在家桑子那时候也满心满眼的都是祝茂勋，非他不嫁。于是就跟父母提出想要跟祝茂勋一起去外面生活的要求。开始桑子的父母是死活不同意的，因为外面他们没有去过，他们觉得外面太危险了。再者，他们世世代代都生活在青柳村，外面连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万一要是发生了什么事，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但是桑子已经为爱冲昏了头脑，
加上祝茂勋还在旁边时不时的煽风点火，哪里还听得见父母的半个字去，甚至不惜拿绝食威胁。看着因为绝食半死不活的女儿，桑子的父母心软了。祝茂勋趁机给桑子的父母各种发誓保证，桑子的父母最后还是同意了。不过还是按照村里的规矩，把他从族谱上除了名，当着几位族长的面喝了断清酒，然后由村里的人把他俩蒙上眼睛送出了村。所谓断清酒，就是喝了之后就相当于断绝了关系，跟青柳村还有父母再无半分关系，死也只能死在外面。虽然听起来有那么一丢丢不近人情，不过这也是青柳村一种自保的方法，不然青柳村早在战乱中消失了。再说桑子跟着祝茂勋到了京城之后，才知道他早就有了妻儿，他在祝府只是一个身份低贱的小妾，不能再独占祝茂勋不说，规矩又多，还要每天给他的妻子赵氏请安，吃饭的时候也只能站在一旁给他们布菜，等他们吃完之后再吃剩下的。桑子从小生活在青柳村，无拘无束，根本没有学过任何礼仪，因为这个经常被赵氏打骂罚跪。而祝茂勋也只是劝他再忍忍，等学会了就好了，然后象征性的随便送他一点东西，还告诉桑子外面的大户人家就是这样的。这一切都跟桑子想的不一样，跟当初祝茂勋保证的也不一样。桑子在祝府待了2个月，就再也待不下去了。他跟祝茂勋提出了想要离开，只是祝茂勋还没从桑子口中得到去青柳村的方法，怎么甘心让他就此离去？好言好语又哄了桑子几天，桑子还是决定要离开。祝茂勋气急，就把他关了起来，严刑拷打，逼他说出去青柳村的办法。桑子这才知道，祝茂勋把他带回来是为了以后好去青柳村，悔不当初，大骂祝茂勋忘恩负义，任凭怎么严刑拷打，也没有说半个字关于青柳村的字。作为世世代代生活在青柳村的人，桑子的父母肯定知道一些关于青柳村的秘密，比如说如何回去，如何向青柳村的人求救。桑子的父母心疼女儿，在桑子离开的时候斟酌再三，还是跟他说了回青柳村的方法。不过他们也叮嘱桑子，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回去。桑子也一直牢牢记着父母的叮嘱，他之前想离开也不是想回青柳村，只是单纯的想离开祝府，结束这种不自由还要被打骂的日子。只是没想到终究是他太天真了，他不但离开不了，还被关了起来严刑拷打。那个曾经承诺要给他一世荣华富贵的男人，就在5步之外看着他被鞭子抽，还说只要留一口气就行，就只是为了让他说出回青柳村的办法。而他想回去干什么，桑子也能猜出个大概，死活不说，最后受不住咬舌自尽。不过没死成，死了一次没死成，桑子也没有勇气再死，他打算养好伤之后逃走。还没完全养好呢，就无意间听到祝茂勋和他的侍卫谈话，说已经找到了去青柳村的路，随时可以带人过去灭了青柳村。桑子听到这个消息，也顾不得身上还有伤，什么都没来得及收拾，就要去给村里的人报信。太过着急的他根本没想过他为什么那么容易就出了祝府，出了城。一直到他来到荆棘丛，按照父母教给他的方法过了荆棘丛，划破手掌开了山洞的门，身后传来祝茂勋的声音，才反应过来自己中了圈套。那些话是祝茂勋故意让他听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以为他真的找到了青柳村，要去灭了青柳村，让他回去报信，其实是给他们带路。桑子绝望极了，拼了命的跑进村子里，让大家快跑。可是唯一的出路已经被堵死了，又能跑到哪里去呢？看着被祝茂勋带来的人无情杀害的人族人，桑子悔恨交加，一头撞在了一块石头上。从此以后，那个世外桃源般的青柳村就成了这样。第37章，黑心烂肠的一家。听完秦洛冉说的，暴脾气的夏嫣直接一脚踹飞了一块石头，还飙出了脏话。草他娘的，祝茂勋这杀千刀的良心也太黑了吧！没有青柳村他丫的早就死了，人家救他一命，不感恩也就算了，何至于恩将仇报，对青柳村赶尽杀绝？下雨天打雷的时候不会害怕吗？春慈也附声道，谁知道呢，可能有的人天生就是黑心肝的，祝家那种人家根都是坏的，不信你看宫里那位，还有祝尚书，哪一个是好的？就连那位被关进了碧幽宫的外孙都拈坏。可是嘛，祝皇后这些年仗着皇帝的宠爱，害死了多少无辜的孩子和妃子，又替她的娘家遮住了多少肮脏事。祝尚书和那位祝茂勋就更不用说了，祝尚书为官这些年贪了多少钱不说，这几年还干起了买卖官职的勾当。祝茂勋呢，虽然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一事无成，仗着祝皇后和祝尚书胡作非为，强抢民女、逼良为娼的事情更是没少干。10年前他之所以屠进青柳村，也不过是因为青柳村的人一开始不想救他，是他跪地相求那些人才救的他。还有他想带桑子走的时候，也是百般阻拦。倒不是他有多喜欢桑子，而是从小到大他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别人都是主动送到他手中的。而青柳村只不过一些贱民，却一而再再而三拒绝他，就他本是他们的荣幸，也要他跪地求他们才肯施以援手。所以祝茂勋怀恨在心，
再加上不想让人知道他那一段过往，就想办法屠了青柳村。祝家勉强还算个人的，也就只有那位去参军的小儿子祝茂红了。不过最终也逃不过家族使命，最后还是做了许多违背良心和本意的事情。操，这黑心烂肠的一家，老天怎么不收了他们？我记得这祝茂勋喜欢逛青楼是吧？下次弄个花柳病姑娘让他睡，不，老子要去切了他！尽管已经骂了祝茂勋一通，夏嫣觉得还是不解气。如果此时祝茂勋在他面前，他肯定毫不犹豫地剁了他喂狗。秦洛冉看着气坏的夏嫣，拍拍他的肩膀，好了，现在正事要紧，这种人会为自己做出的一切付出代价的。如果你实在气不过，就找个机会先给他点教训，不过要确保自己的安全。知道了，王妃。夏嫣调皮的吐吐舌头，继续往前走。走了一小段，夏嫣又忍不住问道：对了，王妃，你是怎么知道这青柳村的事情的？偶然听说罢了，今天也只是来碰碰运气，没想到真的存在。上一世祝茂勋的事情闹得很大，关于青柳村的所有都被查了个底朝天。当时他虽然不得随意外出，这些消息却也是知道的。王妃，那这青柳村都被屠尽了，现在我们来这里找谁啊？春慈一边把拦路的枯枝挑开，一边不解地问道。秦洛冉没有直接告诉他，只说了一句：很快你就知道了，然后便不再说话。很快三人就走到了村尾，相比村头和村子中间的荒凉，村尾终于多多少少有了那么一丢丢人生活的气息。一排浓密的灌木后面有几畦菜地，里面种了一些蔬菜，长势还挺好。菜地里基本上看不到杂草，看得出主人很用心对待。菜地不远处还有几只鸡正在吃虫子。2丈之外是一座围着篱笆的小院，3间屋子，不过都很破旧的样子。屋子的门都关着，看样子主人应该不在家。秦洛冉正想着要找个地方坐着等一会儿呢，就感到有人正在朝这边走来。三人迅速对视了一眼，飞身上了附近一棵茂盛的大树。透过树枝的缝隙，秦洛冉看到山脚的一条野路上，一个有些驼背的中年妇人背着一背篓东西，身后跟着2个看上去有10来岁的小孩，小孩手里也或多或少拿着一些东西。娘，我走不动了。其中一个孩子大概是真的累了，一屁股坐在路边的草上。那中年妇人听到声音回过头，接过他手里的东西，拉起了他。安安再坚持一会儿，我们马上就要到家了。我好另外一个孩子也跟着坐了下来。那我们赶快回家，回家娘给你们做好吃的。大概是听到有好吃的，2个孩子又重新站起来继续往前走。等他们走到小院门口的时候，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那妇人把背上的东西放下，大概是累狠了，靠在那里休息了好一会儿，再站起来，在院子里的木盆里洗了手，然后进了灶房。2个孩子也很懂事，摘菜的摘菜，烧火的烧火，看得出来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生活的。院子里还不时传来说笑声，秦洛冉却听得心酸。一个女人在这深山荒村独自带着2个孩子生活，其中的艰难别人根本无法体会，更别说还要担心会不会有外人进来和山上的野兽。很难想象他们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听着院子里传来的说笑声以及做饭切菜炒菜的声音，秦洛冉特意等他们吃好了饭才下去。娘，你快出来，大概是从未见过外人。秦洛冉3人的出现吓得在院子里玩耍的2个孩子失声大叫。怎么了？在灶房的妇人听到喊声，急忙跑了出来，看到秦洛冉3人的时候，吓得脸都白了，双腿也止不住地发颤。不过还是走过去把2个孩子护在身后，才哆哆嗦嗦地开口：你们找谁？秦洛冉微微一笑，尽量把周身的气息放得温和一些，别害怕，我们没有恶意。不过好像并没有什么用。秦洛冉越是这样，那妇人反而更警惕了，颤抖着手拿起地上的一根木棍，指着秦洛冉道：我不管你们有没有恶意，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赶紧从哪里来的从哪里离开。曾经他就是被这样一个看着温润无害的人给骗了，被骗的代价太惨烈，他10辈子也赎不清自己的罪。那妇人身后的2个孩子也吓得紧紧地抱着他，双眼里尽是恐惧。看着那2双干净的眼睛，秦洛冉不由得想起他们上一世的悲惨结局。他不敢想象这样干净的2个孩子在面对那些人的兽行的时候到底有多恐惧。那些人对这样的2个孩子怎么下得了手？感受到2个孩子的害怕，那妇人低头轻声安慰了几句，然后又迅速死死地盯着秦洛冉3人。你们赶紧走，这里不欢迎你们，不然我就不客气了。妇人的情绪太过激动，秦洛冉叹了一口气，无奈地开口：我要是有恶意，你们现在已经是尸体了，你说是吗？桑子。第38章，万一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目的呢？哐啷！听到桑子2个字，那妇人震惊的连手中的木棍都掉在了地上。意识到自己反应太大，那妇人又重新捡起掉在地上的木棍。你是谁？你找错人了，这里没有这个人，我不是。看着满眼震惊和恐惧的桑子，秦洛冉微微摇摇头。桑子，这些年
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在这里，很难吧？没错，眼前这个带着2个孩子在深山里艰难讨生活的妇人就是桑。当年她一头撞在石头上，并没有死，只是昏了过去，是在1天后被大雨淋醒的。醒来之后，看到昔日里熟悉的族人已经悉数被斩杀，尸体就那样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被大雨无情的淋着，在雨中痛哭了一场。他真的恨死了自己，打算把他们埋葬之后以死谢罪，再下去给他们赔罪。于是桑子用自己瘦弱的肩膀，在村后找了一块风景还不错的地方，挖了一个大坑，把族人们的尸体一个一个拖进去，却在村尾的杨叔家发现2个尚在襁褓里的孩子。那是他离开之前，杨叔家刚刚添的双胞胎，2个小孩因为被夫妇藏到柜子里，所以躲过了一劫。不过桑子发现的时候，气息已经很微弱了。看着村里最后的血脉，桑子急忙打起精神，给他们熬米汤、换尿布。幸好朱茂勋没有让人放火烧村，不然青柳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有了2个孩子，桑子也不寻死了，把族人埋葬之后，就专心照顾起了2个小孩，给2个孩子分别取名平平和安安，就是希望他们能一辈子平安。因为怕朱茂勋再来，那段时间桑子带着2个孩子在整个村子的房子里面轮流着住，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都不敢发出大的声音，就连做饭都提心吊胆的。幸好朱茂勋让人屠村之后就没有再来，桑子靠着族人家里的存粮度过了最艰难的几年。等2个小孩稍微大一些之后，自己也开始慢慢地种一些东西。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10年，这10年他们从来没有踏出过青柳村一步，生怕一出去就性命不保。因为桑子对外面的认知全部来源朱茂勋，而那些全部都是他再也不想去回想的东西。外界对于桑子来说是比洪水猛兽还让人害怕的。不过由于外面保护青柳村的荆棘丛和山洞石门已经被破坏，3人最后还是被人发现了。按上一世的时间来算，应该就在1-2个月以后，不然他不会在这个时候来找他们。发现他们的是几个偷偷上山打猎误入的官家弟子。他们见2个孩子长得浴血可爱，眼睛咕溜溜的像会说话一样，便起了歹心。那些人杀了桑子，带走了2个小孩子。这2个小孩被带到京城，送到了几个有娈童癖的官员的床上，最后被折磨而死。在离国，拐卖儿童的人贩子被抓到都是直接杀头的，养娈童更是不被允许，一旦被发现，轻则重罚，重则直接砍头。但是有些人天生反骨，或者说天生丧尽天良，越是不让做什么，越是要做，或是仗着自己手里的钱，或是仗着自己手里的权，又相互包庇。所以国法再不允许，还是有人私下里偷偷养娈童，就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变态的癖好。当时这件事是在2个小孩死后2个月被爆出来的，景兴帝下令严查，不但把那几个玩弄娈童的官员做过的那些丧尽天良的事被查了个底朝天，还把朱茂勋屠了青柳村一事也被查了出来。景兴帝震怒，朱茂勋和那几个涉事官员被判斩立决，祝尚书被降了官职，祝皇后被罚面闭思过1个月。不过祝茂勋被皇后偷梁换柱，用了死刑犯代替，把他送出了京城，具体送到哪里，秦洛然也不知道。爱想到上一世的这些事情，又看看眼前已经吓得瘫坐在地上的桑子，秦洛然轻轻叹了一口气。正当他打算再次开口的时候，桑子爬起来跪在了他的面前。我不知道他派你来做什么，但是我求求你，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他们是无辜的，求求你放过他们，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一边说，还一边不断的给秦洛然磕头。听到桑子的话，秦洛然才知道他把他当成了祝茂勋派来的人。不过想想也是，这么多年知道青柳村的外人也就祝茂勋一个，青柳村被屠之后更是连鬼都没有一个来过，所以桑子这样想也无可厚非。没有谁派我来。秦洛然蹲下扶起桑子，又拿出帕子给他把脸上的眼泪擦干净。桑子，你不用害怕，我不会对你们做什么，我如果要你们做什么，直接让人动手就是，横竖你们根本没有反抗能力不是吗？又何须在这里跟你说这么多？那你来这里做什么？你又是如何知道这里的？桑子眼里的戒备丝毫未减，身体也在默默地往后挪动，他不相信秦洛然。秦洛然见此摇摇头，慢慢站了起来。我是如何知道这里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会害你们，我今天来是来帮你们的。帮我们？桑子小心翼翼地把2个孩子护在身后，狐疑地看着秦洛然。帮我们什么？闻言，秦洛然轻轻一笑，桑子，你不会是以为你们能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吧？你们在这里的确能勉强吃饱不饿，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有一天有人再闯进来发现你们怎么办？你保护得了这2个孩子吗？现在青柳村外面的荆棘丛的阵法已经消失，山洞的石门也遭到破坏，这里被别人发现是迟早的事情。顿了顿，秦洛然又接着道，退1万步讲，就算一直没有人进来，等若干年后你走了，他们怎么办？难道他们也在这里生过一辈子，然后等100年之后自己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吗？这2个孩子都是男孩子，又是亲兄弟，注定没法有后人，如果他们一直在这里不出去，等100年之后不就是只能自己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吗？我不知道。
桑子被秦洛冉问住了，眼里尽是迷茫和不知所措。显然，桑子并没有考虑过这些，或者说是还没想这么远。这些年，光是活着，照顾2个孩子，已经用尽了他的所有力气，还谈什么考虑以后呢？我可以帮你。秦洛冉在桑子的面前蹲下，看着他的眼睛，我可以帮你们离开这里，去一个安全的地方生活，以后不用再担惊受怕，也不用再这么艰难的讨生活。这2个孩子出去以后可以去上学，学习生存的本领，长大以后娶妻生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凭什么相信你？万一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目的呢？虽然桑子对秦洛冉的话很动心，不过被骗过一次的他不敢再轻易相信别人。第39章，你为何要帮我们？你觉得你还有别的选择吗？我今天既然来到这里，就算你不愿意，我也一样有办法带走你们。之所以跟你说这么多，只是不想吓到你们。不知怎的，只要想起这2个孩子上一世的结局，秦洛冉的心就不觉软了2分。如果没有祝茂勋，他们本可以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平安的长大，和他们的父母一样过一辈子与世无争的生活。但是因为祝茂勋那个丧尽天良的东西，他们刚来到这个世界就失去了一切，还险些丢了命。好不容易长大，又被那些变态折磨致死，质子何辜？你到底有什么目的？桑子，你觉得你们身上有什么值得我图谋的吗？桑子闻言细细一想，确实他们身上根本没有值得别人图谋的。眼前的人一看就是富贵人家出来的，身上的衣服虽然他不知道是什么布料做的，但是一看就价值不菲，身后2个随从也是气度不凡。不过桑子还是不相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对他们好，他信过一次，代价太大了。你为何要帮我们？没有为什么。看着桑子眼中满眼的不相信，秦洛冉又道，如果你硬要一个理由的话，你就当我需要你日后站出来指证祝茂勋好了。其实秦洛冉来这里真的只是不想让他们重蹈上一世的覆辙，特别是这2个孩子并没有什么别的目的。他若不知道也就罢了，他做不到在知道的情况下还看着他们像上一世那样悲惨收场。不管是祝家还是黎君行，他们都必须死，有没有桑子出来指证并不重要，他那样说不过是给桑子一个能接受的理由罢了。祝茂勋，提到祝茂勋，桑子不由得捏紧了拳头，眼里满是恨意。10年前那一幕又仿佛浮现在他眼前，他不是人，他该死。提起祝茂勋，桑子怎能不恨？可是他没有那个能力去报仇。秦洛冉点点头，没错，祝茂勋确实该死。当年你们救了他，他却恩将仇报，骗了你不说，还屠了你的族人。你难道不想看到他得到应有的下场吗？秦洛冉的声音很轻，但是似乎又很有穿透力，每一个字都撞击在桑子的心脏上。好，我答应你。只是稍加思索，桑子答应了秦洛冉。其实这一会儿他也想通了，就像秦洛冉说的，他就算不答应，他也有办法带他们走，听话一点还能少受些罪。很好，去收拾一下吧，一会儿就走，不然天黑了不好走。末了，秦洛冉又加了一句，只带重要的东西即可，吃的、衣服这些东西到了地方会让人给你们重新添置。桑子带着2个孩子在山上生活了10年，一直不敢外出，身上的衣服已经是补了又补，都快不能穿了，带出去肯定穿不了，所以还不如不带。哦，桑子应了一声，进屋去收拾东西去了。趁桑子去收拾东西的空档，春慈把手里的东西分给平平和安安吃。平平和安安从来没见过这么好吃的东西，闻着香味就不断的咽口水。不过2人防范心还挺重，拿着去屋子里问了桑子，才放心的开吃。有了吃的，平平安安慢慢的对春慈和夏烟也没那么强的戒备心了，也会回答春慈问的一些问题。桑子很快就收拾好了，其实他们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收拾的，3个人总归也就一小个包袱。收拾好东西后，桑子又跟秦洛冉提出要去后面埋葬族人的地方拜一拜。秦洛冉点点头，也跟在后面去看了一下。地方也不远，距离桑子3人住的小院子也就半炷香的时间，挺大一个土包，没有墓碑，看得出来桑子每年都会给齐天新土，上面有些许杂草和野花，边上种了几棵杨柳。秦洛冉和春慈夏烟站在一个不远不近的位置，看着桑子拉着2个孩子跪在那里说了一些话，又磕了头，才站起来往回走。走回小院，拿起收拾好的小包袱，把门窗关上，有些不舍得看了一眼住了这么多年的院子，拉着2个小孩跟在秦洛冉身后往外走。路过那几畦菜地时，看到那几只正在扒虫子的鸡，桑子欲言又止。秦洛冉感觉后面的人没跟上，转头一看，就看到了桑子看着那几只鸡欲言又止的样子，瞬间明白了他的心思，舍不得的话就拿个布袋子装走吧，反正到了地方也有地方可以养。这么多年，鸡还没被他养了绝种也是不容易，估计平时都不怎么舍得吃，丢在这里也是便宜了误入这里的人，与其这样还不如带走呢，横竖也不费事。听到秦洛冉的话，桑子把手里的包袱递给其中一个孩子，飞快地朝小院跑去，不一会儿就拿了2个打满补丁的布袋下来，大鸡小鸡分别装在了2个袋子里。等他装好后，一行人又继续往外走。夏烟见他提得有些吃力，主动接过重一点那个布袋子帮他提着。带出了山洞，秦洛冉想了想，
让夏烟直接把山洞给堵了，省得有人进去又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待几人来到之前藏马的地方，秦洛冉的暗卫云泽已经带着人在那里等候了。秦洛冉对为首之人吩咐了一番，又对桑子道：“他们是我的护卫，你带着2个孩子跟他们走，他们会安顿好你们的。”说着，秦洛冉拿出之前换的一些碎银子和买的吃食递给他：“这些钱你拿着，等在那边熟悉了之后，给孩子买点东西。”多谢。桑子拉着2个孩子给秦洛冉鞠了一个躬，不过因为要跟别人走，浑身充满了不安。见此，秦洛冉又加了一句：“放心吧，他们会保护你们的安全的，去的地方很安全，到了那边安心的生活，等我有空了会去看你们的。”听到秦洛冉这么说，桑子安心了一些，带着2个孩子1步3回头的跟云泽他们走了，很快就消失在了林子里。桑子他们走后，秦洛冉3人也翻身上马准备回城，夏烟才发现手里还提着那几只鸡。王妃，这个怎么办？夏烟有些哭笑不得的指指手里的布袋子。秦洛冉看了一眼，笑道：“怎么办？拿回王府给周嬷嬷啊，这吃虫子喝山水长大的鸡可比一般家里养的好吃多了。”说完，一家马腹沿着来的路跑去。秦洛冉都这么说了，夏烟也只好认命的把布袋子绑在马背上，然后翻身上追上了秦洛冉。第40章，王妃带了一个男子回来。等秦洛冉3人进了城，已经接近申时末了。3人除了在王府吃了早膳，就只有在路上吃了些糕点，又赶了这么久的路，此时已经是陆路饥肠了。回王府还有一段距离，3人索性找了一间酒楼吃饭。等吃完饭，秦洛冉让暗卫牵走了马，3人步行回府，顺便消食。走了没多一会儿，秦洛冉感到后面有人，跟春次夏烟对视了一眼，闪身进了一条人烟稀少的巷子。3人刚进巷子，一个暗器就从后面袭来，秦洛冉一个旋转躲开了暗器，春次和夏烟也都纷纷拔出了剑，警惕地看着四周。过了一会儿，又一个暗器袭来，夏烟一挥剑挡了回去。何方小贼，有种出来跟姑奶奶单挑，躲在背后偷偷算什么本事？夏烟的话音刚落，又有暗器袭来，这次是3个，分别朝3人飞来。秦洛冉一侧身，暗器稳稳地定在了一旁的树上。秦洛冉看了一眼，觉得有些眼熟，拔下一看，眼里满是意外和惊喜，有些激动地喊道：“师兄，既然来了就出来吧，搞这么神秘干嘛？”哈哈！秦洛冉话音刚落，一个一身青衣、手持折扇的男子从暗处走了出来。2年没见，小师妹还是那样敏锐。青牙公子。春次和夏烟见到来人，眼里有吃惊也有惊喜，收起手中的剑，对来人抱了抱拳：“见过青牙公子。”没错，来人正是秦洛冉的师兄洛青牙，无极山现任掌门的嫡传大弟子，未来的无极山掌门。不必多礼。青牙公子摇了摇手中的折扇，看着夏烟打趣道：“想不到来京城2年，夏烟的嘴皮子更溜了。”夏烟吐吐舌头没说话，默默后退了一步。在山上的时候，他最怕的就是这位青牙公子。别看他看上去一副温润如玉、翩翩公子的模样，一旦生气，你连哭的机会都没有。特别是他杀人的时候，都脸上的笑容要多温和有多温和。夏烟见过一次，从此毕生难忘。好了，师兄，你就别再逗夏烟了，你明知道他最怕你了。秦洛冉见状急忙打圆场：“对了，师兄，你怎么突然来京城了？也不前来个信，我好去接你啊。”洛青牙温温一笑：“师兄又不是不认识路，哪里需要你去接？”洛青牙说着，抬起手想像以前那样揉揉秦洛冉的头发，想到她如今已经嫁人了，又把手放了下来。对了，那位李王殿下对你还好吗？听得洛青牙提到黎君燕，秦洛冉不由得想起这几日他做的那些事，眼角不自觉地带上了些许笑意。还行，反正没有虐待我，李王府也是我说了算。那就好，这样师傅也不用担心了。洛青牙依然笑得温润如玉，如果这个时候有人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那温润的笑容里还有2分苦涩，不过很快就不见了。对了，师傅他还好吗？说无极山上秦洛冉醉挂。谁？那当然是他的师傅，没有师傅就没有他的今天，只不过山门有规定，下了山入了世俗就不可以再回去。是也，秦洛冉离开无极山2年，一次也没有回去过，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所以今天在这里见到洛青牙，秦洛冉真的是惊喜又意外。上一世他离开无极山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无极山的任何人，再后来就是听到无极山被灭的消息。他本来还打算找个合适的机会回去看看，哪怕不能进门，只要能见到师兄或者师傅，跟他们提个醒。没想到他还没去，他的师兄就来了。提到自己的师傅，洛青牙的眼神暗了暗，不过也仅仅只是一瞬间，很快又恢复了温和的样子。还好，只不过最近在闭关。真的？师傅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秦洛冉不信，刚刚洛青牙的眼神中那一闪而过的暗淡，他确定没有看错。洛青牙笑笑：“真的，师兄什么时候骗过你？那你刚刚……”秦洛冉还是有些不相信。师兄只是连日赶路，有些累了而已。你若不放心，等京城的事情尘埃落定后，回无极山一趟，师傅他很想你。听到这话，
秦洛然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可以回去吗？洛清雅宠溺地点点头，当然，到时候师兄帮你。这是他从小宠到大的小师妹啊，回京一趟就成了别人的妻子，还真是。那太好了，多谢师兄，师兄最好了。秦洛然高兴的眉飞色舞，如果不是地点不合适，他都要蹦起来了。一行人边走边聊，不一会儿就到了李王府。今日秦洛冉三人为了出门方便，换了男装，脸上也做了一些修饰，所以李王府门口的侍卫一时间没有认出他来，洛清雅他们就更不认识了。然后他们一行4人就被拦住了，站住，这是李王府，闲杂人等不得入。之前李王府的门房被秦洛冉给砍了，黎君燕干脆直接换成了他手下的士兵，现在手中长枪一横，身上还有几分杀气。小师妹，你这王妃当的是不是有点儿？回自己家还要被拦在门外。洛清雅摇着扇子，面上一派悠闲，说出的话却惊得2个侍卫差点没拿稳手中的枪。王妃，您什么时候出去的？说着赶紧让开路。王妃请。属下一时眼拙，还望王妃莫怪。听到侍卫的话，洛清雅无看着秦洛冉，无奈的摇摇头。她这个小师妹今天出门肯定又没走正门，没想到成了婚还跟以前一样调皮。秦洛冉被洛清雅看得有些尴尬，干咳了2声。你们去吃饭的时候出去的，辛苦你们了。说着率先抬脚进了李王府的大门。他今日本就女扮男装，出去的时候走的又是后门，守门的侍卫跟他又不熟悉，认不出他来很正常。门口的2个侍卫等看不见秦洛人等人的身影后，小声的嘀咕起来：小五，你今天有看到王妃出去吗？被叫做小五的侍卫摇摇头，没有。那就奇怪了，咱俩今天吃饭都是轮流去的啊，我也没见王妃啥时候出去的啊。你说王妃是不是没走正门啊？有可能。小五点点头，刚要再说话，就瞥见了台阶下黎君燕的身影，立马闭嘴站直了身体。待黎君燕走到跟前，2人躬身抱拳道：见过王爷。黎君燕嗯了一声，随口问了一句：王妃回来了吗？回来了。怎么了？是不是王妃出了什么事？黎君燕一只脚都跨进了李王府的大门，看到2人欲言又止的表情，又收了回来。2人急忙摇摇头，叫小五的侍卫急忙解释道：没有，王妃很好，就是带了一个男子回来，那个男子叫她师妹。小五的话没说完，黎君燕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小五一脸蒙圈，老大，我是不是闯祸了？或许吧。第41章，原来是无极山洛清崖，久仰大名。黎君燕一阵风似的进了王府，在半路差点撞上迎面走来的荣管家。荣管家往边上一让，差点闪到了腰。哎呦，谁呀？冒冒失失的成何体统？王爷！荣管家叉着腰说，叫到一半才发现差点撞到他的人黎君燕，急忙躬身行礼：见过王爷，王爷恕罪，老奴刚才……话还没说完，就被黎君燕不耐烦的打断了。王妃呢？王妃在扶风小筑的小花园呢。荣管家如实答道。和谁在一起？哦，一个男子，王妃说是他的师兄。跟小五一样。荣管家话还没说完，自家王爷已经没了身影。哎，荣管家摇摇头，捶着自己的老腰去了厨房的方向。王妃的师兄来了，他得吩咐厨房多做几个好菜，可不能失礼了。这厢黎君燕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扶风小筑，直接去了小花园。老远就听到了他的王妃银铃般的笑声，黎君燕突然有些吃味。他的王妃跟自己的相处的时候，从来都是一副淡淡的样子，他都不知道他原来可以这么活泼，会这么放肆的笑。要是秦洛冉知道黎君燕此刻的想法，一定会一个盘子扣到他头上，不对，一盆冷水让他清醒一下。他们虽然是夫妻，但是才认识几天啊，他跟他师兄都认识10年了好吗？能比吗？看着在凉亭里谈笑风生的2人，黎君燕轻轻哼了一声，抖了抖衣袖，信步走了过去。候在凉亭外的春次和夏烟看到黎君燕，刚要行礼，被黎君燕抬手阻止了。秦洛冉在洛清崖面前是绝对的放松，连黎君燕靠近都没有发现，洛清崖倒是发现了。洛清崖看到黎君燕朝他们走来，脸色还不是很好的样子，微微勾唇。等他又走近了几步，伸手帮秦洛冉把垂下来的碎发别到耳后。以前在无极山的时候，洛清崖也经常这样做，所以秦洛冉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还自己也理了一下额前的碎发。黎君燕看到这一幕，3步并作2步进了凉亭。洛儿，这位是……说着在挨着秦洛冉的凳子上坐了下来，还顺手把秦洛冉的手拿了放在自己的手里。秦洛冉在听到黎君燕喊他洛儿，差点一口茶水喷了出来。嗨，黎君燕你没事吧？不是一直喊他王妃吗？干嘛突然喊他洛儿？害得他都被呛到了，吃错药了。瞧你这么大的人了，喝个茶都能呛着。洛清崖好似没看到黎君燕这个人，直接伸过手，做事就要帮秦洛冉擦嘴角的茶水。洛清崖的语气还有动作都极尽亲密，一看2人的关系就非比寻常，看得黎君燕又是一阵气结。这是他的王妃，他都还没有对他如此亲密过，这男的谁？简直太过分了。
洛清崖看到黎君燕那张快黑成锅底的脸，对他微微一笑，在黎君燕看来却尽是挑衅，桌下的拳头青筋暴起，洛清崖一耸肩，瞬间两人之间硝烟四起。秦洛然感觉两人之间的气氛不对，微微一偏头，避开了洛清崖的手，拿出帕子擦了擦，意外。对了，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王，就是我名义上的夫君。然后又指指洛清崖对黎君燕道：“这是我的师兄洛清崖。”师兄？黎君燕满脸吃惊，眼前这男的居然是他的王妃的师兄。那他刚刚是在吃这个所谓的师兄的醋？不对，他刚刚是吃醋了吗？怎么感觉好像有些不对？对啊，有什么问题吗？秦洛冉觉得今天的黎君燕有些奇怪。没。黎君燕摇摇头，对洛清崖抱抱拳，原来是无极山洛清崖，久仰大名。洛清崖，无极山掌门嫡传弟子，无极山下一任掌门，难怪他查不到关于秦洛冉那14岁之前的任何事情，原来是被秦香送去了无极山。这样一来，他的王妃那高深的武功、神秘的医术也就说得通了。江湖传言，入无极山者不理世俗，入世俗者不再入无极山。无极山，一个极其神秘的门派，位于离国和赤炎国的交界地带，隐世而居，不争不抢，能入其门全靠缘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寻常人也连无极山的入口都找不到。江湖上几乎见不到无极山的人，却一直有关于他们的传说。无极山从不参与任何门派之争，不主动惹事，也无人敢轻易去招惹。幸会。洛清崖回了黎君燕一礼，久仰李王殿下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卓尔不凡。黎君燕年纪轻轻便凭借战功封王，还得了战神的称号，令敌国闻风丧胆，其能耐自是不用说。不过也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得上他的小师妹。对于强者，洛清崖一向都是欣赏的，黎君燕亦然。所以很快，前一秒还硝烟四起的两个男人就聊得不亦乐乎了。秦洛冉只好退出了凉亭，把空间留给两人，去厨房让周嬷嬷做了几个洛清崖喜欢的菜。晚膳是在扶风小筑的花厅用的，因着洛清崖在，不想让他担心，秦洛冉尽管不饿，还是逼着自己吃了不少东西。黎君燕和洛清崖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黎君燕拿出了陈年佳酿，两人都喝了不少。秦洛冉回揽月阁沐浴的时候，两人还在喝。泡在洒满花瓣的浴桶里，秦洛冉觉得浑身上下都舒服了不少，背靠在浴桶边，脑子里思索着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上一世他离开无极山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无极山的任何人，直到无极山被灭，也没有听说有谁下山来。这一世，他的师兄不但亲自出现在京城，还说让自己尘埃落定之后回去看看。在无极山生活了10多年，他很清楚无极山100年的门规是不会变的，他的师兄作为未来掌门，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去改变这一项规定。想了半天，浴桶里的水都变凉了，秦洛冉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起身穿上衣服回到房间，看着梳妆台上白净的瓷瓶，秦洛冉眉目间的愁绪又多了几分。瓷瓶是他的师兄给他的，他的师兄此番来京城，第一是受师命来看看他好不好，第二就是来给他送这一瓶药，说是他师傅专门给他炼的，吃了对他现在的身体有好处，还能凝神静气。秦洛冉怀疑他的师傅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可是一想时间又对不上，从无极山到京城最快也要1个月，而他重生醒来还不到半个月，再有就是炼药也需要时间。打开瓷瓶，一股清香的味道扑鼻而来，倒出一粒药丸放在鼻闻了闻，确实用了很多珍贵的药材。秦洛冉几乎可以想象他师傅在放那些药材时候心疼的样子。走到窗前看了看，黎君燕和洛清崖还在喝酒，秦洛冉无奈的摇摇头，看来师兄是被山上的规矩束缚太久了。无极山门规森严，洛清崖又是未来的掌门人，要遵守的规矩自然是要比别人多，还有就是别人能犯错，他不能，犯了错惩罚也是翻倍。所以难得今天可以放纵，可不得使劲造作。王妃要过去看看吗？怕秦洛冉着凉，春慈拿了一件披风给他披上。秦洛冉拢了拢披风，摇摇头，不了，让他们尽兴吧，师兄不喜生人伺候，你去看着一些，莫让府里的下人惹了他不快。是。春慈应了一声，有些欲言又止。秦洛冉看了他一眼，有事就直说。王妃，青崖公子今日来一事，咱们并未隐瞒什么，会不会？不必担心。春慈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秦洛冉打断了，师兄的真实身份只有王爷知道，现在李王府的钉子已经被尽数拔出，剩下这些人要么卖身契在我手里，要么就是王爷从军营里带回来的，不会传出去的。再说了，一个师兄的称呼而已，外祖的书院里那些学子，我也可以喊他们师兄啊。他14岁正是在京城露面之后，去了他外祖创办的百川书院待过一段时间，这事儿可是没有隐瞒的。要是人不信，那就去查好了，只要他们能查出来。春慈听到秦洛冉这么说，也就放下心来，扶了扶退下了。春慈走后，秦洛冉从瓷瓶里倒出一粒药丸吃下，拿了本书靠在床上看，或许是太累，或许是药的作用，手中的书还没翻几页就睡了过去。
第42章，我要抱着自己的王妃睡。黎君燕和洛清崖都是学识丰富、见多识广之人，在很多事情上观点又不谋而合，所以两人把酒言欢，天南地北的聊了许多。不过最后话题又回到了秦洛冉身上。青崖兄，在下有一个问题，不知当问不当问。厉王殿下是想问关于小师妹和无极山的事情吧？看着黎君燕斟字酌句又略带小心翼翼的样子，洛清崖不用猜都知道他想问什么。黎君燕笑着举举杯，算是承认了要查无极山的事情太难了，他想多了解一点自己的王妃，问眼前的洛清崖是最好的选择，虽然他也不确定他会不会说。洛清崖端起酒杯跟黎君燕碰了一下，抿了一口，慵懒地靠在椅子上陷入了回忆。过了半晌才开口，其实我也不知道师父当年为什么会力排众议把小师妹带上山。力排众议？洛清崖点点头，虽说只要有缘分便能入无极山，但是无极山也有不成文的规定，不涉江湖，不涉朝堂。小师妹的父亲是当朝丞相，他的身份注定和无极山无缘，师父要带他入门，长老们自然不同意。不过不管大家怎么反对，师父都坚持要留下他，为了不让门内的弟子欺负他，还将他收在自己门下。后来大家看到他病恹恹的，加上师父的震慑，反对的声音才渐渐小了。回想起当年的事情，洛清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初对秦洛冉有多羡慕。在无极山，没有人不想入他师父无香真人的门下，只是他师父对徒弟的要求极高，甚至可以用严苛来形容。他也是经过层层筛选和试炼，才成功地拜入他门下，其中的艰难就不用说了。可是秦洛冉一来就被收入门下，怎能不让人羡慕？更别说当年他还只是一个不到1岁、身体也不太好的孩子。小师妹刚刚到山上的时候，还只是很小的一个，大概1岁还不到吧，身体也不太好，看上去就像随时都会离开一样。尽管师父精通医理，在江湖上一样难求，也是给他调理医治了差不多4、5年才让他慢慢好起来。身体好起来的小师妹很快长得浴血可爱，人又聪慧，在无极山很受欢迎。山上的弟子什么事都帮着他，带着他到处胡闹，犯了错也替他受罚。洛清崖是掌门座下弟子，辈分极高，只有秦洛冉一个小师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师兄弟。想起秦洛冉在无极山上的日子，洛清崖嘴角不觉带上了笑意。那几年的快乐时光，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以后也不会再有那样的日子了。听到洛清崖说秦洛冉在无极山那样受欢迎，黎君燕觉得有些吃味。再看看洛清崖提到秦洛冉时脸上那能溺死人的温柔，黎君燕觉得自己好危险。他的王妃和洛清崖青梅竹马，洛清崖又这样优秀，他会不会也喜欢洛清崖？嫁给他只是迫于性命，不然那他当初为什么要让他等事成之后放他自由？一时间黎君燕的心思百转千回。洛清崖看到黎君燕的神情，知道他在想什么，无声的笑笑站了起来，抖抖衣袖，抬步走到院子里。此时已经亥时过半，初春的夜晚，晚风寒凉，月光皎皎洁。公子如玉，洛清崖一身青衣，负手而立，微风吹来，发丝和衣摆随风飘动，整个人飘飘欲仙，好似风再大一点，他就会随风飘走一样。黎君燕，小师妹既嫁与你为妻，那就请你务必好好待她，莫让她受半分委屈，不然我洛清崖第一个不放过你。若不是师父说过小师妹此生注定与无极山和他无缘，若不是他肩负无极山的将来便是逆天而行，他也要试一试。黎君燕闻言郑重其事地保证道：清崖兄放心，不会有那么一天的。他知道洛清崖说出这番话代表着什么，心中对他又多了几分敬佩。帮我转告小师妹，我有时间再来看她。洛清崖说完凌空而起，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夜空之中。洛清崖走后，黎君燕看着他离开的方向站了片刻，本想直接去揽月阁的，想了想又折回了小花厅一趟，果然看到刚刚洛清崖坐的位置上放着一封信，上面写着洛儿清启4个字，字迹苍劲有力，一看就是有数十年功底才能写出来的。不用说，这肯定是秦洛冉的师傅托洛清崖带给他的信。把信揣进怀里，黎君燕负手走出小花厅，回到飞羽阁沐浴换衣，然后跟昨日一样，无声的去了秦洛冉的揽月阁。秦洛冉隔壁的夏烟听到动静拿了剑出来，一看是黎君燕，又回了屋子。黎君燕轻手轻脚的进了秦洛冉的房间，看到他睡得一脸香甜，黎君燕的眼神都温柔了几分，帮他拉了拉被子。秦洛冉呢喃一声，吓得黎君燕以为他醒了，急忙收回了手，屏住了呼吸，看到秦洛冉翻了个身继续睡，才松了口气。确定秦洛冉没有要醒的迹象，黎君燕脱了鞋袜好和外衫，轻手轻脚递上了床，再小心翼翼地把秦洛冉搂在怀里，软玉温香在怀。黎君燕满足地闭上了眼睛。秦洛冉睡得正香，突然感觉自己好像被束缚住了，原以为是做梦，睁开眼一看，黎君燕的俊脸就在眼前，差点把他吓得尖叫出声。谁来告诉他为什么黎君燕会在他的床上，还搂着他，两人的距离还这么近，近到他只要稍微一偏头就能碰到他的嘴唇。自己什么时候同意他来自己床上了？
他说他是个无赖，果然没错。深吸一口气，秦洛冉直接一脚把黎君燕踹下了床。咚一声，黎君燕就那样毫无防备的被踹到地上。其实他知道秦洛冉醒了，他以为他至少会喊自己2声的，哪想到他的王妃不走寻常路，直接一脚把他踹下了床。醉眼朦胧的爬起来，跌跌撞撞的重新爬上床，一把把秦洛冉搂进怀里，动作一气呵成，看得秦洛冉直傻眼。喂，黎君燕，回你自己的飞羽阁睡去。秦洛冉推推他，别闹，洛儿，让我抱抱抱抱。黎君燕不但没有放开，反而把秦洛冉的双手也禁锢住了。这是喝醉了？秦洛冉有些无语的看着无赖一样的黎君燕。可是喝醉了也不能上他的床啊，他自己没有房间没有床吗？回你自己房间去。不去，我要抱着自己的王妃睡。为了避免再一次被踹下床，黎君燕假借翻身的机会压住了秦洛冉的腿。秦洛冉觉得自己从来没这么憋屈过，手脚都被黎君燕禁锢住，动不了，不能用内力，也不能喊，不然惊动了师兄就不好了。此时的秦洛冉还不知道自己的师兄已经离开的事情，要是知道，绝对会把黎君燕打一顿的。看着搂着自己睡得跟死猪一样的黎君燕，秦洛冉气结，盯着他那没有半点瑕疵的俊脸看了半晌，张嘴一口咬了上去。别闹，洛儿！黎君燕动了动，又把秦洛冉抱得更紧了些。秦洛冉那个气啊，很用力的咬了一口才放开。让你耍无赖，让你占我床，看你明天怎么出门。看着黎君燕白皙的脸上多了2排深深的牙印，秦洛冉才觉得心里舒服了些。不过话回来，这脸皮也是真的厚，牙齿都咬痛了，皮居然还没破。黎君燕，第43章，我许你一生一世一双人，我帮你护相府百年无忧。翌日，秦洛冉朦朦胧胧的睁开眼，一转头看见黎君燕那张好看的过分的脸，想起昨晚发生的事，气不打一处来，狠狠地捏了一下她的脸。黎君燕，你给我起来！发生什么事了？黎君燕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见秦洛冉一脸不快地看着自己，疑惑地问道：王妃你怎么来了？啥？什么叫做她怎么来了？这是她的床好不好？黎君燕有搞错？装的，她绝对是装的。她不信她一个从小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又领兵作战这么多年的人，戒备心和警惕性会这么差。她昨晚肯定是脑子坏了，才相信她是喝醉了。想到这里，秦洛冉生气地把她推一边。黎君燕，我警告你，你下次再跑到我房间来，我就阉了你。王妃这是怎么了？一大早生这么大气，小心伤着身体。黎君燕伸了个懒腰，长臂一伸，重新把秦洛冉揽进自己的怀里。洛儿，我们是夫妻，夫妻同床共枕，不是很正常吗？什么乱七八糟的！秦洛冉用力挣脱黎君燕的怀抱，起身下床穿衣。黎君燕，咱们当初可是说好的，事成之后好聚好散，你不会这么几天就不记得了吧？所以，既然要好聚好散，为什么要跑到他床上来？是吗？黎君燕轻轻一笑，本王怎么记得当初答应王妃的事？你帮我坐上那个位子，我帮你保住相府，然后王妃还答应本王在此期间会做一个合格的李王妃，本王也答应你做一个合格的丈夫，可没答应你别的呢。黎君燕慢悠悠地穿上衣服，看着一脸不高兴的秦洛冉，一闪身走到他面前，扶着他的肩膀，低低地说道：还有啊，洛儿，一个合格的王妃可不只是打理好王府哦。秦洛冉闻言嗤笑一声，我怎么听着殿下这意思是，在我们合作期间，我还得陪你睡觉是吧？黎君燕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亏得他还以为他是一个正人君子，这才几天啊。乔王妃说的。黎君燕帮他把散落的碎发别到耳后，我们是夫妻，夫妻之间同床共枕本就正常，怎么能说陪呢？要说陪也是相互陪伴才是。那若是我不愿意呢？殿下还要强迫我不成？他若敢说是，他就毒死他。怎么会呢？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你不愿意做的事情，我自然不会强迫你。黎君燕说着，看着秦洛冉的眼睛，认真地道：不过洛儿，我们试着像正常夫妻那样相处一下好不好？见秦洛冉不说话，黎君燕又继续道：就当给我一个机会，一个追求你的机会，好不好？你是认真的？秦洛冉眉头紧蹙，黎君燕不会是昨天和他师兄喝酒把脑子给喝坏了吧？他师兄虽然不经常喝酒，但是他修炼的内力可以化去酒力，所以能喝得过他的人几乎是没有的。黎君燕不会是昨天硬陪着他师兄喝，把自己喝出问题了吧？他不想要一个脑子不好的夫君啊，名义上的也不行，更别说他们还有那么重要的事情要合伙做呢。当然是认真的，看着我的眼睛，我没有喝醉，也不是一时兴起，我是真的想和你像寻常夫妻那样。黎君燕承认他是真的对秦洛冉动心了，说出来也许他自己都不信，毕竟他们正式认识才不到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一开始他确实只是把她当作李王妃，给她该有的尊重和体面，但是这几天的相处，他神秘的医术和武功有着明显和这个年纪不符的沉稳和内敛，许多事情好似未卜先知，还有他眼里不经意流出的痛苦和仇恨，每一样都在深深地吸引着他。更别说
他还有一张足以让人一见倾心的脸。虽然他不是那等肤浅之人，但是美好的东西总是让人难忘，不是吗？在洛清崖来之前，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对秦洛染动了心，只是以为这是自己的占有欲和掌控欲在作祟。可是昨天看到他和洛清崖之间那样亲密，他对洛清崖那样信任，在洛清崖面前可以那样放松，那样放肆的笑，他心里真的不是滋味，他嫉妒了。洛清崖那样优秀，又那么喜欢他，他慌了。或许在他们大婚那日，他被困树林，他带着人从天而降，那一刻他就已经入了他的心。见秦洛染迟迟不说话，黎君燕又低声道：“洛儿，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黎君燕定定地看着秦洛染的眼睛，仿佛要将他看穿。秦洛染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轻轻地推开他：“黎君燕，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事情。再者，你做不到我对夫君的要求。感情这种东西最是伤人不过。虽然严格来说上辈子他没有爱过，但是柳妍希的下场已经足够让他畏惧。你对夫君有什么要求？你说，只要你说出来，我一定做到。”黎君燕自动把秦洛染说的前半句给忽略了。见黎君燕如此，秦洛染微微叹了一口气：“殿下何必如此固执？待他日荣登大宝，什么样的人得不到呢？而我求的不过是家人平安和一生一世一双人。”在秦洛染看来，黎君燕要坐那把椅子，他日肯定少不了后宫佳丽3000。他这一辈子宁愿终身不嫁，也不愿意再和别人分享同一个丈夫。秦洛染说完，走到梳妆台前坐下，拿起玉梳，勾起一缕秀发，一下一下的梳了起来，同时也在等着黎君燕自觉离开。然而过了片刻，身后却传来了黎君燕的声音：“我许你。”什么？一时间，秦洛染有些没有反应过来。我许你一生一世一双人，我帮你护相府百年无忧。黎君燕走到秦洛染身后，扶着他的肩膀，和铜镜里的他对视：“洛儿，我说我许你一生一世一双人，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机会了？殿下，话不要说得太早，也不要说得太满，日后若是做不到，岂不是自己打脸？”秦洛染就不信谁能真的做到一生一世一双人，就连他父母之间也有一个恶心人云姨娘，虽然不是他父亲的本意，但是云姨娘的出现确实让他母亲很糟心。这个世道，但凡手里有几个钱，稍微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哪个不是三妻四妾？就好像升了官发了财，不那几个妾就没面子似的。更别说还有些男人家里妻妾一大堆，还要逛花楼养外室。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早就把当初自己对妻子发的誓忘到了九霄云外。更可气的是，就算被发现了，世人顶多就是说一句风流成性，男人本色就没了。而女子呢，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冠上不守妇道、水性杨花的名声。轻则宋家庙古佛青灯一辈子，重则进猪笼沉塘。这个世道对女子本就不公平，男人还像把刀一样，稍有不慎就将你伤得体无完肤。男人那些哄人的甜言蜜语听听就好了，信了你就输了。所以对于黎君燕的话，秦洛染表示不谢。第44章万千家财，博王妃一笑。黎君燕听到秦洛染的话，低头轻笑，眉目间尽是温柔。王妃这么着急拒绝，是在害怕吗？对啊。秦洛染放下手中的玉梳，站起来，认真地看着黎君燕：“我确实害怕，害怕自己有一天对你情根深重，害怕你做不到自己今日的承诺，最后被你伤得体无完肤。世间千万字，唯有情字最伤人。”黎君燕原本还想着秦洛染要是说个不字，他还可以用一下激将法，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大方的承认，这下让他连用激将法的机会都没有。在战场上百战百胜的李王殿下，第一次主动追求女孩子就连连受挫，关键追求还是的自己的王妃。看着油盐不进的秦洛染，黎君燕打了个响指，招来暗卫，让他去把自己放在书房的东西取过来。不知道黎君燕要搞什么，秦洛染唤了一声春慈，春慈很快就端着洗漱的东西进来。王爷，王妃。春慈扶了扶，把东西放在专门的架子上。看着一模一样的两份东西，秦洛染有些无语。他的丫鬟似乎很适应黎君燕一大早出现在他房间。黎君燕的暗卫速度很快，秦洛染刚漱好口，就抱着一个盒子来了。春慈很有眼色，见两人有话要说，待他们一洗漱好，就麻溜地端着东西下去了。要是往日的话，肯定还要帮秦洛染梳一下头，搭配一下衣服啥的。秦洛染无奈地摇摇头，准备自己随便梳个发髻，刚要坐下，黎君燕就把刚刚暗卫取过来的盒子递到他面前。这是什么？秦洛染狐疑接过盒子，盒子是用上好的紫檀木做的，看上去应该有些年岁了。黎君燕道：“打开看看。”搞这么神秘？秦洛染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盒子。饶是他已经有心理准备了，还是被盒子里的东西惊到了。他原本以为会是一些贵重的首饰之类的东西，没想到竟然是一沓厚厚的地契。秦洛染简单看了一下，有庄子，有铺子，都是地段比较好的地方。而且黎君燕的铺子种类很多，茶楼、酒楼、青楼、赌坊、成衣铺、首饰铺、胭脂铺等等，
有贵的，也有便宜的，有在京城的，也有别处的。无一例例外，这些铺子都是人流很多，能够收集消息的地方。这些铺子大多数很多看上去其实很普通，有几家像他们这种人走过去可能看都不会看一眼。不过也正是这样的铺子，才能一直安然无恙的存在。让秦洛冉惊讶的不是黎君燕有这么多产业，而是他这几年回京的次数屈指可数，可他的势力依然渗透了京城的各个地方。黎君行要不是有景兴帝和祝皇后护着，恐怕早就被黎君燕给弄死了。看到殿下家财这么丰厚，我也就放心了。秦洛冉大概看了一遍，就把盒子重新合上还给他。殿下好好收着吧，你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虽然他手里的100万嫁妆跟黎君燕的一比完全不够看，但是只要他不造反，这辈子吃喝是不用愁的。景兴帝想夺黎君燕手里的兵权，却又没有好的借口，也不敢来硬的，所以就打起来军饷的主意。秦洛冉记得上一世是在她嫁给黎君行半年后，西北的军饷粮草已经在景兴帝的授意下全面给停了。当然，这种事肯定是私下里暗搓搓的做的，若不是黎君行告诉他，他也不知道。景兴帝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逼黎君燕交出西北的兵权。毕竟西北30万大军没有国库的支撑，一般人根本养不起。只是景兴帝算盘打错了，就算他停了西北的粮草军饷，黎君燕也没有交出一兵一卒。如不是还没有撕破脸，估计黎君燕都在西北自立为王了。当时他还怀疑是不是有人在背后帮黎君燕，不然他怎么养活那么多人？毕竟当年因为宫贵妃的死，宫家被迁怒，所有财产都被冲入了国库，可以说是一个铜板都没留给他。宫贵妃就算有留财物给他，也不会有多少。现在看来，根本没人帮黎君燕，全部都是他自己扛下来的。黎君燕没有接秦洛冉递过去的盒子，只是笑笑道：“本王送出去的东西，向来没有收回来的道理。这些东西殿下要送给我。”黎君燕这是打算用钱砸他，还是用这种方法来换取他的信任，或者是说博他一笑？就算他长了一张还不错的脸，也还没到让人色令智昏的地步吧。而且黎君燕怎么看也不像要美人不要江山的人啊，这些东西可是关系他西北30万大军的死活啊。秦洛冉表示不懂。黎君燕点点头，王妃既然不信本王，本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把身家性命都给你喽。这样一来，本王哪怕出去买个烧饼都要跟王妃伸手了，王妃总不会还担心本王还会见异思迁吧？扑哧，听到黎君燕的话，秦洛冉无奈地笑出了声。厉王殿下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吗？王妃此话何意？来，秦洛冉把黎君燕拉到铜镜前，指着她的脸道：“殿下好好看看这张脸，是不是很英俊迷人？是不是足以魅惑众生？”见黎君燕似乎不解，秦洛冉又继续道：“别说你好赖还是个皇子，还是闻名天下的战神，就算你什么都不是，单凭这张脸，多的是愿意捧着钱来倒贴的你的女子。所以，你有钱没钱，跟你会不会见异思迁有半分钱的关系吗？那这些人当中会有王妃吗？”黎君燕觉得她的王妃真的是越来越有趣了。秦洛冉坚定地摇摇头：“不会，本小姐对包养小白脸没兴趣。她有钱拿去孝敬父母不好吗？实在不行给慈幼院那些孩子多添的东西也好啊。那这样，本王出钱，王妃拿着钱来包养本王。”黎君燕说着，郑重地把紫檀木的盒子放在他怀里，霸道地说道：“不许拒绝，就这样说定了。”看着黎君燕固执又霸道的样子，秦洛冉觉得有些无奈。今天他不点头答应黎君燕给他一个机会，他是不打算罢休了是吧？秦洛冉看着手里的盒子，重重叹了一口气：“黎君燕，你这是在逼我？怎么会呢？”黎君燕说着，突然凑近秦洛冉的脸，嘴角勾了勾，低声道：“我这分明是用1000家才博王妃一笑。”黎君燕凑得很近，说话的时候，温热的气息扑洒进秦洛冉的衣领。秦洛冉觉得有些痒痒的，脸上也有些发烫，当下羞恼的抬起手欲推开黎君燕，却被黎君燕一把拉进怀里。王妃这是害羞了。黎君燕说着，又凑近了一些，跟秦洛冉几乎要脸贴着脸了。我哪有？秦洛冉话还没说完，就被黎君燕堵住了嘴。第45章，你要是觉得吃亏，我让你亲回来。黎君燕，你。秦洛冉本能的挣扎，却被黎君燕搂得更紧。这是黎君燕第一次接吻，刚开始有些生涩，还有些笨拙，牙齿还差点磕到秦洛冉。不过对男人来说，这种事情好像能无师自通。很快，黎君燕就找到了窍门，进入了状态。黎君燕一只手揽着秦洛冉的腰，一只手扣住她的后脑勺，低头吻住那娇艳诱人的红唇。怕自己太粗鲁吓到她，黎君燕控制着自己，吻得极尽温柔，还带有一丝小心翼翼。秦洛冉被他吻得有些晕乎乎的，嘤咛一声，手里的盒子险些掉到了地上。黎君燕抽出一只手，把他手里的盒子拿了，放到梳妆台上，嘴唇暂时离开了他的唇，有些沙哑地道：“搂着我。”秦洛冉被他吻得有些晕乎乎的，听到他的话，还真的听话的伸手搂着他的脖颈。黎君燕眸色暗了暗，
嘴唇重新压了下去。相比刚才，这一次黎君燕不复方才的温柔，霸道中带着一丝急切，还有几分小心翼翼。秦洛冉虽然没有回应他，但是那若有若无的嘤鸣声却惹得黎君燕体内的燥热一阵又一阵袭来。如果可以，他此刻真的好想把他拆骨入腹，让他彻彻底底的属于自己。可是他不能吓到他，更不能让他恨他。体内的冲动压了又压，黎君燕重重呼了一口气，紧紧把他搂在怀里抱了好一会儿，才恋恋不舍地放开他，抵着他的额头，拿起秦洛冉的一只手压在自己的心口。洛儿，感受到了吗？他在为你剧烈的跳动。黎君燕呼吸粗重，嗓音沙哑，仿佛在极力忍耐着什么。秦洛冉脸颊布满红晕，气息紊乱，胸口剧烈的起伏着，脑子还有些晕乎乎的，迷迷糊糊地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看着那被自己吻得有些红肿的嘴唇，黎君燕又是一阵口干舌燥，趁秦洛冉还没有反应过来，又低头亲了亲。正当他打算再次更进一步的时候，秦洛冉缓过神来，一把推开他，觉得不解气，又狠狠踹了他一脚。混蛋，你无耻！黎君燕这个混蛋，居然没经过他同意就亲他，关键他刚才还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唇瓣。黎君燕怯怯地笑了，他的王妃在他面前总算不再是一副淡淡的样子了。秦洛冉见状，拿起梳妆台上的紫檀木盒子，狠狠朝他砸了过去。给你2个呼吸的时间，带上你的钱，滚出我的揽月阁！黎君燕一把接住盒子，走到他面前，温声道：好了，别生气了。你要是觉得吃亏，我让你亲回来，你放心，本王绝对不反抗。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什么叫做他要是觉得吃亏就亲回来？还说什么他不反抗？这说来说去占便宜的不还是他吗？秦洛冉闻言冷哼一声，重新在梳妆台前坐下，刚要伸手，一只手已经先他一步拿起了妆台上的玉梳。透过铜镜反射，黎君燕嘴角轻笑，指尖轻轻勾住秦洛冉的发丝，看着颇为不耐的秦洛冉，温温道了句：本王帮你。说话间，黎君燕手中拿着的玉梳已经顺着秦洛冉的发丝落下，皎洁的玉梳和她的黑色发丝相衬相应，也衬托着她的肌肤胜雪。睡也睡了，亲也亲了，梳个发秦洛冉都懒得反抗了，等师兄走了再跟他好好谈一下这个问题。秦洛冉如是想着，此时的他还不知道洛清崖昨夜已经离开的事情。看着在给他认真梳头的黎君燕，秦洛冉指指妆台上的紫檀木盒子：黎君燕，你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就不怕我卷着你的家财跑路？王妃要是能跑得掉，本王自然是认栽。他驰骋沙场这么多年，如果连自己的王妃都看不住，除了自认活该，还有脸面做别的事情吗？那若是我拿着以后不给你用呢？你西北的30万大军岂不是要受冻挨饿？黎君燕闻言，手里的动作微微一顿，随即想到他刚刚说的，便知道他已经猜到了他的钱的用途。这么聪慧的王妃，他如何不喜欢呢？本王相信王妃不是那样的人。黎君燕回答得十分肯定，他的王妃连几个青楼女子的安危都要担心，怎么会做出让保家卫国的将士受冻挨饿的事情来呢？看着黎君燕轻声淡然的神情，温柔的动作，秦洛冉冷哼一声，突然心中有些微微的悸动。殿下，你的这些产业能够养活西北30万大军吗？王妃觉得呢？黎君燕不答反问。秦洛冉闻言闭眼算了一下，按照10万大军1个月30万石粮草来算，西北30万大军1个月就要90万石粮草，这还不算军饷、士兵的衣物、兵器和战马的所需要的费用。司军队果然不是一般人养得起的。这样算来的话，黎君燕手下这些庄子、铺子、商行再赚钱，也支撑不了几个月啊。上辈子景兴帝是有多缺德，才能做出停了西北粮草和军饷的事情来？西北苦寒，若是吃不饱穿不暖，不用敌人来袭，自己都先倒下了好不好？这分明就是在逼黎君燕和那些士兵去死啊！也不想想，要是没有黎君燕和他手下的兵，他还能不能安然地坐在龙椅上？他这是吃定了黎君燕不会叛国，所以才这么肆无忌惮。作为一国之君，能做出这种事，最后被他最爱的儿子和女人下毒害死，真的纯属活该。殿下，我怎么感觉我收了你这些东西，不但得不到一分好处，反而还要倒贴我的嫁妆呢？养军队每天都在烧钱啊！黎君燕的产业看着多，可是要养这么多人，真的不够看。黎君燕闻言轻轻一笑，放心，不会让王妃倒贴嫁妆的。本王的人在西北发现了一处金矿和铁矿，已经着人开采冶炼，管西北30万大军几年还是没问题的。原来如此，难怪上一世黎君燕能在他老爹断了西北的供给后支撑了这么多年。殿下把这么隐秘的事情都告诉了我，不怕我去告密吗？在黎国发现矿产不上报，私自开采，可是要诛九族的。黎君燕的九族包含了景兴帝，九族是诛不了了，但是杀头肯定是跑不了的。更别说景兴帝早就想弄死他了，有了这么好的理由，肯定是马不停蹄的第一时间就要弄死他啊！所以本王是真的把身家性命都交在了王妃手中啊！若是这样，王妃都还不信任本王，本王也真的没有办法了。
尽管知道黎君燕肯定留有后手，但是他的今日的所作所为确实触动了他的心。扪心自问，他真的做不到对哪个人如此毫无保留的信任。可是黎君燕对他，殿下为何对我如此信任？第46章，谁把王爷脸上咬成那样了？因为王妃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啊。黎君燕又想起了和秦洛冉初见那一晚，他素手执剑，目光微寒，身影纤弱，却又那样有力量和让人感到安心。虽然不知道他那晚为何会再出现在那里，但是他的出现确实让他少了许多麻烦。想到这里，黎君燕轻轻一笑，王妃的救命之恩，本王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了。秦洛冉闻言嗔了他一眼，黎君燕，你手下的士兵知道你是这样油嘴滑舌的人吗？这怎么能叫油嘴滑舌呢？这分明是甜言蜜语，而且只对洛儿你一个人说。又来，秦洛冉干脆闭了嘴，不再理他。黎君燕第一次给女子梳头，别说往日里春瓷梳的那些复杂的发髻了，连最简单的都不会，倒腾了半天，最后干脆扎了个高高的马尾髻，还有些松松垮垮的发带嘛，也绑得差强人意。秦洛冉看得好生无奈，抬起手准备自己弄一下，黎君燕却以为他不满意要拆了，握住他的手阻止道：“不许拆。你觉得这样好看吗？”秦洛冉指快要散落的头发问道。好看。黎君燕点点头，本王的王妃梳什么发髻都好看。好吧，他承认主要是秦洛冉长得好看。黎君燕今日太过反常，秦洛冉表示很不习惯，抽出自己的手重新整理了一下头发，把黎君燕费了9牛2虎之力才梳起来的马尾髻绑紧了一些，发带重新系了一下，看起来比刚才顺眼多了。为了配这个发型，秦洛冉又挑了一身男装换上，稍微修饰了一下眉毛，再拿一把折扇在手里，宛然一个翩翩玉公子。王妃对这样的打扮似乎很得心应手。看着这样的秦洛冉，黎君燕不知怎的就想到了洛清雅。洛清雅也是这样，一袭青衫，手持折扇，唯一不同的就是洛清雅戴的是发冠，而她用的是发带。还好吧。秦洛冉从上到下看了看，以前在山上的时候经常这样逃出去玩，为此没少挨师傅和师兄训啊。说到师兄，秦洛冉才想起来他的师兄昨天来了的事情，当即黎君燕也顾不上了，转身就往外走。完了，我居然把师兄给忘了，这下肯定又要被他说了。看着秦洛冉匆匆而去的背影，黎君燕觉得好心塞，自己一大早折腾了这么多，又是承诺，又是奉上所有家财，都抵不上洛清雅3个字。什么时候自己的王妃也能像这样挂记自己就好了。心里这样想着，黎君燕也离开了揽月阁，用轻功追赶上秦洛冉。王妃为了别的男子这么着急，就不怕你的夫君吃醋？说话的时候，黎君燕故意凑得很近，温热的气息扑洒在秦洛冉的脸上，弄得秦洛冉又是一阵脸热。看着黎君燕没个正形的样子，秦洛冉一阵气结，用扇子隔开两人的距离。黎君燕，你今天没事吧？我告诉你啊，你再不正常一点，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王妃倒是说，你要怎么对本王不客气？看着气鼓鼓的秦洛冉，黎君燕好想伸手捏一捏他的脸，想了想还是忍住了，他的手还想要呢。秦洛冉瞟了一眼黎君燕那抬起又放下的手，哼了一声，收起扇子继续走。我懒得理你，等师兄走了我再收拾你。不用去了，你师兄昨晚就走了。黎君燕说着，把昨夜洛清雅留在下的书信递给了秦洛冉。秦洛冉狐疑的接过信封，看到信封上那熟悉的字迹，秦洛冉感觉眼眶一热，眼泪毫无预兆的流下来。这是他师父无香真人给他的信，上一次看到他的字迹还是在无极山的时候了。来不及多想，秦洛冉打开了信封，意外的信上只有4个字：遵从己心。遵从己心，遵从己心。秦洛冉看着信纸上苍劲有力的4个字，喃喃自语，他的师父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不然为什么会给特意让师兄来一趟？如果说是只是为了给他送药送信，大可以派别的弟子来，根本没必要让他师兄专门来一趟。毕竟他师兄作为无极山未来的掌门人，平日里真的很忙的，再加上他师父现在又是半隐退状态，他师兄不说日理万机，也不会这么空有时间来跑腿。越想，秦洛冉越觉得他师父可能真的知道了些什么，恨不得现在就动身前往无极山一看究竟。只是他现在还不能去，现在京城局势未定，他抽不开身。再者，昨日他师兄特意说了，让他等一切尘埃落定再去无极山。又认真的看了一遍信上的4个字，秦洛冉把信小心翼翼的收好，转身回了揽月阁。两人在揽月阁用过早膳，黎君燕有事出了门，秦洛冉练了一会儿剑，然后进了书房。一整天，秦洛冉除了吃饭和午睡，都把自己关在书房。而黎君燕呢，则是顶着秦洛冉留在他脸上的牙印，在外面晃了一整天。为了不让牙印消得那么快，还特意抹了点药，嘴角若有若无的笑意，看得手下毛骨悚然，却又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特别是他的近身侍卫林殊和林鹏，此刻两人正背着黎君燕偷偷摸摸的讨论他呢。林殊，王爷今天是怎么了？怎么感觉他心情特别好呢？林鹏，估计跟王妃有关系吧。林殊，你咋知道的？林鹏，你看王爷脸上。
林叔闻言偷偷看了自家王爷一眼，王爷脸上咋了啊？谁把王爷脸上咬成那样了？你小声点。林叔突然拔高声音，吓得林鹏赶紧捂着他的嘴。你是不是傻？除了王妃谁敢咬王爷？你敢吗？林叔点点头又摇摇头。林鹏看了一眼自家王爷，见他没有发现，松了一口气，放开了林叔。其实以黎君燕的武功造诣，哪里会没听见他俩在说什么？只不过是他俩说的话，他刚好听着心情好而已。时间一晃，又是半个月，还有2个月便是黎君行和柳妍希的大婚。这些日子，柳妍希一直都在镇北侯府没有外出，镇北侯府又因为柳慕清的事情戒备森严，秦洛冉纵使有万千计策，也没法对他使。王妃打听到了，镇北侯府的柳小姐明日会去慈幼院看望那里的孩子。听到春慈的话，秦洛冉放下手中的笔，很好，你下去准备一下，多买些东西，明天一早我们也去一趟慈幼院。慈幼院是京城里专门用来安置那些无父无母或者被抛弃的孩子的地方，朝廷每年会拨一定银两用作那里的开支。不过随着那里的孩子越来越多，需要的人手物资也越来越多，朝廷给的那点银子就不够用了。后来那时候还是皇后的皇太后带头拿出自己的提己钱来贴补慈幼院，那些官家夫人和小姐也跟着有样学样，慈幼院才开到了现在。其实对于那些贵妇小姐来说，每年花在慈幼院的钱可能还不到他们一套好一点头面柜，却能给他们带来好名声，甚至都不需要自己亲自去，吩咐下人把钱送过去就行。反正慈幼院都会把谁送了什么东西，给了多少钱，详细细的记录下来，贴在墙上。所以很多夫人小姐都乐于去做这件事，柳妍希也不意外，而且她每次都是亲自去的。秦洛冉本以为发生了那样的事，她这一次不会亲自前去了，没想到她居然还要亲自去。亲自去好啊，不然想要见一面这位未来的太子妃还真是不容易呢。第47章去慈幼院遇柳妍希。翌日，秦洛冉特意起了个大早，简单的用了早膳之后，就带着春慈他们4人出了门，刚好和出京办事回来的黎君燕撞了个正着。这一大早的，王妃这是要去哪儿啊？黎君燕一脸疲惫，为了能早一点回京，她日夜兼程，连吃饭都是在路上解决的。看到黎君燕，秦洛冉有些意外，看着一脸疲惫的黎君燕，知道她肯定是为了赶回来又连夜赶路了，心里微微闪过一丝心疼，声音都放柔了许多。府中又没有什么大事，殿下何必这么赶？听到秦洛冉的关心，黎君燕仿佛身上的疲惫都减轻了不少。无妨，习惯了。王妃这是要去哪儿啊？去一趟慈幼院。黎君燕这才注意到王府门口停了3辆马车，一辆是秦洛冉平日里出门坐的，另外2辆应该是装了要带去慈幼院的东西。那我陪王妃一起去吧。秦洛冉摇摇头，不必了，殿下还是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我办完事就回来。秦洛冉说完也不等他再说什么，直接就带着人走了。黎君燕看着秦洛冉上了马车，马车启程，缓缓朝外面走去，摇摇头进了王府。他这几天日夜兼程，马不停蹄的赶路，就是为了早点回来见他的王妃。哪知道这刚回来，他的王妃就要出门，亏得他在此之前还做着回来之后搂着自己的王妃睡觉的美梦。秦洛冉来得很早，他到慈幼院的时候，慈幼院刚开门没多一会儿。慈幼院的负责人兰姑听说秦洛冉来了，急忙出来迎接。见过秦，见过王妃，王妃万安。以前秦洛冉也会不时抽空过来，兰姑自是认识他的，一开口还差点习惯性的喊了秦大小姐。秦洛冉亲自扶起兰姑，姑姑不必多礼，今日得空过来看看这些孩子。对于兰姑，秦洛冉有些心疼，但是更多的是敬佩。兰姑出身贫寒，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卖去给人家做童养媳，那家人对她也不好，什么脏活累活都让她干，吃的都是他们吃剩的，还经常吃不饱。这也就算了，还动不动就对她非打即骂，就连她有孕在身的时候也不能幸免。兰姑有孕后虽然能勉强吃饱了，但是要干的活还是没减少，还被她的丈夫打，孩子没保住，当时差点就丧了命，还是她的小姑子于心不忍，给叫了村里的赤脚大夫去给看了看，才保住了一命。据说她那个小姑子还为此被她婆婆狠狠打了一顿，后来找了个手里有几个钱的老头给嫁了。不过由于兰姑的身子底子实在太差，那次小产伤了身子，大夫说她以后很难再有孩子。她的婆婆听说她不能生孩子之后，把她给卖了。几经辗转，兰姑到了慈幼院。虽然兰姑前半生为了生存吃尽了苦头，受尽了屈辱，但是生活依然没有带走她的那份善良。或许是看到那些孩子想起了自己的经历，又或许是想起自己那个无缘来到世上的孩子，兰姑对慈幼院的孩子格外耐心，发自内心的对他们好，里面的孩子都很喜欢她。加上兰姑做事本就稳妥认真，后来慈幼院就交给了她负责。这么多年，慈幼院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兰姑一直坚守在这里。秦洛冉不是第一次来了，对慈幼院也还算熟悉，知道兰姑忙，跟往常一样客套了几句之后，就让她去忙了。
吩咐了春慈他们给慈幼院的人搭把手，一起搬东西。秦洛冉带着夏嫣先进来慈幼院。慈幼院的孩子女孩居多，分别住在2个不同的院落，5岁以下的住一个院落，5岁以上的住一个院落。5岁以下的孩子管吃喝，5岁以后会陆续教他们一些东西和一些基本的礼仪，因为很多富贵人家都会来慈幼院挑选丫鬟，所以这里的孩子多半都是大一点后被买去做了丫鬟。相比被丢弃、受冻挨饿，甚至死去富贵人家做丫鬟，也还算一条不错的路了。毕竟这些被丢弃的孩子基本都是女孩子，这个世道女子要独立谋生何其难，慈幼院不可能一直养着他们，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秦洛冉和夏嫣去了年龄小的孩子住的那个院落，这个时间还早，他们到的时候，里面的孩子还在吃早饭。孩子太多，里面的负责照顾孩子们的姑姑们忙不过来，所以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就会帮着一起给年龄小的喂饭，拿一下东西，轰轰哭的孩子，或者打扫一下卫生啥的，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场面虽然算不上井井有条，却也不乱。看着忙得团团转的管事姑姑，秦洛冉和夏嫣默默地走过去帮忙。秦姐姐，是秦姐姐来了。秦洛冉一走过去，几个记得她的孩子就大声喊着朝她围了过来。秦姐姐，我好想你啊。说话的是一个5、6岁叫平儿的女孩。翠儿因为一只脚多了长了一个指头，她父母认为她不祥，便把她丢了。后来官府找到了她的父母，她的父母也死活不愿意把她接回去。在离国，抛弃孩子是要挨板子和交一定的罚金的。平儿的父母宁愿挨板子交罚金，也不愿意要她，所以她就被送到了慈幼院。平儿很懂事，别看她年纪小，却已经能帮管事姑姑做许多事情了，哄弟弟妹妹也很有一套。那些年纪比她小的都很喜欢黏着她，所以她一喊，那些孩子都七嘴八舌的跟着喊了起来：秦姐姐，秦姐姐，我也想你，秦姐姐，秦姐姐。看着那一双双澄澈明亮的眼睛，秦洛冉的心瞬间变得好软好软。姐姐也想你们啊，只是姐姐这段时间有些忙，所以现在才来看你们，你们不会怪姐姐吧？秦洛冉的话音一落，那些孩子齐齐摇头，不会。平儿脆生生地道：姐姐能来看我们，我们已经很开心了，怎么怪姐姐呢？秦洛冉摸摸她的头，平儿长大了，真好。突然被夸，平儿有些害羞地低下了头。见过王妃，王妃万安。负责照顾孩子们吃早餐的管事姑姑看到秦洛冉身边好不容易空出了位置，赶紧过来请安。姑姑不必多礼。秦洛冉虚扶一把，看到他手里拿着的大勺子，赶紧招呼孩子们继续去吃早饭。因为秦洛冉在，孩子们也很听话，很快就把碗里的东西给吃完了，还帮忙把卫生打扫了。等他们吃完早饭后，秦洛冉跟以往一样带他们做了游戏，给他们讲了故事，又给他们分了点心，一直到40过半，柳妍希才姗姗来迟。第48章，妍希去和李王妃打个招呼。一直到40过半，柳妍希才姗姗来迟。柳妍希是未来的太子妃，她来了兰姑自然是要亲自来接待陪同的。柳妍希也很喜欢这种被人恭维迎合、高高在上的感觉。和秦洛冉不一样，柳妍希在兰姑等人的陪同下，先大张旗鼓地去了5岁以上的孩子住的院子，然后在那边待了好一会儿，给大家发了礼物，才过来秦洛冉这边。其实柳妍希之所以这样，无非就是因为那边的孩子年龄大一些，已经开始记事了。他大张旗鼓地带着东西过去，身边的丫鬟再有意无意地说几句好话，那些孩子自然就记住了他的好。柳妍希在兰姑的陪同下来到小孩子这边的院子，还没等踏进院门，就听到里面传来了嬉笑打闹的声音。姑姑，这些小孩子今日似乎很开心啊，是发生什么喜事了吗？回柳小姐的话，应该是李王妃在和那些孩子玩。柳妍希虽然问得很随意，兰姑却依然恭恭敬敬的，完全没有在秦洛冉面前那种放松。李王妃？听到李王妃3个字，柳妍希眉头轻蹙，似乎有些不乐意。兰姑低着头，没有注意到柳妍希不快，顺着她的话继续说道：对啊，李王妃经常来慈幼院看这些小孩，每次都会陪他们玩闹一会儿，慢慢的这些孩子也跟她熟了起来。哎呀，李王妃在这里，妍希竟没有先过来给她请安，还在那边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希望李王妃不会怪罪才是。柳妍希嘴上说着担心秦洛冉怪罪，其实是在责怪兰姑没有早早告诉她秦洛冉来的事情。兰姑也不知道听没听出来，只是说了句李王妃不喜欢声张，所以老奴才没有特意提起的。柳小姐放心，李王妃一向随和，应该不会怪罪的。听完兰姑的话，柳妍希差点气得想骂人。兰姑说这话什么意思？是说秦洛冉不喜欢声张，她喜欢声张显摆吗？秦洛冉随和她不随和吗？可是心里再气，面上也不能表现半分，不然她这些年苦心经营的形象就毁了。用力捏了捏袖帕，柳妍希扬起一个温和的笑容，多谢姑姑。妍希去和李王妃打个招呼，姑姑有事就先去忙吧。是，老奴告退。得到吩咐，兰姑扶了扶，带着其余2个管事姑姑下去了。说实话，虽然柳妍希每次来都会给慈幼院的孩子带东西，再象征性的捐一些银两，
但是兰姑真的对他的到来喜欢不起来。无他，柳妍希每次来都要他和2个管事姑姑一起陪同，人少了还不开心，每次都要耽误很长时间。慈幼院本就人手不足，每次他一来就要耽误很多事情。相比柳妍希这种，他更喜欢秦洛冉这种来的不添乱，还能帮忙哄小孩子的。他知道柳妍希这样做是为了给自己博一个好名声，只是他完全可以财务到人不到啊。反正每个人送的每一笔物资，他们都会详详细细的记录下来，定期在慈幼院外的墙上公示，好名声也儿一样可以得呀。说白了，就是想这样显得自己比那些人用心，让自己的名声更好嘛，更响一些。还有，每次来了都要在大孩子的院子待很久，他的丫鬟总是有意无意的提他如何如何，什么心思还用得着猜吗？其实真的不必如此，谁真心与否，孩子自己会判断。有些事情你能强迫一时，不能强迫一世。有时候用力过猛并不是什么好事情。说1000到1万，她只是一个管理慈幼院的姑姑，而柳妍希则是镇北侯府的千金，未来的太子妃，再不满她也只能忍着。柳妍希才不管兰姑怎么腹诽她呢，只要她的目的达到就好，横竖她只敢在心里腹诽。真是冤家路窄。听着里面传来的嬉笑声，柳妍希在心里诅咒了秦洛冉几句，调整好情绪，抬脚朝他所在的位置走了过去。其实说起来，他和秦洛冉并没有什么过节，见面的次数也不多，但是对于秦洛冉，他就是不喜欢，甚至讨厌。柳妍希不喜欢秦洛冉，原因很简单，在秦洛冉没有露面之前，她是京城第一才女，第一美人。秦洛冉出现之后，这2样都成了秦洛冉的。她苦心经营10余年的东西，秦洛冉一出现就被她都给拿走了。所幸她被赐婚给了太子做太子妃，待太子登基，她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而秦洛冉呢，被赐婚给一个不得圣心的王爷，将来能不能保住性命和荣华富贵还两说，就算不死，他也永远压他一头。这样一对比，柳妍希心里才觉得舒服了许多。只是他没想到，秦洛冉大婚当天，他的未婚夫太子居然趁着李王不在，当着百姓的面说愿意带秦洛冉走，愿意保护他一生一世。他跟他大婚在即，他这样做无疑是当众打他的脸，丝毫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柳妍希恨啊，他和太子青梅竹马，嫁给太子是他从小到大的心愿。他父亲手里有兵权，他如愿等到了赐婚圣旨。他也知道太子愿意娶她做太子妃，多半是看在他父亲手里的兵权的份上，只要镇北侯府一日不倒，太子就会一日对他好。只是他真心喜欢太子，也希望能得到太子的真心。所以这么多年，柳妍希一直在努力让自己变成离君行喜欢的模样。秦洛冉一个半路杀出来的人，凭什么得到太子的另眼相待？不敢不想，也不愿意远离君行。柳妍希只好把这笔账都算在了秦洛冉的身上。因着银两有限，也为了方便，慈幼院的院子都建得比较简单，进了门就是孩子们活动的场地，两边以及正面都是他们住的地方。此时秦洛冉正坐在一块石头上给那些孩子讲故事，那些孩子随意地坐在草地上，捧着下巴，瞪着咕溜溜的眼睛，一瞬不瞬地看着他。柳妍希进去的时候，就是看到这样一幅场景，眼里的嫌弃都快溢出来了。他不爱到这边来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这里的孩子不讲卫生，会随地坐，会在地上爬，什么东西都会往嘴里乱塞，还喜欢哭闹。还有秦洛冉，亏得她还是王妃，就那样随意坐在石头上，被这么一群脏兮兮的小孩围着，也不嫌脏。柳妍希眼中的嫌弃满的都快溢出来了。秦洛冉轻轻勾了勾嘴角，假装没发现他的到来，继续给孩子们讲故事。说实话，他真的很看不上柳妍希这样的做派。你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自己挣好名声没错，反正用的是你自己的钱，但是你每次来都要大张旗鼓的，耽误人家的事情，还嫌弃这些人就不对了。第49章，事出反常必有妖。柳妍希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见一直都没有人理自己，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走了过去。妍希见过李王妃，王妃万安。不管再怎么讨厌秦洛冉，柳妍希也不得不向秦洛冉行礼。谁让秦洛冉现在是一品亲王妃，而她虽然有个未来太子妃的头衔，但是只要一天没有跟黎君行成婚，她就一天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品阶的官家小姐。听到柳妍希的声音，秦洛冉仿佛才知道她到来一样，微微抬抬手，原来是柳小姐啊，不必多礼，坐吧。柳妍希看了一圈，除了秦洛冉旁边的几块大石头，没有任何可以坐的地方。很明显，秦洛冉就是让她跟她一样坐在石头上。她才不要呢！柳妍希嫌弃的撇撇嘴，对秦洛冉扶了扶，多谢王妃，不用了，妍希站着就可以了。秦洛冉知道她这矫情的毛病，也不勉强她，转过头去继续给孩子们讲故事。喜欢站就站着好了，反正回头脚酸的又不是她。柳妍希本以为他过来打个招呼请个安，顶多再客套2句就可以走了，毕竟他们的关系真的没有那么好。谁知道秦洛冉竟然破天荒的把他留了下来。留下来就留下来吧，咱有事儿说说事儿。可是他只是说了一句坐吧，就继续去给那些孩子讲故事去了，而且还是讲完一个又继续，
讲完一个又继续。若不是碍于秦洛冉王妃的身份，柳妍希早就甩手走了。其实他是连招呼都不想过来打的，又怕被人说自己不知礼数，所以才过来的。柳妍希非常怀疑秦洛冉是故意仗着自己王妃的身份这样整他的，就因为自己以前在宴会上授意别人孤立过他，真是小心眼。柳妍希在心里把秦洛冉骂了千百遍，骂完秦洛冉，又骂自己多事。兰姑都说了，她不喜欢声张，自己就应该当作不知道，干嘛过来给自己找罪受啊？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姐姐一会儿还有事情。在柳妍希怨念万千的时候，秦洛冉终于停了下来，温和地对那些意犹未尽的孩子道：“大家先去玩吧，等姐姐下次有空了再来看你们。”好的，那秦姐姐记得要来看我们哦。好的，一定。秦洛冉摸摸平儿的头，姐姐空了就看你们。你现在带弟弟妹妹们和管事姑姑去玩吧。平儿乖巧地点点头，好的，秦姐姐再见。秦姐姐再见。秦姐姐我们会想你的。我也是，我也是。尽管很不舍，那些孩子们还是很懂事的，跟秦洛冉道别后，和平儿一起去找管事姑姑去了。秦洛冉看着他们离开的身影，拍拍衣服上的皱褶站了起来。柳小姐还在啊？抱歉啊，刚刚孩子们听得入迷，没耽误柳小姐什么事吧？听到秦洛冉这么说，柳妍希差点吐血。什么叫她还在啊？明明是她留她在这里的好吗？她不发话，她敢走吗？她要是敢走，明天京城一定会传出未来太子妃目无尊卑、不知礼数的传言。她小心翼翼这么多年，还有2个月就要嫁进太子府做太子妃，可千万不能在这个关头出什么漏子，不然她这么多年的努力岂不是白费了？王妃言重了，妍希本就是来看这些孩子的，刚刚王妃给那些孩子讲故事，妍希也听得很入迷呢。柳妍希这样说，秦洛冉一点也不意外，笑了笑，没耽误事就好。本妃还以为柳小姐马上就要和太子大婚，会有很多事情要忙呢，没想到这个时候柳小姐还要抽出时间亲自来看这些孩子，真是有心了。说实在的，有时候秦洛冉都替柳妍希觉得累，明明不喜欢的事情还要逼自己一直坚持做，为了维护自己的完美形象，许多别人不能忍的事情都忍了。明明心里憋屈的要死，面上却非要装大度，装善解人意，每走一步都在计算自己的得失。当然，除了面对黎君行的时候，对黎君行，柳妍希是真心喜欢的，喜欢的他的身份，也喜欢他的人，所以自然就不能去计较那么多。只是他一腔真情，注定空负。黎君行这人自私自利，除了自己，谁都不爱。多谢王妃挂记，成亲的事宜有礼部的协助，嫁衣也都是宫中的绣娘缝制的。妍希其实不怎么忙，妍希想着入了太子府后就不能再像现在这般自由，来看这些孩子的机会就少了，所以就来了。柳妍希一脸诚恳，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有多有爱心，多喜欢慈幼院的这些孩子呢，还顺带跟秦洛冉炫耀了一把，他是多么的皇家的看重，还派了礼部的人专门去协助，嫁衣也不用自己绣云云。同样嫁入皇家做儿媳，秦洛冉当初的待遇就比他差多了。秦洛冉听出来，只是他并不在意这些，只是淡淡道：“柳小姐有心了，这些孩子会记得你的好的。能不记得吗？每次专挑记事的小孩去看他的丫鬟，还不断的各种宣扬他，是头猪都应该对他有印象了。”没有如愿看到秦洛冉羡慕或者嫉妒的样子，柳妍希觉得自己一个拳头打在了棉花上，只得顺着他的话谦虚的说了句：“只要孩子们好就好。”柳妍希一脸的不在意的样子，像极了做好事不留名的高洁人士，可是他偏偏不是。跟在身后的夏嫣看得难受，趁人不注意偷偷翻了一个白眼。说话间，一行人出了小孩子们住的院落，随意在慈幼院走着。柳妍希不知道今天的秦洛冉到底怎了，往日里见到自己都是一副不想搭理自己的样子，今天却破天荒的和自己说这么多话，态度还挺好。事出反常必有妖，柳妍希不得不怀疑秦洛冉要对他做些什么，心中不觉警惕起来。看着神色淡淡的秦洛冉，柳妍希还是觉得现在远离他才最合适，现在天大的事也没有他和太子的大婚重要。柳妍希正想着要找个什么借口自己先走呢，秦洛冉就先他一步开口了：“难得在这里相遇，也算一种缘分，柳小姐不介意陪本妃走走吧？”听到秦洛冉的话，柳妍希又在心里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不过面上还是只能装作高高兴兴的应下，能与王妃相伴是妍希的福气，又怎会介意呢？那就有劳柳小姐了。秦洛冉说着指指慈幼院的后院方向，慈幼院的孩子在后院种了一些蔬菜，听说长得还不错，我们去那边看看吧。说完率先抬脚往后院走去。答都答应了，柳妍希心里再不愿也只好跟了上去。第50章挑拨离间。两人一前一后走到慈幼院的后院，有2个管事姑姑带着几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在浇水施肥。秦洛冉走到距离他们稍微远一点一棵桑树下，小小的桑葚挂满了枝头，紫红紫红的，甚是好看，有少许已经变成了紫黑色，可吃了。踮起脚，秦洛冉伸手摘下一颗成熟的桑葚，拿在手里细细端详，还放在鼻下闻了闻。要尝尝吗？看见柳妍希眼里的嫌弃，
秦洛冉把手里的桑葚递到他面前。多谢王妃。柳妍希往后退了几步，还是不用了。这么脏的东西，他才不要吃。秦洛冉收回手，淡淡的笑了笑。也是，柳小姐向来是个讲究人，这些东西又怎么能入得了你的眼呢？柳妍希不明白秦洛冉说这话是何意，所以没有贸然开口，只是静静的跟在秦洛冉身后，等着他继续说。他和秦洛冉一向两看相厌，秦洛冉把他带到这里来，肯定不会是来看这些蔬菜和果子的。果然，没多一会儿，秦洛冉的声音再度响起：“柳小姐，本妃听闻前段时间令弟的腿受了伤，还耽误了最佳诊治时间，不知现在恢复的如何了？”多谢王妃挂记，有宫中太医照看，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柳妍希本来想说秦洛冉多管闲事的，想了想，还是规规矩的说了这么一句：“是吗？”秦洛冉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浑身戒备的柳妍希，不知是哪位太医竟有如此本事，被生生打断的腿又耽误了一晚上，居然能在这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能给医治好。本妃也真的想认识一下。你也知道，我家王爷驰骋沙场，受伤在所难免，有医术这么好的太医，本妃也能放心一些。秦洛冉一脸真诚，仿佛真的想跟柳妍希打听医术高超的太医。李王妃这是折杀妍希了，以李王殿下的身份，什么样的太医请不到？柳妍希习惯性的讽刺秦洛冉，话说到一半才察觉秦洛冉的刚刚说的话似乎有些不对劲。你说什么？你说穆青的腿是被人打断的？你听谁胡说的？穆青他明明是自己摔伤的，没想到堂堂王妃竟这么爱听是非。柳妍希话还没说完就被秦洛冉打断了。哼，看来柳小姐这段时间为了筹备婚事真的很忙啊，忙到没时间出门，也没时间去看一看自己的嫡亲弟弟。一看柳妍希这反应，秦洛冉就知道她肯定还不知道柳穆青受伤的具体情况，不用说，肯定是镇北侯特意下了令不让人告诉她的。而柳妍希要备嫁，不方便出门，外面的市井流言听不到，加上镇北侯和镇北侯夫人对她向来疼爱有加，她对他们是全心全意的信任，自然也就他们说什么是什么了。秦洛冉只是没想到这么久了，柳妍希竟然没有亲自去看过柳穆青，不然以柳穆青的脾性，一定会把黎君宴做的那些事添油加醋的跟他说的。你什么意思啊？柳妍希紧紧地盯着秦洛冉，想要从他脸上看出些什么来。然而秦洛冉从始至终脸上都是淡淡的字面的意思。本妃原以为柳小姐和柳公子姐弟情深，她受了这么重的伤，你不说日日照顾，也应该时常探望才是，毕竟你们是从同一个娘的肚子里出来的，日后她也是你在娘家的依靠。看着柳妍希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秦洛冉顿了顿，又继续道：只是本妃没想到柳小姐满心满眼只有太子殿下，也不知道柳公子若是知道了会不会伤心，或者会不会有什么想法，毕竟他的腿受伤可是完全是拜太子殿下所赐呢。你胡说，穆青只是自己不小心摔伤了，怎么可能是太子殿下害的呢？也不知道是不是秦洛冉说中了还是怎么。秦洛冉的话音一落，柳妍希就着急地反驳道：秦洛冉，你少在这里挑拨我们的关系，我和穆青姐弟情深，他怎么可能因为我忙于筹备婚事没去看望他而与我生分？还有你说的太子害得穆青断了腿，我一个字都不信。先不说殿下还在禁足，再说殿下不日就要与我成亲，穆青是我的弟弟，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本妃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柳小姐非要觉得本妃是在挑拨，那就当做本妃在挑拨好了。末了，秦洛冉又加了一句：哦，对了，本妃提醒一下柳小姐，如果本妃没记错的话，离国国法有规定，身体残疾者不可继承爵位，也不知。胡说，你少在这里诅咒穆青，他的腿只是轻微摔伤了而已，残不残疾跟他有什么关系？柳妍希嘴上虽然大声的反驳着，心里却很是没底。他虽然讨厌秦洛冉，却也相信他绝对不会无的放矢。他说的这些是真是假，他一查便知。秦洛冉不会那么无聊，胡编乱造来刺激他。回想自弟弟受伤以来，他每次想要去看他，都会被爹娘有事叫走，或者是因为别的事情被中途打断。他父亲跟他说，他弟弟只是受了一点轻伤，让他不必挂怀，专心备嫁才是最重要的。毕竟他嫁的不是普通人，而是当朝太子，未来的一国之君，婚事可是千万不能出现任何纰漏的，不然镇北侯府可是吃不了兜着走。这个道理他明白，加上他盼着嫁给太子盼了这么多年，父亲都这么说了，自然也就没管了。现在听秦洛冉这么一说，也有些不对劲。如果秦洛冉是真的，那他的父亲母亲为何要骗他？不会的。柳妍希不敢相信自己的父母会骗自己，特别是自己的母亲。如果自己的弟弟残了，将来不能继承侯府，对他有什么好处？还有太子，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柳穆青是他的嫡亲弟弟啊，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他知道他对他感情没有那么深，他请旨娶自己主要是因为自己是镇北府唯一的嫡小姐，但是没关系，他喜欢他，他愿意努力变成他喜欢的样子。这些年他明明已经接受他了的，上次他生辰还送了他发簪。柳妍希想不通，
他想大骂秦洛冉撒谎，挑拨离间，见不得他过得比他好，可是却本能的觉得秦洛冉说的是真的。如果秦洛冉说的是真的，那他……不过顷刻之间，柳岩熙来脸上的表情已经不知道变了多少次，秦洛冉全部看在眼里，不由得叹息一声。世人皆是后皇家无情，这些高门大户又有几家是有情的呢？镇北侯为了让柳岩熙安心嫁给黎君行，以达到让镇北侯后更上一层楼的目的，特意对他隐瞒柳木青受伤的实情和真相，完全没有考虑过这样会导致柳岩熙和柳木青姐弟关系疏离。柳木青落下残疾，不能继承侯府，那镇北侯府日后必然会落到镇北侯的庶子的手里。柳岩熙这人生来傲慢，最讨厌那些庶子庶女，平日里在他们面前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日后侯府落到镇北侯的庶子的手里，柳岩熙还能指望他们给他撑腰吗？若是黎君行爱他也就罢了，那样的话他还能勉强挺直腰板过几年。可问题是黎君行不爱他，爱的只是他身后的侯府。一个不受夫君宠爱，又没有娘家人撑腰的人，如何在夫家挺起腰板呢？到时候小妾都能来踩两脚。这些事情镇北侯不可能不知道，他只是没有考虑柳岩熙罢了。反正他又不止柳岩熙一个女儿，大不了等黎君行坐上龙椅，再送一个女儿进去就好了。柳岩熙，我是不是骗你的？你待会儿回去的时候去外面打听一下就知道了。那天的事情，我估计除了你和你的丫鬟，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了。毕竟百花楼在京城可是很有名的呢。秦洛冉说完就往回走，经过柳岩熙身边的时候，还说了一句：“本妃先祝柳小姐新婚快乐。若是柳小姐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助的，尽管来厉王府找本妃。”第51章，小姐，侯爷让您直接回府。从后院出来，秦洛冉让人跟兰姑说了一声，就带着人回去了。春慈和秦洛冉乘一辆车，下燕秋蝉和冬英另坐一辆。王妃，你说柳小姐会去查证您说的那些吗？春慈泡好茶，倒了一杯递给秦洛冉。秦洛冉接过茶喝了一口，当然会。抛开柳木青袭爵对柳岩熙的重要性不说，柳岩熙跟柳木青一母同胞，感情是真的很好的。可是就算柳小姐查到柳公子的腿是太子让人打断的，她跟太子殿下的婚事也不会因此而有什么改变啊。镇北侯府还不是一样要站在太子那边，成为太子的助理。闻言，秦洛冉呵呵一笑，傻春慈，柳岩熙和黎君行的婚事是圣上赐婚，谁敢作废，抗旨可是要杀头的。那我要的不是镇北侯去转投其他皇子，而是想让镇北侯府乱起来罢了。只要镇北侯不投靠黎君燕，他投靠谁都对他们不利。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他的几个儿女先斗一斗，消耗一下。镇北侯此人胃口太大，当年公家的事情他也有一份，跟他们李王府注定不是一路人。而柳岩熙有了柳木青的事，他还怎么能毫无芥蒂地嫁给黎君行？夫妻之间一旦有隔阂，很多事情就有趣了。话说到这里，春慈也明白了。接下来的时间，两人都没再说话。回到李王府，洗漱休息过的黎君燕已经神清气爽的在等他一起吃午饭了。慈幼院，柳岩熙在秦洛冉走后，也匆匆坐上马车离开了。马车路过京城里最热闹的长安街的时候，柳岩熙掀开车帘，看了看车水马龙的街道，捏了捏手中的绣帕，暗自做了一个决定：停车。怎么了，小姐？丫鬟绿云听到她的声音，急忙上前来问。没什么，这些日子都在府里未曾外出，想到街上走走。柳岩熙说着就准备下车。绿云有些为难地道：可是小姐，侯爷说让您从慈幼院出来就直接回府啊，您和太子大婚在即，现在去街上逛是不是有些……若是往常，柳岩熙一定不会觉得绿云这话有什么问题，可是一想到之前秦洛冉说的那些，他就不得不多想了。街上人这么多，只要不去熟悉的店里，只要你不嚷嚷，谁知道本小姐是谁？柳岩熙说着，掀开车帘下了马车。等日后进了太子府，哪里还能随意出来？绿云觉得想想觉得也是，便没再说什么。小姐，侯爷让您直接回府。柳岩熙刚下马车，就被随行的侍卫给拦住了。这些侍卫都是镇北侯亲自派来的，带头之人于同是镇北侯的亲信。之前柳岩熙还觉得是他父亲对他重视，所以才派了自己的亲信随行保护自己。现在看来，这些人分明就是他父亲派来监视他的。近日在府里闷得慌，难得出来，顺便去街上走走散散心，父亲应该不会怪罪的。越是不让他去，柳岩熙越要去。小姐，请不要为难属下，属下只是奉侯爷的命办事。于同是镇北侯的亲信，自然知道镇北侯为何要这样做。虽然他也觉得这样对柳岩熙有点残忍，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如果他不照办，那到时候受罚的就是他了。见于同这样，柳岩熙已经信了秦洛冉说的那些话80%，冷哼一声：本小姐只是想去街上走走，怎么会为难你呢？你要不放心，跟在后面就是。说完就不管不顾地往前走。于同疾步走到柳岩熙前面，再次拦住了他：小姐，请你不要为难属下。柳岩熙美眸一寒，拉下脸来：给你点好脸色，你真自己是碟子菜了是吧？
你别以为你是父亲的人，我就没办法收拾你。我警告你，你若是再拦我，我就回去告诉父亲你意图非礼我。你说到时候父亲是杀了你呢，还是……后面几句话，柳妍希特意靠近那侍卫说的，吓得于彤赶紧后退了几步。这种事情还用问吗？他再得镇北侯的信任，也只是一个下人，怎么跟柳妍希这种大小姐比？只要柳妍希一口咬定自己要非礼他，那么他的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死。其实柳妍希不矫情、不端着的时候，智商还是在线的，说话做事也不是那么让人觉得难受。只是他这人装久了，一天不装就难受，就让人看着觉得他特别欠。柳妍希见于彤让开了，哼了一声，带着丫鬟绿云和紫罗朝长安街走去。于彤见状，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对手下交代了几句，赶紧追了上去。往日里自己经常去的那些胭脂铺、首饰铺、酒楼都不能去，在街上漫无目的的走没有意义，毕竟没谁会大刺刺的站在大街上唠嗑。想了想，柳妍希决定去茶楼。茶楼里有说书的，里面的人三教九流都有，应该能听到一些什么。他弟弟那件事，如果真的是黎君行做的，又牵扯到百花楼，应该没这么快就过去。毕竟牵扯到皇家的事情，众人虽然怕，却也更感兴趣。心里有了决断，刚好前面就有一家茶楼。柳妍希抬头看了看，叫陶宜居，是他以前从来没有来过的。客官里面请。柳妍希一只脚刚踏进陶宜居的门，店小二就热情地迎了上来。客官只做大堂还是雅间？雅间现在还有。店小二的话没说完就被柳妍希打断了。本姑娘只是来喝口茶歇歇酒，做大堂即可，上一壶大红袍，再随便来几样点心。说完朝大堂一个无人的角落走了过去。好嘞，客官您稍等，马上就来。小二甩了甩肩上搭着的布巾，下去准备去了。柳妍希走到角落的桌旁坐下，心中装着事情，也顾不上桌子凳子是否干净了。若是往日里，他不让丫鬟擦个10遍8遍的，绝对不会做的。跟在后面进来的于彤看见柳妍希坐在大堂，顿时觉得头疼，想了想，商量道：“小姐，这大堂有些吵，人也复杂，您看咱们是不是换间雅间比较好？”第52章茶楼打听。听到于彤的话，柳妍希的脸再次拉了下来。怎么，本小姐连坐在哪里都需要你来决定吗？属下不是那个意思。于彤觉得今天的柳妍希太不正常了。往日里的柳妍希十分在意自己的形象，时刻想要维持着自己最好的一面，大庭广众之下是很少会这样把不悦摆在脸上的。柳妍希跟秦若染见面的事情，于彤不知道。那时候他被柳妍希吩咐去做别的事情了，所以现在他只是觉得柳妍希有些奇怪，并未多想。柳妍希现在是看于彤哪不顺眼，冷哼一声打断他：“本小姐想做大堂就做大堂，想做雅间就做雅间。你要做不惯大堂，你自己去雅间。属下不敢。”见柳妍希是铁了心要坐在这里，于彤也不好再说什么，闭了嘴，在没人的一侧坐了下来。没多一会儿，店小二就把柳妍希要的茶水和点心端过来了。店小二满面笑容的把东西一一放下，客官慢用，有什么需要随时换小的。柳妍希嗯了一声，店小二就恭恭敬敬的退下了。由于陶宜居的茶水点心比别的茶馆要稍微便宜那么一点点，所以尽管这个时间是午饭时间，陶宜居的生意依然不错。特别是一些爱附庸风雅、手头又不是很宽裕的书生，他们最喜欢来了。约上三朋四友，吃茶谈笑，吟诗作对，或是讲些风流韵事。陶宜居又不限制时间，甚至茶喝完了还可以提供免费的白开水。除此之外，陶宜居内还有琴娘弹曲助兴，花上少许银子还能点几曲喜欢的曲子。喝着茶，谈着心，听着小曲，也不失为一番享受。所以陶宜居一年四季虽然谈不上人满为患，也算是座无虚席了。当然，像柳妍希这种样样都要追求贵的、好的，千金小姐肯定是没有来过的。他觉得这种地方配不上他高贵的身份。第一次坐在稍微有些嘈杂的大堂，柳妍希很不习惯，很想站起来一走了之，又不甘心，只好耐着性子继续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听着周围的谈话声。大概2盏茶之后，陶宜居内来了2个江湖人打扮的男子，2人一胖一瘦，一高一矮，走在一起格外引人注意。2人进了茶馆，环顾了一圈，看到柳妍希旁边的桌子还空着，径直走到那里坐下。许是2人赶路有些急，身上出了一些汗，柳妍希嫌弃的用帕子挥了挥。2人也看到了柳妍希，不过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便转过头去继续说话。他们常年在江湖上行走，看惯了豪爽的江湖女子，对京城中这种矫情的娇小姐也没什么好感。柳妍希出身尊贵，生得一副花容之姿，又早早被赐婚给太子，走到哪里不是被恭维着、奉承着，这样被人无视还是第一次，特别是还是2个男人，当即觉得心里有些不爽。不过没人理他。倒是丫鬟绿雨云注意到他的情绪不对，关心地问了一句：“小姐，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柳妍希摇摇头。刚好这时店小二也把隔壁桌要的东西送过来了。店小二把东西给放下，刚准备走，就被瘦高个的男子给叫住了：“小二的，听说京城有一座百花楼，
里面的姑娘个个都是绝色，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店小二点点头，然后略带惋惜地对二人道：不过两位客官来晚了，百花楼如今已经没了。没了？什么叫做没了？说话是矮胖一些的男子，他的声音有些大，引得周围的人都朝他们看了过来。店小二见状，急忙陪着笑道：这位客官跟小的打听事情呢，大家继续哈。众人听到店小二这么说，都纷纷转过头去继续喝茶聊天。小二的，你刚刚说这百花楼没了是什么意思啊？我一个兄弟1个月前来京城还去过呢，他还跟我说来京城不去百花楼简直就是白来，听得我心痒痒，这才特意绕到京城来的。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等到没人再看他们了，矮胖男子再次问道。闻言，店小二摇摇头叹息道：您那位兄弟说的确不错，不过这百花楼半个月前被一把火给烧了，里面的姑娘都……什么？这次轮到瘦高个惊呼了，这好好的怎么会被烧了呢？什么人这么大胆？听到这里，柳妍希的心也提了起来，他想到了秦洛冉说的，有些害怕听到那个名字。只见店小二听到瘦高个的话，小心翼翼地看了周围一眼，压低声音道：两位还是别问了，小心惹祸上身，京城里其他的青楼漂亮姑娘多的是，二位何必执着百花楼？这么严重？不会是……瘦高个说着指了指天上。店小二点点头，所以二位还是不要再问了，小的还有事要忙，二位慢用，有事再唤小的。店小二说完就疾步下去了，好像后面有人追他似的。眼看他们已经聊到了自己想要听的，店小二却因为害怕下去了。柳妍希有些郁闷，刚想起身离开，一个留着2撇胡子的男子趁人不注意坐到了那两人的那一桌。两位兄弟是从外地来的吧？小胡子男摇了摇扇子，小声跟两人套着近乎。那一胖一瘦两兄弟点点头，对啊，我们兄弟到青阳镇办事，听说京城百花楼的姑娘很是销魂，就特意拐过来想看看，谁知道这百花楼居然没了。这位兄弟，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小胡子男叹了口气，连连摇头，可惜呀，可惜，惨啊，真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小胡子男的反应越发勾起了胖瘦兄弟的好奇心。小胡子男没有说话，只是摇摇头，一副想说又不敢的说的样子，更是吊足了胖瘦兄弟的胃口。这位兄台，你就不要再吊我们兄弟的胃口了，你就告诉我们吧，你看我们毕竟是奔着这百花楼来的，是不是？瘦高个的话音刚落，矮胖男子也跟着道：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娘们唧唧的呢？你跟我们说了，我们又不会到处去说，你怕什么？二位兄台误会了，不是我想要吊二位兄台的胃口，实在是……小胡子男一脸为难，看到矮胖男子脸上明显不悦后，又把声音压低了一些。那我与二位兄台说了，二位兄台心里知道便好，出了这个门就不要再提起，不然对咱们都没什么好处。瘦高个闻言拍拍他的肩膀，放心吧，我们兄弟又不是那等长舌妇。于彤有功夫在身，对于三人的话自然是听得清清楚楚的，不用猜也知道接下来小胡子男会说些什么。想起镇北侯的交代，在心里叹了口气，对柳妍希道：小姐，时辰不早了，你看咱们是不是该回府了？第53章，秦洛冉说的是真的。眼看最关键的地方就要来了，柳妍希怎么会愿意走？淡淡的瞟了于彤一眼，于侍卫要是着急就先回去吧，本小姐还想再坐一会儿。小姐，于彤还想再说些什么？柳妍希嫌他烦，打断他的话道：突然有些想念知味斋的芙蓉糕，你去帮我买一份吧。对了，再买一份红豆糕和百花酥，还有梅花糕也各买一份，这些都是父亲母亲和穆青喜欢吃的。这……于彤有些为难，知味斋在隔壁那条街，一来一回最少要2刻钟，这还是在知味斋人不多的情况下，知味斋的糕点广受京城人的喜欢，没有哪天是不需要排队的。怎么？于侍卫是不愿意吗？柳妍希端起茶喝了一口，也是，于侍卫是父亲的亲信，确实不适合做这些跑腿的小事，没关系，等会儿本小姐亲自去一趟就是了。那小姐在这里不要乱走，属下去就来。柳妍希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于彤不去也不行了，不然等会他真的自己去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府，至于其他的他就管不了了。柳妍希点点头，去吧，我在这里等你。于彤抱了抱拳，很快出去了。于彤走后，柳妍希终于觉得耳根清静了许多，坐直了身体，仔细听着隔壁桌的谈话。只见那胡子男先是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四周，又对胖瘦两兄弟招了招手，两人把头凑近了一些，胡子男才开始把自己知道的对二人娓娓道来。我跟你们说啊，这百花楼里的姑娘那真的是顶个的漂亮，那身段那声音让你一听就骨头都酥了。胡子男一边说着，一边回想着自己以前去百花楼的场景，不知想到了什么，脸上尽是陶醉之色。胡子男还没陶醉完，就被矮胖男子不耐烦地打断了。哎呀，行了行了，别陶醉了，说重点。他们特意来一趟，连百花楼的门都没见到，这个人还在他们面前炫耀他以前去过是几个意思？哦，好，抱歉，实在是里面的姑娘太让人销魂了。胡子男歉意地拍了一下自己嘴巴，又继续道：
这百花楼落得如今这般光景，说起来跟东宫那位还有不少关系呢。胡子男说着，故意顿了顿，倒了一杯茶，悠哉悠哉地喝了2口。哦，到底怎么回事？兄台快别卖关子了。胖瘦两兄弟听到东宫2个字，兴致更高了。而坐在一旁的柳岩熙听到东宫2个字的时候，突然觉得一股凉气从脚底慢慢升起。那胡子男又瞟了四周一眼，见没人注意他们，才继续道：百花楼被烧那日，老弟我也是一早来这里喝茶听曲儿，约好的几个好友才刚刚来到呢，就听到百花楼那边传来一声尖叫。胡子男说着指了指百花楼在的方向，百花楼就在这间茶楼背后那条街，在2楼的雅间还能看见他的后院呢。说到这里，胡子男又喝了一口茶，继续道：那天听到百花楼里的尖叫声，还以为是里面的姑娘出了什么事，就跟着大伙一起过去看了。你们猜老弟我看到了什么？我们要是能猜得到，还用得着在这里问你？矮胖男子一脸不耐烦，你要是在卖关子，老子的拳头就管不住自己了啊！胡子男有些尴尬的笑了，喝了一口茶，继续道：那天老弟我跟着几个好友一口气冲到百花楼，听到宁香姑娘的房间传来哭泣声。这宁香姑娘可是百花楼的花魁啊，我们还以为宁香姑娘被欺负了，急忙跑到她的房间，没想到看到的却是宁香姑娘的尸体。宁香姑娘的尸体！胖瘦两兄弟听到这里同时惊呼出声，还好2人压低了声音，不然又少不了要引起大家的注意。胡子男点点头，一脸惋惜：对啊，宁香姑娘死了，我们之前听到的那声尖叫声就是她的贴身丫鬟小桃发出来的。宁香是百花楼的花魁，价格不便宜，胡子男也只是远远的见过几次，之前幻想着哪天有钱了也包上宁香姑娘一夜，只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没等到她有钱呢，宁香姑娘就香消玉殒了，怎么不让人觉得可惜呢？瘦高个皱着眉问道：那这宁香姑娘是怎么死的？这个恐怕只有那天睡在宁香姑娘房间的那位才清楚了。胡子男摸了摸自己的2撇小胡子，我们去的时候，他就坐在宁香姑娘的房间，还有百花楼的花妈妈，2人脸色都不是很好。花妈妈好像还让那位给她个说法来着，说是好好的姑娘，陪了她一晚就天人永隔，这培养一个花魁也不容易不是？在宁香姑娘房间那位是东宫那位？胡子男点点头，默认了瘦高个的话。那后来呢？后来我们就被赶出来了。听到胡子男这样说，瘦高个觉得有些失望，也有些可惜。他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喝花酒，青楼的花魁就算是睡不起也喜欢看看。这宁香姑娘是百花楼的花魁，也不知是何等销魂之姿，可惜无缘相见了。瘦高个正打算再问些什么呢，就听到胡子又开口了，差点忘了。那天我们被赶出来后，一直在百花楼外等着，没过多一会儿，就看到镇北侯带着人怒气冲冲的进去了。镇北侯？这又跟镇北侯有什么关系？胖瘦两兄弟都是跑江湖的，也很少到京城来，所以对于京中这些事情不是很清楚，自然就不知道镇北侯和黎君行的关系。胡子男闻言抬头看了周围一眼，把声音压得更低了一些：这你就不知道了吧？镇北侯就是那位的准岳父，还是陛下赐的婚呢？矮胖男子道：那镇北侯是去给自己的女儿做主的。呵呵，兄台说笑了。胡子男摇摇手，寻常人家男子3妻4妾，喝花酒都是正常事，更别说那样身份的人，怎么可能是去给自己的女儿做主呢？那他去做什么？具体什么事，老弟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当日镇北侯怒气冲冲的进去，没多一会儿就让人出来请大夫，约莫过了2刻钟的样子，又带着人出来了，一起出来的还有他的嫡子，不过是被人抬着的，听说是腿被人生生打断了，还被下药迷晕了1晚上，那腿耽搁了1晚上，也不知还能不能治好。被生生打断的，多大的仇啊！矮胖男子听到这也皱了眉，他们江湖人讲究快意恩仇，要杀便杀，要剐便剐，生生打断双腿还故意不让医治，这分明就是想让人家的腿废了吗？谁知道呢？不过有传言是因为跟那位抢花魁，所以胡子男的话到这里，2人也明白了，惹上天界只能自认倒霉。后来呢？瘦高个又道：再后来那位也一脸寒霜的出了百花楼，然后不多一会儿百花楼就走水了。剩下的话柳岩熙已经没有再听下去了，站起来有些失魂落魄的往外走。其实在听到镇北侯3个字的时候，他就已经确定了秦洛染之前跟他说的都是真的。绿云见状交代了紫罗结账，自己赶紧跟了过去。小姐，你等等奴婢。第54章可笑又可悲。柳岩熙仿佛没有听到绿云的声音，走出陶宜居，看着人来人往的街上，竟觉得有些恍惚，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柳岩熙戴上面纱，又陆续去了几家茶馆和酒楼，听到的都8、9不离10，这才死了心。事情都过去了这么久，大家还在议论，甚至还改成了话本，可见这件事情闹得有多大。可笑自己竟是最后才知道的。木然的走在街上，柳岩熙觉得自己可笑又悲哀。自己的嫡亲弟弟被自己的未婚夫打断了腿，很可能要落下终身残疾。可笑的是，
事情的缘由只是为了争夺花魁。他知道他风流，也知道他一辈子不可能只有他一个女人，他日荣登大宝，更是少不了后宫佳丽3000。可是他与他马上就要大婚了啊！他是他亲自请旨赐婚，要8抬大轿抬进府的太子妃呀！他连这点脸面都不愿意给自己吗？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他都要去逛青楼、喝花酒，还因为争夺花魁打断了自己弟弟的腿。到底是什么样的天下角色，能让他不顾陛下禁足的口谕，冒着被罚的风险也要去？到底是什么样的天下角色，能让他不顾自己这个未婚妻落他的脸面也就罢了，还因此废了他弟弟的腿？他们认识这么多年，他不是不知道他和弟弟的感情一向很好，也不是不知道弟弟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凡他心中有自己半分，都不会做出这种事，更何况还只是因为一个花魁。他堂堂镇北侯唯一的嫡女，难道还不如一个花魁吗？想到自己这些年一直心心念念的要嫁给黎君行，做了许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逼着自己一点点变成他喜欢的样子。没有人知道自己在接到赐婚圣旨的那一天，开心的彻夜未眠。还有上次生辰，他送了自己一只发簪，虽然并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珍品，他依然视若珍宝，只有在重要场合才舍得戴。因为自古以来，男子送发簪都是定情之意。他送他发簪，他还以为他终于也喜欢自己了。但是刚刚听到的那些无一不在告诉他，一切都只是自己在做梦。哈哈哈！柳妍希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全京城最大的笑话。出身尊贵又如何？皇帝赐婚又如何？准太子妃又如何？还不是一样不受自己的未婚夫待见，还是一点脸面都不给的那种。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和付出，就是一场笑话。还有自己的弟弟穆青，他以后要怎么面对他？他自小与自己那样亲厚，什么事都想着自己这个姐姐，可是他怎么对得起他？怪不得前些日子父亲突然开始给自己的庶妹柳婉柔请教养嬷嬷，把庶弟柳文栋送去军营。他还以为是他们俩又犯了什么错惹怒了他父亲，现在看来分明是他父亲已经开始培养他们了。弟弟穆青腿废了，不能继承侯府，柳文栋就成了他父亲心中新的继承人。那自己呢？是不是等过几年自己没了价值，也会被柳婉柔代替？柳妍希越想越觉得心寒，连指甲都被掐断了也没有察觉。绿云和紫罗默默地跟在他身后，想要劝一下，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也不敢这个时候劝。突然，一个拿着糖葫芦的小男孩迎面跑过来，一个不注意，一下子撞到了柳妍希身上。那糖葫芦不可避免地沾到了柳妍希的衣裙上，然后掉到了地上，还有他的口水也蹭了一些在柳妍希的衣裙上。柳妍希也被撞得差点没站稳，幸运好身后的绿云眼疾手快地扶住了他。小姐，你没事吧？绿云看了一眼柳妍希，见她没事，转过头去看着那个小男孩厉声道：你这小孩走路怎么不好好走呢？大街上这么多人，你这样乱跑，撞到别人你赔得起吗？哇！那小男孩看到自己的好不容易才买的糖葫芦，才舔了几下就这样掉在了地上，又被人一顿凶，大声哭了起来。小男孩一哭，路上的行人都停下了脚步围了过来，看着绿云指指点点，说他欺负小孩，气得绿云又羞又恼，指着小男孩道：你哭什么呀？明明是你撞到了人，把我们家小姐的衣服也弄脏了，还没让你赔呢，你就哭，想耍赖是不是？石头，石头！绿云的话音刚落，一个妇人打扮的女子挤过人群，走到了几人面前，蹲下身扶起地上的小男孩，用袖子帮他擦掉脸上的眼泪。娘说过多少次了，在街上不要乱跑，不要乱跑，现在知道疼了吧？那妇人一边说，还一边拍了拍小男孩身上的灰。妇人看着年纪不大，估摸也就20出头的样子，衣服虽然有些破旧，不过却洗得干干净净，头发也梳得很整齐，脸晒得有些黑，双手粗糙，眼角也有不少细纹，看得出家里条件并不是很好，但是人很细致，也爱干净。我的糖葫芦呜呜，我的糖葫芦叫石头的小男孩也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他娘的话，只顾着哭他的糖葫芦。那妇人以为是自己的儿子摔倒了，导致糖葫芦掉在地上，想要伸手捡起来，这才注意到柳妍希主仆3人。绿雨云因为刚刚被人说欺负小孩，脸色有些不好，所以那妇人看向他的时候，他没好气地哼了一声：这是你家小孩是吧？他撞到了我们家小姐，弄脏了我们小姐的衣服，连句道歉也没有，坐在地上就哭，搞得别人还以为我们欺负了他。绿云说着，还用手指着柳妍希衣服上被弄脏的地方：你看，糖葫芦上的糖粘在了我们家小姐的衣服上，还有她的口水。我们家小姐的衣服都是用上好的丝绸，请的最好的绣娘缝制的，你们配得起吗？那妇人顺着绿云的手指看过去，果然看到一些糖粘在衣服上，旁边还有口水的印记，虽然不明显，但是弄脏了人家的衣服却是不争的事实。想到刚刚绿云说的用的最好的丝绸，请的最贵的绣娘，那妇人吓得瘫坐在地上，看着还在指着地上的糖葫芦哭的儿子，那妇人二话不说，直接扬起手朝着他的屁股狠狠地打了下去。第55章，给你你就拿着，让你不听话，让你乱跑。
说着，啪啪啪几巴掌落在石头的屁股上。进城之前娘就说了，城里的人都金贵，撞到了咱们赔不起，你为什么不听？说完又是一巴掌。你说要吃糖葫芦，娘也给你买了，你为什么不听话一点？自从你爹生病，咱们家都快穷得揭不开锅了，你为什么不能懂事一点啊？你弄脏了人家这么贵的衣服，要了娘的这一条命也赔不起啊！那妇人骂着骂着自己就哭了起来，仿佛要把这些日子压在心里的辛酸和难过都哭出来。自从丈夫生病不能出去干活贴补家用，还要花钱买药，家里的日子就一日不如一日。她每天要下地，要照顾丈夫儿子，还要做些绣活贴补家用，年纪轻轻就累弯了腰，日子很艰难，几度想要逃离这个家，但是看着病重的丈夫和年幼儿子，终究是狠不下心来，只得咬着牙担起了家里的重担。自从丈夫生病后，亲戚朋友都远离了他们，生怕他们去借钱。她虽然觉得有些心寒，却也知道这是人之常情。一直以来，她每天除了干活就是干活，从不去别人面前凑，只想多赚点钱，让日子过好一点。不是不会累，也不是不会觉得心酸，只不过都被她压在了心底，也没时间去想。今天是到城里来卖绣品，顺便给丈夫买药。儿子吵着要吃糖葫芦，吵了很久，想到这些年也确实亏待儿子，就咬着牙给他买了一串。谁知道儿子因为终于吃到了糖葫芦，开心给跑了起来，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就撞到了人，还弄脏了人家这么贵的衣服，就是把自己卖了也赔不起，所以那妇人当即就崩溃了。我知道错了，娘，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那妇人下手极重，叫石头的小男子被打疼了，大声哭着认错。你知道错了有什么用？你让娘拿什么赔人家啊？母子俩当街抱头痛哭，说的话更是闻者心酸，听者落泪。一时间，围观众人窃窃私语，众说纷纭。有同情石头母子俩的，有说柳岩溪主仆不通情达理的，也有人说本就是男孩子有错在先，柳岩溪主仆没错等云云。但是弱者向来都能博得更多的同情，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在指责柳岩溪主仆三人。而柳岩溪呢，一直神游在外，想着自己的事情，没有注意到眼前发生的事。周围的人以为他故意不说话，指责他的话也就越说越过分。小姐绿云轻轻唤了一声柳岩溪，见他没有反应，又轻轻碰了他一下。柳岩溪这才回过神，疑惑地看了看面前抱在一起哭的母子俩，用眼神询问绿云发生了什么事。绿云简单地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跟自家小姐说了一下，然后静静地等着他开口。听完绿云的话，柳岩溪看了看自己的衣裙，确实有些脏污。若是往常，他肯定怒不可遏，不过今天他没有这个心思，甚至觉得以前的自己很可笑。看着被妇人紧紧抱在怀中的小男孩，还有掉在地上的糖葫芦，柳岩溪突然觉得有点羡慕他。虽然日子清苦，但是石头的娘是真心疼爱他的。而自己呢？摇摇头，让自己暂时不去想那些。柳岩溪在石头母子二人面前蹲了下来，把自己的帕子递给那妇人，别哭了，衣服弄脏了，洗洗便是。但是你们再哭，别人就都以为我欺负了你们，这就不好了。听到柳岩溪的话，石头母子二人停止了哭泣，有些害怕地看着他，没敢去接他递过来的帕子。柳岩溪见状，叹了一口气，伸过手去帮石头把脸上的泪擦掉。以后走路小心一点，京城里贵人多，不管是你撞到了别人，还是别人撞到了你，吃亏的都是你。这话听着虽然不好听，但是现实确实如此。京城这个地方权贵云集，那些在街上混的公子哥，不是家里有钱，就是家里有权，寻常百姓在他们面前根本讨不到半分好处。在京城，每年被马车撞死撞伤，因为不小心撞到了不该撞的人，被打伤打死的事情也不少，甚至最后连公道都讨不了一个。命好的还能得点赔偿，命不好的只能自认倒霉。那妇人不清楚柳岩溪是什么意思，紧紧地把自己的儿子抱在怀里，一言不发地看着他。柳岩溪看了看他洗得发白、打了不少补丁的衣服和破旧的鞋子，又看了看瘦小的男孩子，从袖袋里拿出自己的荷包，倒出一些碎银子递给他，拿着吧，给孩子买点好吃的。不，那妇人见柳岩溪给他钱，急忙摇摇手，不要，我不能要你的钱，是我们弄脏了你的衣服，应该是我们赔你，给你就拿着。看着那妇人惶恐的样子，柳岩溪没由来的一阵烦躁，直接把整个荷包都塞到他手里，好好给你丈夫治病，给孩子买点好吃的，也对自己好一点，日子会好起来的。最后这句话，柳岩溪是在安慰那妇人呢，也是在安慰自己。末了，柳岩溪又加了一句，就当作是我赔偿他的糖葫芦吧，刚刚走路我也没注意。柳岩溪说完站起来就走，绿云和紫罗急忙跟了上去。柳岩溪刚走，围观的众人又再次议论开了。不过这次风向变了，那是谁家小姐啊？真是心善啊。是啊，人家弄脏了他的衣服，他不但没有责怪，还给银子说是赔偿那孩子的糖葫芦。什么赔糖葫芦啊？那位小姐分明是见这对母子生活艰难，想要帮一把，不然一根糖葫芦才多少钱啊？是啊，看着还呆坐在地上的妇人呢，有人忍不住朝她喊道：这位小娘子，你还不快些谢谢那位小姐，
你今天遇上好人了。对啊，你要是别人，肯定少不了挨一顿打。那妇人本来呆呆地看着手里精致的荷包，有些没有反应过来，直到听到周围的议论声，才从呆滞中回神，把荷包收进怀里，拉着自己的儿子朝柳妍希离开的方向磕了3个响头，又对众人道了谢，才站起来，拉着自己的儿子匆匆离开了。第56章，脑子里到底装的什么？柳妍希带着绿云和紫罗在街上漫无目的的走着，刚好和迎面走来的于彤撞了个正着。小姐，您怎么在这里？叫属下好找。于彤满头大汗，一脸焦急，显然找了柳妍希好一会儿了。看到柳妍希完好无损的站在自己面前，于彤大大松了一口气。他用最快的速度去买了柳妍希要的糕点之后，回到陶宜居没有看到柳妍希。之前那胖瘦2兄弟倒还在那里喝茶，问了他们和店小二，也都说没注意什么时候离开的，更不知去向何处。无奈只好自己沿着街道去找，沿路的茶馆酒楼几乎都找遍了，一直没有看到柳妍希，心里又急又慌。若是再找不到柳妍希，他都要准备回镇北侯府去找人来帮忙了。好在终于让他碰到了，不然若是回府搬救兵，肯定少不了一顿责罚。对于满头大汗、心急如焚的于彤，柳妍希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等你半天不来，在街上随便走走，糕点都买得到了吗？柳妍希的语气很淡，听不出任何情绪。买到了。于彤说着，举了举手里提着的糕点，都在这呢。那就好，回府吧。柳妍希说着，就抬脚朝镇北侯府的方向走去。是，小姐。于彤应了一声，落后他几步，跟在后面朝镇北侯府走去。于彤原以为还要费上一番口舌才能劝柳妍希回府，没想到自己还没开口呢，他自己就先提出来了，倒是让自己省了不少事。不过今天的柳妍希太反常了，不用说，之前太子那档子事肯定被他知道了。哎，他就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只是没想到竟然快就瞒不住了。这镇北侯府以后恐怕要热闹了。看着柳妍希单薄的背影，于彤觉得这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大小姐也挺可怜，头上还顶着准太子妃的头衔呢，就已经注定成为自己的父亲的弃子。不过这事情他也无能为力。柳妍希拒绝了于彤和2个丫鬟的坐马车的提议，一路步行回家。从小娇生惯养的他，出门不是坐马车就是坐轿子，第一次走这么多路，有些吃不消，脚很酸，脚底也磨了起泡。不过柳妍希一声没吭，忍着不适一直走到府里。他要让自己牢牢记住今天。踏进镇北侯府的大门，柳妍希收起所有的思绪，恢复了的模样。总算把柳妍希安全带回府，也不用再跟着他。于彤大大松了一口气。柳妍希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今日多谢于侍卫，这红豆糕是父亲喜欢的，就劳烦于侍卫帮妍希拿去给父亲吧，跟父亲说妍希明日再去给他请安。是，小姐。把手里的百花酥、芙蓉糕和梅花酥递给柳妍希的丫鬟绿云，提着红豆糕走了。问了下人说镇北侯在书房，于彤直接提着红豆糕去了书房找镇北侯，跟他汇报了柳妍希的行踪，不过隐去了柳妍希在陶宜居的那段。于彤走后，柳妍希把吩咐紫罗把百花酥给弟弟柳木青送过去，自己则带着绿云提着梅花酥去了母亲魏氏的依云院。到了依云院，柳妍希的母亲魏氏正在浇花，想到自己的弟弟现在还重伤在床，自己则成了全京城的笑话，自还因此被父亲化作了一颗废棋。自己的母亲竟然还有如此闲情逸致，柳妍希觉得自己似乎从未了解过自己的母亲。这些事情她不相信她一点也不知道，可是她却跟着自己的父亲一起瞒着自己，想办法阻挠自己知道事情的真相。她真的好想剖开她的脑袋，看看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她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和弟弟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还是说她有什么苦衷？可是再大的苦衷能比自己的儿女重要吗？大小姐来了。见过大小姐，大小姐万安。柳妍希神色复杂的看着自己的母亲，还没想好要怎么开口。魏氏的丫鬟珠儿看到了她，听到珠儿的声音，魏氏这才看到柳妍希来了，放下手里的东西走了过来，亲昵地道：希儿怎么来了？今日去慈幼院一切还顺利吗？多谢母亲挂记，一切顺利。柳妍希面色已经恢复如常，从绿云手里接过梅花糕递给母亲魏氏，知道母亲喜欢知魏摘的梅花糕，妍希特意去买的。哎呀，希儿有心了。魏氏满面笑容的接过梅花糕递给丫鬟珠，拿下去装了盘端上来。说完牵着柳妍希往一旁的亭子走去。是。珠儿扶了扶，提着糕点下去了。柳妍希给绿云使了一个眼神，绿云会意，也朝珠儿离开的方向走去了。柳妍希和母亲魏氏走到亭子里坐下，柳妍希拿起桌上的茶壶，先给魏氏倒了一杯茶。魏氏接过茶喝了一口，看着自己礼数周全又貌美的女儿，魏氏满心骄傲，娘的希儿真是越来越漂亮懂事了，若是可以，娘亲真的想多留你几年。魏氏这句话倒是真的有感而发，毕竟不管怎么说，柳妍希都是她10月怀胎生下来，又疼了这么多年的女儿，马上就要嫁人了，心中多少有些不舍。
若是平时，柳妍希一定会娇羞的顺着他的话接几句。只不过今天听到了事情真相的柳妍希完全没了往日的心情，甚至觉得魏氏说这句话挺虚伪。端起茶抿了一口，看着满面笑容的魏氏，垂下眼眸，遮住自己思绪，淡淡的开口：“母亲真的会不舍女儿吗？”傻孩子，哪有母亲会看着自己疼了10多年的女儿出嫁，没有一点不舍的？只是呀，这再不舍也不能不让女儿出嫁。魏氏没有注意到柳妍希的不对劲，依然满面笑容，还拍了拍她的手：“等你日后嫁了人，做了母亲，就明白母亲的心情了。娘亲呀，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你和母亲能平平安安，一世荣华富贵。这当真是母亲的心愿吗？”柳妍希抽出自己的手，定定地看着母亲魏氏：“母亲当真希望女儿和弟弟一世平安富贵吗？”希儿，你这是怎么了？魏氏这才注意到柳妍希有些不对劲，皱着眉，不赞同地看着她：“母亲当然是真的希望你和你弟弟平安富贵，难不成还能是希望别人平安富贵吗？那母亲现在的所作所为又作何解释？”第57章，让他如何不信？希儿这话是什么意思？发生什么事了吗？看到自己的女儿突然变脸，魏氏有些不明所以。母亲是真的不知道女儿在说什么，还是假的不知道？看着自己的母亲到现在还在跟自己装糊涂，柳妍希突然觉得好悲哀，不想再听她跟自己打太极，直接道：“母亲，弟弟受伤的真相，你为什么要同父亲一起瞒着我？”“什么真相？你弟弟的腿就是自己的摔伤的啊？”魏氏满脸疑惑，看得柳妍希一阵肝疼。“母亲，女儿再问你一遍，弟弟的腿真的是摔伤的吗？”魏氏点点头：“对啊，你父亲亲口说的，还能有假？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不是让你不要操心这些事情吗？”听母亲这话的意思是，你没有去看过弟弟了？依他弟弟的性子，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可能什么都不说。可他母亲竟然没有去看过。魏氏被柳妍希看得有些不自然。是你的父亲说母亲伤得不严重，让我不要担心，已经请了最好的太医，这段时间专心筹备你和太子的婚事才是最重要的。柳妍希简直服了，有些无语地看着魏氏问道：“所以你就连看都没去看一眼？你这样大惊小怪的做什么？母亲以前又不是没受过伤，再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性子，她受伤最不希望别人知道了。上次她病了，母亲去看她，她还发了好大的脾气。这次你父亲说要好好治治她这脾气，让我不要去的。”魏氏说完还责怪地看了柳妍希一眼，又不是她的错，干嘛这样质问她？柳妍希已经彻底无语了。作为一个母亲，自己的儿子受伤，不管怎么着都应该去看一眼吧，就算做不了什么，也图个安心不是吗？可是她的母亲呢？因为自己的儿子不喜欢，就真的不去？自己的丈夫不让去就不去？能有点自己的主见吗？这么多年，她还坐在侯夫人的位置上，真是个奇迹啊！同在一个屋檐下，又不是相隔10万8千里，受了伤半个多月没见，她都没感觉不对吗？柳妍希真的好想问一句，她真的是他们的亲娘吗？还有，身为一个侯府的主母，自己的丈夫还有那么多庶子庶女，她居然能如此放心？自己的丈夫说什么就是什么，就算不怀疑，也应该自己去查证一下吧，又不是多难的事。那母亲知道前段时间太子殿下发生的事情吗？柳妍希已经不想和自己的母亲再说弟弟的事情了，她怕再说下去会被气死。她以前怎么没发现自己的母亲这么单纯呢？提到离君行，魏氏的脸色终于有了变化。她知道柳妍希肯定是今日出去外面听到了一些风声，叹了一口气道：“太子殿下那是母亲知道，你也别怪母亲瞒着你，母亲也是为你好。”柳妍希没说话，有些讽刺地看着魏氏，她倒是要听听自己的母亲到底是怎么个为自己好法。魏氏也知道自己的女儿因为这个生气，也就没在意她的表情如何，语重心长地说道：“希儿啊，太子殿下在这个关头去逛青楼，固然有些不给你面子，但是你要知道，他是未来的君王，注定3宫6院，他不可能一辈子只有你一个女人，他亲自请旨赐婚，许你太子妃之位，日后你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这些比这虚无的面子实在多了。所以母亲是担心我知道了跟太子殿下闹别扭，进而导致失了太子殿下的心，得不偿失。”还没等魏氏说完，柳妍希就直接说出了她要说的话。闻言，魏氏欣慰地点点头：“对啊，你能明白就好，等日后进了太子府，母亲也就不用担心你了。”那母亲知道太子殿下逛青楼那日还发生了什么事吗？魏氏摇摇头。太子殿下去百花楼那日，穆青也在，两人还因为争夺花魁起了争执。太子殿下一怒之下，让人打断了穆青的腿。穆青直到第2天父亲找到他的时候才看的大夫。看着母亲魏氏不敢置信的眼神，柳妍希继续道：“穆青的腿被生生打断，又耽搁了治疗。母亲，你说穆青的腿还能好吗？不可能！你父亲明明说穆青是自己摔伤的，我也问过太医了，太医说不严重，养些日子就好了。这个消息太过刺激，魏氏本能的不想相信。你是不是在外面听到了什么流言？母亲早就告诉过你，市井流言不可尽信，你难道忘了吗？是可不可信我心里有数，倒是母亲你有时间问太医，却没时间亲自去看看穆青。”
那不是你父亲说没事，也不让我去。再说了，我这不是在忙着筹备你和太子殿下的婚事吗？不知卫士是不是觉得愧疚，所以到后面声音越说越小。不过他没觉得自己有多大的错就是了。他娘家没落，还需要侯府的扶持。如今侯府是还是自己的丈夫做主，他说的话他能不听吗？他敢不听吗？柳妍希也知道自己的母亲在顾虑什么，觉得甚是心累，没了再说下去的兴致。母亲，女儿说的这些话是不是真的？你待会儿去看看穆青就知道了。柳妍希说着站了起来，你也可以让人去查一下，如果有功夫，可以自己去京城里的茶馆酒楼里坐坐。末了又加了一句，对了，父亲最近把柳文栋送去了军营，给柳婉柔请了教养嬷嬷，母亲不妨想想父亲这么做是什么意思。柳妍希说着朝卫士扶了扶，女儿有些累了，先下去休息了。柳妍希说完就走，留下一脸呆滞的卫士。回到自己的院子，柳妍希无力地靠在贵妃榻上，一行清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她比谁都不想相信这些是真的，但是她父亲最近的种种反常行为，今天于同三番两次的阻挠，还有京城里那些传言，他今天去了好多家茶馆酒楼，也让丫鬟悄悄去打听了一下，他们说的基本如出一辙。如果说一家是巧合，两家三家还怎么可能是巧合？秦洛冉和厉王再厉害，也不可能收买了京城所有的茶楼酒馆，安排了这么多人一起演戏给他看。百花楼确实没了，黎君行确实被关进了碧幽宫，他的父亲确实不让他去看弟弟，也不让他接触外人。这么多的反常，让他如何不信？相比柳妍希的糟心，秦洛冉的日子就舒心多了，还准备趁这几天天气好出去踏青呢。第58章，得了便宜还卖乖。暮春4月，莺飞草长，正是踏春好时节。在从慈幼院回去后的第3天，秦洛冉命人收拾了东西，准备去自己的陪嫁庄子上住几天，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散散心。周嬷嬷听说秦洛冉要去庄子上住，给她准备了许多好吃的，肉干点心水果应有尽有，生怕秦洛冉去了庄子上会饿着一样。好了，嬷嬷，庄子里又不是没人住，不会缺吃的。看着都要准备出门了，周嬷嬷还在叨念着要再装点什么吃的。秦洛冉急忙阻止她：嬷嬷这不是担心王妃去了庄子上不方便吗？周嬷嬷慈爱的笑笑，又转过身去对问春慈他们：王妃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衣服要多带2套，披风拿了没有？这个季节晚上还是有些凉的，千万不能让王妃着凉了。又听到周嬷嬷问这些，春慈都无奈了：嬷嬷，你都念了快10遍了，你要是不放心的话，自己检查一遍吧。嘿，你这小妮子，你还不耐烦了？嬷嬷还不是怕你们不仔细，回头等王妃到了庄子，缺这个缺那个的。周嬷嬷没好气地剜了春慈一眼，出门在外仔细一些，王妃要是少了一根头发，小心回来嬷嬷扒你们的皮，特别不能让王妃再瘦了。秦洛冉大婚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瘦了下去，周嬷嬷心疼啊，这些日子好不容易补回来一点，她真的害怕她去庄子上住几天又给瘦没了。春慈闻言无奈地摊摊手：嬷嬷，我觉得你还是跟我一起去吧，那样你就不用担心了。他们家王妃只是去庄子上住2天啊，又不是要出远门。你这小妮子。看着周嬷嬷操不完的心，秦洛冉心里暖暖的。好了，嬷嬷，你就放心吧，春慈他们很细心的，要不你也一起去庄子上住2天算了。周嬷嬷摇摇头：嬷嬷年纪大了，就不去折腾了。嬷嬷在王府给你守着院子，主子抬爱是一回事，但是做下人的得有眼色。再说了，年轻人出去玩，他一个老婆子跟着去算怎么回事？秦洛冉不知道周嬷嬷心里这么多弯弯绕绕，收拾好东西之后，就带着春慈他们走了。又一次，很巧的在王府大门口碰到黎君燕，只不过这一次黎君燕是刚好上朝回来。要是本王再来晚一点，王妃是不是就先走了？黎君燕翻身下马，走到秦洛冉面前，执起他的双手：不是说好了等本王下朝回来送你过去吗？自从上次洛清崖来了之后，黎君燕觉得自己和秦洛冉之间的关系进步了不少，两人之间再也不像之前那样总感觉有些疏离，两人偶尔也会交心。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黎君燕觉得能和自己的王妃同床共枕的日子就不远了。谁知道这时候秦洛冉居然要去庄子上住几天，他俗世缠身又不能跟着去，却也不能说不让他去。说好了等自己下朝来送他过去，他却打算自己先走。自己的王妃一点也不依赖自己，更是对自己没有半分不舍。黎君燕觉得很是忧桑，这不是还没走吗？秦洛冉无辜地摊摊手：再说了，庄子又不远，1个时辰就能到，路上也没有危险，有什么好送的？本王想送不行吗？黎君燕说着，扶着秦洛冉上了马车，然后自己也跟着坐了进去。这马车是秦洛冉在相府的时候，秦相专门请人为他打造的，避震效果比较好，人坐在里面不会觉得很颠簸，相比普通的马车要舒服得多。所以秦洛冉嫁到李王府也没有忘记带他。马车内很宽敞，人在里面可躺可坐，里面放了2个大银枕，方便靠着。除此之外，还有一床薄被、小案几、茶水、糕点。秦洛冉喜欢看的书更是准备的不要太齐全。
你说你干嘛非要去送我呢？一会儿还得赶回来，这个时间多休息一下不好吗？上了车，秦洛冉习惯性的往大银枕上一靠，从一旁的暗格中拿出自己常看的书。黎君燕看着他随意放松的样子，嘴角不觉带了笑意。本王不是说了，想跟王妃多待一会儿。秦洛冉听到他这样说，没好气的剜了他一眼。那也不差这几天啊，一辈子那么长。这句话一说出口，秦洛冉恨不得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了。什么一辈子？他刚刚是脑子抽了吗？黎君燕闻言，笑意更深。王妃说的是。说着，黎君燕朝秦洛冉那边挪了挪，趁他不注意，长臂一伸，把他揽进自己的怀里。一辈子，洛儿可别忘了今日自己说的话。说完还趁机偷了个香，不过只是浅尝即止。秦洛冉想要解释一下，却不知道该怎么说，想了想又觉得没必要，干脆气恼的嘬着嘴不说话了。见秦洛冉因为气恼而嘬着嘴，黎君燕觉得甚是可爱，不对，甚是诱人，轻笑一声，低头撅住他的小嘴。秦洛冉睁大眼睛，想要开口阻止，却不想一个字没说出口，反而方便了黎君燕，龙舌滑进，缠住他的丁香小舌，又是吸又是吮，仿佛要吸进他嘴里所有的甜蜜，吸进他的呼吸。黎君燕吻的霸道又不失温柔，相比之前的生涩，多了些挑逗性的技巧。秦洛冉很快被他吻得晕乎乎的，有些意乱情迷，手中的书也掉了，双手不自觉地环住了他的脖颈。秦洛冉的这一无意识的举动，仿佛给了黎君燕极大的鼓励，紧搂着他的双手，加深了这个吻仿佛想把他揉进自己的身体里。马车里的温度也在一点点升高，升高再升高，仿佛要烧起来似的。过了好半天，直到秦洛冉快要呼吸不过来的时候，黎君燕才意犹未尽地放开他。傻洛儿，怎么还没学会换气呢？黎君燕指腹划过他白净如玉的脸颊，温柔的触碰引得秦洛冉一阵轻颤。终于得到自由的秦洛冉在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呢，听到黎君燕的话，差点被口水呛到。你个无赖，得了便宜还卖乖，说的就是黎君燕这样的吧？秦洛冉谈口微张，杏眸微瞪，眼里满是雾气，看得黎君燕又是一阵心痒痒，低头又在他的唇上轻轻啄了一口。第59章，记得想本王。洛儿真甜，黎君燕回味似的舔舔嘴唇，心里却在默默叹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吃口肉。黎君燕觉得没有比自己更悲催的人，明明是自己明媒正娶的妻子，却是终日能看不能吃。爱谁让他错过了洞房花烛夜呢？大婚当日发生了那样的事，他的王妃没生气，还去救他，已经是世间难得了。想到这里，黎君燕又在心里把黎君行鞭施了1800遍，默默盘算着，等他被放出来，要给他送点什么礼物。滚一边去！马车里的气氛实在是太暧昧了。秦洛冉坐起身，一把推开黎君燕，并拿了个大银枕挡在两人中间。这男人真是越来越没正形了。秦洛冉这一推，马车里的暧昧气息倒是消散了不少。黎君燕好笑地看着已经挪到靠着车壁的秦洛冉，意味不明地说了一句：“本王饿了。”诺，这里有点心。秦洛冉以为他是真的饿了，把放在一旁的食盒递给他。周嬷嬷一大早特意给我做的，便宜你了。黎君燕没有接，薄唇扯开一丝宠溺戏谑的笑意。王妃不帮忙拿出来吗？想到他一大早就去上朝，早膳也没吃，现在还要送自己去庄子上，秦洛冉耐着性子把食盒里的点心拿出来摆在案几上，又贴心的给他倒了杯茶，吃吧。王妃喂我。难得自己的王妃这么听话，黎君燕越发得寸进尺。又不是自己没手，爱吃不吃。秦洛冉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捡起之前掉了的书翻看了起来。这人果然不能惯，一惯就要上天，给点颜色就开染房，说的就是黎君燕这号人。黎君燕见状，宠溺的笑笑，伸手拿起一块点心，慢条斯理的吃了起来。黎君燕的尊贵是刻在骨子里的，连吃东西的动作都让人看着赏心悦目，加上那张妖孽的脸，简直让人移不开眼。妖孽！秦洛冉暗骂一声，继续看自己的书。黎君燕无辜的耸耸肩，又拿起一块点心放进嘴里。一个时辰后，马车到了目的地竹溪涧。竹溪涧因为庄子后面的山上种了一片竹林而得名。竹溪涧并不大，只有110户佃农。这是原本是秦母封氏的陪嫁庄子，因着秦洛冉喜欢，这里风景也不错，里面的佃户都是租了几十年，知根知底的人，封氏就将他给了秦洛冉。秦洛冉之前来过好几次，每次来都要住好几天，跟竹溪村的村民相处的也还不错，所以秦洛冉的马车一进庄子，看到的村民都热情地跟他打招呼，秦洛冉也不摆架子，掀开车帘笑着回应他们。更有甚者，一些村民直接把手里的刚从地里摘的菜送给他，秦洛冉也没有拒绝，都笑着让春慈收下了。这些菜虽然不是什么贵重之物，但是却是村民们的一片心意，所以每次他都会收下，再回一些点心之类的东西给他们。这样他们的心意他收到了，他也没有占他们的便宜，皆大欢喜。黎君燕看着自从进了庄子，脸上的笑容就没有下去过的秦洛冉，王妃很喜欢这里。秦洛冉放下车帘，转过身来坐好。对啊，这里风景好，民风也淳朴，
每年都会来住一段时间。京城太喧嚣，处处充满了勾心斗角，只有来这里才能暂时远离那些东西，让自己真正的放松。喜欢就多住一段时间。黎君燕总觉得他的王妃心里好像藏了许多事情，眼眸深处总是藏着淡淡的愁绪，很多他这个年纪的女子喜欢的东西，他都不喜欢。他又暂时还没查到到底是为何，难得有让他喜欢又放松的地方，黎君燕也不着急让他回去了，大不了自己辛苦一点，多来回跑几趟就是了。好啊，那殿下到时候可别让人来催啊。不会。说话间，马车已经在秦洛冉专门住的小院前停下了。因为提前知会过庄头，秦洛冉住的院子已经提前打扫干净了。秦洛冉到了之后，让人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就可以住下了。趁他们收拾的时间，秦洛冉带着黎君燕到竹溪涧后面转了转，给黎君燕介绍了以前他来的时候经常去玩的地方和以前都干了些什么事。看着眉飞色舞、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的秦洛冉，黎君燕满脸温柔，折了路边的野花，做了一个花环戴在他头上。秦洛冉不喜欢这么花哨的东西，本能的想要取下来，黎君燕忙握住他的手，温声道：“别拿，很好看。”不知是黎君燕的眼神太温柔，还是春风太醉人，秦洛冉此刻竟然觉得有些微醺，一种别样的情愫在心中扎根滋长。由于黎君燕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再不舍得自己的王妃，用了午膳之后还是要回去，好好照顾自己。我不忙就过来看你。不用，每天来回不累吗？我住几天就回去。我把暗卫留给你，危险的事情让他们去做。不用，我只是来住几天散散心，不是要去打架。再说我自己有暗卫，记得按时吃饭，不许瘦了。黎君燕，你没事吧？临走之前，黎君燕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那操心程度都快赶上周嬷嬷了。开始秦洛冉还回应一下他，到后面都不想理他了。他现在十分怀疑眼前这个男人是不是被调包了，跟他之前了解到的差别太大了。说好的惜字如金，冷酷无情，杀伐果断，对女人不假辞色呢？只是分开几天而已，至于吗？搞得像生离死别一样。再说了，他们之间什么到如胶似漆的地步了？好了，我走了，记得想本王。在秦洛冉无语的表情中，黎君燕偷了个香，利落的翻身上马，飞奔离开。看着黎君燕很快消失的身影，秦洛冉在心里狠狠啐了他一口，转身回屋里，美美的睡了一个午觉。听路过的婶子说后山的竹林还有竹笋，便让春次他们带上竹篮和铁锹朝竹林去了。第60章，君知我所系，卿知我所意。秦洛冉在竹溪涧一待就是半个月，这半个月上山打猎、下河摸鱼、采药挖野菜这些事情全部被他做了一个遍，还没人管束，真是好不自在。黎君燕也真的从未催他回去，而是一有空就过来陪他，给他讲讲京城的发生的事情，陪他一起做他喜欢做的事。当然公务多的那天也会带过来处理，还让秦洛冉帮忙。秦洛冉要说个不字就会耍赖装可怜，而秦洛冉也会每次都心软答应，黎君燕就越发得寸进尺，后面直接你个带过来处理的全部带过来，不管大小。黎君燕，你有完没完？这些事情你明明可以自己在府里处理的，为什么非要带到这里来？秦洛冉在又帮他看了几本无关痛痒的折子之后，终于受不了爆发了。因为太多了，本王一个人忙不过来。黎君燕嘴角噙着笑，头也没抬，手里的笔快速的批注着。之前在王府你不是也一个人处理的吗？黎君燕闻言，把手里的批好的折子放在一旁，抬起头来看着他轻笑道：王妃也说了，之前是在王府，言下之意就是现在因为要来庄子上来回奔波，浪费了时间。是我让你来的吗？秦洛冉气结，我都说了让你不要来不要来，是你自己非要来的。秦洛冉说着，把手里的折子丢给他，笔一丢，不干了。黎君燕站起来，一把拉过要往外走的秦洛冉，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道：因为这里有王妃啊。黎君燕的声音很轻，却好像每个字都重重地落在秦洛冉的心房上，激起一丝丝别样的悸动。这些日子黎君燕的所作所为，他不是没看到，也不是没感觉，他只是怕这一切只是泡影，尘埃未定，他怕自己在半路丢了心。可是现在黎君燕的眼神太炙热了，让他躲闪不得。微微拉开两人的距离，叹了口气，认真地问道：黎君燕，你对我是一时兴起还是？黎君燕没有着急回答他，拿起他的手放在自己的心口，柔软的衣服下面那强有力跳跃的节奏让秦洛冉感觉脸颊发烫。他轻轻蜷缩起自己的手指，想要抽离，黎君燕却用自己的大掌紧紧地摁着，坚定如磐石。感受到了吗？你放开。阳光透过窗子洒进来，落在他俊美的侧脸，好似给他增添了几丝魅惑之感。秦洛冉本能的想逃，看着又要退缩的人儿，黎君燕轻叹一声，把他紧紧地紧固在自己的怀里，下巴搁到他纤细的肩膀上，嗓音沉而哑：洛儿，君知我所系，卿知我所意。面对黎君燕突如其来的表白，秦洛冉愣了愣神，半晌之后才挤出4个字：为何是我？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情深。黎君燕亲了亲秦洛染的眼睛，轻声道：“洛儿，感情这种事情哪有为什么，心甘情愿便是最好的解释。”见秦洛染只是呆呆地看着他，又道：“若你非要一个缘由，你就当我救命之恩以身相许好了。”他出生就被厌弃，这10多年每一天都活得战战兢兢，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算计，不然一不小心就粉身碎骨。为了自保，也为了积攒势力，他远离京城，在战场上拼命，立下赫赫战功，有了自保之力，连他的父皇对他心生忌惮，想要对他除之而后快。这些年他一直卧薪尝胆，运筹帷幄，可是秦洛染的出现却打乱了他的计划，让他不得不提前回京。他知道他的父皇是想借赐婚把他留在京城，再找借口削他的兵权，或许后面还安排了所谓的通敌叛国的证据，只是他不能不来。原本他已经安排好了如何回去，可是因为秦洛染，他的计划一变再变，直至搁浅。也许是初见的从天而降直接落在了他的心底，也许是日夜相处的相互吸引，总之他已然入了他的心，再也挥之不去。秦洛染被黎君燕的话乱了方心，有些不知所措。可是我……嘘！黎君燕把手指放在他的嘴唇处，阻止了他继续往下说。没有可是，洛儿，我不知道你以前受过什么伤害，但是我保证此生庇护你一世无忧，不会再让你受半点伤害，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见秦洛染不说话，黎君燕又接着道：洛儿，其实你心里也是有我的，为什么不给彼此一个机会呢？以秦洛染的本事，如果心里没有他，他哪里能近他的身，不被他打残也被毒傻了。黎君燕说的深情款款，情意绵绵，眼里的温柔仿佛都要溢出来一般，细看之下还有一丝难以察觉的小心翼翼。秦洛染的心再次被触动了，他是令敌国闻风丧胆的战神啊，面对敌国几十万大军，向来都是淡定从容，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那么骄傲桀骜的一个人，如今却在他面前小心翼翼的，他再拒绝就真的不识好歹了。抬起头，朱唇轻启，轻轻说了一个好。黎君燕闻言顿时喜出望外，刚要说话，却又听得秦洛染道：不过有些事情你不可以强迫我，我需要一点时间。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他还没有准备好。傻洛儿，我怎么舍得强迫你？黎君燕在他的唇上轻轻点了一下，我若要强迫你，你现在早就被我吃的渣都不剩了，哪里还能在这里跟他谈条件？秦洛染闻言羞得狠狠跺了他一脚，你个无赖！黎君燕紧了紧搂着他的双手，柔声道：只对你无赖。说罢低头攫住了他的红唇，深深地吻了下去。一吻罢，秦洛染落荒而逃，黎君燕则继续心满意足地处理公务，上扬的嘴角让人一看就知道心情极好。早知道这一招好用，他当初就不傻乎乎的上交自己的所有家财了，搞得跟个暴发户似的。关键是上交了所有的家财，也没得到一个肯定的话，隔天就被原封不动的还了回来。这几天的来回奔波还真是值啊！要是再多日夜相处几天，是不是？想到这里，黎君燕加快了手里的动作，处理完以后让安慰带回去，顺便给他告几天假。反正他回来以后，除了大婚后养伤那几天都没有怎么休息过，也是时候休息几天，让那些人蹦跶一下了。第61章，这是姑爷吧？翌日清晨，秦洛染被窗外的小鸟吵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打了一个呵欠，舒服地伸了一个懒腰，准备下床穿衣。一转身，却发现黎君燕正杵着下巴，一脸笑意地看着他，秀眉微蹙。黎君燕，你怎么还在这里？黎君燕呵呵笑笑，乔王妃说的这话，本王不是昨晚就睡这里了吗？我的意思是你怎么还没走，不用上朝吗？这些日子黎君燕来看他也会不时在这里留宿，不过都是天还没亮就走了，像今天这样大刺刺的在他床上等着他睡醒还是第一次。本王今日劳累过度，身体有些吃不消，打算在王妃的庄子上休养2日。黎君燕说的脸不红心不跳，仿佛真的是那么一回事。秦洛染不想理他，越过他直接下床穿衣。竹溪涧前面有一片桑葚熟了，他打算今天去摘一些回来。用过早膳，一行人带着篮子就出门了。秦洛染也自己提了一个，走在前面蹦蹦跳跳的，好不开心。黎君燕看着秦洛染手里的篮子，觉得实在碍事，大步上前一把夺过来扔给后面的春慈，然后霸道地牵着他的手。篮子比为夫的手舒服吗？你有病吧，黎君燕！秦洛染被他搞得莫名其妙，用力抽自己的手，没有抽出来。黎君燕刚要说话，迎面走来一个婶子，热情地跟秦洛染打招呼：大小姐好，这大清早的，大小姐又要出去啊？秦洛染这些日子在庄子上这里跑跑那里跑跑，竹溪涧的村民都习惯了，再加上他没有架子，大家谁看到都会过来打声招呼，有时候还会聊2句闲。听说前面的桑葚熟了，去摘一些回来。秦洛染笑着点点头，婶子这是刚从地里回来。婶子点点头，接着又道：哎呦，大小姐想吃桑葚说一声就好呀，婶子去给你摘，一会儿日头大了晒哟。不碍事，一会儿就回来了，婶子快去忙吧。
自己去摘的才有意思，所以秦洛冉笑着谢绝了婶子的一片好意。那婶子就去忙了呀。那婶子说着，掂了掂背上的背篓，走到一侧给秦洛冉让路，才注意到和秦洛冉十指相扣的黎君燕，这位是姑爷吧？秦洛冉作为他们的东家，他大婚的事情，他们自然是有所耳闻的。之前听到那些流言蜚语，还为他感到可惜和不值。毕竟秦洛冉容貌不俗，出身又好，关键还没有架子，还很体恤他们这些老百姓。这样的女子就该被男子一生宠着。谁知道大婚当天竟然发生那样的糟心事情，现在又到庄子上来住了这么久，还以为是嫁过去过得不开心，到庄子上来散散心。不过现在看到两人紧扣的食指，才知道自己多想了，人家小夫妻感情好着呢。秦洛冉点点头，对啊，这是我夫君。黎君燕听到我夫君三个字，嘴角都带上了笑意，虽然很淡，不过秦洛冉还是看到了。那婶子一听秦洛冉承认，急忙弯腰行了个礼，见过姑爷，姑爷，姑爷安好。黎君燕淡淡嗯了一声，算是回应。除了秦洛冉，黎君燕对谁都是一副不咸不淡的模样。只是那婶子习惯了秦洛冉这样热情没有架子的，对于黎君燕的冷淡，一时间有些不习惯，只好尴尬的笑笑。婶子别多想，他这人就是这性子。秦洛冉看出婶子的尴尬，笑着解释道：“婶子赶紧去忙吧，我们也走了。”说完就继续朝前走了。哎，大小姐慢走，姑爷慢走。到了桑树林，看着枝头一颗颗黑黑的桑葚，秦洛冉心生欢喜，从春慈手里接过篮子摘了起来。见秦洛冉摘得开心，黎君燕也走过去一起摘，两人合力，不一会儿就摘了满满一篮子。刚好不远处有一条小溪，秦洛冉吩咐了春慈他们再多摘一些，便和黎君燕一起提着摘好的桑葚去溪边去了。简单的清洗过后，秦洛冉就迫不及待地丢了2颗到嘴里，那酸中带甜又甜中带酸的可口味道一下子就让秦洛冉喜欢上了，又连着吃了好几颗。少吃一些，小心闹肚子。黎君燕见他一下子吃了不少，把他手里的篮子拿了放到一边。秦洛冉正想说不会，突然看到小溪里有鱼游过，眼睛咕溜一转，对黎君燕道：“我们今天中午在这里烤鱼吧。”黎君燕看着眼睛扑闪扑闪，眼里的兴奋藏都藏不住的秦洛冉，宠溺一笑，说了一个好，接着召来暗卫，让他回去取东西。你做什么？黎君燕吩咐完暗卫，一转过身就看到自己的王妃脱了鞋袜准备下水。秦洛冉一脸莫名其妙，摸鱼啊，还能做什么？说着就试探着下了水，刚好一条鱼从脚边游过，秦洛冉双手猛地伸进水里，在伸出来时手里已经多了一条鱼。我告诉你哦，摸鱼这种事我最在行了，以前在山上的时候经常跟山上的弟子一起去河里摸鱼，然后偷偷烤了吃，不过每次都会被罚。说起在无极山的日子，秦洛冉不觉眉眼弯弯，以王妃的身手需要下水才能抓到鱼吗？看着在水里玩得不亦乐乎的秦洛冉，黎君燕简直哭笑不得，就是想下河玩吗？你懂什么？这叫做乐趣。说话间，秦洛冉又抓了几条鱼扔在岸上，觉得光吃烤鱼有些单调，便提议让再去山上抓2只山鸡、野兔啥的。黎君燕没意见，看到不远处春慈他们已经朝这边走过来，伸手把秦洛冉拉了上来，给他穿好鞋袜，在这里等我，我去就来。说完飞身朝不远处的山上去了。黎君燕前脚刚走，春慈他们就拿着烤鱼需要的东西来了，秦洛冉便让他们先准备一下，然后削了一根树枝拿在手里，顺着溪流往前走，看到鱼就插上来。走了一小段，突然前面传来一道熟悉又讨厌的声音：“这不是李王妃吗？怎么这么快就被李王殿下厌弃，赶到庄子上来了？”第62章上赶着送人头。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夏轩儿，秦洛冉有些意外，他知道隔壁庄子是夏轩儿的母亲孙氏的陪嫁庄子，却没想到夏轩儿也在这个时候来了庄子上，还真是冤家路窄呀。不过话说回来，这夏轩儿还真是记吃不记打呀，上次被他打成那样，还进去大牢里体验了一把牢房生活，现在看到他居然还敢凑上来，也不知道咋想的。不想搭理夏轩儿这个脑子不好的女人，秦洛冉也没抬头，依然专心看着水里。李王妃这是在抓鱼。夏轩儿见秦洛冉不理他，出言奚落道：“秦洛冉，不是说你有100多台嫁妆吗？怎么被赶到庄子上来就连想吃条鱼都要自己抓？不会是那些嫁妆都是中看不中不用的吧？”李治告诉夏轩儿要离秦洛冉远一点，可是想到自己挨了打，还进了大牢，回家后他母亲还给他请了教养嬷嬷，一天到晚盯着他，这也就罢了，现在还被祖父送到庄子上来。一想到这些，夏轩儿心里就怒火中烧，恨不得把秦洛冉抽筋扒皮。现在看到秦洛冉一个人在这里，当然要过来奚落几句，这样也能让他心里多少舒服一些。秦洛冉闻言，讽刺的勾勾嘴角，正好一条鱼从眼前游过，把手里的树枝猛地往水里一刺。夏轩儿想上前看看秦洛冉是不是真的插到鱼，又怕秦洛冉打他，迟疑了一下，还是没敢上前。上次被打的脸才刚好呢。喂，秦洛冉，你要是真的连鱼都吃不起的话，就直说啊，何必这么费劲呢？你只要跪下。
啪！夏轩儿的话还没说完，秦洛冉挑起手中的树枝，轻轻用力往夏轩儿那边一甩，原本插在树枝上的鱼准确无误地甩在了夏轩儿的脸上。夏轩儿没看到秦洛冉怎么出手的，只感觉脸一疼，下意识地伸手去捂脸，感觉脸上有些黏黏的、滑滑的，还有一股鱼腥味儿。低头一看，一条还没死透的鱼正在地上摆动，眼看就要碰到他的脚。夏轩儿当即吓得大叫起来：“啊，秦洛冉，我跟你没完！看来夏夫人把你接回去之后，并没有对你严加管教啊，这么快就放你出来咬人，也不知道他下次准备拿什么保你。”秦洛冉的声音很轻很柔，却尽是嘲讽：“是你搞的鬼，对不对？”听秦洛冉这么一说，夏轩儿才明白，一向对自己纵容的母亲会给自己请那么厉害的一个教养嬷嬷。他做什么都要管，还被逼着学规矩，害得他苦不堪言，在家里大闹一番。然后他祖父一生气，就把他送到了庄子上来。送到庄子上来也就算了，那教养嬷嬷也跟着来，说是让他学好规矩再回去。现在出来玩走走，还是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没想到居然碰到造成自己这般处境的罪魁祸首秦洛冉，还真是冤家路窄。秦洛冉不可置否的耸耸肩，夏轩儿这人天生反骨，又被骄纵坏了，加上以前跟他爹在任上蛮横霸道惯了，请教养嬷嬷对他来说是没用的，只会让他变本加厉。不然他又不是疯了，特意让孙氏管教他。果不其然，夏轩儿没有让他失望，这不都把自己做到庄子上来了。只是他没想到今日会在这里碰到，果然是冤家路窄啊。见秦洛冉承认，夏轩儿忍不住破口大骂：“秦洛冉，你个贱人，你干嘛多管闲事？”秦洛冉眼眸一寒，身形一闪，再次用手里的树枝挑起地上的鱼朝他甩过去。啪！夏轩儿还在咒骂秦洛冉呢，一条鱼就直接朝他的脸飞过来，好巧不巧打在他的脸的正中央，鼻子差点被打得出了血不说，鱼尾巴还在他的嘴里扫了一下。秦洛冉嫌恶地退后了2步，毫无诚意地开口道：“抱歉啊，本来想打你另外一边脸的，力度没掌握好，要不我再来一次。”你呕！那鱼腥味儿恶心的夏轩儿直干呕，一旁的丫鬟急忙递帕子给他。夏轩儿擦了半天，还是觉得恶心，抬起头来恨恨地瞪着秦洛冉，却再不敢说话。秦洛冉把玩着手里的树枝，不经心地看了他一眼，想说什么就说啊，你不是一向喜欢嘴巴走在脑子前面吗？明明知道嘴贱会挨打，偏偏还管不住自己的嘴，哪个有脑子的人会这样？我什么？夏轩儿，但凡你有点脑子，就应该在自己还没足够的能耐之前，看到我这个初次见面就把你送进大牢体验生活的人有多远就躲多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上赶着送人头。说实话，秦洛冉真的不知道夏轩儿的脑子是怎么长的。你说他蠢吧，上一世在没人帮忙的情况下还能算计到离军行；你说他不蠢吧，很多时候他又像个爆竹一样，一点就着。被秦洛冉这么一嘲讽，夏轩儿差点被气炸了，当即也顾不上脸还疼不疼，嘴里的味道还难不难闻，想要走上前和秦洛冉理论。谁知他刚一动，秦洛冉就急声阻止道：“哎，你别动，你可千万别动！”夏轩儿以为怎么了，真的被吓得一动也不敢动，连伸出去的脚都没敢落地。噗嗤！夏轩儿那滑稽的样子惹得秦洛冉忍不住笑出了声。在夏轩儿疑惑的眼神中，秦洛冉朱唇轻启：“你这左脑袋是面粉，右脑袋是水，一动就成了浆糊，也不怕到时候脑子更加不好使，所以还是别乱动了，真成了傻子就不好玩了。”噗嗤！秦洛冉的话音一落，身后传来了黎君燕的笑声：“洛儿又调皮了。”刚刚夏轩儿大声喊秦洛冉的名字的时候，黎君燕刚刚打猎回来，听到声音急忙往这边来，却没想到竟是看到这么有趣的一幕。不过话说回来，这夏轩儿真的好蠢啊，这样的人到底是怎么惹到他的王妃的？秦洛冉淡淡看了黎君燕一眼，殿下看热闹看得可还开心？黎君燕没有隐藏身上的气息，所以他一靠近他就知道了。第63章回京路上遇故人，王妃开心，本王就开心。黎君燕说着，把秦洛冉手的树枝拿了扔掉，然后把他的小手放在自己的手中，温声道：“玩够了吗？玩够的话就走吧，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为夫给你烤鱼吃。”好。秦洛冉点点头，再没看一眼旁差点气得背过气的夏轩儿，和黎君燕牵着手走了。黎君燕更是从始至终都没有看夏轩儿一眼，他的眼里只有他的王妃。夏轩儿看着两人相携而去的背影，恨得牙痒痒，除了怨恨的盯着两人的背影，什么都不能做，也不敢做。也不知道秦洛冉是不是有所察觉，突然回头看了夏轩儿一眼，露出一个意味不明的笑容，吓得夏轩儿也赶紧带着人离开了。一顿饭还没吃完，黎君燕的暗卫就把夏轩儿为何在庄子上的事情给查得清清楚楚了。听完暗卫的话，秦洛冉微微一沉思，心里就有了主意。黎君燕知道他肯定又有了什么鬼主意要整夏轩儿，宠溺的笑笑，撕了一个烤得香喷喷的鸡腿递给他：“来尝尝。”秦洛冉接过鸡腿咬了一口，口齿溢满香味，在味蕾上蔓延开来，咽下口中的东西，夸赞道：“还不错，想不到殿下还有这般手艺。”
黎君燕伸手帮他把散落下来的发丝别到耳后。王妃若是喜欢，本王以后再烤给你吃。好啊。秦洛冉眉眼弯弯，笑容明媚，差点晃了黎君燕的眼。本来秦洛冉打算住个半个月左右就回去的，不过现在黎君燕来了，又多住了几天。这几天黎君燕依然会拉着秦洛冉帮他一起处理公务，闲暇的时候到山上或者田间走走，采采药，摘摘果子。没有京城的勾心斗角，日子简单的而充实，两人之间也比之前亲密了不少。唯一让秦洛冉不满的是，自从那天之后，黎君燕再也不让他下河抓鱼，除此之外，其他事情都顺着他。朝来暮去，转眼就快到5月了。两人在庄子上待了这么久，也是时候该回京了。回京城的前一晚，秦洛冉让夏嫣去找了一趟夏轩儿。距离黎君行和柳妍希大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夏轩儿可不能一直待在庄子上，不然就不好玩了。想到之前夏轩儿口无遮拦的样子，夏嫣特意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穿了一身白衣，涂了个大红唇，披散着头发去，差点就把夏轩儿给送走了。秦洛冉知道后，笑着夸了他几句，又赏了好些东西给他。夏嫣谢过秦洛冉之后，转身就跟春慈、秋蝉还有冬英一起分了。春慈他们4个都是秦洛冉从无极山上带来的，4人情同姐妹，都没有家人，4人一直相互帮扶，有什么好东西都相互分享。秦洛冉对他们也一向都很大方，吃穿用都比府里其他丫鬟要好一些，平时用钱的地方也不多，所以每平日里秦洛冉不管给谁打赏，最后基本上都是4人人人有份。秦洛冉也知道他们之间的情况，所以每次打赏都是4人份。用过早膳，收拾好东西，一行人终于踏上了回京的路。由于不赶时间，马车一路都是不紧不慢地走着。忽然马车停了下来，赶车的林叔朝着前面拦车的人大声呵斥道：“不要命了！”马车停得有些急，秦洛冉差点就扑了出去，还好黎君燕眼疾手快地把他拉到自己的怀里。怎么回事？黎君燕的声音有些愠怒。求求你们帮帮忙，救救我们家小姐！林叔还没来得及说话，拦车的男子已经走过来，着急地开口了。男子满头大汗，气喘如牛，心急如焚。听到声音，黎君燕掀开车帘，看见来人，目光微闪。这位公子，我们的马车在前面的路上坏了，来接的马车还没到，小姐现在就急发作，急需就医，不知可否帮个忙，捎我们家小姐一程？那男子是真的着急，还没等黎君燕开口，就把事情简单的说了。听到对方是个女子，黎君燕丢下一句找后面那辆马车，就放下了车帘。后面那辆正是春次他们坐的那辆。那男子一听，连忙到了谢往后面去了。等一下！秦洛冉突然掀开车帘，叫住了男子：“你家小姐在哪儿？”见那男子不解地看着自己，秦洛冉又道：“这里到京城最快也要半个时辰，我略通岐黄之术，可以先帮贵府小姐看看。”真的吗？那太好了！那男子听到秦洛冉的话，顿时喜出望外，连连对他抱拳致谢：“多谢夫人，多谢夫人，前面带路吧。”秦洛冉说完就放下了车帘，马车跟着男子很快就拐进了一条小路。小路虽然也能容得下马车经过，但是始终没有官道那么平坦，连秦洛冉这辆避震效果极好的马车走在上面都觉得颠簸，特别是马车还走得快，秦洛冉都要扶着才能坐稳。黎君燕见状，直接一把把他抱了，坐在自己的腿上。“你干嘛？”秦洛冉没想到黎君燕突然来这么一出，双手反射性地抓住了他的衣服。黎君燕温声道：“这样舒服一些。”闻言，秦洛冉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我哪有那么娇气？自从他身体好后，他的师傅对他也是很严厉的，因为练武手脚起泡都是家常便饭。本王的王妃当然不娇气，但是本王乐意这样。他的王妃，他想宠，他乐意宠，谁管得着？谁能管？谁又敢管？”饶是这些日子已经听了太多黎君燕这样毫不掩饰他对他的宠爱的话，秦洛冉还是微微红了脸，索性干脆不接他的话。还好距离不是很远，约莫1炷香的时间就到了。一到目的地，刚才那男子就着急忙慌的朝自家主子跑过去：“公子，属下找到马车了，还有一个会医术的夫人。”第64章，王妃有什么要求尽管说。马车停稳，秦洛冉借着黎君燕的搀扶下了车，接过春慈递过来的药箱，快步朝停在前面的马车走去。前面的马车的车辕断了，里面的人已经挪了出来，此刻正在一旁的树下休整。一个身着紫色衣袍，头戴玉冠的男子怀里抱着一个瘦弱苍白、呼吸似乎有些困难的女子，棱角分明的脸上满是焦急和心疼，身边伺候的人战战兢兢，想来刚刚没少被训斥。秦洛冉和黎君燕走近，男子抬起了头，看到秦洛冉身边的黎君燕，眼里闪过一丝惊讶和意外。是他！看清楚前面的人，秦洛冉也是一怔。怎么，王妃认识？黎君燕紧挨着秦洛冉，她眼里的震惊和诧异自然没有逃过她的眼睛。秦洛冉收起心绪，淡淡道：“谈不上认识，他们的确不认识，就连上一世也只是知道彼此的存在，并没有什么交集。这一世，
他们现在才是第一次见面。他刚刚只是觉得那去求助的护卫的声音似乎在哪里听过，没想到跟过来一看，还真是上一世的故人。见两人走近，紫袍男子把手里的女子交给身后的丫鬟，站起来拍拍衣服上的褶皱，对黎君燕和秦洛冉拱拱手：“草民见过李王殿下，见过李王妃。”黎君燕微微颔首：“苏公子，别来无恙。你们认识？”秦洛冉话说出口才反应过来，黎君燕名下有商行，眼前这人也是商界响当当的人物，苏许想来应该是有过接触的。听到秦洛冉的话，苏许谦虚道：“草民不过是有幸见过李王殿下几次罢了。刚刚护卫说的会医术的夫人是王妃。”秦洛冉点点头，走到丫鬟扶着的女面前蹲下：“她怎么了？”说着把手搭在她的脉搏上开始诊脉，当务之急是给人看病，其他事情稍后再说也不迟。这是舍妹苏子玉自幼体弱多病，今日本是要带她去京城求医的，不想在半路就急发作，因为着急抄了近路，却不想马车坏了。因着黎君燕的关系，苏许也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三言两语把事情的原委说了清楚。本来因为赶路轻车减行，却不想出了半路出了意外，这下连替换的马车都没有，若是一直在遇不到人，只能等着京城那边的人来接了。苏子玉的病情并不难诊断，不过片刻秦洛冉心里就有了个大概。看着他痛苦的样子，秦洛冉叹了口气：“苏公子，令妹的病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能够治愈的可能非常小，这个你应该知道。”苏许点点头：“苏某知道，不知道王妃可能治，或者有没有办法能让她现在舒服一些？”苏许说着看了一眼自己此时满脸痛苦的妹妹，满眼心疼。虽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按理来说应该习惯了，但是那是他从小相依为命的妹妹啊，让他如何不心疼？每次他发病，他都心如刀绞，却又无能为力。有，秦洛冉说着从药箱里拿出银针：“我可以施针帮他缓解一下，不过最多只能管半个月不发病，想要治愈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只不过需要从长计议。”真的吗？苏许本来没抱什么希望的，没想到秦洛冉真的有办法，激动的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那劳烦王妃给舍妹看看，苏某必有重谢。说着，苏许朝秦洛冉深深鞠2个躬。这些年他们也是寻遍了天下名医，都没能医治好他，此番到京城也是来碰运气的。可以不过看着虚弱的苏子玉，秦洛冉有些犹豫。不过什么，王妃有什么要求尽管说，苏某一定办到。事关自己的妹妹，苏许早已没了往日的沉稳。秦洛冉摆摆手：“苏公子不必紧张，本妃没有什么要求，只不过现下令妹的身体太过虚弱，恐怕承受不住施针。”那怎么办？听到这话，苏许的心都凉了半截，刚刚的喜悦已然不复存在。秦洛冉本来想说让他自己熬过这一波，把身体养好一些再施针的，不过看着痛苦不堪的苏子瑜，终究是于心不忍。在药箱里翻了翻，找出一个青色瓷瓶，这个药可以暂缓他的病情，不过用了这个药之后，其他的缓解病情的药对他来说就几乎没用了。秦洛冉说着，把手里的青色瓷瓶递给苏许：“一次1粒，发病的时候吃，若是特别难受就吃2粒。”末了，秦洛冉又加了一句：“若是苏公子不放心，也可以找信得过的大夫看看，不过不要浪费。”苏子瑜每次发病都极其痛苦，不用药缓解的话，以他那羸弱的身子骨早就承受不住了。不过随着他慢慢长大，那些药对他的作用也越来越小，不然现在就不会是这副模样了。王妃言重了，李王殿下苏某还是信得过的。苏许接过瓷瓶，眼帘微垂，不知道在想什么。虽然秦洛冉没明说，但是他也知道这个药肯定制作不易，里面的药材必定是珍贵无比，甚至稀有。若是花钱就能买到还好，反正他们苏家最不差的就是钱，就怕有些药材花钱还买不到。一旦用了此药，其他药物也没用，那这药用完了之后又没有治愈的药方的话，届时妹妹再发病怎么办？难道以后都要靠李王妃施针吗？这现实吗？苏许犹豫了，秦洛冉也没有催他，把东西收好，合上药箱，扶着黎君燕的手站了起来。哥哥，苏许还没拿定主意。靠在丫鬟身上的苏子瑜艰难地开口了。苏许听到他的声音，急忙走到他身旁，温声道：“怎么了？是不是很难受？”苏子玉艰难地摇摇头，指指苏许手里的瓷瓶：“哥哥，我吃这个药，给我身体上的疼痛。”让苏子瑜话都说不完整。子瑜苏许知道自己的妹妹痛苦，他也不忍，可是他更怕吃完以后没有续命的药方，在这世上他只有他一个亲人了。哥哥，刚你们的话我都听到了，我不想再这样痛苦的活了，我想轻轻松松的过几天，好好陪陪哥哥。随着发病越来越频繁，一次比一次痛苦，苏子玉早就不想活了，若不是因为苏许，早就自己了结了。第65章遇到黎君行的钱袋子。听到妹妹话，苏许心如刀绞，子玉苏许的声音带着些许哽咽，眼眶也红了。能让在商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苏许流泪，可想而知苏子玉对他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哥哥，我真的好痛好痛。苏子玉哀求地看着自己的哥哥。好，
终究是不忍心自己的妹妹继续这么痛苦，苏许还是答应了。从瓷瓶里倒出一粒药丸，递到他嘴边，待他咽下，又接过丫鬟递过来的水，给他喂了一些。秦洛染的药见效很快，苏子玉吃下去没多一会儿，面上就没那么痛苦了，待缓和了一些，身上没那么疼了。苏子玉在苏许的搀扶下慢慢站了起来，走到秦洛染面前，扶了扶。子玉谢过王妃。秦洛染双手扶起她，苏姑娘不必多礼。苏子玉其实长得很美，只不过常年缠绵病榻，让她瘦得脱了形。先回京吧。这厢苏许正准备说些什么，黎君燕就先开口了，便只好作罢。殿下，苏姑娘身体不适，让她和我坐一辆车吧。原本是打算把春慈他们坐的那辆车腾出来给苏子玉兄妹的，不过看着苏子玉这病恹恹，随时都会倒下去的模样，秦洛染又改了主意。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苏家以后对他们也有用。黎君燕没有说话，指指自己的薄唇，意图很明显。秦洛染娇嗔地瞪了他一眼，这人真的是越来越得寸进尺了。黎君燕这一举动，林叔、春慈等人倒是习惯了，毕竟这些日子他们家王爷只要一逮着机会就想着占王妃的便宜，王妃不同意还会装可怜。明明是沙场上令人闻风丧胆的战神，却搞得跟个毛头小子似的，偏偏自己还乐在其中。可是苏许第一次见，眼中难掩震惊之色。认识的黎君燕运筹帷幄，杀伐果断，傲气凛然，淡漠疏离，心狠手辣，不近女色，不管何时总是给人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没想到不过成婚2个月，竟改变如此之大。想到这里，苏许不着痕迹地看了秦洛染一眼，黎君燕似有察觉，向前走了一步，挡住了他的视线。苏许收回视线，心中却更为震惊，同时也默默地把秦洛染归在了不要轻易招惹的那一类人里。能让叱咤风云的李王殿下另眼相待的人，必定不简单。苏子玉见秦洛染为难，刚要开口说他坐后面那辆马车就可以，苏许急忙拉着他到一旁指挥下人收拾东西去了。而黎君燕呢，依然嘴角含笑看着秦洛染，态度非常明确，秦洛染不亲他一下，他就不答应刚刚他提的要求。秦洛染拿他没有办法，环顾了一圈，见大家都在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飞快地踮起脚在他的唇上点了一下，又快速退开。黎君燕满意地摸摸自己的嘴唇，把他扶上马车，说了一句小心一些，然后走到一旁翻身上了自己的坐骑。待苏许把自己的妹妹扶上马车后，队伍再次启程。黎君燕和苏许骑着马，一左一右地跟在马车旁。马车内看着苏子玉苍白的小脸，秦洛染拿出薄被给他盖上，又给他倒了一杯茶。谢谢王妃。苏子玉接过茶喝了一口，然后把杯子捧在手里，悠悠地说道：王妃跟王爷感情真好。秦洛染闻言莞尔一笑，等你身体好起来，也会遇到一个和你两情相悦的男子的。苏子玉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轻声道：能够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几天，已经是上天对子玉的厚爱了。他出生就身体不好，一年四季躺在床上的时间比下地的时间还多，吃的要比饭还多，好起来的可能微乎其微，能舒舒坦坦的过几天已经是他最大的心愿了，哪里还敢奢求其他。秦洛染拍拍他的手，不要想那么多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先休息一下吧。多谢王妃。苏子玉说完，闭上眼睛靠在大银枕上，而秦洛染则是陷入了沉思。苏许，人称无商公子，无涯商行的掌舵人，上一世黎君行的钱袋子。苏家世代经商，富可敌国。在苏许10岁那年，苏家突然一群神秘人灭门。之所以说神秘人，是因为到现在都没查到是何人所为，成了一桩无头惨案。苏许和他的妹妹苏子玉当时因为去了外祖家，躲过一劫。苏家遭遇灭门，苏家世代打下来的商业王朝受到了重创。苏家是块肥肉，主子一死，同行都纷纷来撕几口。苏氏商行内人心涣散，大部分掌柜舵主纷纷另找出路，或者卷款私逃，只有少部分继续留在苏家。在之后，年仅10岁的苏许用年幼的肩膀撑起了摇摇欲坠的苏家。苏许是100年难得一见的经商天才，仅仅10年的时间就让苏家重振当年的辉煌。苏许后来之所以会成为黎君行的钱袋子，为黎君行效力，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妹妹苏子玉。苏子玉自幼身体不好，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顽疾。这些年要不是苏家有钱，请遍了天下名医，又用各种珍贵药材吊着，苏子玉恐怕早就没了。皇天不负有心人，苏许终于找到了能够医治苏子玉的方子。好巧不巧，里面有一味药材只有离国皇宫才有。为了能早日拿到药材救自己的妹妹，苏许上了黎君行的贼船，因为当时黎君行最有望快速坐上龙椅，因为苏子玉多等一天治愈的希望就小1分。黎君行最后也确实坐上了龙椅，只不过他登基后好像也没有及时把药材给他，至少在秦洛然死之前还没给。不过按照黎君行那德行，恐怕最后真的没给，甚至苏许能不能全身而退还两说。上一世黎君行能成功坐上龙椅，苏许也算功不可没，没有他提供的那些钱，黎君行拿什么收买人，拿什么养私兵？
这一世，他是如何也不会让苏许再站到黎君行那边，他要断了黎君行的钱袋子。对于苏许，秦洛冉是有计划的，只是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他们居然提前进京了。第66章，厉王殿下的马车你也敢拦？马车不紧不慢地走着，在距离到达京城还有约莫1刻钟的路的时候，终于遇上了苏家来接应的马车。自家马车来了，苏子玉再次真诚地跟秦洛冉道谢后下了秦洛冉的马车。今日多谢李王殿下和李王妃，苏某改日再登门道谢。把苏子玉扶上自家马车，苏许再次恭敬地对二人道谢。秦洛冉淡淡道：“苏公子客气了，举手之劳罢了。”秦洛冉说完，放下了车帘。苏姑娘需要好好休养，苏公子还是赶紧带她回府吧。苏许再次拱手致谢，带秦洛冉的马车走了一段路之后，才吩咐启程。马车里没了旁人，黎君燕再次上了马车，然后一个劲儿说秦洛冉因为旁人冷落他，骗着秦洛冉主动亲了他好几下才放过他。本来一路都挺顺利的，却不想到在城门口的时候被拦了下来，要他们下车接受盘查，态度还特别蛮横。瞎了你的狗眼了，李王殿下的马车你也敢拦？看着城门守卫盛气凌人的样子，林殊直接亮出黎君燕的令牌。两个守卫看到令牌上苍劲有力的李字，吓得直接跪了下来。李王殿下恕罪，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李王殿下，还请李王殿下恕罪。知道的人以为你们是来守城门，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来这里当大爷。林殊看着前一刻还盛气凌人，现在就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两人，真是气不打一处来。盘查就盘查，干嘛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守个城门就高人一等了吗？百姓不是人吗？再说了，虽然他们的马车上没有李王府的标识，但是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用得起的，还这副态度，不是没眼色，就是有人授意。至于是谁，那就不用说了。呸！一个个的都不是个东西。小的知错，小的知错，还望李王殿下恕罪。想到传言里王殿下心狠手辣，两个守卫吓得汗都出来了，身子也不住的颤抖。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李王殿下。不是说李王殿下身体不是在府中休养吗？还有，为什么李王府的马车没有李王府的标识？走！黎君燕没理他，吩咐林殊继续走。等到了秦洛冉一行人走出了好远，两人才哆哆嗦嗦地站起来，继续盘查后面进城的人和车。不过态度比之前好多了。这京城是有什么大事发生吗？怎么突然戒严了？秦洛冉掀开车帘看了看，大街上的人明显比他去庄子之前少了许多。黎君燕随意看了一眼，放下帘子，漫不经心地道：“还能有什么大事？黎国的太子殿下要大婚了呀。”哦，也是。经黎君燕这么一提醒，秦洛冉也想起来了。上一世黎君行大婚，赤炎、赵越和越洛这个3个国家都派了使臣来祝贺，场面盛大空前。说来也真是讽刺，黎君燕为黎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没有黎君燕就没有黎国的安宁。可是黎君燕的大婚虽然也按照亲王的制度来操办，但是跟黎君行的一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更别说那天还出了那样的事。事后景兴帝是说要给黎君燕一个交代，可是到现在除了大婚第2天的那点赏赐外，什么屁也没有，也不怕寒了黎君燕的心，寒了西北30万大军的心。这样的人怎么配坐在龙椅上受万人敬仰？王妃在想什么？黎君燕见秦洛冉若有所思的样子，手上轻轻一用力，把秦洛冉带到自己的怀里，顺便亲了一下他的眼睛。秦洛冉被他弄得有些面热，轻轻推了推的脸。我在想，同样是大婚，我们敌军闻风丧胆的李王殿下和一无是处的太子殿下的比起来的，简直寒酸。黎君燕闻言轻轻一笑，形式而已，本王向来不在乎那些，能娶到洛儿这么好的王妃，本王已经心满意足了。说着，黎君燕突然想到了什么，面带愧疚地跟秦洛冉说抱歉，对不起，洛儿。面对黎君燕突如其来的对不起，秦洛冉一脸莫名其妙，怎么了？好好的干嘛说对不起啊？没有风风光光的把你接回李王府，还让你遭受了非议和耻笑。没有哪个女子不希望自己风光大嫁，可是她的洛儿却在大婚那日受尽了嘲笑和屈辱。她不知道她那天用了多大的勇气才破开李王府的大门进去的。就这样，她还去救她，从来没有怪过她半句。这些日子也帮她把李王府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么好的妻子，她是修了几世的福才能娶到，她应该得到这世间最好的对待。听到黎君燕的话，秦洛冉微微一怔，不在意的笑笑。过去的事情还提他干嘛？你刚刚不是也说了，形式而已，有什么好在意的？秦洛冉是真的不在意，历经2世，他比谁都明白，形式再盛大，也不如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每一任皇后的封后大典都盛大无比，但是又有几个皇后能真的坐上太后的宝座的？细数黎国历来的皇后，有好下场的都没有几位，就更别说坐上太后的宝座了。不是去冷宫了此残生，就是一根白绫或者一杯毒酒，了结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傻洛儿，黎君燕把秦洛冉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心里有了主意。回到王府，周嬷嬷围着秦洛冉看了好几圈，
确定没有兽才放下心来，去给两人准备午膳去了。两人用过午膳后，相携去花园散步，刚一半，春次就带着一封信来了。王妃，柳妍希让人给你传了信。柳妍希？秦洛冉疑惑地接过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邀请他明天一道去东林寺上香祈福，还挺谨慎，信上没有署名，不过秦洛冉认得那是柳妍希的字，看来柳妍希是坐不住了，不然也不会他刚回来就送了信过来。去转告他，本妃明天会去的。秦洛冉说着，把手里的信纸碾成齑粉，素手一扬，随风飘散在了碧波荡漾的湖水里。第67章，求王妃帮帮妍希。翌日，秦洛冉用过早膳之后，带着春慈四人出了门。东林寺坐落在京城的西边的山上，是京城附近最大的寺庙，在离国建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据说东林寺的第一任方丈作画后，留下一颗五谷舍利。五谷舍利被誉为万佛之本，佛家认为只有虔诚奉佛、悟道得法的人才会自然结晶舍利，非常人可得。五谷舍利更是千年难得。如今这千年难得的五谷舍利就供奉在东林寺，自是引得各方人士前去朝拜。所以这东林寺的香火一直都很旺，遇到一些特别的节日，可能连门都进不去。秦洛冉来的不算晚，饶是这样，东林寺山下已经停了许多马车了。戴上面纱下了马车，看着前面长长的台阶，吩咐春次拿好东西，踏了上去。从山脚到寺庙门口一共2条路，一条绕得远一些，但是宽敞，可以乘马车，另外一条就是攀过一条999阶的台阶。据说攀过台阶更能显诚心，你所求的东西才会灵验。所以大部分夫人小姐尽管平时养得身娇肉贵的，也还是会选择攀台阶上去，走不动了就在中途休息一会儿。秦洛冉有功夫傍身，这点台阶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小意思，轻轻松松就攀上去，到了寺庙门口。秦洛冉来东林寺是临时决定的，所以很低调的进了寺庙，不然以他如今的身份，肯定少不得主持亲自出来迎接。他可不想搞得大张旗鼓的，让所有人都知道李王妃来了东林寺。今天东林寺的主持亲自讲经，人很多，大家都朝着讲经的大殿挤去。秦洛冉对讲经没兴趣，随意去几个供有佛像的大殿拜了拜，捐了一些香油钱，然后就去了东林寺的后院。后院主要是供来上香的香客休息用的，有成排的厢房，也有单独的小院。京城里那些高门大户的老太太，每年总会借礼佛的名义来东林寺小住，也不知道是年轻时候造的杀孽太多，来佛祖面前忏悔，还是单纯的信佛。秦洛冉没打算在东林寺久待，所以没让人去安排厢房，带着春次他们往后走去。穿过一片假山，来到一个东林寺的小花园，花园里有一个池塘，种了满满的一池荷花，夏天的时候来赏荷的人也特别多。再往后走一些，便是东林寺的后山，山上一半种了桃树，一半种了梅树，每年冬春都能吸引不少文人墨客、才子佳人来此赏花、吟诗作画。现在已经进入5月，山上一片绿油油，桃子和梅子也摘不得，再加上今天来还有别的事情，所以秦洛冉没打算上去，便去了池塘边上的亭子里面。柳妍希没让人来找他，他也不着急，看见池子里面的鱼游得欢快，秦洛冉来了兴致，对夏嫣道：“去找点鱼能吃的东西来。”哦，好的，王妃。夏嫣应了一声，去给秦洛冉找鱼能吃的东西去了。很快夏嫣就拎着几个大白馒头来了。秦洛冉看着夏嫣手里的大白馒头，有些无语，他又没打算做这里喂一早上的鱼。夏嫣看到自家王妃欲言又止的样子，以为他担心自己白拿，主动解释道：“王妃，这馒头奴婢给了钱的，不是白拿。虽然那些师傅不要，但是他硬塞了呀。”噗嗤，看着夏嫣傻乎乎的样子，秦洛冉忍不住笑出了声。这么多馒头，你是打算在这里喂一天吗？那奴婢再还回去。秦洛冉这么一说，夏嫣也觉得有点多，下次不要这么傻了。秦洛冉从纸包里拿出一个馒头，收好，别弄脏了，等会儿下山给那些乞丐吃。哦，好的。秦洛冉拿着馒头坐在亭子边，有一下没一下的撕着喂鱼，一个馒头还没喂一半呢，柳妍希就带着她的丫鬟绿云就来了。妍希见过李王妃，王妃万安。柳妍希扶了扶，跟上次在慈幼院相比，态度恭敬多了。听到柳妍希的声音，秦洛冉慢慢悠悠地撕下一块泥馒头扔进池子里，才转过身子来，漫不经心地看了他一眼。柳小姐看上去比上次憔悴了不少，怎么？是大婚将至，太过激动，还是筹备婚事太过劳累？秦洛冉说着，把手里的馒头递给一旁的春慈，拿出帕子擦了擦手，语重心长地道：“你这样可不行呀，不休息好，大婚那天怎么做漂亮的新娘子呢？还有，你和太子殿下的大婚陛下可是邀请了其他3国的人呢，你到时候可别给咱们离国丢脸啊！”王妃教训的是。柳妍希低着头从亭子外面看，就像被训斥了一样。亭子外不远处，一个花丛后面，一个鹅黄色衣裙的姑娘刚好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眼睛咕溜溜转了转，无声离开了。亭子内，秦洛冉看着那消失在花丛后面的衣角，
对秋蝉使了个眼神，秋蝉会意，点点头，无声退出了亭子。好了，现在没有碍事的人了，柳小姐有什么事就直说吧。柳妍希刚开口，又听得秦洛冉道：“本妃赶时间，耐心也不好，所以柳小姐还是想好了再开口。”秦洛冉可不想自己特意辛苦跑一趟，还要听柳妍希说一堆废话。没办法，柳妍希这人以前太爱装，她不觉得累，秦洛冉都觉得累。听到秦洛冉的话，柳妍希把刚刚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咚一声，直接跪在秦洛冉面前，求王妃帮帮妍希。见柳妍希跪下，秦洛冉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柳小姐这是做什么？本妃说了，有什么话就好好说，你这样一言不合就下跪，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本妃把你怎么了。本妃可不想背上仗势欺人的名声。秦洛冉的声音不大，柳妍希却听出她已经有几分愠怒，急忙扶着丫鬟绿云的手站了起来。刚刚是妍希鲁莽了，还望王妃不怪。若要本妃不怪，那就直接说是。秦洛冉说着，拍拍衣服站了起来，朝柳妍希走了2步。柳妍希，你认识我也不是1天2天了，你应该知道我最讨什么，这应该是你在大婚前最后一次出门了吧？可要自己好好珍惜哦。秦洛冉说完，重新坐了回去，接过春慈递过来的茶杯，轻轻抿了一口，等着柳妍希开口。第68章，直接做镇北侯不好吗？秦洛冉，你之前说让我有需要可以来找你帮忙，不知这话现在还作不作数？思索了片刻，柳妍希直直地看着秦洛冉问道。当然作数。秦洛冉把茶杯递给春慈，柳妍希，你这样说话听着舒服多了。柳妍希面上闪过一丝尴尬，抿了抿嘴唇，没有接秦洛冉这话。秦洛冉也没想要他接话，指指一旁的凳子，示意他坐下，直接问道：说吧，帮什么忙？我想请你帮忙，让我弟弟穆青坐稳镇北侯世子的位置。深吸一口气，柳妍希说出了在心里想了无数遍的那句话。秦洛冉饶有兴致地看着柳妍希，帮你弟弟坐稳镇北侯世子的位置。柳妍希点点头，眼神坚定。见状，秦洛冉呵呵笑笑，柳妍希啊，你是疾病乱投医呢，还是被气昏了头？镇北侯府和襄府向来不对付，太子府和李王府也是死敌，这些你不知道吗？柳妍希点点头，知道。那你还说让我帮你弟弟坐稳镇北侯世子的位置，我看起来像会白帮你的吗？自然不是，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柳妍希说着，站起来看着池子里快活的游来游去的鱼儿，以前看觉得没什么，现在却觉得很羡慕。秦洛冉，我知道你和李王想要天下，你帮穆青坐稳镇北侯世子的位置，我帮你们。柳妍希的话让秦洛冉有些意外，你不是心心念念想成为太子妃，将来想母仪天下吗？现在又说这种话，怎么听都让人无法相信啊。你说的没错，我确实心心念念想成为太子妃，幻想自己有一天能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柳妍希转过身来看着秦洛冉，你不也是吗？秦洛冉笑笑没说话，他心里怎么想，柳妍希还不配知道。柳妍希顿了顿，继续道：以前我觉得以我的家世，还有和太子从小的情分，想要成为太子妃并不是什么难事。我喜欢他，这些年一直在让自己努力变成他喜欢的样子，原我也却等到了太子亲自求的赐婚圣旨。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欣喜，似乎已经看到自己母仪天下的样子，可是现在才发现我没那个命。怎么会没有呢？就算你的弟弟将来不能够继承侯府，你也是陛下亲赐的太子妃，再有1个月，你就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妃，将来黎君行坐上龙椅，你不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了吗？他还能废了你不成？他是不能废了我，但是一个没有娘家做后盾的，又不得圣心的皇后有什么用？又能做多久？柳妍希的声音有些激动，更别说黎君行还可能得了那种病，我嫁给他以后剩下的话柳妍希有些说不出口。秦洛冉倒是知道他想说什么。说实话，秦洛冉挺惊讶的。百花楼的宁香姑娘得了花柳病这件事，知道的人并不多，恐怕现在连黎君行都还不知道。没想到柳妍希居然查到了一些苗头，没想到柳小姐连这样隐秘的事情都查得到，看来柳小姐本事不小嘛，那为何还来找本妃帮忙呢？柳妍希闻言自嘲地笑了笑，王妃过奖了，妍希有几斤几两王妃清楚，妍希自己也清楚，知道这个完全是意外。说起来，柳妍希之所以猜到黎君行可能得了花柳病，还得感谢他那矫情的毛病和他那高傲的性子。柳妍希出身高贵，向来看不起出身比他差的人，那些青楼女子就更不用说了，在他眼里就是一些肮脏低贱的玩物。所以在得知黎君行在百花楼那档子事后，偷偷让人去打听了一下宁香。只是如今百花楼已经被烧，宁香也已经死了，柳妍希的势力有限，查起来就有些难度。于是柳妍希就把目标转向了那些宁香姑娘正经的恩客。宁香是花魁，身价高，能入她红帐的人非富即贵，查起来也不难。这不查不要紧，一查直接让柳妍希心都凉了半截。他的人查到有2个之前跟入过宁香姑娘红帐的男子得了花柳病，饶是他尚未经人事，也知道这种病是怎么得的。
黎君行跟宁香颠鸾倒凤一夜，十有八九也是换上了。本来柳妍希只是猜测，还不是很确定，直到刚才看到秦洛冉的神情才确定了。现在他是连死的心都有了。他好好的大家闺秀，从小洁身自好，严格要求自己，从未做过任何逾矩之事。不是没有男子对他示好，只是他心里只有黎君行，对别人向来都是不假辞色。他不奢求黎君行能专宠他一人，只要给他心里有他的位置，给他该有的体面，能让他一直陪着他就好。黎君行倒好，他尚未进府，府里就已经有一大堆通房，还就不说了，他还去青楼找姑娘，这也就罢了，还让自己染上那种脏病。他和他的婚约又不能作废，那他嫁给他之后，他是不是也……柳妍希不敢再往下想，悲从中来，眼泪就不受控制的往下掉。他去年才及笄，他的人生还很长，可是现在，你当真想好了吗？秦洛冉知道柳妍希在哭什么，只不过这种事情他也爱莫能助，就算他有办法也不会说。退一万步讲，柳妍希如果连这点事情都不能自己解决的话，谈什么帮他们呢？柳妍希坚定地点点头，想好了，不后悔，不后悔。兴许黎君行并没有得病呢，以你的聪慧，嫁给他之后想要得宠并不是什么难事，他日他荣登大宝，你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了，这可是你从小到大的心愿呢。这么放弃，甘心吗？柳妍希苦笑一声，你不用试探我了，李王妃，我柳妍希既然做了决定，就没想过要后悔。黎君行有没有得病，你刚才的神情已经告诉我了，什么母仪天下，我现在连如何保全自己都还不知道。还有，我不相信你不知道我和穆青已经被我父亲放弃了。那既然这样，你还让你弟弟做什么镇北侯世子？什么意思啊？秦洛冉莞尔一笑，直接做镇北侯不好吗？第69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秦洛冉在笑，笑得很和煦，配上她绝美的容颜，让周围的花朵都失了颜色。柳妍希却觉得有点让人发寒，她好像从来没有了解过秦洛冉。怎么样？这个提议？这柳妍希犹豫了，毕竟不管怎么说，那都是她的亲生父亲。秦洛冉见状，拍拍衣服上的褶皱站了起来，看来柳小姐还没想好，本妃还有事，就不奉陪了。说完就越过柳妍希往亭子外走。等一下！秦洛冉说走就走，柳妍希急了，急声喊住了秦洛冉，能不能让我再想想，他毕竟是我的父亲。听到柳妍希这样说，秦洛冉丝毫不觉得意外，嗤笑一声，柳妍希啊柳妍希，到现在你还这么天真呢？哼，镇北侯都已经放弃你们姐弟了，你还当他是父亲呢？你不会不知道被放弃意味着什么吧？一个双腿残废的嫡子，一个出嫁不得夫君心的嫡女，他们以前活得有多嚣张，以后就会有多凄惨。镇北侯突然给自己的庶女柳婉柔请教养嬷嬷，又把庶子柳文栋丢进军营，其目的不言而喻。柳慕清和柳妍希两人都是嫡出，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镇北侯那些庶子庶女，逮着机会还要踩两脚。镇北侯活着的时候或许不会怎么样，但是只要镇北侯一不在，到时候柳文栋继承侯府，柳慕清会有什么下场，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到。而柳妍希就更不用说了，镇北侯此举明显想让柳婉柔代替柳妍希。若不是柳妍希和黎君想的婚事是圣上赐婚，估计1个月后嫁去太子府的都可能直接就是柳婉柔了。横竖对黎君行来说，柳婉柔也好，柳妍希也好，只要是镇北侯府的小姐都没有什么区别，若是喜欢，两个都收进府也没什么关系。秦洛冉说的柳妍希不是想不到，只是她暂时还不愿意去想这么多，这对她来说太残忍了。但是现在不面对，以后更残忍，届时连还有没有命在都还要两说。沉思了一会儿，柳妍希咬了咬嘴唇，闭上眼睛，重重吐出一个好字，说完从袖袋里拿出一块玉佩递给秦洛冉，这是我的随身玉佩，天下仅此一枚，现在交给王妃，以表妍希的诚意。看着手中的玉佩，柳妍希心情复杂。这块玉佩是在她还没出生的时候，她的父亲拿出她贴身戴了10多年的玉佩改造的，还送去佛寺开了光，又请人在上面刻了她的名字，她生下来就一直戴着。这块玉不但象征她的身份，更多的还有她的父亲对她的爱。她一直以为这份爱是她独有的，她在她父亲眼里是一直都不同的。如今在财富权势面前，屁都不算。她把自己捧在手心宠了这么多年，现在说放弃就要放弃，如今他们的谋划里根本没给她活路。她不仁，就不要怪她不义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她也是被逼的，她只想好好活着。想到这里，柳妍希坚定了心中好的想法，双手恭敬地把玉佩递给秦洛冉，以后就仰仗王妃了。好，本妃喜欢和爽快的人共事。秦洛冉接过她手中的玉佩，看了看，确实是她的贴身玉佩，递给春慈，对柳妍希道：你且安心回去准备出嫁，至于其他的，回头会让人联络你的。秦洛冉说完抬步往外走去，柳妍希应了一声，扶了扶，恭送王妃。秦洛冉带着春慈他们出了东林寺的后院，秋蝉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了。看到秦洛冉出来，上前对他耳语了几句。很好，秋蝉越来越厉害了，
秦洛冉听完秋蝉的话，笑着夸了他一句，随后收起脸上的笑容，冷着一张脸往前走。待走到有人的地方，春慈气鼓鼓地开口了：“王妃，这柳小姐也太气人了，她现在还不是太子妃呢，就在您面前如此态度，等到日后成了太子妃，岂不是要找机会为难王妃？”就是。夏嫣也附和道：“也不知她咋想的，明明不情不愿，还非要装模作样的去跟王妃请安，结果弄得两人都心情不好。”什么两人都心情不好呀？我看他分明心情好得很，他就是故意去给咱们王妃添堵的。一直默默跟在身后的冬英也难得的接了一句。面对几人的抱怨，秦洛冉淡淡说了一句：“慎言。”是，王妃。几人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却也没有刻意压低，只要距离他们不是很远的人，基本都听清了。秦洛冉周身气压极低，好几个贵女想要上前来跟他请安或者套近乎的都没敢动，加上秦洛冉走得又快，就干脆转过身去装作没看见。等他们走远了一些，周围的那些贵女纷纷窃窃私语起来。一直听说李王妃和柳妍希不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李王妃还没有出现之前，柳妍希是京城第一美人，李王妃出现后，这京城第一美人的头衔就被李王妃抢了去。柳妍希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惯爱争强好胜又虚荣，自己顶了这么多年的头衔就这么被人抢走了，能跟李王妃关系好就怪了，这下自己马上就要成为太子妃了，还不得出来嘚瑟一下。说这话的是之前在后院偷看的黄衣女子，礼部尚书之女黄秋莹。黄秋莹生了一张鹅蛋脸，弯弯的柳眉，樱桃小口，身材纤细，柳腰盈盈一握，倒也是个美人。只不过脸上的嫉妒之色和略显扭曲的五官，生生破坏了这份美感。秦洛冉听到这个声音，回头似笑非笑的看了黄秋莹一眼，又遇见一个故人，这日子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黄秋莹正说的高兴呢，突然感觉前面有人在看她，抬头一看，刚好看见秦洛冉似笑非笑的样子，吓得赶紧闭了嘴，假装和别人交谈，走开了。这个时辰还早，下山的人寥寥无几。秦洛冉带着春慈四人一边欣赏风景，一边慢慢悠悠地往山下走。王妃，柳妍希可信吗？春慈紧跟在秦洛冉身后，走了一会儿，斟酌着问道：“一半一半吧。”秦洛冉偏头看了一眼，派个办事牢靠的人去盯着他。是，王妃。他是答应了和柳妍希合作不错，但这不代表他就能全心全意地相信他。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是会变的，万事还是要小心谨慎一些。第70章，打算在离军行大婚那天送他一份大礼。从东林寺回去之后，秦洛冉倒是过了几日安生日子。这天，秦洛冉正跟黎君燕在凉亭里下棋，下到一半，外出办事的夏嫣拿着一封信过来了。王妃，您的信。又有信。秦洛冉懒洋洋的伸手接过夏嫣递过来的信，拆开一看，这夏轩儿还真是着急，这才几天就等不了了。他那天让夏嫣去给夏轩儿传话，让他想早点回京，就老老实实的在庄子上跟着焦养嬷嬷学规矩，他有办法让他提前回去。原本以为夏嫣特意选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去，还把他吓了个半死，加上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真的不好，夏轩儿不会相信，也不会当真。谁知道夏轩儿竟然当真了，还这么着急，看来他在庄子上的日子是真的不好过呀。也罢，既然他那么想回京，那就如他所愿吧。秦洛冉把手中的信纸一点一点撕碎。夏嫣，你去夏府走一趟，问问夏夫人，我托她办的事怎么样了。还有，本妃想看看夏轩儿规矩学得如何了。本来秦洛冉是打算办个赏花宴啥的，然后光明正大的让孙氏带着夏轩儿来的，只是现在太子和柳妍希大婚在即，他举办宴会也不合适。虽然说他真的要举办，也是能办的，只是少不了被人说三道四，黎君燕也少不了被参上几本。算了，现在所有人都在等着他们李王府犯错呢，他还是低调一点吧。用这样的借口召见孙氏，把夏轩儿弄来，无非就是会被人在背后说几句小肚鸡肠之类无关痛痒的话。再说黎君行马上就要大婚了，夏轩儿也是该回京准备了，不然可就赶不上了。是。夏嫣应了一声下去了。王妃这时又准备做什么好玩的事情了？本王能提前知道一下吗？黎君燕说着落下把手中的白字落下，瞬间刚刚还处于上风的黑子顿时没了优势。秦洛冉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执起一枚黑子，从容不迫地落下。殿下耳听四路，眼观八方，我这点小把戏你会不知道？他做这些事情从来没有瞒着黎君燕，再者他不相信黎君燕在这个时候什么动作也没有。黎君燕落下子，本王这不是不知道王妃心里怎么想吗？他要是能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也不至于现在还只是能看不能吃。他们之间现在的关系虽然比刚成婚那会儿亲近了不少，但是黎君燕总觉得秦洛冉的心里好像有一堵墙，任何人都轻易进去不得。他现在已经十分确定他的王妃心里装着不能随意告诉旁人的事，这件事还令他十分痛苦，他也十分确定想要秦洛冉打开心扉，这件事就是关键。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知道到底是什么，
他动用了手下所有的势力，也没有查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唯一有用的就是他大婚前3天好像突然转了性，原本活泼好动的他突然变得文静了许多，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变得寝食难安，直到洛清崖来了之后才好许多。旁敲侧击地问过他，他也每次都故意转移话题。黎君燕知道他不愿意说，也就没再提起。至此，一向无往不利的李王殿下愁啊！看着黎君燕有些哀怨的眼神，秦洛冉轻轻一笑：“殿下这般模样，若是叫你手下的士兵见了，也不知道该作何感想。可是只有洛儿能见，不是吗？”黎君燕握住秦洛冉络子的柔仪，眼里的温柔似乎都要溢出来了。又来！秦洛冉在心里狠狠啐了黎君燕一口。这些日子，黎君燕总是这样逮着机会就撩拨他，真不知道他都从哪儿学的。不是说他不近女色，从小到大，身边伺候的人都是男的，曾有女子试图爬他的床，直接被他扔进了军营的红帐。可是现在的他，怎么看也不像不近女色啊！而且这撩拨的技巧，堪比那些常年流连花丛的浪荡公子啊！秦洛冉抽出自己的手，重新执起一子，朱唇轻启，一句一顿地问道：“殿下当真像传言般那样？”他现在表示非常怀疑。秦洛冉突然来这么一句，黎君燕愣了愣，才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勾了勾唇角，身子往后一靠，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带有磁性的嗓音低低地说道：“王妃若是不信，可以亲自检查一下，看看本王是不是真的洁身自好，守身如玉。”秦洛冉被他这样看得有些不自在，脸也有些发烫，急忙转移了话题：“我打算在黎君行大婚那天送他一份大礼，殿下到时会要是方便的话，给我搭把手。”好说。黎君燕轻轻一下，差点让秦洛冉晃了眼。我想起来我还有别的事，改日再陪殿下对一把。秦洛冉觉得现在还是赶紧离黎君燕远一点的好，他怕再待下去他扛不住啊。该死的，一个男人没事长这么好看做什么？还有，说话就好好说话嘛，笑那么好看做什么？看着秦洛冉有些落荒而逃的背影，黎君燕轻轻笑出了声音。3日后清晨，秦洛冉正在看账本，春子他们手里也各自有事在忙，还没看一半呢，一个在前院伺候的小丫鬟就来了。奴婢见过王妃，王妃万安。小丫鬟恭敬地扶了扶，由于是第一次到秦洛冉面前，声音还有些许紧张。何事？秦洛冉头也没抬，眼睛依旧看着手里的账本。回王妃，夏夫人带着夏小姐来了，说是有事想求见您，您见还是不见？作为李王府的下人，小丫鬟自然知道自家王妃和夏家的恩怨。按理来说，之前发生了那样的事，夏家的人应该看见李王府都绕着走才是，哪里还会有事来求见？特别是夏轩儿，居然还敢来，也不怕再被削一顿。所以，对于夏家母女的到来，小丫鬟表示非常大的吃惊和不理解。然而，更让她吃惊的还在后面。她正在腹诽呢，就听得自家王妃道：“知道了，你先下去吧，给夏夫人、夏小姐上壶茶，本妃稍后就过去。”是，王妃。小丫鬟低头掩住眼中的吃惊，扶了扶，低头退下了。第71章川州景园的秘密。这次秦洛冉倒是没让孙氏母女等太久，小丫鬟下去后换了一身衣服，换来春辞便去见他们了。孙氏和夏轩儿还是被安排在上次的花厅。秦洛冉到的时候，孙氏正在小声地提醒夏轩儿一会儿见到秦洛冉要注意的事情之类的。看到秦洛冉进来，孙氏急忙拉着夏轩儿起身给他行礼：“见过李王妃，王妃万安。夏夫人不必多礼，坐吧。”秦洛冉款款走到最前面的主位上坐下，看了一眼孙氏，夏夫人看起来面色有些不佳，是身体不适吗？孙氏没想到秦洛冉会说这个，微微愣了一会儿，才恭敬地回道：“多谢王妃关心，想来是今日府中事务繁多，累着了，多休息休息便无大碍了。”那就好。秦洛冉笑盈盈地端起茶喝了一口，然后意有所指地说道：“这府中事务再多，也要先顾好身子，不然哪天身子真的垮了，劳累了大半辈子的东西，还不便宜了别人。”看着孙氏逐渐变得难看的脸色，秦洛冉又继续道：“这女人啊，若是没一副好身体，到时候若是病倒在床，连口热饭都吃不上不说，自己的孩子也落不了好，那就太不值得了。你说是不是，夏夫人？”王妃说的是，臣妇受教了。孙氏总觉得秦洛冉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不过秦洛冉不点破，他也不敢问，只好恭恭敬敬地应着。心中这几日的郁闷，倒是因为秦洛冉的话豁然开朗了不少。之前秦洛冉托她帮忙在川州买个宅子，还特意点名不要她丈夫插手，她以为是不想让她丈夫和李王殿下牵扯上什么关系，所以才点名她的兄长去办这件事的。她跟她的兄长确实感情深厚，这些年兄妹他们2人相互扶持，日子也都越过越好。所以在接到她的信之后，她的兄长就放下手里的事情，亲自去办了。川州的景园小有名气，却也神秘。她虽然身为川州知府夫人，却从来不知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她的丈夫不让她打探她，也就没有再过问过，生怕里面住的是什么大人物，给自己的丈夫招惹了麻烦。若不是这一次秦洛冉提出来要她兄长帮忙买景园，
他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里面究竟住了什么人。他一直以为住着什么大人物，却不想里面哪里住着什么大人物，里面住的根本就是一个贱人，一个让她丈夫魂不守舍、不惜欺骗她的贱人。想到这些年自己小心翼翼、本本分分的为夏家操持，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拿自己的嫁妆出来贴补，才让夏家能维持表面的体面。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原以为自己的付出丈夫会看得见，会因此而多怜惜自己，尊重自己几分，却没想到自己这些年像个傻子一样，为夏家当牛做马。他知道夏家娶她是因为他娘家有钱，他那时候也刚好非常迷恋夏承业。他不在乎，他始终认为两个人的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只要他做得够好，肯定也能得到夏承业的心。嫁给夏承业后，他努力学习如何做好一个官太太，努力学习如何做好一个贤妻良母，尽自己的力帮他打点，特别是钱财方面没有含糊过。他们也确实过了几年恩爱甜蜜的日子，虽然这几年感情有些淡了，但是因为有孩子，日子也还算相敬如宾。更难能可贵的是，夏承业一直没有纳妾。为了彰显自己大度，他也曾主动提出该丈夫纳妾，但是被他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孙氏永远也忘不了当时夏承业拒绝时说的话以及当时的场景。他说此生有他足矣，还说以后再提纳妾就跟他急。他记得那天天气有些冷，他和夏承业已经好几天没有一起用膳了。那天他特意亲自下厨做了他喜欢的菜，也让人去知会他了。等到菜都快凉了，才等来一句他公务繁忙，让他自己先吃。他味同嚼蜡的随意扒了几口已经冷掉的饭菜，便让人撤了下去，然后坐在那里等。他知道只要他白日里拒绝他，晚上就一定会来看他，以示他对自己的重视。果然如他所料，就在他等得快睡着的时候，夏承业来了。跟平常一样，简单的解释了一下他为什么没有来跟他一起用膳，然后不咸不淡的说了几句关心他的话。完了之后，还是以公务繁忙为借口要走。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个这样的夜晚，看着拿起披风准备离开的夏承业，他终于还是没忍住提出了给他那个妾。男人都喜欢年轻漂亮的，他虽然有几分姿色，到底是不如那些28年华的姑娘。当时想着，与其让他出去偷吃，还不如给他那个知根知底的姑娘回来。横竖他也从没指望夏承业这辈子只守着他一个人过。但是很意外，夏承业拒绝了，说是此生有他足矣，让他不要乱想云云。然后那天晚上，他也顺理成章地留在了他的房中。那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夏承业都对他比较上心，时不时送他一些东西，隔几天也会回家陪他一起吃饭。几天下来，他心里的怨气早就不见了踪影。当时他真的觉得自己是祖坟烧了高香才能嫁得如此好的丈夫，感激、感动、甜蜜之余，他更加尽心尽力地打理夏府，在夏承业的银钱使用上也再没问过，哪怕他用的再多，他也没有问过半个字。原本以为这一生都可以这么简单的过，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他的兄长前些日子来信告诉他，川州的景园里住着一名貌美的女子和一个约莫5、6岁的男孩。那名女子喊夏承业夫君，那个男孩喊夏承业爹爹。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犹如晴天霹雳，哭了许久。他终于明白了夏承业为什么不让他去查探景园，为什么要让他离景园远一些，因为他在里面金屋藏娇。刚刚知道的时候，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夏承业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那回府，反而一边在他面前装着好丈夫，一边又在外面偷吃。以他的身份，那几名小妾是很正常的，谁也挑不着理。想了许久，他才终于想明白。第72章金屋藏娇。夏承业之所以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他手里有钱，也是为了让他心甘情愿地为夏家卖命。因为现在夏家还没有人能接替他，落魄的夏家是真的穷，偏偏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咬着牙齿也要维持着这表面的风光。可是这光靠夏承业父子手中的点俸禄怎么够呢？没钱怎么办呢？当然只能卖东西啊。横竖那些铺子他们自己也不擅长，连年亏损，干脆卖了一了百了。很快，夏家的祖产已经被卖得所剩无几，再加上家中无人擅长经营，手里剩下的铺子不亏钱的都是好的了。所以在孙氏嫁进夏家之前，夏家真的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空壳子。当时的夏家急需一个能带他们过上优越生活的儿媳妇。那些有头有脸的世家自然知道他们家什么情况，所以没人愿意把女儿嫁过去。夏伯明挑来挑去，最后挑中了孙氏。孙氏出身商户，从小耳濡目染，对于经商赚钱虽然不能跟自己的父兄比，但是也已经比很多人强太多了。关键他但是还很痴迷夏承业。夏家需要孙家的钱，也需要孙氏这样能赚钱的儿媳妇，而孙家则需要搭上夏家，提高一下自己的地位。士农工商，商人再有钱，地位也是最低下的，所以两家各有所图，就结了姻亲。当时夏家娶一个商户之女做儿媳，还被嘲笑了许久，明里暗里都说他们是穷疯了。夏家父子俩倒是不在意，对他们来说，手里宽裕了比什么都重要。孙氏嫁进夏家10多年，给夏家添了一儿一女，
除此之外一直兢兢业业，把夏家里里外外操持得井井有条。这10多年，孙氏从来没见过夏承业父子的一文俸禄，下面的人孝敬的就更是见不到了。倒是他们父子俩经常找他要钱去打点。不过孙氏手里不差钱，再加上夏承业对他也还算不错，特别是他不纳妾不收通房这一点让孙氏特别感动，觉得自己是修了8辈子的福气，所以也不在意。然而事实却是，她表面上对她爱重有加的丈夫，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买了川州最好的景园，在里面养了起了小妾，还生了儿子。要是她光明正大的拿回家也就罢了，对孙氏来说也不过是府里多一双碗筷的问题。可她偏偏那样小心翼翼地藏在外面，还买那么好的院子给她，这就不得不让她多想了。这是怕那回家她欺负她的心肝，还是怎么着？自己是她明媒正娶的妻子，一文钱没用过她的，反而为了夏家劳心劳力，自己的嫁妆都搭进去了不少。她倒好，拿着她的钱在外面金屋藏娇，还这么宝贝，儿子都那么大了，这让她如何不气愤，如何不心痛？可是再气愤再心痛，这日子还得过。亏得自己回京之前还想着，她走后丈夫一个人无人伺候，还给她挑了几个貌美的丫鬟在院中伺候。当时夏承业还责备了她几句，然后亲自把那几个姑娘送到了别的地方。她当时还感动得不得了，觉得自己这辈子能遇到这样一个丈夫，真的是值了。这下孙氏更憋屈了，短短几日就憔悴了不少。若不是秦洛冉刚刚那一番话，估计还没这么快想通。秦洛冉当然知道孙氏发生了什么事，特意让她在这个时候过来，除了想把夏轩儿从庄子上弄回来外，也是想刺激一下她。不然她若是心软了，那她之前做的那些事可就没意义了。对了，夏夫人，本妃托你办的事如何了？秦洛冉仿佛没有看到孙氏难看的脸色，端起茶杯，用盖子轻轻拨了拨仍然浮在水面上的茶叶，状似随意地问道。听到秦洛冉问话，孙氏急忙调整好状态，一脸歉意地回道：回王妃，暂时还没办妥。还没等秦洛冉开口，又接着道：王妃，臣父的兄长前些日子给臣父来信，说景园有些不祥，里面的住的人有些晦气，川州好的院子也很多，王妃你看要不重新换一处？王妃的亲戚身份贵重，据沾上景园的晦气也不太好。哦。秦洛冉拨盖子的动作一顿，装作很意外的样子看着孙氏，景园这般好的院子竟是住着晦气的人吗？还真是可惜呢。对孙氏来说，下次承业的小心翼翼藏在外面的小妾，可不就是晦气的人吗？臣父也没有想到，里面住着那样一个贱人。尽管已经尽量克制，孙氏说话的语气还是不难听出恨意。孙氏的神情全部落入秦洛冉的眼中，过了片刻，轻轻抿了一口茶，道：罢了，既然里面晦气，那就换一个吧。你让你兄长看着办就行，反正他又不是真的想去川州买院子，更不是非景园不可，目的达到就行。多谢妃体谅，臣父回去就去信兄长，让他尽快把此事办妥。不急，本妃那亲戚最近家里有事，暂时不着急过去。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好似夏轩儿不存在一样。夏轩儿自从来了之后，就只是跟秦洛冉行礼的时候说了一句问安的话，然后便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喝茶，然后听着他母亲和秦洛冉说话。只是他们说的话拆开每个字他都懂，但是连在一起就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听了一会儿，夏轩儿就没了耐心。但是这是在李王府，还是在秦洛冉面前，他不敢造次，生怕再惹他不高兴，又被送到庄子上，只好又耐着性子继续坐着，不知不觉思绪就飘远了，连秦洛冉喊他都没听到。轩儿，李王妃喊你呢。孙氏轻轻扯了扯夏轩儿的衣袖。啊，哦。被孙氏这么一扯，夏轩儿才回过神来，抱歉，刚刚走神了，不知王妃唤轩儿何事？看着自己不争气的女儿，孙氏心中又急又气又担心。来之前他就再三交代，到了李王府一定要好好表现，万不可再惹李王妃生气。他倒好，居然在李王妃面前走神成这样，希望秦洛冉不要生气才是。孙氏默默在心里祈祷。第73章，天真过了头就是蠢。就在孙氏惴惴不安的时候，秦洛冉笑着开口了：也没什么事，就是看你坐在这里挺无聊的，不如你先去王府的花园走走。虽然知道秦洛冉不可能单纯的只是让自己去花园走走，不过夏轩儿确实不想坐在这里像个傻瓜一样听他和自己的娘聊天了，所以秦洛冉的话音一落，夏轩儿就毫不犹豫地站起来朝他扶了扶，多谢王妃，那轩儿就先下去了。他就知道秦洛冉不会白把他弄回来，不过只要能从庄子回来，付出点就付出点吧。去吧。秦洛冉挥挥手，态度随和，一点也看不出两人之前闹得那么不愉快。得到秦洛冉的首肯，夏轩儿对孙氏点点头，就准备往外走。轩儿，孙氏有些担心，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以他们跟秦洛冉的关系，能坐在这里客客气气的说话已经很难得了，现在却主动提出要让自己的女儿去李王府的花园走走，这太让人匪夷所思了。孙氏很担心秦洛冉是不是又要对他的女儿做什么，很想让他不要去，
但是又不能直说，只能在心里干着急，然后拼命给夏轩儿使眼神。然而夏轩儿并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还傻乎乎地问了一句：“怎么了，娘亲？你眼睛不舒服吗？”孙氏听到夏轩儿这句话，连把他塞回肚子里重造的想法都有了。他是造了什么孽，生了这么一个讨债鬼？平时看着也还好啊，怎么关键时候竟靠不住呢？昨夜没睡好，是有些不舒服。心里骂娘1万遍，面上还是只能顺着夏轩儿的话说。孙氏都觉得，要是多来几次，他肯定要提前去找阎王爷报道。哦，那等回府后，娘亲好好休息，女儿先下去了，你和李王妃慢慢聊。见夏轩儿说完话就走，孙氏急忙喊住了他：“轩儿，怎么了？”看着犹犹豫豫的孙氏，夏轩儿心里升起了几分烦躁。也没什么事，就是想提醒你不要乱走，也不要乱动王府的东西。当着秦洛冉的面，孙氏不可能说让夏轩儿不要去，也不可能说自己的猜测，只好这样隐晦的提醒了。同时也在心里默默祈祷：“夏轩儿，今天不要惹事。”知道了。夏轩儿略微不耐烦地应了一句，然后脚步轻快地出了花厅。孙氏却一脸愁容。秦洛冉看着一脸愁容的孙氏，好心地说了一句：“夏夫人若是不放心的话，可以让你的丫鬟跟着一起去。”王妃说笑了：“这里是李王府，有什么不放心的？臣妇只是担心轩儿鲁莽，弄坏了李王府的东西，到时候败坏了王妃的兴致。开玩笑，当着主人的面说人家府里不安全，还是一个他惹不起的人，他又不是疯了。”孙氏会这样说，秦洛冉一点也不觉得意外，笑笑没有再接他这话，随意找了别的话题和孙氏扯了几句。突然，秦洛冉手里的茶杯没端稳，茶水洒在了她的裙子上。秦洛冉的衣服本就比较素，茶水洒在上面，一大块污渍很是显眼。穿着脏衣服待客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情。看了看裙子上那块污渍，秦洛冉站起来，有些歉意地对孙氏道：“真是抱歉，夏夫人，本妃回去换身衣服，先失陪一下。你若是无聊，便让下人带你去王府的花园走走。”多谢王妃，王妃请。孙氏原以为秦洛冉要回去换衣服，那么他们就可以回去了，毕竟要说的事情已经说了，除此之外，他们之间真的没什么好聊的。毕竟夏府和李王府不是同一个阵营，至少目前不是。若不是因为自己的女儿，她和秦洛冉都估计不会有交集。之前她一直跟着丈夫在川州，后来因为女儿发放人婚事，要先回了京，跟秦洛冉也只是宴会上远远的见过几面。秦洛冉没出嫁之前是襄府嫡女，出嫁后是一品亲王妃，无论哪个身份，他们都攀不上。所以孙氏真心觉得他们之间真的没啥好聊的。在秦洛冉的茶水洒到衣服上的那一刻，他都做好要回府的准备了，却不想秦洛冉却丝毫没有要让他走的意思。无奈，孙氏只好继续坐着。至于去李王府的花园走走，还是算了吧，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陷阱。这厢秦洛冉回揽月阁换了一套衣服之后，就直接去了李王府的小花园。李王府的小花园距离秦洛冉和黎君燕住的扶风小筑有些远，平日里他们也不会去那里，所以才让下人把夏轩儿带到那里去的。秦洛冉可不想自己府里，自己平时会去地方被夏轩儿走过，想想都恶心的慌。李王府的小花园虽然主子基本不会去光顾，但是里面还是各种奇花异草应有尽有，假山池塘样样不缺，池子里还养了许多锦鲤。秦洛冉到的时候，夏轩儿正端着一盘点心靠在凉亭的栏杆上，一边吃一边喂池子里的鱼。你倒是不怕里面有毒？秦洛冉走进凉亭，优雅的在石凳上落座。啊！听到秦洛冉的话，夏轩儿嘴里的点心咽也不是吐也不是，那样子看上去又蠢又滑稽。秦洛冉都忍不住笑出了声。吃吧，没毒。看着秦洛冉不像说笑的样子，夏轩儿才放心的咽下了口中的东西，把手中的盘子放下，端起茶喝了一口。口中的茶刚咽下，就听到秦洛冉又开口了：“夏轩儿，你是真蠢还是装蠢？到哪儿都敢乱吃东西，也不怕把自己送走？天真过了头就是蠢，说的就是夏轩儿这样的，不管是不是装的。”秦洛冉是真的没想到夏轩儿居然会一点防备心也没有，就他俩现在这关系，他都敢吃他们李王府的东西。当真是在川州那种小地方待久了，人也跟着变蠢了。他也不想想，之前在川州，他爹是川州知府，舅舅是川州富商，那些夫人小姐哪个敢惹他，平时都是巴结着他，奉承着他，哪里会算计他。可是在这一块石头砸下去，都能砸到几个3品大员的京城，谁理他一个知府的女儿？虽说他祖父是从2品的学士，但是京城最不缺的就是身份高贵的主。那些侯门王府随便拉出一个来，都是夏家惹不起的。在京城混，不多个心眼儿，一不小心就可能尸骨无存。第74章，有一个好地方特别适合你。听到秦洛冉的话，夏轩儿脸上的表情都僵住了。毕竟没有谁被人说蠢还能笑脸相迎的，关键秦洛冉说的也挺有道理。可是被人这样当面说，心里毕竟不爽，憋了半天，夏轩儿憋出这么一句：“这是你让人送的呀？而且我若是在你们李王府出了事，你也逃脱不了干系吧？”噗嗤，秦洛冉都被他给整笑了。夏轩儿啊夏轩儿，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没脑子吗？我若要害你，是绝对不会让人找到任何蛛丝马迹的，还能让人觉得我才是受害者。见夏萱儿一脸的不服气，秦洛冉讥笑一声，想不到你年纪轻轻记性竟然这么差，前段时间去顺天府大牢体验生活的事儿，这么快就忘了？当时可不就是这样吗？明明是他动手把夏萱儿打成那样的，事后大家还不是觉得他才是受害者？不但把夏萱儿弄进顺天府的大牢吃免费饭，还得了一座金交的庄子和一大堆珍贵的药材。你说起这事，夏萱儿的脸色难看至极，心中对秦洛冉把她从庄子上弄回来那点感激也荡然无存了。抛开别的不说，她一个女子进过大牢，还是因为那样的罪名，日后还有哪个高门大户会要她？我什么？夏萱儿，这是京城藏龙卧虎的京城，身份地位比你高的人一抓一大把，比你有本事的人更是数不过来。想要在京城混下去，就多长点脑子，如果实在没有，就找2个有脑子的人跟着。夏萱儿可是要进太子府的，他可不希望他早早就被别人弄死，不然还怎么玩？上一世夏萱儿入了太子府后，身边多了一个年纪不是很大的嬷嬷，他当时无意跟一群女人争离军行，也有些自视甚高，所以并未把夏萱儿放在眼里。他身边的人更是没有怎么去了解，只知道那是他的祖父安排给他的。想来夏伯明也是知道自己的孙女什么德性，所以特意给他找的谋士。夏萱儿没接秦洛冉的话，脸上的神情依然难看，心中却把他的话默默记了下来。夏萱儿不说话，秦洛冉也不着急开口，悠哉悠哉地喝着茶。有些事情谁着急谁落下风，比如之前跟柳妍希的事，要让柳木青坐稳镇北侯世子的位置，本就是他的想法和计划。不管柳妍希主不主动开口，这件事他都必须要做。他之所以迟迟没有主动出击，第一是他真的不着急，第二嘛，就是在赌柳妍希比他着急。柳妍希也没辜负他的期望，然后现在整件事的主动权就都在他手里。两人就那样静静地坐在那里，夏萱儿心中思绪万千，脸上的表情也变来变去。秦洛冉都是一直很淡然地坐在那里品茶。过了半晌，夏萱儿最终还是忍不住开口了：“你把我单独叫到这里来想做什么？”他再蠢也不相信秦洛冉会好心让他来逛李王府的花园，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是他知道秦洛冉很讨厌他，很讨厌那种，甚至可以说是厌恶，不然也不会第一次见面就对他下那样的狠手。之前在庄子上也是一言不合就打他，下手也是丝毫不留情。好吧，他承认，主要是因为他管不住自己的嘴，总想和秦洛冉比高低。到现在他才知道自己和秦洛冉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你觉得本妃能把你叫来这里做什么？看着夏萱儿明明不服还要佯装恭顺的样子，秦洛冉突然想逗逗他，当然是邀请你来赏花啊！你看李王府的花开得多美啊！我怎么知道？夏萱儿突然觉得秦洛冉笑得有些诡异，心里毛毛的。他以前听人说过，用人的尸体做花肥，花长得更好。顺着秦洛冉手指的方向看了看，花园内的花确实争奇斗艳。之前觉得没什么，但是听好了秦洛冉的话，夏萱儿就觉得这些花开得过分艳丽了，脑海中已经在想象自己的被秦洛冉杀害，然后埋到花下做花肥的场景了。又朝亭子外看了看，发现自己的丫鬟不知何时已经不见了人影，四处也不见任何人影，整个花园就只有秦洛冉的一个丫鬟和他们俩。刚好天空中飞过几只乌鸦，哇哇叫声嘶哑凄凉。夏萱儿越想越觉得是这么一回事，脸色都吓白了，双手也紧紧地抱着自己，心中无比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听秦洛冉的话来逛花园。若是他不来，坐在小花厅顶多无聊，现在好了，可能连命都要交代在这里了。他为什么会觉得他和秦洛冉能和平相处啊？秦洛冉虽然不知道夏萱儿具体在想什么，不过从他神情上也能猜出个大概。夏萱儿，刚刚才说你蠢，你就迫不及待的要证明一下，本妃要是想弄死你，你还有机会回京吗？还有，谁会在自己家里杀人？秦洛冉真的服了夏萱儿了，该想多的时候不想多，不该想多的时候又想得太多。哼！听到秦洛冉这样说话，夏萱儿暗暗松了一口气，只要秦洛冉不是想杀他就好，其他的都无所谓。夏萱儿这样，秦洛冉也没了继续逗他的心思，喝了口茶，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夏萱儿，听说你母亲带着你提前回京，是为了给你挑个好婆家。怎么，李王妃连这个也要管？说起这个，夏萱儿是又恨又气。本来以她的家世，找户各方面都不错的高门大户是没问题的。现在好了，有了刺杀李王妃未遂的名声，还去顺天府的大牢待过，哪个高门大户还敢要她？估计连去做妾人家都不一定看得上。而那些小门小户又入不了他的眼，所以就成了现在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这一切都是拜秦洛冉所赐，他现在居然还这样明知故问。夏萱儿觉得秦洛冉一定是故意的，心中暗恨，可是又无可奈何，只能在心中问候他祖宗18代。秦洛冉仿佛没有看到夏萱儿眼中那快要溢出来的恨意，轻轻一笑，谈不上管不管，只是突然觉得有一个好地方特别适合你。
什么地方？夏轩儿几乎下意识的就开口问道，话说出口才觉得自己好傻，以他们的关系，秦洛冉会给他介绍好地方就怪了。太子府第75章，怎么样，太子府要不要去？你说哪里？夏轩儿以为自己听错了，便又问了一遍。秦洛冉轻轻把手中的杯子放在桌上，满脸的讥笑，怎么，年纪轻轻就耳朵不好使了？你被秦洛冉这么一嘲讽，夏轩儿五官都扭曲了。他觉得他跟秦洛冉肯定气场不合，每次见面不是被他打，就是被噎得说不出话，多来几次自己肯定短命的。但是他在秦洛冉面前好像没有拒绝的权利啊！自己明明讨厌他，却不得不仰仗他从庄子回来。还有现在明明知道他不安好心，可是自己依然没法拒绝。太子府多少女子都想进的地方，这些女子中当然也包括他。太子是储君，他日陛下驾崩，他就是名正言顺的新帝，所以进了哪怕只是一个侧妃或者一个小妾都无所谓。等到日后太子荣登大宝，以他的家世，一个妃位肯定少不了。如果自己再会谋划一点，贵妃也是有可能的。八字还没一撇呢，夏轩儿就在脑子里想了这么多，仿佛离君行已经坐上了龙椅，而他也当上了贵妃一般。秦洛冉没空陪着夏轩儿在这里做白日梦，放下手中的杯子，看着他问道，怎么样，太子府要不要去？太子能看得上我吗？秦洛冉的声音把夏轩儿拉回了现实，想到自己现在的名声，刚刚心中那点欣喜瞬间被浇灭。连一般的人家选儿媳，除了要门当户对外，身材样貌名声样样都要好的，皇家就更不用说了。虽说他去了最多也是个侧妃，只是一个妾，他的祖父也算官居高位，但是他现在名声是真的不好，又进过大牢，一般体面的人家都不会考虑他，皇家就更没有可能了。现在秦洛冉问他想不想进太子府，他当然动心，只是也知道自己如今什么情况。看着泄了气一样的夏轩儿，秦洛冉莞尔一笑，感情这种东西是可以培养的，所以他现在看不看得上你很重要吗？你说的是没错，可是太子如果看不上我的话，我怎么进太子府？夏轩儿一点都不乐观。闻言，秦洛冉嗤笑一声，夏轩儿，我看你是在川州呆傻了吧？还是你们夏府的后院太干净，把你养成这般蠢样子？夏轩儿又听到秦洛冉对他的冷嘲热讽，夏轩儿竟然觉得有点习惯了，反正他也无力反驳。那你说我怎么进去？秦洛冉不主动说，夏轩儿只好主动问了，谁让他比较着急呢？秦洛冉没有直接回答他，从盘子里捏了一块点心，掰成小块丢进池塘，看着那些鱼儿在争抢，然后悠悠开口道，你听说过梅妃吗？当然知道。虽然不知道秦洛冉为何问这个，夏轩儿还是老老实实的点头回答道，这事又不是什么秘密，先帝最得宠的妃子，人们都说她是狐狸精转世，迷得先帝差点因为她废后，不过据说最后是在冷宫死掉的。那你知道她在成为梅妃之前的身份是什么吗？说话间，秦洛冉把一小块点心直接扔进一条锦鲤的嘴里。夏轩儿满腹疑惑，不是说她是尹氏大家族的姑娘吗？梅妃当时那么得宠，底细肯定被那些朝臣扒了个底朝天。秦洛冉摇摇头，那是什么？一个在御书房偏殿伺候的小宫女罢了。秦洛冉把手里剩下的点心全部扔到水里，拿帕子擦了擦手。说起梅妃，也算一个传奇人物了。梅妃原名梅淑，原本只在御书房偏殿伺候的小宫女，生了一副好皮囊，不甘心一辈子只做个宫女，便把主意打到了先帝的身上。梅淑知道自己跟那些世家小姐比起来没有任何优势，所以便剑走偏锋，努力学习伺候人的本事，同时也在寻找爬床的机会。终于趁一次先帝醉酒，成功爬上龙床，虽是初次，却忍着痛伺候了先帝一晚上。第二天，在先帝醒来之前，默默穿上衣服走了，然后继续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该干嘛干嘛，只不过脸上却偷偷化了勾人的妆容。若不是床单上那醒目的红色，先帝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春梦。在皇宫就没有什么事情能瞒得住皇帝，更别说还是在御书房内的。不过一炷香的时间，先帝便知道了那个爬了自己的龙床的宫女是谁，以及她的所有信息。在皇宫中，想爬龙床的宫女不在少数，而且爬床成功之后，基本都是等着皇帝醒来，然后等着皇帝的封赏。像梅淑这样默不作声的，倒还是头一次见，所以还没见面，先帝就已经对她的印象好了2分。宣了梅淑来，梅淑也没有主动说昨晚的事，倒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差点把先帝的魂给勾走了。想到昨夜自己确实被他伺候得很舒服，梅淑的身世也是清清白白，先帝当即大手一挥就要封她做贵人。梅淑先是对先帝感恩戴德一番，然后以自己身份卑微，资历不够拒绝了。这下先帝更觉得她难能可贵，最后酌情给了她一个美人的位分。梅淑有几分姿色，身段也姣好，最主要的是她学习了很多房事技巧，什么都放得下身段做，这是先帝在任何一个妃子那里都得不到的快乐，所以一连几个月都是翻的梅淑的牌子，不到1个月就升了位分，
不到1年，直接升了妃位。一时间，梅叔在后宫风头无两，先帝也不知是不是真的被他给迷住了，还是怎么的，竟然想要废了从他还是皇子就一直跟在他身边的皇后，想要立梅叔为后。不过这件事遭到了朝臣的反对，最后也不了了之。再然后，梅叔因为对太后不敬，被太后杖责，梅叔不满，便用巫蛊之术诅咒太后。先帝大怒，把他打入冷宫，没过多久就死在了冷宫。至于夏轩说的梅妃是尹氏大家族的小姐，不过是先帝给安排的体面身份罢了。你的意思是让我像梅妃一样去爬太子的床？听到秦洛冉说梅妃之前只是一个小宫女，夏轩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第76章，你为什么要帮我？也不知道是羞的还是气的，夏轩的声音很是尖锐刺耳，秦洛冉都忍不住离他远了一些。不然呢？看着脸色因为激动而涨红的夏轩，秦洛冉不可置否的耸耸肩。你不会以为你能八抬大轿进太子府吧？拜托你清醒一点，那种待遇是柳妍希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知道我不能八抬大轿进去，但是也不能以那样的方式进去吧，这样名声也不好听。夏轩越说到后面声音越小，也不知道是底气不足还是怎么。秦洛冉却在听到他的话的事实后毫不客气的笑了。夏轩，名声这种东西你觉得你还有吗？自己什么情况又不是不知道，这个时候反而矫情起来，怎么这么让人想笑呢？哼！接二连三被秦洛冉嘲讽，夏轩连生气都不生气了，毕竟他说的也是事实。夏轩，你不觉得你现在很矫情吗？明明自己很想成为离君行的女人，明明自己现在已经是声名狼藉，却还要在乎手段光不光彩，有什么用呢？你看梅妃趁先帝酒醉爬龙床，手段又有多光彩，但是人家冠宠6宫，先帝差点为她废后，那些后宫的女人谁不羡慕？还是说你没有信心能赢得离君行的心？上一世夏轩也是用这种手段攀上离君行的，也不知道这一世的夏轩为何现在还没开窍？还是说夏轩上一世受了什么刺激，或者是在什么时候见过离君行，然后被他迷得顾不上礼义廉耻？既如此，那他就只能推他一把了。毕竟这一世很多事情都跟上一世不一样了。等是不可能的，他要主动出击，掌握主动权。柳妍希和离君行马上就要大婚了，夏轩若是不早点进去的话，怎么能让太子府热闹起来呢？夏轩本就对成为离君行的女人心动不已，现在听到秦洛冉这么一说，立马下定了决心。你说的有道理，只要日后得宠，过程真的不重要，刚刚是我想差了。想到秦洛冉刚刚说的梅妃，夏轩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梅妃只是一个最低贱的丫鬟，都能成为皇帝的宠妃，她可是正儿八经的世家小姐。好吧，虽然如今的夏家是有些不够看，但是怎么着也比一个丫鬟出生的强吧。而且她长得也不差，难道还不如一个出身低贱的丫鬟吗？至于其他的，她也可以学啊。还有，她相信只要她进了太子府，她的祖父一定会帮她的。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是她的祖父确实一直存着要用她为夏家铺路的心思，不然以她祖父那重男轻女的德性，才懒得管她呢。她进了太子府，成了太子的女人，在一定程度上也算达到了她祖父的目的了。所以她的祖父一定会帮她。有了她祖父的帮忙，她相信太子会对她多几分怜爱的。想通了这些，夏轩瞬间觉得自己前途一片光明，脸上的喜悦之情都藏不住了。秦洛冉把他的所有表情变化都看在眼里，心道夏轩果不愧是上辈子这么干的人，刚刚还在矫情名声不好听吗？这才多一会儿啊，就巴不得立马就去做。你要早点有这个觉悟，本妃何至于说这么多。对于夏轩的开窍，秦洛冉表示很满意，不过还是忍不住又嘲讽他一句。冷嘲热讽听多了，夏轩也无所谓了，直接忽略，一门心思想着以后要怎么得到离君行的宠爱。突然想到离君行现在好像还在禁足。对了，太子殿下不是还在皇宫禁足吗？我连他的面都见不到，还怎么想要爬床也得见到人不是，不然爬哪儿啊？第一次见做这种事情这么着急的，秦洛冉端起茶杯掩盖住嘴角的嘲讽，轻轻抿了一口，才不紧不慢的开口：你急什么？离君行和柳妍希不是马上就要大婚了吗？到时候你自然就能见到他了，你不觉得那天才是最好的时机吗？说着，秦洛冉拿出一个小小的白瓷瓶递给夏轩，拿着，这个到时候能帮你。这是什么？夏轩接过看了一眼，就想打开看看，却被秦洛冉阻止了。你若想在光天化日之下犒劳我们李王府的侍卫，你就打开吧。这可是他花了许多心思，用了许多珍贵的药材才做出来的特效媚药，只要沾上皮肤或者闻一闻都能中药，而且必须要男女交合才能解。太子大婚，宴请8方宾客，人多且杂乱，这种时候最适合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了。离国太子大婚当日，不顾自己的太子妃，大不顾国家颜面，和夏家小姐搞在一起，到时候事情就有趣多了。听秦洛冉这么一说，夏轩也觉得有道理，也不着急了，打算回去好好谋划一下。看着夏轩思绪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秦洛冉站起来拍拍衣袖，准备走人。好了，距离军行大婚也没几天了，你回去准备准备吧。说完就抬脚往外走。哎，你等会儿。夏轩见秦洛冉要走，急忙喊住了他。还有事吗？秦洛冉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个我到时候怎么进去太子府啊？说到这个，夏轩都觉得不好意思，也有些惭愧。他的祖父好歹也是从2品的学士，但是因为之前的事情惹恼了他，他现在连门都没法轻易出，去太子府就更不可能了，所以只能找秦洛冉帮忙了。听到夏轩的样子，再结合之前发生的事情，秦洛冉也猜得出大概原因，在心里感叹了一句：夏伯明自私薄凉，对夏轩道：你这些日子好好跟你的教养嬷嬷学规矩，多去你祖父面前尽尽孝心，表现好一点，到时候他应该会让你出门的。夏伯明这人自私薄凉，在他眼里，只要对夏家有好处的事情，无论大小都会去做。夏轩是他打算用来为夏家铺路的，好不容易养到可以联姻为夏家谋取好处，他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否则也不会让孙氏给他请教养嬷嬷，连去庄子上都要跟着去。现在只不过是因为夏轩之前惹恼了他，所以给夏轩一点惩罚罢了。夏轩虽然不喜欢自己的祖父，跟他也不亲，不过为了自己的以后，还是决定照秦洛冉说的做。看着夏轩欲言又止的模样，秦洛冉主动问道：还有事吗？你为什么要帮我？咬了咬嘴唇，夏轩还是问出了自己最不解的问题。第77章，苏家兄妹来了。秦洛冉还以为是什么事，却不想竟是这么无聊的问题，不想再跟他在这里浪费时间，转身就走。可不就是无聊吗？自己都决定去了，也收下了他给的药，才想起来问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意义？难道他会因为他的目的而放弃吗？不，他不会。再者，他说的他就信吗？也不会啊。所以现在才想起来问，一点意义也没有。哎，你别走啊！夏轩见秦洛冉一个字不说，直接转身就走，下意识的伸手想要拉他的衣服。秦洛冉脚下一转，避开了夏轩的爪子，脸色微怒的看了夏轩。他最讨厌别人碰他，如果夏轩真的碰了他，他不介意让夏轩的骨头重组一下。那个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帮我，没有别的意思。夏轩见秦洛冉生气了，急忙收回手，磕磕巴巴的说了这么一句。秦洛冉没说话，就那样定定的看着夏轩，直到夏轩被看得心里发毛，才开口：你就当我是讨厌柳妍希，想给他添堵吧。秦洛冉说完就走，很快身影就消失在了小花园里。夏轩呆呆的看着秦洛冉消失的方向，站了一会儿。秦洛冉和柳妍希不和这事儿在京城又不是什么秘密，前几天还在东林寺闹得不愉快，难怪秦洛冉明明讨厌他，还要帮他今年太子府，就是为了给柳妍希添堵找麻烦。啧，也真是够小心眼。不过他喜欢。越想，夏轩越觉得是这么一回事，便不再多想，高兴的扭着腰肢去找他母亲去了。走在路上，碰到几个李王府的下人，他们都仿佛没有看到他一样，径直从他身边走过。至于行礼问安，抱歉，没有。秦洛冉看不起他也就罢了，连几个下人都如此态度，夏轩心里暗恨，偷偷看了看手中的瓷瓶。秦洛冉，你等着，总有一天我定让你跪在我脚下求饶。时间一溜烟又过去2天。这天早上，秦洛冉好不容易看完了这段时间积压的账本，想起被关在襄府的偏院的秦云一母女，决定回襄府一趟，亲自去库房挑了些东西，正在换衣服呢，前去让人备车的秋蝉就匆匆回来了，脸上似乎还有一丢丢不高兴。怎么了？不是让你去备车了吗？谁惹你不开心了？秦洛冉一边系衣服一边问道。李王府人口简单，现在又是他当家，秋蝉他们作为他的贴身丫鬟，在府里自然是没人敢给他们脸色的，所以看到秋蝉这样明晃晃的把不开心写在脸上，秦洛冉觉得很是奇怪，看到他进来就主动询问起来。秋蝉扶了扶，王妃，那日您在半路救的苏家兄妹2人来了。苏许和苏子瑜。听到是苏许和苏子瑜来了，秦洛冉手里的动作一顿，随后把刚换上的外衫给换了下来。看来今日是没法回襄府了，这2人也真是会挑时间。秋蝉点点头，脸上的不高兴更加明显了。见状，秦洛冉更加好奇了，怎么？他们刚刚给你脸色了？苏许八面为人八面玲珑，苏子瑜温温顺顺的，怎么看也不像会明晃晃的得罪人的人，更别说这里还是李王府，而他们前几天还帮过他们。还有苏子瑜的病还要仰仗他呢，在这种情况下，苏家兄妹怎么可能会惹作为他的贴身丫鬟的秋蝉不开心呢？不但不可能惹他不开心，反而还要对他好脸相迎。没有。秋蝉摇摇头，看到秦洛冉不解的眼神，接着说道，奴婢就是那位姓苏的公子，有点让人不喜。为何？秦洛冉是真不懂了，他们和苏家兄妹接触也就那么一次，从头到尾苏家兄妹连让人不反感的话都没说一句，其他的更别提了。秋蝉瘪瘪嘴，因为王妃您帮了他们，当时一副感激涕零的模样，嘴上说改日登门拜谢，都过了这么多天才来，一点诚意都没有。所以你是因为这个不高兴？
秦洛然好笑地看了秋蝉一眼，拿起之前黎君燕送他的那根莲花簪，插入发间，照着铜镜看了看，觉得没什么不妥，站起身往外走。王妃，您都不生气吗？秋蝉看着面色如常，不见半分不快的秦洛然，有些奇怪地问道。秦洛然呵呵笑笑，有什么好生气的？再说人家之前不是派人送了厚礼过来，说明了不能及时来登门致谢的原因了吗？苏许掌管着偌大的无涯商行，其忙碌程度可想而知。前脚刚陪着苏子瑜来到京城，后脚就因为分舵出了事，又出了京城。可是根据奴婢打探的消息，也不是什么大事啊，就算他不亲自去也可以解决的。可是登门道谢就不行了，再怎么说这也是关系到他妹妹的性命啊。说到最后，秋蝉也不知道是在为秦洛染抱不平，还是为苏子瑜抱不平，或许两者都有。秋蝉小时候因为他哥哥的贪玩和疏忽，导致差点丧命，不过也差不多了，不然也不会他父母也不会因为医治不起而将还没死的他丢弃。要不是遇到无极山的人，现在都已经重新投胎做人了。所以秋蝉对于苏许没有及时带着苏子瑜来李王府这番举动是颇有微词的。在他看来，这不仅是怠慢秦洛染，也是对苏子瑜的不重视。秦洛染知道这跟他之前的经历有关系，所以对于他的反常和失礼也并未责怪，拍拍他的肩膀，好了，多大点事儿让你气成这样，现在非常时期嘛，他谨慎一些总是没错的，毕竟无涯商行那么多人，背后又有多少家庭，一旦行差踏错，所要付出的代价就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了。至于苏子瑜，他肯定是安排好了才去的，这个世上没有人比苏许更希望苏子瑜好起来了。听到秦洛染这么说，秋蝉对苏许的不满才消了一些，哦了一声，默默地跟在秦洛染身后一起朝前厅走去。第78章，京城热闹了。无涯商行能在短短的10余年的时间做到如此规模，绝对离不开苏许的小心谨慎。现在因为太子要大婚，各国使臣都已经陆续来到了离国，加上那些对龙仪有想法的皇子们，少不了趁乱有所动作，所以苏许才在这个关口亲自前去处理。毕竟在这种时候，还是小心谨慎一些比较好。苏许的无涯商行生意遍布4国，除了日进斗金、财富通天外，也是用来打探消息、安插探子的绝佳选择。所以，不止离国的皇子对他有拉拢之意，连其他3国的各方势力也是连连对他抛出橄榄枝。只不过苏许出于各种考虑，一直没有答应任何一方，并且把苏家明面上的生意停了不少。去年又拿出一大笔钱来给镇守边疆将士添了冬衣，送了粮草。加上这些势力的相互制衡，谁都不甘心被对方得到苏家，所以苏家倒也算相安无事。只不过苏家始终是块大肥肉，一块巨大的肥肉，他短期不站队不表态可以，但是想要一直如此，那简直如痴人说梦。苏家的财富太让人眼红，苏许再有钱，在他们眼里也只是一个商人。如果他一直不表态不站队，很可能会被瓜分。苏家还是避免不了重蹈以前的覆辙，所以无论如何，苏家也得找一个强有力的后盾。至于上一世为何选择了黎君行那货，除了他能最快登基入住皇宫，帮他拿到可以救苏子瑜的命外，估计跟当时投靠黎君行的势力也有关系。比如镇北侯府、襄府、户部尚书，这些势力随便哪个都不是能轻易招惹的，当时全部都是黎君行的助力，黎君行表面功夫又做得极好，所以相比其他示威的皇子和远在西北的黎君燕，黎君行就显得要可靠的多了。只是黎君行那货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速度快到令人咂舌。刚上位就对襄府动手，之前答应给苏许的药材也一直拖着没给。这些事情秋蝉不知道，也考虑不到，所以才会有所不满。苏许和苏子瑜被安排在李王府的前厅，秦洛染到的时候，苏许正在低声跟苏子瑜说着些什么。虽然没听清他们说的什么，不过从苏子瑜逐渐放松下来的脸色可以判断出，苏许应该是在安慰他。苏子瑜常年卧病在床，要什么都是苏许直接让人送到府里，很少出门，现在乍然来到李王府这样地方，难免有些胆怯。苏某见过李王妃。苏许听到秦洛染的脚步声，站起来拱手行礼。秦洛染抬抬手，苏公子不必多礼。子玉见过王妃，王妃万安。苏子瑜也站起来扶了扶，粗粗看上去也是大方得体，不过细看之下的话，就会发现他还是多少显得有些局促。不必多礼。秦洛染伸手扶起他，随口问道：这些日子可还好？有劳王妃挂心。还好。苏子瑜说着又扶了扶，看上去乖巧极了。那就好。秦洛染越过他，走到前面的主位上坐下，对二人道：都坐吧。谢王妃。自从苏家兄妹登门之后，秦洛染要做的事情又多了一件，那就是给苏子瑜治病。这些年能请的大夫，有名气的没有名气的，都被苏许请了个遍，都没能治好苏子瑜。现在苏许带着他到京城来，本就也是有几分碰运气的意思，看看有没有什么人能治好苏子瑜。那天半路碰到秦洛染，虽是意外，却也给了他希望。虽然苏许没说，但是秦洛染敢肯定，他到京城后肯定也找过别的大夫，
只不过没有人能有办法，不然单凭那天的那瓶药和对黎君燕的信任，他还不至于就把苏子瑜的性命交到他手上。毕竟他精通医理这事儿，知道的人少之又少，苏许根本查不到，所以他现在是没有办法，赌一把。秦洛然也不在意，横竖他们也是各有所求。虽然苏家财富通天，但是苏子瑜也是真的可怜。这些年想死不能死，活着每一天都是在受罪。忙碌的日子，时间总是会格外快一些。一转眼又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没有几日就是黎君行和柳妍希的大婚了，京城里也越发的热闹了起来。因着赤炎、赵月和月落三国的使者的到来，京城中每日巡逻的士兵都多了不少。除此之外，还有各方势力也趁机来凑热闹。还多了不少小商贩。总之，京城的热闹程度都快赶上过年了。人多了，热闹了，不少人的心思也活络起来了。每天在京城那些隐秘的角落，都有着许多见不得光的事情发生。秦洛然喜静，所以这些日子除了回了一趟襄府，便没再出过门。有事情就交给春子他们去办，暗卫也会每日把外面发生的重要事情告诉他。就这样，日子又过去了2天。这天，秦洛然刚刚给苏子瑜施好针，正在给他写新的药方呢，夏嫣就脚步轻快地跑了进来，一边跑还一边兴奋地喊秦洛然：“王妃，王妃，怎么了？”秦洛然抬头看了他一眼，见他满脸兴奋，调侃道：“今日出门办事捡到银子了，还是遇上心动的公子了？王妃，你又打趣奴婢。”夏嫣跺跺脚：“您再这样，奴婢不告诉您刚刚听到的趣事了。”难得见夏嫣这般，春慈也忍不住开口打趣他：“小心王妃扣你月银，让你没钱买胭脂。”夏嫣傲娇地哼了一声：“王妃才不会呢！再说了，我又不用那玩意儿。这可是你说的啊，别到时候有了心仪的公子，用的比谁都轻快。”春慈说完就捂着嘴咯咯地笑了起来，成功把夏嫣闹了个大红脸。“那到时候我用你的。”夏嫣也不甘示弱：“哎呀，我不跟你扯这个了，王妃，我跟你讲，刚刚也不知是为了吊春慈的胃口还是怎么。”后面的话夏嫣特意凑到秦洛然耳边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听完夏嫣的话，秦洛然饶有兴致地放下手中的笔，示意他赶紧细细说来。第79章，不作死就不会死。什么时候的事情？听完夏嫣的话，秦洛然饶有兴致地放下手中的笔，示意他赶紧细细说来。看着有些气喘吁吁的夏嫣，秦洛然倒了一杯茶给他：“就今天早晨的事儿。”夏嫣接过秦洛然递给他的茶，一饮而尽，然后把自己今早出去听到的事情娓娓道来。原来柳妍希的庶妹柳婉柔因为这些日子开始被他爹镇北侯重视，也逐渐开始培养他，不但给他请了教养嬷嬷，教他各种礼仪规矩，因为他喜欢弹琴，话给他请了京城里一个小有名气的琴师来教授他琴艺。除此之外，他的吃穿用度也比以前好了不止一个档次。镇北侯的这番举动，加上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明眼人自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众人羡慕嫉妒之余，都开始明里暗里或多或少开始巴结柳婉柔。一时间，柳婉柔在镇北侯府的风头差点盖过了柳妍希这个准太子妃。柳婉柔这些年一直活在柳妍希的光芒下，被忽略、被无视、被看不起。经过了这么多年，柳婉柔对柳妍希已经从最开始的羡慕到嫉妒，然后到了现在的恨。所以现在得势了，就没忍住去柳妍希面前嘚瑟。尽管镇北侯已经隐隐提过让他安分一点，不管怎么说，柳妍希都是镇北侯唯一的嫡女，也是皇帝亲封的太子妃，她和黎君行又是大婚在即，现在落他面子，惹他不快，往大了说就是对皇家不敬。柳婉柔嘴上答应的好好的，实际上却还是没忍住，找借口去了柳妍希的院子。因为现在再不去，等过几天柳妍希嫁去了太子府，成了真正的太子妃，她就再也没机会了。柳婉柔去了之后，明里暗里对柳妍希好一顿冷嘲热讽，这也就罢了，看在以后见面的机会也不多，而且每次见面只要他不开口，柳婉柔都得老老实实给他行跪拜礼的份上，柳妍希也没跟他计较，一如既往的对他视若无睹。然后柳婉柔也不知道是被气到还是没脑子，居然当着柳妍希的面含沙射影地说柳木青。柳妍希和柳木青自幼感情极好，之前的事柳妍希又对他有愧疚，所以柳婉柔此举无疑是在作死。柳妍希当场直接给了他2耳光，并让下人把他和他带来的东西直接扔出了院子。被打又被像扔垃圾一样扔，柳婉柔自然是气不过，然后去镇北侯面前添油加醋的告状。原以为以他父亲现在对他的看重，他父亲不说惩罚柳妍希也会最少说教几句，却不想他父亲非但一句话也没有说柳妍希，还责备了他，并勒令他在柳妍希出阁之前不要出院子。柳婉柔傻眼了，带着满腔的不甘和愤恨回了自己的院子，又把这笔账算在了柳妍希的头上。回去之后就拉着他那个并不是很聪明的姨娘一起讨论要如何对付柳妍希。俗话说3个臭皮匠顶个住诸葛亮，这句话放在别人身上或许适用，但是放在柳婉柔和她姨娘身上却是不合适的。两人想了几天，
也没想出个妥善的法子出来。然后法子还没想出来呢，刘婉柔就被抓到和侍卫私通，还是在自己的闺房。今天一大早，已经过了刘婉柔平日里起床的时间好一会儿，刘婉柔的房间还是大门紧闭。刘婉柔有一个毛病，就是睡觉的时候一点声音也不能有，不然睡不着。因此她的时候从不要丫鬟睡外间守夜，早上若没什么事的话，基本都是睡到自然醒才起床。横竖起早了也没什么事可做，除了初一15，其他时间都不用去给柳妍希的母亲魏氏请安，也没什么课业要学。一直到前段时间镇北侯给他请看教养嬷嬷才开始早起的。刘婉柔知道他父亲的用意，他自己也有那个想法，所以再困每天也都能准时起床，偶尔还会让丫鬟喊他起床。像今天这种到了时辰还一直不起床的情况基本没有了。丫鬟杏儿迟迟不见刘婉柔起床，犹豫再三，还是去敲了他的门。敲了半天，里面一点反应都没有。想到再过一会儿教养嬷嬷就要来了，若是刘婉柔还没有准备好，他也要跟着受罚。杏儿着急了，当即什么也顾不上，直接就推开了刘婉柔的房门。下一刻，一声划破天际的尖叫声在刘婉柔房间响起。刘婉柔被杏儿的尖叫声吵醒，很是不悦，正准备说他几句，却发现自己好像被人搂着。睁开眼睛一看，是一个好像有几分熟悉，又好像不认识的男人。重要的是，他俩都寸位着寸缕。刘婉柔的瞌睡都直接被吓醒了。虽然刘婉柔这几天被镇北侯勒令在院子里不许随意外出，但是她的吃穿用度依然没变，所以镇北侯府的下人还是不敢怠慢她。这不，一听到她院子里传出尖叫声，刘婉柔院子里的丫鬟和附近的几个家丁立刻就冲了过去，生怕去慢了让刘婉柔有个好歹，到时候他们可是吃不完也都不走。只是他们谁也没想到，他们去了最后竟然是看到位着寸缕，身上有许多暧昧的红痕的刘婉柔呆呆地坐在床上，旁边还有一个同样位着寸缕的男子。如此情景，哪怕再不经事也猜得出发生了什么事。那些小丫鬟瞬间羞红了脸，急忙退了出去，不敢再看。倒是那些家丁看得差点流口水，边看还边窃窃私语。刘婉柔的姨娘朱氏也在听到声音的第一时间往刘婉柔的房间赶。当她看到刘婉柔的房间门口站着那么多家丁，还一个个的使劲伸着脑袋往里面看的时候，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急忙推开丫鬟扶着她的手，疾步走了过去。你们一个个好大的胆子，二小姐的闺房门口也是你们能来的地方吗？朱氏说着，直接推开面前挡着的家丁，房间里的一幕差点看得她直接晕了过去。听到朱氏的声音，那些家丁才回过神来，急忙低着头退开，有几个退开的时候还不忘再偷偷瞄几眼。第80章，死了也是你活该。夫人，最先反应过来的还是朱姨娘的贴身嬷嬷王氏，她用力把朱姨娘扶稳，然后快速过去捡起刘婉柔的衣服，把刘婉柔裹了起来，小声地唤着刘婉柔：“二小姐，二小姐。”朱姨娘最近因着刘婉柔和柳文栋的关系，镇北侯这些日子也开始去她的院子里留宿了。虽然次数不多，但是相比之前很久不去一次，已经好太多了。除此之外，还赏赐了不少东西给她。渐渐的，朱姨娘就开始膨胀起来了，便暗示院子里的人私下里喊她夫人，好像这样喊一喊，她真的能坐上镇北侯夫人的位置一样。她也不想想，柳慕清的腿是废了没错，但是只要柳妍希一天还是太子妃，魏氏就一天不会从镇北侯夫人的位置上下来，她就永远只能做一个姨娘。不要说什么镇北侯有意培养刘婉柔，意图让她以后代替柳妍希，镇北侯确实是这样打算没错，不过那最少也是2、3年后的事情了，总不可能柳妍希一嫁过去，镇北侯就把刘婉柔送过去吧？除非镇北侯府想沦为京城的笑话。还有，万一柳妍希嫁过去之后得了黎君行的欢心呢？刘婉柔还会有机会吗？镇北侯这样精于算计的人，一个女儿就可以达到的目的，怎么可能搭上2个女儿呢？言归正传，朱姨娘听到王嬷嬷在喊刘婉柔，也回过神来，赶紧把门关上，朝刘婉柔走过去，看着还愣在那里的杏儿，指指床上还没醒的男子，压着怒气道：“还愣在那里做什么？还不赶紧去找几个信得过的人来把这个人弄走！”是。听到朱姨娘的话，杏儿慌忙往外走。这么大的动静，床上的男子都还没醒，显然是被下药了。不过现在他们也顾不上这个，刚刚尖叫声那么大，用不了多一会儿，侯府的其他人就会被引来，到时候刘婉柔就彻底毁了，她也少不得要受牵连。所以当务之急是赶紧把这个男子弄走。至于外面那几个人嘛，他们既然看了不该看的东西，那就不要怪他心狠手辣了。朱姨娘如是想着，眼里闪过一丝狠厉。等一下，你回来。杏儿正要开门，朱姨娘又喊住了她，带杏儿走到跟前，对她道：“你把衣服脱了，躺到床上去。”夫人杏儿看了看床上的男子，明白了朱姨娘的意思，一张小脸瞬间变得煞白。愣着做什么？快呀！朱姨娘见杏儿不动，推了她一把，又对王嬷嬷吩咐道：“嬷嬷，
你赶紧给二小姐找身衣服换上。是，夫人。王嬷嬷也明白了朱姨娘的意思，同情地看了希儿一眼，用力架起刘婉柔。二小姐，快起来，我们赶紧换衣服，换好衣服就没事了。司刘婉柔初经人事，又因为药物的关系被折腾得太狠，双腿酸软无力，要不是王嬷嬷扶着她，连站稳都是问题。朱姨娘看着自己昨天还好好的女儿被折腾成了这样，心里真是又气又恨又心疼。气的是刘婉柔自己不小心被人算计至此，恨的是那下手之人太过狠毒，这一招可以说是直接毁了刘婉柔，手段当真是狠毒，不要让她知道是谁，不然……朱姨娘恨恨地想着，看了一眼还在那里没有任何动作的杏儿，心里的火气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你还站在那里做什么？没听到本夫人的话吗？朱姨娘说着，直接上手去撕杏儿的衣服。杏儿见状，吓得赶紧跪在地上求饶：“夫人饶命，夫人饶命！”一边说一边用力磕头，没几下额头就磕红了。想要活命，就赶紧脱了衣服躺到床上去。朱姨娘才不管杏儿死活，她现在只想尽可能保住刘婉柔。刚刚屋子里的情形已经被那些下人看到了，想要把床上的男子弄走，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已经不可能了。既然这样，那就只能让人代替刘婉柔了，而杏儿无疑就是最好的选择。谁让她是刘婉柔的贴身丫鬟呢？毕竟所有的下人里，只有贴身丫鬟才能随意进出主子房间。到时候就说杏儿心思不正，为了和侍卫苟且，居然打晕了主子，在主子房间和侍卫做那等下贱之事。这样一来，她的婉柔久成了受害者，不但不会被责罚，还会得到侯爷更多的怜惜。朱姨娘越想越觉得这个法子可行，见杏儿还在磕头，心里一着急，当即连姨太也顾不上，把手里的团扇一丢，直接上去按着她就开始撕扯她的衣服。夫人饶命啊，夫人饶命啊，这样奴婢会死的。杏儿一边紧紧拽着自己的衣服，一边哭着求饶。一个在主子的房间和侍卫私通的丫鬟是要扒光衣服游街在陈堂的呀。她虽然是下人，却也是清白人家的姑娘，她死了倒是无所谓，可是她还有父母和弟弟啊，他们会因为自己受尽屈辱和嘲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她的弟弟很可能因为她连媳妇都娶不上。若是她真的这样做了也就罢了，可是她明明什么都没做。是刘婉柔自己不要人守夜，她休息的时候没有她的允许，也不许别人进屋子。她昨晚睡得沉，也没有听到刘婉柔叫她，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啊？死了也是你活该！杏儿大力挣扎，朱姨娘狠狠甩了她2个耳光。作为奴才，没有保护好主子，难道不该死吗？你要是识趣，就应该乖乖的躺去床上替了婉柔。你的爹娘把你养这么大不容易吧？本夫人劝你，还是多考虑一下他们。听到朱姨娘提到自己的家人，杏儿脸上一片绝望，停止了挣扎，拽着衣服的手也无力的放下，任由朱姨娘把她的衣服扯下。这样就对了吗？你放心，本夫人会跟侯爷求情，不让你去游街的，也会善待你的家人的。朱姨娘3两下扒下杏儿的衣服，为了逼真，又在她脖子处和胸前凝了一些红痕。一会儿知道怎么说吗？杏儿无声地点点头，泪珠一串一串往下掉。她恨，她不甘，可是除了认命，别无他法。正当朱姨娘准备喊杏儿去床上躺好的时候，外面传来了一个女子的声音：“你们都跪在这里做什么？怠慢了二小姐，你们担当得起吗？”第81章，这身上怎么还有这么多红痕呢？朱姨娘听到这个声音，心里暗道不好，急忙小声催促着杏儿赶紧躺到床上去，又嫌杏儿动作慢，干脆拉着杏儿往床上拽。刘婉柔的屋子门也在这个时候被人从外面大力推开，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人扭着腰肢走了进来。妾身在外面听到二小姐的尖叫声，特意过来看看，二小姐没事吧？那女子似乎被屋子里的情形给吓到，急忙用手中的团扇挡住眼睛。这一大清早的，姐姐这是在做什么？妹妹是不是打扰到姐姐了？来人是镇北侯新纳不久的小妾文姨娘，一袭玫红色的齐胸襦裙，丰满的酥胸好似藏不住一般，玉露不露，面似芙蓉，眉如柳，比桃花还要媚的眼睛十分勾人心弦，肌肤如雪，一头黑发挽成高高的美人髻，满头的珠在阳光下耀出刺眼的光芒，鲜红的嘴唇微微上扬，说起话来声音更是娇媚。也难怪素来不好酒色的镇北侯不惜花重金为她从青楼赎身，带回来后更是一连几个月都宿在她的房里。朱姨娘听到文姨娘的话，才注意到现在房间里的情况好像真的有点不对，脸上顿时又尴尬又羞愤。床上躺着一个紧紧盖住重点部位的男子，杏儿的衣服被他撕得跟没穿一样，身上还有许多他刚刚弄的红印子，他还在把杏儿往床上推。关键是杏儿还一脸泪痕，面如死灰，像极了他在强迫他做什么不愿意做的事。虽然他确实是强迫杏儿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不是那样的。眼看只差一步事情就成功了，文姨娘却在这个紧要关头闯了进来，导致他功亏一篑。朱姨娘气得脸都扭曲了，恨不得上前撕了文姨娘。文妹妹去侯爷屋子里也是这般，不敲门就直接推门进去吗？听到朱姨娘这么说，文姨娘立即喊冤：姐姐这么说可真是冤枉死妹妹了，
妹妹是听到二小姐的尖叫声，以为二小姐出了什么事，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完就匆匆赶了过来，见外面跪着那么多人，一时着急才忘了敲门的，谁知道竟是姐姐在打扰了姐姐，妹妹给姐姐赔不是了，还望姐姐原谅妹妹这一次。文姨娘说着扶了扶，态度要多恭敬就有多恭敬，然而说出的话差点把朱姨娘气得一口老血喷了出来。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呢，可是她又不能解释，只好拉着一张脸感人，劳妹妹挂心里，婉柔没事，有事的是这丫鬟，不过姐姐自己会处理的，妹妹没事还是先离开吧，改日姐姐再请你过来喝茶。是吗？文姨娘狐疑地打量了一番杏儿，这丫鬟是怎么了？这衣服怎么穿成这样？这身上怎么还有这么多红痕呢？怎么看着像欢好时留下的呢？文姨娘说着瞟了床上的男子一眼，瞬间恍然大悟，姐姐，这丫鬟不会是在二小姐的房间和这男子苟且吧？当真是好大的胆子，丫鬟在主子的房间跟男子苟且，这可是要扒光衣服去游街，再拉去陈堂的。姐姐你可千万不要心软，赶紧让人去禀报侯爷和夫人，将这丫鬟拉下去，万不可让这小贱蹄子坏了二小姐的名声。没人注意到文姨娘说话间已经走到了床边，朝床上用力扇了扇手中的帕子，扇了10余下之后，又不着痕迹地退回了原来的位置。文姨娘说的振振有词，好像有多关心刘婉柔，生怕她受了委屈一样。其实只要不瞎的人都知道，文姨娘平日里最讨厌的就是朱氏母女，谁让他们喜欢嘚瑟嘴巴又不饶人呢？文姨娘虽说是年轻漂亮，但是因为早些年用了药，这辈子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她到镇北侯府后一直深受镇北侯的宠爱，朱姨娘虽然也貌美，但是毕竟已经生了一儿一女了，又怎么能跟文姨娘这种正值桃李之年的女子比呢？更别说文姨娘在青楼还学了许多伺候人的技巧。为了让镇北侯能去她院子里留宿，朱姨娘不是没用过计，不过也没什么用。开始的时候镇北侯还会去看一眼，后来就干脆连去都不去了。一直到刘婉柔和柳文栋得到镇北侯的重视，镇北侯才重新在他的院子里留宿，不过大多数时间还是去文姨娘那里。朱姨娘心里不是不怨恨，不是不嫉妒，却也没什么办法，所以只能在文姨娘面前酸几句，不过说来说去也不外乎就是那几句，说文姨娘是不会下蛋的母鸡，这辈子也只有靠身体吃饭的命云云。虽说文姨娘早就知道自己不能生，但是被人这样大刺刺的当面挖苦，心里还是不舒服的。每次跟朱姨娘见面都会吵起来，两人都恨不得弄死对方，所以朱姨娘才不相信他会那么好心呢。明明就是来看热闹的，还说的这冠冕堂皇，让人听了直恶心。没有，奴婢没有。朱姨娘正要开口说话，谢儿咚一声跪在了文姨娘面前，求文姨娘救救奴婢，奴婢没有做那等恬不知耻的事情，奴婢什么也没做，奴婢身上的衣服是夫人，不是朱姨娘撕成这样的，身上的红痕也是她弄的，奴婢不想游街，也不想陈堂，求文姨娘救救奴婢，求文姨娘救救奴婢。说完又是咚咚咚磕了几个响头，头都磕破了，血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可见磕得多用力。听到谢儿的话，朱姨娘怒不可遏，指着谢儿大骂道：你个贱婢，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本夫人为什么要撕你的衣服？难不成本夫人还对你有什么想法不成？明明是你自己恬不知耻，在二小姐的房间跟男人苟且，你小时候你的父母就是这样教你的吗？听到父母2个字，谢儿瞬间就泄了气，一脸死灰的跪在那里，任由眼泪湿了面庞。朱姨娘见状偷偷松了口气，正要再次开口赶文姨娘走，就听到外面传来了下人们的问安声：见过侯爷，见过夫人，侯爷万安，夫人万安。第82章，她只是个丫鬟啊。见过侯爷，见过夫人，侯爷万安，夫人万安。听到这齐刷刷的问安声，朱姨娘脑子里轰一声，只剩下一个想法：完了，她的女儿完了。不，她不甘心，她的女儿以后要做皇后的，绝对不可以就这么毁了。朱姨娘这样想着，也顾不得已经到了门口的镇北侯和镇北侯夫人，还有就站在旁边看好戏的文姨娘，疯了一样上拽信儿，想要把她拽到刘婉柔的床上去。文姨娘见状，嘲讽的勾勾嘴角，然后假装很吃惊的用帕子捂着嘴大叫起来：哎呀，姐姐，你这是做什么？你干嘛扯信儿的衣服啊？她只是个丫鬟啊！朱姨娘恶狠狠地瞪了文姨娘一样：你闭嘴！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就闭嘴！这样说不是让人误会吗？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朱姨娘的话音刚落，原本半开的房门被镇北侯直接一脚踹开，看着混乱无比的屋子，一脸怒容地走了进来。侯爷你来了！文姨娘一看到镇北侯，就嗲声嗲气的扭着他的水蛇腰朝他走了过去，然后直接贴在镇北侯的怀里。文姨娘年轻貌美，嘴巴甜，会说话，在床上花样又多，也没有儿女要争什么，不管什么事，满心满眼都只有她，所以对于文姨娘，镇北侯是纵容的。就像现在，文姨娘不管不顾的当众扑进他的怀里，虽然有些不合时宜，镇北侯也没有责怪，反而顺手搂住她的腰，温声问了一句：妹儿怎么也在这里？昨夜不是累着了吗？
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哎呀，侯爷你好坏！文姨娘闻言娇羞的把脸埋在了镇北侯的怀里，并用自己饱满的酥胸蹭了蹭镇北侯的胸膛。侯爷不在，妹儿一个人也睡不着吗？文姨娘本就长妖娆妩媚，现在又一脸娇羞的趴在镇北侯怀里，酥胸有意无意的蹭着他，加上说话声音又娇媚，镇北侯只觉得骨头都酥了。搂着他的腰的手不自觉的紧了紧，另一只手捏着他的下巴，粗着声音道：“小妖精又想爷了是不是？”“哎呀，侯爷，姐姐还在呢。”文姨娘已经羞得整张脸都埋进了镇北侯的怀里，一只手还紧紧地抓着镇北侯的衣服，俨然一副对镇北侯信任又依赖的姿态。卫士和朱姨娘看得两眼冒火，都不约而同在心里骂她狐妹子、贱蹄子，甚至把文姨娘的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不过他们也只敢在心里骂几句罢了，连脸色都不敢摆一个。谁让文姨娘得宠呢？镇北侯却很受用，或许是上了年纪，又或许是大男子主义在作祟。镇北侯现在特别享受像文姨娘这种以他为天、对他崇拜又依赖的感觉，捏了捏他的脸，道了句晚上再收拾你，然后便放开了他。文姨娘羞答答的应了一声，然后乖顺的在镇北侯身旁站好，进退有度，分寸拿捏的刚刚好。镇北侯扫了房间一眼，看到衣衫不整的杏儿和床上尚未苏醒的男子，加上屋子里怪异的味道，心中已经有了大概的猜测，脸色沉了沉，忍着怒气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我妾身看着仿佛随时会爆发的镇北侯，朱姨娘心里发怵，半天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而杏儿呢，更是瑟缩着跪在一旁，紧紧地拽着自己刚刚趁机捡起来披在身上的衣服。“妹儿，你说。”看着朱姨娘那结结巴巴的样子，镇北侯是一点耐心也没有，脸色又难看了几分。听到镇北侯指名道姓地问文姨娘，朱姨娘哀求地看了他一眼，文姨娘仿佛没有看见，朝镇北侯恭顺地扶了扶，娓娓开口：“回侯爷，事情是这样的，早晨您走了不久，妾身就睡不着了，便打算起身用了早膳之后给您做2双鞋袜，正吃着早膳呢，就听到二小姐的院子里传出2声尖叫声，担心二小姐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就急忙放下碗筷赶了过来，谁知道竟是看到。”文姨娘说到这里，有些难为情地看了朱姨娘一眼，剩下的话似乎有些说不出口。朱姨娘简直要被她给气死了，她这样不是故意让侯爷误会她有什么吗？看到什么？文姨娘的小动作，镇北侯自是看见了，心里的火气又多了2分，声音都高了2个度。见镇北侯已经不耐了，文姨娘微微吐了一口气，一口气把自己来了之后看到的全部说了出来。妾身来的时候，看到外面的下人跪了一排，心里十分担心二小姐，心急之下就直接推开门进来，却看到朱姐姐正在拉扯着杏儿往床上走，也不知道是在做什么。杏儿见到妾身只喊救命，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妾身也不知道。倒是朱姐姐见到妾身进来，还很是不悦，还说妾身没教养，不知道敲门。文姨娘说着，偷偷瞄了镇北侯一眼，见他面色无太大变化，又继续道：“侯爷，妾身真的不是故意不敲门的，而是实在担心二小姐，却没想到打扰了朱姐姐的兴致。”“胡说八道，侯爷，你不要听文妹妹胡说，妾身什么也没做，妾身只是朱姨娘不知道，文姨娘是真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故意的，从进来就一直把火往她身上引。侯爷要是多想了，她还能有什么活路？”朱姨娘骤然拔高声音，文姨娘仿佛被吓到了一般，拍拍心口，往后退了2步。镇北侯见状，轻轻拍拍了文姨娘的手，然后厉声对朱姨娘道：“你这么大声做什么？若你真的什么也没做，妹儿还能冤枉你吗？还是说你觉得本侯是是非不分之人啊？”“不是的，妾身不是那个意思，妾身只是镇北侯发怒了。”朱姨娘彻底慌了，变得语无伦次，或者说是不知道要如何开口。镇北侯见朱姨娘这样，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一脚踹翻了一旁的椅子，怒声道：“只是什么你倒是说啊！婉柔床上那个男子是怎么回事？这丫鬟为什么衣衫不整的跪在这里？还有，婉柔去了哪里？”第83章弄垮一个是一个。镇北侯的话音刚落，床上的男子悠悠转醒，有些头疼的拍了拍脑袋，慢慢坐起身，随意搭在身上的被子瞬间滑落。男子感觉到凉意，才发现自己一丝不挂，这床也不是自己的，正准备找自己的衣服呢，一抬头才发现屋子里有许多人，好像还有镇北侯。男子以为自己眼花了，晃了晃还有些晕沉的脑袋，揉了揉眼睛，再次看过去，发现确实是镇北侯没错，差点没直接吓晕过去，急忙拉被子遮住自己。“侯爷，穿好衣服滚出来！”镇北侯留下这句话，大步走出了里间。文姨娘和卫士在男子醒的第一时间就已经自觉的出来了，生怕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误了自己的眼睛，也惹了镇北侯不快。见镇北侯出来，文姨娘立马上前扶着他到主位上坐好，又倒了一杯茶递给他，然后站到他身后，轻柔的给他捏着肩膀。全程一句话未说，却让镇北侯觉得舒坦极了，一口清茶下肚，心中的火气也小了2分，随口夸了文姨娘句：“还是妹儿贴心。”文姨娘乖巧的应了一声，然后略带心疼的开口：“伺候侯爷是妾身该做的事情，侯爷日理万机，已是极为辛苦，现在还要为这些小事操心，
妾身无能，不能帮侯爷分担，心中愧疚又心疼，只能在这些小事上尽量照顾好侯爷。文姨娘说着，用帕子抹了抹眼泪，好像真的很心疼镇北侯似的。文姨娘的这一番话，听得镇北侯贴胃极了，把杯中的茶喝完，放下被子，靠在椅子上感叹道：“要是所有人都像妹儿，你这么贴心懂事就好了。妾身只是心疼侯爷。”文姨娘重新添上茶，继续给他捏肩膀。两人若无旁人的说着话，从头到尾没有人理会一下卫士。看着文姨娘娇媚的笑脸，卫士眼里的妒火都要冒出来的，很想教训他一顿，却又因为镇北侯在，不爽也只能憋着。似乎感觉到卫士的不爽，文姨娘不屑地瞟了他一眼，继续给镇北侯捏肩膀。对于卫士，文姨娘是看不起他的，不是他自夸，卫士除了有个稍微好一点的出身，其他的一样也比不上他。卫士这人心中有几分清高，很多时候却又不能端得住，活得稀里糊涂，很多时候还很没脑子，只知道嫉妒别人得宠，却不会认真想想别人为何得宠。就像现在，他要是在镇北侯出来的时候贴心的上前去搀扶，虽然镇北侯还没有到需要别人搀扶的地步，但是这样会显得很贴心，不是吗？男人很多时候不就是很享受自己的女人把自己当作天，当作地，仰望崇拜的这种感觉吗？然后再倒上热茶，给他捏个肩膀啥的，那这个时候和镇北侯谈笑的不就是他了吗？偏偏他意识不到这些，或者觉得这些事情是下人应该做的，甚至看不起这样做的他，觉得这样过于谄媚，但是又嫉妒他得镇北侯的欢心。文姨娘不一样，她是青楼出身，她知道要如何讨好一个男人，许多事情也放得下身段来做。卫士什么都不做，还妒恨别人得宠，又看不起别人，所以文姨娘是真的看不起他，打心里也对他尊重不起来。不过他也是羡慕卫士的，因为他生了一双好儿女。这些年若是没有柳岩熙和柳木青，镇北侯夫人的位置还是不是他的都要两说。柳木青虽然腿废了，不过脑子没废，之前他以为柳岩熙也是个蠢的，现在才发现他才是侯府里深藏不露的那个，这不一出手就直接毁了柳婉柔。至于朱姨娘，本来只要她心狠一点，直接跟镇北侯认错自己没教好女儿，那么看在柳文栋的份上，镇北侯顶多责备他几句，再进个足啥的就完事了。偏偏他没条件没实力，还想保柳婉柔，那就不要怪他了。镇北侯就一个，多一个女人，宠爱就会少一分，弄垮一个是一个。言归正传，镇北侯出去后，朱姨娘和杏儿也紧跟着出去了，两人都很自觉，出去就找了地方老老实实的跪着。没多一会儿，那男子也穿好衣服走了出来，也是径直走到镇北侯面前跪下，不过并没有主动开口说话，不知道是在等镇北侯问还是什么。说吧，这是怎么回事？镇北侯淡淡的看了跪在下面的三人一眼，不知道三人在想什么，谁也没有先开口。镇北侯见状，直接把手里的茶杯砸到几人面前，怒声道：“没听到本侯问话吗？还是都聋了？我奴婢奴才。”被镇北侯这一下，三人都不约而同的开口了。你先说。镇北侯指指杏儿，杏儿低着头，所以不知道镇北侯说的是他，便没有开口。倒是文姨娘好心的提醒了他：“杏儿，还不快把今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侯爷，二小姐去了哪里？那男子又是怎么回事？你为何衣衫不整，又为何喊命？现在侯爷来了，你把知道的都说出来，侯爷会为你做主的。你要知道，这侯府不管何时都是侯爷说了算。”文姨娘这番话听着是在夸镇北侯，什么都是以他为主的样子，其实他是在提醒杏儿不要担心朱姨娘会报复他的家人，有镇北侯在，朱姨娘就算是条龙也得盘着，何况他还不是。听到文姨娘的话，杏儿看了朱姨娘一眼，无视她那吃人的眼神，深呼了一口气，道：“回侯爷，事情是这样的，今日早晨过了起床时间好一会儿，二小姐还未起床，奴婢就去敲门，敲了半天没反应，奴婢以为二小姐出了什么事，就推开门进去，不想却看到二小姐和她喂着寸缕的躺在床上。”杏儿说着指了指跪在一边的男子。然后呢？镇北侯阴沉地盯着跪在一旁的男子，示意杏儿继续说。第84章市井泼妇。然后二小姐被奴婢的尖叫声吵醒，再然后她也被吓到了。没多一会儿，朱姨娘和王嬷嬷就来了。朱姨娘原本是打算让奴婢找几个人把她弄走，然后把外面看到的那些下人灭口的。杏儿指了指跪在一旁的男子，不过姨娘大概觉得不妥，又改了主意，让奴婢代替二小姐，所以她才会把奴婢的衣服撕烂，又在奴婢身上弄了许多痕迹，意图让大家认为昨夜在二小姐床上跟男子欢好的人是奴婢。奴婢不同意，朱姨娘就用奴婢的家人来威胁奴婢，奴婢不想死也不想连累家人，所以才在文姨娘进来的时候跟文姨娘求救的。杏儿说完，用力朝镇北侯磕了几个响头：“侯爷，奴婢说的句句属实，求侯爷为奴婢做主。”听完杏儿的话，镇北侯没有着急开口，而是直直地盯着杏儿看，
镇北侯一个上过战场，又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的人，杏儿不过一个低微的小丫鬟，不多一会儿就被他看得瑟瑟发抖，不过眼神却没有闪躲。镇北侯见状，收起周身的气息，问道：“你身为二小姐的贴身丫鬟，夜晚为何不给二小姐守夜？二小姐要是有什么差池，你担待得起吗？”回侯爷，不是奴婢不愿意守夜，而是二小姐不喜。二小姐觉得奴婢们会打扰她睡觉，一直不让守夜的。杏儿被镇北侯下的话都说得有些不利索，不过为了活命，还是强撑着为自己辩解。好，就算是二小姐不要你们守夜，但是晚上听到二小姐的房间有声音，是不是该去看看？回侯爷，昨日奴婢有些身体不适，二小姐体恤奴婢，准了奴婢早些去休息，说是有事的话会换别的姐姐。夜间奴婢醒过几次，也并未听到任何声音。杏儿身体不适是真的，刘婉柔嫌她碍事也是真的，晚上没听到什么声音也是真的。睡得那么死，能听到声音就怪了。去把二小姐叫出来。镇北侯是习武之人，自然是知道刘婉柔在里间的屏风后面。镇北侯的语气很淡，杏儿判断不出他现在到底生没生气，会不会怪罪他，只好诺诺地应了一声是，然后爬起来去里面找刘婉柔去了。此时的刘婉柔正在和王嬷嬷一起想办法遮盖脖子上的痕迹呢，也不知道昨晚那人是用了多大的力还是故意的，刘婉柔的脖子上几乎布满了红红紫紫的痕迹，乍然一看还以为被虐待了。6月的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穿个高领总是不合适的，所以只能用脂粉去遮盖，可是痕迹太多太重了，怎么遮也遮不住。刘婉柔气得差点摔了王嬷嬷手里的脂粉。哎呦，我的二小姐啊，现在可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啊，侯爷他们在外面呢。王嬷嬷紧紧拽着刘婉柔的手，看了一眼外面，低声说道：“我莫名其妙的丢了清白，现在下身撕裂般的疼痛，浑身上下还黏糊糊的，让她难受的想要作呕。此时的她只想赶紧去泡个澡，身上的脏东西洗掉。可是她不能，外面她的父亲姨娘都还在等她，她连逃避的机会都没有。”刘婉柔咬着嘴唇，紧紧地攥紧了拳头，心里恨意滔天。她恨柳妍希，她只不过是去她面前说了几句风凉话，她就直接让人毁了她。是的，虽然还没让人去查证，刘婉柔已经确定背后下手的人就是柳妍希。她这些日子除了柳妍希，并没有得罪过别人。她恨杏儿，作为她的贴身丫鬟，她居然不愿意替她，当真是一个贱婢。她还恨文怡，平日里就是一个狐妹子，仗着她父亲的宠爱，成日里在侯府招摇过市，还经常笑话奚落她。今天她这么积极，说不是来看她笑话的，她都不信。小姐，侯爷让您赶紧出去。正当刘婉柔咬牙切齿在心里咒骂的时候，杏儿走了进来，看了她一眼，小心翼翼地说道。刘婉柔平日里虽然装的一副温柔贤淑的模样，实际上脾气真的很差，经常拿丫鬟撒气。杏儿作为她的贴身丫鬟，可没少被她荼毒，刚当她拒绝代替她的话，肯定被她听到了。所以杏儿真的害怕刘婉柔会不管不顾地对她动手，上次被她用针扎的地方还在隐隐作痛呢。贱婢，你还敢来！果然如杏儿想的那样，刘婉柔一看到她，心中的怒火再也压制不住，直接冲上去对着她的脸啪啪左右开弓。王嬷嬷也了解刘婉柔的脾气，所以在听到杏儿的声音的时候，就下意识地紧紧拉住刘婉柔。只可惜现在的刘婉柔跟疯了一样，换个年轻力壮的都不一定能拉得住，就更别说她一只脚踩在棺材的老嬷嬷了。所以她非但没拉住，还差点被刘婉柔给推倒了。哎呦，我的老腰啊！腰扭到了，王嬷嬷也顾不上刘婉柔要怎发疯了，扶着腰站得离她远了一些，生怕一会再被殃及池鱼。二小姐饶命啊，奴婢再也不敢了。刘婉柔一动手，杏儿骨子里那种对她的惧怕霎时就涌了上来，直接跪在地上求饶。刘婉柔才不管她，一连扇了10余下才停下来，扇完觉得不解气，又拔下杏儿头上的簪子，直接划破了她的脸，头发也扯掉了一大撮。脸上传来疼痛，杏儿下意识伸手一摸，摸了一手血，吓得大叫了起来。看着杏儿捂着脸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眼泪和血混合在一起从她的指缝中流了下来，刘婉柔才觉得心里舒坦了一些。里面的混乱很快就引起了外边镇北侯等人的注意。镇北侯听着里面的叫骂声和哭喊求饶声，刚刚压下去的火气又上来了，把手里的茶杯直接砸到朱姨娘的头上。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你听听，跟市井泼妇有什么区别？第一次见镇北侯如此震怒，朱姨娘一句话也不敢说，甚至都不敢抬手擦一下脸上的茶水。看着朱姨娘那样，镇北侯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又重新操起一个杯子砸过去，还不去让那个逆女赶紧给本侯滚出来？是生怕再被砸，朱姨娘连滚带爬的火速去了里间。第85章失望至极。不一会儿，朱姨娘就扶着刘婉柔，后面跟着杏儿和王嬷嬷出来了。柔儿，你怎么样？你还好吗？之前一直跪在那里不说话的男子一看到刘婉柔出来，下意识的就想要站起来去扶她，偷偷看了一眼坐在主位上的镇北侯，又重新老老实实的跪好，
满脸担心的看着刘婉柔，眼里还有浓浓化不开的深情。滚开，柔儿也是你能叫的吗？刘婉柔一看到男子，情绪又激动起来了，吓得朱姨娘赶紧用力掐了一下他。柔儿，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不过我保证，我一定会努力让你幸福的，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就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男子满眼深情，说出的话又让人感动的差点落泪。当然，前提是不在这种情况下。滚啊！男子不闭嘴，还提起昨晚的事。昨夜的事情对刘婉柔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噩梦，所以刘婉柔的情绪崩溃了。然而男子满脸受伤，看向刘婉柔的目光却依然深情不减。啪！镇北侯用力拍了一下桌子，都给本侯闭嘴！你们当本侯不存在，还是以为这里是大街上？镇北侯的话音一落，屋子里瞬间安静的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刘婉柔看着正怒的镇北侯，瑟缩了一下，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要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乖乖的跪在地上。看着刘婉柔脖子上那些个遮盖不住的痕迹，以及刚刚走路怪异的姿势，镇北侯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瞬间对他失望至极。没错，是失望，而不是心疼。在镇北侯眼里，刘婉柔只是一个可以给他带来好处的棋子，而不是女儿。不然他干嘛给他请教养嬷嬷，请琴艺师，还涨了他的月银，赏那么多东西给他？只是没想到，跟教养嬷嬷学了这么些日子，什么也没学到，轻易就被人给算计了，真是让他失望至极，让他白费心思。连侯府里的这些人都应付不了，以后进宫还不被吃的骨头都不剩，说不定还会连累侯府。想到这里，镇北侯连刘婉柔都不愿意看了，接过文姨娘递给他的茶，用杯盖拨了拨茶叶，说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听到镇北侯的话，刘婉柔刚要开口喊冤，却听得另一道声音已经响起：侯爷，小人与二小姐两情相悦，昨夜之事也是情不自禁，还望侯爷能够成全。你闭嘴，本小姐什么时候与你两情相悦了？你少在这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刘婉柔再次被男子的话差点给气晕，一个侍卫而已，他是有多饥不择食才会和他两情相悦？柔儿，我知道你是担心侯爷知道了不同意，还会责罚我，从而分开我们，但是我真的不想再委屈你了。侯爷深明大义，我相信他一定会同意的。这男子也不是个心思活络的，刘婉柔的对他万般嫌弃的话，硬是被他解读成了是在关心他，保护他。啊！刘婉柔觉得自己简直在对牛弹琴，崩溃的大喊了起来：闭嘴！刘婉柔的声音恨死见日刺耳，镇北侯皱着眉，又用力拍了一下桌子，用力太大，桌子都被拍得裂开了。朱姨娘吓得赶紧捂住刘婉柔的嘴，小声道。等屋子里再次恢复安静，镇北侯看着跪在地上的男子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在府上当什么差？回侯爷，小人名唤程卓，在府上负责巡逻。男子回答得恭恭敬敬，不卑不亢，如此气度，反倒是让镇北侯对他高看了2分，点点头，又道：你说你和二小姐两情相悦，可有证据？有。程卓点点头，从怀里掏啊掏，掏了半天，掏出一个精致的荷包，这是二小姐送给小人的，说是她亲手绣的，小人一直贴身携带。刘婉柔一看那个荷包，激动的差点跳了起来，我就说我最喜欢的那个荷包去哪里了，原来是被你偷走了，还说是我送你的。我呸！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看看自己什么德行，本小姐就算瞎了也不会看上你。讽刺完程卓，刘婉柔朝镇北侯磕了一个头，然后为自己喊冤：父亲明鉴，这个荷包不是女儿送给他的，而是被人偷走的，不知怎么会在他手上。还有，女儿也连认都不认识他，根本不可能和他两情相悦，女儿是被算计的，求父亲为女儿做主。算计？你倒是说说，谁算计的你啊？镇北侯头也没抬，甚至连眼神都没给他一个，若不是卫士不顶用，他早就甩手走人了。刘婉柔见镇北侯这个态度，心凉了半截，沉默了片刻，看了一眼同样坐在主位上的卫士道：是柳妍希。胡说八道！妍希堂堂嫡女，3日后就要嫁去太子府做太子妃，而你不过区区庶女，有什么值得他算计你的？卫士本来在一旁安安静静的看好戏，没想到看着看着这火竟然烧到了他的女儿的身上，当即也不愿意了。因为前几日我去给他送天妆的时候，不小心说了几句不好听话，惹了他不高兴，他想要报复我。刘婉柔此时真的非常后悔，如果时间能重来，他一定听他父亲的话，绝不去柳妍希面前晃悠。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啊！二小姐，说话可是要讲究证据的，大小姐不日就是太子妃，你这样凭污蔑她，不好吧？文姨娘真的不明白镇北侯到底是怎么想的，就刘婉柔这脑子，还想培养送宫里，都不够别人玩好吗？你闭嘴！你可见刘婉柔看着巧笑倩兮的文姨娘，好想冲上去撕了她的脸。够了，二小姐对太子妃不敬，罚面壁思过3个月，抄写家规100遍，没有本侯的命令，谁也不许探望。朱姨娘管教不严，禁足3个月，吃穿用度减半。丫鬟希儿对主子照顾不周，打20板子扔出府去。镇北侯被吵得实在头疼，
也不想再听下去了，直接说了给他们的处罚，然后站起来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横竖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知道了，刘婉柔对他来说也没多大用处了，不值得他再继续浪费时间。当然，地上的男子也忘记让人带走。第86章，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听到镇北侯的话，希儿心里大松了一口气。20板子虽然重了些，他很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能下床，但是不用死，也不用被扒光衣服去游街在陈塘，他的父母也不会因他而蒙羞。刘婉柔和朱姨娘则不约而同地瘫坐在地上，他们知道镇北侯无情，却没想到会这么无情。自己的亲女儿被人设计糟蹋了，他一不处置糟蹋他的人，二不追究背后下手的人，反倒处罚他，甚至连一句关心、一句安慰都没有，就因为他对他来说没有了价值。刘婉柔觉得好悲哀，就算是他有错在先，但是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他的女儿，不是吗？她受了这么大的屈辱和折磨，他的心里难道对他一点点怜惜都没有吗？哪怕装一下。尽管这么多年不得重视，但是他心里一直对父亲抱有期望的。这段时间他父亲突然对他重视起来，给他请了教养嬷嬷，请了琴师，还赏赐了许多东西，月银都涨了不少。虽然知道肯定是有原因的，但是他还是很开心。只是没想到这一切来得快，去得也快。他现在好后悔，为什么要去招惹柳妍希？除了逞了几句口舌之快，一点好处都没落到，还将自己做到了如此境地。他恨柳妍希狠毒，恨他的父亲无情，恨他的娘亲是个无能的姨娘。镇北侯走后，卫士也跟着走了。临走前看了一眼脸颊还在流血的杏儿，摇摇头，等出了门对贴身丫鬟吩咐道：“去给行刑的人说一声，让他们下手轻些。行完刑后，给他找个大夫看看，再送出去，不要让外人看见了。”是。珠儿扶了扶，下去了。其实卫士想的是，他的女儿马上就要大婚了，这个时候镇北侯府如果死了人，总归是不吉利的。现在盯着镇北侯府的人也不少，如果把杏儿打完直接扔出去，万一要是被有心人知道了，对镇北侯府的名声也不好。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杏儿很可怜。不得不说，卫士在上次被柳妍希说了一顿之后，脑子也好使了不少，不过能好使多久就不知了。卫士走后，文姨娘讽刺了朱姨娘两句，也带着丫鬟扭着腰肢走了，不过没有直接回自己的院子，而是去花园逛了一圈，还碰到了奉柳妍希之命去花园摘花的绿云，两人还因为争一枝花差点吵了起来，最后花还是被绿云抢走了。文姨娘也气得没了逛花园的兴致，直接回了院子。镇北侯知道后，让人去库房挑了几样首饰，准备自己晚上过去的时候带着去。卫士和文姨娘相继出去后，屋子里就只剩朱姨娘母女和被刘婉柔推了扭到腰的王嬷嬷。看着瘫坐在地上的朱姨娘和刘婉柔，只觉得头疼，忍着腰痛去扶朱姨娘。夫人，咱们回去吧，不然那一会儿侯爷的人要来了。朱姨娘仿佛没听见，依旧呆呆地坐在那里，满脑子都是完了，坐了这么多年冷板凳，好不容易最近才好一些，现在又被打回了原形，以后恐怕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看着朱姨娘这样，王嬷嬷叹了口气，心里暗自责怪刘婉柔莽撞，然后突然想到被镇北侯送去军营的柳文栋，眼睛一亮，语重心长地道：“夫人，您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二少爷考虑啊！您现在可是完不能再惹侯爷不快了，不然若是连累了二少爷就不好了。”听到二少爷三个字，朱姨娘总算回神了。是了，她还有个儿子，只要有儿子在，她就还有希望。而且她的儿子将来是要继承侯府的，她现在只需要忍耐就好了。等他日他的文栋继承了侯府，到时候他要什么没有。朱姨娘这样想着，刚刚的低迷情绪瞬间一扫而光，对刘婉柔交代了几句，带着王嬷嬷走了。刘婉柔看着朱姨娘远去的背影，眼里恨意汹涌。这厢柳妍希在听了绿云带回来的消息之后，淡淡的吩咐了一句：“去穆青那里接个人，好好看着刘婉柔，万一肚子里有了，记得给她用最好的保胎药。”是，小姐。绿云恭敬的应了一声，下去办事去了。自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他家小姐就变了，脸上的笑容少了，变得让人捉摸不透了，心也狠了。哎，也不知道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听完夏嫣的讲述，秦洛然感叹了一句，想不到柳妍希脑子正常起来办事还是挺漂亮的嘛。也不知道刘婉柔那个女人到底说了什么难听的话，竟然把柳妍希刺激成这样。这刘婉柔也真是蠢，在镇北侯府那种地方待了这么多年，一朝得势就忘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几个字怎么写。王妃，现在这件事被镇北侯压下来了，连镇北侯府也还有许多人不知道，我们要不要？秦洛冉知道夏嫣是什么意思，想了想道：暂时不用，去跟柳妍希说一下，让他再派个人去关照一下刘婉柔，一定要确保她10个月后能当娘。现在京城所有人的关注点都在3日后柳妍希和黎君行的大婚上，放出这种消息也掀不起多大的水花，而且只要镇北侯处理得够快，什么伤害都没有，甚至还可以反将一军。但是过几个月，等刘婉柔的肚子藏不住了，那就不一样了，那时候才有意思。
秦洛冉勾勾唇，低头继续写手中的方子。是。夏嫣觉得自家王妃此刻笑得很像一只狐狸，让她不由得想起了洛清崖，赶紧抱紧了双手，一溜烟出了揽月阁。3天的时间一晃而过，一转眼就到了柳妍希和黎君行大婚的日子。京城早已在几日强装扮的喜庆异常，街上的为了不在迎亲路上出什么岔子，迎亲当日会经过的几条街道山的小商贩，3日前就被清出去了。大婚这日一大早，更是直接派御林军把路给围了起来。太子大婚，礼节繁复冗杂，秦洛冉没有观礼的兴趣，睡到自然醒，慢悠悠的用了可以当午膳的早膳之后，和黎君燕去了京城最大的酒楼一品轩，掌柜的直接把2人带到位置最好的雅间，亲自送了黎君燕要的东西来，便退下了。秦洛冉打算等黎君行和柳妍希拜完堂再过去，横竖去早了也没事儿。再有，太子府那个地方他看着就难受。第87章没脑子的猪。一品轩是黎君燕的，这个雅间是专门为黎君燕准备的，坐在窗边可以把整条长安街的景色尽收眼底，另一边可以看到酒楼大堂的情况。雅间的隔音效果极好，在里面谈机密的事情也不用担心被别人听到。雅间分里外2间，里间有个美人榻，可以做休息用，外间除了摆了一个吃饭用的大桌子外，还在靠窗处摆了一个小案几和蒲团，坐在那里喝茶，很是惬意。此时的黎君燕正坐在那里泡茶，黎君燕的手骨节干净，手指修长，皮肤像玉一般的冷白，手背上有隐隐显出的青色血管，若是忽略虎口那层薄薄的茧的话，黎君燕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常年待在西北那种苦寒之地的人，反倒是像被精养在京中，十指不沾阳春水，五谷不分的贵公子。秦洛冉本想去摸摸黎君燕的手是不是像玉那样冷，想了想还是作罢，他敢保证，只要他那样做，黎君燕肯定会得了颜色开染房的。殿下，西北的日头不晒吗？秦洛冉把目光从黎君燕的手上移开，百无聊赖地靠在窗子上看着他泡茶，还别人，黎君燕泡茶的动作也挺好看的。哎呀，怎么又去看他的手了？秦洛冉有些懊恼，把头转向窗外，不再看他。他的小动作，黎君燕自是看在眼里，轻轻一笑，把泡好的茶递了一杯给他。等京城的事情告一段落，王妃亲自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西北是他的大本营，秦洛冉是他的妻子，于情于理，他都应该带他去看看，让他手下的将士见见他们的主母。没错，虽然景兴帝还没有正式断西北的粮草，但是我们的李王殿下已经把西北的30万大军当成自己的了。应该说，自从兵权到他手上那天，他就没打算还回去。也是，到手的东西哪有还回去的道理，更何况还是保命的东西。好啊。秦洛冉以为他只是随口一说，所以他也是随口一应。突然，街上一个乔装打扮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秦洛冉只觉得那身影有几分熟悉，却一时半会儿又想不起到底在哪里见过。黎君燕见秦洛冉，突然蹙起了眉，偏头朝窗外一看，也不知道黎君行那头没脑子的猪开出了什么条件，居然让赤炎国的2皇子都亲自来了。对于黎君行为了皇位，为了弄死他，几次3番勾结赤炎国，置国家百姓的利益于不顾，这种行为黎君燕是不能容忍的。想要皇位可以凭本事抢，但是要有底线。一个连自己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安全都不放在眼里的人，能做好一个君王吗？换句话说，他配坐在那个位置上受万人敬仰，万民朝拜吗？赤炎国的2皇子拓跋英。黎君燕这么一说，秦洛冉也想起来了，他是上一世在太子府不经意撞见过一次，不过按照时间来说，那应该是在半年以后了。当时拓跋英看他的眼神，让他回去恶心了好久。想到前世的事，秦洛冉的脸色也变得不好了。王妃也认识此人？秦洛冉脸上的厌恶那么明显，黎君燕的第一反应就是拓跋英曾经得得罪过他，毕竟拓跋英此人阴险毒辣又极为好色，秦洛冉生得这么美，拓跋英要是见过，不可能无动于衷。可是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对。秦洛冉14岁之前一直待在无极山，14岁之后回京便再也没有出过京城，而拓跋英这几年也是没有离开过赤炎国的。秦洛冉知道自己刚刚肯定引起黎君燕怀疑了，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道：以前听父亲提起过，觉得此人很恶心罢了。想来想去，也只有这个借口勉强能用了。不然他是要告诉黎君燕他是上辈子见过，还是说梦里见过？先不说可不可信，他敢保证，只要他说在梦里见过，黎君燕肯定会用实际行动，让他以后梦里也只能想他。他发现黎君燕的占有欲实在太强了，还喜欢吃醋，真不知道这样是好还是不好。这样啊，此人阴险毒辣，又极好美色，王妃还是离他远一些。对于秦洛冉的话，黎君燕明显不信，不过他也没有再说什么，因为秦洛冉不想说的事情，他就是再继续问也没用，反而会让他反感。秦洛冉点点头，应了一声好。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两人都没再开口说话，安静的喝着茶，想着各自的事情。很巧的是，他们都想着今晚要给拓跋英送一份礼。秦洛冉是因为上一世的事情恶心，
而黎君燕则是单纯的因为他让秦洛冉觉得不开心。此时正在隔壁茶馆和自己的属下密谋的拓跋英怎么也想不到，他只是出了一趟门就被这对夫妻给盯上了，还给他安排了惊喜。战神和战神的媳妇同时出手，也不知道这拓跋英能不能消受得了。一下午，两人都待在一品轩，除了偶尔听听暗卫传回来的消息，再对暗卫吩咐几句，其余时间都在品茶对弈，真是悠闲至极。最后还在一品轩用了晚膳，直到暗卫来说太子府那边已经差不多了，两人才不紧不慢地上了去太子府的马车。离军行大婚，3品以上的官员都来了，加上那些个侯府、王府和其他3国的使者，所以此时的太子府门口真的可以说是车马盈门，宾客如流。为了不让秦洛冉被挤到，黎君燕直接高调地摆出了他亲王的架子，让侍卫清了路，牵着秦洛冉的手，在众人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中，一路畅通无阻地进了太子府。太子府的刘管家听说黎君燕来了，急忙放下手中的事情出来迎接，然而黎君燕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牵着秦洛冉径直往里面走去，搞得正在躬身行礼的刘管家很是尴尬。跟在黎君燕身后的林殊走了几步，才发现他们家王爷特意给黎君行准备新婚贺礼，还提在手里，又折回来把它塞给刘管家，东西太重，刘管家差点就没接住。这是咱们家王爷给太子殿下的贺礼，刘管家可千万要拿好了，摔坏了你10个脑袋也不够赔的。林殊故意说得很大声，引得路过的人频频侧目，都纷纷在猜测李王殿下到底送了什么给太子，看着分量不轻的样子，应该价值不菲。身后的议论声传入两人耳中，秦洛冉看了一眼身边的男人，想起之前林殊提着那所谓的贺礼出门时那耐人寻味的表情，好奇地问道：你到底给黎君行准备了什么东西？第88章李王殿下的贺礼。你到底给黎君行准备了什么东西？听到秦洛冉问，黎君燕凑到他耳边轻轻耳语了几句，然后问道：王妃觉得本王这个礼物怎么样？挺好，跟黎君行挺配。秦洛冉强忍着笑意点点头。任谁也想不到，黎君燕居然让人用石头雕刻了一个猪头当做贺礼送给黎君行，还是一块特意让人从茅坑里找的石头。据黎君燕所说，那猪脸看上去还跟黎君行有几分相似，伤害性不强，侮辱性极大。秦洛冉都有点期待黎君行看到黎君燕的贺礼时的表情了，不过应该是没这个机会了。黎君燕嘲讽地看了一眼高朋满座的太子府，牵着秦洛冉朝一条人相对要少一些的小道走去。若不是今日有其他3国的使臣在，那贺礼就是祝茂勋的人头了。一个猪头而已，充其量只能恶心一下黎君行，没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他只是不想别的国家看黎国的笑话，不想让人有机可乘，更不想让无辜的百姓受到牵连。他和黎君行关起门来怎么斗都行，让别国看笑话，趁机作乱不行。祝茂勋他又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从青柳村回来后，夏嫣本来要求给祝茂勋一点教训的，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动手，祝茂勋就去了江南，这事儿也就耽搁了。现在听黎君燕提起，秦洛冉的第一反应就是他肯定又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不然黎君燕不会对他动杀心的。确实丧尽天良。想到前几日收到的消息，黎君燕脸色也沉了下去。前几日收到消息，祝茂勋在江南命人暗中抓了许多长相清秀的孩童，打算养一段时间之后送去各处，为太子拉拢人脉。在黎国，虐待拐卖孩子都是受重罚的，玩弄娈童更是不许，轻则丢官罚俸，重则丧命流放。祝茂勋身为户部尚书之子，当今皇后娘娘的兄长，当今太子殿下的舅舅，不可能不知道这些，现在却明知故犯。要说祝皇后和黎君行不知道怎么可能，祝茂勋必须死，祝皇后和黎君行也必须死，他们不配活着。听到黎君燕的话，秦洛冉也被恶心到了，没忍住骂了一句粗话，道：祝家果然没一个好东西。祝茂勋不是喜欢江南吗？那就让他永远待在江南吧。祝茂勋这种恶棍满盈的人，多活一天都是祸害，还是早点死了的好。本王已经派人去办此事了，再过几天就应该有消息传来了。如此甚好。两人不紧不慢地沿着抄手游廊走着，黎君燕一副生人勿近的姿态，吓得想要来套近乎的人都打了退堂鼓。一直走到太子府的正院门口的内侍见到二人走来，高喊道：李王殿下到，李王妃到。内侍的话音一落，原本热闹非凡的院子里瞬间安静了下来，全部转过身来对二人行礼：见过李王殿下，见过李王妃，李王殿下万安，王妃娘娘万安，都免礼吧。黎君燕淡淡应了一声，牵着秦洛冉的手走了进去。而周围的人在听到黎君燕说免礼之后，依旧规规矩矩地站着，没人先开口说话。实在是这两人走在一起真的太养眼了，让人忍不住把目光投向他们。论气度，一个气宇轩昂，一个亭亭玉立；论长相，一个魅惑众生，一个倾城绝色。这是黎君燕回京后第一次在除了朝会以外的公共场合露面，那些个深闺小姐基本上都是第一次见黎君燕，一时间竟是看得移不开眼。原来李王殿下竟是生得这般俊美吗？是谁说李王殿下膀大腰圆，
头如麦斗，眼似铜铃，满嘴獠牙的。你出来，我们好好掰扯掰扯。长得好看，身份高贵也就算了，关键看秦洛冉的眼神还温柔的可以滴出水来。你看，就下这么一个台阶，紧紧的牵着秦洛冉的手不说，还要出声提醒。此时，那些个闺阁小姐都恨不得那个被黎君燕牵着的人就是自己，都不约而同的在心中骂传出这话的那个人。虽然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传出去的。早知道李王殿下生的这般俊美，当日皇上说要给李王殿下挑选个王妃的时候，他们就不找借口推脱了。这样的话，或许就没有秦洛冉什么事了。唉，悔之晚矣，悔之晚矣啊！不得不说，在美色当前，那些个闺阁小姐也是脑子都丢了，也不想想黎君燕手握重兵，景兴帝只要一想起他就寝食难安，他的王妃能随便选吗？虽然景兴帝当初也确实是当着众朝臣的面让大家推举合适的人选，不过那真的只是象征性的走个过场而已啊。秦洛冉瞟了一眼那一双双嫉妒的要冒火的眼睛，小声打趣道：殿下，我看下次出门还是戴个面具好了。王妃这是吃醋了？黎君燕微微侧头看着秦洛冉一张一合的小嘴，心情变得极好，他的王妃终于为他吃醋了，这真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啊。看着黎君燕那让人如沐春风的笑脸，秦洛冉轻哼一声，傲娇的别开了脸。谁吃醋了？我只是不想被那些爱慕你的小姐用眼神杀死罢了。那些个闺阁小姐平日里看着也是斯斯文文，勉强也算端庄文雅，现在却在大庭广众之下看黎君燕看的眼睛都直了，就差流口水了。秦洛冉这个想法刚在脑海中闪过，还真的有一个距离他们比较近的姑娘流口水了，好在身旁的丫鬟反应快，才没闹出笑话来。秦洛冉眼神一向极好，自是看见了，借着宽大的衣袖的遮掩，用了捏捏黎君燕的手，揶揄道：殿下你看，这可真不是我吃醋啊，而是我怕被口水淹死。黎君燕目不斜视看着他揶揄的小脸，凑到他耳边轻声道了句：王妃吃醋的样子真可爱。黎君燕凑得很近，说话的时候热气扑撒在秦洛冉的脖子上，秦洛冉觉得有些痒痒的，脸也有些微微发烫，往边上挪了一步，试图拉开和黎君燕的距离。王妃放心，除了你，那些个庸脂俗粉本王看一眼都觉得伤眼睛。黎君燕紧紧地拽着他的手，他挪一步，他也跟着挪一步。第89章，曾经风流倜傥的太子殿下不复存在。两人就这样若无旁人的打情骂俏，差点酸掉了一众夫人小姐的牙，油嘴滑舌。秦洛冉看见自己的娘亲封氏，放开了黎君燕的手，不跟你说了，我去找娘亲了。黎君燕也看到了封氏，远远的朝他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一时间，封氏身边的夫人差点嫉妒的发狂。封氏出身书香世家，封家的七路书院是离国最好的书院，天下学子无不向往。封氏作为封家嫡女，自幼受尽了宠爱。在16岁那年，下嫁给当年的寒门状元秦伯翰，也就是秦洛冉父亲。婚后秦伯翰对她也是极尽宠爱，除了被封氏的丫鬟算计爬床那次，没有让她受过一点委屈，府中也是干干净净的，嫁过去就当家做作，公婆也没给过脸色。而他们呢，平日里要伺候公婆就不说了，丈夫的那些个小妾姨娘庶子庶女还出来添堵。现在女儿又嫁给手握重权的李王做了王妃，虽然大婚当日是让人看了笑话，但是现在人家小两口感情好啊，对封氏这个岳母也是极为尊重。同为女人，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黎君燕才不管旁人怎么想，抬手把秦洛冉额前的碎发别到耳后，温声道：去吧，替我向岳母问好，自己小心一些，有事让春慈他们来寻我。秦洛冉柔柔地应了一声，转身朝自己的母亲走去。等秦洛冉一走，黎君燕立马换上一张冰块脸，周身又散发出了生人勿近的气息，离他近的几个大臣都不约而同向后退了几步。在离国，男女7岁不同席，就算安排在同一个院子，也是男女分开坐的，中间不但隔了一条小道，还用了鲜花绿植做了阻隔。更别说今天的宴席女客是安排在隔壁院子的。现在之所以这么多人站在这里，一来是为了观礼，二来是为了一会儿迎接景兴帝和祝皇后。此时黎君行和柳妍希已经拜完堂，送去了洞房，只等帝后来了就可以入座开席了。黎君行和柳妍希之前在宫里已经拜过皇帝和皇后，所以拜堂的时候皇帝和皇后就没有出现，只等一会儿开席的时候再出现即可。若不是要迎接景兴帝和祝皇后，秦洛冉和黎君燕才不会来这么早呢，他们又不打算吃太子府的酒席。本来呢，若是黎君行最近不几次三番惹他老子生气，以景兴帝对他的宠爱，拜堂的时候也应该会出现的，那样会更能显出他对黎君行的看重。只是今日他不但没有来，也不允许祝皇后来，可见他对黎君行之前的所作所为是真的生气了，也失望了。若不是今日有其他3国的使臣在，景兴帝今天估计来都不会来。见过李王妃，王妃娘娘万安。见过李王妃，王妃娘娘万安。见过李王妃，王妃娘娘万安。秦洛冉一走过去，那些夫人小姐立马对他躬身行礼，
包括秦母封氏。秦洛冉是一品亲王妃，阶品最高，离国又讲究先君臣后父子，所以在这种场合，封氏也只能给秦洛冉行礼。秦洛冉快步走到封氏面前，双手扶起他，对其他夫人道：“大家都免礼吧。”等那些夫人都起身之后，秦洛冉对封氏扶了扶，女儿见过母亲。刚刚她以王妃的身份受了封氏的礼，现在用女儿的身份给封氏行礼，这样既全了封氏的面子，又让人挑不出半分礼来。封氏满脸慈爱地扶起秦洛冉，母女俩也有一些日子没见了，便坐到了一旁说提几话。没过多一会儿，把柳妍希送回新房的黎君行出来了，大家又站起来给他行礼问安。秦洛冉瞟了他一眼，不知道是不是在碧幽宫的日子是真的不好过。黎君行看起来比之前瘦了许多，眼窝凹陷，眼神也变得阴沉了许多。之前那个风流倜傥的太子殿下已经不复存在。虽然大红色的蟒袍很喜庆，不过黎君行耷拉着一张脸，生生把这份喜庆减去了几分。若不是这满府的红绸和他身上的喜袍，还以为他今天不是娶妻，而是丧母呢。秦洛冉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就收回了视线，不着痕迹的在人群中扫视了一遍，最终在一个角落的地方看到了夏轩儿。刚好夏轩儿也看向他，秦洛冉勾勾唇，收回了视线。黎君行出来后没多一会儿，景欣的带着祝皇后也来了。门口的内侍激动的跟见到自己的爹娘一样，尖着声音高喊道：“陛下驾到！皇后娘娘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众人跪拜问安，景欣帝倒也没有摆架子，大手一挥就让大家免礼。景欣帝象征性的说了几句对其他三国的使臣的感谢和对黎君行的教导，宴席便就正式开始了。女眷以皇后为首，在宫人的带领下井然有序的去了隔壁院子。不想和祝皇后靠太近，秦洛冉和封氏故意落后了几步。行至拱门处的时候，秦洛冉身后的一个夫人因为走得极不小心踩到了秦洛冉的裙摆。立王妃恕罪，臣妇不是有意的。王妃恕罪。那妇人刚刚随丈夫调入京城不久，还没有融入京城的贵妇圈，在一众贵妇中显得有些局促，现在踩到秦洛冉的裙子，吓得差点给她跪下了。听到这个有几分熟悉的声音，秦洛冉心里一震，回头对她柔柔一笑：“一条裙子罢了，夫人不必惊慌，快些进去吧。”秦洛冉说完就挽着封氏的手继续往前走。多谢王妃。那妇人没想到秦洛冉竟然这么平易近人，对着她的背影道了一声谢，也跟着进去了。秦洛冉不知道的是，她刚刚回眸一笑的时候，刚好被姗姗来迟的拓跋英看见。拓跋英一向好美色，秦洛冉又是京城第一美人，说是一笑倾城一点也不为过。若不是身旁的侍卫提醒，拓跋英差点就看呆了。不远处的黎君燕见状，眼眸微寒，招来林殊，对他低声吩咐了几句。第90章反常的景欣帝。此时的拓跋英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黎君燕给盯上了，还在寻思着要怎么样把秦洛冉搞到手。看了看秦洛冉消失的拱门处，低声对身边的侍卫狄周吩咐了几句：“殿下不可呀！”狄周一听到拓跋英的话，急忙出声阻止：“殿下，今日来参加离国太子的婚礼，都是离国3品以上的官员及其家眷，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盘，我们还是……”剩下的话，狄周虽然没有说明，意思却已经很明显了。今天来的都是不是好惹的人，又是在别人的地盘上，我们还是小心一些为好。然而，拓跋英因着赤炎国皇帝的看重，加上自己也确实有几分能耐，这些年在赤炎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为所欲为惯了，为人也有些自大，想要的东西，想要的人一定要弄到手。现在一个侍卫居然敢反驳他，一张脸当即拉了下来，冷冷地看了狄周一眼：“你再叫本殿做事，属下不敢。”狄周被他那冷冷的一眼看得背脊发凉，他跟在拓跋英身边多年，岂会不知道他是什么脾气？只是现在真的不能由着性子来啊！现在是在离国，不是在他们自己的地盘啊！没看到李王殿下也在吗？虽说平日里拓跋英也喜欢美人，只要他看上的就要想办法弄到自己的床上，但是那是在自己的地盘，狄周也不觉得这是多大的事。毕竟拓跋英是皇子，还是手握重权的皇子，玩弄几个美人很正常。可是现在是在别人的地盘啊，他们的死对头李王殿下就在不远处坐着，怎么能轻举妄动呢？跟美人相比，性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第一次，狄周觉得自己的主子好色不是一件好事。看着拓跋英铁了心非要把秦洛冉弄上床的态度，狄周想了想，道：“殿下，刚刚那女子一看就是已经成了亲的，一个有妇之妇，怎么配得上您呢？回头属下给您寻几个干干净净的美人，您看如何？”听了狄周的话，拓跋英看他的眼神比刚才又冷了2分。同样的话，本殿不想说第二遍，滚！他拓跋英想要得到的人，管他是男是女，管他已婚未婚，一定要得到，得不到他宁愿毁掉。反正他又不和他们过一辈子。是，属下这就去办。狄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下去了，一边走心里一边在祈祷事情能够顺利。这边坐在最前面的黎君燕把拓跋英主仆的动作全看在眼里，虽然没有听清他们说的什么，
但是从他们的神情也判断的8、9不离10了，手指在桌上有节奏的敲了敲，按出一个身影，立马朝狄州离开的方向跟了过去。景兴帝也不知道抽什么风，看到黎君燕冷着一张脸，关切地问了一句：“君燕脸色不好，是不是身体不适？要不要换太医看一看？”景兴帝此话一出，坐得近的大臣无不惊的连吃菜喝酒的动作都停顿下来了，甚至还有个别的人连到嘴里的菜都掉了下来。什么情况？他们的陛下不是一直不待见李王殿下吗？如果他们没记错的话，前几日他还想着要削他的兵权来着。在京城里，只要不是眼瞎心盲，都知道他们的陛下一直想弄死李王殿下好吗？除非必要，否则平日里绝对不会多看李王殿下一眼。当然，李王殿下也是。今儿个是怎么了？居然当着其他3国的使臣的面关心李王殿下的身体？难道他们的陛下是要开始器重李王殿下了？不，他们宁愿相信他们的陛下是又想到了什么点子要整李王殿下了。而黎君燕呢，在听到景兴帝话之后，微不可察地勾了勾唇角，不咸不淡地应了一句：“多谢父皇关心，儿臣身体很好，刚刚只不过是在想事情，无碍就好。今日太子大婚，大家都尽兴啊。”景兴帝好像不在意黎君燕的态度一般，乐呵呵地举起了酒杯，看得一众朝臣心中更是不解。但是再不解，他们的陛下都率先举起酒杯了，也只好跟着举起了酒杯，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当然，我们的李王殿下也就微微举起杯子意思了一下，那酒杯连嘴唇都没挨着。他的王妃不喜欢太子府，他连身上这一身衣服回去都要马上脱了烧掉，怎么能喝太子府的酒呢？他们李王府什么好酒没有？黎君燕这样想着，百无聊赖地靠在椅子上，眼帘微垂，不知道在想什么。座位离他近的几个大臣和皇子都顿时觉得坐如针毯，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小了许多，生怕一不小心就惹了李王这尊大佛不开心。没办法，现在的李王殿下是真的不好惹呀。上次冯御史因为气不过他在朝堂上目中无人的样子，嘴贱背后说了他几句，好死不死让他听到了。第二天，冯御史的府上就传出了小妾偷人，冯御史不举的流言。这还不算完，冯御史还没查清楚流言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呢，他私收贿赂、强抢民女的事情就被抖了出来，而且人证物证一应俱全，冯御史连喊冤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抄了家，现在估计还在流放的路上呢。虽然这件事最后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就是李王殿下干的，但是冯御史什么时候不出事，偏偏在说了李王殿下几句之后就出事了。所以不是李王殿下还能是谁？他们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的，谁身上还没点见不得人事儿？混到今天这般地位可不容易，可千万不能自寻死路。黎君燕也懒得管他们，反正他是吃饱了才来的。那边正在给大家敬酒的黎君行之前听到景兴帝关心黎君燕的时候，心情就不好了，因为自从他记事以来，景兴帝的这份关心一直都只属于他。今天是他的大喜之日，他的父皇没有在他拜堂的时候来就算了，还当众关心黎君燕，这不是让别人笑话他吗？而黎君燕呢，别的不说，来参加他的婚礼还拉着一张脸，是什么意思？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死了老子。黎君行心里愤愤不平，却碍于那么多人在，不好表现出来，因为在场的人哪个他现在都不好轻易得罪。想了想，端着酒杯朝黎君燕走了过去。第91章，咱们能不作死吗？众人看到黎君行的动作，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追随着他。黎君行走到黎君燕身旁，直接拿起酒壶倒了满满一杯酒递给他。二弟，上次你成亲为兄，没有喝到你喜酒，甚是遗憾。今日是为兄的大喜之日，咱们兄弟不醉不归，为兄敬你一杯。众人一听到黎君行这话，都不忍不住为他捏了一把冷汗。四太子殿下，今天既然是您的大喜之日，咱们能不作死吗？李王殿下成亲那天，您为何没喝上喜酒？您不比谁都清楚吗？要不是陛下护着您，您以为您现在还能好好的站在这里吗？现在的李王殿下已经不是曾经那个可以任您随意欺负的没娘的孩子了，没看到他连陛下的面子都不给吗？人家老老实实的坐在这里不添乱已经很好了，您又何必来招惹他？就在大家以为黎君燕要生气的时候，黎君燕慵懒的伸手接过黎君行递过来的酒杯，不紧不慢的站了起来，跟黎君行轻轻碰了一下杯。臣弟在此祝皇兄和皇嫂百年好合，早生贵子。臣二弟吉言。黎君行说完，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喝完才发现黎君燕杯中的酒一滴未少。二弟怎么不喝呢？是不给为兄这个面子吗？皇兄想多了，臣弟不喝酒是因为王妃近来身体不适，闻不得酒味儿。黎君燕说完就重新坐下了。皇兄不用管我，赶紧去招待别的客人吧。黎君燕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让黎君行像一个拳头打在棉花上，气得差点捏碎了手中的杯子。不过现在也不是发作的时候，哼了一声，一甩衣袖走开了。众人没看到好戏，只好继续该吃吃，该喝喝，顺便相互联络一下感情。秦洛冉这边也上演了同样的戏码，挑事之人正是之前在东林寺和秦洛冉有过一面之缘的黄秋莹。黄秋莹虽然贵为礼部尚书之女，
在一众闺阁小姐中也是被吹捧奉承的存在，不过跟秦洛冉一比嘛，就不够看了。秦洛冉现在可是一品亲王妃，在座的就没有几个身份比她高的，更别提李王手里还有30万兵马，除非脑子不好，不然谁会当面招惹她？所以秦洛冉只是轻轻说了一句身体不适，不宜饮酒，就没再理会她。幸好黄秋莹的娘比她有脑子，及时拉住了她，所以这个小插曲很快就过去了。不过黄秋莹却被封事给记上了，她决定等回去跟自家夫君说一声，让他在正事上多关照一下黄大人，省得一天天尽是事儿，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也敢来找他的洛儿的麻烦。是他这个丞相夫人不够看了，还是他们秦府要倒了？真是不知所谓。而黄秋莹不知道自己因为一时嘴贱给自己的父亲惹了多大的麻烦，还在暗自诅咒秦洛冉呢。秦洛冉假装没看到，依旧笑眯眯的和封氏聊着天。开席大概不到2刻钟的样子，景兴帝和祝皇后就要回宫了，众人又是一阵跪拜送帝后。等送走了景兴帝和祝皇后，大家没了之前的拘束，气氛热闹了不少，喝酒的喝酒，聊天的聊天，加上还有舞姬旦曲跳舞助兴，一时间整个太子府热闹非凡。酒过3巡，菜过5味，有人因为不胜酒力需要借太子府的厢房休息，也有人因为喝多了需要去茅房。夏轩因为孙氏看得紧，不给他喝果酒，所以只能以茶代酒。这不，一不小心喝多了，需要去茅房。对于夏轩闯祸的本事，孙氏已经有了阴影了，他可不想来参加个喜宴又惹出了什么祸事，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他。他对夏承业是失望了没错，可是夏轩不管怎么说也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肉，他还是希望他能有个好归宿。他现在的名声已经经不起他再折腾了，所以在夏轩说要去茅房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要跟着他一起去。夏轩又不是单纯的想要去上茅房，他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的，怎么能让孙氏跟着去呢？所以孙氏一提出要跟着去，夏轩就立即言辞拒绝。娘，我只是去出个宫，你跟着去做什么？这里是太子府，女儿还能出什么事不成？夏轩故意没压低声音，同桌的几个夫人听见了也跟着一起劝孙氏。哎呦，夏夫人啊，这里是太子府，今儿个又是太子殿下的大喜之日，陛下可是派了御林军来巡逻的，安全的很，你就放心吧。是啊是啊，你这些年都待在川州，今天难得相聚，咱们得好好聊聊才是。对啊，咱们还想听你讲讲在川州的趣事呢。这下小姐也是大姑娘了，再说还有丫鬟跟着，不会有什么事的。旁人都这么说了，孙氏也只好作罢，拉住起身要走的夏轩叮嘱了一句：快去快回，不要去别的地方，不认识的人也不要随意搭理，听到没？知道了。夏轩不耐烦地应了一句，带着孙氏给他新添的丫鬟露珠走了。夏轩在太子府的下人的指引下，带着丫鬟露珠来到了太子府的一处专门给客人的茅房。路上碰到几个不是很熟的官家小姐，夏轩还很热情地主动跟他们打了招呼，然后让他们先，自己则去了一旁的亭子里坐着。太子府建设的极尽奢华，连给客人用的茅房都是单独建在一个小巧的院子里，院子名为学影院。学影院里除了茅房，还有厢房和凉亭，虽然平日里很少有人用，里面还是打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现在因为太子大婚，还在院子里摆放了不少花，一阵风吹来，还有花的香味。那几个小姐本来是很看不上夏轩的，不过看在夏轩主动让他们的份上，也没有摆脸色，其中一个还很客气地跟他道了谢。等他们都走了，夏轩才不紧不慢地朝茅房走去，眼睛却不停地在往四处张望，看了几圈，没有看到那个梦魂牵引的身影，不禁小声嘀咕：不是说来这边了吗？怎么什么也没有呢？小姐你在说什么？露珠得到孙氏的吩咐，紧紧地跟在夏轩的身后，眼睛紧紧地盯着他。没什么，露珠是孙氏给夏轩的，现在还跟他不是一条心。夏轩觉得他碍事，眼睛转了一下，突然有些难为情地捂着小腹。哎呀，我好像来月事了。啊，那怎么办？露珠没想到突然会这样，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夏轩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怎么办？你赶紧去马车上给我取东西啊，万一弄脏了衣裙一会儿，你让我怎么出去？像他们这种闺阁小姐出门，一般除了会准备备用的衣裙外，一些会用得到的东西也会准备好的，毕竟谁还没个突发状况。可是小姐，可是什么可是？这里灯火通明，不远处就有下人和侍卫，我只要一喊就会有人过来，没问题的，你快去快回。闻言，露珠抬头看了一眼，确实如夏轩儿所说那样。那好吧，那小姐你在这里等奴婢，奴婢很快就回来。不管怎么说，是不能让后自家小姐把衣裙弄脏的，不然会被别人笑话的，对她的名声也不好。那样的话，夫人也会责罚她。还有，今日太子殿下大婚，是绝对不能见血的，不然一个对太子殿下不敬的罪名下来，整个夏府都要跟着倒霉。去吧去吧。夏轩儿挥挥手，示意他赶紧走。露珠是真的着急，小跑着没很快就不见了身影。等没了露珠的身影，夏轩儿才转身慢悠悠地朝茅房走去。走到拐角处的时候，看见那抹红色的身影正从这边走来，心头一喜，
伸进袖袋，拿出了那天秦洛染给他的白色瓷瓶，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打开，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在帕子上，然后把瓷瓶扔到了一旁的花丛里。第92章，如愿以偿。这药只要闻到或者接触皮肤就会中药，你可别要小心，别还没看到离军行就把自己给放倒了。夏轩儿想到之前夏嫣跟他说的话，小心翼翼地捏着帕子，没有沾到药的一端，连呼吸都小心翼翼的。距离离军行越来越近，夏轩儿的心里也越来越忐忑，紧张的手心都冒汗了。近了，近了，更近了。看着那道气宇轩昂的身影，夏轩儿觉得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今天过后，这个男人就属于他了，他以后就可以天天看到他了。待日后他荣登大宝，他就是一宫之主。想到这些，夏轩儿激动的连走路的步子都有些凌乱了。不过迎面走来的离军行因为喝了酒的缘故，没有注意到。臣女见过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万安。夏轩儿知暗处肯定有人，所以没有冒冒失失的直接扑上去，而是在距离离军行还有2步距离的地方停下来，规规矩矩的扶了扶。许是风有些大，夏轩儿手中的帕子没有拿稳，被风吹落了，在落地之前刚好碰到离军行的手，夏轩儿急忙蹲下身去捡，起身的时候帕子又不经意的再次碰到了离军行的手。离军行听到有人给自己请安，揉揉眉心，看了夏轩儿一眼，一时间想不起来京城中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人，淡淡的嗯了一声，准备绕过他继续走。夏轩儿也很识趣的让开，待离军行走过，也脚步匆匆的朝茅房走去。他是来出宫的，怎么着也得去一去茅房，不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的。而离军行呢，跟夏轩儿分开后，往前走了没几步，就感觉头更晕了些。他以为是酒劲上来了，看到前面的亭子，便打算去哪里靠一会儿，再去前面应酬。夏轩儿用最快的速度进了茅房，担心被别人趁虚而入，只在里面待了片刻，就急匆匆的出来了。这可是他千辛万苦才得到的机会，错过了这一次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要是给别人做了嫁衣，他一头撞死在太子府的茅房算了。夏轩儿沿着来时的路，一边走一边张望，走到拐角处，如愿看到那抹红色的身影靠在凉亭里，好像有些不舒服的样子。秦洛然果然没有骗我，这药发作确实很快。看着不远处的离军行，夏轩儿心中暗道了这么一句，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又深呼了一口气，提着裙子朝亭子里走过去。太子殿下，太子殿下。走到离军行面前，夏轩儿试探性的喊了喊。第一次靠离军行这么近，夏轩儿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离军行此刻药劲儿已经上来，迷迷糊糊的，好像听到有人在叫自己，费力睁开眼睛，看见一个模糊的身影，看不清是谁，只能确定是个女子，嘴唇动了动，说了句什么夏轩儿没听清。见离军行这样，夏轩儿心头一喜，他知道这是药效发作了，按捺住激动的心，又朝离军行凑近了些，假装自己刚刚没听到他在说什么，捏着嗓子问道：太子殿下，你刚刚说什么？夏轩儿一靠近，女子身上独有的馨香扑鼻而来，离军行下意识的伸手去拉夏轩儿。哎呀，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你这是做什么？夏轩儿假装慌乱，看似在挣扎，其实是把自己送到离军行的怀里。离军行本能的搂住他。殿下，你不要这样。夏轩儿装模作样的挣扎了2下，殊不知他此刻娇媚的叫声对离军行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离军行被刺激的一把扯下他身上仅剩的肚兜，把他按在地上，身体也紧跟着压了下去。此刻的离军行已经没有任何理智可言，只凭本能行事，动作不免粗鲁了些。夏轩儿身下是粗糙的石板，又被离军行如此粗鲁的对待，皮都磨掉了几块，疼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却又不得不强忍着。藏在暗处的夏嫣听着亭子传来不可描述的声音，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暗骂了一声真浪，去刚刚夏轩儿扔瓶子的地方找到那个白瓷瓶，轻轻一用力，把它扔进了池子里。最后看了一眼亭子里战况激烈的2人，狠狠啐了一口，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院子去找秦洛染去了。夏嫣用最快的速度回到了秦洛染他们所在的院子，刚要进去，突然看到不远处一个稍微暗一些的角落有2个人站在那里小声地说着些什么，身形一闪，来到距离2人稍微近一些的花丛后面，收起气息，竖起耳朵，想要听听2人在说什么。姑娘，在下真的没有什么坏心思，只是想报答那位姑娘的救命之恩罢了。这位公子，你问的人应该是丞相府的小姐，不过她现在已经是李王妃了。您若要报恩，可以改日去李王府登门拜访。说话的是一名女子，夏嫣偷偷看了一眼，看衣着打扮应该是太子府的下人。这样啊，男子语气中掩藏不住的失落，然后对那婢女拱拱手，多谢姑娘告知，刚刚的事还望姑娘保密，以免给黎王妃带来困扰。那婢女点点头，若没什么事的话，女婢就先去忙了，公子自便。说完就端着东西走出角落，脚步轻快地进了今日招待女眷的院子。婢女走后，那男子也跟着走了出来。夏嫣认真看了他2眼，待他走远一些之后，才起身进了院子。夏嫣回到秦洛染身边，在他耳边语了几句。听到夏轩儿如愿睡到了太子，秦洛染心情都好了几分，拍拍夏嫣的手，道：辛苦了，
等会回去让周嬷嬷给你多做点好吃的。多谢王妃。夏嫣笑嘻嘻的扶了扶，想到回来的路上碰到的那个鬼鬼祟祟在打听他们家王妃的人，又对秦洛冉耳语了几句。秦洛冉闻言秀眉轻蹙，心里已经大概猜到了是谁，心中冷冷一笑，想了想，对夏嫣吩咐了几句。第93章，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洛儿，怎么了？风氏见自己的宝贝女儿前一刻还喜笑颜开的，听夏嫣说了几句之后，脸上的笑容就不见了，还蹙起了眉，关心地问道。秦洛冉不想自己的母亲担心，笑着对她摇摇头，没事，娘亲。然后对春慈道，你在这里陪着娘亲，我有事出去一下。春慈知道自家王妃的意思是让自己留在这里保护丞相夫人，点点头。那王妃您自己小心一些，秋蝉妹妹他们在院子外面，记得带上他们。今日太子府的宾客众多，入席时一个人只可以带一个丫鬟，多余的只能在院子外面专门的地方等。秦洛冉身份特殊，可以带2个，不过为了方便夏嫣行事，他只带了春慈进来。放心吧。秦洛冉知道春慈是担心他，拍拍他的肩膀，然后对风氏道，娘，女儿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风氏知道秦洛冉在这个时候出去肯定是有事情，虽然担心，不过也没有阻止，只是叮嘱了一句，小心一下，快去快回。秦洛冉点点头，起身出去了。秦洛冉是在场身份最高的，他一动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作风是旁边的一个夫人大着胆子问道，秦夫人，厉王妃这是？刚刚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紧挨着他们坐的几个夫人也没听清他们说的什么。哦，洛儿她今日茶水喝多了，出去一下，大家继续吧，不用管她。大家见风氏面色如常，笑呵呵的，也就没有多想，继续该吃吃该喝喝。秦洛冉出了院子后，没有去找秋蝉和冬英，而是趁人不注意，身形一闪，超近到去了太子府的小花园。这厢狄州从女眷这边的院子离开后，回到男子那边的院子，看着正在和别人谈笑风生的拓跋英，想了想，决定等会儿出了太子府再跟他说。横竖也着急于这一时半会儿。正当他举步朝拓跋英走过去的时候，一个端着托盘的丫鬟不小心撞了他一下，那丫鬟吓得花容失色，弓着身子不停地道歉，公子恕罪，公子恕罪，奴婢不是故意的，公子恕罪。看着面前身体陡如筛糠的丫鬟，狄州觉得很是莫名其妙。他有这么恐怖吗？他虽然不是什么美男子，但是也没有到让人看一眼就恐怖如斯的地步吧？还是说这太子府的丫鬟太过胆小？可是之前遇到的那个丫鬟看上去又落落大方。哎，同样是太子府的丫鬟，差别怎么这么大呢？你不必如此紧张，我没有怪罪你。狄州蹲下帮他捡起掉在地上的托盘，递给他，以后注意一些。多谢公子。小丫鬟感激地扶了扶，接过托盘，弓着身子走开了。从始至终，那丫鬟都没有抬头，狄州也没有看清楚她长什么样。看着她离开的背影，狄州摇摇头，准备过去找自己的主子拓跋英，却发现自己的手里多了一个卷得很细的字条，这才明白刚刚那丫鬟是故意撞他的。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四周，确定没人注意他，打开字条，只见上面写着5个字，恩人小花园。看到这几个字，狄州的第一反应就是之前那个他问话的小丫鬟给他送的，因为去打听秦洛冉这件事，他只问过他。可是他为什么要跟自己报信呢？他和他也不认识啊。难道是刚刚自己说想要报恩的诚意打动了他，还是说这是一个圈套？狄州想要找他细细询问一下，却发现四周已经没了刚刚那个丫鬟的影子。看了一眼还在跟人谈笑风生的拓跋英，狄州决定自己先过去探探虚实。太子府的小花园离设宴的院子并不远，狄州刚刚已经摸清楚了路，小心翼翼地避开太子府的侍卫，用最快的速度来到太子府的小花园。此时小花园里的凉亭里正坐着一名女子，只见她单手杵着头，似乎在闭目养神，身旁站了一个丫鬟，正在给她打扇。从服饰和打扮上来看，确实是之前拓跋英让她找的那个不错，不过距离太远，看不清脸，狄州怕是圈套，打算走近一些看看。借助树木的遮挡，狄州慢慢往亭子挪动。王妃，她来了。夏嫣瞟了狄州在的方向。秦洛冉嗯了一声，没说话，也没有睁开眼睛。狄州以为秦洛冉主仆没有发现他，又往前挪了挪，一直挪到距离亭子不远处的假山后面。只是等他站稳再看亭子里的时候，刚刚还在亭子里的主仆2人已经不见了。狄州以为自己眼花了，揉揉眼睛，再次小心翼翼地看过去，还是没人。又往亭子的周围看了看，没有，路上也没有。亭子周围最好藏人的就是他所在的假山，其余的地方若是藏了人，一眼便能看见。难道我刚刚眼花了？可是这不应该啊！狄州满腹疑惑，忍不住小声嘀咕，想了想，避免中圈套，决定先回去，反正他已经知道是谁了，主子那里能交差就可以了。这就要走了。狄州刚迈出一步，身后就传来了一道轻柔的女声，听得狄州身体一震，转过身一看，这不是刚刚坐在亭子里的人吗？
他什么时候来到自己身后的？他竟然一点儿也没有察觉。这是个高手，还有他身边那个丫鬟也是。想到这里，狄周握着剑的手心都冒出了汗，背脊也有些发凉。听说你找我要报恩？秦洛冉上下打量了狄周一番，轻轻甩了甩袖子。本妃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救了你这么个玩意儿。哼，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啊。本妃可是有夫君的人，他要是知道了，可不得把你剁了喂狗啊。秦洛冉貌若天仙，说话的声音很温柔，也很好听。狄周却觉得此刻的他像极了地狱来锁魂的恶魂，让人毛骨悚然。特别是他发现他好像动不了，恐惧瞬间席卷了狄周的全身。能被拓跋应选做贴身护卫，他的功夫自然也是不差的。可是他连他是怎么动手的都没发现。你狄周刚一开口，秦洛冉指尖一动，一枚银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击他的眉心。狄周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挺挺的倒下了。真是不知该说你蠢呢，还是该说你自大。人生地不熟，也敢单枪匹马过来探虚实，真是和你的主子一个德行。秦洛冉从怀里拿出一个青色的瓶子，拔掉塞子，把里面的东西尽数倒在狄周的尸体上。不过片刻的功夫，刚刚还躺在地上死不能瞑目的狄周已经化为几缕青烟，被风一吹，消散在了天地间。下辈子记得把眼睛擦亮一些，选个好主子，兴许能多活几年。秦洛冉说完，拍拍手，带着夏烟从一条鲜少有人知道的小道离开了。刚出小花园，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一阵阵嘈杂的吵闹声。第94章，那晚上回去，本王随便落处置。两人刚出小花园，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一阵阵嘈杂的吵闹声。秦洛冉知道肯定是夏轩儿和太子的好事被人给发现了，心情愉悦的拍拍刚刚被树枝勾到的衣裙，避开太子府的守卫，带着夏烟走过去，不着痕迹地融入到出来看热闹的一众夫人小姐中。娘亲，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走到风身边，秦洛冉假装什么也不知道，不解地问道。风氏看到秦洛冉完好无缺地站在自己面前，一颗提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虽然知道自己的女儿有本事，身边的人也顶用，但是没看到人，终归是不放心。谁知道这太子府都有些什么牛鬼蛇神？没什么，洛儿，我们去一边坐吧。风氏的第一反应就是不想让秦洛冉知道这些肮脏的事情，话说出口，又想到自己的女儿已经成了亲了，现在是身份特殊的李王妃，这些事情还是让她知道的好。叹了口气，把刚刚听到的事情简单的给她说了下。夏轩儿和太子这事虽然还没有查明具体是怎么一回事，风氏根据自己这些年见的那些事儿，也能猜得七七八八，八成是夏轩儿上茅房的时候碰到喝醉的黎君行，然后趁机。其实不光风氏这么想，在场的夫人小姐几乎都是这么想的，甚至还有刚刚也来了这个院子出宫的几个小姐，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多留一会儿。他们要是多留一会儿，碰到太子殿下的人，是不是就是他们了？虽说这样的手段是有些上不得台面，传出去也有些不好听，但是事情既已发生，凭他们的家世，一个太子侧妃肯定是少不了的。他日太子荣登大宝，也少不了一个妃位。若是再谋划一下，皇贵妃或者皇后也不是没有可能。届时谁还会在意你是如何做的？那几个小姐这样想着，看向不远处被孙氏抱在怀里的夏轩儿的眼神，极度的要喷出火来。秦洛冉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淡淡的笑笑不说话。看来那个金丝龙一样的皇宫吸引力确实很大，让这些个贵女削尖脑袋也想往里面钻。只是他们怎么就那么确定黎君行能坐得上那个位置呢？风氏出身书香世家，从小家教很严，风家的人不管男女，个个洁身自爱，最看不上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自轻自贱的人。所以风氏边说边不住的摇头，眼里满是嫌弃。末了又对秦洛冉说了一句：洛儿，你府上要是有这种不安分的，趁早打发了出去，省得到时候看着糟心。显然夏轩儿的事情让他想起来当年云姨娘的事情来。秦洛冉挽住风氏的手，亲昵的摇了摇：娘亲放心，洛儿不会让那样的事情发生的。敢抢她的男人，她绝对让他竖着进来，横着出去。还有黎君燕要是敢说话不算话，跟别的女人不清不楚的，他就阉了她，大家做姐妹好了。秦洛冉心里如是想着，正朝这边走过来的黎君燕突然打了个冷战。远远的，黎君燕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秦洛冉，眼神都不自觉地温柔了几分。刚好秦洛冉一回头，两个人的目光碰了个正。看着完好的秦洛冉，黎君燕松了口气之余，嘴角也止不住的上扬，差点看呆了一旁的几个闺阁小姐。秦洛冉见状，冷哼了一声，转过头去不再看他。哼，又在招蜂引蝶。黎君燕无辜的摸摸鼻子，淡淡的看了四周一眼，收起笑容，周身的气息瞬间变得冰冷起来。个别胆子小的早已忍不住往后退了又退。林殊见状，趁机大喊了一声：李王殿下到！众人闻声纷纷转过身来跟黎君燕行礼问安，见过李王殿下，李王殿下万安。黎君行今天娶太子妃，皇帝皇后又回宫了，现在整个太子府可以说是能出来处理事情的人都没有。黎君燕身为黎君行的兄弟，又是在场的人身份最高的一品亲王，
现在太子府出了事，他过来问一声也算合情合理。别的不说，今天别国的使臣还在呢，总不能让别人看了他们离国的笑话不是？黎君燕嗯了一声，径直朝前面秦洛然所在的位置走去，众人纷纷自觉地让开一条路。也是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之前黎袭说是去出宫，秦洛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而且看样子已经来了好一会儿了。天哪，他们刚只顾着看热闹，连李王妃来了都没有发现，他不会怪罪吧？众人这样想着，偷偷看了一眼秦洛然，见他面色如常，才微微松了一口气。殿下怎么也来凑热闹了？还是趁机来看这满园的美人的？待黎君燕走到身边，秦洛然看着四周那些双眼冒光的贵女们，忍不住打趣了他一句。黎君燕轻轻一笑，很自然地牵起他的手，微微低了低头，凑到他耳边低声道：王妃说的没错，本王确实是过来看美人的，谁让王妃把本王的心给勾走了呢？末了又加了一句：洛儿吃醋的样子真可爱。打趣不成反被调戏，秦洛然又一次不争气地红了脸，借助裙摆的遮掩，狠狠跺了他一脚，让你招蜂引蝶。那晚上回去，本王随便洛处置，可好？黎君燕说话的声音低低的，温柔中又带着一丝霸道，暗哑中又带着说不清的魅惑，听得秦洛然脸颊发烫，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别过脸不再看他。一旁的风氏见状，脸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女儿女婿感情是越来越好了，他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为了避免晚上进不去揽月阁的门，黎君燕也不再逗他，收起脸上的笑容，看了不远处乱哄哄的凉亭，清了清嗓子，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回厉王殿下，事情是这样的。听到黎君燕问话，太子府的管家立马小跑着过来，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刘管家说完，恭恭敬敬地低头站在一旁，心里却在期待黎君燕能发句话，让这些个夫人小姐赶紧离开。毕竟那两个当事人中有一个可是他们的主子啊，一群人围在这里看热闹算怎么回事？然而黎君燕听完，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让人通知太子妃了吗？第95章，这不是欺负人吗？啊！刘管家没想黎君燕会这么问，有点没反应过来。黎君燕看了刘管家一眼，淡淡道：啊什么呀？太子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现在太子殿下醉得不省人事，太子妃不出来处理谁来处理？或者你进宫去请皇后？他又不是闲着没事来给黎君行处理这些破事儿，若不是他的王妃在这边，他都不会过来看一眼。说到底，太子府出不出事，黎君行丢不丢脸，又跟他有什么关系？若不是留着他还有用，他早就弄死他了。再说了，黎君行丢的脸还少吗？上次睡死了百花楼的姑娘的事情，京城的百姓可是还记忆犹新呢。刘管家听到黎君燕的话，面上一片为难。可是太子妃今天才进门，是太子府出了事，太子妃作为女主人是应该出面处理。可是太子妃今天才进门啊，这盖头都没揭，和金酒也还没喝呢，怎么能出来呢？况且今天是太子妃进门的日子啊，大婚之日，自己的丈夫喝醉了跟别的女子乱来，这已经够让她没面子的了，现在还让人家出面来处理这破事儿，这不是欺负人吗？柳妍希可是镇北侯府唯一的嫡出大小姐啊，就算她能咽得下这口气，镇北侯能咽得下吗？那不然你就去请皇后娘娘吧，或者你自己看着办。黎君燕说完，刚好有眼色的下人搬来了椅子，便招呼着风氏和秦洛冉坐下了。今天这戏是他的王妃设计的，当然要看完再走。刘管家简直要哭了，这是他要是能处理得了，现在也不会让这么多人在这里看热闹了。至于去宫里请皇后，算，他还想多活2年呢。先不说这个时辰他派去的人能不能进得去皇宫，再说太子在大婚之日出了这样的事情，他作为太子府的管家难辞其咎，皇后还不得拿他开刀啊。看着快要哭出来的刘管家，秦洛然好心的说了句：刘管家还是赶紧让人去请太子妃吧，事发突然，相信以太子妃的大度不会计较的。秦洛然话音一落，在场的夫人都忍不住想要翻白眼。李王妃，你确定你说的是认真的吗？在京城，谁不知道柳妍希心眼小，又极好面子啊？虽然她面上装的确实像那么一回事，但是她真的跟大度沾不上边啊。再说了，大婚之日，丈夫就跟别的女子乱搞，谁能大度得起来？按照柳妍希的性子，不把太子府拆了就算好的了。秦洛然岂会不知道那些人在想什么？的确，这种事情不管发生在谁身上都是无法接受的。要是换成以前的柳妍希，可能当场就让人收拾东西回镇北侯府了。只不过现在嘛，她应该是很乐意看到的。毕竟跟染上花柳病比起来，丢点面子算什么？也等于就是不知道夏萱儿以后知道了黎君行患有花柳病，会不会后悔？是。刘管家见黎君燕和秦洛冉真的没打算管，只好应了一声，吩咐人去请柳妍希去了，心里却在不停地祈祷柳妍希不要生气。太子府的新房，柳妍希身着凤冠霞帔，安安静静地坐在喜床上，双手叠放在小腹前，如一幅画般的唯美。然而龙凤呈祥的红盖头下，柳妍希那美艳的脸蛋上却不见半分喜色，
宽大的衣袖下的双手也是拳头紧握。自从接到赐婚圣旨，他没有一天不再期待今天早点到来。为了今天，他这2年坚持每天喝养颜的汤药，隔3差5就要泡药浴，只为了让身段更好有些，稍微大一点的动作都不敢做，生怕一不小心给身上留疤。他甚至幻想过他和黎君行的大婚之夜，可是现在他一点期待也没有。想到黎君行染了那样的脏病，他又恶心又怕。虽然他已经做了安排，一会儿会有丫鬟替自己洞房，但是以后呢，总不能每次都让丫鬟替自己吧？就算装病，也只能装几天，终究是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况且一个病恹恹的太子妃怎么掌管太子府呢？不能给秦洛冉提供有价值的东西，秦洛冉就不会帮他，那他的弟弟要怎么办？柳妍希越想越憋得慌，越想越难过，越想越悲哀，眼泪就那样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他那么喜欢他，为他做了那么多事情，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小姐，您要不要吃点东西？绿云察觉柳妍希情绪不对，试图用吃东西分散他的注意力。他也为自家小姐不值，可是有什么办法？他家小姐和太子殿下是陛下赐婚，只要陛下不收回成命，哪怕是死了都得抬过来。柳妍希摇摇头，给我倒杯茶吧。今天一整天只有早上勉强吃了几块点心，现在已经饿得胃部有些痉挛，但是一想到黎君行，他就没有胃口。柳妍希的话音里带着淡淡的鼻音，绿云知道自家小姐哭了，心疼的把手里的帕子递给她，小姐快擦擦，不然若是被人知道了，又该传闲话了。其实绿云想说的，要不他们逃吧，只是想想在镇北侯府的大少爷，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再说了，他们几个弱女子，又没有武功傍身，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我没事。柳妍希把眼泪擦干，掀起盖头，接过绿云手里的杯子喝了一口，去看看子罗回来了没有。子罗要机灵一些，被柳妍希派去打探前面的情况去了。是。绿云应了一声，正准备出门去看看，子罗就气喘吁吁的进来了。小姐小姐，许是刚刚跑得太急，子罗说话都有些接不上气儿，一句话还没说完就杵着膝盖大口喘气。发生什么事了？绿云见状，心里有股不好的预感，看着子罗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倒了杯茶递给他。子罗接过茶，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总算觉得好受了些，重重的呼了一口气，有些气愤的对柳妍希道：小姐，刚刚奴婢去前面看到后面的话，子罗怎么也说不出口。看到了什么？说。看着子罗吞吞吐吐的样子，柳妍希不用猜也知道不是什么好事。不过如今这般情况，除非黎君行死了，不然再大的事对他来说都无所谓。第96章，他是柳妍希。奴婢刚刚去前面的时候，看到雪影院那边围了好多人，子罗觉得刚刚看到的事情对自家小姐太残忍了，怎么也说不出口。柳妍希把手里的杯子递给绿云，耐着性子再次问道：然后呢？然后什么？你倒是说啊！子罗吞吞吐吐，犹犹豫豫的，看得绿云都快急死了。小姐现如今已经嫁进了太子府，如果连太子府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怎么在这太子府生存？只有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小姐才好在最快时间内想出对策。你这样磨磨唧唧的，半天不告诉小姐发生了什么事，你觉得是为小姐好吗？是这样的，小姐，奴婢刚刚去前院打探太子殿下的消息，走到雪影院的时候，看到那些个夫人小姐全部都围在院门口，奴婢好奇过去看了一下，隐隐听到夏家小姐在哭，那些个夫人小姐也在三三两两的议论她，说她不要脸，趁太子殿下喝醉了勾引太子殿下之类的话。奴婢挤进去看了一下，看到雪影院的亭子里，太子殿下被扶着坐在一边，太医正在给他诊脉，而夏小姐正扑在夏夫人的怀里哭。被绿云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子罗也不再犹豫，当即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说了出来。雪影院那是哪里？绿云本能的觉得这不是个好地方，不然太子殿下和夏轩两个毫不相干的人怎么会在那里碰上？就是太子府一个专门建茅房的小院子。想到夏轩竟然在那种地方勾引太子殿下，还是在来往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亭子里，子罗心里一阵恶心。虽说雪影院也建得很漂亮，花花草草的也不少，但是那毕竟是茅房啊。还有今天太子府客人这么多，也不怕被人给撞见。绿云听到雪影院是建茅房的，寒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在茅房那种地方，就这夏家小姐也太着急了吧？这么不要脸的吗？谁说不是呢？我就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来参加宴席，居然当众勾引新郎官。子罗心中一阵鄙夷，正要再说到夏轩儿几句，看到柳妍希冷若寒霜的脸，又悻悻地闭了嘴。小姐，我们现在怎么办？小姐绿云担心地唤了柳妍希一句，心里却把夏轩儿骂了个狗血淋头。新婚之夜，丈夫被人算计行了那苟且之事，还被那么多人撞见，让她成了京城的笑柄，还有谁比他们家小姐更惨的？就在绿云和子罗以为柳妍希要发脾气的时候，柳妍希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李王妃呢？尽管秦洛冉之前没让人跟她通过气儿，柳妍希却本能地觉得这件事跟她脱不了干系。不是她看不起夏轩儿，而是夏轩儿确实很没脑子，若是有脑子，也不会在首饰铺当着李王殿下的面挑拨人家夫妻的关系，
然后被弄进顺天府的大牢里待了几天，出来之后没几天又被送去了庄子上。哦，对了，夏轩能这么快从庄子上回来，好像也跟秦洛然有关吧？好像是说秦洛然想看看夏轩规矩学得如何，所以夏家的老匹夫不得不让夏轩提前回来。这件事并不是什么秘密，京城里的夫人小姐基本都知道。当时好多人还骂秦洛然小心眼来着。柳妍希知道秦洛然不会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却也猜不到他到底是想做什么。现在看来，秦洛然把夏轩弄回来八成就是为了今天的事情。不过他为何要这样做呢？柳妍希想不通，却也没自恋的以为秦洛然是为了帮自己。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好到那个地步。厉王妃，奴婢没有注意，奴婢把事情弄清楚之后就急忙回来了。听自家小姐问起李王妃，子罗觉得有些奇怪，不过自家小姐一向有主意，问起了肯定是有原因的。小姐，要不奴婢再去前面看看？不用了。柳妍希起身坐到梳妆台前，过来帮我把凤冠取了。太子府发生了这样的事，她作为太子妃是无论如何都要去看看的。谁让这偌大的太子府连个能主事的人都没有呢？不出意外的话，一会儿管家也会派人来请她。这凤冠太重了，她不想再带着她出去了。绿云听到柳妍希的话，有些犹豫。小姐现在取凤冠会不会不合适啊？您和太子殿下还没喝敬酒呢，一会儿太子殿下要是生气了怎么办？这自古以来，新人成亲，新娘子的盖头都是由新郎官用杆秤挑开的。对于王公贵族之家来说，杆秤象征龙，配上新娘子的凤冠霞帔，挑盖头又称为龙挑凤，寓意吉祥如意。哪有新娘子在新郎官还没来就擅自揭开盖头取下凤冠的？这样是不吉利的。还有新婚之夜，新娘子的凤冠如是由新郎官亲自帮忙取下的话，也代表丈夫对妻子的看重。虽然他们家小姐现在是巴不得立马和太子殿下划清界限，最好老死不相往来，但是这人已经嫁进来了，短时间内也没法走。所以绿雨云还是希望他们家小姐的盖头和凤冠由太子殿下来取。这些高门大户里惯会捧高踩低，若是传出他们家小姐不得太子殿下的重视，那些人还不知道要怎么编排他们家小姐呢。他们家小姐现在已经够糟心够可怜的了，若是再听到什么闲言碎语，怕是要气出病来了。柳妍希知道绿云在想什么，不在意的摆摆手，取下来吧。还是说你以为太子殿下今晚还会过来？今天的大婚早已不是他期待的大婚了，比起会染上脏病吉不吉利的，还有什么好在意的？离君行最好一辈子别来他房里才是。好吧，柳妍希都这么说了，绿云和紫罗只好帮他把头上的凤冠取下来，又梳了一个简单的发髻。柳妍希看了看，从妆帘拿出那只象征太子妃身份的九尾凤头钗戴上，重新整理了一下妆容。她是柳妍希，今天之前是镇北侯府唯一的嫡女，如今进了这太子府的门，她是太子妃，无论哪个身份都比外面那些等着看她笑话的人尊贵。他们想看她的笑话，她偏偏不让他们如意。这厢柳妍希刚刚重新梳妆好，门外就传来了丫鬟的叩门声，奴婢求见太子妃。何事？前面发生了一点意外，刘管家让奴婢来请太子妃过去一趟。第97章，想不到李王妃也喜欢看这种热闹。门外的丫鬟说完，屋子里半天没有回应，以为柳妍希生气了，一时间不知道要怎么办。新婚之夜，没等来夫君，却等来让他去处理事情的请求，还是处理那样的肮脏事。再说一遍吧，万一太子妃生气了，拿他撒气怎么办？要是不说，太子妃要是一直这样待在新房不动，前面的事情没人处理，到时候管家也少不得要责罚他。知道了，你先过去吧，本宫一会儿就过去。正当小丫鬟在发愁的时候，新房里传来了柳妍希淡淡的声音。小丫鬟恭敬地应了一声是，不过并没有走，而是垂手站在一旁等柳妍希。吱呀，大概过了一炷香的时间，新房的门从里面打开了，一身大红嫁衣的柳妍希在绿云和紫罗的搀扶下走了出来。看到垂手站在一旁的小丫鬟，柳妍希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淡淡的说了一句走吧，便率先带着绿云和紫罗走了。柳妍希带着绿云和紫罗来到雪影院外，看着那些围在那里看热闹的人，讽刺的勾勾红唇，回头淡淡的看了身后的丫鬟一眼。那丫鬟会意，清了清嗓子，高声喊道：太子妃娘娘驾到！众人听到喊声，都循着声音的方向看过来，看到一身大红嫁衣的柳妍希正一脸寒霜的站在那里，急忙跪下问安，见过太子妃娘娘，太子妃娘娘万安。当然除了秦洛染和黎君燕。柳妍希看着跪在地上的众人，心中的讽刺更甚，没有着急让他们起身，而是慢悠悠的走到最前面，才漫不经心的开口：都起来吧，谢太子妃娘娘。众人又是一阵拜谢，然后在丫鬟的搀扶下站了起来。其中一个官家小姐刚刚下跪的地方有些不平，膝盖跪得有些疼，起身的时候忍不住抱怨了一句：都这样了还摆什么架子？好死不死，刚好被柳妍希给听到了。柳妍希回头淡淡的看了一眼，见是他的死对头谢如霜，朱唇轻启，掌嘴。绿云得令，
径直走到谢如霜面前，在他反应过来之前，扬起手，啪啪重重的2巴掌。什么东西？太子妃也是你能编排的吗？谢如霜没想到柳妍希二话不说，直接让人动手，一只手捂着脸，一只手指着绿云，大声喊道：“你竟敢打我！”少儿，谢夫人也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只是小声嘀咕了那么一句，柳妍希就直接让人动手，惊呼一声，赶紧过去查看她的伤势。见自己女儿脸已经红肿起来，顿时心疼的不行，却也不敢说什么。看了看前面冷着脸的柳妍希，扯了扯谢如霜的袖子：“霜儿，赶快和太子妃赔不是。”谢如霜没想到自己的母亲会这样说，一把推开她：“凭什么？被打的人是我！”啪！谢夫人重重打了谢如霜一巴掌：“就凭你对太子妃不敬，懂了吗？”谢夫人说完，转身朝柳妍希跪下：“太子妃，小女不懂事，还望太子妃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她这一回。”柳妍希没有理会谢夫人，淡淡的说了一句：“大家的宴席若是吃的差不多，就早些回府吧。”说完头也没回的朝雪影院内走去。路过秦洛染身边的时候，脚步微微一顿，看了看秦洛染，皮笑肉不笑地道：“想不到李王妃也喜欢看这种热闹。太子妃言重了。”秦洛染莞尔一笑：“不过是打发时间罢了，倒是太子妃新婚之夜还如此奔波，着实让人心疼啊。”你柳妍希被秦洛染堵得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冷哼一声：“热闹看完了，宴席也吃完了，李王妃还是早些回去吧。”好说好说。秦洛染爽快地站起来，拍拍衣服上的褶皱，对黎君燕道：“殿下，我们走吧。”黎君燕没有说话，起身牵着秦洛染就往外走。秦洛染和柳妍希擦肩而过的瞬间，凑到他耳边轻轻说了句：“这是本妃送你的新婚大礼，不要太感谢我。”说完拉着黎君燕心情愉悦地走了。众人急忙给他们让路，生怕挡了道，惹了秦洛染和黎君燕不开心，心里却忍不住在腹诽：看来这李王妃和太子妃的关系是真的很差。只见秦洛染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对柳妍希说了句：“瞧我这记性都忘了祝福太子妃了，祝太子妃和太子殿下永结同心，白头偕老，早生贵子。”在场的人听到秦洛染的话，都不约而同的倒吸了一口凉气。李王妃，你这是要气死太子妃吗？明明知道人家丈夫在大婚之夜跟人苟且，让她颜面尽失，现在还说这种话，你这是明晃晃的讽刺，你知道吗？知道你俩相互不对。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人家太子妃的大喜之日，咱别这么刺激人家行不行？没看到她已经快要爆发了吗？众人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一脸寒霜的柳妍希，又看了看巧笑倩兮的秦洛染，总觉得这两人随时可能会打起来。然而让他们意外的是，柳妍希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发怒，只是深呼了一口气，然后冷着一张脸接下来秦洛染的话：“多谢李王妃，也祝你和李王殿下白头偕老，早生贵子。”说完一甩衣袖进了雪影院。怎么回事？柳妍希居然没有发怒？难道是被今天发生的事情气糊涂了？还是转性了？这不像他平日里的作风啊！众人满头疑云，却无人为他们解惑。看到李王夫妇和丞相夫人已经走远了，也急忙跟着离开了。太子府的热闹固然好看，只是再好看也没有小命重要啊！柳妍希不敢对秦洛染怎么样，那是因为人家有一个当丞相的爹和手握30万兵权的夫君，他们可是什么都没有。撤了，横竖明天让人出来打探一下，也是能知道个大概的。柳妍希走进凉亭，看了一眼趴在孙氏怀里抽噎的夏轩，转过头去问正在给黎君行施针的太医：“太子殿下这是怎么了？”听到柳妍希这么问，趴在孙氏怀里的夏轩一颗心不由得提了起来，生怕太医说了什么能要他命的话。虽然秦洛染说过那药用了之后，只要交合过就查不出半分痕迹来，但是他毕竟是第一次用，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像秦洛染说的那样？要是不是的话，那他……天哪，他不敢想。夏轩一边竖起耳朵，一边在心里祈祷秦洛染不要骗他。第98章，现在醒悟算不算晚？夏轩一边竖起耳朵认真听，一边在心里祈祷秦洛染不要骗他，紧张的心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回太子妃。薛太医朝柳妍希拱拱手：“太子殿下并无大碍，只是由于殿下近来身体不适，今日又饮酒过多，导致晕过去了。碧幽宫环境不好，整日粗茶淡饭，只能勉强吃饱不说，景兴帝还安排了许多事情给他做，做不完不许吃饭。黎君行这种从小就娇生惯养，吃穿用度无一不精细的人，怎么会吃得惯那些粗茶淡饭？刚开始的时候宁愿饿着也不吃，还饿晕了好几次。当时祝皇后心疼的不行，去跟景兴帝求情，允许他去给黎君行送点吃的，奈何景兴帝铁了心要让他好好反省，不但不允许祝皇后去送吃的，还把黎君行原本就只能勉强吃饱的饭菜给减得每顿只有2个大白馒头，连汤都没有一碗，还放话让他不吃就饿死。黎君行就这样在碧幽宫过了1个月，差点受得脱刑。要不是怕他那个样子在大婚当日有损离国的形象，景兴帝估计真的会把他关到成亲的前1日再放出来。提前被放出来后的黎君行，不知是在碧幽宫饿惨了，还是馋坏了，
出来后不管不顾的胡吃海喝，几乎顿顿大鱼大肉，半点素菜都不碰。这清淡寡水了1个月的肠胃怎么受得了吗？毫不意外又病倒了，这还没好呢，又到了大婚，喝这么多酒，还酒后乱性，身体受不住晕过去，不是很正常吗？要不是为了给太子殿下调养身子，他至于住在太子府好几天不能回家吗？想到自己已经好几天没见的夫人和孩子，薛太医忍不住在心里连连叹气。只是晕过去了，没有其他问题吗？太医的这个回答让柳妍希很是意外。就目前这情况，只要眼睛不瞎的人都能看出来有问题好吗？别的不说，没看到夏萱儿紧张的指甲都掐进孙氏的皮肉里了吗？还有，酒后乱个性能昏迷这么半天不行吗？死人才这样好吧？这其中要是没有鬼，他柳妍希3个字倒过来写。夏萱儿听到薛太医的话，偷偷松了一口气。听到柳妍希这样问，刚放下的心又提了上来。没有。薛太医肯定的摇摇头，不过看了一眼一旁的夏萱儿母女，又对柳妍希道：太子妃娘娘若是不放心，可以请别的太医再过来看看。其实薛太医也觉得很奇怪，根据他多年的行医经验以及跟后宫的嫔妃打交道经验来看，今晚的事情绝对不简单。他不是没有怀疑太子殿下被下了药，只是他从脉象上看不出来有中药的痕迹啊。难道是他的医术退步了？还是夏萱儿用的药太厉害，让人查不到任何痕迹？不过这些薛太医也只是在心里想想，他是不想要饭碗了才会说出来。薛太医言重了，你的医术本宫自是信得过的，太子殿下就麻烦你了。薛太医的话在柳妍希的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不过他也不是真的在乎黎君行有没有事，他死了才好呢。所以另请太医这种事还是算了。再说了，薛太医在太医院任职10余载，现在又被景兴帝挑选来给黎君行调养身子，医术自然是过硬的，连他都看不出有问题来，再换别的太医来也是一样的。太子妃娘娘言重了，这是老臣该做的。薛太医说完，估摸着时间也差不多了，就去给黎君行拔针去了。柳妍希看着施针拔针都没有醒的黎君行，心里默默诅咒他永远也不要再醒过来。他以前到底看上他什么了？除了出身好，长了一张稍微好一点的脸之外，几乎没什么优点，还屡次伤他的心。他以前真的是眼瞎心又盲，脑子也不好，也不知道现在醒悟算不算晚。夏萱儿见柳妍希是真的不打算再找别的太医来看，才彻底放下心来，偷偷瞄了柳妍希一眼，然后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靠在孙氏怀里。柳妍希看到夏萱儿的动作，不屑地哼了哼，见薛太医已经把黎君行身上的针都取下来了，对候在一旁的刘管家吩咐道：刘管家，差几个人和薛太医一起把太子殿下送回房里，本宫处理完这里的事情再过去。末了又加了一句，把殿下安顿好之后，你去前面看看，千万别让别人觉得咱们太子府失礼了。今天他们大婚，除了京城的勋贵外，还有其他3国的使臣，虽然有几个王爷皇子在陪着，这会儿也该走了一些了，不过太子府的人不去看一下也不合适。但是太子府又没有别的主子，那就只能让刘管家去了。是，太子妃。刘管家恭敬地应了一声，走到外面去喊了几个侍卫过来帮忙，然后也跟着走了。不过他去的是前面宴客的院子。待黎君行被抬下去之后，柳妍希扶着绿云的手走到凉亭的美人靠上坐下，看了一眼趴在孙氏怀里的夏萱儿和跪在一旁的小丫鬟，面无表情地道：说吧，怎么回事？听到柳妍希问话，夏萱儿装模作样的抽泣了几下，还用帕子擦了擦好不容易才挤出来的眼泪，好像难过的说不出话来一样。而他的丫鬟露珠，主子不表态，也不敢贸然开口。孙氏不知道在想什么，自从进来后，除了拿衣服把夏萱儿包好后，就一直面无表情地抱着夏萱儿坐在地上，从头到尾没有安慰过她一句，也没有关心过一句。柳妍希从进来到现在，问话也好像没看到没听到一样。绿云见半天没人说话，小脾气也上来了，看着夏萱儿和露珠大声道：太子妃问你们话呢，都哑巴了，还是没听见？就没见过这么没脸没皮的人，到人家府里赴宴，用下作的手段勾引别人的新婚丈夫就算了，现在看到人家正式夫人来了，居然还能面不改色的坐在那里。这也就罢了，还在那里装可怜装委屈。明明是她勾引别人的丈夫，她还委屈上了。要委屈也应该是他们家小姐委屈好吧？谁的大婚有他们家小姐糟心？再说了，这里男人都没有一个，装给谁看啊？呸，真是不要脸，亏的还是正经人家的女儿。绿云在心里狠狠地骂了夏萱儿一通，连带着看她的眼神都带着嫌弃。看着气鼓鼓的绿云，柳妍希心里暖暖的，这个世上能够像绿云这样对她的人已经不多了，她的亲生父母更是不会。绿云那嫌弃的眼神，夏萱儿自然是看到了的，恨不得站起来撕了她的嘴脸，却又不敢妄动。夏小姐，你要是不说的话，本宫就走了，太子殿下还等着本宫去照顾呢。柳妍希见夏萱儿磨磨唧唧的半天不说话，站起来做事就要走。她现在算是明白了，之前秦洛染为何总是那般没耐心了，又当又立，装模作样，装腔作势，磨磨唧唧，确实让人看着心烦。第99章，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夏萱儿见柳妍希站起来，生怕她真的走了，
做事挣扎着从孙氏怀里出来，拢着衣服跪在柳妍希面前，抽抽搭搭的开口：“柳太子妃，事情是这样的，臣女今日在宴席上茶水喝的有些多，便来到这雪影院小姐。臣女来的时候人有些多，便坐在这里等了一下，等其他姐妹走了之后，臣女才去的茅房。走到那个拐角的时候，碰到了太子殿下。”夏轩说着，指了指他之前碰到离君行的地方，继续道：“当时臣女只是远远的跟太子殿下行礼问安，就赶紧过去了。等臣女小姐玩出来的时候，看到太子殿下靠在这亭子里，似乎有些不舒服。当时也没有其他人，臣女担心太子殿下出什么事，便过来看了一下。谁知太子殿下他竟然呜呜。”夏轩说到这里就呜呜哭了起来，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和羞辱一样。不过剩下的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你的丫鬟呢？看着夏轩哭了半天也没掉几滴眼泪，柳妍希心中嗤之以鼻，却不得不装着问一下，不然会让人起疑心的。夏轩早想到柳妍希会这样问，抽泣了2下，把心中早已酝酿好的说辞说了出来。是这样的，太子妃，当时我觉得小腹有些隐隐作痛，以为是小日子到了，便让露珠去马车里帮我取东西。所以露珠听到夏轩的话，把手里的东西往前递了递，好让柳妍希看清楚些。柳妍希也配合的看了一眼，嗤笑一声：“那现在看来，夏小姐的小日子没来喽？”夏轩点点头，见柳妍希就那样定定的看着他不说话，心里有些没底，急忙解释道：“太子妃，臣女真的不是故意勾引太子殿下的，臣女不知道会在这里碰到太子殿下，还有，臣女当时真的只是担心太子殿下，所以过来看一下。本想着太子殿下若是喝醉了或者身体不舒服，臣女就出去喊人，没想到太子殿下竟然……”夏轩说着又呜呜哭了起来，为了让柳妍希相信他说的，还把被离君行捏得发青的手腕露出来。臣女一个弱女子，力气不及太子殿下1/1000，挣扎不过，也不敢大声喊叫，便只能任太子殿下为所欲为了。柳妍希看了一眼夏轩那被捏得发青的手腕和手臂上青青紫紫的痕迹，不由得想起之前离君行睡死了百花楼的花魁的事情来，心中对离君行多了几分厌恶和恐惧。这男人莫不是有什么特殊癖好或者毛病，不然在这种事上为何会这么粗鲁？之前他还不是很相信离君行是真的睡死了百花楼的花魁，现在看到夏轩这副惨样，他信了，也怕了，怕有一天也被离君行这样对待。柳妍希想到这里，顿时觉得离君行恶心又恐怖，一时间也没了继续审问夏轩的心情，揉揉眉心站了起来。好了，事情本宫已经知道了，你先和夏夫人回去吧，太子府会给你一个交代的。这夏轩不知道柳妍希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也不甘心就这样走。夏小姐放心吧，你如此大费周章，事情的结果定会让你如意的。柳妍希说完，也不管夏轩是什么反应，直接带着绿云和紫罗走了。而夏轩呢，自动把柳妍希的前半句给忽略了，脑子里只有那句事情的结果定会让你如意的在一遍又一遍的想起。这是大概是他回京以后听到最动听的话了。一时间夏轩喜不自胜，连自己现在是什么情况都给忘了。孙氏看着自己的女儿，眼里藏不住的笑意，心一点一点的冷了下去，放开夏轩站了起来，平静的说了句：“收拾一下回去吧。”听到孙氏的声音，夏轩才反应过来他母亲还在，急忙收起脸上的喜色，乖乖的应了一声是，开始忍着身上的不适整理自己的衣服。夏轩之前的衣服已经被离君行给撕得没法再穿，好在露珠去拿月事带的时候担心他弄脏了衣服，把他备用的衣服也给拿过来了。夏轩的后背被磨得几乎没有一块好皮，刚刚心情一直处于紧绷状态，所以没什么感觉，现在事情完了，结果也是自己想要的，不担心也不紧张了，才觉得后背火辣辣的疼。动作快一点，你是嫌看到的人还不够多吗？孙氏看着夏轩疼得龇牙咧嘴的样子，又心疼又气，怕自己忍不住在这里打他，没再看他，直接出了亭子。夏轩看到孙氏走了，心里一慌，也顾不得身上疼不疼，自己动手3-2下把衣服整理好，催促着帮他整理头发。露珠动作快一点。孙氏出了亭子之后就径直往雪影院外走，一路上他都在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他的女儿会变成这样。是他承认自己商户出身，跟那些功勋世家的女子比起来是有些小家子气，身上是带着几分铜锈味，但是他也是知道廉耻2字怎么写的。作为一个女子，可以有喜欢的男子，你可以迷恋他，甚至可以主动去追求，只要你掌握好分寸，顶多被别人说几句闲话罢了，也无伤大雅。但是用这种肮脏下作的手段，就让人不齿，让人唾弃了。一个女子为了上位，不惜当众给人下药献身，还是在人家娶正室夫人的时候，这要是传了出去，是要被世人耻笑，被世人戳脊梁骨的。他自问这些年一直给女儿灌输的都是宁为寒门妻，不为高门妾这种想法，也一直教育女儿要自尊自爱，万不可做自轻自贱之事。在川州的时候也一直都好好的，怎么才来京城短短几个月就变了呢？是皇家太吸引人了吗？还是什么？孙氏想不通，一路上冷着一张脸，一言不发。夏轩追上孙氏后，看到他冷着一张脸，也不敢说话，连喘气都不敢大声，
身上疼也不敢表现出来，一直强忍着走到马车上。啪！夏轩上了马车，刚刚坐好，孙氏就重重给了他一巴掌。第100章，你太让我失望了。啪！夏轩上了马车，刚刚坐好，孙氏就扬起手，重重给了他一巴掌。孙氏当真是被气狠了，这一巴掌他打得很用力。夏轩被打得重重的撞在车壁上，额头上磕得起了一个包，雪白的脸上瞬间红肿出5指印痕，5指印痕处因为太大力的关系，红肿的好像要溢出血来。娘！夏轩用手捂着自己被打的一边脸，错愕地看他的母亲。他知道自己的母亲生气了，但是没想到他会这么生气，一上车就直接动手，还用这么大的力气。不要叫我娘，我没有你这样不知廉耻的女儿。孙氏隐忍着怒气坐在一边，看着夏轩露在外面的肌肤上那些暧昧的痕迹，眼里满是失望，还有痛心。被一向疼爱自己的亲娘这么骂，夏轩的眼泪一下子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了下来。娘亲，你怎么能这样说女儿？那不然我该怎么说你？夸你做得好，还是夸你做得对？看着丝毫不觉自己有错的夏轩，孙氏心中失望至极，说话也有些口不择言。我说你不知廉耻有错吗？从小我怎么教你的？魏娘是不是一直教你要自尊自爱，万不可做自轻自贱之事，这样别人才会看得起你？你可有记住半分？夏轩，你太让我失望了。我夏轩看到孙氏眼里的失望，心里有些慌乱。他以为以孙氏对他的宠爱，就算生气也只会是轻拿轻放，不会动真格。在夏家最疼爱自己的就是孙氏，也只有他才是真心疼爱自己的。如果他以后不管他了，他该怎么办？孙氏不管夏轩在想什么，瞟了他一眼，继续道：自古以来，聘者为妻，奔者为妾。你这种用下作手段爬床的，连妾都不如，以后在这偌大的京城，谁还看得起你？你又要如何立足？自古以来为上位爬床的人不少，但是像夏轩这般在人家正式新婚当天就迫不及待的倒是不多见。以后哪个正室夫人还会正眼看他？别说那些高门大户的正室夫人了，就连街上的百姓知道了都要唾弃2声。除非他以后能坐上那个母仪天下的位置，才不有人敢随便议论他。可是他能吗？他有那个能耐吗？他自己养的女儿，他还不清楚他有几斤几两。不是他看不起自己的女儿，而是他的女儿连柳妍希都玩不过，就更别说以后太子还要有更多的女人了。别被人家吃的连骨头都不剩就好了。还有太子就一定能坐上那个位置吗？相比太子，他更看好李王。只是这些话他不能对夏轩说，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出门不带脑子，让别人抓住了画柄，那到时候整个夏家都得玩完。娘亲说话何必这么难听？被孙氏接二连三的说话刺激，夏轩的脸上也挂不住了，扶着车壁慢慢坐直身体，擦了擦嘴角的血迹。女儿这样做也不过是为自己谋划罢了。虽然很不想承认秦洛冉说的，但是事实就是事实。没有哪个高门大户愿意娶一个进过顺天府大牢的女子做主母，更别说还是因为刺杀李王妃而进去的。虽然李王确实不受皇帝待见，但是人家手里有兵权啊，连皇帝都要忌惮3分，谁敢明目张胆的跟他作对？他如今在京城已经嫁不了什么好人家了，现在摆在他面前只有2个选择：第一，外嫁，也嫁不了特别好的人家，他不愿意外嫁，也不愿意嫁去小户人家，他喜欢京城，他要做人上人。第二，等新君上位，届时如果他的祖父或者父亲立下从龙之功，他的身份也会跟着水涨船高，到时候自然有人家愿意和夏家结亲。不过这风险太大了，而且充满了未知，谁知道新君什么时候上位？再说了，万一他的祖父和父亲站错了队呢？到时候别说什么从龙之功，连小命能不能保住还要另说。他赌不起，也等不起，所以给太子做侧妃显然是他目前最好的选择。不是光明正大抬进去的又如何？只要结果是一样的就行了。有他祖父在，一个侧妃之位肯定少不了的。虽然没有人跟他明说，但是他祖父什么心思他还是知道的。夏轩能想到的孙氏又怎么会想不到？他原本是打算等风波过去一些后，给他找一户差不多的人家，然后多给他一些陪嫁，有夏府做后盾，这样他在婆家也不会受委屈。他不是不知道夏轩一向眼高手低，他原本以为跟教养嬷嬷学了这么些日子，多多少少会有些进步，然后自己再从旁开导一下，他就会有所改变。只是没想到他居然动作这么快。看着不但不以为耻，还有些沾沾自喜的夏轩，孙氏觉得自己好失败，无力地叹了一口气，闭上眼睛不想再说话。孙氏不说话，夏轩也乐得耳根清净，想着等过几天孙氏火气消了就好了。马车到了夏府门外，孙氏在丫鬟的搀扶下下了马车，看也没看后面的夏轩一眼，径直带着丫鬟快速进了夏府的大门。夏府的门房看到孙氏冷着一张脸，在他身后下车的夏轩脸上还有明显的巴掌印，知道肯定又是夏轩惹了孙氏生气，
也是见怪不怪。毕竟自从夏轩儿回京以后，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只不过好像这次要严重一点。因为以前孙氏顶多是不理夏轩儿，这次都动手了，肯定是很严重了。为了避免被迁怒，两个门房都不约而同地向后退了2步，然后低着头，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回府后，孙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人去药铺抓了一副避子药回来熬了，给夏轩儿送过去。不过夏轩儿假装手滑给打翻了，他要进太子府，肚子里的孩子就是筹码，怎么能喝呢？夫人，小姐把药打翻了，要再送一碗过去吗？丫鬟彩月知道自家夫人现在心情不好吗？连说话都小心翼翼的。孙氏摇摇头，罢了。意料之中的结果，他知道夏轩儿不会喝，之所以让人送过去，只不过是想给他最后一次机会。现在看来是他想多了，以后大小姐的事情不必再跟我说。孙氏说完就进了屋子，看得出夏轩儿这一次是真的伤透了他的心。倒是夏轩儿的祖父夏伯明在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不但没有责怪夏轩儿半句，还让人送了一些药材给他，说是让他调养身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得力的嬷嬷。第101章，这里有人要办喜事吗？翌日，景兴帝在得知太子府发生的事情之后，大发雷霆，把之前给黎君行的差事全部拿回来，重新分给了除了黎君燕以外的几个皇子，然后无视黎君行的解释和祝皇后的求情，把黎君行打了30大板。再然后给镇北侯和柳延熙分别送了不少好东西，以示安抚。夏伯明也因为管教不严被降了职位，由原来的从2品内阁学士变成了正3品宗人府丞。还有夏轩儿，虽然景兴帝对他做的事情心如明镜，不过让人意外的是，景兴帝并未处置他，反而亲自开口，黎君行伤好了以后，寻个日子把他迎进府。至此，夏轩儿算是彻彻底底的得偿所愿了。祝皇后得知后，气得把寝宫里的瓷器全摔了。他的皇儿明明是被夏轩儿那个女人给算计的，他不相信景兴帝不知道。然而他不处置夏轩儿那个不要脸的贱人就算了，还让亲自开口让他的皇儿择日迎他进府。景兴帝这样做明显一点不顾虑他的面子，也不顾虑太子的面子。果然男人都是靠不住的，帝王的宠爱更是靠不住。还好他从来没有当真过。柳延熙因为黎君行挨了板子，短时间内不能行房，大大松了一口气。除此之外，景兴帝这次破天荒的给了黎君燕许多赏赐，还在早朝的时候褒奖了他，连带秦洛冉那个在外求学的弟弟秦子清都被景兴帝给尬夸了一番。景兴帝的这一番操作又乱了不少人的阵脚，这京城的天要变了啊！秦洛冉听完黎君燕带回来的消息，呵呵了2声，盛了一碗粥递给他，说道：黎君燕，你上辈子是挖了你那位好父皇的祖坟吧？生下来不管不顾，放任宫人和后宫嫔妃欺负他，明明生在天下最尊贵的皇家，从小吃的穿的用的比一般人还不如，还要经常吃剩饭馊饭，为了活命不得不小小年纪就去战场上摸爬滚打，短短几年从默默无闻的士兵成为闻名天下的战神，这其中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血，又受了多少伤，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外敌来袭，黎君燕披甲上阵，边境太平了，又想削人家兵权，现在又几次三番拿黎君燕给黎君行那个废物做挡箭牌，都是儿子，就因为不是一个娘，就这么大的差别，管他做什么。黎君燕给秦洛冉加了一个水晶如意卷，他想搭戏台子就让他去搭呗，回头没人上台就让他们一家3口自己唱好了。他的好父皇不是喜欢黎君行吗？不管他做的再过分，都不舍得对他动真格，哪怕被大臣弹劾也要保他，一次又一次的给他机会。上次把他关进碧幽宫，还有这一次的30大板，看似黎君行失了他的好父皇的宠爱，其实不过是他的好父皇为了堵住朝臣的嘴先下手，也想借机让黎君行那个蠢货好好反省反省罢了。不然等到一干朝臣一起上奏弹劾的时候，黎君行要面对的就不是关个碧幽宫和打30大板这么简单的事情了。只不过黎君行那个蠢货不能理解他老子的一番苦心罢了，不但不能理解，还把他老子给记恨上了。也不知道他的好父皇知道自己被自己最疼爱的儿子和最心爱的女人给记恨上了，还有对他下毒手之后会是什么表情。真是一件让人期待的事情。黎国太子黎君行为了坐上龙椅，弑君弑父，这样一出戏肯定精彩绝伦。也是，秦洛冉何其聪慧，黎君燕这样一说他也就明白了，咽下嘴里最后一口粥，看到黎君燕面前的粥喝完了，又给他盛了一碗，殿下多吃点，吃饱了才有力气跟你的好父皇斗法。因着景兴帝的一系列不按常理出牌的骚操作，京城里这几天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乱了阵脚愁上愁。李王府一时间也变成了香饽饽，那些个大臣便招法的来套近乎。黎君燕也不管他们，吩咐了管家，只要有人送礼来，全部照单全收，不管是谁送的。但是人嘛，一个不许踏进李王府的大门半步。黎君燕的这一操作也让人懵了。黎君燕才不管他们懵不懵。黎君行和柳延熙大婚后的第3天，以秦洛冉身体不好为由跟他皇帝老爹告了假，
带着秦洛冉去郊外养病去了，还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黎君燕特意选了大中午人最多的时候出门，浩浩荡荡带了掌上的一队人马，光马车就有6、7辆。一时间，秦洛冉又再次成了京城里的夫人小姐羡慕的对象。瞧瞧人家李王妃，一有点头疼脑热，李王殿下就放下手中的事情陪着，而他们呢，病得下不来床，夫君不来看就算了，得宠的小妾还来添堵，还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同时，秦洛冉也坐实了她体弱多病、柔弱不堪的名声。秦洛冉和黎君燕高调的出了城之后，换了一身衣服，乔装打扮之后，悄悄离开车队，骑着马走了。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秦洛冉回头看了一眼跟他们朝相反方向驶去的车队，有些不解地问道。黎君燕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神秘一笑，说了句带你去一个好地方。秦洛冉见状也没有再问，因为黎君燕既然这样说了，就不管他怎么问都不会说的，横竖他也不会把自己卖了。再说了，就算黎君燕要卖他，他也能在他卖他之前毒死他，要不然一起死，要不然一起活，谁也别想占便宜。黎君燕不知道秦洛冉在想什么，紧了紧搂着他的手，拽了拽缰绳，让马跑得飞快。大概半个时辰之后，两人在一处山庄前停了下来。景云山庄，我们来这里做什么？秦洛冉看着门匾上龙飞凤舞的几个大字，脑海里搜索了一下，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记忆。这个地方不是李王府的产业，也没有听黎君燕说起过。进去你就知道了。黎君燕还是没有直接告诉他，把他抱下马之后，牵着他的手走了进去。门口的2个守卫看到黎君燕和秦洛冉，也只是恭敬的拱手行礼，并未开口问说话。秦洛冉觉得有些奇怪，不过也没有开口问。进了景云山庄的大门，往里面走了一段路，过了2门，秦洛冉发现里面张灯结彩，红绸满天，大红灯笼高挂起，一片喜气洋洋之色，一看就是要办喜事的样子。但是没有看到任何宾客，连下人都好少，又不太像。这里有人要办喜事吗？第102章，给我一个机会弥补好不好？这里有人办喜事吗？秦洛冉指指四周问道。闻言，黎君燕微微侧颜，眉梢轻挑，洛儿觉得呢？神神秘秘，爱说不说。黎君燕突然过分温柔的语气让秦洛冉觉得有些不自在，稍稍一用力挣开了他的手，独自往前走去。其实他心中已经有了隐隐的猜测，只不过不敢确定，又怕是自己想多了。看着秦洛冉清瘦的背影，黎君燕突然觉得很心疼，大步上前，一把把他揽进怀里。洛儿，对不起。怎么了？好好的，干嘛说对不起？秦洛冉不明所以的看着黎君燕，今天的黎君燕真的好奇怪，若不是这几日他一直跟他在一起，他都怀疑是不是被调包了。大婚那天我没有赶回来，让你饱受了那么多的争议和嘲笑。黎君燕的语气满是歉意，给我一个机会弥补，好不好？自古以来，无论男女，无论贫富，成亲都是人生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对女子来说，大婚当日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因为从那天起，她就要离开生活了10多年的家，去融入到另一个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家。女子后半生的幸与不幸都与之密切相连。3书6礼，凤冠霞帔，10里红妆，8抬大轿，明媒正娶，是每个女子都期待的。大婚当日，新娘应该是被羡慕的，被祝福的，然而却因为她没有及时赶来，在大婚那天让她的洛儿沦为了京城的笑柄，遭受了非议和耻笑。她就算做再多，又怎么能够弥补？她的洛儿是襄府唯一的嫡出大小姐，是无极山掌门无香真人的嫡传弟子，无论哪个身份都是骄傲的。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她不敢想，如果大婚那天她的洛儿没有破门而入，没有去救她，掉头回了襄府，或者跟黎君行离开，现在又会是怎样一副局面？那都过去了，还提她做什么？靠在黎君燕的胸前，听着她有力的心跳，秦洛冉不由弯了弯嘴角。况且我们现在不是好好的吗？说完这句话，秦洛冉对大婚那日的那一丢丢遗憾也突然释怀了。没错，尽管一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大婚仍旧成了他心中的遗憾。现在那丢丢遗憾也没有了。听到秦洛冉的话，黎君燕爱怜地亲了亲他的额头，你难道没有给你一个拜堂礼？我的心始终不安。尽管他们这些日子关系也越来越亲近，晚上秦洛冉也不再赶他走，黎君燕总觉得有些不踏实。毕竟他们是皇帝赐婚才在一起的，堂也没拜，和亲酒也没喝，也没洞房。等他的好父皇两眼一闭，到时候谁还会管那道破圣旨啊？别人会不会管他不知道，但是秦洛冉绝对不会管。更何况无极山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洛清崖呢。洛清崖那人虽然被从小就灌输了要以无极山为己任的思想，现在也在慢慢接手无极山，但是他敢赌，只要秦洛冉说一句愿意，洛清崖绝对选择秦洛冉而不是无极山。黎君燕表示心慌呀。秦洛冉不知道黎君燕想了那么多，不过黎君燕既然已经说出口，而且都已经准备好了，还是微微张口，柔柔地说了一个好。这些日子黎君燕对他的好，对他的在意，
他嘴上不说，其实心里都清楚，他对他一直都是那样的明目张胆，丝毫不加掩饰，不是逢场作戏，而是真情实意。因为黎君燕不需要。听到秦洛冉说好，黎君燕的心总算放了下来，看着他娇艳的唇瓣，忍不住低头亲了亲。虽然他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但是若秦洛冉不愿意的话，他也不能强制拉着她换上喜服拜堂啊。那样的话，他以后还能抱着媳妇睡觉吗？虽然不能吃，但是怀里有软玉温香，怎么着也比一个人睡好吧。哎呀，你干什么？被别人看见怎么办？秦洛冉还是不习惯在大庭广众之下做这种亲密的事情，轻轻地推了推黎君燕。黎君燕看着一脸娇羞的秦洛冉，突然觉得有些口渴，低低地说了句：“怕什么？这里又没有别人。”说着就想再亲下去。嗨嗨，黎君燕的嘴唇还没碰到秦洛冉呢，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我说二位，虽然你们感情好，但是你们秀恩爱的时候能不能考虑一下别人？”闻言，秦洛冉推开黎君燕，循着声音看过去，只见黎君燕身后不远处的一棵海棠树下站着一位头戴玉冠、身着一袭紫衣、手持折扇的男子。此时他正摇着折扇，双唇情笑地看着他们。舅舅！黎君燕听到声音，放开秦洛冉，转身朝紫衣男子拱拱手，然后对秦洛冉介绍道：“洛儿，这是我舅舅龚莫离。”一听到龚莫离这三个字，秦洛冉就猜到这应该是当年龚家幸存下来的，也没有多问，朝龚莫离扶了扶，从善如流地叫了一声：“舅舅好。”一个经营了数百年的世家，没那么容易被灭族的。他们枝繁叶茂，关系错综复杂，要在危难关头保一个后人，还是很容易的。不必多礼。龚莫离抬抬手：“你们自便吧，我有事出去一趟，一会儿回来。”龚莫离说完就摇着折扇走了，背影看上去很是潇洒，秦洛冉却觉得无比孤寂。莫离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飞。龚莫离，龚家的小儿子，龚贵妃的嫡亲弟弟。当年龚贵妃难产而死，景兴帝降罪龚家的时候年仅8岁。龚家家主龚弘明当朝太傅，门生遍布天下，姻亲又多是权贵之家，当时说权倾朝野，丝毫不为过。景兴帝早有心除之，所以才有了龚连寒、黎君燕的母妃进宫，直接封为贵妃，一时间冠宠6宫，风头一度盖过了祝皇后。龚贵妃进宫不过月余，便被诊出怀有身孕，景兴帝更是各种赏赐不断，就算龚贵妃有孕在身，不能侍寝，也3天2头的去看望。最后龚贵妃难产而死，景兴帝伤心欲绝，一度认为是黎君燕害死了龚贵妃，所以他一生下来就被扔给了宫人，从此不管不顾，还迁怒了龚家。在龚贵妃被选进宫的时候，龚太傅就知道事情不妙，早早的把幼子送了出去，又找了一个跟他差不多大的养在府里。最后龚家因为私藏龙袍被抄家灭族，龚莫离也一直没有被发现。龚家被灭，在当年可谓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从此在百姓中名声一向不错的龚家也被世人唾弃，什么大逆不道、不忠不义、狼子野心、野心勃勃、痴心妄想。殊不知这一切不过是景兴帝精心策划的一场戏罢了。第103章，厉王殿下是个值得托付的人。舅舅他至今独身一人吗？龚家大仇未报，至今还背负着造反的名声，舅舅现在都不能用公信在外行走，哪里顾得上谈什么儿女情长？看着龚莫离离开的身影，黎君燕叹了一口气。再说了，以舅舅的为人，他也不愿意人家姑娘跟着他犯险。若不是皇帝赐婚，他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成婚。这锦云山庄是龚家的一处暗庄，从100余年前龚家进京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锦云山庄贩卖茶叶起家，后来成了小有名气的茶商。不过为了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注意，锦云山庄后来又做了一些别的生意，什么瓷器、米粮、珠宝首饰都有涉猎过，不过亏多赢少，还把做茶叶生意赚的都赔进去了不少，还一度沦为了那些商贾之间的谈资。锦云山庄的存在一直以来只有龚家家主才知道，当年母妃进宫，外祖父意识到情况不对，便秘密把舅舅送到了这里，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一面，没有让任何人来探望，更是断了和锦云山庄的所有联系。也是这样才保住了舅舅。黎君燕一边走一边跟秦洛冉说关于锦云山庄和当年的一些事。这么说，你京城里那些产业都是舅舅帮你赚的喽？当时黎君燕拿出他名下所有的产业给他的时候，他就想过肯定是龚家给他留了东西和一些得用的人，没想到居然是龚家的小儿子，他的亲舅舅。不然凭他一个被关在宫里吃穿都是问题的皇子，就算能耐再大，也不可能在这短短的时间就能赚到那么多钱。抛开京城里寸土寸金不说，单说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都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黎君燕离开皇宫的时候是真的一穷二白，去了西北之后，身上的每一份战功也都是自己实打实拼出来的，就算他天赋异禀，精力也是不够的。而且看情况，龚莫离也是一个经商的好手，想必和苏许能有的一拼。秦洛冉突然觉得黎君燕好有钱，不过一想到西北还有30万大军每天要张口吃饭，又不这样觉得了。黎君燕点点头，
可以这么说，那些大多数都是公家以前给母妃准备的陪嫁。母妃当年是公家嫡女，外祖父外祖母早早给她准备了100万陪嫁，铺子庄子明里暗里加起来就数十处。不过母妃被选进宫，那些铺子庄子就都用不上了，外祖父就一直留着，这些年一直是舅舅在打理。我在西北站稳脚跟之后，就悉数给了我。殿下，我们找个时间去看看母妃吧。提起宫贵妃，秦洛冉才想起来，她都进李王府3个多月了，还从来没有去拜祭过。不管她跟黎君燕能走到哪一步，现在她是黎君燕名正言顺的王妃，也就是宫贵妃正儿八经的儿媳妇，于情于理，她都应该去拜祭一下才是。再说，黎君燕应该也好久没去拜祭过宫贵妃了。宫贵妃葬在皇陵，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去拜祭的。而且，因为当年的事，这些年谁也不敢轻易提宫家或者宫贵妃。不过现在有她做由头，加上现在景兴帝需要黎君燕给黎君行那个蠢货做挡箭牌，只要黎君燕去提，景兴帝不会不同意的。没想到秦洛冉会突然这么说，黎君燕愣了一下，然后有些喜上眉梢，轻轻说了一个好，执起她的手亲了一下。拜祭母妃的时期等回京后我会安排的，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今天的拜堂礼。秦洛冉点点头，给了黎君燕一个娇俏的笑容，看得黎君燕又是一阵心神荡漾，重重吐了一口气，看了看天色道：我们先去用膳吧，一会儿要梳妆拜堂，是够一番折腾的，不吃饱哪有力气折腾的。他倒是无所谓，以前战事吃紧的时候根本不顾上吃饭，经常2、3天才吃一顿，但是他的王妃不行，他从来没有吃过苦，更没有挨过饿，他也不舍得。好，秦洛冉又是甜甜一笑。黎君燕感觉喉咙一紧，咳了咳，别开了眼。他算是发现了，他的王妃对自己的美貌从来没有一个清楚的认知，他到底知不知道他这样笑一般男人是扛不住的。算了算了，还是自己看紧点吧，毕竟也不能说不让他笑不是。再说他也喜欢看啊。两人在景云山庄的花园里简单的用了一些东西，然后秦洛冉就被带去沐浴更衣、梳妆打扮。黎君燕安排的很周到，也很用心，凤冠霞帔全是新的，嫁衣不大不小，穿上身刚好合适。不但请了开脸的全福嬷嬷，还把风氏和秦相也请过来了。在看到风氏的那一刻，秦洛冉的眼泪就那样毫无预兆的流了下来。傻孩子，哭什么？今天是你跟李王正式拜堂的日子，不信哭的。风氏见秦洛冉哭了，急忙拿出帕子帮他把眼泪擦干净。李王殿下是个值得托付的人，嫁得这样的如意郎君，应该开心才是。黎君燕要重新给秦洛冉一个拜堂礼，还这样大费周章，是风氏没有想到的。自己的女儿出嫁，没有体面的迎亲，没有拜堂礼，挑盖头，喝和亲酒更是没有，这哪里像成亲嘛？虽说是事出有因，但是终归还是有些遗憾，毕竟她就这么一个女儿啊。这世上又有哪个母亲不想看到自己女儿风光大嫁，和夫君举案齐眉呢？现在黎君燕要给她的女儿一个正式的拜堂礼，她自是高兴的。快坐下，今天娘亲给梳头。秦洛冉已经开了脸，上了妆，只剩下头发还没梳了。秦洛冉点点头，顺手拿起一张沾湿的红纸放在嘴唇下，轻轻抿了抿，取下后双唇显得红润娇艳。看着貌若天仙的秦洛冉，风氏欣慰地拿起象牙梳为秦洛冉梳发，口中念道：一梳梳到尾，2梳白发齐眉，3梳子孙满堂。这是家人对新嫁娘的祝愿。第104章，风氏的担忧。看着铜镜里认真又庄重的风氏，秦洛冉忍不住眼眶里再次蓄满了泪水。在看到风氏之前，他以为只是他和黎君燕2个人简单的照成亲那日的流程走一遍，没想到他居然把自己的爹娘也请来了。他是想隆重的娶自己一次。想到这里，秦洛冉心里泛起了丝丝甜蜜。风氏给秦洛冉梳过头后，由春慈和秋蝉给他挽发髻戴凤冠，两人各拿起妆台上的一把象牙梳，秦洛冉那浓如墨深的如瀑青丝被挽起，梳成高耸的发髻，然后将6凤朝阳的珠冠给秦洛冉戴上，精美璀璨的红宝石和珍珠镶嵌在长长的金步摇上，轻轻的摇摆，碰到秦洛冉娇嫩的脸颊，似不忍碰到那娇嫩肌肤，又轻轻移开，两侧是飞凤衔裹金步摇，一摇一晃之间，更衬得她绝美倾城，令人失了魂魄。挽好发髻，戴上凤冠之后，就是穿嫁衣了。嫁衣是黎君燕重金请了京城里20余位绣娘一起绣的，繁复的款式层层叠叠，却不见任何累赘之感，如同盛开的牡丹花落在脚边，衬托的秦洛冉如同仙子一般。流光溢彩的嫁衣上，前面绣着飞凤牡丹，背后绣着龙凤呈祥，针法不一，一针一线都是鲜艳的色彩，镶嵌的珍珠一闪着光，华丽雍容。看着嫁衣上繁复的花纹，栩栩如生的图案，秦洛冉心中只感叹那些绣娘的手好巧。她小时候被送到无极山，自是没有机会学习女工的。回京城后，风氏不是没有教过她，只不过教了许久，秦洛冉把手上扎得满是针眼，绣出来的东西还是不能入眼。后来风氏心疼她，也不再让她学了。横竖他们这种人家也不需要自己绣衣裳，
到时给他陪嫁几个得力的绣娘就好了。所以到现在，秦洛冉连只鸭子都不会绣。王妃好美啊！秦洛冉梳妆打扮好后，春慈忍不住赞叹。她一直知道自家王妃美，之前也看到过她身着凤冠霞帔的样子，但是那次和这些比好像差了点什么。认真盯着秦洛冉看了看，春慈总算知道原因了。上次在相府的时候，秦洛冉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嫁人的喜悦之情，眉宇间还充满了愁绪，加上大婚前几日又噩梦连连，精神状态也不好。若不是生了一张绝美的脸庞，怕是早就成了最丑的新娘。而今天则不一样，今天的秦洛冉笑容娇俏明媚，眉宇间散发的是幸福和喜悦，脸上还有几许娇羞，美得让人不敢直视，生怕看多了就被摄了魂魄。所谓的貌如天仙，倾城绝色也不过如此了吧。王妃本就美，现在更像天仙下凡。秋蝉帮秦洛冉扶了扶头上的步摇，也跟着赞叹道：是啊，难怪王爷如此着急。夏嫣也跟着打趣了一句。被自己的丫鬟当面如此赤裸裸的夸赞，秦洛冉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娇嗔了一句：你们几个今天莫不是吃了蜜？这小嘴怎么一个个的都这么甜？见秦洛冉害羞了，春慈几人都咯咯的笑了起来。只有冬英瞪着他那咕溜溜的大眼睛，认真的说道：王妃就是很美啊，美得不像人间女子，几个姐姐又没说错。秦洛冉，冬英你咋这么可爱？好了，你们几个别再打趣落了。风氏见秦洛冉羞得满脸通红，赶紧出来打圆场，然后对夏嫣道：去看看李王殿下来了没有。好的，夫人。夏嫣应了一声，一阵风似的出去了。夏嫣出去后，风氏屏退了屋子里的人，跟秦洛冉说提几话。洛儿，这夫妻之间过日子，难免会有磕磕碰碰。李王殿下虽然宠爱你，但是你也万不能随意耍小性子，夫妻之间要相互体谅，相互扶持，这样日子才能长久。秦洛冉知道风氏的心思，乖巧地点点头，应了句：知道了，娘亲。风氏拉着秦洛冉的手，看着她绝美的脸庞，不由得感叹道：洛儿，自打你回京，娘亲就一直担心你的婚事，现在娘这颗心总算能放下了。上天给了秦洛冉天仙一般的容颜，这是福也是祸。有了这副容貌，她可以什么都不做，就有人心甘情愿地把她想要的一切捧到她面前。但这样的一副容貌，也会引起男人的争夺，还会成为牺牲品。这几年离国内斗不止，边境也不太平，随时都有可能会开战。万一离国战败，秦洛冉绝对是要被送出去的。所以美貌可以说是秦洛冉无往不利的神兵利器，也可能是夺命的弯刀。没有足够的能力，是护不住她的。退一万步讲，就算她家的夫君有能力，但是若不是全心全意的对她，世道一旦开始乱起，她一样得不到善终。自古以来，为了利益献出自己的妻子的人也不在少数。之前秦洛冉回门的时候，虽说黎君燕的表现可圈可点，但是两人相知甚少，没有感情基础，谁知道以后会怎样。现在看到黎君燕如此用心的安排这一切，风氏的心才算是彻底落了下来。如果不是把秦洛冉放在心尖尖上，黎君燕根本没必要大费周章的搞这么一出。黎君燕有能力，有担当，品性也好，这样日后就算他们感情淡了，风氏也不担心他会薄待了秦洛冉。风氏的担忧秦洛冉自是知道的，轻易把头轻轻地靠在他的肩膀上，说道：你就放心吧，娘，女儿长大了会保护好自己的，也会保护弟弟，保护好襄府。洛儿啊，虽说李王殿下现在大权在握，但是那位不喜欢他，也忌惮他，早有了除他的心，加上其他想要夺权的皇子，李王殿下现在可以说是腹背皆敌，你们行事一定要多加小心，万不可叫人抓到什么把柄。这番话风氏说的语重心长，忍不住偷偷过来看看自己的女儿的情象，听了却忍不住皱了皱眉。第105章，我来娶你了。哎呦，我说夫人啊，这大喜的日子，你跟洛儿说这些做什么？秦相其实来了有一会儿了，听到下人说他的夫人和女儿在说梯句话，又只好站在外边等。他觉得都等了好半天了，这娘俩还没说完，这才打算进来看看。没想到一进来就听到自己的夫人在说这些，秦相差点绝倒。秦洛冉听到秦相的声音，并不觉得意外。上一次在襄府出嫁的时候，他的父亲也是趁人不注意去偷偷看他。他虽然不说，他却知道他比谁都不舍他嫁人。女儿见过父亲。秦洛冉站起来扶了扶。老爷，你怎么来了？秦相来了。风氏也站了起来，走到秦相面前，忍不住埋怨了一句：你先前不是答应我不过来的吗？怎地说话不算话呢？夫妻多年，风氏又怎会不了解秦相是什么人，知道他是不舍得女儿，埋怨了一句后也没再说其他。横竖这景云山庄里也不会有什么嘴碎的人。哼！秦相傲娇的把脸别到一边，我来看看自己的女儿不行吗？风氏见状无奈的摇摇头，行行行，现在看到了就赶紧走吧，一会儿李王殿下就要来了，哪有女儿出嫁父亲在闺房的？不说这个还好，一说秦相就忍不住数落自己的夫人，你还知道李王殿下一会就要来了呀？那你还在跟洛儿说那些有的没的做什么？
说完，看到风氏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了，又弱弱的加了一句：“要说咱们也换个时间说嘛，是不是？今天说这些不是扫兴吗？”秦相表示，他今天只想看着女儿顺利拜堂成亲，其他事情都往后放，天塌了也一样。夫人，王妃，王爷来了。风氏刚要说些什么，夏嫣就欢快的跑了进来。进来看到秦相也在，急忙扶了扶，见过老爷。秦相淡淡应了一声，看了一眼秦洛冉绝美的脸庞，拍拍她的肩膀：“洛儿这么漂亮，便宜李王那小子了。”秦洛冉知道秦相是舍不得自己，娇俏的说了句：“女儿就算出嫁了，也永远都是爹娘的女儿啊。爹爹若是不舍得，女儿以后经常回相府看你们，到时候爹爹别嫌女儿烦才是。”上次在相府的时候，因为黎君燕迟迟未出现，整个相府都没有一丝办喜事的喜气，秦相和风氏更是气得心情全无，都没有跟秦洛冉说些贴心话。这一次，他们是在把上一次欠缺的都要弥补回来。你永远都是相府的大小姐，为父怎么会嫌你烦呢？爹爹巴不得你天天回去。秦相听到自家女儿的话来劲了：“洛儿啊，你以后要是在李王府受了委屈，千万别自己躲着哭，回相府，爹爹给你做主，或者你让人传话给爹爹，爹爹过去也行。横竖咱们相府到李王府坐马车也就半个时辰，千万别嫌麻烦。”听到秦相的话，风氏哭笑不得，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哎呀，老爷，你这说的都是什么话？听听，这是当爹该说的话吗？谁家爹娘不是盼着自己的女儿嫁过去之后和丈夫和和美美？他倒好，3句话离不开受委屈，哭回家都什么跟什么呀。虽然他说的确实没错，但是在这个时候说真的不会觉得欠妥吗？换个时间不行吗？”被自己的夫人瞪了，秦相只好悻悻地闭了嘴，站到一旁。他不想回去后一个人睡书房，看着处处在为自己考虑的双亲，秦洛冉觉得眼眶有些湿润，像第一次出门那般跪在地上，朝两人磕了一个头：“爹爹娘亲，洛儿不孝，自此不能承欢爹爹娘亲膝下了，你们一定要多多保重。”这才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嫁人，那就一切都按照原本该有的样子来好了。好孩子，快起来，你能幸福就是爹娘最大的心愿。风氏亲自扶起秦洛冉：“相爷夫人，吉时到了，李王殿下的迎亲仪仗已经来了。”喜娘走上前行了一礼。喜娘是景云山庄里的一个姓高的管事嬷嬷办的，高嬷嬷虽然叫嬷嬷，但是年纪也不是很大，约莫也就是30出头，不过做事干脆利落，也很靠谱，一张嘴能说会道，平日里在山庄内名声也挺好，山庄里好几对小夫妻都是他撮合的。为了不让一些不必要的人知道，所以黎君燕就请了他来充当喜娘。去吧。风氏不舍得松开秦洛冉了的手，喜娘走上前接过春慈手里的大红盖头，为秦洛冉盖上，然后和春慈一起扶着他走到门外，一身喜服，意气风发的黎君燕也刚好走到门口。岳父岳母看到秦相和风氏，黎君燕并不觉得奇怪，朝他们拱拱手：“我来接洛儿了。”“走吧。”风氏含着泪挥挥手：“洛儿，我来娶你了。”黎君燕在秦洛冉耳边小声说了这么一句，然后一把抱起秦洛冉往外走。本来按照规矩，秦洛冉是应该由他的弟弟秦子清背上花轿的，但是现在秦子清正在青城山他外祖家的七路书院读书呢，虽说距离并不远，但是秦相和黎君燕相继告假，保不齐会有人多想。虽说都是事出有因，相府内现在也有秦相的替身在，但是如果秦子清再告假的话，就难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怀疑。而且明年秦子清就要下场参加科考了，他们也不想让耽搁他的时间，所以黎君燕就直接抱秦洛冉上花轿了。黎君燕骑着高头大马，后面跟着抬着秦洛冉的8台大轿，绕着景云山庄转了一圈，最后才在拜堂的正院前停下。景云山庄很大，加上他们的速度并不快，一圈下来也花了差不多2刻钟的时间。花轿停下，喜娘正要去扶秦洛冉，却被黎君燕抢了个先，一躬身直接将秦洛冉抱了下来。“殿下！”秦洛冉轻呼，绝美的面容掩在盖头下更加迷人。“我在。”黎君燕轻轻应了一声。到了正堂门口，黎君燕才放下秦洛冉，接过红绸，把一端递给秦洛冉，自己牵着另一端，2个人一起走进喜堂。一拜天地，礼官的声音响起，听到宫莫离的声音，秦洛冉有些意外，不过稍稍一想也就明白了黎君燕的用心。2拜高堂，2个人对着高座上宫贵妃的灵位一拜，夫妻对拜，2人相对一拜，送入洞房。黎君燕再次把秦洛冉打横抱起，朝新房走去。第106章，迟来的洞房花烛。黎君燕一口气把秦洛冉抱到喜房，像对待一件珍宝一样，小心翼翼地把她放到床上。跟在身后进来的喜娘丫鬟见此情景，无疑不在心里说一声：“李王殿下对王妃真好，请王爷挑盖头。”喜娘恭敬地说。黎君燕按耐住心中的激动，拿起一旁的杆秤，轻轻挑起了秦洛冉的盖头，感受到黎君燕炽热的目光。秦洛冉低下头，脸上不胜娇羞，看得黎君燕又是一阵心神荡漾。
请王爷和父王妃喝合卺酒。喜娘觉得自己在房间好多余，赶紧拿了2杯喜酒过来。黎君燕接过酒杯，把其中一个递给秦洛冉，两个人交着手喝下了杯中的酒。秦洛冉轻抿那甜酒，心里泛起一丝丝甜蜜。这一世好多事情都跟上一世不一样，或许他可以奢求一下。黎君燕的目光也更炙热了，好似下一刻就会把秦洛冉拆骨入腹一般。奴婢们先告退了。春赐他们在李王府待了这许久，岂会不知道黎君燕的心思，急忙拉着喜娘识趣的离开了，还很贴心的给两人带上了门。洛儿，从今以后你就是我黎君燕一辈子的夫人了。黎君燕坐到秦洛冉身边，伸手环住他的肩膀，一脸深情，眼里的温柔浓得快要溢出来。秦洛冉被他看得有些害羞，轻轻推了他一下，感情这段时间你没把我当你的王妃？怎么会？黎君燕亲了亲他的嘴角，没有跟你正式的拜过堂，总觉得心里不踏实。秦洛冉也不知道脑子抽了还是怎么的，听到黎君燕这样说，傻乎乎的来了一句，只是拜个堂，心里就踏实了。话一说出口，秦洛冉好想咬断自己的舌头。这些日子，黎君燕几乎天都要去冲冷水澡，他不是知道现在说这种话不是等于自寻死路吗？天啊，他去厨房找块豆腐撞死算了。洛儿，这是在邀请为夫吗？看着秦洛冉娇羞的面庞，黎君燕喉咙一紧，搂着他的手微微一用力，把他带到自己的怀里。凤冠上的流苏因为受力的原因左右摇摆，险些碰到了秦洛冉娇嫩的脸。黎君燕这才反应过来凤冠还没取，又急忙站起来帮秦洛冉把头上的钗环凤冠取下来，随意扔到一边，然后重新搂住秦洛冉，低头准确无误地攫住她的朱唇，柔软的触感，香甜的味道无疑不再吸引着她要更多。淡淡的龙涎香扑鼻而来，秦洛冉觉得有些微醺，一双纤细的手无意识地环住她的脖颈，直到秦洛冉快喘不过气来，黎君燕才放开他，看着他那娇艳欲滴的红唇，觉得有些口干舌燥，目光沉沉地看着他，用眼神询问他可不可以。黎君燕呼吸粗重，双目微红，眼神灼热，落在秦洛冉倾城绝色的脸庞上，眼里的欲望不加掩饰，但是只要秦洛冉说一个不字，他就绝不会再继续。他爱他，所以在他不是心甘情愿之前，他绝不会做令他生厌的事情。一辈子很长，他不着急。秦洛冉方才被他吻得晕乎乎的，现在又被他这样赤裸裸的看着，觉得脑子晕了，也不知听没听清楚他说什么，微微喘着粗气，胡乱点点头，一双水眸有些迷离的看着他，娇娇软软的说了一个听到秦洛冉嘴里那个微弱的恩字，黎君燕心下一喜，嘴唇再次压了下去，等再次把他吻得气喘吁吁，又放开他，片刻之后把头埋在他的脖颈处，一点一点往下。秦洛冉不自觉地嘤咛了一声，搂着他脖颈的手更紧了些。黎君燕大手一挥，纱帐层层落下，遮住了喜床之上的旖旎之景。片刻之后，喜服被一件件扔出红帐外。夜刚刚开始，翌日天才微微亮，黎君燕就醒来了，看着怀里睡得正香的秦洛冉，嘴角勾起了笑意，心中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踏实。怜惜地看了看怀中的人儿身上的吻痕，黎君燕在他额头轻轻上落下一吻，帮他拉好被子，就那样满脸温柔地看着他，上扬的嘴角就一直没下来过。心疼他出惊人事，黎君燕想让他多睡会儿，害怕吵醒秦洛冉，所以一直保持着一个姿势，一动不动。过了半个时辰左右，秦洛冉才嘤咛一声，悠悠转醒。秦洛冉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到黎君燕狭促的目光，想起了昨晚最后他的迎合，忍不住羞红了脸，把头埋进被窝里。洛儿身上每一处为夫都看过了，该做不该做的我们也都做了，还害羞呢。黎君燕心情大好，俯身亲了亲他的嘴角。秦洛冉最听不得黎君燕说这些没羞没臊的话，当即伸手在他的腰上狠狠掐了一下，娇嗔地瞪了他一眼，恶狠狠地道：你闭嘴。却不知他这样一动，被子就滑落了，被子下的娇躯又是为着寸缕，看得黎君燕又是一阵口干舌燥，双手又不安分起来。不要，我好累。秦洛冉按住黎君燕不安分的手，虽说没有公婆需要敬茶，但是他父亲母亲还在呢，青天白日的这样，他不要脸，他还要呢。没事，岳父岳母一早就回京了。黎君燕岂会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反手握住他的手，凑到他的耳边低低的道：舅舅也有事去西北了，现在这锦云山庄只有我们俩，所以不用担心那些有的没的，办正事要紧。黎君燕的声音充满了浓浓的情欲，低低的，还带着一丝暗哑，又酥又撩，听得秦洛冉感觉浑身一震，身上所有的力气都被抽走了一般，瞪着一双湿漉漉的水眸做垂死挣扎。可是我真的好累，也好饿。秦洛冉不这样看着他还好，一这样看着他，黎君燕就瞬间理智全无。为夫也饿。黎君燕意味不明地说了这么一句，然后在秦洛冉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欺身压了上去。昨夜念及是他的初次，没敢多要，可是一次怎么够？第107章，断了他第3条腿。秦洛冉和黎君燕在锦云山庄待了3天，这3天，黎君燕食髓知味，
缠着秦洛冉不知疲倦地索取。虽说黎君燕每次都会顾及他的感受，但是这一天天的没个度，秦洛冉还是觉得自己消受不了。把黎君燕赶出房门，饱饱的睡了一觉之后，带着春慈他们回京了。因着这几天被黎君燕折腾得太狠，一路上秦洛冉一直像防贼一样防着他，不管黎君燕如何撒娇装可怜，就是不让他近身。最后实在嫌他烦，直接把他赶出了马车。回到京城后，黎君燕隔天去上朝，就跟景兴帝提出了要去皇陵祭拜宫贵妃的事。果不其然，如秦洛冉猜想的那般，景兴帝听到黎君燕的请求之后，皱了皱眉，考虑再三后还是同意了。不过景兴帝终究不放心黎君燕和秦洛冉，派了御林军副统领姜文带了一队御林军跟着去，美名其曰保护黎君燕夫妇。其实他究竟安的什么，心明眼人都知道。不过黎君燕和秦洛冉并不在意，一队御林军而已，若是真的动起手来，根本不够看。再说他们又不是去搞事情，真的只是想去祭拜一下宫贵妃。至于别的事情，就算要做也不会在皇陵做，只要宫贵妃一天躺在那里，他们就一天不会扰了皇陵的清静。离国皇室的皇陵在距离京城80里外的龙居山上，由于人太多，速度快不起来，所以尽管一大早就已经从京城出发，等到龙居山的时候，太阳也落山了。一行人只好在山下的行宫休息一夜，第二天再上山。龙居山是埋葬皇族亡灵的地方，所以方圆50里内没有任何村镇存在。但是皇族中又每年都会有人来此祭拜先人，皇帝皇后也会偶尔来，所以便在山下修建了一座行宫，以供来人休息。你们黎家的祖宗倒是挺会享受的嘛，一个皇陵山脚下的行宫也建得如此富丽堂皇。在行宫安顿好以后，秦洛冉看着华丽丝毫不输京城皇宫的行宫，不由得感叹道。黎君燕闻言嗤笑一声，王妃这话可是冤枉黎家的祖先了，如果没有我的那位好父皇，这里只是比一般客栈好一点的歇脚的地方。景兴帝喜好奢华，吃穿住行无一不精良上乘，去年带着后宫嫔妃来皇陵拜祭，还特意命人把这座行宫修缮了一番，所以就有了现在富丽堂皇的样子。还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一个几年不来一次的行宫，还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得如此富丽堂皇，而边境的战士一个月都吃不上一次肉，大部分底层士兵更是连冬天换洗的棉衣都没有。黎君燕的西北大军还稍微好一点，黎君燕手里有钱，时不时会让他们加顿荤腥，过冬的衣服也是每人手里2套。西北苦寒，若是穿不暖吃不饱的话，敌人来了都不用打，不战自溃，所以这样的人不配坐在那个位置上。黎君燕从身后环抱着秦洛冉，把下巴搁在他的肩膀上，闻着他身上独有的馨香，觉得无比心安。秦洛冉认同地点点头，没错，那样的人只配躺在龙居山上。王妃说的没错，也是时候加快动作了。两人就那样拥着站在窗前，看着不远处黎家祖先安息的龙居山，轻飘飘地说着大逆不道的话。宫贵妃的死和宫家的灭亡都是景兴帝一手促成的，还有自己小时候过得猪狗不如，也是景兴帝授意默许的。所以要问这世上谁最恨景兴帝，自然非黎君燕莫属。好啊，不过我们背后推黎君行和祝皇后一把就行了。上一世景兴帝也是被黎君行和祝皇后下毒毒死的，算一下，景兴帝现在应该已经中毒了，不过毒量较轻，暂时还发现不了什么。上一世祝皇后和黎君行做得很隐秘，皇帝到最后死的时候也没有怀疑他们，反而祝皇后还把这事儿嫁祸给了当时在朝臣中口碑名声不错的五皇子的生母贤妃，借此除掉贤妃和五皇子。黎君行和祝家那么丧尽天良，不背上弑君弑父的名声，可惜了。和秦洛冉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黎君燕心情愉悦地亲了亲他的发顶，温声道：“都听王妃的。”什么叫都听我的？搞得好像你不是这样想的一样。秦洛冉嗔了他一眼，他发现自从和黎君燕圆房后，黎君燕真的是越来越没有正形了。是，王妃说的是。黎君燕宠溺地亲亲他的眼睛。王妃觉得我们是直接把祝茂勋的人头给祝尚书送过去呢，还是先把他的胳膊腿送过去？祝茂勋在江南收罗童男童女，准备训练了之后送去供人取乐，以图帮黎君行拉拢人脉。黎君燕的人暗中将那些孩子救了下来，对祝茂勋还一直未动真格，也是时候给黎君行和祝皇后上道开胃菜了。提到祝茂勋，秦洛冉想起了青柳村的事，眼里闪过一丝厌恶，深呼了一口气，道：“把他第3条腿断了，送去给祝尚书。这种丧尽天良的人，怎么配死得痛快呢？不受尽折磨，怎么对得起那些被他残害的人？他不是喜欢糟蹋女子吗？那他就让他变成太监，看他还怎么糟蹋。好，都听王妃的。”黎君燕虽然不知道秦洛冉为什么会这么厌恶祝茂勋，不过既然秦洛冉开口了，那就按他的意思办。他的王妃心地这么善良，能让他如此厌恶，肯定还做了许多惨无人道的事。既如此，那就必须死，而且必须不得好死，不受尽18般酷刑都不能咽气。想到这里，
黎君燕打了个响指：“子车。”殿下。一个一身黑的男子从暗处走了出来。子车是黎君燕身边最得力的暗卫，武功也最高，保护黎君燕是他唯一的职责和使命。除非黎君燕发话，不然只要出门，绝对不会离黎君燕超过5步以上。黎君燕把玩着秦洛染的秀发，漫不经心地问道：“刚刚王妃说的都听到了吗？”“听到了。”子车点点头。“速速安排人去办，本王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听到消息。”是。子车拱拱手，转身退下。“等一下！”黎君燕喊住子车，招招手示意他走近一些，然后对他耳语了几句。子车听了之后，只感觉一阵毛骨悚然和恶寒，不过还是恭敬地应了一声，之后下去安排了。以后惹谁都不要惹他们家王爷啊，不然他绝对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的。你跟子车说了什么？第108章暴饮暴食伤身。你跟子车说了什么？秦洛染看着匆匆离去的子车问道。他很好奇，黎君燕到底说了什么，让子车这样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都感到恶寒。想知道啊？秦洛染点点头。黎君燕没说话，指指自己的嘴唇，意思很明显。哼！秦洛染才不吃他那一套，用力跺了他一脚。爱说不说，回头我去问子车。这些日子他几乎每天都是扶着腰下床的，他还不知道他吗？这个时候他只要主动亲他一下，就不是简单的亲一下的事情了。秦洛染怀疑黎君燕是饿狼投生，不然怎么会一逮着机会就想这种事情？虽然理解他洁身自好这么多年，可能憋坏了，但是也不能这样暴饮暴食啊！纵欲伤身啊，不对，暴饮暴食伤身啊！秦洛染刚在心里把黎君燕数落了一遍，嘴巴就被堵住了。黎君燕把秦洛染转向面对自己，她在他娇嫩绵软的唇上贪婪地吸吮着，那香醇甜蜜的味道让他沉迷，忍不住想要更多。殿下恩不可以。秦洛染沉浸在他的温柔里，好半天才找到机会说了一句不完整的话。行宫外不远处就是黎家祖先安息的地方，他们若是在这里做这种事的话，岂不是对先人不敬？别的不说，宫贵妃还在上面呢，他们可是专门来祭拜她的。我知道。黎君燕喘着粗气说了这么一句，嘴唇又再次压了下去。不可以吃肉，那他喝点汤行不行？他撬开他的背齿，舌头探入他温热相附的小嘴。秦洛染轻轻地喘息了一声，似乎想要躲避，后脑勺还是让他紧紧地按住了。黎君燕痴迷般吸吮着他口中香甜的馨香，终于寻到他细嫩的丁香小舌，舌头不顾一切地与他的舌头交缠着，舔舐着，丝毫不放过任何一个柔软滑腻的角落，像是要把秦洛染拆骨入腹一般。良久，黎君燕才喘着粗气放开他。不能再继续了，再继续就要失控了。此时的秦洛染已经无力瘫倒在他怀中，双眸泛着雾气，双颊晕红，气喘吁吁，小手还紧紧地抓着他的衣服。见此，黎君燕身子一僵，险些又再次失去理智。黎君燕觉得自己中毒了，中了一种叫秦洛染的毒，它对他来说就是致命的毒药，让人沉迷其中，无法自拔。过了半晌，秦洛染眼里恢复了清明，想到自己刚刚又一次沉醉在了黎君燕的温柔里，懊恼地推开他，自己却因为身体失重，再次跌落在黎君燕的怀里。王妃这是投怀送抱。黎君燕接住他的身体，凑到他耳边低低地说道，看着他刚刚经过自己的滋润，娇艳欲滴的嘴唇，小腹一热，头再次低了下去。秦洛染就在黎君燕的怀里，两人的身体紧紧地挨着，黎君燕身体的变化，秦洛染又怎会不知道？所以在黎君燕的嘴唇再次碰到他之前，猛地推开了他。黎君燕，我警告你，你再乱来，这个月就都别想再踏进揽月阁半步了。真是的，明知道不能真的做些什么，还这样，非要弄得两人都不舒服。洛儿黎君燕开始装可怜。哼！秦洛染跺了他一脚，转身朝房间走去。看着连生气都如此可爱的秦洛染，黎君燕宠溺的笑笑跟了过去。秦洛染一进屋就砰一声关上了门，猝不及防，黎君燕若是反应慢一点，就被砸到鼻子了。洛儿，魏夫还没进去呢。我知道啊。秦洛染把门插上，拍拍手，这行宫房间这么多，殿下去别处睡吧。我错了，洛儿你开门让我进去。为了晚上能抱着自己香香软软的王妃睡觉，黎君燕二话不说，干脆的认错。只可惜秦洛染不吃他这一套，殿下要是不去，那就在门口待着吧，全当为我守夜了。看到窗子还开着，谨防他一会儿走窗子，秦洛染走过去，连窗子也关上了。黎君燕闻言失笑，魏夫睡你身边，不是能更好的保护你吗？不需要。秦洛染说完，走到床边，脱了外衫鞋袜，上床，拉上被子，不再理会门外的黎君燕。洛尔王妃夫人黎君燕在外面喊了几声，没有得到一丁点回应，只好悻悻地走了。听到黎君燕离开的脚步声，秦洛染轻哼了一声，闭上眼睛睡觉。躺在床上还一会儿，秦洛染才反应过来，刚刚黎君燕那么一闹，他便宜被占了个净，黎君燕还是没告诉他，他刚刚跟子车说了什么。真是男色误事啊！
秦洛冉懊恼地拉上被子蒙头，心里暗暗发誓，下次一定不能再让受他迷惑了。黎君燕走到院子里，林叔和林鹏看见他，都不约而同地往阴暗处挪了挪，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李王殿下惹不起，平时不苟言笑的李王殿下惹不起，欲求不满的李王殿下更惹不起。黎君燕淡淡地看了他们一眼，留下一句保好王妃，就消失不见了。1个时辰后，黎君燕带着一身水气进了秦洛冉的房间，看着床上秦洛冉安静的睡颜，黎君燕的眼神不自觉地温柔了几分，动作轻巧地脱了衣服鞋袜，躺在他身边，再轻轻地把秦洛冉揽进怀里。你回来了。熟悉的味道入鼻，秦洛冉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了黎君燕一眼，又重新闭上眼睛，还往他怀里拱了拱。拱着拱着，秦洛冉突然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儿，以为是自己错觉，又凑近他嗅了嗅，虽然很淡，细闻之下还有淡淡的香味做掩盖，但是的确是血腥味没错。这一下秦洛冉的瞌睡一下子就没了。你受伤了？说着坐了起来，做事要检查黎君燕的身体。我没受伤。黎君燕拉着秦洛冉重新躺下，爱怜地亲了亲他的额头，心里满满的幸福。那你身上的血腥味儿从哪儿来的？秦洛冉表示不信。第109章，一个秦洛冉足以弥补所有缺憾，应该是不小心沾染上了别人的。黎君燕没想到秦洛冉的嗅觉这么灵敏，他都已经洗过澡，特别处理过了，他还能闻出来。要是别人的，你洗过澡又熏了香，我怎么可能还闻得出来？秦洛冉挣开黎君燕的怀抱，重新坐起来，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如果不说实话，就出去吧。真是的，他到底知不知道他会担心？黎君燕闻言无奈的笑笑，也坐了起来。嗨，王妃太聪明，也完全是好事啊，比如这种时候糊弄不了啊。伤到哪里了？看着生气的秦洛冉，黎君燕乖乖的把衣服拉开，露出受伤的左臂。黎君燕的左臂被刺了一剑，伤口不大，但是有些深，好在没有毒，也没有伤到经脉。秦洛冉见状才放下心来，下床找到药箱，拿出自己特制的伤药，换人打了热水进来，重新给他上药包扎。黎君燕为了不被他发现，洗了澡，熏了香，伤口没处理好，为了避免发炎，他还是给他重新处理一下。辛苦王妃了。看着在认真给自己处理伤口的秦洛冉，黎君燕突然想起他们第一次见面，他也是这样认真的给他处理伤口，不过那时候他的眼里只有冷静，没有柔情，更没有担忧。现在不一样了，秦洛冉的眼里充满了浓浓的担忧和心疼，还因为他受伤生气。这些年他受伤的次数不计其数，好几次还与死神擦肩而过，从来没有人会因为他受伤而心疼。秦洛冉是第一个。黎君燕突然觉得上天待他也不算太薄，没给他父母，还让他受尽了人间苦楚和屈辱，却又把秦洛冉送到他身边。一个秦洛冉足以弥补他所有的缺憾，哪有李王殿下辛苦，大半夜还去忙活，也不说一声。秦洛冉说着用力一按，然后毫不意外地听到了黎君燕倒吸凉气的声音和夸张的喊痛声，撕痛痛痛。秦洛冉轻哼一声，拿过布巾给他细细包扎好。我以为李王殿下是金刚之躯，不会痛呢。洛儿你生气了？左一句李王殿下，右一句李王殿下，可不就是生气了吗？不然秦洛冉一般都是娇娇软软的叫他殿下，小脾气上来的时候就直接喊他黎君燕。这喊李王殿下还是第一次，还是用这种凉凉的口气，这一下可是真的生气了，还是不好哄的那种。不敢，李王殿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可以以一敌百，令人闻风丧胆，不战自溃。洛冉只是一介小小弱女子，怎敢生你的气？完了完了，这一下是真的生气了。黎君燕苦笑一声，伸出右手把他揽入怀中，柔声道：我错了，下次不会了，别生气了好不好？下次？黎君燕不说下次还好，一说秦洛冉更生气了。你还想有下次？我看你干脆死在外面好了。不，再也没有下次了，这是最后一次，我保证。意识到自己说错话，黎君燕急忙改口。秦洛冉没理会他，拨开他的手站起来，把东西收拾好，然后上床，拉上被子，闭眼睡觉，全程没有多看黎君燕一眼。黎君燕用掌风灭了灯，钻进被窝，长臂一伸，把秦洛冉揽进怀里。不想出去自己睡就放开。秦洛冉说着用力挣了挣，黎君燕的手紧紧地搂着他，他用了最大的力气也没挣开。不放。黎君燕把他紧紧地搂在自己的胸前，别生气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我以后上哪儿都给你报备好不好？秦洛冉不是生气他受伤，而是生气他出去没跟他说，让他担心了。他没跟他说是不想让他担心，没想到不说才是更让他担心。但是今晚的事情他必须亲自去。那你告诉我，你今晚去做什么了？秦洛冉的声音闷闷的，他本是想一晚上都不再理他的，但是他这样三番两次放低姿态认错，他又心软了。那你答应我不再生气了，不说就出去。
黎君燕的手松了些，秦洛冉翻了个身背对他。黎君燕这人没脸没皮，还容易上脸，他才不要惯他。我刚刚去给拓跋英净身去了。怕秦洛冉真的生气，黎君燕摸摸鼻子，把事情说了出来。谁？拓跋英？秦洛冉翻过身来看着黎君燕，他不是2天前就启程回赤岩了吗？说到拓跋英，就要从黎君行和柳妍希大婚的那天说起。拓跋英那天在太子府看了秦洛冉一眼之后，就对他起了色心，想要把他占为己有，当场就让手下狄州去打听。狄州是打听出来了，结果还没来得及跟他说呢，就被秦洛冉给弄死了，还连尸体都没找到。拓跋英没等到狄州回去之后，也迟迟没见他，发了好大的火，一边让人去找狄州，一边让人去打听秦洛冉的消息。秦洛冉是京城第一美人，想要打听她并不是什么难事。很快拓跋英就知道了秦洛冉的身份。本以为他知道秦洛冉是黎君燕的王妃之后会打消心中的想法，毕竟黎君燕不好惹，跟赤炎还是死敌，美人再怎么样也没性命重要。可是拓跋英这人吧，天生反骨，越是不能做的事情越要做，因为他觉得这样很有挑战性，敢于挑战才像一个男人。这些年手握赤炎国的大权，性子也有几分唯我独尊，想要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所以尽管知道秦洛冉是黎君燕的王妃，他依旧没有死心，一直在想办法要怎么把秦洛冉弄到手，甚至还勾结上了黎君行，打算从柳妍希身上下手。柳妍希听到黎君行让他找个由头邀请秦洛冉到太子府的时候，对黎君行的厌恶真的是到了极点，当天就给黎君行的药加了料，又偷偷瞒着太医给他准备了他喜欢吃又不能吃的大菜。结果就是黎君行这段时间的身体白养，身上的各种不适，让他暂时没精力有别的想法。而这边拓跋英也接到赤炎传来的加急信，再不甘心也只能打道回府。毕竟比起美人，江山更重要。有了江山，什么样的美人得不到？再说秦洛冉也一时半会跑不了，他还有机会。明面上拓跋英确实2天前就走了，不过半路又折了回来。黎君燕冷笑一声，他本来打算让他完完整整的走到边境的，不过他既然要回来送死，那他只好成全他了。就知道这人没这么老实的离开，他折回来做什么？第110章，天塌下来给你顶着。拓跋英此人无利不起早，能折回来做什么？黎君燕微微冷笑，自然是折回来和黎君行密谋一些见不得人的事。京城人多眼杂，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有些事自然是要到这荒郊野岭来才方便。与拓跋英密会的人不会是姜文吧？黎君行因为大婚那天的事被景兴帝打了30大板，现在还躺在太子府养伤呢。姜文是黎君行的人，黎君燕出去的时间也就1个时辰左右，推测他们见面的地方离行宫不会太远。龙居山附近机关重重，一般人可不敢来，所以只有姜文最合适。王妃真聪明。黎君燕亲了亲秦洛冉的额头，不过本王真的很好奇，王妃到底是如何得知姜文是黎君行的人的？虽说对于秦洛冉知道一些很秘密的他已经不觉得奇怪了，但是姜文是黎君行的人这件事，他也是刚刚才知道的。姜文藏得很深，估计黎君行不是最近连连受挫，他的人又折损了不少，也不会现在动用他。姜文是能被提拔为御林军副统领，自然是祖宗8代都被查得清清楚楚的，不然哪个帝王敢把一个有2心的人放在身边？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秦洛冉知道黎君燕肯定会好奇，或者说是起疑，不过他并未打算解释，也无从解释，佯装调皮的吐吐舌头，猜的。或许有一天他会对黎君燕说出一切，但是不是现在。王妃真聪明。黎君燕在心里叹了一口气，紧了紧抱着秦洛冉的手，温声道：洛儿，我知道你心里藏着秘密，这个秘密让你很痛苦，你不愿意说，我也不会逼你，但是你要记住，你如今不是一个人了，你有丈夫，你的丈夫可以给你依靠，天塌下来他能给你顶着，你捅破天他也能给你兜着，不管什么事你不用一个人扛，我会一直都在。听到黎君燕的话，秦洛冉心里一怔，鼻子一酸，一行清泪慢慢从眼角缓缓滑落。过了半晌，秦洛冉哽咽着说了一个好。睡吧。黎君燕低头吻去他脸上的泪痕。翌日天才微微亮，秦洛冉和黎君燕就双双醒了过来。黎君燕是因为习惯使然，秦洛冉则是因为换了地方不习惯。在丫鬟的伺候下洗漱完，用了早膳，带上祭拜要用的东西，就出了门。行宫外，林殊和林鹏早已备好马车，御林军也早早的等候在了一旁，就是不见姜文的身影。你昨晚不会把姜文给弄死了吧？秦洛冉环视了一周，小声问道。怎么会呢？黎君燕笑笑，他可是父皇眼前的红人，好心来保护我们，怎么能不明不白的死了呢？要死也要死在阳光下，不然他们多麻烦。两人正说着，姜文就从里面出来了，似乎很意外秦洛冉和黎君燕会这么早出门，看了一眼黎君燕的左手，低头眼下眼中的思绪，走到两人面前拱手行礼，见过李王殿下，见过王妃娘娘。黎君燕看了一眼姜文明显不敢用力的右手，
讽刺道：“江统领平日里在宫里也起这么晚吗？”殿下恕罪，末将刚刚有事耽误了。姜文躬身请罪。那江统领还真是忙呢。黎君燕说完，一把抱起秦洛染上了马车，待两人坐好，林叔喊了一句：“走！”马车便缓缓朝龙居山走去。约莫2刻钟之后，马车在龙居上山脚停了下来。龙居山高耸入云，三面都是峭壁，皇陵建在半山腰处，只有一条上山的路，而且只能步行，马车上不去。黎君燕扶着秦洛染下了马车，就看到姜文准备了2顶软轿，让人抬了过来。李王殿下，山路难走，末将为您和王妃准备了软轿。其实姜文此举是真的为2人考虑，尤其是为秦洛然考虑。龙居山高耸入云，峭壁陡立，上山的阶梯一眼看不到头，他们这种身强力壮的人爬上去都得费一番力气。秦洛染一个娇滴滴的闺中女子就更不用说了。再者，要是秦洛染因为山上途中出了什么意外，他们少不了要被牵连受罚。不过显然黎君燕并不领他的情，凉凉的说了句：“江统领若是觉得这龙居山你爬不了，就自己做吧。”说完，牵着秦洛染的手率先朝上山的台阶走去。姜文只好挥挥手，让人把软轿撤下去，对他的心腹魏南交代了几句，自己也赶紧跟了过去。老大，你看昨晚那人会是李王殿下吗？魏南安排好姜文吩咐的事后，追上了姜文，看了看走在最前面的黎君燕和秦洛染，小声问道：“不好说。”姜文摇摇头，看身形确实有些像，不过昨晚那人是个左撇子，而且也受了伤。你看李王殿下像受伤的样子吗？而且他明显不是左撇子。魏南闻言，又偷偷看了一眼黎君燕，也许他装的呢。他刚刚会不会是故意抱李王妃上马车？这就不好说了，多留心一些。姜文说完，和魏南拉开了距离。秦洛染向后瞥了一眼，你说你刚刚抱我上马车，会不会让姜文打消对你怀疑？他怀疑才好呢，这样也省得我们先动手。姜文只要怀疑他是昨晚的人，就会想办法在路上杀了他们。不然，若是被他的好父皇知道他背叛了自己，就不是丢命的事了。不但要被诛9族，还要受千刀万剐之刑，届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还要赔上整个家族。所以，哪怕只有1/1000的可能，姜文也会选择对他们动手。横竖他的好父皇也早就想出了他，若是成功的杀了他，说不定还能得到他的好父皇的奖赏，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若是失败了，也不过是提前几天死罢了，还不会连累家族。听了黎君燕的话，秦洛然了然地点点头。殿下说的是，不过你的手真的没事吗？说起来，黎君燕的左手也是真的惨，每次受伤都是他。不妨事。黎君燕说完，抬头看了看不见尽头的台阶，一只手揽着秦洛染的腰，用轻功带着他朝山上掠去。几个起落间，已经不见了2人的身影。第111章拜祭宫贵妃。姜文见状，急忙带着人追了上去。黎君燕和秦洛染来到皇陵门口，拿出圣旨，守灵的侍卫看了之后，让他们交出身上的兵器，才开门让他们进去。连秦洛染头上那根尾部稍微尖锐一点的簪子都不让带进去。秦洛染也很爽快，拔下来递给守门的侍卫，一会儿不用还了，赏你了。说着，又从袖袋里拿出几张银票递过去。你们常年在此守护黎家祖先，也辛苦了，这些银子拿去，有机会买酒喝。多谢李王妃赏赐。侍卫恭敬地接过银票，然后后退一步，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李王殿下请，王妃娘娘请。对了，一会儿我的丫鬟上来了，还请小哥放一下行。这侍卫听到秦洛染的话，有些为难。王妃娘娘，皇陵乃皇家先祖安息之地，闲杂人等不许进去的。这样子啊？秦洛染好像第一次知道一样。那一会儿就麻烦小哥帮忙把东西给我们送进去一下。这，放心吧，都是些给贵妃娘娘准备的祭品。你若不放心，一会儿好好检查一番便是。秦洛染说完，又是一张银票塞过去。那侍卫看着手里几张面额不小的银票，点点头，谨遵王妃娘娘吩咐。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啊！秦洛然赏赐的这几张银票够他守几辈子的皇陵了，虽然回头还要跟别的兄弟分一分，但是也不少了。再说了，只是帮忙送点东西，应该不妨事的。秦洛人和黎君燕相携进了皇陵的大门，在2个小太监的带领下，朝宫贵妃的坟墓走去。2人都没有注意的是，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一个在打扫卫生的小太监看了他们一眼，等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后，不着痕迹地退下了。因着宫家的关系，宫贵妃并没有像其他的贵妃皇后一样葬在地宫里，而是葬在外面的山坡上。在离国，品阶在贵妃以上的妃子，包括贵妃、皇贵妃、皇后、太后以及太皇太后，按照祖制是要葬在地宫里的。除了特殊情况，比如宫皇贵妃这种从进宫到难产而死，从头到尾都是景兴帝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景兴帝又怎么会让她葬在地宫里？若不是怕吃相太难看，被天下人诟病，景兴帝早就随便找个山头把宫贵妃给埋了，哪里还会把她葬在皇陵？当然，除了品阶在贵妃以上的，
还有帝个别帝王的宠妃，帝王也会特别下令让她葬在地宫。宫贵妃怕是有史以来最特别的存在了，顶着贵妃、宠妃的头衔，结果还是没能入地宫，甚至连一般妃子都不如。不过这样也好，自己在外面清清静静，省得过几年还被景兴帝和他的妃子打扰。两人一路无言地跟在小太监的后面，到了宫贵妃的墓前。宫莲寒虽然贵为贵妃，不过她的坟墓修得很普通，跟一般大家族的正室夫人的坟墓的规格并无差别。说不是上面写着贵妃宫莲寒之墓几个字，压根儿就看不出来这是一个贵妃的坟墓。小太监把他们带到之后就躬身退下了。你那个好父皇还真是让人无语啊。看着宫贵妃墓前刚被处理过的杂草和明显才放在墓碑前不久的香烛等祭品，秦洛冉再次刷新了对景兴帝的认知。黎君燕的母妃好歹也是贵妃，宫家的祖先也是为黎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宫太傅更是辅佐了2代君王，劳苦功高。就这样，连宫贵妃死后该有的体面也不给，她不是一向都如此吗？黎君燕蹲下身子，把宫贵妃墓前的香烛等物全部拿开，扔到一边。刚好这时，之前那侍卫也提着他们带的东西来了。李王殿下，王妃娘娘，这是您2位要的东西。有劳了。秦洛冉接过篮子，从里面拿出一块布巾，细细地擦起了宫贵妃的墓碑。两人把宫贵妃的墓重新打理了一遍，把香烛等祭品拿出来一一摆好，然后齐声跪在宫贵妃的墓前叩首。娘亲，孩儿不孝，这么多年都没能来看您。黎君燕不愿意称呼宫贵妃为母妃，在她的心里，宫贵妃只是她的娘，并不是景兴帝的妃子。一个妃字让宫贵妃终身不幸，早早香消玉殒。宫贵妃生下黎君燕就死了，宫里关于她的画像也全部都被毁了。黎君燕可以说是对她一点印象都没有。若不是后来有善丹青的宫家中仆画了几幅，黎君燕这辈子恐怕连自己的母亲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宫贵妃怀孕后，景兴帝和祝皇后等人没少在她身上下功夫，结果她还是把黎君燕平安的生了下来，还在吃人不吐骨头的深宫中给黎君燕安排好了中仆。在深宫中待过的秦洛冉自然是知道这有多艰难的。宫贵妃其实是一个很聪慧的女子，她心里门清，只不过当时那种情况已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境地了。能在那种四面楚歌的境地保护好腹中的黎君燕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娘亲，孩儿如今已经成家立业，她是秦相的嫡女秦洛冉，她和娘亲一样漂亮贤惠，是这世间最好的女子。黎君燕说着看了秦洛冉一眼，接着道：娘亲，孩儿如今已能自保，也能保护好自己的妻子，你在那边不用担心孩儿。秦洛冉上了3炷香，儿媳洛冉见过母亲，母亲放心，不管未来的路有多难走，洛冉会一直陪着殿下的。因这是第一次来拜祭宫贵妃，两人在宫贵妃墓前跪了许久，说了许多话。此时皇陵里一个偏僻的小院的，方才那扫地的小太监正站在一个白发白衣的男子身后，说着自己刚听到的消息。黎君燕，他这个时候来皇陵做什么？我那个好皇兄居然会同意，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男子听完太监话皱了皱眉，一开口尽是讽刺。听说是带他的王妃来祭拜宫贵妃。小太监恭敬地道。男子闻言沉默了良久，叹了一口气，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眼都这么多年了呀，孩儿的儿子都娶了王妃了。王爷，我们要不要？小太监的话没说完就被男子阻止了，下去好好盯着外边，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此事我自有安排。是。小太监应了一声，恭敬地退下了。第112章，荣王叔还打算在这里继续住下去吗？姜文站在宫贵妃的坟墓不远处，等着黎君燕和秦洛冉，等了好半天，两人就是跪在那里不动。姜文心里着急，但是也不好去催。他现在是越来越怀疑昨晚的袭击他们的人是李王殿下了。如果李王殿下把昨晚的事情抖出去，他必定死路一条。退1万步讲，就算他不说出去，那么他必定以此为要挟，要他为他做事。他已经背叛过一个主子了，怎能再背叛第2个？再说，为了太子殿下，还有皇后娘娘，他也绝对不能对黎君燕倒戈相向。既然如此，那李王夫妇就必须死了。姜文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定，并开始在脑子里思索要在哪里动手比较好。殿下，你说姜文会在哪里动手？秦洛冉瞟了姜文所在的方向问道。黎君燕嗤笑一声，让他想吧，反正过了今天，他也没机会再用他脖子上的那东西了。不管姜文是黎君行的人，还是他的好父皇的人，他今天都必须死。就算没有昨晚他密会拓跋英的事，他也没打算让姜文活着回京。不能为他所用的人，没必要留着。殿下说的是。秦洛冉听到黎君燕的话，莞尔一笑，他们的想法总是这样不谋而合。看了看天色，拉着秦洛冉给宫贵妃磕了一个头。娘亲，今日天色不早了，孩儿和洛儿先回去了，我们改天再来看您。我们走吧。秦洛冉扶着黎君燕的手站起来，主动挽着她的手，一起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王爷，王妃。
姜文看到两人过来，躬身行礼。黎君燕没理会他，牵着秦洛染径直从他面前走过。看着对自己视若无睹的黎君燕夫妇，姜文心中暗恨，眼中闪过一丝狠戾。自从他坐上御林军副统领的位置之后，不管朝臣还是后妃，哪个不是要给他3分面子？黎君燕一个被皇帝厌弃，还要想方设法的弄死的皇子，居然3番2次落他面子，还无视他，那就不要怪他心狠了。姜文紧紧地攥了攥拳头，收起心绪跟了上去。突然，不远处一道黑影一闪而过。出于本能，姜文说了一句：“王爷王妃小心！”就追了过去。黎君燕把秦洛染护在怀里，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突然，一个飞镖直直地朝他们飞过来。黎君燕一抬手，稳稳地用2个手指接住飞镖，取下上面的字条，看清楚上面的内容后，掌心微微用力，把手里的字条化成齑粉。殿下，我们要过去吗？秦洛染自然也看到了字条上的内容。去，当然要去。黎君燕神色不明地看了一眼某个不起眼的角落，没想到这皇陵也挺有趣，人家都亲自邀请了，我们不去一下也不太好。那走吧。对于黎君燕的决定，秦洛染自然是支持的。两人七拐八拐，避开皇陵的守卫和工人，来到一处偏僻又荒凉的院子。看着地上横七竖八的断枝和有些腐烂的树叶，以及周遭那些野蛮生长的花草树木，秦洛染觉得好奇怪，皇陵里居然会有这么一个荒凉的院子。谁知道呢？我们再往前走走。黎君燕朝四周看了一眼，小心谨慎地牵着秦洛染的手往院子里走去。院子并不大，不一会儿，两人就走到了尽头。看着墙上那道破旧的木门，两人对视了一眼，正考虑要不要进去，就听到门里边传来了一道浑厚的男声：“既然来了，就进来喝杯茶吧。”吱呀，黎君燕推开那道破旧的木门，映入眼帘的是和他们身后截然不同的一个院子。院子里干净整洁，打理得井井有条，花草树木也修剪得整整齐齐，一片芍药正争相开放。芍药的尽头是几间茅草屋，屋前有2棵桃树，一个白衣白发的中年男子正坐在桃树下泡茶。听到脚步声，白发男子抬头看了一眼，想不到你小子胆子挺大的嘛，在这机关重重、人生地不熟的皇陵，也敢空手带着自己的王妃过来。荣王叔过奖了，侄儿自然是确定您没有敌意才过来的。说话间，黎君燕和秦洛染已经走到了白发男子面前，见过荣王叔。若是他有敌意，刚才的飞镖就不是那样毫无杀伤力的飞过去了，更别说还是一个断了头的飞镖。再想想，这皇陵除了那些侍卫工人，还有谁在？确定没有危险，他才敢带着秦洛染过来的。不然，秦洛染在，他是不会带着他以身犯险的。不愧是孩儿的儿子，跟他一样聪慧。坐吧。荣王指指对面的凳子，示意两人坐下，倒了2杯茶递过去。黎君燕双手接过茶，抿了一口。荣王叔这些年在这里住的可还好？都住在这种地方了，还谈什么好不好？荣王端起茶喝了一口，目光变得有些幽怨。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都18年了。他在这皇陵也整整住了18年了。荣王叔还打算在这里继续住下去吗？荣王黎昊天，景兴帝同父异母的弟弟，曾经是最有可能问鼎龙椅的皇子，却因为公廉汗落得一个被贬皇陵18年的下场。荣王德才兼备，胸怀天下，拥有帝王之才，百官无不交口称赞，皇位呼声之高，一度盖过了当时还是太子的景兴帝。不过因为非长非嫡，先皇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始终没有改立他为皇储，更是在自己弥留之际，把荣王派到了边境平乱。先帝的意思很明显，百官也只好拥立当时还是太子的景兴帝登基。等荣王再回来的时候，景兴帝已经登基，坐稳了龙椅。还有公廉汗也进宫了，本来和公廉汗约好等他回来就娶她的，结果回来之后，两人只是在宫宴上远远的见过几面，连说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荣王和公廉汗的郎有情妾有意的事，当时在京城并不是秘密。景兴帝也知道，当时让公廉汗进宫，除了有公家的原因，还有荣王的原因。荣王在边境御敌，手里有兵权，景兴帝担心他回来之后对他的皇位造成威胁，知道他喜欢公廉汗，便打算用公廉汗拿捏他。确实，他的目的也达到了。荣王确实因为公廉汗而变得束手束脚。后来公廉汗难产而死，公家100余口下狱。为了见公廉汗最后一面，荣王交出了手里1半的兵权，为了公家又交出了剩下那1半兵权。不过最后还是没能保住公家，他也因为公家求情，被贬到了龙居山来守皇陵，没有圣旨不得下山。这一守就是18年。第113章，他们这是准备动手了。18年了，也是时候出去看看了。荣王收回思绪，叹了一口气，若不是公廉汗在这里，黎君燕还没成长起来，他早就走了。当年他的人折损的七七八八，他带不走黎君燕，也带不走公廉汗。为了黎君燕能平安长大，他只能屈居在这里，甚至连公廉汗的墓他都不能去打理。他怕景兴帝一抽风就亲自对黎君燕下手，
届时他留在宫里的人和宫连韩留的人根本护不住他。不过这些他不打算告诉黎君燕，这是他欠宫连韩的。如是他当时再强大一点，不要顾虑那么多，或许今天又是不一样的局面。宫连韩不用进宫，宫家也用灭亡。他说过要保护他，却还是让他走上了绝路。那侄儿就在京城恭候荣王叔了。黎君燕站起来，恭敬地对荣王行了一个礼。时辰不早了，侄儿先走了，荣王叔回京的路上多加小心。荣王和宫贵妃的事，黎君燕自然也是知道一些的，所以对荣王，黎君燕是敬重的。好，你们也小心一些。黎君燕和秦洛冉和荣王道别后，沿着来时的路出了院子，然后直接出了皇陵的大门，然后带着他们的人下山。至于姜文，死活又与他们何干？他最好死在皇陵，这样也省得他们动手。不过姜文能坐上御林军副统领的位置，自然是有几分能耐，没那么容易死。黎君燕和秦洛冉没走多一会儿，姜文也跟了上来了。看着完好无缺的两人，姜文总算松了一口气。虽说他是想要黎君燕和秦洛冉死，但是那也只能在路上动手，还要安排周全。黎君燕和秦洛冉若是在皇陵出了什么事，他也是吃不了兜着走。谁让他是皇帝安排来保护他们的呢？至于他们两个刚刚去哪里了，姜文也不关心了。横竖这次不是他回不去，就是他们回不去，其他的也就不重要了。等一行人下了山，已经过了50了，简单的用了些膳食，黎君燕就让大家准备回京。王爷，今日天色已经不早了，现在启程，天黑之前到不了京城，一路上也没有什么村镇可以歇脚，您看是不是再在行宫住一夜，明早再启程？姜文本以为以黎君燕对秦洛冉的宠爱程度，定然舍不得他这么匆匆忙忙的赶路，还要赶夜路，没想到事情跟自己预想的根本不一样。半路刺杀李王夫妇一事，他还没安排好呢。黎君燕又怎么会不知姜文在想什么？淡淡的看了他一眼，姜统领若是累了，就在行宫多休息几天，本王就不奉陪了。王爷说笑了，末将只是考虑到夜路辛苦，怕王妃身体吃不消。姜文强忍着怒气，恨不得现在就砍死黎君燕。本王的王妃就不劳姜统领操心了，姜统领有空还是操心一下自己吧。黎君燕的话刚说完，秦洛冉也收拾好出来了，接过秦洛冉手里的东西，带着他出门上了马车，也不管姜文，直接吩咐启程。黎君燕再一次没把他放在眼里，姜文气得青筋暴起。黎君燕，你就傲吧，我看过了，今天你还怎么傲？老大，别生气了，晚上月黑风高的，山路不平，马车难行，最容易出事了。魏南走到姜文身边，小声说道：是李王殿下自己要坚持走夜路的，到时候若是出了什么事，也怪不得咱们啊，你说是不是？没错。听到魏南的话，姜文认同地点点头，他今天真是被黎君燕给气糊涂了，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没有想通。这样，你还有想通之后，姜文用最快速度做了安排，听清楚了吗？清楚了。魏南点点头，还有别的吩咐吗？老大，没了，你去吧，小心一些。姜文说完，加快脚步，很快就追上了黎君燕和秦洛冉的马车。为了能早一点赶到京城，马车比来的时候快了许多，不过紧赶慢赶，天色暗下来的时候，一行人还没有出林子，刚好路过一条小溪，姜文提议在溪边休整一下，刚好可以就着溪水做点饭啥的，毕竟大家赶了大半天路了，人不累马也累了。对此，黎君燕没有意见，还让人去打了几只山鸡兔子来，处理好之后亲自烤给秦洛冉吃。林叔和林鹏手脚麻利的从车上拿下东西来搭帐篷，很快就搭好了2个。黎君燕和秦洛冉一个，春慈他们一个，至于他们皮糙肉厚的，还要站岗，用不着。姜文看着准备齐全的他们，心里止不住在冷笑，好好享受吧，过了今天，等去了阴曹地府，可就享受不了了。黎君燕和秦洛冉好像什么也没察觉一般，吃完东西，简单的洗漱了一下，就钻进了帐篷。是夜，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喋喋不休了一整天的蝉都睡觉了，除了偶尔传来几声猫头鹰的叫声，整个林子里安静的骇人。林叔和林鹏两人交换着值夜，林叔值上半夜，林鹏值下半夜。老大，去眯一会儿吧，这里我看着。子时刚过，林鹏就过来跟林叔换班。那你小心一些，有事随时喊我。林叔也没有推辞，因为今晚后半夜肯定得忙，现在不休息一会儿，可能就没有时间休息了。赶紧去吧。林叔拍拍林鹏的肩膀，走到他刚才休息的树下，靠着树闭上了眼睛。大概过了半个时辰，林子里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林鹏听到声音的第一时间就来到林叔身边叫醒了他，然后两人带着人把2顶帐篷严严实实的围了起来。他们这是准备动手了？秦洛冉睡眠一向很浅，外面这么大的动静，自然也醒了。忍到现在已经不错了。黎君燕拿过一件薄薄的披风给秦洛冉披上，山里冷，披着。话音刚落，就听到利剑破空的声音，紧接着外面也乱了起来。有刺客，保护李王殿下！保护李王殿下！快！第114章，我要你完好无损的来找我。
秦洛冉和黎君燕走出帐篷的时候，外面已经打成了一片了。林叔和林鹏带着护卫在迎敌，春子他们看到秦洛冉出来，有序地站到了他身后，握紧手中的剑，警惕地看着四周，随时准备应战。姜文是铁了心要置他们于死地，刺客一波接一波的涌入。虽然李王府的护卫都是以一当十的好手，但是架不住对方人多，渐渐的便有些不敌。那边的在假装应敌的姜文见状，趁机来到两人面前，面色着急地对黎君燕道：“王爷，这刺客太多了，末将护送您和王妃先行离开吧。”黎君燕看了一眼混战的众人，又看看姜文，微不可察地勾了勾嘴角：“好啊，那就有劳姜统领了。”姜文本以为黎君燕会拒绝，或者干脆不理他，没想到黎君燕居然爽快地答应了，当即心下一喜：“末将现在马上去套马车，王爷您带着王妃跟着末将来。”姜文说完，就在手下的掩护下亲自去套马车去了。看着那边完好无缺的马车，那两匹安然无恙的骏马，秦洛冉止不住冷笑：好贴心的杀手，生怕他们逃跑太辛苦，还特意把马车给他们好好的留着。姜文用最快的速度套好马车，待黎君燕和秦洛冉上车之后，就赶着马车飞快地冲了出去。马车冲出重围没多一会儿，便遇到了一波刺客，气势汹汹地杀了过来。姜文让自己的心腹赶车继续往前走，自己带着人去迎战去了。黎君燕挑开车帘看了看外面，判断了一下现在他们的具体位置，对秦洛冉道：“洛儿，一会儿我把子车他们留给你，你自己小心一些，我很快来找你。”“不要！”秦洛冉闻言直接拒绝：“我有暗卫，春子他们身手也不差，还有我自己也有自保能力，我不需要。”“我知道，洛儿，我不想有任何意外发生。”黎君燕亲了亲他的额头：“子车的身手不比我差多少，他跟着你，我要放心一些。今晚的一切确实在他的掌控之中，他也都暗中安排好了。但是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呢？他一个人倒是无所谓，但是秦洛冉他赌不起，他磕一下碰一下他都心疼，那就留子车一个就好了。”秦洛冉知道黎君燕是担心他，可是他也一样担心他。虽然说他武功高强，作战经验丰富，但是双拳难敌四手。洛儿，黎君燕不同意，不过刚开口就被秦洛冉用手挡住了嘴：“殿下，我身边的人加上子车足够了，剩下的暗卫你带着，这样我也安心。”“好，我会尽快来找你的。”黎君燕说话中充满了紧张和在意，还有心疼，听得秦洛冉心里暖暖的，鼻子有些发酸，用力抱了抱他的腰：“阿燕，我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我不希望你在应敌的时候为我分心，我要你毫发无伤的来找我。他不是菟丝花，不需要依赖他来存活，也不会成为他的软肋，他会和他一起肩并肩战斗，绝对不会拖他的后腿。”两人说话的功夫，马车已经跑了好远，但是那些刺客依然紧追不舍，人还越来越多，好像四面八方都有他们的人似的，眼看就要杀到马车上来了。外边姜文留下的人已经疲于应付。黎君燕用力抱了一下秦洛冉，说了句：“等我。”然后拿起剑出了马车，纵身一跃，利剑出鞘，10几个刺客瞬间毙命。“是李王殿下，快杀了他！”一看到黎君燕，那些刺客迅速朝他围了过去。“杀了李王殿下，重重有赏！杀了李王，上！”“黎君燕，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拿命来！”带头的刺客说完，提着剑朝黎君燕冲了过去。黎君燕不屑地看了他一眼：“想要本王的命，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说完，脚下一借力，快速朝前掠去。“追，别让他跑了！”带头的人喊了一句，那些刺客便跟着他朝黎君燕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居然一个人都没留下，全部追着黎君燕去了，生怕别人看不出蹊跷来似的。杀黎君燕还要留下他的王妃，不应该是一起杀了吗？谁他妈刺杀会留下目击证人，还不止一个？真是的，知道你们是自导自演，但是稍微认真一点行不行？如此漏洞百出，是很有自信杀了黎君燕，还是觉得秦洛冉是个傻的？秦洛冉讽刺地看了看外面横躺在地上的尸体，放下车帘，从马车的暗格里拿出一个盒子，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给了夏嫣和春慈一人一个，剩下的揣在身上。“王妃，王爷现在引开了敌人，我们先走吧，不然万一再有刺客过来就不好了。”外面赶车的是姜文的心腹魏南，他见该走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便假惺惺地开口：“有劳了。”秦洛冉淡淡道。魏南驾着马车跑得飞快，却不是往外面走，反而往林子深处走去。然而秦洛冉和他的丫鬟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察觉，还是对魏南太过信任，从头到尾连车帘都没掀开看一眼，一直到前面没有了路，马车停了下来。“怎么不走了？我们是到了吗？”秦洛冉淡淡的声音从马车里传了出来。魏南看了看不远处的悬崖，眼里闪过一丝狠厉，阴森的笑了笑，道：“是的，王妃，我们到了。若不是前面被几块石头挡住了去路，他直接就把马车赶过去了。不过没关系，反正不管怎样，今天都是他们的死期。”“这是哪儿啊？”
我们来的时候好像走的不是这里啊。秦洛冉在春慈的搀扶下了马车，似乎还没意识到危险一样，语气里还透着几分天真。魏南闻言，心里对他充满了不屑和嘲讽，这些高门大宅出来的小姐真是蠢的可以，这么明显都看不出来马上就要没命了，还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真是白白长一张这么好看的脸。还有李王，狗屁的战神，危险来了还不是自己跑了，连自己的王妃都不顾，也不派个人保护一下。偷偷看了一眼秦洛冉那张美得让人惊心动魄的脸，魏南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色眯眯的笑了笑。李王殿下，这么漂亮的王妃既然你不要，那我就不客气了。第115章，下面的路我们不熟，要不你先去探探路吧。王妃娘娘，我们来的时候走不走这条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一会儿得从这条路走。魏南一边说着，一边悄悄地朝秦洛冉靠近，短短几步路，口水都不知道咽了几次。等他爽完就送他们上路。做什么？离王妃远一点。春慈终于发现魏南的不对劲，护着秦洛冉往后退了几步。嘿嘿，魏南猥琐地笑了，这位姑娘莫不是在大宅院里待傻了，现在还没搞清楚情况，真是光长脸蛋不长脑子。魏南说着，伸手想要摸摸春慈的脸。春慈一扭头躲开了，呸，无耻小人，你要是敢动王妃一下，王爷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哈哈，魏南像听到什么笑话一样，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做梦呢？没看到你们的王爷危险来临，自己先跑了吗？这种没有担当的人，你还指望他来救你们？醒醒吧！再说了，现在他还活着没有都是个问题，乖乖让小爷我爽一把，一会儿给你们一个痛快。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谋害当朝亲王！什么叫谋害啊？话别说这么难听，我们只是在替陛下分忧解难罢了。魏南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恨不得立马就扑到秦洛冉身上，那猥琐的样子差点把春慈给看吐了，瞬间没有了玩下去的兴致，直接抽出了剑，指着魏南，真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明明就是在替离军行办事，还要打着陛下的名头，真是让人恶心。怎么，你们的主子就这么上不了台面，让你都羞于提他？那你还跟着他做什么？脑子被朱雀门给挤了？还是说你脖子上那玩意儿其实是个摆设？真是愚蠢！他们家王爷能孤身一人在西北站稳脚跟，手握30万兵权，没有过硬的本事怎么可能做到？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自信刺杀他们家王爷的。还有，现在整个京城谁不知道李王殿快把李王妃给宠上天了，怎么可能什么安排都不做就放任他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就这脑子还敢谋害有战神之名的李王殿下？春慈一开口就是一番冷嘲热讽，听得魏南脸都气成了猪肝色。好一张能说会道的嘴，还想说什么就说吧，反正过了今天再想说也没有机会了。魏南说着又往前走了2步，本来看在你只是一个丫鬟，又生得不错的份上，还打算把你带回去做个暖床丫鬟，现在只能送你和你的主子一起上路了，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知道的太多。他们是太子的人，这件事知道的人一只手都能数过来，他们是太子殿下最隐秘的势力，在局势不明之前万不可暴露，不然他们也不会冒险暗杀李王。下面的路我们不熟，要不你先去探探路吧。春慈嫣然一笑，手里的剑挽了个剑花，朝魏南刺去。魏南以为春慈手里的剑是拿着吓人的，却不想他是真的会功夫，急忙抽出手里的刀来应对。一刀还没砍下去呢，一柄剑就从身后刺穿了他的胸口。魏南费力转过头，看到夏嫣那张美艳的脸上尽是嫌弃，似乎有些意外夏嫣也会武功，还在身后偷袭他，而他居然没察觉。你真是蠢货，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鸟样，也敢消消我们家王妃。夏嫣说完干脆的抽出了剑，魏南的身体便倒了下去。你在这时，一个暗卫鬼魅般的来到秦洛冉身边，王妃身后的尾巴已经全部解决。很好。秦洛冉勾勾唇角，警惕一些，大鱼还在后面。至于大鱼是谁，不言而喻。是。暗卫应了一声，身形一闪不见了。倒在地上还没有死透的魏南听到两人的话，脸上满是不敢置信和震惊，还有后悔。这么蠢，下辈子还是别做人了。夏言说着又往魏南身上刺一剑，也不看看你的人有没有跟来，就敢做白日梦，还用那样恶心人的眼神看我们家王妃，真是活够了。说完，夏嫣直接把魏南的眼珠子给挑了出来。夏嫣觉得还不解气，又一剑下去，直接把魏南胯下那玩意儿给切了。啊，还有一口气的魏南这下可算是死得透透的了。画面太美血腥，秦洛冉和春慈表示不敢看，冬英依旧一脸懵逼可爱。隐身在暗处的暗卫看到夏嫣这一波操作，感觉胯下一凉，都不约而同的夹紧腿。额迪个娘了，王妃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啊？个个都长得娇俏可人，可是这出手是一个比一个狠啊！特别是这夏嫣姑娘，啧，这也太凶残了。王妃，这个人扔下去还是剁了喂狗。夏嫣嫌弃的看着地上死的不能再死的魏南，寻思着要砍哪里比较好。
先不着急砍。秦洛然有些无力的扶了扶额，夏嫣什么时候这么凶残了？要是被别人知道了，会不会觉得他这个主子也是这么凶残啊？见夏嫣不解，秦洛然解释道：“留着他还有用，先把他扶起来，弄到那棵树那里靠着。”秦洛然指了指马车旁一棵粗壮的大树，把他弄得自然一点，不然那骗不到姜文。姜文此人虽然有些心高气傲，但是做事很是小心谨慎，他不亲自来看看他们是否真的死了，是不会放心的。而且不出意外的话，他很快就会赶过来。哦，好的。秦洛冉都这么吩咐了，夏嫣也只好照办，只是看着死相极其难看的魏南，觉得有些下不了手。主要是这人太恶心了。暗处的暗卫见状，很有眼力劲的出来，把魏南拖了过去，并顺便把夏嫣的作案现场也处理了一下，又重新布置了一下现场，看起来就像几人挣扎着被推下了悬崖一样。把一切都安排好，秦洛冉带着春子他们藏了起来。果然如秦洛冉猜测的那般，约莫过了2刻钟的样子，藏身树上的暗卫就发现了姜文的身影，正小心翼翼地朝他们这边靠近。第116章，你个毒妇！不一会儿，姜文就来到了距离马车3丈左右的地方，小心谨慎地四处看了看，又藏在暗处观察了一会儿，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才小心翼翼地朝马车靠近。姜文又走近了一些，终于看到了靠在树上的魏南，以为他在睡觉，心里有些生气，加快脚步走了过去，用脚踢了踢他。你怎么回事啊？办事完事不回去，怎么在这里睡上了？姜文说着朝前面看了看，看到前面悬崖边有明显的挣扎的痕迹和踩踏的痕迹，眼里闪过一丝快意。李王妃和他的丫鬟都死了吗？见魏南不说话，也没有动作，姜文用力踹了他一脚，问你话呢？还睡看着直直的倒下的魏南，姜文心中顿时警铃大作，右手也放在了剑柄上，警惕地看着四周能藏人的地方。老大，他死了。跟在姜文身边的一个侍卫蹲下身探了探魏南的鼻息，有些哆哆嗦嗦的开口：我没瞎。事情的发展跟自己的预想的不一样，姜文心中又怒又烦躁，还莫名的有些恐惧，还愣在这里做什么？走啊！这情况明显是他们的计划失败了，姜文也顾不上其他了，活命要紧。休姜文没走几步，利剑破空传来，直击他的眉心。千钧一发之际，姜文一个侧身，剑矢擦着他的脸，重重地射入了他身后的马车上。紧接着又是一阵羽箭射了过来，不过都被姜文给避开了，倒是跟着他的几个跟班有几个中了箭，还死了2个。姜文本来就只带了10个人过来，这一下子就折损了这么多，关键他连对方的影子都还没见，姜文有些慌了。为了不被乱箭射死，姜文等人暂时也不敢随便走动，他的几个跟班把他围在中间，戒备地看着四周。只是林子里又恢复了安静，若不是地上的箭矢和他们受伤的兄弟，他们都快要怀疑刚刚是他们的幻觉了。好一会儿，对方依旧没有任何动作，姜文忍不住了，既然来了，何必藏头露尾的，有本事出来真刀真枪干一场。嘻嘻嘻，本姑娘活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上赶着送死呢。可不就是上赶着送死吗？不然怎么敢刺杀咱们王爷王妃呢？哈哈，既然如此，我们也只好勉为其难的成全他了，你说是不是呀，春慈姐姐？夏嫣说完，就从棵茂盛的参天大树上翩翩然落下，紧跟着春慈、秋蝉还有冬英也落了下来。想不到李王妃身边的侍女居然会武，还杀了魏南，哼，有2把刷子。不过凭你们想要本统领的命，还是等下辈子吧。姜文看到是秦洛冉的侍女，眼里闪过一丝恨意和不屑，心里偷偷松了一口气。毕竟能爬到御林军副统领这个位置，不管怎么说，他的本事也是过硬的，所以他还没把夏嫣几人放在眼里。贺夏嫣冷笑一声，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呢？对了，那个躺在地上子孙根没了的，临死之前也是这么说的。他们又不是要跟他单挑，单挑是打不过没错，但是他们要群殴好吗？听到夏嫣的话，姜文朝躺在地上的魏南看过去，只见他的下身那处果然很多血，细看之下不难发现被切断的子孙根。魏南怎么说也是跟了他这么多年的人，这些年对他也是忠心耿耿，还为他挡过几次危险，现在他被这么对待，姜文自然是愤怒不已，拳头捏得嘎嘎作响。你找死！说着便举起手中的剑朝夏嫣刺过去。说时迟，那时快，在姜文的剑距离夏嫣还有1步的距离的时候，秦洛冉的暗卫也都悉数从树上下来，挡在夏嫣面前和姜文打了起来。夏嫣不甘示弱，也加入了战局。姜文武功确实高，不过始终寡不敌众，不过100余招就败阵下来，他带来的人也死得一个不剩。别弄死了，留着他还有用呢。秦洛冉缓缓从林子里走了出来，身后跟着紫车。春子他们看到秦洛冉过来，第一时间站到了他身后，紫车也再次隐了身。哦，听到秦洛冉的声音，夏嫣刚刚举起的剑只好放了下来。那王妃挑断他的手筋脚筋可以吗？秦洛冉笑笑，可以，只要留他一口气就行。李王妃，我真是小看你了，落到你手上是姜某技不如人，
要杀要剐，悉听尊便。看到秦洛然，姜文眼中一片死灰，他今天算是栽了，现在只希望拓跋音的人能给力一点，不要让黎君燕活着回来。贺江统领，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会给你一个痛快吗？天都亮了，还在做梦呢。秦洛然说着，把手朝夏嫣伸过去。夏嫣会意，把手里的剑递给他。秦洛然拿起剑看了看，轻飘飘地说道：江统领好歹也是天子近臣，深得陛下信任，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这荒山野岭，岂不是太委屈了？怎么着也得让你的主子知道吧。秦洛然说着，手起剑落，挑断了姜文的手筋脚筋。啊，你个毒妇，有本事你直接杀了我！姜文痛的五官都扭曲了，嘴里却还不忘骂秦洛然毒妇。哈哈，本妃在毒有祝皇后毒吗？有江统领毒吗？秦洛然挥挥手示意暗卫把姜文绑起来，然后继续道：这些年后宫里美人进了不少，却一直都没有皇嗣出生，唯一一个平安生下来的公主还是个痴傻的，想必江统领和祝皇后没少出力吧。还有去年进宫那几个姿色不错的美人，都先后莫名其妙的死了，要不就是疯了。江统领午夜做梦的时候，没有梦见他们来找你索命吗？姜文听到秦洛然的话，心里大惊，他参与后宫的事这件事，连陛下都不知道，李王妃是怎么知道的？还知道的这么清楚？除了他，还有谁知道？若是被陛下知道了，那皇后和太子岂不是很危险？不过到底是在皇帝面前混了几年的人，尽管心里很吃惊，还有些慌张，面上却依旧故作镇定。后宫本来就是一个吃人的地方，嫔妃们整日斗来斗去，那些人没有本事还要挤破头进去，死了不是很正常吗？关本统领什么事？有没有关系？江统领心里比谁都清楚。秦洛然嗤笑一声，毕竟为自己的女人和儿子做事嘛，在丧尽天良也是心甘情愿的，对吧？你说什么？第117章皇后秘辛。你说什么？听到秦洛然的话，姜文惊得怒目圆瞪，连身体上的疼痛都忘了。秦洛然嘲讽地看了他一眼，继续道：看来江统领不但脑子不好，现在看来连耳朵也不好了。不过江统领，容本妃说一句你不爱听的，黎君行跟你长得半点都不像，这么多年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也许不是你的儿子。当年祝晶晶嫁入太子府后，虽然当时还是太子的景兴帝黎浩前1个月1半以上的时间都在他的院子里留宿，但是祝晶晶的肚子迟迟没有好消息。眼看已经有2个在他进府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通房陆续传出了怀有身孕的消息，还被黎浩前抬成了小妾。因为夺嫡已经到了白日化的阶段，他非常需要一个儿子。祝晶晶着急了，在他还待字闺中的时候，他母亲就告诉过他，男人都是风流花心的，丈夫的宠爱就像镜花水月，是这世界上最靠不住的东西，只有儿子和钱财才是最靠谱的。想要在太子府站稳脚跟，就必须有儿子傍身，太子府的长子只能从他肚子里出来，更何况他还是太子妃，想要将来稳稳地坐上皇后的宝座，必须要有儿子。但是偏偏那段时间又是夺嫡的关键时刻，黎浩前经常忙得去后院的时间都没有，这样一来，怀上孩子的机会就更少了。所以情急之下的祝皇后跟他娘商量之后，决定铤而走险，借种。彼时的姜文还只是太子府里的一个小侍卫，因为人机灵，功夫不差，被黎浩前派去守卫祝晶晶的院子。当时黎浩前对祝晶晶是真的稀罕，不然也不会连个护卫都要亲自挑选。只可惜祝晶晶对他并没有多少感情，他一心只想坐稳太子妃的位置，将来坐稳皇后的位置。祝晶晶见姜文长得身强力壮，人也机灵，主要脸也生得不错，便选定了他。毕竟皇家的人个个都是长得标致的，那时候的黎浩前也是京城里众多风流公子中的一个。若是找个太丑的，万一生出来的孩子也长得丑，肯定会让人起疑心的。姜文是家里的独子，家里一家人就指望着他能出人头地，好光宗耀祖。所以当祝晶晶找上他的时候，他是不敢的，也是拒绝的。私通太子妃被发现了，可是要五马分尸，抄家灭族的。但是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侍卫，怎么可能真的拒绝得了身为太子妃的祝晶晶呢？祝晶晶稍稍一威胁，他就妥协了。那段时间，在黎浩前不去祝晶晶的院子里的日子，只要有机会，祝晶晶都拉着姜文厮混。2个月后，祝晶晶终于被诊出有孕，这事儿才算告一段落。不过巧的是，根据太医推测出祝晶晶后怀上孩子的时间，黎浩前也刚好在他的院子里留宿，所以姜文和黎浩前都以为祝皇后肚子里的孩子是自己的。黎浩前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孩子会不是自己的，更没有想过祝晶晶会背叛他。祝晶晶怀孕后，黎浩前很高兴，把她保护得很好，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为了以防万一，他还请了太医在府中常住，稳婆更是早早请到府中住着。10月怀胎，1朝分娩，祝晶晶终于平安产下了黎浩前的第一个儿子黎君行。至于其他2个在他之前怀孕的小妾，都是些没有福气的。一个在怀胎5个月的时候逛花园摔倒了，孩子没了，大人也没能熬过来。另外一个因为生下一个死胎，接受不了，疯了。黎浩前觉得他晦气，直接让人送到了庄子上，
不到2个月便撒手人寰了。黎浩乾登上皇位后，祝晶晶如愿入主凤宁宫，成为了母仪天下的皇后。而姜文也因为祝晶晶的信任，再次被派到凤宁宫。在后宫那几年，姜文没少帮祝晶晶做那些肮脏的事。祝晶晶在后宫站稳脚跟之后，寻思着离军行以后要想坐上龙椅，肯定需要兵力的支持，而祝家走的是文官的路子，这一块是欠缺的。祝晶晶便再次把注意打到了姜文的身上，为自己的儿子保驾护航，姜文自然是乐意万分。只不过他本来是想着去边境杀敌立功的，那样的话既能圆他的将军梦，也能真正掌握兵权，却阴差阳错进了御林军。在祝晶晶的暗中运作下，加上姜文自己的努力，用了10余年，终于坐上御林军副统领的位置。御林军除了保卫皇宫安全外，皇帝出行时也要负责保驾护航。另外，在对内政发生内乱时，直接受命于皇帝平乱，相当于皇帝的手中的私人军队，对皇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姜文作为御林军副统领，平日里接触皇帝的机会不要太多，所以有了姜文，祝晶晶不但可以提前得到许多消息，还能借助他帮黎军行拉拢不少人。重要的是，等到来日夺嫡，姜文还能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平日里祝晶晶和黎军行是轻易不会联系姜文的。祝晶晶更是谨慎，在姜文进了御林军之后，就减少了与他的联系。尽管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最底层的士兵，毕竟好钢得用在刀刃上，花钱得花在节骨眼上。这一次让姜文去接触拓跋英，还是黎军行私自做的决定。祝晶晶若是知道了，指不定会被气成什么样呢？我不知道李王妃在说什么，本统领至今未婚，又哪里来的儿子？太子殿下是陛下的嫡长子，出身尊贵，岂是你3言2语就能污蔑的？姜文压下心中的震惊，直接否认秦洛冉说的。秦洛冉才不管他否认不否认，接着道：据说当年还是太子妃的皇后娘娘被诊出有孕的时候，太医算了一下皇后娘娘怀上孩子的时间，那几天陛下也刚好跟皇后娘娘同房呢。还有，你觉得皇家的子嗣不查验清楚会上皇家玉蝶吗？不对，应该说是有活下来的机会吗？这些姜统领不会不知道吧？淫乱后宫可是要杀头的，母子不留，还要诛9族。第118章，分明是个吃里扒外、贪婪卑鄙的畜生。皇家有独门查验子嗣的秘法，这个姜文是知道的。当年他不是没有这个担心，只是当时祝晶晶告诉他，他自有办法，他就信了。毕竟如果东窗事发，首先被问罪的肯定是祝晶晶和祝家，祝晶晶没有必要拿偌大的祝家开玩笑。至于他为什么没有怀疑过祝晶晶肚子里的孩子是景兴帝的，那还不是因为之前景兴帝和祝晶晶颠鸾倒凤那么多次，祝晶晶的肚子依然没有消息，不然祝晶晶也不会找上他。这些年他确实一直把黎军行当作自己的儿子，借助自己的职务之便，私下里没少替他和祝皇后做事，不管有多丧尽天良，多泯灭人性，只要对黎军行有好处，能帮到他，他都会去做。刚刚秦洛冉说的那些，大部分都是他动的手。纵使双手满是鲜血，死后要下18层地狱，他也不后悔。只要黎军行能坐上皇位，其他的都不重要。夺嫡本就是一条满是荆棘和鲜血的路，为了那把龙椅，手足相残，父子相残，夫妻相杀，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你不杀别人，别人也会杀你。自古成王败寇，为了最终的胜利，不择手段又如何？丧尽天良又如何？史书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只有胜利者才有资格说话。眼看景兴帝的身体越来越不行，黎军行登上大位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现在秦洛冉告诉他，黎军行不是他的儿子，这让姜文怎么能接受？他付出了近20年，为了黎军行和祝晶晶，这些年他一直为娶妻生子，他爹娘走的时候都是带着遗憾走的，可以说是死不瞑目也不为过。如果黎军行真的不是他的儿子，那他怎么对得起姜家的列祖列宗？不可能，秦洛冉一定是故意这样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背叛皇后和太子。李王妃，我不知道你从哪里知道这些秘辛的，不过你若是想要挑拨离间的话，就省省吧。太子是谁的儿子，我比你更清楚，是吗？秦洛冉轻轻一笑，姜统领还真是自信呢。还是说，你觉得咱们离国的皇帝陛下是个傻的，会给别人养儿子这么多年，还立他为太子，这么多年对他百般呵护，甚至为了他不惜被朝臣弹劾，屡次想要其他儿子的命？姜文，你太小看皇帝了。虽然景兴帝登上龙椅，主要是先皇用雷霆手段为他清除了障碍，但是如果他真的没能力的话，先皇也不会力挺他。毕竟黎家的江山比什么都重要。再者，景兴帝这么多年能稳稳的在龙椅上坐着，足以见他的手段和本事。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给别人养儿子？这个世上很多事情就是这要巧。景兴帝之前日夜恩宠祝晶晶，祝晶晶一次也没有成功怀上孩子，反倒是祝晶晶在跟姜文厮混后，景兴帝就那么一次，祝晶晶就很幸运的怀上了。不过祝晶晶这么多年虽然荣宠不断，但是始终只有黎军行一个孩子，想来应该是他不易受孕。不可能，
晶晶她说君行是我的儿子，他不会骗我的，不会的，不会的。听了秦洛冉说的，姜文心中也有些动摇了。秦洛冉见状讥讽的笑了笑，晶晶叫的可真亲密，就是不知道你的晶晶从头到尾有没有对你说过一句真话。黎君行到底是不是你儿子，相信江统领会想清楚的。我们家殿下来接我了，就不陪你聊这些陈年旧事了。秦洛冉的话才说完，黎君燕的身影就出现在了几人的面前。洛儿，没事吧？黎君燕来到秦洛冉面前，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没看到他有受伤，把他揽到怀里，嗅着他身上独有的馨香，悬了大半夜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没事。秦洛冉暖暖一笑，推开他，也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见他没有受伤，放下心来，轻轻地靠在他的胸前，略带责备地说道：下次你不许再这样了。黎君燕嘴上答应他，纸把子车留给他，剩下的暗卫都带走，却依旧暗中留下一批暗卫，不然魏南带来的人怎么可能那么快就被歼灭？好，黎君燕顺从的答应，至于心里是不是真的这样想，那就不得而知了。两人在晨光中静静相拥，温馨而美好。春辞下烟，他们还有暗卫早已自觉地转过了身，只有姜文瞪大了眼睛看着完好无损的黎君燕，眼里尽是不敢置信。抱了一会儿，黎君燕放开秦洛冉，改成牵着他的手，居高临下的看着一脸震惊的姜文。看到本王平安回来，江统领似乎很意外啊。你不会以为凭拓跋英的那几个人能杀本王吧？拓跋英受了伤，伤的还是那个地方，暂时还没能走，姜文便联合了拓跋英一起来刺杀他。拓跋英本就怀疑伤他的人是黎君燕，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只是他受了伤，手上人已经折损了一些，怕再折损就不能平安回赤炎。但是就这样走嘛，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也是断子绝孙之仇，换做谁也咽不下那口气。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姜文找上了他，两人一拍即合，干！为了能成功杀掉黎君燕，拓跋英把他手里过半的人都派了出来。不过黎君燕的战神不是白叫的，这些年在西北的苦不是白吃的，那些伤也不是白受的。姜文和拓跋英连气势汹汹的联手一次，到底还是输给了黎君燕。这下拓跋英能不能平安回赤炎，还是个未知数。黎君燕气势太强，姜文有些招架不住，堪堪把头转到一边，嘴硬道：末将不知道李王殿下在说什么。哼！黎君燕冷哼一声，都到这个份上了，江统领就别再装了，是个男人就大方一点，这样本王还能高看你一眼。听到黎君燕的话，秦洛冉咯咯地笑了起来。乔殿下说的，他要是个男人还会勾结外敌吗？还会背叛他的主子吗？分明是个吃里扒外、贪婪卑鄙的畜生。秦洛冉的声音很好听，笑起来更是如黄莺出谷，姜文却听得面红耳赤，脸上臊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看着秦洛冉嘲讽的眼神，姜文陷入了沉思。第119章，李王殿下失踪了。是啊，他曾经也是赤胆忠心，一腔热血想要驰骋沙场，保家卫国，现在却跟敌国的皇子勾结，要杀掉给了他们安宁日子的战神李王殿下。如果离国没有了李王，其他国家还会像现在一样怕他们吗？离国是块肥肉，谁都想来咬一口。如果其他三国联手攻打离国，离国必败无疑，到时候离国必定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这真的是他想看到的吗？参与夺嫡，想为自己谋一份前程没有错，可是一定要勾结外敌才可以吗？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底线了？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句话是他离家时他爹对他说的唯一一句话，他却早就把他忘在了脑后。秦洛冉才不管他在想什么，招招手对暗卫吩咐道：把他带下去，好好伺候，只要不弄死，其他随便你们。是，王妃。暗卫应了一声，拖着姜文就走。看着姜文那一脸死样，秦洛冉又说了句：江统领，你可一定要好好活着啊，你的晶晶还在皇宫等着你呢。提到祝晶晶，姜文刚刚有些许愧疚的心又动摇了。为了不让秦洛冉和黎君燕看出什么来，强撑着冷哼一声：姜某的死活就不要王爷和王妃操心了，你们二位有这个功夫，还是想一下赤炎国的二皇子在离国遇刺重伤，这件事要怎么处理吧。噗嗤！听到姜文的话，秦洛冉忍不住笑了出来。江统领，刚刚交手的时候脑子被打坏了吧？拓跋英受不受伤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们害的。李王妃难道不知道拓跋英垂涎你的美色，在京城那几天多方打听，想要一清芳泽吗？李王殿下怀恨在心，对拓跋英动手，不是合情合理吗？拓跋英好色，这事并不是什么秘密，那几天在到处打听秦洛冉也不是什么秘密。任何一个男人看到自己的妻子被如此惦记，都忍不了，何况还是黎君燕这么骄傲的男人，所以他完全有动机对拓跋英动手。黎君燕闻言像看智障一样看了姜文一眼，真是好笑。拓跋英3日前已经动身回国，按照脚程，现在最少也应该到豫州了。他别说他是身受重伤，就算死了，也跟本王没有半分关系。只要眼睛不瞎的人都知道本王这几天在做什么。
而且还是在你江统领的眼皮子底下。顿了顿，黎君燕又接着道：“当然了，江统领若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离国的太子殿下为了皇位不惜勾结外敌，置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安全于不顾，本王也不介意出点人力帮你们去宣传一下。就是不知道你的主子若是知道了你早就背叛了他，还睡了他的女人，会不会气得把你江家的祖坟都刨了？”你姜文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秦洛冉居然知道他和祝皇后的事。若是知道，他也不会这么贸然的动手。还有，这件事这么隐秘，连景兴帝都不知道，秦洛冉到底是怎么知道的？还是说李王府的势力已经渗透到皇宫了，连这么隐秘的事都被他们查到了？那黎君燕也太恐怖了。看秦洛冉的样子，不像才知道这事的样子。他既然没有在第一时间说出来，就说明心里还有别的盘算。那么祝皇后和太子暂时还是安全的。只是现在他只能祈祷黎君燕夫妇暂时不把这件事抖出去，这样祝皇后和太子就还有活命的机会。不然这一劫他们怕是真的过不去了。祸乱宫闱，意图混淆皇家血脉，哪一个都是死罪。江统领可真是情深啊，都自身难保了，还想着祝皇后和那个你以为是你的儿子的人，啧，这份深情还真是让人感动呢。秦洛冉满眼嘲讽，挥挥手带下去。暗卫得到秦洛冉的吩咐，急忙拖着姜文走了。姜文被带下去后，秦洛冉把身上的披风解下来，走到悬崖边扔了下去，又让人把悬崖边重新布置了一下，感觉能骗过大部分人了，才满意的拍拍手。好了，厉王夫妇拜祭宫贵妃回城的路上遭遇刺客，厉王妃在逃亡的过程中疑似坠崖，李王殿下也下落不明。殿下觉得这出戏怎么样？甚好。黎君燕把自己的外衫脱下来给秦洛冉披着，戏安排好了，接下来就等着好戏开场了。午时过半，太阳有些毒辣，京城西门的城门口行人络绎不绝，进城的出城的，好不热闹。不过好在有守城的士兵在，倒也还算有序。突然远处传来了一阵哒哒的马蹄声，听声音应该是跑得很急。这一下子即引起了在城楼上的城门校尉钟敏的注意和戒备。不过片刻的功夫，弓箭手已经准备就绪，马蹄声越来越近，不一会儿，一个飞快打着马身影就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里。等他又近了些，众人才发现他一身狼狈，似乎还受了很重的伤，而且看上去还很着急。快让开，快让开，我有急事要进宫面圣，快让开！进出城的百姓听到马蹄声和叫喊声，都吓得急忙往边上靠，生怕被误伤。城楼上的钟敏听到进宫面圣这4个字，又看到只有他一个人，让人放下弓箭，急忙飞身下了城楼，在那一人一马闯进城门之前拦住了他。来者何人？钟敏手持长枪，看着马上的人大声问道：“我是李王殿下的侍卫林殊，李王殿下回京的路上遇到埋伏，现在下落不明，我要进宫去禀报圣上，让他赶紧派人去救李王殿下。”林殊怕钟敏不信，还拿出了李王府的令牌给他看。李王殿下遇到埋伏失踪了，陛下不是派江副统领随身保护了吗？听到李王失踪的消息，钟敏大吃一惊，手里李王府的令牌都险些掉在地上。哎呀，快别提了，江统领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林殊说着，用手胡乱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和血水，看上去更惨了。你快点让开，我要赶紧进宫去找皇上，晚了李王殿下若是有什么闪失，你担待得起吗？第120章得心有亏。林殊说完，拽了拽缰绳，准备冲进城门，却不想身下的马已经不堪重负，倒下了。若不是钟敏眼疾手快的接了他一把，以他现在的状况，肯定会摔伤。林侍卫，你这马不行了，骑我的马去吧。对于黎君燕，钟敏是很敬佩的，现在听说他出了事，也很着急，急忙让手下把自己的马牵了过来。谢了呀。林殊接过钟敏手中的缰绳，干脆利落的翻身上马，朝城内飞驰而去。看着林殊逐渐消失的身影，钟敏下才想起来忘了跟他说城内不能纵马，又一想，还是算了，现在李王殿下落不明，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再说李王殿下手下的人应该会注意分寸的。想到刚刚林殊的说的，厉王殿下回京路上遇到埋伏，现在下落不明，钟敏愁眉紧锁。李王殿下在他们这些从军人的心中就像神一般的存在，总觉得只要有李王殿下在，敌国就不敢轻易来犯，离国的百姓就能一直安居乐业。厉王殿下年纪轻轻能有如此威望，自身的能力肯定是不用说的。这些年西北大大小小的战事少说也有几百起，李王殿下不说是百战百胜，也是10战9胜。这些年他肯定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有哪次听说过他失踪了。这一次只是去皇陵拜祭一下宫贵妃，还有御林军副统领带兵保护，却说遇到埋伏下落不明。看刚才林殊的状况，不用问也知道战况应该很激烈。这背后之人是铁了心要置李王殿下于死地啊！如今李王殿下位高权重，手里又有兵权，敢对他动手的人屈指可数。爱皇家无情啊！钟敏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有些沉重地回了城楼上。
林殊骑着钟敏的马，一路打着马，大声喊着让开，用最快的速度来到了宫门口。宫门口的守卫有黎君燕的人，倒也没有怎么为难他，只是简单的盘问了几句，又查看了一下他手中李王府的令牌，就放他进去了。担心他对皇宫的路不熟，浪费时间，还派了一个人带他进去。彼时的景兴帝正在御书房和秦相还有几个尚书议事。最近南边出现水患，淹了不少良田，还冲垮了不少房屋，百姓伤亡无数。景兴帝很是发愁，不但为百姓愁，更愁他自己。因为自古以来有天灾，都说明在位者德行有亏，如果后续事宜再处理不好，那他就要被迫下罪己诏了。所以当安吉说李王的侍卫求见的时候，景兴帝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见，没空，让他等着。自家主子下落不明，还等着景兴帝派兵去营救呢。人命关天的事，林殊哪里能等？只是这里是御书房，他又不敢硬闯，只好把事情简单的跟安吉说了一下，拜托他进去跟景兴帝说一下。安吉本来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去触景兴帝的眉头的，但是听到李王殿下遇到埋伏，下落不明，姜文也不知所踪，知道这事严重了，也顾不得会不会被责骂，大着胆子再次进了御书房。景兴帝正烦着呢，看到安吉匆匆忙忙的进来，气不打一处来，操起桌上的一本奏折就朝他砸过去。朕不是说了，没事不要进来打扰，没看到朕现在在忙吗？陛下恕罪。安吉走到前面跪了下来，一口气将刚刚林殊说的话说了出来。陛下，不是奴才要进来打扰您，而是李王殿下出事了。刚刚李王殿下的侍卫林殊说李王殿下回京的路上遇到埋伏，现在李王和李王妃下落不明，还有江统领也不知所踪。什么？安吉的话一击石惊起千层浪，连皇帝也不淡定了，到底怎么回事？陛下，具体怎么回事奴才也不清楚，奴才也是听李王殿下的侍卫说的。那还不赶紧宣他进来？景兴帝说着，又是一本奏折扔过去，不偏不倚，正好砸到安吉的头上。是。安吉应了一声，急忙起身去外面喊林殊去了。为了避免林殊那副狼狈的样子让景兴帝看了生气，安吉还特意拿出帕子让林殊擦一下脸。片刻之后，林殊在安吉的带领下进了御书房，走到前面跪了下来。小人见过陛下，陛下万岁万岁。行了行了，别整那些虚的了，李王殿下到底怎么回事？赶紧说。景兴帝正烦着呢，林书礼还没行完就被他给打断了。陛下，是这样的，昨天祭拜完宫贵妃后，王爷见天色还早，就决定早些回京。姜文呢？听完林殊的话，景兴帝眉头皱得可以夹死苍蝇，脸上也是一脸怒气。他派姜文跟着黎君燕去，是有监视的意思，但是没说让他见死不救，更没让他借机除掉黎君燕。因为公家的关系，对于黎君燕这个儿子，景兴帝是不喜欢的，他的出生也不是他愿意的。在宫莲寒还怀着孕的时候，他就暗示过皇后，让他想办法落了他的胎。只是宫莲寒太过聪明和小心谨慎，皇后出了许多招，都没能成功落了他的胎。最后他生产的时候也是想让他一尸两命的，却不想宫莲寒那个女人平时看着柔柔弱弱的，生产的时候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和毅力，硬是拼着最后一口气把黎君燕平安生了下来。当时他不是没想过连黎君燕也弄死，让他和宫莲寒一起走，只是当时的情况不容许他做的那么绝，不然第二天他能被御史的口水给淹死。再加上他也想树立明君的形象，想着没了母妃和外家的黎君燕也成不了什么气候，便把他随意扔在后宫。他在后宫过的什么样的日子他是知道的，那些人能那么欺辱他也是他纵容的。后来他提出要去军营历练，他还特意让他去了最不太平的西北，就是想让他死在战场上，这样也省得再回来碍他的眼。只是没想到黎君燕去了西北，不但没有死，还屡立奇功，而后一步一步掌握了西北，现在连他都不敢随意动他，成为了他的心腹大患。他是想除去黎君燕不错，但是没想过在他去祭拜宫贵妃的路上动手，那样的话吃相也太难看了。只是黎君燕还是在路上出事了，这下那些人还不得以为是他动的手。现在江南水患已经有人说他德行有亏了，这个节骨眼儿上李王再出事，那他还不得被天下百姓给唾弃死啊。第121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江统领他，朕问你什么你说就是，支支吾吾的做什么？见林殊提到姜文支支吾吾的，景兴帝的火气终于压不住了，一股脑把御案上的东西全扫落在地。在场的人都吓得连呼吸都减轻了不少，低着头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生怕一不小心惹了景兴帝不快，成了出气的对象。当然秦相除外，事关自己的女儿女婿，秦相心中除了焦急还是焦急，只是再焦急也不能随便开口，万一景兴帝抽风把气撒到他身上，罚他一顿，那谁去找他的女儿？指望景兴帝吗？算了吧，这事儿说不定就是他做的。退一万步讲，就算不是他做的，他也不会真心派人去救李王夫妇。他想除去李王和相府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秦相心里百转千回，眼帘微垂，掩去了眼中的思绪。回陛下，当时情况非常混乱，
刺客一批接一批的来，江统派了几个人，说是保护李王殿下和王妃先走，他断后，然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单听这话没什么毛病，可是若是配上林殊那意味不明的神情，就有得品了。景兴帝不瞎，自然也是看到了，接过安吉递过去的茶喝了一口，压下心中的怒气道：既然姜文已经让人保护李王先走了，为何还会下落不明？回陛下，江统领就派了10几个人护送李王殿下和王妃，而且和江统领分开后，刺客比之前更多了，所以林殊这话就更有意思了。听听什么叫做跟姜文分开后刺客更多了？还有姜文带了那么人去，为何只派了10几个人保护李王夫妇？林殊啊，你干脆直接说那刺客跟姜文有关系得了。在场的人都是经营官场数十年的老狐狸，听到林殊的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有高兴的，有为黎君燕感到不公的，也有感叹皇家无情的。没错，在场的几位尚书和秦相都以为是景兴帝让姜文动的手，现在这副样子只不过是在演戏。反正景兴帝讨厌黎君燕也不是1天2天的事了，特别是黎君燕掌握了西北后，更是没有哪天不想着要除去他，这是只要不瞎不聋的人都知道的事。只是没想到景兴帝居然会在这个时候动手，哎，这吃相也太难看了。现在这个关头也不怕被天下人唾骂。陛下呀，知道您讨厌李王殿下，也知道您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但是咱们能不能稍微顾及一下脸面，顾及一下百姓，顾及一下在边境出生入死的将士？李王殿下不管怎么说也是您的儿子啊，而且他为离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他，西北指不定还乱着呢。现在西北安定了，您就这么迫不及待的卸磨杀驴，您让那些将士怎么想？以后谁还敢为国家为百姓拼命？一时间，在座的几位尚书和秦相都对高座上那个他们侍奉了数十年的君王失望透顶，还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觉。当然，祝皇后的爹户部尚书祝德海除外，他巴不得黎君燕早点死，这样黎君行坐上皇位就没有生阻碍了。至于景兴帝，横竖也活不了几年了，还管那么多作甚？景兴帝看到秦相等人的神情，岂会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气得脸都黑了，又没法解释。那你们殿下自己带的人呢？都是死人吗？连主子都保护不好？回陛下，殿下说这次只是去拜祭一下宫贵妃，而且你也派了江统领带人护送，京城到龙居山也不远，就没有带几个人，谁知道竟然会遇到埋伏，江统领的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听到林殊的话，景兴帝差点一口老血喷了出来。黎君燕什么时候对他的人已经这么信任了？要是这样的话，他还需要费那么多心思吗？见景兴帝不说话，林殊磕了一个头，哀求道：陛下，求您赶紧派人去营救李王殿下和王妃吧。龙居山附近都是悬崖，这万一要是……闭嘴！什么万一？李王要是有万一，你们全部给他陪葬。安吉，传朕旨意，让镇北大将军黄勇立马去京郊大营调5000兵马前去找李王殿下，务必要将李王和李王妃毫发无损的带回来。你也走吧，去带着你们李王府的人也去帮忙。最后一句话是对林殊说的，林殊道了谢，麻溜的退下了。安吉应了一声，也弓着身子准备下去。景兴帝喊住他，画蛇添足的加了一句：记住，朕要活的，明白吗？要是黎君燕不能平安回来，他怕是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是，奴才这就去。安吉下去后，景兴帝靠在椅子上歇了一会儿，揉了揉眉心，对秦相等人道：好了，你们也下去吧。关于江南水患的事，朕希望明日早朝的时候，你们能想出好的法子来。臣等告退。听到景兴帝的话，秦相和几个尚书赶紧起身行礼走人。皇帝心情不好的时候，远离他才是明智之举。几人脚步匆匆，好像御书房有豺狼虎豹似的，眼看已经走到御书房的门口了，又听到身后传来景兴帝的声音：朕不管你们有些人在想什么，有什么盘算，都统统给朕收起来，把心思放在江南水患的时期上。要是李王有什么不测，你们就都去给他陪葬吧。说着，还特意看了一眼户部尚书祝德海，龙威释放，祝德海不寒而栗，额头上冷汗直冒，脚也有些发软，险些没站稳。臣等谨遵圣意，退下吧。出了御书房走了一段，祝德海才敢拿出帕子擦汗，低着头，神色莫测的转头看了一眼御书房的方向，快步离开了。来人！等御书房的人都走完之后，景兴帝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喊了一声，紧接着一个黑色的身影鬼魅般的出现在了御书房内，去查一下李王御赐的始末，顺便找一下姜文，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黑影应了一声，又鬼魅般的消失了。第122章留言：姜文是谁啊？等御书房再次恢复安静后，景兴帝靠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姜文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他有多少本事他是知道的。这次的事如果是黎君燕自导自演的，那么他就算不能脱身，也会设法让人给他传信。可是现在距离黎君燕遇伏已经过去好几个时辰了，他一点消息也没有收到。若不是林殊闹到宫里，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若不是黎君燕自导自演，
那就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姜文受人指使暗中动的手，一种是第三方势力动的手，而且对方势力不小，连黎君燕和姜文联手都对付不了。这两种情况，无论哪种都不是他愿意见到的。如果是姜文受人指使对黎君燕动手，那就说明姜文背叛了他，那他背后的主子是谁？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背叛他的？姜文是从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就跟着他的人，他把他从一个无名小卒培养提拔到现在的御林军副统领，他对他一直信任有加。若他真的早已背叛了自己，那么自己这些年岂不是每天活在危险中？那如果是第三方势力动的手，那会是谁呢？皇陵距离京城满打满算也就1天的路程，黎君燕要去拜祭宫贵妃也是临时起意。到底是谁有这么大能耐，在这短短的时间知道了李王的行踪，安排了这场伏杀？不知道到底安排了多少人，又有多少高手，连姜文和黎君燕联手都不是对手。虽然他讨厌黎君燕，但是也不得不承认，黎君燕确实很厉害，武功、手段、谋略样样不差，是他所有儿子中最优秀的。他是不相信黎君燕会因为他派了姜文带兵护送，而自己不带人。他若是这样的人，早死了。还有，姜文带的人也不少。也就是说，如果这场伏击是第三方势力动的手，那么对方的势力该有多大？又勾结了哪些官员？就在距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在他的眼皮底下，居然培养了这么大的势力，他丝毫没有察觉。这万一哪天要是造反了，岂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杀到皇城？景兴帝越想越觉得背脊发凉，又招来人，连下了几道命令。尽管景兴帝已经下了命令，厉王夫妇回京路上遇到埋伏下落不明一事，不要声张，不要声张，但是不到1个时辰，京城还是传遍了。姜文也正是被京城百姓所熟知，而且祖宗8代都被京城的百姓问候了一遍。姜文是谁啊？不是说是御林军副统领吗？我知道啊，那是干啥的？他比厉王殿下还厉害吗？为啥派他去保护厉王殿下啊？什么保护啊？这分明是……呸！黑心暗藏的东西，也不怕遭报应？嗨，没听说他现在也不知所踪吗？指不定已经……那才好呢。李王妃和厉王殿下那么好的人，他也下得了手？可不是，李王妃还在襄府做大小姐的时候，没少跟着秦夫人一起做善事，每次去慈幼院都是满满的几车东西，还会去跟那些孩子一起玩，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识字。听说慈幼院那些孩子可喜欢李王妃了，还有李王殿下，没有他在西北守着，咱们哪能过这种安心日子？不得不说，娶了秦洛冉后，因为秦洛冉和襄府本身的名声，再加上他后面的运作，黎君燕的名声确实好了不少。黎君燕属于那种做得多说得少甚至不说的人，对于那地诋毁他的声音，他也向来不屑于去解释，再加上常年不在京城，就直接随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除了少部分内心通透会明辨是非的人以外，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是极其不好的。秦洛冉嫁给他之后，暗中安排了不少人去宣扬他的功劳，这才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他，不然现在可能还会被骂死的好呢。京城里的流言越传越不像话，而且越发不受控制。景兴帝知道后脸都气绿了，却又不能把那些人真的怎么样。他要是真的让人把那些传这些流言的人都抓起来，就等于变相承认这事就是他指使的。再者，他也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处置了，京城的百姓数以万计，参与传播流言的没1万也有几千，他要是因为这点流言就把那些人都处置了，那他这个皇帝也当到头了。当皇帝以来第一次这么被动，景兴帝憋屈啊。只是在憋屈也得忍着，谁让他先不仁，现在别人不义，也怪不得人家。厉王夫妇在回京路上遇刺失踪的消息传开后，京城直接炸开了锅，几家欢喜几家愁。当然，幸灾乐祸的毕竟是少数，比如黎君行和夏轩儿，还有祝家这种根都坏了的人家。黎君行觉得黎君燕要是真的死了，那么就没有人能够和他争皇位了。夏轩儿主要是因为他下药勾引太子一事，只有秦洛冉和他的侍女知道整件事情的始末，有这个把柄在秦洛冉的手里，他始终不能心安，生怕哪天秦洛冉拿这个威胁他。秦洛冉要是真的死了，那就再也没有人能拿这个威胁他了，也不会再有人知道他做的事。祝皇后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正在宫里悠闲的修剪花草，开始听说黎君燕夫妇遇伏下落不明的时候，也是忍不住幸灾乐祸，心想黎君燕这个黎君行城隍路上的绊脚石总算死了，他的皇儿坐上皇位再也没有任何阻碍了。可是当听到姜文也下落不明的时候，手里的动作一顿，一个不小心把他最喜欢的那株18学士给剪了。姜文怎么回事？回娘娘，据御书房那边的人传来的消息，说是姜统领对李王殿下动手的，至于他为什么也下落不明，暂时不知。说话的是皇后的心腹子苏，跟在祝皇后身边多年，知道祝皇后许多秘密和脏脏的事，当然也没少参与，残害那些有姿色又惹了皇后不快的宫女和那些新进宫得宠的美人，还有给怀了隆重的嫔妃下药的时候，更是不会手软。任谁也想不到，平日里跟在祝皇后身边那个笑起来露出2颗小虎牙，很是可爱的子苏，其实背地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鬼。这话是李王的人说的吧？
本宫是问你这个吗？没有听到自己想听的，祝皇后心里莫名烦躁，手里的剪刀都给扔了。好巧不巧，刚好砸到那盆她精心养了多年的翡翠兰，这下心情更糟糕了。紫苏见状，默默地往后退了2步。第123章，离君行是猪吗？你退什么？本宫是能吃了你吗？祝皇后看到紫苏的动作，气不打一处来。不过想想自己还需要她办事，又把抬起的手放了下去。姜文那边有消息传来没有？回娘娘，没有。看到祝皇后把手放下，紫苏偷偷松了一口气，然后凑到祝皇后耳边小声道：“李王殿下遇刺这事，好像陛下也不知情，不但派了镇北大将军黄勇亲自带人去找，好像还派了龙卫出去。这么说，陛下那里也没有姜文的消息。”祝皇后是不相信景兴帝是派龙卫去找黎君燕的，那就只有可能是让他去查黎君燕遇刺一事。应该是这样的，你再出去看一下，看看姜文那里有没有消息传来，顺便打听了一下李王的情况。是，娘娘。紫苏恭敬地应了一声，正准备走，又被祝皇后喊住了。等一下，你先去查一下，近期太子是不是私下跟姜文接触过？黎君燕遇刺这事太蹊跷了，让他不多想都不行，希望不是黎君行自作主张才好。紫苏领命而去，以替皇后探望太子的名义，很顺利地出了宫。到了太子府，黎君行本来还不承认，还是紫苏搬出祝皇后，又把事情的严重性给他分析了一遍，他才不得不承认的。1个时辰后，凤鸣宫，祝皇后听了紫苏带回来的消息，气得把刚换上不久的瓷器摆件全砸了。黎君行他是猪吗？他做决定之前为什么不问问本宫？还有姜文这种事为什么不跟本宫说？娘娘息怒，太子殿下估计也是因为最近接连不顺，所以有些着急，所以他就可以做这么没脑子的事，连这点挫折都受不了，还怎么坐那个位置？他坐得稳吗？祝皇后是真的快被黎君行给气死了。姜文那么重要的人，他居然在这种无关紧要的时候动用，真是杀鸡用牛刀。娘娘息怒，娘娘息怒。好好的暗棋就这么被黎君行给毁了。紫苏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住皇后，只能无力的劝她息怒。息怒？你要本宫怎么息怒？姜文这步棋本宫走了快20年，付出了那么多，就这么被黎君行那个蠢货给毁了。你告诉本宫，本宫该怎么息怒？祝皇后越想越气，恨不得冲到黎君行面前撬开他的脑子，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去被叫，太子殿下伤口复发，本宫要去太子府看太子。黎君行现在被皇帝勒令在太子府养伤，没有皇帝开口不能进宫，那就只能他亲自去了。若是不去一趟，以后还不知道会做什么蠢事来，说定他和尚书府都会被他还给连累死。可是娘娘，陛下那里紫苏担心这个节骨眼上去太子府太过惹人注意，若是让景兴帝怀疑，岂不是更加得不偿失？只是祝皇后被黎君行给气疯了，哪里还顾得上那么多？让你去你就去，陛下那里本宫自会亲自去跟他说。是。见祝皇后执意要去，紫苏也只好下去准备了。紫苏下去后，祝皇后换了一身衣服，重新整理了一下妆容，带着人去了御书房求见皇帝。御书房是景兴帝平日里召见大臣和处理政务的地方，乃皇宫重地，后宫嫔妃连靠近都不能靠近，祝皇后却可以进去，可见景兴帝对她是真的很偏爱了。也不知道祝皇后用了什么借口，反正景兴帝是同意她去太子府了，而且还派了不少人保护。祝皇后去太子府并没有让人先去通知，所以她到太子府的时候，把太子府的一众人吓了一跳。柳妍希听多说祝皇后来了，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急匆匆的出来迎接。儿臣见过母后，母后万安。起来吧。对于柳妍希这个儿媳妇，祝皇后还是满意的，所以尽管很生气，也没有趁机刁难她。母后，您来怎么也不提前让人说一声，儿臣好去迎接您。祝皇后没有理会柳妍希这话，径直往前走。柳妍希耸耸肩，落后她半步，跟在她后面。看着祝皇后明显不高兴的样子，柳妍希猜想肯定是黎君行又做了什么事惹了她生气，在心里默默为黎君行点了一排蜡烛。这些年为了黎君行，她可没少讨好祝皇后，对她还是略有几分了解的。前脚紫苏才来，祝皇后现在又马不停蹄的赶来，而且都没让人提前来说一声，只能说明黎君行这次做的事是真的让她很生气，气到恨不得要亲自来太子府教训她。生气的祝皇后是很让人害怕的，柳妍希决定还是不跟着去了，免得被殃及鱼池。母后，您要是有事的话，让人传个话，儿臣去宫里见您就是。这大热的天，您何苦这样辛苦来回跑，累坏了臣也心疼。柳妍希一边说着，一边不着痕迹地拉开了和祝皇后的距离。祝皇后脾气不好，气头上喜欢动手打人，她还是躲远一点比较好。祝皇后本来心里就憋着火气，听到柳妍希的话停下了脚步。怎么，这太子府本宫没事不能来吗？还是说本宫来太子府还要经过你这个太子妃的同意？母后息怒，儿臣不是这个意思，儿臣只是心疼母后。柳岩二话不说，直接跪下请罪，态度要多诚恳就有多诚恳，
要多小心翼翼就有多小心翼翼。祝皇后看到他这个样子更生气了，不过还是忍着没对他发火，只是不冷不热的说了句：“本宫不需要你操心，你有这个功夫，好好操心一下太子，早点生个孩子，比什么都强。”是，妍希谨遵母后吩咐，会好好照顾太子，让他尽快好起来，然后尽快给母后生个孙子。柳妍希不说这话还好，一说，祝皇后的怒火终于压制不住了，不会说话就闭嘴，现在给本宫滚回你的院子去！什么叫做谨遵他的吩咐，尽快给他生个孙子？感情没有他们是没打算生孩子是吗？生孩子是为他生吗？身为太子妃，为太子开枝散叶，不是他该做的吗？还有，他不知道生下皇长孙对夺嫡有利吗？是，妍希告退。柳妍希才不管祝皇后在想什么，有多气，起身恭敬的扶了扶，带着人干脆利落的走了。第124章，本宫怎么会生了你？这么个蠢货！柳妍希说走就走，动作干脆利落，丝毫不拖泥带水。这下轮到祝皇后傻眼了，这还是那个逮着机会就可尽巴结她的柳妍希吗？柳妍希不是恨不得有机会就往黎君行面前凑吗？按照柳妍希以前碰到这种情况，不是应跪下请罪认错吗？这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还一点也不留念的样子。他不知道他现在要去找黎君行吗？他这是什么态度啊？现在嫁到太子府了，本宫连说他2句都不能了吗？祝皇后气得胸脯一颤一颤的，本宫以前怎么会觉得她知书达理、聪明贤惠，会是太子的贤内助的？娘娘息怒，许是太子妃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太子妃以前对您最是敬重不过了。皇后的另一个心腹宫女白福一边给祝皇后顺着气，一边安慰道：“她能有什么烦心事？天天在太子府好吃好喝的待着，奴仆成群的伺候着，太子也没有其他侧妃来烦她。再说了，她一个太子妃，有烦心事就可以对本宫这个皇后无礼了吗？”听得祝皇后说黎君行没有侧妃，白福好心的提醒了一句：“娘娘，夏大人的家孙女，陛下让太子殿下身体好了，就找个时间抬进府呢。”其实白福想说的是，太子殿下是没有侧妃，但是成亲前通房暖床丫鬟就不少啊，还经常逛花楼。前段时间跟镇北侯的嫡子柳木青争抢花魁，把人家打残了的事情还历历在目呢。那可是太子妃的亲弟弟啊，太子妃有点情绪不是很正常吗？换成他都想弄死太子殿下，给弟弟报仇了。还有，太子大婚当日跟夏家的小姐在院子里乱来，让太子妃颜面尽失，这比娶几个侧妃还侮辱人好不好？白福虽然是个丫鬟，也是祝皇后的心腹，但是对黎君行是真的万般看不上眼。听到白福提起夏轩儿，祝皇后勾唇一笑，心里也没那么气了。太子殿下这身体养了这么久，也应该好了。夏轩儿跟太子已经成了好事，说不定肚子里已经有了本宫的孙儿，让太子妃准备一下，尽快把夏轩儿迎进府吧。祝皇后说完，一甩袖子，继续往黎君行的院子走去。柳妍希，本宫会让你知道，这太子府是谁说了算了。你以为你坐上太子妃的位置就高枕无忧了吗？做梦！你若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那夏轩儿就只是一个开胃菜。祝皇后到黎君行住的青雨轩的时候，黎君行正在调戏给他换药的丫鬟，光嘴上调戏还不够，直接对那丫鬟上下其手。太子殿下，您别这样，您再这样，奴婢就没办法给您换药了。没法换就别换了，反正本宫的伤也快好了，不如咱们做点别的。黎君行说着，手就朝丫鬟的衣领里探去。小丫鬟欲拒还迎，太子殿下，不可，要是太子妃知道了会生气了。奴婢有本宫在，怕她做什么？本宫就是抬了你做妾，她也不敢说什么，还不是得到本宫面前摇尾乞怜。黎君行想到这几天柳妍希因为大婚那天的事对他爱搭不理的，气不打一处来，他不就是不小心被算计了睡了的夏轩吗？至于给他这么多天冷脸，一点太子妃的风度都没有。再说了，他不是不知道，他这辈子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现在又因为那天的事给他脸色，真是给点验收人就开染房。他都已经娶了她，给了他太子妃的位置了，他还想怎样？那丫鬟听到黎君行这么说，嘴上的笑意都藏不住，娇嗔道：“哎呀，殿下你好坏！”祝皇后在门外听到这些话，刚刚压下去的火又蹭的上来了，气得用力一脚踹开了门。小丫鬟没有不认识祝皇后，见她就这样大呲呲的踹开门进来，面上不悦，脑子都没过就骂道：“你是谁啊？没看到太子殿下正忙着吗？不知道敲门啊？规矩都学！来人，这丫鬟青天白日的勾引太子殿下，拖下去杖毙！”小丫鬟的话还没说完，祝皇后看都没看她一眼，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决定了她的生死。是，皇后娘娘。跟在祝皇后身后的人听到祝皇后的吩咐，应了一声，就上前去拖那丫鬟。小丫鬟才知道自己刚刚骂的是皇后，胆都吓破了，也顾不得衣裳不整，急忙跪在地上求饶：“皇后娘娘饶命！皇后娘娘饶命！奴婢不知道是皇后娘娘大驾光临，一时失言，求娘娘饶命！求娘娘饶命！”小丫鬟一边求饶，一边用力磕头，不一会儿，额头就磕出了血。然而
祝皇后从头到尾都没看他一眼。白福看着脸色越来越不好的祝皇后，急忙对那两人道：“还愣着做什么？还不赶紧把人拖下去！”两人也不敢再耽搁，急忙架起那小丫鬟就往外走。那小丫鬟见求祝皇后没用，急忙跟黎君行求救：“太子殿下救命啊！太子殿下救救奴婢！太子殿下！”那两人嫌他吵，随手扯了个东西塞进他嘴里，加快脚步把他拖了下去。黎君行也被祝皇后这一雷厉风行的操作给弄懵了。他以前调戏宫女、调戏丫鬟，不是没有被祝皇后撞见过，只是他都从来没有生过气，还会把那宫女给他送到府上来。这么生气倒还是头一次，也是黎君行第一次见祝皇后这么生气，一时间也有些涩涩的。儿臣见过母后，母后您怎么来？黎君行从软榻上爬起来，整理好衣服，走到祝皇后面前行礼。啪！祝皇后二话不说，直接重重甩了黎君行一巴掌。本宫怎么来了？本宫不来怎么会知道？你这个蠢货，都这个时候了，还有心思在这里胡闹？被自己的亲娘当着下人的面骂蠢货，黎君行面上有些挂不住。母后，不知儿臣哪里做错了，让您这么生气？黎君行啊，黎君行，外面都闹翻天了，你居然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本宫怎么会生了你这么个蠢货？祝皇后实在生气，说完又重重甩了黎君行一巴掌。第125章恨铁不成钢。母后，儿臣好歹也是太子，您这样对儿臣又打又骂的，让儿臣面子往哪里放？接连被打，黎君行也怒了。面子？呵！祝皇后冷笑一声，你还知道要面子啊？你看看你做的那些蠢事，哪一件让你有面子了？背地里都让人笑掉大牙了，还面子？母后！祝皇后走到前面主座上坐下，一脸怒容地看着黎君行，本宫说的不对吗？本宫本以为李王回京后你会有压力，行事会小心谨慎一些，可是你呢，接二连三被你父皇禁足。你看看，有史以来哪个太子像你这样动不动就被禁足的？这还是仗着你的父皇宠你，要不然现在太子之位早换人了。你以为你还能稳稳地坐在上面？儿臣我祝皇后说的都是实话。黎君行无力反驳。祝皇后不开口，黎君行也不敢擅自落座，只好干巴巴地站在那里。紫苏和白福很有眼力劲地退了出去，带上门，尽职尽责地守在外面。你什么你？你是不是以为你父皇现在宠你，你就可以高枕无忧，就可以乱来？你父皇是不喜欢黎君燕，但你不知道他还有别的儿子吗？还有，你是不是觉得你的父皇会一直无底线地宠着你？见黎君行不说话，祝皇后以为他真的是这么想的，气得心口都疼了。你到底是有多蠢啊？黎君行，坐在龙椅上那个人他先是帝王，然后才是爹，你到底懂不懂啊？他不止你一个儿子，而你只有他一个爹，皇位也只有一个。他有很多选择，他可以宠着你，也可以废了你。帝王的宠爱如镜花水月，是这世上最不靠谱的东西。你可以利用这份宠爱去做许多对自己有利的事，但是不能指望着这份宠爱高枕无忧。你在皇宫生活了这么多年，连这么简单的道都不懂吗？黎君行不知道祝皇后今天为什么这么生气，小声地为自己辩解道：“儿臣没有。他要是指望他父皇的话，他还会和赤炎勾结吗？没有。那你告诉本宫，你最近都在做些什么？”祝皇后倒了一杯茶喝下去之后，才觉得心口舒服了一些。儿臣除了在府里养伤，什么也没做呀。黎君行说完，想起之前紫苏到府里来问他的事情，又看看怒气未消的祝皇后，心里一个机灵，莫不是姜文出了什么事？怎么，终于想起来了？见黎君行终于想起来自己干了什么蠢事，祝皇后已经气得没脾气了。我儿臣黎君行被祝皇后那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看得有些不自在。母后，是不是江统领那里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你不会去外面大街上打听一下吗？祝皇后没有直接回答他，问道：“你告诉本宫，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动用姜文？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本宫商量？”儿臣想着他反正护送黎君燕去皇陵，就刚好可以什么？那拓跋英那里，你派谁不能去？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让姜文去？你让他去接触拓跋英也就罢了，你为什么要让他对黎君燕动手？你知不知道，姜文这步棋因为你这个愚蠢的决定全给毁了？说到这里，祝皇后刚刚压下去的火气又上来了，把手里的茶杯往黎君行头上一扔。你到底知不知道姜文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可以在关键的时候决定我们是否能成功，你明白吗？不然那些事母后为什么要让别人去做，就是不想暴露他。可是你现在把本宫10多年的心血全毁了了，你知道吗？冤枉啊，母后，儿臣只是让他去接触了一下拓跋英，商议了一些事，没让他对黎君燕动手啊。黎君行更猛了，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你不知道，倒是有心思胡闹。祝皇后才懒得跟他说，对外面喊了一声：“紫苏。”紫苏闻声而入，面无表情的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跟黎君行简单说了一遍。母后，
而臣真得没有让姜文对黎君燕动手，而臣只是让他趁出去了跟拓跋英接触一下，也省得再派别人引起别人的注意。本宫还要夸你会用人是吗？姜文护送黎君燕去皇陵，你让他趁机去接触拓跋英，你脑子是不是被门给挤了？你这不是亲自把把柄递到黎君燕手里吗？你以为黎君燕在短短几年掌握了西北是靠运气吗？你若不是有本宫和祝家，还有你父皇护着你，你早就被他弄死了。你居然亲自送把柄给他，你是活够了吗？祝皇后从进门到现在，不是对他又打又骂，就是贬低他，还拿他跟他最讨厌的黎君燕比。黎君行的脾气也上来了。母后既然觉得黎君燕样样都比儿臣好，那您干脆扶持他去好了，何必在这里埋汰儿臣？横竖谁上位，您也是太后。混账！祝皇后闻言，一个箭步走到黎君行面前，抬手就是2巴掌。你是太子，本宫给足了你作为太子的脸面，甚至都没有说过你一句重话，为你筹谋，为你打算。你是本宫的儿子，本宫自从怀上你开始，就对你悉心呵护，这些年为你遮风挡雨。以前你胡闹，只要不影响大局，本宫可有说过你半句。本宫一直以为有些话就是不说，你也能懂，可事实证明，本宫错了。母后听了这皇后的这一番话，又想想这些年祝皇后为她做的一切，黎君行觉得自己刚刚说的话有些过分，想跟祝皇后道歉呢，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行了，祝皇后突然觉得心累，本宫暂时不想看见你，你这些日子最好给本宫老老实实的待在府里，别再搞些小动作。若是觉得无事可做，就早些把夏萱儿迎进府，早些诞下皇长孙。祝皇后说完，扶着紫苏的手走了，只是身上已经没了来时的气势，背也没有之前挺得直了。看着这样的祝皇后，黎君行有些堵得慌，想到他刚才说的话，急忙唤来自己的侍卫广明，让他去查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第126章到达豫州。不一会儿，广明回来了，把他从外面听到的，还有紫苏那里打探来的，都跟黎君行说了。怎么会这样？本宫真的没然后姜文对黎君燕动手啊！听到广明说他皇帝老子派了龙卫去查，黎君行心都凉了半截。就算他没有见过龙卫，也知道那是干什么的。他父皇派出了龙卫，那他们和姜文的事，还有他和拓跋英私下那些交易，是不是都会被查得一清二楚？那他还有活路吗？他该怎么办？他现在能怎么办？派人去杀了龙卫吗？可是他的人有那个能耐吗？一时间，黎君行慌得不行。广明，你去给外祖父传个话，说本宫有事找他。思来想去，黎君行还是觉得自己的外祖来一起商量对策，毕竟一人计短，两人计长嘛。殿下，皇后娘娘让您这几天不要轻举妄动，她会处理的，您安心养伤吧。其实广明想说的是，您就老实一点吧，别再做了，再做真的要把自己给做没了，没那个本事，消停一会儿不行吗？听到广明的话，黎君行顿泄了气，无力地靠在椅子上。广明见状，悄悄地退了出去。瑶光阁的柳妍希听说了青雨轩的事情之后，心情舒畅无比。太子殿下现在心情不好，正是需要美人陪伴的时候。本宫记得在本宫进府之前，太子有一个暖床丫鬟，生得很是标致，叫柳什么来着？叫柳絮。小姐。绿云想了想道：对，就是那个叫柳絮的。听说她是太子之前那些暖床丫鬟中生得最好的，想来在本宫进府之前没少伺候太殿下，也算有功。本宫就做主把她抬为凤仪吧，让她继续好好伺候太子殿下。绿云，你去西院走一趟。是，小姐。绿云扶了扶，下去了。之前柳妍希为黎君行差点着了魔，这个叫柳絮的丫鬟她自然是知道的，也知道她不是一个安分的。夏萱儿那个没脑子的女人马上就要进来了，她得给她找个玩伴不是？美人是有了，如果觉得这2个不够的话，她还可以再给她找几个，就是不知道黎君行现在还受不受得住。他以为这些日子他偷偷摸摸找大夫的事情没人知道吗？对了，夏萱儿和他有了亲密接触，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要是黎君行和夏萱儿都以为是对方给传染的，那就有意思了。柳妍希突然好期待，她从来不知道黎君行是这么一个色欲熏心的人，那地方都出问题了，还有心思调戏婢女。不过她一点都不同情那些被他趁机糟蹋的婢女，她们如果不存了攀龙附凤的心思，就不会被糟蹋。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后果。她很庆幸，在事情还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的时候，知道了真相。虽然秦洛冉告诉她是存了要利用她的心思，想让镇北侯府乱起来，但是那又如何？她只要保住自己和自己最亲的人，其他人的死活又跟他有什么关系？是他们不仁在先，他只是想活下去。这厢黄勇接到景兴帝的命令，用最快的速度点了5000人去寻找黎君燕和秦洛冉。可是他们5000人几乎把龙居上附近方圆100里都翻过来了，悬崖下面也去看了，也派人往有可能逃走的方向去追了，找了3天3夜。除了找到秦洛冉的那件披风和他的专属马车，以及姜文落在悬崖边上的佩剑，其他就是渭南等死了的士兵的尸体。
丞相夫人封氏在看到自己的女儿的披风以及那辆伤痕累累的马车的时候，再也撑不住，当场晕了过去。女儿女婿下落不明，夫人也悲伤过度病倒了。秦相既要操心女儿失踪一事，还要照顾自己的夫人，朝中还有一大堆破事儿等着他处理。没2天，秦相也扛不住病倒了。一时间，曾经风光无限的丞相府成了全京城人最同情的对象。茶楼里甚至已经有人把这事儿改写成了话本子，让说书先生坐那儿讲。姜文更是被骂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姜文再厉害，也只是一个奉旨办事的人，但是他背后的主子老百姓不敢骂，那就只有加倍骂他了。得亏姜文现在是孤家寡人，不然他们姜家的人这个把月是不用出门了，一出门准遭臭鸡蛋、烂菜叶招呼。就是不知道他那死不瞑目的父母知道了，会不会气得爬出来掐死他。京城的流言越传越难听，景兴帝这几天上朝看着一个个乖的喘气都不敢大声，他不管说什么都说遵旨，没有任何人反驳他的朝臣，差点心塞死。天地良心，他是想要除去黎君彦没错，但是这次真的不是他做的啊。他一直信任有家的御林军副统领，现在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连龙卫都查不到任何消息。这种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的感觉真的很糟糕，他也很烦躁，好不好？看着那一张张让人生气的脸，景兴帝火气一上来，直接把去江南赈灾的差事给了刚进入朝堂没多久的五皇子黎君明，还点了几个中立派的大臣前去辅助他。景兴帝的这一举动又让京城暗潮涌动。自古以来，赈灾都是一件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事情，只要做好了，就是最好的立功机会。特别是这次江南水患，如果赈灾途中不出什么意外，那么五皇子黎君明以后在朝堂上就有了一席之地。景兴帝此举明显是要抬举五皇子，这京城的局势怕是又要变了。豫州城一间不起眼的酒楼2楼，被人找疯了的黎君彦和秦洛冉正在一个靠窗的位置悠闲地用着扇。没错，这对夫妻在把京城搅得满城风雨后，拍拍屁股一路向北，马不停蹄地直奔豫州城而来。豫州城是去赤岩必经的地方，两人来这里的目的不言而喻。阿燕，你说拓跋英今天能赶到豫州吗？秦洛冉和黎君彦两人的相貌都太过出众，身份太过特别，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两人乔装打扮了一番，连称呼也改了。闻言，黎君彦慢条斯理地咽下口中的东西，如果半路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今天傍晚就会到，反之就不好说了。拓跋英那玩意儿被他一刀给切了，不，一剑给割了。碍于他的身份，不方便也不敢大张旗鼓地找大夫，只能偷偷摸摸地在附近的城镇找一些大夫看看。这玩意儿宫里的太医都没法看，那些小城小镇上的大夫肯定看不了啊，也不敢给他看。那拓跋英就只能回赤岩了，只不过因为那个地方受了伤的原因，他不能骑马，坐马车速度就慢了不少。所以尽管秦洛冉和黎君彦在他后出发，还是比他早早的到了豫州城。第127章，错温的尽头是无极山。吃过饭，见时间还早，两人便牵着手逛起了豫州城。豫州城是通往边塞的必经之地，来来往往的客商很多，这里有许多塞外的生意人。虽然不是边塞城池，风土人情跟其他京城比起来差别还是很大。不管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秦洛冉都是第一次来，兴致勃勃地逛了许久，买了许多当地特有的小玩意儿和特产。黎君彦从头到尾都是耐心地跟着，就2件事：付钱、拎东西。一直到太阳偏西，秦洛冉才意犹未尽地跟着黎君彦回了客栈。天哪，我今天买了这么多东西啊！回到客栈，秦洛冉看着房间的桌子都堆不下，地上也摆了好多玩意儿和特产，有些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难得看到他这么可爱的样子，黎君彦宠溺地摸摸他的头，这才多少啊？王妃若是喜欢，把整条街都买下来又如何？他黎君彦又不缺钱，他的王妃自然是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又贫嘴，秦洛冉娇嗔地瞪了他一眼。对了，拓跋英到了吗？王爷。黎君彦刚要开口，门便传来了子车的声音。进来。如果不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或者事态非常紧急，子车是不会轻易打扰他的。子车闻声推门而入，对黎君彦抱抱拳。王爷，子恒那边传来消息，说拓跋英在距离豫州10里的时候，突然掉头往错温的方向去了。错温？听到这个名字，秦洛冉先不淡定了，因为错温的尽头是无极山，那个神秘让人向往又不敢轻易去的地方。是的，王妃。子车点点头。子恒擅长追踪查探，他传来的消息基本不会有错的。黎君彦挥挥手，你下去让他们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不用说，肯定是拓跋英听说了无相真人之后，决定去碰碰运气。也是，纵观四国，如果说有人能医治断根之疾，恐怕也就只有秦洛冉那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师傅无相真人了。没有哪个男人能接受得了自己没了命根子，更何况是拓跋英这种野心勃勃的人。所以哪怕只有1/1000的可能，拓跋英也要去试一试。是，王爷。子车出去后，黎君彦和秦洛冉用最快的速度
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出了门。秦洛冉一行人出了豫州，径直南下，一路快马加鞭往错温方向追去。豫州附近的路离军燕很熟悉，他们一路抄小路走，原以为拓跋英他们不熟，而且拓跋英不能骑马，速度快不了，他们会很快就追上的。却不想他们一直追到距离豫州50公里的河图镇，也没有发现拓跋英等人的踪迹，而且子恒他们也暂时失去了联系。此时已经月上中天，河图镇的人都已经进入了梦乡，除了偶尔传来几声猫头鹰的叫声，整个小镇安静如斯，马蹄声踏在青石板上，声音就格外清晰。王爷、王妃，先找个地方休整一下吧，属下去找一下子附近有没有子恒留下的记号。子车看了看四周，对黎君燕道：“黎君燕颔首，去吧，小心一些。”一路狂奔，不说人受不了，马也受不了了。他倒是无所谓，主要心疼他的王妃。河图镇再往前便正式进入错温，错温地方并不大，快马加鞭2天就能走到头。再往前便是不属于4国中任何一国的无极山的范围，所以河图镇并不热闹，甚至连间像样的客栈都没有。林殊等人把整个河图镇找了一个遍，也才在镇子的另一头找到一家看起来只能勉强遮风挡雨的野客栈。为什么说野呢？因为它跟河图镇的其他房屋离得着实有点距离，而且里面早已空无一人，里面的灰尘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蛛网遍布，几只老鼠听到脚步声还吓得乱窜。不过好的是，客栈门前有一口水井，里面的水还未完全干涸。林殊打上了一桶水，秦洛冉查验了一番，确认没什么问题，才让大家用。在场的都是不矫情的人，在春慈的带领下，一行人很快就把原本客栈的大堂给收拾出来了。生了一堆火，大家围着火堆席地而坐，简单的吃了一些干粮后休息。睡一会儿吧，天亮了我叫你。黎君燕把秦洛冉整个地抱到自己的怀里，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我自己坐着就好。秦洛冉挣扎着要下来，黎君燕要是这样抱着他一整夜，第二天手还受得了吗？乖。黎君燕搂得更紧了一些，地上硬，为夫腿上刚刚好。他的王妃细皮嫩肉的，这么冷硬的地板坐一晚上怎么受得了？他皮糙肉厚的无所谓，以前雪地里、尸体堆里、树上能睡不能睡的地方都睡过，相比之下，这破落的小客栈真的还好了。可是秦洛冉不是矫情，他是心疼黎君燕，他们都赶了大半天的路，疲惫不堪，明天一早就要出发，黎君燕如果一整晚都抱着他，肯定休息不好。秦洛冉刚开口就被黎君燕给打断了，没有可是，再说话为夫就当着他们的面亲你了。黎君燕说着就低下了头，佯装真的要亲他，吓得秦洛冉急忙闭上眼睛靠在他胸前。对面的春慈林殊等人早已死死的闭上眼睛，呼吸能有多轻就多轻，努力把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甚至还往后挪了挪，生怕看到不该看的，惹了李王殿下不开心。秦洛冉两世都没有这么辛苦的奔波过，是真的累了，靠在黎君燕怀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黎君燕亲了亲他的额头，也闭上了眼睛。翌日天色才微微亮，秦洛冉就醒了，睡了一觉的他精神好了不少，简单的洗漱了一下，用了些早膳，本想去河图镇再买些干粮的，不过太早了，镇上的人家都还没开门，一行人便只好继续往前走了。出了河图镇的范围，地势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山路小路也多，不知道拓跋英具体走了哪条，所以秦洛冉直接带着大家走他最熟悉的那条路，直奔无极山而去。第128章无极山下。无极山的存在已经有了近1000年的历史，那时赵越和越洛这些小国都还不存在，哪怕现在强盛能和离国一比的赤炎，也还只是零零散散的几个部落。早期的时候，坊间传言无极山是仙山，山上有凶兽，曾经有人想要上去看看上面是不是真的有神仙，结果去了之后在山脚绕了几天，短短几天仿佛在里面经历了1年4季，出来之后整个人都虚脱无比，据说躺了半个月之久才恢复过来。错温的百姓就以为是他们打扰了神仙，这是神仙给他们的惩罚，所以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去硬闯了。逢年过节还会去山门口烧香烧纸祭拜，其实那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阵法摆了，只不过人们不懂，便把它神化了。一直过了数百年后，4国逐渐分化，逐渐明朗，武林中各大势力相继崛起，无极山才真正的被世人所认识。不过无极山由来已久，太过神秘，又不问世事，不争不抢，再加上无极山地形险峻，便没有人对它动手。无极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不是没有国君想要占为己有，不过彼此都不愿意，再加上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无极山，大动肝火也不划算，所以无极山又安然无恙地存在了数百年。不过这个世道向来都不是你不争不抢就能一直安然无恙的，无极山的神秘始终吸引着一些想要一探究竟的人，特别是近100年无相真人问世后，想要一探究竟的人更多了。无相真人精通5行8卦，能算会卜，精通药理，能生死人肉白骨，一药千金难求，吸引了无数人前往无极山，或求他占卜看相，或求药救人。
虽然那些人上不了山，但是3天2头有人想要强行入山，甚至严重影响了错温百姓的生活，让人烦不胜烦。无相真人无奈，只好承诺每年会往山外送一些丹药，当然是要收银子的。无极山这种千年势力，山上山下机关阵法无数，无相真人承诺每年往山外送丹药，已经是他们最大的妥协了，怕再闹下去彼此都讨不了好处，众人这才消停了不少。这几年因为山下的机关阵法加多加固的原因，几乎很少有人去闯了。至于想要入山拜师，还是那句话，有缘分者入，其他免谈。秦洛冉和黎君燕一行人一路快马加鞭，除了吃饭睡觉的结构时辰，其余的时间都在拼命赶路。赶了1天1夜，终于到进入了无极山的范围。按照记忆中的路线，趟过一条约莫20余丈宽的河，穿过一片密林，才看到真正的无极山。因为之前那些人总是来打扰，现在河水下面和密林里都设了阵法和机关，没有山上专门的人带路，又不精通机关阵法的话，连河都过不了。而且这些机关阵法会经常变换，如此就算你抓了山上的出去历练的弟子，想要让他带入山也没用。下山历练的弟子，时间到了自然会有人来接。不过秦洛冉不同，他是无相真人的嫡传弟子，无相真人宠他，给他做了一块可以过无极山所有阵法的通行玉简，整个无极山只有他有，连洛清崖这个未来掌门都没有。按照他师父的说法，就是洛清崖作为无极山未来的掌门，如果连山下的机关阵法都不能破，以后还怎么肩负起无极山的未来？无极山交到他手上能放心吗？所以洛清崖每次下山回去都只能自己破阵法，阵法还一次比一次难。哪怕洛清崖天赋异禀，也得到了无相真人的真传，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破解的，有时甚至得花上几天的时间。本来按照无极山入世俗不得归的门规，秦洛冉下山之日就应该把那玉简还给他师父无相真人的，不过他还的时候，无相真人没收，说是留给他做个念想，还说相信他不会无视门规。此物太过贵重，秦洛冉一直贴身佩戴，好在除了他们师徒3人，并无其他人知道这世上还有通行玉简这种东西，不然秦洛冉回京后压根就过不了安生日子。无极山不是一座单独的山，高耸入云的主峰后面还有许多小山峰，层峦叠嶂，峭壁陡立，让人望而生畏。密林里，秦洛冉看着自己生活了10多年的地方，突然有些近乡情怯的感觉。尽管他这次来不能上去，最多只能到这里，再不能往前了。王爷，有子恒的消息了。正在秦洛冉看着前面的高山无限怀念的时候，子车匆匆走来。子恒是黎君燕手下除子车外最厉害的暗卫，在河图镇的时候还有消息，自从进了错温之后便失去了联系，现在听到有他的消息，在场的人瞬间打起了精神。他人呢？回王爷，在距离这里5里外的死神峡谷。死神峡谷？听到这个名字，秦洛冉忍不住惊呼出声。死神峡谷环境特异，地势极其复杂，里面瘴气，有毒气，有沼泽，还有许多凶猛异常的野兽和食人花，数百年来能活着从里面出来人少之又少，迄今为止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年轻一辈中，目前他知道的只有洛清崖一人，没有人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但是有一点，穿过死神峡谷就可以看到无极山，从那里只需要过一个名为镜花水月的幻阵，就可以到达无极山的山脚。镜花水月虽是幻阵，但是对于无极山修习五行八卦的弟子来说并不难，只要你认真修习，基本功过关都能破。也不知道拓跋英是如何知道河流和密林有机关的，让他冒这么大的险去走死神峡谷，而且好像已经快要走出来了。看来拓跋英身边还真是藏龙卧虎啊，还是说有曾经成功从里面走出来的人给他们带路？秦洛冉更倾向于后者，如果拓跋英身边真有这么厉害的人，那他也不会被黎君燕给把命根子给切了，也就不用到这里来了。到底是谁呢？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此人对无极山不说熟悉，也应该有几分了解，而且本事不小，比他师兄洛清崖应该也弱不了多少。第129章无极山的叛徒。秦洛冉想了半天，也没想到会是谁，只好带着人穿过镜花水月，找个隐秘的地方藏起来，静观其变。一行人等了约莫1个时辰左右的样子，终于看到拓跋英等人的身影了。不过似乎伤亡挺惨重的，粗粗看上去也就10来个人，而且每个人都受了不轻的伤，连拓跋英也是狼狈不堪，走路还有些瘸。其他的人就更惨了，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眼睛或者鼻子耳朵没了，身上的衣服更是破破烂烂，血迹斑斑。拓跋皇子，在这里休整一下吧，一会儿山上还有很多机关阵法呢。正当秦洛冉在考虑要不要动手的时候，人群后面传来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秦洛冉以为自己听错了，轻轻拨开面前稍稍挡住视线的树叶，死死地盯着前面。不一会儿，一个一身黑衣，杵着手中的长剑，一瘸一拐走上前来。看清楚来人，秦洛冉心中的疑惑终于解开了。他就说，无极山已经低调隐士，山下机关阵法遍布，上一世黎军行皇位尚未坐稳，怎么会想着要来攻打无极山，又怎么会那么容易就被攻破？
就算是有他的原因，也不会那么仓促。黎军行可比谁都怕死。原来是无极山出了叛徒，一个差一步就可以和洛清崖一较高下的叛徒，无极山大长老的嫡传弟子魏自远。魏自远和洛清崖被称为无极山双玉，两人皆是天赋异禀、出类拔萃之辈。当初竞选无相真人的徒弟的时候，最后的比试，洛清崖也只是险险的胜了一招。本以为无相真人会两个都收入门下，待日后再从两人中挑选出最优秀的一个作为掌门，毕竟两人确实都非常优秀。但是最后他只点了洛清崖入门，而魏自远则被大长老收入门下，从此辈分比洛清崖矮了1倍不说，也意味着他这辈子都在无缘掌门之位。秦洛然很清楚地记得当时魏自远很是不甘心，也不服气，不过也没说什么，只是恨恨地看了一眼洛清崖便拂袖而去。他师父无相真人说魏自远气性大，心性浮躁，有些好大喜功，不适合做掌门。如果他将来无极山交到这样的人手里，那无极山距离灭亡之日也就不远了。这样的人好好教导一番，做洛清崖的助力倒是不错。当时还嘱咐大长老好好教导他。现在看来，有些人的本性如此，后天再怎么教导也没用。他居然为了权势出卖无极山，投靠皇族，俨然把无极山不涉朝堂、不涉江湖的门规抛之脑后。上一世拓跋英很顺利地回了赤岩，魏自远没有碰到他，所以去投靠了黎军行。这一世想来是在半路遇到拓跋英，所以真是该死。没有无极山，他现在早就重新投胎了。无极山给了他第2次生命，他一身本领都是在无极山学的，到头来却是这样回报无极山。秦洛冉拳头捏得嘎嘎直响，恨不得立刻马上现在就冲出去杀了魏自远。洛儿，黎君燕拉住他，示意他先稍安勿躁。你不是说你是你们无极山大长老的嫡传弟子吗？怎么连无极山都入不了，才到山脚就让本殿折损了那么多人？现在你告诉本殿山上还有机关阵法。听到魏自远说山上还有阵法和机关，拓跋英不满了。为了来无极山，他把他在豫州附近藏了多年的人都召来了，结果才到山脚下就折损的七七八八了，剩下这几个也是伤的伤，残的残。现在还告诉他山上还有机关阵法，也就是说他可能连无相真人都还见不到，剩下这几个人就可能都保不住了。他现在身受重伤，如果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还怎么回赤岩？黎君燕的人还虎视眈眈的在外边等着他呢。魏自远也是个骄傲的人，辛辛苦苦把拓跋英一行人带进来，自己也受了伤，没得他一句感谢就算了，还遭抱怨，当即也不乐意了。拓跋皇子，在刚进入错温的时候我就问你了，是要冒险走死神峡谷还是走正路？不是你自己说你没时间耽搁，然后选择走死神峡谷的吗？你的人折在里面，那是他们学艺不精，我好心把你带到这里来，你没有一句感谢就算了，怎么还埋怨起我来了？无极山，山上山下到处是机关阵法，普通人不知道，你一个赤炎国2皇子还不知道吗？魏自远一番话说的阴阳怪气，连讥带讽。拓跋英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被人这样指着鼻子骂，脸都黑了。但是想到自己一会儿要需要他的帮助，而自己现在也打不过他，再大的气也只好忍了。这魏自远，成无极山大长老，精通5行8卦，功夫吗？能独自从死神峡谷走出来的，自然不是等闲之辈。就算是他全盛时期，也不一定能打得过他。所以这口气能忍也得忍，不能忍也得忍。这死神峡谷他不是没听说过，但凡他有时间等，他也不会走。可是他没时间啊。拓跋英很清楚目前的现状，也忍了这口气，生平第一次低下了他那高贵的头颅。但是他新提拔上来的贴身护卫荣石就有点还没搞清楚状况了。他跟着拓跋英这些年在赤炎横行霸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拓跋英更是在赤炎说一不二。什么时候一个小小的江湖门派的弟子也敢给他脸色看了？没错，在荣石看来，无极山就只是一个江湖门派，他们家殿下肯用他是他的荣幸。所以荣石很不爽，忍不住反唇相讥，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说正路上那些阵法，你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破，我们殿下回冒险走死神峡谷吗？连自己家都回不去，还好意思在那里吹嘘自己多厉害？你找死！魏自远听到荣石的话，脸一沉，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个闪身到了荣石面前，一只手掐着他的脖子，把他举了起来。老子活了这么多年，你还是第一个这么对我说话的人。说完，手腕一用力，咔嚓一声，直接拧断了荣石的脖子，然后手一松，荣石就像个破布一样落在了地上。速度之快，连拓跋英都还没来及说一个字，荣石就死得透透的了。第130章，青崖，山下来人了。魏自远，你拓跋英看到自己的侍卫就这样被魏自远给杀了，脸色也变得极其难看。他怎么也没想到魏自远会狂到这个地步，荣石只是说了一句话，他就直接杀了他，丝毫没有把他放在眼里。面对拓跋英的怒气，魏自远无所谓的拍拍手，拓跋皇子，我是有意辅佐你干一番大事也不错，但这并不代表我要你对你伏低做小，
更不代表你下面的人可以对我不敬，不然这就是下场。无极山下的阵法机关，连洛青崖都不能轻易破，他要是能轻易就破了，他还需要自己出去找出路吗？届时整个无极山都是他的，只要他放出话，有的是人来请他出山。见拓跋英不说话，魏自远又继续道：拓跋皇子，魏某就这脾气，你若是后悔了，现在就可以带着你的人离开，魏某绝不阻拦。魏自远话里的威胁好不羁不难听出，拓跋英沉思了一会儿，笑着开口道：魏公子说笑了，本殿既然跟着你来到这里，就代表本殿是相信魏公子的，自然是希望日后你我一起成就霸业。做奴才的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能死在魏公子手下，那是他的荣幸。说着，拓跋英转身对他仅剩的几个随从道：以后看到魏公子，就像看到本殿，明白了吗？一个魏自远顶他的那些手下10个还不止，而且他手段谋略也不差，招揽他不亏。至于以后，到时候他大权在握，魏自远还敢像现在这样跟他叫板吗？是，殿下。身后的几人齐声应道：魏公子，你看，我们现在……啪啪啪！拓跋英刚想让魏自远带他们上山，就听到了一阵鼓掌的声，瞬间戒备起来，循着声音看过去，只见黎君燕和秦洛冉相携从林子里走了出来。二皇子这能屈能伸的本领，本王实在是佩服。黎君燕、秦洛冉，你们怎么会在这里？看到黎君燕和秦洛冉，拓跋英满眼震惊。他身旁的魏自远看到秦洛冉，眼里的震惊也不比他小。看着一脸震惊的拓跋英，黎君燕嘲讽的勾勾唇：二皇子莫不是被死神峡谷里的毒气给毒傻了？本王怎么会在这里？自然是光明正大的走正路进来的，不然像你一样偷偷摸摸吗？你们是如何进来的？拓跋英看着衣冠整齐、一派轻松的两人，扭头问魏自远：魏公子，你不是说你们无极山下的机关阵法不容易破解吗？想要进来得要你们门内专门的人来接吗？他们怎么说？看着秦洛冉和黎君燕紧紧相握的双手，魏自远心中五味杂陈，也暂时顾不上理会拓跋英。那个曾经让他又爱又恨又妒忌的女子，本以为他离开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了，没想到却是以这样的方式再见。秦洛冉面无表情地看着魏自远，魏自远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对他拱拱手：小师叔。小师叔。拓跋英再次惊叹出声，他不是没让人查过秦洛冉，却没有查到半点他跟无极山有关的消息。不过没人理他，秦洛冉冷笑一声：洛冉已经离开无极山，担不起魏公子这声小师叔。不过魏公子还知道自己是无极山的人吗？我面对秦洛冉的质问，魏自远有些语塞，甚至有些不敢直视秦洛冉的眼睛。他总觉得秦洛冉那双清澈的眼睛仿佛能看穿一切。秦洛冉出身高贵，相貌倾城，入无极山便被掌门收入座下，无极山上下都喜欢他，宠着他。他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别人努力一辈子也得不到的东西。秦洛冉的相貌、出身以及他拥有的一切都让他动心不已。他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跟他表明自己的心意，却被他无情的拒绝，让他遭人嘲笑，便恨上了他。不过那之后没多久，秦洛冉就离开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见，那份悸动和恨意也就不了了之了。没想到今天却毫无预兆的以这种方式相见。他那样聪慧，肯定已经知道了他在做什么。一时间，魏自远竟然有些无地自容的感觉。不过转念一想，他只是想往上爬，想施展抱负，想大权在握，再不受欺负，他有什么错？对，他没错，错的是无极山的掌门，谁让他偏心？明明他和洛青崖不相上下，他却不给自己一丝机会。这样想着，魏自远的心里刚刚升起的那一丝愧疚又荡然无存。看了秦洛冉一眼，冷冷的开口道：秦姑娘既然已经离开了无极山，那无极山的事情就不劳你操心了。至于魏某知不知道自己是无极山的人，就更不用你操心了。无极山门规，入世俗者不得回。秦姑娘若是没事的话，尽快离开吧，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不得不承认，现在的秦洛冉比离开前更让心动。不过跟至高无上的权势比起来，美人又算得了什么？等大权在握，什么样的美人得不到？魏公子放心，无极山的门规洛冉比谁都清楚。待我取了我想要的东西，自然就会离开。魏自远此人功利心太重，没了拓跋英还会找别人。为了不让无极山重蹈覆辙，他必须死。什么东西？自然是你的狗命！秦洛冉说完，便拔出剑朝魏自远冲过去。黎君燕见状，也急忙抽出剑跟了上去，两人一起合力对付魏自远。春慈和子车等人则去解决拓跋英等人。拓跋英的那几个伤兵残将已是强弩之末，不一会儿就全军覆没了。唯一还有一点战斗力的拓跋英，也数十招之后被子车生擒了。拓跋英是赤炎国国主最器重的皇子，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秦洛冉，你既然已经离开了无极山，无极山的事就再跟你没关系，你又何必在这里多管闲事？魏自远的武功修为确实很高，若是单打独斗，秦洛冉绝对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他还有黎君燕啊！黎君燕
也是难得一见的高手，所以两人联手数百招之后，魏自远就已经成败相。与此同时，无极山天道峰正在打坐的无相真人突然睁开眼：“青崖，山下来人了，你去看一下。”“是，师傅。”第131章，但是我能杀了你。洛青崖用最快的速度来到山下，刚好看到魏自远偷偷拿出暗器，准备偷袭秦洛然。情急之下，洛青崖也顾不得想太多，几乎是下意识地喊了一句：“小师妹小心！”然后劈手把手中的折扇灌注内力，当成武器扔了出去。听到示警的秦洛然侧身闪避，正好看到了一柄玄铁折扇唰的一下擦着自己的发髻飞过，并把魏自远那只偷拿暗器的手的经脉自手腕处齐齐切断，而后又旋转着回了主人的手里。哈哈，洛青崖，我跟你没完！手被废了一只，魏自远像发怒的狮子一样朝洛青崖冲过去。洛青崖神色未变，依旧凌空而立，手中折扇一挥，一道内力重重打在魏自远的身上。魏自远被打得飞出了好远，半天没爬起来，又过了好一会儿才费力吐出一口血，血中似乎还带着些许内脏的碎屑。洛青崖，你胸口的阵痛让魏自远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洛青崖的武功修为什么时候这么高了？魏自远不甘又怨毒地看着洛青崖：“小师妹，你没事吧？”洛青崖没理他，收起折扇，飘飘然落到秦洛染身边，关心地问道：“我没事。”秦洛染摇摇头：“师兄你怎么来了？”“青崖兄。”黎君燕也收起剑走过去跟洛青崖打招呼，然后把秦洛染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洛青崖嗯了一声算是回应，然后对秦洛染温和的笑笑：“师傅说山下来人了，让我下来看看，没想到竟然是你们。”他还奇怪为什么他师傅要让他亲自跑一趟，原来是小师妹和黎君燕来了。听到是他师傅无相真人让洛青崖下来，秦洛染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师傅他还好吗？”“挺好的。”洛青崖看了被他打飞出去的魏自远，不解地问道：“魏自远他怎么了？你们怎么会在这里打起来？”听到洛青崖的话，在场的人全都一脸黑线。青崖公子，感情你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直接出手把魏自远给打废了呀？这万一要是误会，你怎么跟大长老交代？没错，洛青崖的确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只看到魏自远对秦洛染动手，那他就该死。他的小师妹谁也不能伤，谁伤谁死。他偷偷摸摸地带了外人来，想要上山。秦洛染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的跟洛青崖说了一下。魏自远听完秦洛染说的，在众人面前一向温文尔雅的洛青崖脸色也沉了下来，负手一步一步朝魏自远走去。“魏自远，无极山对你不好吗？”洛青崖说着，手中的折扇朝他用力一挥，一道内力打在魏自远的腿上，直接废了他的一条腿。啊！当初你因病重被亲生父母丢弃，是师傅路过碰到把你带无极山，给你医治，教你读书习武，让你活得像个人，你就是这么回报的。说完又是一道内力打出去，把魏自远另外一条腿也给废了。无极山之所以存在千年，就是因为不涉朝堂，不涉江湖，不重名利。你一直对师傅不选你做弟子一事而耿耿于怀，却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魏自远不服气地看着洛青崖，一言不发。你心性浮躁，名利心又太重，无极山若是交给你，这千年的基业就等于毁了。师傅本想着大长老能教化你，现在看来果然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些骨子里带来的东西，后天怎么也改不了。魏自远的父母因为他病重就把他给扔了，这样的父母骨子里又会是什么好人？所以尽管无极山对魏自远来说恩同再造，还让他学了这么一身本事，活得人模人样，他也不但不感恩，还因为没选他做掌门弟子就怀恨在心，对无极山有二心，现在更是公然无视门规，带外人进来。哼，洛青崖，你现在已经是无极山既定的未来掌门，当然可以在这里大言不惭。如果当初落选的是你，我相信你不会比我好到哪里去，是吗？你以为世人都跟你一样喜欢功名利禄，跟你一样狼心狗肺，恩将仇报？洛青崖眼神冰冷，看魏自远就像在看一个死人。事已至此，魏自远此人必须除去，不然无极山危矣。洛青崖对魏自远起了杀心。魏自远没想到洛青崖会对他起杀心，一下子慌了。洛青崖，你不能杀我，按照门规，门内子弟犯了错应该交由戒律堂处置。你虽是未来掌门，却也没有资格处置我。魏自远较劲脑子想着让洛青崖不要杀他的理由，却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合适的。好一会儿才想到一个觉得勉强能用的。你若杀了我，你就会背上残害同门的名声，届时你的掌门之位也会坐不稳的。愚蠢！洛青崖像看傻子一样看了他一眼，握着折扇的手暗自发力。秦洛染却在此时打断了他：“师兄，怎么了？”洛青崖转身看向秦洛染，脸上一派温润如玉。秦洛染没说话，径直走过去，速度还很快，不过眨眼的功夫，他已经站在了魏自远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
然后在所有人不解的目光中，干脆利落举起手中的剑，刺入魏自远的心口。师兄是暂时没有资格处置你，但是我能杀了你啊！性命攸关时刻，魏自远用尽最后的力气打了秦洛冉一掌，秦洛冉被打得后退几步。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就眨眼的功夫，等众人过来的时候，秦洛冉已经受伤了。洛儿，小师妹，王妃。黎君燕一个瞬移过去，稳稳地接住秦洛冉。与此同时，一道掌风劈过去，魏自远连声音都没来得及发出一个，就死了。可还好，魏自远那爆发性的一掌力度着实不小，秦洛冉觉得心脏都快要被震碎了，吐出一口血之后才觉得舒服一下。洛儿，洛儿。黎君燕看到秦洛冉吐血，抱着秦洛冉的手都止不住发抖。我没事。秦洛冉虚弱的笑笑，然后就晕了过去。洛清崖过来给他探了脉，赶紧给他输了一些内力，然后从黎君燕手中接过秦洛冉。我现在要带小师妹去找师傅，厉王殿下跟好了。说完，抱着秦洛冉腾空而起，身影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第132章青崖，为师不想说第二遍。洛清崖抱着秦洛冉，把轻功运用到了极致，来到天道峰，无香真人打坐的没事，哐当一声，直接推开门闯了进去。师傅，小师妹她受伤了，语气之急切，前所未有。自从洛清崖拜入无相真人门下，每次出现在众人面前都是一副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样子，像现在这般失态还是第一次，可见他真的很着急。无相真人眼皮都没有动一下，放下，出去。师傅，小师妹她。清崖，为师不想说第二遍。见此，洛清崖只好把秦洛冉放在一旁的竹榻上，不放心的看了一眼，然后转身出了梅室。洛清崖才踏出梅室的门，无相真人拂尘一挥，门就关上了。黎君燕也正好赶了上来，看到洛清崖，着急的问道：“洛儿怎么样了？”黎君燕此时也是失了仪态，早已没了往日的稳重和淡定。秦洛冉在他眼皮底下受伤，如果他有个好歹，他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师傅在里面给他诊治呢。见黎君燕满眼焦急，洛清崖安慰了他一句：“别太担心了，有师傅在，不会有事的。”秦洛冉刚到无极山的时候，曾经几度没了呼吸，他师傅都把他从阎王爷手里抢了回来，还把他的身体调养得跟常人无异，甚至比一般人还要好一些。他刚刚也是乱了方寸，多谢青崖兄。黎君燕恭敬地对洛清崖行了一礼，日后青崖兄若是有什么李某能帮得上忙的，尽管开口。李王殿下客气了。秦洛冉是他的小师妹，他帮他救他都是天经地义。洛清崖看了一眼紧闭的梅室，沉思了一会儿，对黎君燕道：“你跟我来。”话音落，洛清崖便抬脚朝一旁走去。出了梅室的院子，下了青石台阶，绕过几个回廊，穿过一片竹林，来到洛清崖住的竹室。这个给你。进了屋子，洛清崖从书架里拿了一本手札，递给黎君燕。黎君燕接过翻看了一下，是本内功心法，看样子还是洛清崖自己抄的，有些不明白洛清崖为何要给他这个。一般门派的武功秘籍都是不外传的，小师妹体质特殊，一般的内功心法不能修炼，她的身体也承受不住别的，这个你拿回去好好修炼，万一日后再遇到今日的情况，你可以帮她稳住伤势。顿了顿，洛清崖又继续道：“不过我希望你永远也没有机会用，他只希望他的小师妹余生无灾无病，无忧无虑。”多谢。黎君燕把手札揣进怀里，再次恭敬地给洛清崖行了一礼。他此生敬佩的人不多，洛清崖算一个。洛清崖喜欢秦洛冉，只要长了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但是秦洛冉是相府千金，不可能一辈子留在无极山，而洛清崖是无香真人的得意弟子，无极山未来的掌门也不可能跟秦洛冉一起入世。加上秦洛冉对他没有男女之意，他们此生注定有缘无分，他便一直在身后默默守护他。现在还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他，他自问他做不到。如果他是洛清崖，他或许会以此为要挟，逼迫自己放弃秦洛冉，哪怕秦洛冉恨他，他也在所不辞。真的爱一个人，他情愿今生被他折磨死，也不想寄托虚无缥缈的下辈子。洛清崖对秦洛冉始终都在守护，都在成全。你先去梅室门口等吧，一会儿把小师妹送到兰室。秦洛冉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擦黑，屋子里已经长了灯。看着熟悉的帐幔，秦洛冉心里有一种想要捂脸痛哭的冲动。这一世，无极山不会再上演前世的悲剧了，师父和师兄也会一直好好的。洛儿，你醒了。黎君燕端着要进来，刚好看到秦洛冉眼里的泪花，心里一急，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床边。怎么了？是不是伤口痛？不是。秦洛冉摇摇头，我没事，你不用这么担心。还不用担心，我都快被你吓死了。今天黎君燕本想说秦洛冉两句，让他常常记性，以后不要再做这种让人心惊胆战的事，但是看着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责备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最终所有的责备的话都化成了一声叹息。洛儿，以后不许再这样了，有我在，你站在我身后便好。他哪怕是舍了命，也不愿意秦洛冉伤了分毫。
他是她的丈夫，就应该给她遮风挡雨。好，看着黎君燕微红的眼眶，秦洛冉心里暖暖的，甜甜的，还有一丝愧疚。他当时脑海里全是上一世无极山被灭的事，只想杀了魏自远，不想给他去什么老子界绿堂，只有亲眼看着他死，他才放心。当时的魏自远已是强弩之末，没想到他竟然还有那样大的爆发力，这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疏忽，让人担心了。来，把药喝了。黎君燕扶着秦洛冉坐起来，试了试药温，舀起一勺递到他嘴边。看着碗里黑乎乎的药，秦洛冉秀眉一蹙，脸上写满了拒绝。可不可以不喝？这苦涩的味，也不知道这次他师傅故意多加了多少黄连。他小时候因为身体不好，需要常年喝药，他只要犯了错或者不听话，他师傅就会在药里加多多的黄连，然后亲自看着他亲自喝完，简直比体罚还让人记忆深刻。不行，你受伤了，必须喝。事关秦洛冉的身体，黎君燕绝不妥协。师傅帮我疗过伤了，不喝也会好的，就是慢一点。别的事情我都可以依你，但这个不行。黎君燕用勺子搅了搅碗里的药，洛儿，你若是不喝，魏夫不介意亲自喂你。黎君燕故意把魏字咬得特别重，怎么个喂法不言而喻。坏人！秦洛冉相信黎君燕绝对做得出这样的事来，不情不愿地接过他手里的碗，闭气，一口气把碗里的药喝了下去。苦，就一个字。秦洛冉把药喝完，黎君燕才满意了，接过他手里的碗，倒了一杯水给他。秦洛冉急忙接过去漱了漱口，黎君燕又变戏法一样递给他一颗蜜饯，接过蜜饯塞嘴里，秦洛冉这才觉嘴里的苦味淡了些，哪里来的蜜饯？还是他喜欢吃的。第133章再见无相真人。黎君燕指指屋内的博骨架，笑而不语。秦洛冉离开无极山已经2年了，尽管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秦洛冉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了。房间依旧一尘不染，连他喜欢的东西都时常备着。洛清崖还真是，他以后一定要加倍对秦洛冉好，不然哪天他偷偷回了无极山怎么办？这一刻，黎君燕无比庆幸他的皇帝老子把秦洛冉赐婚给他，尽管这赐婚的背后有许多的阴谋和目的。秦洛冉看到博骨架上那熟悉的罐子，眼里无限怀念。他小时候身体不好，需要常年喝药，但是他又怕苦，特别是师傅惩罚他的时候，那药简直能把人苦死。所以他师兄便偷偷买了蜜饯回来给他，藏在罐子里，让他喝药之后吃。师兄的心思他不是不知道，只是他给不了他任何回应，所以一直装作不知道。咚咚咚，正在两人想得入神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黎君燕把碗放下去开门，是洛清崖。黎君燕拱拱手，清崖兄。洛清崖也拱拱手，算是回礼。小师妹醒了吗？刚喝了药，清崖兄请进。私心来讲，黎君燕并不希望自己的王妃和别的男子有过多接触，但是这个人是洛清崖，坦坦荡荡，和秦洛冉有10几年师兄妹情分的洛清崖，他没有办法阻止，也不能阻止。师兄。看到洛清崖进来，秦洛冉乖乖地喊了一声：“你还知道我是你师兄？”洛清崖冷着一张脸，冷哼一声：“刚刚在山下，我还以为你是我师姐呢。”想到在方才在山下的事，洛清崖就生气，还有后怕，有生以来第一次对秦洛冉摆了脸色。果然都为这事生气，秦洛冉无奈的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对不起嘛，我错了。”为了不再提这个事情，秦洛冉很干脆的认错。但是如果再来一次，他还是会这么做的。洛清崖是无极山未来的掌门，如果他杀了魏自远，哪怕事出有因，也免不了一顿责罚。因为按照门规，所有犯错的弟子应该交由戒律堂处置，他若私自处置，就是违反了门规。黎君燕是黎国王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黎国，由他动手也不合适。虽然他现在也是李王妃，但是他还有无相真人弟子的这个身份在，哪怕现在他入了世，按照门规不得回，但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曾在这里生活了10几年，是无法抹去的事实。山门里的人都知道他是什么人，所以他动手最合适。他必须亲眼看着魏子远死，他才放心。秦洛冉认错这么爽快，洛清崖岂会不会知道他在想什么？用手中的折扇敲了敲他的脑袋：“你呀，以后不许再这样了，一顿责罚而已，师兄还是受得住的。”秦洛冉咬咬唇，没接他这话。一时间谁也没有再主动开口，屋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还好门生及时送来饭食，打破了沉默。三人在秦洛冉住的兰室用了晚饭，洛清崖还有事要处理，嘱咐了黎君燕几句就离开了。秦洛冉睡了一下午，也没什么睡意，便带着黎君燕在天道峰上走走。每走到一处，秦洛冉都会跟他讲他以前在那里做过什么，跟谁一起，有没有被罚。这是黎君燕第一次如此听秦洛冉说以前的事，他在旁边听得很认真，甚至还在想秦洛冉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是什么样。看着秦洛冉神采飞扬，眼角带笑的样子，就知道他以前在无极山过得很开心。
黎君燕的脸上也不觉染上了笑意。两人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梅氏附近。此时的梅氏还灯火通明，秦洛冉突然有些不敢再上前，想进来就进来，不想进来就回蓝氏去。正在秦洛冉踌躇不定的时候，屋子里传来了无相真人略微威严的声音。闻言，秦洛冉急忙朝梅氏走去，生怕慢了他师傅就让他回去。到了梅氏，黎君燕很自觉地在外等。秦洛冉推开门进去，看到无相真人满头白发，吃了一惊。他师傅虽然100多岁了，但是他下山的时候还是满头青丝啊，容貌看上去也不过是年过半百的样子，怎么在短短2年的时间就青丝变白发了？这2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回来了。无相真人转过身来，一脸慈爱地看着秦洛冉，好像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中。听到回来了3个字，秦洛冉鼻子一酸，眼泪一串接一串的往下掉。他师傅肯定是知道些什么，他能重生绝对不是意外。想到上次洛清崖去京城时提到师傅时眼里那一闪而过的黯淡，秦洛冉更加肯定了心中的猜测。也是，哪会有人无缘无故的重生？上天从来不垂怜弱者，佛祖更是不会渡苦难人。他师傅神通广大，也只有他会帮自己。不孝徒儿见过师傅。秦洛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大礼。回来就好，坐吧。无相真人指指一旁的蒲团，谢师傅。秦洛冉起身走到蒲团上坐下，这才注意到他师傅不光头发白，面容也比2年前苍老了许多。虽然这样看上去更加仙风道骨，但是秦洛冉觉得心里堵得慌。师傅，你的头发？秦洛冉终究还是没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不碍事。无相真人不在意的笑笑，师傅老了，生白发不是很正常吗？秦洛冉摇摇头，带着哭腔，徒儿不信。师傅，你是不是为了徒儿能重回人间，帮徒儿逆天改命才？一想到自己的师傅因为自己变成了这样，秦洛冉哭得泣不成声。无相真人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移到他身边，像以前那样揉揉他的头发。傻孩子，哭什么啊？为师不是好好的吗？听到无相真人这样说，秦洛冉哭得更凶了。让他重生，这种逆天改命的事，他师傅一定付出了不为人知的代价，他何德何能？爱看着哭得不能自己的秦洛冉，无相真人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第134章前世的恩怨上。秦洛冉是他养大的，无极山环境简单，没有那么多的阴谋算计、勾心斗角。他在无极山身份又高，加上身体不好，大家都宠着他，所以他被养得不谙世事，天真烂漫。本想着他若是嫁给李王，以李王的品性，就算不喜欢也会善待他，但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黎君行，这是他没算到的，这才造成了上一世的悲剧。哭了好一会儿，秦洛冉才慢慢停下来。师傅，你为何要对徒儿这么好？为了徒儿付出这么多，不值得。他欠他是师傅的，几辈子都还不清。如果没他师傅，他根本就没有机会长大。现在他师傅还帮他逆天改命，让他重活一世。傻孩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为师没有教会你要如何在那吃人的大宅院生存。不。秦洛冉摇摇头，眼泪又流了下来。师傅已经为徒儿做得够多了，是徒儿自己识人不清，错信奸人，才会惨死，还害了整个襄府，徒儿该死。不许胡说。无相真人拍拍他的手，站起身来，你跟为师来。说完便抬脚朝门外走去。秦洛冉急忙擦擦眼泪，站起来跟了上去。没室外等候的黎君燕已经因为秦洛冉和无相真人的话，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震惊的连梅氏的门开了也没注意到。黎君燕知道秦洛冉有秘密，却不想竟是这样的惊天大秘密。难怪他知道他在青阳镇外遇刺，他对宫里、对京城的许多人和事，还有太子的势力都很熟悉。难怪他眼里总是有抹不去的痛苦和恨意，难怪他查不到任何线索。原来是，那他上辈子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年纪轻轻就没了性命，以至于无相真人哪怕付出巨大的代价也要帮他逆天改命。同样震惊的还有听说秦洛冉去了没事赶来的洛清崖。师傅一夜白头，接着就是闭关休养，他知道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却不想竟是帮小师妹逆天改命。师傅是修道之人，逆天改命是要遭天谴的，难怪他要特意让他去京城给小师妹送药。话说让他等事情尘埃落定后回来看看，他还以为是他挂记小师妹的身体，舍不得她。难怪小师妹之前在山下一心要为自圆死。那么小师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两人都是同样的震惊，同样的疑问，不过没人回答他们。无相真人出了没事，看到震惊的两人，叹了口气，你们2个也一起来吧。说罢便抬脚朝前走去，洛清崖紧跟其后。黎君燕看到秦洛冉哭得红红的眼睛，心里疼得一抽一抽的，帮他擦掉眼角的泪水，牵着他的手跟在洛清崖的身后。无相真人带着3人一路朝天道峰最高处走去。
天道峰是无极山境内的最高峰，站在山顶可以把无极山境内所有的峰头尽收眼底。放眼看去，一切都显得那样渺小。秦洛冉和洛清崖也是第一次来，有些意外，山顶什么也没有。秦洛冉不解地问道：“师傅，我们来这里做什么？”无相真人没说话，向前走了2步，手中的佛尘轻轻一挥，一道白玉台阶出现在3人眼前。这是凌霄台？洛清崖有些不确定地问道。无极山最神秘的就是凌霄台了，除了掌门，没人知道它在哪里，要如何打开，更不知道具体作何用。无相真人没说话，带着3人石阶上，台阶的尽头是一个八卦台，四周是巨大的4大神兽的铜像，每个铜像的嘴里都有一个琉璃烛台。把烛台一一点着，无相真人走到八卦的中央盘膝而坐，口中念念有词。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虚无镜面出现在了众人眼前。镜面里首先出现的是李王府紧闭的大门，从门口的红绸和大红灯笼以及大门上的喜字，不难看出那是黎君燕和秦洛冉成婚的日子。紧接着，秦洛冉的花轿来了，不过大门未开。过了一会儿，李王府的门房从里面走出来，对秦洛冉大肆羞辱，围观百姓对他指指点点，各种嘲笑。看到上一世成亲那日的事，秦洛冉紧紧地咬着嘴唇，眼里尽是痛苦之色。上一世的悲剧就是从那天开始。黎君燕揽住秦洛冉的肩膀，心里愧疚无比。他不知道，他的洛儿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和羞辱。抛开别的不说，他可是襄府唯一的嫡出大小姐，那些人怎么敢？洛清雅也是气得青筋暴起，她千娇万宠长大的小师妹，居然被人如此对待。对不起，洛儿，对不起。黎君燕心痛愧疚之余，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对不起。秦洛冉置若罔闻，依旧死死地盯着前方的镜面。刚好看到黎君行出现的一幕。黎君行在秦洛冉颜面尽失去，被众人嘲笑羞辱殆尽之后，如天神一般出现，先是狠狠踹了厉王府的门房一脚，然后把那些嘲笑秦洛冉的人都狠狠骂了一顿，再当着围观百姓的面跟秦洛冉表白，当然还顺带斥责贬低了黎君燕一番。最后秦洛冉被他带走，画面一转，是黎君行用正妃之礼迎娶秦洛冉进门做侧妃的场面。场面很盛大，除了没有3国使臣来贺尔外，跟迎娶柳妍希那日没什么差别，只不过秦洛冉从头到尾没有一丝笑容。画面又一转，是黎君行登上皇位后册封秦洛冉为皇贵妃的场面，盛大空前，堪比封后大典，给足了秦洛冉和丞相府面子和无上的尊荣，让人无不觉得他是真的非常看重秦洛冉和丞相府。当时的秦洛冉还想着用他的一生能换得丞相府能鼎盛繁荣，他也知足了。后来他才知道，那不过是糖衣炮弹，一切都是为了日后对丞相府动手的时候能堵住悠悠众口。不是他黎君行卸磨杀驴，而是丞相府不知足不知好歹，朕给了丞相府至高无上的荣耀，秦相还不要通敌叛国，实在让人心寒。现在想想，黎君行真是虚伪的让人作呕。画面再一转，是已经贵为皇后的柳妍希去看他，给他带去了无极山被黎君行派兵围剿的消息。那时候的秦洛冉已经被黎君行禁足，并且身边的春次他们也被带走了，断了他和外界的联系。往日的柳妍希和秦洛冉两看相厌，若非必要是绝对不会单独相处的。不仅如此，每次碰面柳妍希都少不了对秦洛冉一番讥讽。柳妍希觉得是秦洛冉不要脸勾引了黎君行，秦洛冉是觉得柳妍希太作。然而今天的柳妍希不但没有像往常那样对秦洛冉冷嘲热讽，也没有很快离开，而是在自己寻了个凳子坐下。皇后娘娘是来落井下石，还是来看我的笑话的？从盛大的册封大典到禁足，他身边的人一一被带走，断了他与外面的联系，现在又是派兵围剿无极山，秦洛冉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第135章前世恩怨下。秦洛冉，之前本宫一直讨厌你，总觉得是因为你用了下作的手段勾引了黎君行，才夺走了本该属于本宫的宠爱。现在看来，我们都不过是黎君行城隍路上的工具罢了，我们都是身不由己的可怜人。那是柳妍希唯一一次心平气和地跟秦洛冉说话，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嘲讽得意，他只是觉得悲哀，替秦洛冉悲哀，也替自己悲哀。虽然他一直妒忌秦洛冉比他得宠，一直跟他不对付，但是并不否认襄府在黎君行城隍的路上的付出。如今黎君行皇位尚未完全坐稳，就迫不及待地想要铲除襄府，他和镇北侯府又能有什么好下场？他嫁进太子府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身孕，之前他还以为是自己身体的原因，为此没少看大夫吃药，甚至偏方都用上了。一直到前不久，他受他母亲之托去看被先帝关在冷宫的一个妃子，他母亲在闺中时的一个好友。那妃子身边的嬷嬷略通岐黄之术，观他面色不对，给他把了脉，他才知道他已经中毒许久，而一直未能有孕，则是因为喝了绝子药。自从进太子府后，他吃穿用都万分小心，除了黎君行送去的东西，他都是查验再三，让下人试毒之后没问题才敢入口。所以
是谁对他下手还用说吗？一个不能为皇家开枝散叶的皇后，能有什么好下场？秦洛冉的现在，也许就是她的明天。那天的柳妍希坐在秦洛冉的宫里，跟秦洛冉说了许多心里话，走的时候还对秦洛冉说要她好好保重，希望他们来世都不再进这深宫后院。画面又一转，是丞相府被满门抄斩，淑妃夏萱儿趾高气扬的到秦洛冉的宫里落井下石，以帮助他出宫为条件，逼秦洛冉对他下跪，然后趁机羞辱秦洛冉。再然后就是秦洛冉在夏萱儿的帮助下出了宫，来到襄府，却见襄府火光冲天，秦洛冉悲戚万分，奋力冲进去，却被万箭穿心，身后是得意畅快的夏萱儿和神色莫名的黎君行。再说无极山，黎君行的大军在魏自远的带领下来到无极山下。那时候的魏自远机关阵法方面的造诣比现在高出了许多，破除山下的机关阵法已经不是太难的问题。无极山自创立以来还是第一次遭受围剿，看着山下的千军万马，山上的弟子慌乱无比。就在大军就要攻上山的时候，无相真人启动护山大阵，山下黎君行那些靠近无极山的兵马全部掉进万丈深渊，无极山也消失在众人面前。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亲眼看着那高耸入云的无极山就那样消失在眼前，吓得屁滚尿流，连滚带爬的连夜回了京城。洛清崖得知秦洛冉身亡的消息后，把自己关在竹室1天1夜，然后在天还未亮的时候留下书信一封后下山。他要去杀了黎君行。本以为自己可以走得无声无息，却不想无相真人已经在山下等候他多时了。看到无相真人，洛清崖心里闪过些许愧疚，师父呕心沥血培养他这么多年，他这一走就不能再回来了，等于师父这么多年的心血白费了。不过他依旧没有改变自己决定，小师妹的仇他不能不亲自报。师父，洛清崖恭敬地给无相真人行了一礼。清崖，你当真想好了吗？你可知道，你这一去，无论你最后成功与否，你都不能再回无极山了。无相真人的语气不难听出惋惜和无奈。洛清崖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奇才，只要他安心待在无极山修习，将来的各方面的造诣绝对会在他之上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也不无可能。他现在要下山，就等于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无相真人怎么会不惋惜不无奈？只是他不会也不能阻止他。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都有自己的路要走，这是洛清崖的选择，也是他的劫。徒儿不孝，还望师父成全。洛清崖跪下磕了一个头，他做不到看着小师妹惨死而无动于衷。见他心意已决，无相真人叹了一口气，走吧，既然决定了，就不要回头。多谢师父，师父多保重。洛清崖磕了3个头，起身头也不回的走了。无相真人看着洛清崖离开的方向站了许久，才步履蹒跚的回了天道峰。长可通天的阶梯一步一步走上去。他没有告诉洛清崖，黎君行机关算尽，所做之事有被天道人伦，早晚会遭报应的，而且他的报应也不会太远，因为他知道，就算他说了，洛清崖还是会去。他不亲自手刃黎君行，就始终放不下，这个劫还是过不去。洛清崖离开无极山以后，没有直接去京城。黎君行怕死，登上皇位之后，把皇宫的守卫增加了好几倍，身边更是有高手随护，他再厉害也没办法一个人从守卫重重的皇宫全身而退。所以洛清崖去了西北。黎君燕手里有兵马，而且他早晚也要去京城跟黎君行有一个决断。他不知道黎君燕要等什么时候才准备动手，总是他等不了，黎君行多活1天他都难受。他要去推黎君燕一把，反正有他在，黎君燕不会输。洛清崖到了西北后，说动了黎君燕出兵，然后以军师的身份待在了西北军中。在他的帮助下，西北军一路势如破竹，不到2年就打到了皇城脚下。黎君行上位2年，先后找各种借口处置了以秦相和镇北侯为首的有功之臣，让一众朝臣的感到唇亡齿寒。生活骄奢淫逸就不说了，还专权独政，听不得劝谏，令朝臣叫苦不迭。为了应对黎君燕的大军，还加重了赋税，让百姓苦不堪言，失了民心。所以后面的城池几乎都是百姓主动打开城门迎接黎君燕的叛军的，到了京城也不例外。此时的黎君行已是众叛亲离，原本跟随他的人死的死，逃的逃，投降的投降，早就没了再战之力。黎君燕很顺利进了皇宫，只是他搜遍了整个皇宫也没有找到黎君行。一起消失不见的还有洛清崖。第136章黎君行前世的报应上。却说洛清崖进了京城之后，就抛下了黎君燕的大军，独自进了皇宫。他找到黎君行的时候，黎君行一身明黄色的龙袍，坐在太和殿的龙椅上，准备服毒自尽。洛清崖二话不说，直接把他打晕带走，去了曾经盛极一时的丞相府。曾经的丞相府也是气派威严，是无数人只能仰望的地方。丞相府被满门抄斩后，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包括丞相府100余口人和秦洛冉。现在里面断壁残垣，阴森恐怖。
老百姓连丞相府的门口都不敢路过，实在逼不得已要路过，也是在门口磕几个头，然后匆匆跑过。洛清雅把黎君行带到丞相府后，把他吊在丞相府院子里的大树上，然后用鞭子抽醒了他。醒来后的黎君行发现自己被吊在树上，树下还有一个身穿黑色斗篷，手里拿着一根挂满倒刺的鞭子的男子，直接吓了个半死。你是谁？为何要把朕绑到这里来？或许是周围环境太阴森，又或许是洛清雅太恐怖，黎君行连话都说不利索了，身子抖如筛糠。洛清雅不屑地冷笑一声，露出冰冷嗜血的眼眸，不紧不慢地开口：自然是要你命的人。黎君行这才看清楚了眼前的人，快速在脑子里搜索了一圈，毫无印象，还以为洛清雅是想趁火打劫的，磕磕巴巴地开口：你是谁？朕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何把朕绑到这里来？你放了朕，你要什么朕都可以给你。无冤无仇？呵！洛清雅一鞭子抽过去，下一刻，黎君行杀猪般的惨叫在丞相府内响起，惊起来了许多飞鸟，吓得不得已路过的人以为里面炸了尸。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这是哪里。话毕，又是一鞭子抽过去，鞭子上有倒刺，洛清雅每抽一次都能带起许多血肉。黎君行这人从小娇生惯养，吃穿用度都是精良上乘的，也没吃过什么苦，一身皮肉比女子的还养得娇贵，哪里承受得住洛清雅的鞭子？不过2下就哭天喊地的开始求饶：大侠饶命，大侠饶命！求求你别再打了，你要什么我都给你，金银珠宝、全是美人，朕都可以给你。本公子让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哪里。洛清雅的声音很淡，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黎君行生怕他在抽他，急忙睁开眼睛朝四周看去，初看只觉得有些熟悉，当他看到那些被火烧得面目全非的屋子的时候，才明白自己到底身在何处。他下意识地朝院子中央的大鱼缸处看去，他记得当时秦洛冉就是在那里被射了个万箭穿心，然后葬身火海。想起秦洛冉死之前那回眸一看，黎君行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其实他也舍不得秦洛冉死，毕竟她的美貌世间少有，死了多可惜。但是这么多年，秦洛冉对他始终不冷不热的，哪怕他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太子妃才能享受的尊荣，还免了他的晨昏定省，他也只是淡淡的说句谢谢，从来不会像别的女子那样对他感恩戴德，柔情蜜意，让他很是挫败，也觉得没面子。加上他不想给自己留下祸根，便只能忍痛对他下杀手了。丞相府被灭后，他怕冤魂不散，还特意请了高僧来做法，而后一把铜锁锁了丞相府的大门，贴了封条，包括秦洛冉在皇宫里住过的宫殿都封死了。这2年，他也从来不敢去想秦洛冉，也而不需任何人提起跟秦相府有关的任何东西。慢慢的，随着后宫美人增多，政务繁忙，加上他的自我催眠，黎君行似乎真的忘了秦洛冉和丞相府了。现在骤然被绑到襄府来，那些被他藏在内心深处的记忆如潮水般涌上来。襄府的吓人的哭喊声，秦相悲怆的赴死，秦洛冉怨恨的眼神，火光冲天，万箭穿心，一幕幕在黎君行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黎君行甚至看到那些惨死的人正张牙舞爪地朝他走来，找他索命。还我命来！还我命来！还我命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看着丞相府那些冤魂来找他索命，黎君行崩溃了。啪！洛清雅又狠狠地抽了他一鞭子。想起来了吗？这是哪里？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朕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黎君行好似真的被吓坏了一般，对洛清雅的话置若罔闻，嘴里一直喃喃地重复着那几句话。啪啪！洛清雅又狠狠地抽了他2鞭子。上一个在本公子面前装傻的人，现在坟头草已经3尺高了，真是愚蠢。别说他是装的，就算他是真的被吓傻了，他也能把他给弄清醒。他做了那么多的孽，想装傻就逃过，简直痴人说梦。不要挑战本公子的耐心。见黎君行还是不说话，洛清雅怒了，广袖一挥，4颗透骨钉飞射而出，直接把他钉在身后的树上。聒噪！黎君行的哭喊声震耳欲聋，洛清雅不悦的皱皱眉，握着鞭子的手动了动。黎君行以为洛清雅又要打他，吓得急忙大喊：别打了，我说，这是秦相府，秦相府。如果这时候仔细看黎君行的话，就会发现他鼻涕眼泪混在一起，呼了一脸，恶心的不行，哪里还有往日高高在上的君王模样？看来你没忘吗？那你还记得你在这里做过什么事吗？黎君行又想起刚刚看到那些恶鬼索命的画面，又看看洛清雅冰冷嗜血的双眼，直接吓得失禁了。难闻的味道在空气中散开来，洛清雅嫌恶地把鞭子一扔，冷声道：带下去，冲洗干净再带回来。是，公子。一个同样一身黑的男子从暗处走了出来。第137章，黎君行前世的报应下。
来人是洛清崖在无极山的时候照顾他饮食起居的门生刘云。他是洛清崖捡上山，洛清崖离开无极山后，他也求了无香真人去追洛清崖去了。这些年一直跟在洛清崖身边，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给他跑腿。洛清崖于他如同再造，这辈子洛清崖到哪儿，他就到哪儿。刘云凭着呼吸，粗鲁地把黎军行从树上拔下来，拔下来后还把那透骨钉重新给他打了进去，然后也没给他松绑，拖着就往外走。黎军行疼得大喊大叫，刘云嫌他吵，直接把袜子脱下来塞他嘴里，不要让他死了。洛清崖瞟了一眼半死不活的黎军行，留下一瓶药，飞身离开了。刘云怕黎军行死了，从瓶子里倒了一粒药塞进他嘴里。现在的黎军行只想赶紧死了解脱，怎么也不愿意吃。刘云见黎军行不愿意吃药，直接2大耳刮子抽了过去，不识好歹，我们家公子的药千金难求，你能吃到是你的荣幸，你别给脸不要脸啊。说完捏着黎军行的下巴，强行把药喂了下去。怕1颗药效不够，又多塞了2颗，然后踹了他几脚。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你惹到我们家公子，只能怪你自己不做人事，你也别想死。我们家公子让你3更死，你就不能活到5更，他让你明天死，你今天就死不了。刘云拖着黎军行在丞相府找有水的水井，转悠了半天，最后在偏院一口尚未干涸的水井旁停了下来。黎军行身上本来就被打了个稀巴烂，又被拖着走了这么一路，一双腿已经被磨得看不出半点原来的模样了，嘴里塞着刘云的臭袜子，又被点了哑穴，黎军行连哭喊的权利都没有。刘云瞥了他一眼，眼睛一转，把黎军行扔到荒草丛里，飞身离开了丞相府。黎军行木然地躺在草丛里，被折磨了个半死，他还不知道对方是谁，不过他也不想知道了，他现在只想快点死，死了就解脱了。反正他的人死的死，走的走，朝臣和百姓也都投靠了黎俊彦，他的江山没了，他的母后和祝家现在应该也是自顾不暇，不会再有人来救他了。他这一生为了权势，机关算计，不择手段，终于将自己也搭了进去。他现在除了死，别无他求。只可惜现在对他来说，连死都是奢望。刘云出了丞相府后，随便找了一间小饭馆，去了灶房，留下几粒碎银子后，直接把人家的盐罐子给抱走了。走了几步，想了想，又折回来拿了一个打水的木桶。回到丞相府后，刘云打了一桶水，倒了许多盐进去，用剑搅了搅，然后把黎军行从草丛里拖了出来，提起那一桶盐水倒了上去。呜，皮开肉绽的身体倒上盐水，黎军行疼的五官都扭曲了，却又喊不出来，只能呜呜的哭泣。刘云不管他，又依法炮制往他身上浇了好几桶盐水，直到罐子里的盐用完了才作罢。此时的黎军行已经奄奄一息了，刘云又往他嘴里塞了几颗药，这么好的药，别人花钱还买不到，你这个畜生现在居然当饭吃，便宜你了。对于黎军行，刘云是恨之入骨的。如果不是他为了权势不择手段，残忍地杀害了秦相一门和小师叔，他们家公子就不用离开无极山，就不用因此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他们家公子本可以前程万里，现在一切都毁了。把黎军行冲洗干净后，刘云又把他重新拖回去，绑在了之前那棵树上，布了一个简单的阵法之后也离开了。洛清崖从襄府离开后，去了京城最大的棺材铺，订了3口棺材。当初秦相在大牢被一杯毒酒送了性命，封氏被逼自缢，秦洛染乱箭穿心，秦相的尸体被扔到了乱葬岗，封氏的尸骨现在还在他房里。秦洛染的因为当时需要场地来做法事，被拖到了大堂里，门上还贴了不少符咒。黎军行不准任何人来给他们收尸，别人也不敢来。封家家主秦洛染的外祖在宫门口跪了3天，黎军行也没有同意，还放言若是再继续跪下去，封家就以同罪论处。为了封家，秦洛染的外祖父只好回去了。封老回去后的第一件事就关了七路书院，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带着封家避世了。封老心寒啊，他们封家为黎国培养了这么多人才，到头来却连给自己的女儿外孙女收尸都不能，他又何苦再呕心沥血的给黎国培养人才？黎国有这样的君王，灭亡也是早晚的事。他封家几百年基业，可不能葬送在昏君手里。去棺材铺订了棺材后，洛清崖又再度去了皇宫，问清楚已经是太后的祝晶晶的所在之后，径直去了慈安宫。黎俊彦进宫之后，一直在忙着处理黎军行残留下来的人，还没顾得上处置后宫中的嫔妃，只是让人严密管起来。看守的士兵都是黎俊彦从西北带来的，他们认识洛清崖，所以洛清崖很顺利地带走了祝晶晶。洛清崖把祝晶晶带走后，为了点药，找了一个乞丐窝，把她扔了进去，赏你们的，随便玩，留一口气在就行。那些乞丐不知多少年没碰过女人，别说祝晶晶这种细皮嫩肉、风韵犹存的女人，就算给他们一个老婆子，他们也能兴致勃勃，当即蜂拥而上。不过那些乞丐始终记得洛清崖说的要留他一条命在，到底是没敢真的把人折腾死，
在天亮到来之前，丢下破布一般的祝晶晶扬长而去。刘云忍着恶心，随便找了块破布，把她裹起来后，按照洛清崖的吩咐，把她带到了丞相府，扔在黎君行面前，提了一桶水泼在他头上后，在一鞭子抽醒了黎君行。为了方便黎君行认人，刘云还很贴心的拿了根树枝，把祝晶晶脸上的头发拨开。第138章，洛清崖是魔鬼。黎君行看到眼前如破布一般，脸上还有一些不明液体，头发也被扯掉了许多，露出的手臂青青紫紫，还散发着难闻气味的人，怎么也不敢相信地上的人是自己那个高贵优雅的母后，这明显是被不知多少人糟蹋过。黎君行眼里的恨意迸发而出，怨毒的瞪着刘云。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母后恶毒，说他不择手段，说他残忍，但他从来没有半点对不起自己。因为你他才能在吃人的皇宫平安长大，才能被立为太子，才能坐上万人敬仰的龙椅。他一辈子都在为自己谋划，付出了太多太多了。他出身高贵，一辈子都尊贵无比，现在却被一些贱民如此糟蹋。黎君行怎么能不恨？刘云看到黎君行的反应，忍不住出言讽刺：啧，真是奇迹啊！没想到你黎君行一辈子狼心狗肺，丧尽天良，所做之事天理难容，罄竹难书，也会因为自己的母亲被糟蹋了而愤怒。我还以为你没有心肝呢，放了我母后，有什么冲我来？黎君行猩红的双眼狠狠地瞪着刘云，眼神里满是憎恶与愤怒。哈哈，刘云像听到什么笑话一样。黎君行啊，黎君行，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吗？还有什么冲你来？你这是要笑死小爷吗？你也不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你连死的权利都没有，只能像个死狗一样被吊在树上，任人搓磨。你觉得现在的你，比你那个恶毒又浪荡的娘好得到哪里去啊？祝晶晶和黎君行母子都是心肠歹毒、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手里人命无数。对他们，刘云真是深恶痛绝。你自己的母后被说恶毒浪荡，黎君行恨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却又无可奈何。刘云不屑地哼了一声：你什么你？小爷说的哪里不对吗？你母亲害死那么多人，难道不恶毒？跟侍卫通奸，昨晚又在一群乞丐身下承欢，难道不浪荡？要不要小爷把他身上这么破布拿开，让你看看他身上那些痕迹，这样你就可以想象得到昨夜他到底有多放荡。其实刘云在无极山的时候也是循规蹈矩的，自从跟着洛清崖下了山，知道了他下山的原因，又听说了许多祝晶晶和黎君行的罪行，早就恨不得把这两人千刀万剐。现在始作俑者就在面前，他黑暗邪恶的一面也被激发出来了。躺在地上装死的祝晶晶听到刘云说要把裹着身体的破布拿掉，吓得紧紧地拽着身上的破布。原来在装死啊，还是觉得没脸见人。这么见外做什么？树上绑着的可是你的亲儿子，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们母子俩难道不应趁现在这个难得的机会诉讼一下衷肠吗？要不是我们家公子心肠好，你们俩死前哪还能见面呢？刘云说着踹了祝晶晶一脚，让他正脸朝着黎君行。自己这般肮脏不堪的样子被自己亲生儿子看到，祝晶晶羞愤异常，使劲把脸埋在地上，连哭喊都不敢。看到自己的母后当着自己的面被这样对待，黎君行怒骂：畜生！畜生！你可别侮辱畜生了，畜生看到你娘俩都觉得害怕。刘云捡起地上的鞭子，啪啪啪抽了黎君行一顿。我告诉你们啊，小爷我今天心情不好，你俩要是再说出什么让小爷我不开心的话，小心我给你俩下点药，让你俩滚一起。要不是他们，他家公子也不会下山，就不用葬送自己的前程。他家公子本应该站在顶峰之上睥睨世俗，现在却因为他们入了这肮脏的世俗。刘云恨啊，这有些人活着怎么不能好好做个人呢？非要干些丧尽天良的缺德事儿。黎君行被吊在丞相府吊了3天，祝晶晶也在地上趴了3天。这3天除了刘云每天会去抽他们2顿，再给他们喂点吊命好的药外，就只有满丞相府的冤魂陪着他们。洛清崖还在周围布了阵法，每隔2个时辰，黎君行和祝晶晶就会看到丞相府的那些冤魂和他们害死的那些人来跟他们索命。本以为祝晶晶这种心思歹毒、手上人命无数的人不会怕，却不想第2天就被吓疯了。倒是黎君行怕归怕，几度下的失禁却一直清醒着。第4天，洛清崖带着专门负责凌迟之刑的刽子手来了。相府满是冤魂啊，那刽子手本来就有些害怕，现在看到黎君行被这样吊在树上，吓得直接坐在了地上。陛下，黎君行在位2年，没少凌迟处死人，每次都由他操刀，所以这刽子手跟黎君行还挺熟的。洛清崖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们一眼，示意刘云把黎君行放下来绑到树上。刘云嫌黎君行脏，用一直备在一旁的盐水给他冲了冲，才粗鲁的把他放下来绑到树上。公子，这个毒妇疯了。听到刘云说祝晶晶疯了，洛清崖不悦的皱皱眉，片刻之后吩咐道：把他头上那些碍事的头发剪了，然后冲洗干净。是。
刘云按照洛清崖的吩咐处理好祝晶晶后，洛清崖直接用禁术帮助晶晶恢复了神智。啊！祝晶晶看到洛清崖，吓得本能的往后退。她记得洛清崖就是她从宫里把她带出来，扔到乞丐窝，让那些乞丐随便玩的。他是个魔鬼。只可惜现在祝晶晶的一双腿已经被刘云给抽废了，在地上拱了半天也没挪了多少位置。倒是刘云嫌他吵，捡起之前堵黎军行嘴的臭袜子堵住了他的嘴。过来！洛清崖对刽子手招招手。刽子手见识到了洛清崖的狠厉，尽管心中害怕，还是听话的过去了。认识那人不？刽子手先是本能的摇摇头，然后又急忙点头，认识认识。很好，听说你给他展示了很多遍你的拿手绝活，现在就在他身上展示一遍吧。这小人听到洛清崖的话，刽子手犹豫了，让他把皇帝千刀万剐，给他1万个胆子他也不敢啊。虽然他现已经是亡国之君了，但是他依旧本能的害怕他。怎么不敢？洛清崖哗一声打开折扇，轻轻摇了摇。你要是不对他动手，本公子就把你的妻儿弄过来。刽子手听到洛清崖的话，吓得赶紧提着自己装刀的篓子朝黎军行走去。动作快点儿，他现在已经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帝王了，你还怕他把你怎么样不成？刘云见那刽子手磨磨唧唧的，厉声催促道。洛清崖淡淡的看了眼里尽是恐惧的黎军行母子俩，对刽子手道：3600刀，一刀也不能少。3天弄完，听明白了吗？祝晶晶能清醒3天，这3天他一刻也别想好过。他要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被凌迟。是是是。刽子手忙不迭的点点头，生怕慢了一步就惹了洛清崖不高兴。第139章，你这辈子都还不清。黎君燕入主皇宫后，第一件事清理了黎军行留下的余孽，第二件事为丞相府沉冤昭雪，本想追封秦相和封氏的，不过被洛清崖拒绝了，理由是他的小师妹和他的父母生前没被黎国皇室善待，死后要这些虚名做什么？他只希望他的小师妹和他的父母在另外一个世界幸福无忧。黎君燕尚未举行登基大典，洛清崖就选好了给秦相一门下葬的日子，众朝臣自然极力反对。这秦相一门都死了2年多了，这要下葬也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啊，再着急您让陛下登基了再说是不是？不然新君尚未登基便大肆操办丧事，是不是太不吉利了？洛清崖才不管那些，他又不做官，这江山也不是他的，吉不吉利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只想让他的小师妹早日能安息。对此，黎君燕倒是没什么意见，还派了许多人去给洛清崖帮忙。他能这么快攻入京城，洛清崖功不可没。别说这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就算真的过分，他也得答应。至于吉不吉利的，他从不信这些。秦相是寒门状元，秦洛冉的祖父祖母去世后，又送回了老家下葬。现在要把秦相夫妇和秦洛冉送回老家安葬，也不太现实。是也。洛清崖只好挑选了一块风水宝地来安葬秦家4人以及秦家的下人。为了让他们一家团圆，洛清崖还专门去乱葬岗找回了秦相的尸骨，还把秦子清的坟也迁了过来。幸好当年拉秦相去扔的士兵不忍心看着曾经为国为民的秦相尸体被野兽蚕食，偷偷挖了个坑把他埋了。秦家平反后，得知洛清崖在找秦相的尸骨，就主动站了出来，不然还真不好找。入殓、封棺、下葬，请高僧来超度，洛清崖全程亲力亲为。洛清崖还在秦洛冉的坟墓4周种上了他生前最爱的兰花，找了一户靠谱的人家，给了些银子，让他们定期去打理，然后就准备离开了。临走之前，洛清崖带着刘云去跟秦洛冉做最后的道别。洛清崖在秦洛冉的墓前说了许多话，讲了许多他们在无极山的时候的事，看着天色不早了，才起身准备离开。小师妹，你在这里好生安息，师兄有空再来看你。洛清崖最后温柔地看了一眼秦洛冉的墓碑，起身准备离开。先生，先生留步。远处传来哒哒的马蹄声和呼喊声，洛清崖转身一看，原来是黎君燕。黎君燕在墓地不远处的小路上停下马，3步并作2步走到洛清崖跟前，急切地开口：先生这是要走？洛清崖点点头。为何？先生大才，我愿意以国师之礼相待，或者给先生封王，或者先生有什么要求，只要我能做到，一定满足先生。黎君燕没有用朕，也没有用本王，以我自称，可以看出他确实非常想留下洛清崖。洛清崖天纵奇才，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这样的人才，任何一个想有一番作为的君王都尽力留下他。黎君燕的姿态放得很低，提出的条件也很诱人，不过洛清崖眼皮都没有动一下。多谢殿下抬爱，洛清崖志不在此。那先生这2年，黎君燕看着周围布满鲜花的秦洛冉的坟墓，似乎明白了。看着秦洛冉的墓，洛清崖的眼神不觉温柔了许多。不错，我下山协助你，不是为了封侯拜相，也不是为了一展抱负，只为了能手刃黎君行，给小师妹报仇。黎君燕，你可还记得秦家大小姐秦洛冉曾经是你的赐婚王妃？
黎君燕点点头，他知道他父皇是想让他回来，然后再设法夺了自己的兵权，甚至杀了自己以绝后患。赐婚是最好的办法，而且对方身份不能太低，襄府嫡女秦洛冉刚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襄府权势过大，后面还有得天下读书人的新的封家，让他父皇觉得有威胁，便打算趁机除去。他接到赐婚圣旨时候，派人详细的调查了秦相一门，特别是秦洛冉，最终决定回京成亲。只可惜他回京一路不顺，先是走到一半回去御敌，后路上埋伏无数，他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后来秦家大小姐被太子迎娶进门，他也被他父皇责罚，秦相怒火滔天，也让他好好喝了一壶。后来他强行回了西北，偶尔得到有关秦洛冉的消息，也是黎君行对他极致宠爱之类的，便没有再关注过他。他和秦洛冉本就素不相识，连面都没有见过，是他父皇强行赐婚，才让他们有了那么一丝联系。不过最终还是有缘无分。在听到他的消息是2年前丞相府被满门抄斩的时候，那时候他只觉得秦洛冉可怜，黎君行也真不是个东西。你和小师妹素不相识，对他没有情义，我不怪你，只是小师妹一家终究是死在你们黎家人的手里，我不亲手毁了这黎国的江山，已经是我最大的仁慈。至于这黎国兴盛与否，百姓能否安居乐业，我一点也不关心，也不想关心。先生听到洛清崖这么说，黎君燕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如果他当时赶回来，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小师妹出身襄府，是襄府唯一的嫡出大小姐，她是秦相夫妇捧在手心的珍宝，是师傅力排众议也要带上山收入门下的弟子。不管在无极山还是在京城，她都身份尊贵。她本应该嫁给你，成为你的王妃，一生尊贵到老，却因你没有及时赶回来，被黎君行那厮算计致死。死后无人收尸不说，他尸体所在的屋子四周还贴了那么多符咒，断了他的轮回之路。一滴清泪顺着洛清崖的眼角缓缓流下，落在地上，很快消失不见。黎君燕，这是你们黎家欠小师妹的，你这辈子都还不清。洛清崖说完这话，便带着流云头也不回的离开了，留下黎君燕独自站在秦洛冉的坟前，久久不能回神。公子，我们要去哪里啊？天涯海角总有我们的容身之处，先去江南看看吧。小师妹在山上的时候一直嚷嚷着想去江南看看。好的，公子。第140章，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兄！秦洛冉猛然从床上坐起，美眸倏然睁大，惊喘连连，伴着惊魂未定的神情，粉嫩的脸颊微微涨红，细密的汗珠分布在额头上，银白如玉的双手，一只手紧紧地抓着被子，一只抚着仍然起伏不定的胸口，一看就是做了噩梦。洛儿！一直守在床边的黎君燕见此一把把他搂进怀里，轻轻地拍着他的背部，温声安慰：没事了，没事了，不怕，我在。过了好一会儿，秦洛冉才缓过来，退出黎君燕的怀抱，看着熟悉帐幔和被子，想了半天没想起自己是怎么回来似的。你在凌霄台上吐血晕倒了。看到秦洛冉眼里的疑惑，黎君燕主动给他解惑。之前在虚无镜里看到上一世，洛清崖双眸冰冷血红，面无表情的抽离军行的时候，秦洛冉痛苦的喊了一声，吐出一口血，晕了过去。当时他真的差点吓得腿都软了，毕竟秦洛冉才受了伤。幸好无相真人说他是心有郁结，淤血吐出来是好事。想到在虚无镜里看到前世的种种，黎君燕突然觉得有些无力，也有些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秦洛冉。虽然说上一世他的悲剧不是他直接造成的，但是也跟他有间接关系。如果他再强大一点，一切是不是就会不一样了？还有洛清崖，他对秦洛冉真的是用情至深，爱他如命，为了他甘愿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世间能做到这般的男子屈指可数。秦洛冉低着头，没有注意到黎君燕的表情变化。他在想之前在虚无镜里看到的那些，他记得他师兄为了给他报仇，放弃了自己的前程，下山去助黎君燕。他记得他们打到京城后，他师兄抓了黎君行，绑在襄府，狠狠虐了一番。再后来他好像就晕了。那他师兄最后去哪里了？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黎君燕心里想着事情，突然听到秦洛冉这么问，差点没有反应过来，知道他在问什么，收起心绪，简单把事情给他说了一下。你师兄当着祝晶晶的面把黎君行处以凌迟，然后拒绝了给秦相追封，在城外10里外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安葬了你和岳父岳母，还有秦家的下人。说到这个，黎君燕心口闷得厉害。他的洛儿上一世竟然如此凄惨，就像洛清崖说的，他也是从小被娇养长大的，怎么承受得住万箭穿心，火烧皮肉之痛？那师兄呢？秦洛冉最关心洛清崖，他知道他师兄疼他宠他，也知道他的心意，但是他从来没想过他会为了他离开无极山。他可是无极山100年一遇的奇才，师傅以及无极山的各位长老都对他抱着莫大的期望，为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就不用说了，特别他师傅。可是他却为了给他报仇，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无极山，等于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就算他在别的地方再有建树，也跟在无极山没法比。他何德何能让师傅和师兄付出这么多？他最后拒绝了高官厚禄，离开了。去哪儿了？江南。想了想，黎君燕还是决定跟他说实话，反正洛清崖都已经为他做了这么多了，再多见也不多。江南，江南。秦洛然反复喃喃念着这2个字，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了下来。黎君燕叹了口气，拿过帕子帮他细细的擦掉。乖，不哭了。怎么又哭上了？正当黎君燕在温声安慰秦洛然的时候，门口传来了无香真人的声音。下一刻，无香真人和洛清崖一前一后的走了进来。黎君燕知道无相真人肯定要为秦洛然诊诊脉，很自觉的让开了。无香真人走到床边，先是给秦洛然探了脉，然后揉揉他的头发，打趣道：以前怎么被为师罚都没见你哭过，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爱哭了？难不成回京后变娇气了？为师怎么记得以前有人说最讨厌娇气的人了？无香真人满脸慈爱，看得出他是真的很喜欢秦洛然这个徒弟。才不是呢。秦洛然擦擦眼泪，徒儿只是觉得师傅和师兄为徒儿做的太多了，徒儿不知道要怎样报答。就算他师傅不说，他也知道逆天改命是要遭天谴的。他师傅的满头白发和明显苍老了许多的容颜就是最好的证明，还有其他他不知道的。又说傻话了是不是？无香真人用手中的佛尘轻轻敲了一下秦洛然的脑门，微微叹了口气道：其实为师为你逆天改命也不全是为了你，主要是觉得亏得慌。见秦洛然一脸不解，捋着胡子呵呵笑了起来。你看啊，为师这一辈子就收了你和师兄2个徒弟，为师在你们身上付出了那么多心血，特别是你师兄，眼看他就要可以把无极山这个重担从为师身上接过去了，他却入世了。哎，你说为师计划去云游都计划了那么多年了，这一下子成了泡影，上哪儿找合心意的徒弟都不知道，云游什么的就更不用提了，所以为师才把他弄回来看着无极山。师傅。听完无相真人的话，秦洛然哭得更凶了。他其实不爱哭也不娇气的，他知道他师傅是不让他有太多的心理负担才这么说的。虽然吧，也确实有他师兄的原因，但是他们为他付出了那么多，是事实。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句话最好的诠释大概就是他师傅的所作所为了。好了，不哭了，真想报答为师，等京城那一烂摊子事完了之后，早点给生个孩子。为师给你算过了，你和李王殿下第一胎是个儿子，送来给为师当个小徒孙，让为师使唤2年。秦洛然，怎么好好的就说到生孩子的事情上去了？这都哪跟哪儿啊？不过为了让师傅放心，秦洛然还是乖乖的应了一个好。没有人注意到，在无香真人和秦洛然说生孩子的事情的时候，洛清崖眼里一闪而过的苦涩。或许无相真人是知道的，他就是故意当着他的面说的。他曾不止一次为洛清崖和秦洛然卜过卦，可是他们之间真的没有缘分。他们之间最好最长久的关系就是止步于师兄妹。第141章，赤炎国什么时候太监能掌权了？秦洛然在无极山养了2天，身体没有大碍了，就准备和黎君燕下山了。山下还有很多事等着他们去做。他们离开那天，洛清崖没有去送他们，而是站在天道峰的最高处，看着他们相携一步一步离开。该说的已经说了，该做的也已经做了，他也是时候该试着放下了。师父说他们之间没有缘分，最好的关系是止步于师兄妹。他自己也给自己卜过卦，一连16卦，卦卦皆无他，姻缘16千，千千皆为离。他不信命，他想过要逆天而行搏一搏，可是他不能那么做。他的小师妹跟他说，你永远都是我最好最亲的师兄。他还说，师兄你也要幸福。可是他不知道的是，他走的这一条路注定孤独，越走越孤独。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像他师父那样收几个合眼缘的徒弟。至于伴侣吗？那真的只能随缘了。身后有脚步声传来，洛清崖回头一看，是刘云。公子，小师叔和厉王殿下已经带着人安全离开了无极山的范围，您是回去还是继续待在这里？看着眼前循规蹈矩、说话做事一板一眼的刘云，洛清崖怎么也无法把他和在虚无境里看到的那个黑暗邪恶、嘴皮子功夫一流的人联系起来。回去吧。洛清崖深深地看了一眼秦洛染和黎君燕下山的路，转身往回走。刘云哦了一声，乖乖地跟在他身后。走了一小段路，洛清崖突然回头对刘云道：“以后在我面前不用这么刻意约束自己，做回你原本的样子吧，只要不违反门规。”啊！洛清崖这话说的莫名其妙又突然，刘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不过还是听话的应道：“哦，好的，公子。公子是他的救命恩人，听他的，不会错。”洛清崖也没有跟他多做解释，横竖过段时间他自己会想明白的。刘云心性善良，知恩图报，他希望他能在无极山过得轻松一些。无极山从来都不是束缚任何人的地方，就算有，也是人们甘愿被束缚。多年以后，
当洛清崖换上掌门的衣袍，手持无极剑，成为了无极山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掌门。心情烦闷或者忙碌之余，他最喜欢待的地方是天道峰的最高处，那个他看着他的小师妹挽着别人的手一步一步离开的地方。每当他看向那条一眼看不到尽头的下山的路的时候，他的小师妹离开的背影总是在他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他有时候也会幻想他的小师妹突然回头，然后笑容明媚地唤他一声师兄。春子他们和子车等人这几天寸步不离地守在山下等秦洛染和黎君燕，心里担心的不行，说是度日如年，一点也不为过。一直到看到两人安然无恙的出现，众人才松了一口气。王妃你没事吧？春慈最先迎了上来，一边说着一边把秦洛染从头到尾打量了一遍。秦洛染笑笑，有师傅在，我能有什么事啊？也是。春慈不好意思的挠挠头，掌门他还好吗？挺好的。那就好。这边子车也有许多事情要向黎君燕报告，不过没有开口就被黎君燕打断了，有什么事出去再说吧。在山上耽搁了2天，外边肯定积压了许多事，还是出去处理的比较好。这里是无极山，不是什么随便的地方。黎君燕都这么说了，子车只好让人收拾一下，准备离开。王爷，这人还要吗？林殊指着被绑作一团的拓跋英问道。秦洛染听到林殊的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若不是刚刚林殊说他是拓跋英，他压根儿就认不出那个被绑作一团脏兮兮的头发糊在满是干涸的血迹的脸上的人是拓跋英。要知道拓跋英也勉强算个美男子，往日里看上去也是英俊潇洒，现在这般模样简直比逃荒半年的难民还惨。脸好像还被打肿了一边，想来应该是不听话被林殊他们打了，就是不知道门牙被打掉了没。嘿嘿，王妃，这人野性难驯，收拾了几顿都不老实，不得已咱就把他打晕了。把曾经不可一世的拓跋英打成这样，林殊表示非常有成就感，要不是王爷留着他有用，他都想用鞋拔子抽死他。黎君燕淡淡瞟了一眼，带着吧，后头拿去赤岩换银子。是，王爷。一行人在秦洛染的带领下原路出了无极山，一直了错温才在一条小河边停了下来。还没等人吩咐，几个暗卫很自觉地去打猎捡柴火等。林殊趁子车跟黎君燕汇报事情的空档，从河里打了水把拓跋英泼醒了。拓跋英一醒过来，看到不远处的黎君燕，怒声道：黎君燕，你有本事弄死本殿，不然本殿回去之日，就是我赤炎的铁骑踏破你西北之时。这几天林殊他们一滴水也没有给拓跋英喝，拓跋英的嗓子干得差不多要冒烟，说话的声音比公鸭子叫还难听。黎君燕在听着子车给他汇报事情，听到拓跋英叫唤，一个眼神都没给他。倒是林殊听到他又连名带姓的喊黎君燕，气得直接2耳光招呼过去，叫谁呢？我们家王爷的名字是你能叫的吗？被打了这么多次，咋不长记性呢？自己现在是啥情况还没搞清楚啊？还赤炎的铁骑要踏破咱西北，你先回得去再说啊！再说了，赤炎什么时候太监能掌权了？听到太监2个字，拓跋英似乎想起什么来，拼命的想要在身上找东西，只可惜他双手双脚都被绑得死死的，终究是无能为力。拓跋皇子，您是在找这个吗？林殊从挂在马上的布袋里拿出一个韩愈盒，走到拓跋英面前晃了晃，还给我。拓跋英看到那盒子，激动的朝林殊扑过去。林殊往边上一让，摔了个狗吃屎。看到那韩愈盒子，再看看拓跋英的反应，秦洛然也大概猜到了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顿时觉得以后都无法直视跟韩愈有关的东西了。话说回来，韩愈制的盒子虽然在一定的时间能保存东西不腐坏，但是都这么多天了，拓跋英放在里面那东西就算不腐坏，确定还能用吗？黎君燕听完子车的汇报，走过来看了一眼林殊手里的盒子，直接吩咐道：扔去喂狗，别误了王妃的眼睛。第142章，柿子专挑软的捏。黎君燕你敢？拓跋英听到黎君燕让林殊把盒子里的东西拿去喂狗，怒目圆瞪，脸上爆起了一道道青筋，愤怒地盯着黎君燕。黎君燕像看傻子一样看了他一眼，嗤笑道：本王有什么不敢的？实话告诉你，本王西北30万大军就在边境后面，只要本王一声令下，他们立马就能把你们赤炎边境的几座城池给踏平，你说本王敢不敢？随即脸一冷，林殊，鱼肉问刀俎敢不敢？真是天大的笑话。是，王爷，小的现在就去。林殊急忙抱着韩愈和往林子里跑，这里前不沾村后不着店的，得去林子里找野狗。话说这么点儿，够野狗塞牙缝吗？林殊一边跑一边嘀咕，还有啊，这人这么坏，会不会把野狗毒死啊？林殊的声音不小，在场的人又都是耳力极好的人，自然被听得清清楚楚。春慈等人已经很不厚道的捂着嘴笑了起来，秦洛然也忍不住勾了勾唇角。林殊这话可谓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也不知道林殊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损。捅人专捅人肺管子，扎刀专扎人心窝子。
没有哪个男人能忍受得了别人说有关自己那方面不好的，像拓跋英这种不可一世的就更没法忍受了。这不，他此刻被林殊的侮辱和春子等人的嘲笑气得失去了理智，瞪着猩红的双眼，像极了发怒的野兽，用内力挣断了绑着他的绳子，然后快速朝秦洛冉冲过去。我杀了你！至于为什么不朝黎君燕冲过去呢？当然是打不过黎君燕，因为秦洛冉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下手比较有把握。人被逼到一定的时候，爆发力是相当惊人的，特别是拓跋英这种有武功在身的。虽然拓跋英这几天滴水未进，也没少被虐待，跑起来速度还是很快，眼看就要到秦洛冉面前了。找死！黎君燕一个瞬移，把秦洛冉稳稳地抱在怀里，顺便重重打了拓跋英一掌。他绝对不会允许无极山下的事情再来一次。而秦洛冉呢，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丝惊慌失措，甚至脸上的笑意都没有下去过。在场的这些人，不说是都是1等1的高手吧，武力值在武林当中也是在中等水平以上。子车和黎君燕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这么多人在，都还能让拓跋英这么半残废伤到他的话，他们也不用想什么大业了，哪凉快带哪去吧。最主要的是，他自己能自保。是拓跋英以为他是软柿子吗？然后挑着他念。这人啊，不了解敌人就贸然动手，是最要不得的。轻敌的下场一般也很惨。这不，看拓跋英就知道了。扑黎君燕那一掌打得极重，拓跋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被打得飞出好远，落地后吐出了好大一口血，还带出了些许内脏的碎屑。秦洛冉走到拓跋英旁边，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拓跋皇子，你的护卫狄州难道没有告诉你，他是死在我的手里的吗？尸骨无存呐，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重新投胎做人，真是好惨，好可怜哦。秦洛冉一脸惋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真的是在同情那什么叫狄州的。拓跋英却是又惊又气，噗，再次吐了好大一口血出来。你原来是你，他就说，为什么那天之后就再也没见过狄州？花费了那么多的人力和财力，却一点消息也没有查到。他怀疑过许多人，唯独没有怀疑过秦洛冉，也没有查过他。他以为秦洛冉只是一个娇滴滴被养在深闺、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却不想原来是条美人蛇。秦洛冉拍拍手，巧笑倩兮，恭喜你，猜对了，奖励你吃一段时间的免费饭。黎君燕宠溺的笑笑，然后对子车道：带下去，关到地牢，不要让他死了。他还打算拿拓跋英去赤炎国换银子呢，要死也得银子到手了再死。这就是惦记他的王妃的下场。如果他老老实实的来参加黎君行的婚宴，参加完又老老实实的回去，等日后他们在战场上较量，他也还能多活一段时间。偏偏他自己作死，明明知道秦洛冉还是他的王妃，还企图联合黎君行一起算计他，临走还不忘记狼狈为奸一把。他既然找死，他岂有不成全之理？是，王爷。子车应了一声，打了手势，立马有2人上来，把半死不活的拓跋英给拖下去。一行人在小河边简单的吃了一些东西后，直接快马加鞭，直接回了豫州。客栈里，秦洛冉舒舒服服的泡了一个澡之后，拿了一本书躺在软榻上看，顺带享受着黎君燕的按摩服务。阿燕，我们是去西北还是回京城？现在京城因为迟迟没他俩的消息，还乱着呢。但是拓跋英如果迟迟不回国，赤炎那边肯定会有所动作。黎国是4国当中地理位置最好，土地最为肥沃，粮食够吃的国家，是块大肥肉。赤炎早就想来咬一口。拓跋英来参加了黎国太子的婚宴之后，便失去了踪迹。这事无疑是赤炎最好的借口。赤炎虽然不如黎国强盛，却也是兵强马壮，不可小觑。黎君燕是西北军的主帅，是西北军的军魂，若起战事，黎君燕是一定要在的。你想回京城，还是去西北看看？黎君燕依旧一脸婉柔，眼神甚至宠溺，动作也很轻柔。秦洛冉却本能的觉得哪里怪怪的，这种感觉好像在无极山的时候就有了，只是当时他没有过多的注意，还以为是自己因为知道了师父师兄为他所做的一切之后，情绪不稳，想多了。现在看来好像不是啊，难不成黎君燕在介意上一世的事情，还是什么？秦洛冉这样想着，狐疑的转过头去看着黎君燕，怎么了？是不是力道重了？黎君燕说着，手里的动作又轻柔了一些。秦洛冉摇摇头，殿下你怎么了？什么怎么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黎君燕温温一笑，也不知道是真没听懂秦洛冉问什么，还是假没听懂。第143章，我已经错过你一世了。殿下知道我在问什么？秦洛冉从软榻上起身，和黎君燕面对面的坐着。洛儿我被秦洛冉这样认真的盯着看，黎君燕有些不知道要怎么开口。第一次见到这样黎君燕，秦洛冉微微叹了一口气，殿下是在介意上一世的事吗？虽然不是他自愿，但是不管怎么说，上一世他和黎君行有过肌肤之亲是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个男的能容忍自己的女人跟除了自己外的男人有牵扯，哪怕他不爱这个女人。那黎君燕是不是也对上一世的事情心存芥蒂呢？显然秦洛冉想多了，也想差了。怎么会？
听到秦洛冉说介意，黎君燕的心一阵抽痛。他的洛儿为什么会这么好，对他没有一丝怨言，还担心他是不是介意。长臂一伸，把秦洛冉揽到自己的怀里，紧紧地抱着他。傻洛儿，你怎么会这么想？是我没在成亲之日赶回来，才造成了你上一世的悲剧。我自责还来不及，又怎么会介意？我哪来资格介意？且不说那都是上一世发生的，还非他自愿。他在意的、要的从来只是秦洛冉这个人。所以你是在自责？黎君燕点点头。洛儿，对不起，对不起，我让你受苦了。虽然那是上一世的事情了，但是只要一想到秦洛冉被万箭穿心、葬身火海的那一幕，他的心就疼得透不过气来。那时的他该有多痛、多无助。阿燕，那都是上一世的事情了。秦洛冉环住黎君燕的腰，轻轻靠在他的胸口。那不是你的错，是黎君行心狠手辣，丧尽天良，是我自己识人不清。黎君行跟景兴帝不愧是父子，德行一模一样，本事不大，疑心病挺重。要不然怎么把那些有功之臣不是打压就是直接找借口灭掉，还不是怕功高震主，威胁到他们的地位？你不怨我？黎君燕问得小心翼翼，她真的好害怕失去秦洛冉。在黎君燕期许的目光中，秦洛冉朱唇轻启，轻轻吐出2个字：怨过。听到秦洛冉说怨过，黎君燕的呼吸一滞，瞳孔微缩。洛儿我……秦洛冉抬起一只手放在他的嘴上，阻止了他继续往下说。出嫁那天，李王大门紧闭，门房还那样肆无忌惮地当众羞辱我，让我颜面扫地，我恨。后来黎君行把我带走，要娶我做侧妃，我怨。我是丞相府的大小姐啊，生来尊贵，本来应该是你的正妃，却不得不嫁给太子做侧妃。太子侧妃再好听也是个妾，让我去做妾，我怎能不怨？对不起。说对不起，黎君燕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好像现在说什么都苍白无力。秦洛冉摇摇头，继续道：我当时不止一次在心里怨你，为什么不能及时赶回来？成亲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重视？哪怕你不喜欢我，为什么不能看在相府的份上，给我该有的体面？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你不是不重视，你也在尽力赶回去。你回京的路上危险重重，你还受了那么重的伤，我就不怨了。要说起来，黎君燕也是真惨，真的不容易。出生就没了娘，唯一能依靠的外祖家也没了，亲爹和他的那一堆女人，每一个都想要他死。若不是他自己争气，估计早就去找阎王爷报道去了。皇子当到这个份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所以，你也不要再为上一世的事情自责了，好不好？你要是再纠结，我就回去找师兄去。正好我也觉得欠他良多。不可以。黎君燕紧紧地把秦洛冉紧紧地抱在怀里，闻着他身上独有的馨香，方才觉得心安。我已经错过你一世了，这一世我死也不会放开你。那就不要再纠结了。好，阿燕，这一世我们都要好好的，他们要好好的，相府要好好的，他师父师兄也要好好的。我们都要好好的。翌日，一行人起了个大早，在客栈用了早膳之后就打马回京。本来担心拓跋英迟迟不回，赤炎会趁机挑起战事。一旦战事起，受苦的终究是老百姓。他们是讨厌景兴帝没错，但绝不能拿百姓的性命开玩笑。这个年代，百姓生存本就不易，特别是边境的百姓，又何苦让他们再多受苦楚？所以，秦洛冉觉得黎君燕还是亲自去坐镇西北比较好。但是黎君燕说他已经安排好了，暂时不用担心，先回京城一趟，再去西北也不迟。现在景兴帝的人还在大肆搜寻他们，他们一旦去了西北，行踪必定瞒不住，到时候少不得要趁机治他们的罪。要知道，景兴帝想要黎君燕手里的兵权，已经想得快疯了，估计没有哪天不再绞尽脑汁地想着要如何才能光明正大地夺了黎君燕的兵权。他们才不要主动地把柄给他呢。虽说他们去了西北，山高皇帝远的，景兴帝就算想管也管不着，但是王府和襄府还在京城啊。景兴帝是个疯子，谁知道他们要是真的去了西北，他会不会趁机拿相府开刀？毕竟相府现在也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不让景兴帝有借口对他们发难，还是回去吧。从豫州到京城，快马加鞭的话，3、4天就能到了。3天后，黎君燕和秦洛冉在距离龙居上50里处的一个山谷停了下来。他们是遇刺失踪的，自然是要装得像一点，不能这样大刺刺的直接回京，得等着黄勇或者景兴帝的人找到他们，然后兴师动众的把他们接回去。这个山谷隐秘，环境还不错，深处还有几间废弃的茅草屋，也不知道是不是以前有人在这里隐居建的，收拾一下还能住人。他在逃命过程中受伤了，不能挪动，在山谷里养伤合情合理。谁让他这个李王妃身子骨不争气，柔弱不堪呢？至于黄勇带着那5000士兵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找到他们，那就是他们自己眼睛不好，能力不足，这总不好意思怪在他们头上吧。简单的把茅草屋收拾了一下，子车又带着暗卫把山谷里布置了一番。林叔和林鹏则去了稍微远一些的村镇，等着得到消息之后再进来。
毕竟在众人眼里，他们也正在拼命寻找主子呢。做戏得做全套。第144章仙人谷上。2天后，奉旨找黎君燕和秦洛染的黄勇带着人来到了一个叫东义的小镇外的一个小面摊，坐了下来。几人各要了一碗面一壶茶。摊主是一对带着孩子的中年夫妻，男人负责烧火、收拾桌子、洗碗这些活，女人负责擀面下面，孩子独自在一旁玩耍。夫妻2人不时唤他2声，一家人其乐融融。男的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也不太爱说话，一直在默默做事；女的则刚好相反，来了人就热情的招呼，偶尔还能跟客人聊几句。将军，我们都找了大半个月了，一点李王殿下的消息没有，咱们还要继续找下去吗？说话的是黄勇的副将钟阳，为人敦厚老实，跟在黄勇身边许多年，很得黄勇信任。黄勇大口喝完一碗茶，抹了一把嘴巴，叹了一口气道：不找还能怎么样呢？距离李王夫妇遇刺失踪已经过去大半个月了，当初派出来的5000士兵也陆续回去了一些，现在只有他带着数百人在继续找。毕竟5000士兵阵仗着实不小，天天这样在外面晃荡也不是个事儿。京城里的谣言呢，也并未随着时间而消散，虽说没有越演越烈吧，但时不时就有人提起，让人想忘也忘不掉。而且还颇有指桑骂槐之事，就差直接点名道姓的说景兴帝容不下自己有兵权的儿子，借护送的名义让姜文趁机除了他。没了女儿女婿的丞相夫妇，丞相夫人承受不住这打击病倒了，秦相要忙朝政，要寻找女儿女婿，还要照顾夫人身体，也扛不住了，一直到现在都还告假在家待着。紧急公务要么送到丞相府，要是景兴帝传他，就拖着那好似风一吹就要倒的身体去宫里，让人看着实在是心酸又心疼。甚至有的百姓还自发送去了自家养的老母鸡，美名其曰让丞相夫妇好好补补身子，这样才有精力去找李王夫妇。秦相每去一次宫里，外头的谣言就会更难听一些。无奈景兴帝只好尽量不传他进宫，并且赏赐了许多药材，太医更是一波又一波的派往丞相府。你说这要是个品级小的官员也就罢了，横竖要经手的政务也不多，能代替的人也不少，实在不行就换一个。可是这一朝丞相作为百官之首，要统领百官，要负责协助皇帝处理一切军国大事，这事儿不是随便能找人代替的啊！偏偏这个节骨眼景兴帝还不能罢免他，不然真的要引起民愤了。毕竟秦相为官20载，没少为百姓办事，在百姓中的名声还是挺不错的。还有封家和李王一派的官员，都在以各种方式给景兴帝压力。别人给景兴帝压力，那景兴帝自然也要给黄勇压力啊。所以一天找不到李王夫妇，黄勇一天就别想回去。按照景兴帝的想法，哪怕做样子他也得在外面找，只要他在外面找，就能堵住一些人的嘴。可是将军，咱们已经把这方圆百里都翻过来了，还能上哪儿找去啊？要不咱们再去远一些的地方找找。钟阳一脸愁容，为自家将军愁，也为李王夫妇愁，这都什么事儿啊？是啊，将军，要不咱们去远一些吧。钟阳的话音刚落，另外2个人也附和道。黄勇闻言沉思了一会儿道，再在附近找找吧，这附近山林茂密，大大小小的山谷山洞不少，或许有什么地方被我们遗漏了也不一定。那要不我们找个对附近熟悉的老汉给带路？钟阳建议道。也行吧。黄勇点头同意。几位客官，面来喽。正好这时他们要的面也好了，老板娘端着面过来，还送了2碟子自家腌制的小菜，几位客官慢用啊，这是自家做的小菜，不要嫌弃啊。多谢大嫂。黄勇亲手接了过来。慢用啊。面摊的老板娘刚走到灶台边，外面又来了2个人，一人身穿蓝布衫，一人身穿灰布衫，各背一个包袱，一看就是从远处赶路过来的。2人见老板娘在灶台前忙活，大声喊道：大嫂子，来2碗阳春面，要大碗的。好嘞，稍等，马上就好啊。老板娘应了一声，转头忙活了起来，不一会儿就端着2大碗面过来了。2位慢用，这是自家做的小菜，不要嫌弃。老板娘娘还是一样的，送了小菜。多谢大嫂。2人估计是饿狠了，拿起筷子也顾不得烫，胡乱吹了2下就往嘴里送，狼吞虎咽，3两下就把碗里的面给吃完了，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大嫂子，再来1碗。好嘞。很快老板娘又重新端了2碗面过来，面来喽，2位慢用。老板娘放下面，顺便把他们刚吃完的碗收走，见桌子上有几滴汤汁，还去拿了抹布过来擦干净。2人刚刚已经囫囵吃了1大碗面了，这一碗吃的就相对文雅了许多。老板娘擦干净桌子，正准备走，其中一个穿蓝布衫的男子叫住了她：大嫂子，向你打听个事儿呗。啥事儿啊？老板娘停下脚步，转过头来问道：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叫仙人谷的地方？听到仙人谷3个字，老板娘明显一愣，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问道：仙人谷？2位打听这个做什么？坐在不远处的黄勇等人听到仙人谷3个字的时候，也竖起了耳朵，直觉告诉黄勇这个地方不一般。嗨，乔嫂子说的什么话？打听仙人谷能做什么？当然慕名而来，
想要前去拜见里面的仙人啊？身穿灰布衫男子咽下口中的面，奇怪地看着老板娘，似乎他这问题不该问似的。穿蓝布衫的男子道：大嫂子，你就说这仙人谷是不是在这附近吧？我们兄弟二人听说里面住了世外高人，才大老远过来想要拜访一下的。这一路上没少走弯路，问了好几个人都说是在这个方向，我们才过来的。你看我们连鞋都走破了。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蓝布衫男子说着还把脚从桌下伸出来。老板娘一看确实破得有些不像样，一看就是走了许多路的，忍不住叹了一口气。第145章仙人谷下。哎，老板娘叹了一口气，这附近确实有个仙人谷，不过那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世外高人。说着小心翼翼地看了四周一眼，低声说道：那里面啊，曾经住着一个吃人的恶魔。什么？吃人的恶魔？两人闻言同时惊呼出声，仙人谷怎么会住着吃人的恶魔呢？嘘！老板娘急忙让两人小点声，二位小点声，小心隔墙有耳。那大嫂子你快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想到自己千辛万苦过来，眼看就要到了，却在这个时候听说仙人谷里没有自己以为的世外高人，蓝布衫男子欲哭无泪，碗里的面也不香了。哎，老板娘又叹了一口气，见现在也没什么人来，索性在两人对面的凳子上坐了下来。嫂子，我不知道你们是从何处听说仙人谷里有世外高人的，还一路找到这里来的。我肯定的告诉你们，你们俩被骗了。这仙人谷就名字听着好听罢了，跟什么仙人、世外高人压根儿就没有半个铜板的关系。老板娘话还没说完，就被灰布衫男子打断了。哎呀，大嫂子，你就别拐弯抹角的吊我们兄弟二人的胃口了。嗨，瞧我，老改不了这啰嗦的习惯。见二人实在着急，老板娘也不再扯别的，跟两人说起来仙人谷的事。仙人谷之所以叫仙人谷，据传是因为里面终年雾气缭绕，里面花开满地，犹如仙境。不过它四面环山，山路陡峭险峻，树木茂密，没点腿脚功夫的人连进都进不去，也不敢进去。不过附近的老百姓都忙着讨生活，也没那个闲心想要一探究竟，也就一直以为里面没有人。大概7、8年前，附近村子一对打猎的兄弟不小心掉进去了，才知道原来里面是有人住的。里面住着一个男子，男子很是神秘。两猎户兄弟在里面养伤几天，从来没见过他的真容，也不怎么跟两人说话。两兄弟伤好的差不多就把两人扔了出来，还让他们不要去打扰他。两猎户兄弟虽然有意报答恩人的救命之恩，但是恩人不给机会，便只能作罢，叮嘱好乡亲们不要去那边。又过了2年，两兄弟上山打猎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当年在仙人谷救他们的男子。见到自己的救命恩人，两人激动啊，急忙上前去问好。本以为以之前恩人对他们的态度会不搭理他们的，但是很意外，男子不但搭理他们，态度还很亲切，问了两人许多问题。自己的救命恩人这么关心自己，两兄弟那个激动啊，聊到高兴处便开口邀请恩人去家里吃饭。男子也真的去了。到了村里碰到乡亲，两兄弟还热情地给大家介绍恩人，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都拿出来招待恩人。男子酒足饭饱，不顾兄弟俩挽留，执意要趁夜离去。兄弟俩挽留不住，只好收拾了一些自己酿的酒和平日里晒的肉给恩人，不过被男子给拒绝了。兄弟俩对恩人更加敬佩了。不过第2天，村里有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便不见了。奇怪的是，那户人家门窗好好的，孩子是跟夫妻俩一起睡的，夫妻俩也一没中毒，二没受伤。全村人一起找遍了所有的地方，也没有找到，无奈只能当作被狼叼走了。那段时间，家家户户都过得心惊胆战的，还专门请了人来驱邪。就这样过好一段时间，见没再发生什么令人惊悚的事，大家才慢慢放下心来。两猎户兄弟再次在回家路上遇到自己的恩人，又把恩人请回家好酒好肉的招待。不过那次男子并未离开，而是在两人家里留宿，并且借口不胜酒力，早早便去睡觉去了。第2天，村里又有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不见了，依旧门窗完好，孩子的父母也没什么问题，就好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而且这一次不但他们村丢了婴儿，附近的几个村子也陆续有丢失的，村里再一次闹得人心惶惶。不过依旧没有人怀疑男子。后来男子又在俩兄弟的邀请下去喝了几次酒，而且他每次去村里都会有刚出生不久的小孩不见。两兄弟才察觉不对，因为实在是太巧了，因为每次都是村里有小孩出生不久，他才会出现，只要他一出现，村里定会丢刚出生的小孩。两兄弟商量了一番，趁去城里卖猎物的时候花高价买了药效好的迷药，因为男子一看就不好对付，药效差的怕对他没用。果然在村里有人家生了孩子后不久，兄弟俩上山打猎又碰到了在采药的男子，兄弟俩照样热情地邀请他去家里吃饭，把迷药下在了酒里。迷药无色无味，加上男子对两人不设防，那天刚好又是身体虚弱的时候，便真的被药倒了。兄弟俩把男子五花大绑绑在院子里的大树上，然后跟事先商量好的村民一起守着他。半夜时分，男子醒过来，满面痛苦，双目通红，像是要吃人一般。
刚好人群中有一个6、7岁的小孩，男子贪婪地看着他，那眼神就像在看一件猎物一样，把那小孩吓得哇哇大哭。这下根本不需要说什么，大家都一致认为村里丢的小孩都是他搞的鬼，当即要把他打死。不过男子始终不是一般人，被打了个半死，还是逃走了。第二天，兄弟俩带着村里的人拿着家伙去了仙人谷，不过谷里没人，人们在他的屋子后面找到了许多孩童的尸骨。兄弟俩带着人在里面蹲守了几天，也没见男子回去，这才回了村里，顺便把进出山谷的路给堵死了。那之后，男子再也没出现过，村里也没再丢过小孩。仙人谷也成了人们忌讳憎恶的地方，没人再轻易提起。年轻一些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有那么一个地方啊！里面住的居然是这样一个吃人恶魔啊！听完老板娘的话，蓝布衫男子大失所望。可不是嘛？老板娘心有余悸的点点头，也不知道你们听谁说里面有世外高人，还大老远的过来拜访。听嫂子一句劝，赶紧回去吧，那地方进去的路都没有。再说了，谁知道里面有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小命要紧。老板娘说完，看到有人来吃面，便去招待客人去了。那两人在那里有一口没一口的继续吃面，跟刚刚来的时候相比，明显没了兴致。那边黄勇听完，心中有了计较，等老板娘给客人上完面，便招手唤了老板娘过去。第146章，影帝林殊林鹏。客官，你有什么吩咐吗？老板娘擦着手走到黄勇跟前。事关重大，黄勇也没有拐弯抹角，直截了当的对他说道：大嫂子，你刚刚说的那个仙人谷在哪里啊？可否带我们去看看？不行不行。老板娘一听黄勇的这个要求，急忙罢手拒绝，我们不认识路，去不了。大嫂子，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你就帮帮忙吧，我们再找一个很重要的人。好不容易有点新的线索，黄勇怎么可能放弃？哎呦，这是真帮不了啊，我们夫妻俩只是普通老百姓，真的帮不了啊，你们去找别人吧。老板娘一脸难色，看得出她对仙人谷是真的很害怕。黄勇心里着急，他现在迫切想要去仙人谷看看，一刻也不想耽误，眼前就有人能带路，他当然不会舍近求远去找别人。再说找到的人万一不认识仙人谷呢？找面瘫夫妻帮忙无疑是目前最好的选择。黄勇拿出一锭银子，趁人不注意塞到老板娘手里。大嫂子，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忙，你只要让大哥给我们带仙人谷的入口处就行，不需要进到谷里去的，你就发善心帮个忙。考虑再三，黄勇还是决定不暴露身份。不能暴露身份，那就只能用银子了，毕竟没有谁会跟银子过不去。看着手里的银锭，老板娘犹豫了，这一锭银子够他卖1年的面了，有了这银子，家里的日子也能过好一些，万一哪里有急用，也不用到处去求人借。可是那仙人谷他也是真的怕，银子固然重要，但是再重要也没有自己男人重要。似乎看出老板娘在为难什么，钟阳开口道：大嫂子，我们哥几个都会些拳脚功夫，会保护好大哥的，你就放心吧。那好吧，终究还是银子好使，尽管心里很担心，老板娘还是答应了。那你们先吃，我去跟我家那口子说一声。去吧。黄勇挥挥手，3两口吃完了碗中的面，让钟阳结了账。那边老板娘也跟他男人说好了，正准备走呢，不远处又有2个灰头土脸，走路有些一瘸一拐的人朝面摊走来。黄勇觉得来人有些眼熟，林殊、林鹏，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待2人走近了一些，黄勇认出了2人，满脸惊讶。他们出来寻找李王夫妇这么久了，今天还是第一次碰到跟李王殿下身边的人，还是他的近身侍卫。原本他以为李王殿下身边的人跟李王殿下肯定会有别人不知道的联系方式，他们在这附近翻找了这么久，一直没有碰到过，肯定是他们早已有了李王殿下的消息，只是出于某些原因一直躲着不出来而已。没错，黄勇是不相信黎君燕会被几个杀手逼到这种地步的，不然他凭什么短短几年就全权掌管西北30万大军？他迟迟不出来，肯定另有谋算。毕竟有景兴帝和祝皇后那样时刻想要他命的亲爹和名义上的嫡母，一朝行差踏错就尸骨无存。只是这些他只能在心里想想，不能说出来。不过话说回来，林殊和林鹏现在的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有李王殿下的消息的样子，还是说他们是装的？林殊听到有人喊他，循着声音看过去，看到黄勇等人跟见到亲爹一样，激动地跑过去。哎呦，黄将大哥，我终于碰到你了！呜！黄勇怎么也没料到林殊会来这么一出，这大庭广众之下被一个男人扑在怀里痛哭流涕，算怎么回事？还有他的脸多久没洗了？怎么脏成这样？还往他身上抹？衣服多久没换了？那味道快把他刚刚吃进去的面给熏吐了。黄勇虽然是个武将，不过因为从小受家里人影响，除了打仗时期，其余的时间还是非常爱干净的。他最受不了衣服穿到变味儿，脸脏到看不出来本来的样子，打仗那是没办法。平时要是还脏兮兮的，臭气熏天，那就是懒了。黄勇皱着眉把林殊扒拉开，往后退了2步。林兄弟，
有什么话好好说。你们怎么搞成了这副样子？艾林叔叹了一口气，说来话长啊，不提也罢。对了，黄大哥，你们有消息了吗？刚有新的线索，正准备要去呢。林叔是黎君燕的人，黄勇也没对他隐瞒。真的吗？那我们赶紧去吧。听到有黄勇说有新的线索，林叔激动的差点摔倒在地。黄勇忍着恶心扶了他一把，看着他那像是饿了好几天的样子，问道：要不你们先吃点东西再走？山路难走，仙人谷可能还有危险，不吃饱怎么行？他可不想带两个拖累啊。好的好的，林叔摸摸肚子，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说来不怕黄大哥笑话，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说着，扬声对面摊的老板娘喊道：大嫂子，给我们兄弟二人各来2碗面。好嘞，马上来。老板娘手麻脚利的煮了2碗面端过来，林叔和林鹏拿起筷子，也顾不得烫不烫，呼啦啦往嘴里塞。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俩是饿死鬼投胎。第2碗刚端过来，第1碗就连汤都不剩了。很快，第2碗也见底了。林叔摸摸肚子，大嫂子，再来1碗。对了，你还要吗？林鹏摇摇头，不来了，饱了。也不知是不是可怜他们，还是这面摊老板娘太实在，每碗面都满满的。他们早上可是吃过饭的，若不是为了演得逼真一点儿，他现在真吃不下2大碗。林鹏说不要，林叔也不管他，接过老板娘递过来的面，呼啦啦，很快又吃得干干净净的，还打了一个饱嗝。要结账了，在身上摸了半天没摸出一个铜板来。老二，你身上有钱吗？林鹏在身上翻了半天，摇摇头，没有。那边去了路边的大树下等2人的黄勇见2人在身上翻了半天也没拿出银子来结账，无奈的摇摇头，让钟阳过去帮他们结账。结完账，一行人就准备出发去仙人谷了。老板娘担心的一遍又一遍的交代自家的男人要万事小心，还再三拜托黄勇一定要保护好他。完了还问了一下那慕名而来的2兄弟要不要一起去，因为他觉得人多总比人少要安全一些。不过2人拒绝了，他们是专门来拜访世外高人的，对别的没兴趣，现在里面没有所谓的世外高人，自然就不去了。第147章进入仙人谷。一行人在面摊老板二柱的带领下来，穿过2座山，来到仙人谷外面。仙人谷在2座高山之间，横向距离并不宽，而且整个山谷几乎被树木覆盖，几乎看不到缝隙。如不是原本就知道这里有个山谷的人，绝对会忽略的。二柱指指前面的山谷，对黄勇等人道：这里就是仙人谷的入口了，几位兄弟，俺就带各位到这里了，你们只要一直往里面走就可以了。这大哥啊，你确定没带错路吗？林叔看着前面灌木杂草丛生，连下脚的地方都找不到的所谓的山谷，满脸怀疑。是这里没错。二柱肯定地道：在没娶媳妇之前，俺经常到这附近的山上来砍柴，这路俺熟得很，不可能错的。可是这没有路啊，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啊。俺媳妇儿不是说了吗？这仙人谷本来就因为山路险峻，一般人根本进去，再加上这里之前还住了一个吃人的恶魔，大家连这附近都不敢来，没下脚地儿不是很正常吗？二柱说完，回头看了一眼，才发现是林叔。哦，俺媳妇儿说的时候你还没来，不过你可以问问这几个兄弟，他们应该是听到了。确实如此。黄勇看了看眼前所谓的仙人谷，对二柱道：多谢大哥给我们带路，剩下的就不劳烦你了，你赶快回去给大嫂子帮忙吧。哦，好，那俺回去了，你们自己小心些。二柱看了大家一眼，转身朝来的路走去。几位等回来还到俺家面摊吃面啊？黄勇点点他，好说，路上小心些。二柱刚走，林叔就按捺不住要进山谷。黄将军，咱们快些进去吧。他的主子失踪好久了，他着急啊，别说是一个没法落脚的山谷，刀山火海他也要立马就去。黄勇也理解他，他也想尽快进去看看，不过出于安全考虑，他还是让钟阳去多带一些人来。钟阳虽然担心黄勇，不过从军多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这句话已经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底。黄勇是他们将军，自然是他怎么说他们怎么做。钟阳走后，黄勇也带着剩下2人和林叔林鹏准备进仙人谷。林侍卫，你们跟在我身后，自己小心一些。若不是这林叔和林鹏是黎君燕的人，黄勇一点也不想带他们一起进去。这山路本来就难走，里面危险难料，2人走路还一瘸一拐的，万一有危险他还得保护他们，怎么看怎么拖后腿。可惜2人根本没有这自觉，还一脸着急催促黄勇：放心吧，黄将军，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咱们赶紧进去吧。王爷已经失踪半个多月了，我实在是担心啊。走吧。其实黄勇想说的是，他们只是没来过这个所谓的仙人谷，所以进去看看，至于李王夫妇在不在里面，那他可是不能保证的呀。这进谷的路确实难走，一路灌木荆棘丛生，里面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但是有攻击性甚至有毒的虫蚁不说，偶尔还会遇到蛇。不过林叔和林鹏走在最后面，倒没什么大碍。黄勇那2个在前面开路的手下就惨多了，衣服被划得破破烂烂的不说，脸上手上都添了许多新的伤痕。大概走了1个时辰左右，
一行人总算有惊无险地穿过了最难走的那段路，剩下的路就相对好走多了，还有一条清可见底的小河。一行人在河边稍作休整之后，就继续顺着小河一直往里面走。走了大概2刻钟的时间，视野逐渐变得开阔起来，也终于看到了面摊老板娘口中的雾气缭绕、花开满地的场景。又继续往里面走了半刻钟的时间，总算看到了传说中的吃人的恶魔住过的那几间茅草屋，还有几缕炊烟。有炊烟就说明有人。将军，您和2位林侍卫先找个隐蔽的地方藏一下，我们先去看看情况。这荒山野岭的，谁知道在这里的是什么人？保险起见，还是有人先去探探情况，万一有意外，也不至于全军覆没。黄勇的2个手下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们说完，还没等黄勇发话，便继续往前去了。不过相比之前，多了几分小心翼翼。林叔和林鹏最是着急不过，自然是不可能在那里等着的，也跟在2人身后上前去了。黄勇一个凭真本事做到镇北将军的位置的人，自然不会站在那里等着。他的手下每一个他都很珍惜，现在他们的人就3个，他实在做不出自己在安全地方等，让手下去探险这种事。更别说林叔和林鹏那2个一瘸一拐的都去了，他要是站在这里等，像话吗？若是传出去，他还怎么在军中立足？所以4人前脚才走，黄勇后脚也跟了上去。往前走了一段路，远远的看到河边有一个女子在打水。黄勇那2手下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林叔就激动的大叫起来：“老二，那是不是王妃身边的春瓷姑娘？”林鹏眯着眼看了看，有些不确定地点点头，好像是的。春瓷姑娘在这里，那说明王妃也在这里，找了这么大半个月，可算找到了。林叔说完就飞快地朝春瓷在的方向跑过去，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喊：“春瓷姑娘，春瓷姑娘！”许是太激动，连腿也不瘸了，看得林鹏一阵无语。咱都演到这份上了，能不能不在最后关头露馅啊？不过好在黄勇和他的2个手下都没太注意，找了大半个月，终于找到人了，其他的谁还管啊？春瓷听到有人喊他，循着声音看过来，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朝他飞奔过来，待那人走近了一些，一阵风吹过来，还带来了一股不可言说的味道。春瓷姑娘，是我呀，林叔。若不是林叔开口自报家门，春瓷压根儿就没认出来眼前的人是林叔。林叔啊，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副样子了？春瓷嫌弃的往后退了2步，小声的问道：“不是你让我装的像一点吗？怎么样，这副模样？呵，确实很像。”春瓷干笑了2声，他是让他装的像一点没错，可是咱能差不多就行了吗？这一身的味儿，旁人都受不了，用不着这么拼啊。眼看黄勇和他的2个手下还有林鹏也走了过来，春瓷收起了脸上的嫌弃，马上一副激动的样子看着林叔。第148章，本王不养无用之人。林大哥，你们终于来了，我还以为呜。被困这山谷大半个月，现在终于有人来了。春瓷激动的话都说不完整了，捂着脸呜呜哭了起来。林叔没想到春瓷会突然来这么一出，差点吓了一跳。春瓷姑娘，你别哭啊，是我们眼瞎，没注意到这还有个山谷，让你们在这里待了这么久。说着指后他身后的茅草屋问：“王妃和王爷都在这里吗？”春瓷擦擦眼泪，我们当日被追杀，情急之下不小心掉进了这个山谷，王爷为了救王妃，腿还受伤了。春瓷的话刚说完，林叔就一阵风似的朝身后的茅草屋跑去。不过片刻又出来了：“王爷和王妃人呢？”“王妃去带着夏嫣妹妹他们山上给王爷采药去了。”春瓷说着打了一桶水，有些吃力的提着我那个回走。王爷不放心，非要跟着去。他们去哪里采药了？喏，他们往那边去了。春瓷指了指后面的一处相对平缓一些山坡，这里的别的地方也上不去。我去看看。林叔说着飞快的跑走了，虽然看起来还是有些一瘸一拐的，不过速度是真快，看得林鹏直咂舌。后面跟上来的林鹏见春瓷提的吃力，很有眼色的上前去接春瓷手里的水桶。春瓷姑娘，我来吧。那就多谢林二哥了。春瓷不客气的把水桶放在地上，揉揉手腕，这才注意到林鹏后面的黄勇等3人，带着些许害怕和疑惑问道：“林二哥，这3位是？”“啊，这是镇北大将军黄勇将军和他的2个部下。”听到林鹏的话，春瓷朝着黄勇扶了扶。春瓷见过镇北大将军，春瓷大方得体，说话不卑不亢，看得黄勇不由得在心里感叹：不愧是跟着李王妃从丞相府出来的，这教养，这气度，比一般的官家小姐还好。封家是书香世家，传承了数百年，家族中的子女都是知书达理之人，那气度，那教养，比起皇室的皇子公主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论教养，封家说第2，没人敢认第1。丞相夫人封氏出身封家，又是嫡女，这方面自然是差不了。看看李王妃身边的丫鬟就知道有多好了。黄勇突然明白为什么封家的姑娘那么抢手了。娶妻娶贤，家有贤妻，男人才能安心在外面打拼。他要是有儿子，也想娶一个封家的姑娘做儿媳妇啊。
黄勇也不知咋了，突然就想的有点多，甚至忘了春慈还在给他行礼。春慈以为他没听见，又稍微大了一点声音道：“春慈见过黄将军，黄将军万安。”不必多礼。黄勇急忙回神，抬抬手：“春慈姑娘先忙，我带人去接应一下李王殿下。”刚刚春慈和林叔的谈话，黄勇自然也是听见了的。既然他是来找人的，那自然是不好在这里等着人回来，得去看看接应一下。黄勇说着，带着他的2个手下也去找黎君燕和秦洛染去了。很快，小河边就只有春慈和林鹏了。林鹏提着水走在前面，春慈跟在后面。看着没比林叔好到哪里的林鹏，春慈嫌弃和他拉开了一些距离。你们搞成这副样子，自己不难受吗？是让你们装得像一点，没让你们搞得跟几年没洗澡一样。是林叔说这样不会让人怀疑，我们可是在外面不眠不休的找了你们大半个月，现在这天气又热，那出了汗不洗澡不换衣服，不就这样吗？林鹏说着还嘿嘿笑了2声。你看黄将军不就没有怀疑我们？看着林鹏那骄傲的样子，春慈一阵无语，这么自信真的好吗？正常人谁会把怀疑写在脸上，还是当着怀疑对象的面？如果黄勇是这样的人，还能稳稳地坐在镇北大将军的位置上，还能得景兴帝的信任，早就坟头草都3尺高了好吧？春慈姑娘，水给你放这儿了呀。走到春慈做饭的地方，林鹏放下水桶，我去捡点柴火回来。去吧，顺便去下游洗洗再回来，小心等会儿王妃回来熏到王妃，王爷收拾你。好嘞。林鹏走后，春慈开始收拾准备做饭。幸好之前住在这里的人留下几个瓦罐和碗，烧了开水烫烫洗洗还能将就用，不然这几天他们估计只能吃烤的东西了。把之前收拾好的野鸡炖上，野兔烤上，然后去河边洗野菜。春慈刚把野菜洗好，林鹏就一手提着几条鱼，一手抱着一捆柴回来了。这厢林叔和黄勇等人在春慈说的山坡上找了好半天，才找到黎君燕哥和秦洛染。彼时几人正在一棵大树下休息，用藤条编织的篮子里装了不少草药和一些蘑菇。王爷，王妃，属下可找到你们了。一看到黎君燕和秦洛染，林叔手脚并用的朝他们在的地方爬上去，在坡陡一点的地方还差点摔倒。秦洛染看着灰头土脸啊不，衣衫褴褛，脸上脏兮兮的林叔，也是一阵无语和嫌弃。林叔也很自觉，在离几人还有5步远的地方就停了下来，他怕身上的味道熏到王妃被王爷打死，那他可就白受这些罪了。王爷，您的脚没事吧？春慈姑娘说您受伤了。林叔一脸关切和着急，怎么看怎么像刚找到黎君燕一样。黎君燕看了一眼自己受伤的脚，淡淡道：无碍，就你一个人来。林鹏也来了，在下面帮春慈姑娘呢。林叔指指山下，怎地这么久才找到这里来？这要是在打仗，有兄弟需要你去营救，他们能等到你吗？被黎君燕劈头盖脸一顿责骂，林叔急忙跪地请罪：王爷恕罪，实在是这地方太过隐秘，附近的村镇若不是上了年纪，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本王不听任何理由，等回去自己自觉去领罚，本王不养无用之人。是，王爷。跟在后面的黄勇、黎君燕和林叔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虽然黎君燕是在训斥自己的属下，但是他也感觉有些无地自容，甚至有一种黎君燕在内涵他的感觉。第149章，真是好惨一男的。末将见过李王殿下、厉王妃。收起心绪，黄勇走到2人面前，恭敬的行礼。黄将军不必多礼。黎君燕抬抬手，黄将军能找到这里来，实属不易，辛苦了。林叔殿下，属下也是人啊。黄勇、厉王殿下，咱有话直说行吗？这样拐弯抹角的内涵有意思。气氛一时间有些凝固，秦洛染只好开口打破僵局：殿下，既然黄将军已经找来了，我们早点下山吧，回去还要给您熬药呢。好。一面对秦洛染，黎君燕立马一脸柔情，看得旁边的人差点酸掉了大牙。一行人艰难地下了山，此时春慈已炖好了鸡汤，烤好了鱼和野兔，正在一个不太好看的石锅里炒野菜，林鹏在帮忙生火。见春慈在野菜快炒好的时候，往锅里加了一些不知名的小果子，一脸好奇地问道：春慈姑娘，这是什么啊？这是敷烟树的果实。春慈一边用手中的木铲翻炒锅里的野菜，一边解释道：这东西有咸味儿，可以调味。王妃说这敷烟树除了可以荡盐调味之外，还有清热解毒、散瘀止血之效。王妃让我们弄了一些来，喏，就在那里，等走的时候你记得拿上啊。林鹏顺着春慈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到一块大石头上晒着一些药材，爽朗的应道：好嘞，包在我身上。好了，端过去吧，然后把碗拿去河里洗洗。你和林叔要吃饭的话，自己去削2双筷子。春慈把菜盛出来递给林鹏，简单的洗了锅之后，又把鸡肉倒进去炒。这里没有米面，他们充饥全靠这些菜，不多做一点不够吃。王爷来了。林鹏把菜放好，看到黎君燕一行人，急忙快步走过去：属下见过王爷、王妃。黎君燕哼了一声，正眼都没瞧他一眼，
直接越过他走了过去。林鹏拉住跟在后面的林叔，小心翼翼地问道：“老大，王爷这是咋了？是不是嫌我们办事不力啊？”“可不是，王爷嫌我们没用，这么久才找到这里，让我们回去自己自觉去领罚。”林叔一脸欲哭无泪，黄勇感觉自己又再次被内涵到。哦，听到回去要领罚，林鹏瞬间也蔫了。到了屋前，秦洛冉扶黎君燕坐下，自己则去提了篮子到一旁分拣里面的东西。他先把里面的蘑菇拿出来递给秋蝉，去洗干净切好给春子炒，记得让他多炒一会儿。知道了，王妃，你已经说过好多次了。秋蝉接过蘑菇，调皮的吐吐舌头，拿着蘑菇去河边去了。秦洛冉看着秋蝉那调皮的样子，不由得失笑。他还不是怕他们大意，毕竟这玩意儿好吃归好吃，但是要是不熟的话，吃了轻则两眼冒星星，重则找阎王爷喝酒都有可能。记得以前在无极山的时候，有一次他和几个门内弟子一起偷跑出去玩，抓了山鸡野兔烤了吃，有一个非要烤蘑菇吃，结果没熟，差点把自己送走了。得亏有他师傅在，不然估计现在坟头草都有3尺高了。他可不是他师傅，什么样的人都能救回来。他师傅怕他再去偷捡蘑菇吃，就亲自带着他和师兄一起去捡蘑菇，教他们认蘑菇，还教他们要怎么做才能吃。他记得当时师傅还开玩笑的说，吃蘑菇要记得3熟，蘑菇的品种要熟，入口的蘑菇要炒熟，还有去医馆的路要熟。想到以前的趣事，秦洛冉笑笑继续分拣篮子里的药草。黄勇走过来看了看，状似无意的开口，想不到李王妃还精通药理。秦洛冉微微一笑，黄将军过奖了，精通谈不上，不过是以前身体不好，不能出门，多看了几本医书，跟大夫学了点皮毛罢了。丞相府的大小姐生来就身子弱，一直在深闺养病，这全京城都知道的事情。而她这些年在府里具体做了什么，外人又怎么会知道？她说她看医书了，就是看医书了，谁也不能说不是，更不能怀疑什么。更何况久病还能成医呢？秦洛冉没等黄勇开口，又继续道：“也亏得之前看了几本医书，又跟大夫学了点皮毛，不然这次王爷的脚说不定就废了。这荒山野谷，四面峭壁，连条能走的路都没有，他们几个弱女子和一个脚受了重伤的黎君燕怎么出得去吗？而他们这些说是来救他们的人，大半个月才找到这里，要是不稍微懂点药理，黎君燕的脚可不就废了吗？”黄勇又感觉自己再次被内涵到了，默默地闭上了嘴，朝黎君燕走过去。自从进入山谷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1个半时辰，这短短1个半时辰的时间，黄勇已经被内涵好几次，真是好惨一男的。秦洛冉把分拣好的药材递给冬英，让他清洗一下熬上。做戏要做全套，这药该熬就得熬，该喝就得喝。一行人吃过饭，奉黄勇的命去召集人手的钟阳也跟着黄勇留下的记号找来了。考虑到黎君燕的脚受伤了不方便，黄勇决定让人把进出山谷的路上的那些灌木荆棘砍掉，开一条路出来，这样好走一些。黎君燕和秦洛冉自然是没什么意见的，有路走谁喜欢爬树丛，反正又不需要他们出力。为了早一点出去，趁天还没黑，黄勇也顾不上人休息，亲自带着人去砍树造路去了。而黎君燕呢，则是和自己的王妃牵着手顺着河流散步去了。河水清可见底，鱼儿在里面欢快的嬉戏，岸边开满了各色野花，一对璧人相携走在其中。男子折了野花，编了个花环戴在女子的头上，不知男子说了句什么，女子娇羞一笑，周围的花仿佛都失了颜色，花间嬉戏的蝴蝶也都纷纷在女子的头上停留。此情此景，任谁看都不说一句美，实在是太美了，美得足以醉人。其实这里环山绕水，风景也不错，又凉快，偶尔来住住还是不错的。重要的是远离京城的纷争，若不是京城里还有那么多的事等着他们，秦洛冉真的想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你若喜欢，回头让人来打理有一下，等空了我们就过来住几天。媳妇难得有个要求，黎君燕自然是要满足的。好啊！秦洛冉展颜一笑，看得黎君燕心猿意马。第150章，恭迎厉王殿下回京。黄勇带着他的人一直忙活到大半夜，忙得灰头土脸，差点累成狗，才开出了一条勉勉强能走的路出来。休息了不到2个时辰，天就亮了，又赶紧起来就着凉水吃点干粮，收拾一下，准备接李王夫妇出去。而黎君燕呢，抱着媳妇美美的睡了一晚上，早上起来洗漱过后，还慢悠悠的吃了早饭。这2天在这仙人谷，远离世俗，远离纷争，每天都可以舒舒服服的抱着自己娇娇软软的媳妇睡觉。第2天也不用早起，可以等着她醒来，然后一起吃饭散步。他看着她闹，看着她笑，这种日子简直赛神仙。如果可以，真希望就一直这么过下去。不过当黎君燕看到秦洛冉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过来的时候，她瞬间就觉得不美了。洛儿，这可不可以不喝？黎君燕表示自己没病，不想喝。秦洛冉笑眯眯的摇摇头，不可以，做戏要做全套，没看到黄勇就在那前面吗？其实主要是黎君燕早些年受了太多伤，
加上当时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和调理，身上多多少少留下一些暗疾，这是他专门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熬的药，喝了对身体有益无害，不然他怎么会大费周章去满山采药，又亲自看着熬药的？他又不是闲得慌。那你喂我。黎君燕说完，见秦洛冉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一脸的不愿意，然后讨价还价，要不然你亲我一下。秦洛冉闻言，直接把碗放在他面前的石桌上，再矫情，回去之后不许踏入揽月阁半步。黎君燕只好乖乖的端起碗，一口气把碗里的药喝得一滴不剩，生怕晚了慢了，回去后真的进不来揽月阁，那就真的得不偿失了。哎，想跟媳妇撒个娇，怎么这么难呢？慢悠悠的吃饭，慢悠悠的喝药，下人又慢悠悠的收拾东西。若不是身份不允许，黄勇都想上去催了。主要是7月的天气已经开始热了，这大热天的赶路受罪啊。他们这些糙汉子都是无所谓，就怕李王妃和他的那几个丫鬟受不了。那要是路上多耽搁几趟，明天能不能到京城还不一定呢。可是黄勇心里再着急，也只能老老实实的等着。谁让黎君燕是王爷，而他只是一个将军呢？终于在黄勇等得快要没耐心的时候，春子他们总算收拾好可以走了。看着面前2个简单的布辇，黎君燕不咸不淡地夸了一句：“黄将军有心了。”然后扶着秦洛染上了其中一个后，也毫不客气地坐上另一个。他现在可是伤患，伤的还是脚，有布辇怎么能不做呢？横竖又不要他的人出力，他皇帝老子的人，他一点也不心疼。黄勇拱拱手：“王爷过奖了，还请王爷和王妃坐稳了，我们这就出谷了。”这是他考虑到黎君燕脚上的伤，趁着黎君燕和秦洛冉吃早餐的时候，让人抓紧时间做的。大概1个时辰左右，一行人终于走出了仙人谷，黄勇也终于微微松了一口气，总算把这2尊大佛给带出来了。自从坐上镇北将军的位置之后，他真的从未如此憋屈过。他手里有兵权，又得景兴帝信任，一般的皇子王爷见到他都是客客气气，他偶尔甩个脸子也没事。可是黎君燕不行，和秦洛冉不行。黎君燕手握重兵，不高兴的时候连景兴帝的面子都不给，关键有时候还特别小心眼。那些在背后乱说他和秦洛冉不是的人，哪个有好下场了？不是家里因为各种丑事闹得颜面尽失，就是这些年为官不作为或者贪污受贿的证据给你准备的齐齐的。除非你为官清白，家里干净，不然真的不要随便去惹黎君燕。至于秦洛冉、秦相和封家一个赛一个的护短。秦相作为百官之首，想给人穿个小鞋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封家，如果你家里没人读书，不想考功名，那可以不用管。可他不是啊，他们皇家还有好几个弟子在封家的书院求学呢。所以黄勇再憋屈也只能忍着，打不过惹不起。出了仙人谷，山路就相对好走多了，不到半个时辰就到了山下。中阳已经按黄勇的吩咐找了2辆马车过来等着了，黎君燕和秦洛冉1辆，春慈夏燕秋蝉和冬英4个婢女1辆。一路上除了吃饭留宿，基本没怎么停，终于在第2天中午赶到了京城。黄勇在找到黎君燕夫妇的第一时间，就让人传了信回京给景兴帝。景兴帝为了证明自己对黎君燕的重视，也为了堵住要悠悠众口，早早的派了礼部官员和身边的大太监安吉到城门口迎接。恭迎李王殿下、李王妃娘娘回京。恭迎李王殿下、李王妃娘娘回京。秦洛冉掀开车帘，看了一眼乌泱泱跪成一大片，口中还高喊着恭迎他们回京的众人，满眼讽刺。殿下上一次御敌后匆忙回京成亲，差点连小命都交代在半路，这次只不过是遇刺失踪，搞得像打了多大的胜仗回来一样。大概是这段时间京城的流言不太好听。黎君燕慵懒地靠在车壁上，看都没看外面一眼。可是他这样岂不是会让人觉得他心虚？秦洛冉觉得有点搞不懂景兴帝到底是怎么想的，还是说这是哪个大臣出的馊主意，又或者是因为江南的事加在一起，让他疾病乱投医。这次江南的水患很严重，五皇子黎君明赈灾也不是很顺利。若江南的水患迟迟处理不好，景兴帝就真的得带上天子德行，有亏这顶帽子了。到时候这罪己照他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然后永生永世被钉在耻辱柱上。黎君燕勾勾唇，他本来就心虚啊，被人说不是很正常。百姓难得有机会可以议论一国之君，当然得好好珍惜这个机会，说不定连戏本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好戏开场呢。李王殿下，陛下派咱家来迎接您回京。黎君燕和秦洛冉迟迟不出声表个态，安吉只好到马车旁来提醒。那走啊，堵在这里做什么？难不成还需要本王下来给你们道谢？不敢，不敢。黎君燕的声音隐藏着怒气，安吉急忙前面跪着的人起来，让黎君燕的马车尽快进城。第151章回京，好戏将要一一开场。失踪了大半个月的厉王夫妇终于回来了，京城里热闹的跟过年一样，百姓们都争相来围观。黄勇一直把2人送到李王府，看着2人下了马车，才如释重负的大大松了一大口气。多谢黄将军一路护送，到府里喝杯茶再走吧。黄勇拱拱手，
厉王妃客气了，这是末将该做的，末将还要回宫复命，就不多打扰了。说完向后退了2步，准备等黎君燕和秦洛冉进了厉王府的大门就走人。既然如此，那本妃也就不挽留黄将军了，黄将军慢走。秦洛冉说完就走，黄勇拱手低头恭送。秦洛冉走了2步，又转过头来，轻轻说了句：“听闻黄夫人这些年为了求子，没少受苦。说来也巧，本妃刚好认识一个对这方面很有钻研的大夫，若黄将军需要，本妃可以为黄夫人引荐引荐。”秦洛冉说完就走，他敢保证黄勇一定心动。黄勇和他的夫人文英文氏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两家又是门当户对，文英一及笄，黄勇就迫不及待地娶回了家。两人成亲近10年，感情一直很好，哪怕文氏嫁给他之后只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后面就怎么也怀不上孩子，黄勇也没有收通房纳小妾，反而见文英为了求子到处寻医问药，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心疼他，对他比以前更好了。文氏心里愧疚，曾主动提出给黄勇纳妾，不过都被黄勇给拒绝了。用黄勇的话说就是，如果他纳了妾，他和文英就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般。文英是他心心念念了好多年才娶回家的人，他发过是要保护他一辈子，那就要说到做到，怎么能因为没有儿子就令他心欢？他虽然也想要一个自己的儿子，但是这种事情只能看缘分，又强求不来。而且他们黄家又不止他一个儿子，有的是人可以继承香火。至于他镇北将军府的家业，如果真的注定不能有自己的亲生儿子，那就过继一个，实在不行就招个女婿好了。黄勇这般让文氏更愧疚了，所以这些年一直在想办法给黄勇生个儿子。只可惜这些年一直求子无果，都快成文氏的心病了。若他能帮他和文氏实现了这个愿望，那么黄勇日后就算不投靠他们李王府，也不会与他们为敌，或许在关键的时候还能帮他们一把。其实黄勇是非分得很清，很多事情他心里跟明镜一样，只不过他身后是整个黄家大家族，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他想怎样就能随意怎样的。还有就是君命难违，秦洛冉这好端端的和黎君燕去皇陵祭拜个宫贵妃，却发生这样的祸事，大半个月了才回来，可把周嬷嬷给急坏了。虽然他早就知道自家王妃和王爷是安全的，但是没看到人平安回来，他哪里能真的放心？特别是看到明显清瘦了一圈的秦洛冉，更是心疼的忍不住抹眼泪。哎呦，我的王妃啊，这是在外面遭了多少罪啊？怎的又瘦了呀？哪有啊，嬷嬷。秦洛冉转了一圈，我这分明跟出门的时候一样胖，好不好？在秦洛冉看来，周嬷嬷恐怕是这世上最希望她能吃胖的人了，因为她小时候身体不好，所以从她从无极山回来，各种补品几乎天天不落，就希望她能长胖一点。在周嬷嬷看来，胖才有福气。反正她娘亲是不希望的，她娘亲只希望她长点肉，不要这么瘦。太瘦了不健康，也不好看，但是不要长太多，更不要胖，因为胖了更不好看。再者，太胖，身体也容易出现问题。她娘亲说，这个世道对女子本就苛刻，要求极多，一不小心就会被说3道4。若一个女子胖成球，肯定少不了被嘲笑。这世上能杀人的不光是刀剑，有些难听的话语比刀剑还锋利，轻而易举就可以要了人的性命。在这高门大户生存的女子，你若不会保养自己的身材和容貌，出门被嘲笑被讥讽都是轻的，自己的丈夫嫌弃自己，小妾通房一个一个抬那才是最要命的。这个世道的女子大多数都是仰仗丈夫而生活，以夫为天，若被丈夫嫌弃，甚至连最后的尊重都没有了的话，那日子真的可以说是生不如死。会对自己的妻子说，一生一世只有你一人的男子不少，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少之又少。这个世道男人3妻4妾是常态，女人稍有不慎就会被骂水性杨花。所以一个女人千万不要把男人动情之时说的话当真，要会经营婚姻，也要会经营自己，不管是内在还是外在。秦洛冉对娘亲封氏的话深以为然，这世道对女子确实从来没有宽容过。胡说，王妃什么时候胖过？听到秦洛冉说自己胖，周嬷嬷不愿意了，都快瘦没了，是不是你们几个小妮子照顾的不尽心啊？周嬷嬷说着，狠狠瞪了春慈等人一眼，就知道你们几个不靠谱。每次王妃带你们出去，回来人都会瘦一圈，今天不给你们做好吃的了。这种场景是每次门回来都会上演的，所以春慈等人早就习惯了，耸耸肩，闭上嘴巴，站在一旁不说话，乖乖听训。周嬷嬷是他们的长辈嘛，平日里对他们也好，让他说2句是应该的。按照他们以往的经验，他们越接话，周嬷嬷说的越起劲，要是不说话，他说2句就不说了。但是今天似乎不按照以往的路子走，也不知道周嬷嬷是这段时间太担心了，还是怎么的，把他们挨个说，说着说着还有点跑偏了。最后还是下咽说了句，嬷嬷，你炖的汤快干了。周嬷嬷才火急火燎的走了。看着周嬷嬷匆忙离去的背影和旁边偷笑的春慈等人，秦洛冉眼里泛起了泪花。上一世他们都没能得善终，这一世他一定会让他们都这般无忧的到老。
吃过饭，趁天色还早，秦洛然也没休息，亲自去库房挑选了一些上好的补品，带着春慈他们去丞相府了。他爹娘可是因为担心他们都病倒了，他这个做女儿的既然回来了，自然是要第一时间去看望的。他怕他去晚了，他娘亲就要上门了。想起在襄府偏院的秦云一母女，秦洛冉决定在襄府住一晚，把这对母女处理了再回来。第152章回相府。秦洛冉要回襄府一事，并未让人提前来说，所以他的马车到襄府门口的时候，襄府的门房还以为看错了，直到看到秦洛冉下了马车，才确定是他们的大小姐回来了。没错，是大小姐，大小姐回来了。门房激动的大喊：大小姐回来了，大小姐回来了。这一喊，整个襄府瞬间就热闹起来了。襄府的管家周伯听到消息之后，赶紧放下手中的事前来迎接。周伯是自从秦洛冉的父亲考取功名后，有了自己的府邸，就一直在秦家做事。后来封氏见他办事利索，脑子灵活，能说会道，还很忠心，就提拔他做了管家，这一做就是10多年。别看他现在身体有些发福，但是身体还是很灵活的，跑起来速度也不比那些身强力壮的小厮慢多少。周伯用最快的速度跑过来，跑得气喘吁吁。老奴见过大小姐啊，不对，老奴见过李王妃，王妃万安。周伯不必多礼。秦洛冉微微一笑，我给父亲母亲带了些东西来，劳烦周伯让人把他们搬到父亲母亲的院子。是，王妃。周伯应了一声，招呼着小厮去搬东西了。秦洛冉带着春慈等人径直去了封氏所住的官居院，在半路还碰上了得到消息前来迎接他的洪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丞相府落成，秦相亲自督促着建造的，一花一木都是按照封氏的喜好来装扮的，跟封氏出阁前的院子有8、9分相似。在这之前，秦洛冉的父亲不是没想过，主要是那时候穷，他刚刚入仕途，需要打点的地方又多，他总不好意思连给自己夫人布置个院子还要花他的钱，加上府邸也小，就一直到丞相府落成才做这件事。秦洛冉的父亲是寒门状元，母亲封氏是百年世家封家嫡女，封家女子百家求，嫡女就更不用说了。秦洛冉的父当时能娶到封氏，在别人眼里完全就是高攀，没有人看好这一段姻缘，甚至连秦洛冉的外祖母都不是很看好。但是当时封氏执意要嫁，自己的丈夫也极力赞成，她也没有办法。好在秦洛冉的父亲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秦洛冉的外祖母看到他亲手布置的官居院之后，才放心了许多。后来秦洛冉的父亲一路官升至丞相，也没有纳妾收通房，才彻底放下心来。院子里种满了封氏喜欢的花草，往里面走了几步，穿过一道回廊之后，是一方水池，里面是移植的莲花莲叶，锦鲤在其中嬉戏。走过池上的白玉小桥，才是正堂。越过芙蓉长榻，再掀开碧玉玛瑙珠帘，就是内室了。秦洛冉到的时候，他的母亲封氏正拿着一本游记靠在贵妃榻上，看得津津有味，而他的父亲秦相则在一旁的桌子上处理公务。女儿见过父亲母亲，父亲母亲万安。秦洛冉行至两人面前，乖巧的行礼问安。然而两人谁也没理他，看游记的继续看游记，处理公务的继续处理公务，完全把他当空气。不过若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秦相的心思已经不在公务上了，想要过去好好看看自己的宝贝女儿，偷偷瞄了一眼自己的夫人之后又怂了。夫人不让干的事情是坚决不能干的，不然晚上就只能自己睡书房。天大地大，夫人最大，秦相只好在心里默默的心疼女儿。秦洛冉知道他娘亲肯定是生气了，没事先跟他们打个招呼，就来这么一出，然后直接失踪半个月。虽然吧，这事也真的不在他们最开始的计划内，事情发生后，他也第一时间就让人送了消息回来，后面的日子也都陆续让人送了消息回来报平安。但是一直没见到人，暗中又有那么多人想要他们的命，连景兴帝都派了龙卫出去，做父母的哪有不担心的？哎呀，娘亲，您这是不欢迎女儿回来吗？秦洛冉走过去，蹲在封氏面前，摇着她的手撒娇。女儿一回来就急忙来看您，您却理都不理女儿，真是让女儿好生伤心。哼！封氏轻哼一声，把脸别到一边不看他。秦洛冉见状，决定再来一把火。母亲要是不想看见女儿的话，女儿现在就走。秦洛冉说着，还假装难过的抽泣了2声，站起来做事真的要走，那模样看上去要多伤心就有多伤心，看得秦相心疼的不行，当即也顾不上自己的夫人会不会生气，放下手中的笔走过去。哎呦，夫人啊，这是做什么？女儿没回来的时候你天天念叨，现在回来了又要让女儿走，你这是……被秦相说成赶女儿走，封氏也不愿意了，把手里的书插上书签放到一边，站起来不满地瞪了秦相一眼。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要赶女儿走了？你少在女儿面前挑拨离间，女儿要是真走了，我跟你没完。说完过去拉着秦洛冉，乖女儿，走，我们不理你爹。秦相，这怎么就成了他挑拨离间了？
风氏拉着秦洛然走到门口，才反应过来这是自己的房间，又折了回来，对秦相道：“愣着做什么？还不赶紧带着你的公务去书房处理去？女儿好不容易回来，你还让她看那些糟心的东西，今晚自己睡书房吧。”秦相，他就说了一句话，怎么的就严重到要睡书房了？只可惜风氏根本不理他，还催促着他赶紧收着东西走。秦相只好向女儿求助，秦洛然表示爱莫能助，秦相只好一脸哀怨地收着公务走了，太难了他。秦相走后，风氏拉着秦洛然嘘寒问暖，秦洛然报喜不报忧，两人说了许多贴心话。得知秦洛然今晚要在府里留宿，高兴得亲自带着人去给他收拾屋子去了，还让秦洛然先在这里好好休息，等凌烟阁收拾好了再过去。其实秦洛然的凌烟阁一直都有人打扫的，跟他在府里的时候没什么差别，只要稍微一收拾就能住人。可风氏生怕下人哪里做的不周到，委屈了自己的宝贝女儿。风氏走后，秦洛然打了个响指，唤来夏烟，让他去偏院走一趟。也不知道秦云一母女听到他回来是不是很激动。第153章，王妃这是特意在等本王。这段时间发生的事，除了秦相夫妇和他们的心腹之外，相府的其他人都以为秦洛然和黎君燕真的遇刺失踪了，传到偏院的消息更是添油加醋过的。以秦云一那尿性，怕是早就高兴的找不着北边了，可能还偷偷的烧香拜佛，保佑他死在外面。从袖中拿出秦云一给黎君行传递的书信，秦洛然眼里一片冰冷。秦云一啊，秦云一，本来想着你若是老实一点，本妃好赖给你找户人家，让你嫁出去多活2年，可你偏偏要上赶着送死，那本妃就只好成全你了。他连人选都给秦云一选好了，秦云一嫁过去，虽然日子会过得一地鸡毛，但是怎么着也能活到黎君行彻底倒台。毕竟秦云一再不受待见，也是相府的小姐，贸然弄死，相府少不了沦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因为一个秦云一让相府颜面有损，不值得。他弟弟秦子清马上就要参加科考了，可不能让这些糟心事影响他。但是若是受黎君行拖累而死，那就跟相府没关系了，别人顶多唏嘘几句。只可惜他自己总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那就谁也救不了他了。秦洛然猜的没错，秦云一听到他回来的消息确实很激动，激动的连五官都扭曲了，想要砸个东西出出气，却又自己的屋子里已经没有可以砸的东西了，更气了。然后从床底下翻出一个写着秦洛然的名字和生辰八字的人偶，疯狂地拿着针扎他，一边扎还一边诅咒秦洛然，一直到把人偶扎得满身针孔，自己的手也扎破了好几处，秦云一才停下来，然后才把人偶重新藏了回去。夏言记住他藏人偶的地方，轻轻地把瓦片放回原位置，跟来的时候一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夏言回去把在偏院看到的一五一十的跟秦洛然说了，秦洛然勾勾唇角，低声对他交代了几句。秦云一还真是贴心，他想睡觉，就连枕头都给他送来了。用巫蛊之术诅咒一品亲王妃，可是死罪呢。秦洛然陪着风氏和秦相一家3口的用了晚膳，又陪着两人去花园散步消食，一路上还讲笑话逗了两人。秦相和风氏的笑容就一直没下来过。丞相府是相亲相爱，其乐融融了。相比之下，男女主人都不在的李王府就显得冷清多了。黎君燕出去办完事回来后，看到揽月阁黑灯瞎火的，还以为自己的王妃是因为白天舟车劳顿又去了一趟相府，所以早早熄灯休息了。走进去一看，才发现自己的王妃根本不在，一问才知道她在相府留宿了。黎君燕瞬间有一种孤家寡人的感觉，简直糟糕透了。用最快的速度沐浴更衣，然后直接飞身去了相府。彼时秦洛然刚刚沐浴完，把头发擦了半干，穿了一件齐胸系带冰丝长裙，外面随意罩了一件薄衫。她害热，所以冬英特意给她缝了这种轻薄又冰凉的裙子，方便她沐浴后穿。随手拿了一本书，慵懒靠在窗前的贵妃榻上边看边晾头发，身段姣好，五官精致，堪称绝美。慵懒中又带着些许清冷，美眸一动就能让人失了神，丢了魂。许是看书看得太入迷，又或许是此时太过放松，连一边肩膀的外衫滑落也没有察觉。黎君燕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让人血脉膨胀的一幕，她的下腹一紧，黑眸不觉沉了下去。深呼一口气，慢慢的走过去，靠近他的耳边，双手轻抚他圆润的双肩。王妃这是在特意等本王。对于黎君燕的到来，秦洛然一点都不意外，相反，他不来才奇怪呢。黎君燕靠得很近，说话的时候热气扑撒在秦洛然的脖颈上，弄得痒兮兮的，推开他，迅速起身和他离开了距离。殿下不好好在府里休息，跑到相府来做什么？你现在可是伤患，大晚上的这样到处跑合适吗？那还不是王妃太过狠心，居然扔下本王这个伤患独自回了娘家。这回娘家也就罢了，还住下了，完全没想过本王这个伤患是否需要你照顾。本王没办法，只好自己找来了。说话的功夫，黎君燕已经坐到秦洛然身边，把他揽到了怀里。软玉温香在怀，鼻尖尽是他沐浴过后的清香和他身上独有的馨香。黎君燕又是一阵心猿意马，感觉身体都燥热了几分。
来不及多做他想，直接低头攫住了他的红唇，狠狠吮吸。秦洛然也不拒绝他，双手慵懒地攀上他的脖颈，徐缓地配合着他，没有像往常一样闭眼，一双水眸带着些许迷离和无辜，就那样直直看着黎君燕。黎君燕被他这样一看，瞬间理智全无，呼吸也变得沉重了许多，一把扯掉他的外衫，一边用力地吻着他，一边把他打横抱起，朝大床走去。两人紧紧相拥，吻得难舍难分，房间的气温逐渐升高。殿下秦洛然的声音娇娇软软的，满是情欲，差点把黎君燕的魂都给勾没了。唤我的名字。黎君燕艰难地放开他片刻，喘着粗气，他还是喜欢他喊他的名字，这世上只有他能喊他的名字，是独一无二的。秦洛然听话地喊了一声，阿燕听得黎君燕心都化了，再次低头狠狠地吻住他，恨不得把他揉进自己的身体里。好不容易才腾出一只手去解他的衣裙，秦洛然却在此时恢复了几分清醒，一把按住他的手，不可以，阿燕，不可以，他今晚还有别的安排呢，怎么能由着他乱来？为什么？黎君燕危险地看着他，仿佛他要是不说出个合理的解释来，他就要立马把他拆骨入腹一样。看着饿狼一样的黎君燕，秦洛然只好把自己的计划和安排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现在时辰不是还早吗？不耽误，我们继续。黎君燕说着就再次低下了头，秦洛然急忙伸手挡住他的嘴唇。不耽误？这种话你自己信吗？黎君燕在这种事上一向没有节制，哪一次不把他折腾得没一丝力气，才肯放过他。第154章，年轻人吗？精力充沛。看着秦洛然那略带不满的眼神，黎君燕无奈地笑了笑。这种事情又不是他控制得住的，谁让他的味道这么好呢？简直让他食髓知味。看来洛儿很了解为夫嘛，那为夫自是不好让洛儿失望的。黎君燕说着，嘴唇直接落在秦洛然的雪颈上，轻轻地啃咬，一只手熟练地解开了秦洛然的裙子。黎君燕的亲吻和抚摸，加上皮肤上传来的阵阵凉意，得秦洛然止不住轻颤，浑身酥软无力，一双藕臂无力地攀在他的胸前，谈口微张，阿燕。秦洛然的声音酥软娇媚，听得黎君燕骨头都酥了，看着怀里软成一滩春水，一双眼睛像会勾人一样的娇妻，黎君燕脑海中最后一丝理智也没有了，暗骂一声妖精。很快衣服被扔在地上，黎君燕大掌一挥，帐幔就落了下来，遮住了一世旖旎。两个身影很快就纠缠在了一起，难舍难分。至于刚刚秦洛然说的，早就被黎君燕抛之脑后去了。什么计划，什么安排，都统统见鬼去吧。这段时间在外面，不是他身体不允许，就是环境不允许，他已经饿了好久了。现在回京了，他的身体也好了，怎么着也得先饱餐一顿吧。更何况他在他面前从来没有过自制力，更别提他今晚还这么诱人。毫不意外的，黎君燕这日又是克制不住，要了秦洛然许多次，等秦洛然第二天醒的时候，已经日上三竿。禽兽！揉了揉酸疼的腰肢，再看看白色里一下深深浅浅的吻痕，秦洛然忍不住骂黎君燕，还说什么不耽误，这是不耽误吗？春辞。秦洛然对外面唤了一声，准备穿鞋下床，谁知昨晚被黎君燕折腾得太狠，秦洛然双腿虚软无力，才站起来便差点摔倒。禽兽！秦洛然忍不住又骂了黎君燕一遍。秦洛然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事出力的明明是黎君燕，到头来受累的却是他。外边候着的春辞听到秦洛然的喊声，推开门进来，看到秦洛然险些摔倒，疾步走过去扶住他。王妃，奴婢来扶您。看着秦洛染露在外面的肌肤满是吻痕，春辞一阵面红耳赤。虽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他们家小姐和王爷感情好，他们做奴婢的也开心。春辞把秦洛染扶了坐到床上，又倒了一杯茶给他。想到他每次事后都有沐浴的习惯，便问道：王妃，您今天还是先吃早膳，还是先沐浴？秦洛染轻轻抿了一口茶，先沐浴吧，今日把花瓣换成药材。虽然昨晚事后黎君燕已经简单的给他清理过，还贴心的给他穿上了里衣，但是他还是觉得有些不舒服，再者泡个澡也能缓解一下身上的酸疼。是。春辞应了一声，下去准备了。等秦洛染沐浴完，用完早膳去关剧院给封氏请安的时候，已经是1个时辰之后了。女儿见过母亲。彼时封氏正在关剧院的凉亭里打理他新得的一盆兰花，听到自己的宝贝女儿的声音，抬起头来打趣他，睡到这时辰才起来，这满京城的夫人也就你了吧，得亏没有婆母，不然早被嫌弃死了。哎呀，娘亲！被自己的娘亲打趣，秦洛染羞得脸颊微红，轻轻地跺了跺脚。伺候在一旁的红袖见到秦洛染来，恭敬地给他行礼，奴婢见过李王妃，王妃万安。红姨不必多礼。秦洛染抬抬手走到封氏对面坐下，红袖也很有眼力见的借口出去厨房看看点心好了没下去了。看着桌上集合了莲瓣和瓣、素心及夜行草3大精品兰特点于一身的兰花，秦洛染笑道：这素光盒顶是父亲特意为母亲寻来的吧？父亲对母亲10年如一日的感情还真是让人羡慕呢。
兰花象征高洁典雅，他娘亲自小就喜欢。他父亲在观剧院种了许多各种品种的兰花不说，每年还会托人寻珍稀的兰花来给封氏。这素光河鼎在兰花中属于稀世珍宝级别的，也不知道他父亲花了多少心思才弄到的。去，被自己的女儿打去，封氏佯装嫌弃的挥挥手。李王殿下对你不好吗？他要对你不好，你会睡到这个时辰才起床？封氏说着满脸笑意，眼里尽是温和慈爱。女儿在相府留宿一晚，李王都要追过来，可见他是真的把自己的额女儿放在心尖上的。女儿女婿恩爱，他作为长辈自是高兴的。哎呀，娘亲！想起昨晚黎君燕缠着他一次又一次的要，还哄着他换那些羞人的姿势，秦洛冉羞得满脸通红，在心里把黎君燕骂了个狗血淋头。封氏是过来人，又怎么不懂？只是提醒了一句要注意身体，便没有再说其他。年轻人嘛，精力充沛，两人成亲到现在也不算久，在这种事情上难免会没有节制，很正常。自秦洛冉成婚后，母女俩还是第一次如此悠闲地坐在一起喝茶谈心，只是这谈着话题就聊到了孩子身上。娘亲，女儿这才成婚多久啊？您就催女儿生孩子，不好吧？前不久在无极山，他师傅才跟他说过关于生孩子的事儿，现在他娘亲又提，秦洛冉都有一种想要赶紧收拾东西回李王府的冲动了。他刚刚成婚，现在大局未定，他还没做好生孩子的准备。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什么叫做娘亲催你生孩子？合着娘亲不提，你还没这个打算？封氏说着，没好气的点了点秦洛冉的额头。这世上的女子哪个不生孩子的？抛开孩子能成为你日后的倚仗不说，那李王府偌大的家业，日后不需要人继承啊？还是你想让别人的孩子继承？哎呀，娘亲你真的是越扯越远了。阿燕她不是那样的人。再说了，我们这才刚成亲多久啊？秦洛冉无语扶额，好想他父亲来赶紧把他娘亲霸占走啊！他都怀疑是不是他父亲又给他娘亲买奇奇怪怪的画本子看了。阿嚏！在上朝的秦相不由得打了个喷嚏。第155章，好戏即将开场。封氏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娘亲的意思是让你差不多就和李王殿下准备要个孩子，不是让你现在就生。再说那孩子也不是你想生就能生的，也得看缘分的。封氏其实想说的是，人心难测，在这大宅院里头，丈夫的宠爱是靠不住的。他今天能宠爱你，明天也能宠爱别人，只有孩子才是女人一辈子的倚仗。丈夫或许会成为别人的，但是孩子只要你教导好了，就永远不会。但是看着面前一脸幸福的女儿，封氏还是决定暂时不说这些扫兴的话了，等日后再说也不迟。再说了，有相府和封家在，他的女儿不会落到那个地步的。秦洛冉重活一世，又怎么可能会猜不出封氏在担心什么？起身坐到他身旁，把头轻轻靠在他肩膀上，亲昵地说道：“娘亲不必担心，这些事女儿心里有数。”秦洛冉觉得自己的娘亲真的是活得太清醒了，幸好他父亲对他是真的一心一意，10年如一日，从未改变，不然他哪里会这么幸福？活得太清醒的人往往不会幸福。都说仗义多为土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句话在他父亲，在封家所有男儿身上都不适用。且不说他父亲如今已经官拜丞相，这个世上的男子稍微有点闲钱有点权势的都是3妻4妾。他父亲不喝花酒，不收通房，不纳小妾，这么多年一直把他娘亲放在心尖尖宠着，真的算一股清流了。他娘亲当初低价被嘲，但是能遇到他父亲这样的男子，何尝不是一种幸运？阿嚏！再次被女儿叨念的秦相又重重打了一个喷嚏。爱卿没事吧？不到1刻钟，秦相就打了喷嚏。介于他刚刚大病初愈就来上朝，景兴帝只好装模作样的问一下：“多谢陛下关心，臣没事。”秦相说着又咳了2声，脸色还不是很好的样子。最前面靠在椅子上的黎君燕则是扶着扶手站了起来：“岳父大人身体尚未痊愈，还是来坐一下吧，毕竟这早朝一时半会儿还结束不了。”说到黎君燕，谁也没想到他今天居然先是罕见的坐着他那辆亲王才能坐的5驾马车招摇过市，到了宫门口又让人抬了步辇，大摇大摆的一直把他抬到太极殿，直接放在他平日里站的位置上，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脚受伤了一样。而且他到太极殿的时间跟景兴帝还是一前一后，然后众人跪拜的时候，他也是动都没动一下，理由是脚受伤了，不方便起身。父皇见谅，儿臣的脚受了重伤，实在不方便起身给您行礼，等儿臣痊愈之后再给您补回来。黎君燕这话说的一点诚意都没有。遂早朝还没正式开始，景兴帝就被狠狠气了一顿，偏偏还不能说什么。他敢保证，只要他多说2句，黎君燕一定会把他为何受伤，脚又因何原因迟迟不能走路给他说一遍。可不嘛，好好的出门拜祭一下自己的母妃，却遭来如此横祸。为了救自己的王妃，掉到那与世隔绝的山谷，摔伤了腿，出不来，又迟迟没被人找到，耽误了治疗，腿没废已经是万幸了。但凡你的人给力一点，也不会让人家李王和自己的王妃被困在那破山谷大半个月。
这些事说出来，一桩桩一件件都只会显得他这个皇帝无能，这个父亲不合格，他可不想在这里被他气死。这也是他昨天没有在黎君燕回来的第一时间让他进宫的原因。黎君燕现在越来越不把他放在眼里了，当着众人的面还会收敛一点，若就他们俩人，他说话能气死他。景兴帝忍下心中的怒气，见黎君燕那个布辇那样大刺刺的放在大殿的最前面，让其他朝臣都只能往后站，实在是不像样，只好让人给他搬了一把椅子来。然后黎君燕就一直老神在在的坐在那里，非必要不开口，能说一个字解决，绝对不说两个字。现在秦相只不过是咳嗽一下，就站起来要把椅子让给他，那动作怎么看也不像重伤不方便的样子，看得景兴帝差点吐血。给他这个天子行礼不方便，给岳父让座就方便了，但是他还是得忍，现下赤颜不安分，需要黎君燕。秦相是如何生病的，全京城人都知道了，现在大病未愈就来上朝，他作为帝王应该适当体恤朝臣。黎国现在内忧外患，还真不能离了他和黎君燕翁婿俩，他也没那么容易除了他们。想到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秦相操劳，景兴帝只好让人也搬了一把椅子来，让他坐着上朝。黎君燕见状又重新坐了回去，用手支着脑袋，一副等着赶紧下朝回去吃饭的样子。为了自己不被气死，景兴帝只好强行忽略他。黎君燕下了朝之后也没回王府，直接和秦相一起去了丞相府。他的王妃在襄府，他自然也要去那里。在襄府吃过饭，黎君燕见秦洛冉换了一身相对清凉的衣服，拿了一本书靠在贵妃榻上看，那模样要多悠闲就有多悠闲，丝毫没有要回去的意思，忍不住走过去问道：“洛儿，我们什么时候回王府啊？”说话间手又不老实了。秦洛冉一把拍掉他的手，想要早点回王府就别毛手毛脚的，若不是他昨晚非要乱来，现在计划已经进行一半了，哪会像现在还没开始，又得多拖一天。被媳妇毫不留情地拍了一下，黎君燕表示委屈，那还不是因为洛儿太美了，本王又不是柳下惠说着，一把把她揽到怀里。王妃的计划是在晚上，现在刚刚过午时，时辰还早，我们做点别的吧。你再乱来，就给我现在就滚回王府去。秦洛冉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他的腰现在还酸着好不好？再说现在大白天做这种事真的好吗？黎君燕闻言轻轻一笑，为夫还没说做什么呢，不过既然洛儿想，那为夫自是要满足的。说着就伸手去解秦洛冉的衣服。黎君燕，你这是白日宣淫，你知不知道？秦洛冉抓住黎君燕的手，什么白日宣淫？这分明是闺房之乐。秦洛冉反抗不过，只好任他为所欲为。不过黎君燕到底记着他晚上要做的事，终于节制了一回，没把他折腾得太狠。完事之后还很贴心地抱着他一起泡了澡，然后还很狗腿地给秦洛冉做了全身按摩。晚饭后到睡觉也一直老老实实的。半夜时分，秦洛冉突然发了热，还梦呓不止，惊动了整个襄府。第156章，王妃可能中邪了。得到消息的秦相夫妇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看到床上烧得满脸通红的女儿，风氏急得差点哭了。洛儿这是怎么了？晚膳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这才过了几个时辰啊，就这么严重了？你们是怎么照顾的？小姐不舒服，为什么不早点请大夫？风氏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虽然知道这是做戏，春子等人还是被风氏的气势给震到了，吓得瑟瑟地站到一边。正在给秦洛冉诊脉的回春堂的张大夫也是吓得手一抖。相比其他达官贵人的府里，丞相府真的是算非常干净的了，没有小妾庶子碍眼，夫君宠爱，儿女听话，只要不是朝堂上的事，基本都是风氏说了算。这么多年，基本没人见他生过气，发这么大的火还是第一次见。连院子里伺候的其他丫鬟也吓得连呼吸都不敢大声。原来他们温柔贤惠的夫人生起气来可以这么恐怖的。岳母别着急，洛儿是突然就烧得这么厉害的，本王已经让人去请太医去了。什么叫别着急啊？那不是你女儿，你当然不着急。黎君燕本是想劝一下风氏不要着急的，却不想话还没说完就被风氏给打断了，顺带被骂了个狗血淋头。我还没说你呢，你说你这么大个活人跟洛儿同床共枕，她身体不舒服，你居然都没早点发现。黎君燕只好摸摸鼻子，闭嘴站在一旁不说话了。黎君燕再怎么说也是一朝亲王，被自家夫人当众这么数落，秦相都看不下去了。哎呀，夫人，洛儿生病，这谁愿意啊？你怎么能怪李王殿下呢？李王殿下平日里最是疼爱洛儿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被秦相这么一提醒，风氏好似才反应过来自己刚刚骂的是当朝王爷一样，悻悻地说了一句：“我这不是担心洛儿吗？”然后走到床边，把秦洛冉头上的帕子拿下来，重新拧了再搭上去。也不知道是张大夫的医术不行，还是秦洛冉这病来得太过诡异，张大夫诊了半天也没诊出病因。秦相见状，只好代替自己的夫人给黎君燕赔不是。内子也是太过担心小女，还望王爷不要往心里去。黎君燕摆摆手，岳父大人说的哪里的话，岳母也是担心洛儿，我怎么会往心里去呢？翁婿俩的对话刚好被赶到门外的傅太医听到，心道：这李王殿下
果然如传言中那般爱中自己的王妃，换成别人，被自己的岳母指着鼻子骂早就翻天了。这副太医之前也去李王府为黎君燕看过伤，今天刚好没在宫里当值，就被林叔给请过来了。收起心绪，踏进屋子，躬身行礼：“微臣见过李王殿下，见过秦相。都什么时候了，还整这些虚的？赶紧过去给王妃看看。”是王爷。见黎君燕实在是着急，傅太医也不敢再多耽搁，提着药箱疾步走过去给秦洛冉看诊。那边回春堂的张大夫看到傅太医过来，很有眼力劲儿的起身让开位置。屋内的人都屏住呼吸，一瞬不瞬的看着傅太医。傅太医走过去，见秦洛冉烧得满脸通红，粗粗诊了一下脉，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摇摇头道：“王妃现在的情况需要尽快退热，否则再烧下去，怕是会烧坏脑子。”其实傅太医是想骂他们是不是都是死人，怎么人都烧成这样了才请大夫。不过在场的人身份都比他高，他有那个心没那个胆子。那劳烦傅太医赶紧开个方子，我让人去抓药。听到傅太医说自己的女儿再烧下去会把脑子烧坏，风氏急得不能行。丞相夫人莫慌。傅太医说着打开药箱，拿出一个瓶子，倒出一粒黑的药丸，这是微臣自制的退热药丸，能快速退热。王爷您看要不要给王妃先服一粒？傅太医的孙女打小身体不好，稍微一受凉就会生病，发热更是家常便饭。小孩子嘛，汤药喝多了也排斥，但是不吃药又不行。傅太医心疼孙女，便专门给她做了这种方便入口又不是太苦的药丸。如果现在躺在床上的人不是秦洛冉，傅太医还不会把这药丸拿出来呢。黎君燕听到傅太医的话，急忙点点头，有劳太医了。得到黎君燕的同意的傅太医也没有直接把药喂给秦洛冉，而是先递给一旁的张大夫，有劳张大夫看一下此药。秦洛冉身份贵重，就算在场的3人愿意，他也不敢就这样直接给他用药。回春堂的张大夫在民间名声口碑一向很好，由他验一下，双方都放心。张大夫接过药丸，先是闻了闻，然后拿出一个细小的竹镊取下一点尝了尝，此药用的是牛黄、麝香、珍珠、朱砂、雄黄、黄连、黄芩、栀子等药物所制，确实用于邪入心包、高热惊厥等症状。风氏听到这话，急忙让人端过水来，亲自为秦洛冉吃下药。秦洛冉服下药后不多一会儿，体温就下降了一些，脸蛋也不若刚才那样红了。傅太医这才坐到床边给秦洛冉细细的诊脉，诊完脉又拨开他的眼皮仔细看了看，随后问了黎君燕一些相关的问题，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王妃很可能是中邪了。中邪？这好好的洛儿怎么会中邪呢？风氏一听到自己宝贝女儿可能中邪了，急得差点就晕倒了，要不是秦相站在身边扶着她，可能都站不住了。黎君燕也急了：傅太医，你再好好看看，洛儿她睡觉之前都还好好的。傅太医叹了一口气，摸着胡子摇着头道：王妃没有受寒，饮食也没什么问题，是突然发热，还是一下子就烧得这么厉害？而且她的脉象正常，从脉象上看不出任何生病、中毒的迹象，除了中邪，没有更好的解释了。傅太医说着，站起身朝黎君燕躬身行了一礼。当然，这只是微臣的判断，微臣才疏学浅，未能找到王妃真正的病因。王爷不如多去请几个太医来看看。其实傅太医的医术在一众太医中已经算是数一数二的了，人品也信得过，再请别的太医完全没必要，反而还会多耽误时间。思及此，黎君燕摇摇头，傅太医的医术本王自是信得过的，另请太医就不必了。傅太医只需告诉本王，如今要如何才能救王妃。第157章巫蛊之术。傅太医捋着胡子想了想，道：关于邪术，老夫年轻的时候倒是了解过一二，像什么巫蛊之术、降头术、茅山术等等，这些都属于邪术。其中这巫蛊之术是出现在深宫后院最多的邪术，不知李王殿下有没有听过关于前朝末皇后的传说？傅太医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历练了几年，那几年他走南闯北，自是听过许多奇闻异事。那时候年轻气盛，对这邪术这种东西自然也是好奇，便多了解了一些。不过他也仅仅只是好奇，所以了解了一下，他知道这东西害人害己，从未用过，也没想过要用。前朝的末皇后莫飘飘是前朝历史上唯一一个出身民间的皇后，传闻她貌美妖艳，一双眼睛能勾人魂魄。前朝皇帝朱哲微服私访时，对她一见钟情，不顾朝臣反对，当众表示要立她为后。为此不惜把跟着自己吃了多年的苦，为自己挡过多次险，又给她生了一儿一女的原配夫人谢如烟，谢皇后降为贵妃。全然忘了，那也是当初她跪在谢家门口3天3夜才求来的，没有谢家，没有谢如烟，她早就死了，哪里有机会当上皇帝？可是朱哲就像中了邪一样，谁劝都不听，执意要立莫飘飘为皇后，为此还当众砍了几个劝谏的大臣。莫飘飘入宫后，开始的时候还装得乖巧，没过多久就把后宫搅得鸡飞狗跳的，朱哲对她也是百般纵容，接连把好几个惹莫飘飘不开心的妃子打入冷宫不说，好几次还为她当众责备谢如烟，完全不顾谢如烟的面子。
而那些被打入冷宫的妃子也都相继死去。朱哲的反常让谢如烟觉得不对劲，他忍辱负重，忍气吞声，用了大半年的时间，终于以莫飘飘使用巫蛊之术祸乱宫闱为由，除掉了莫飘飘。莫飘飘会不会用巫蛊之术，无人得知。史书上的记载也只是当时在他的宫里找到许多写着后宫嫔妃名字和生辰八字的人偶，上面扎了许多针。还有一个是皇帝朱哲的，上面虽然没有扎针，却贴了许多奇奇怪怪的符咒。联想到这段时间朱哲的反常，朝臣一致认为是莫飘飘用巫蛊之术控制了朱哲，要求朱哲处死他。朱哲贵为天子，自是不能忍受自己被一个民间女子如此玩弄，怒火滔天，亲手用天子剑斩杀了莫飘飘。莫飘飘死后，朱哲还真的慢慢的正常了。为此，人们也更加坚信莫飘飘确实是用了巫蛊之术，从此对巫蛊之术讳莫如深，谈之色变。巫蛊之术也从此成了禁忌，一旦发现有人使用，不问缘由，直接抄家灭族。傅太医的意思是，很可能有人对若儿使用巫蛊之术。黎君燕一脸冷冽，眼里藏着熊熊怒火。傅太医点点头，很有这个可能。根据王妃此时的情况来看，下手之人应该离得不远，王爷不妨只要找到下手之人并且除之，王妃就会慢慢醒来。中间有些话傅太医没有说明，大家却都明白了他的意思。来人，给我搜，一个角落也不许放过，我要看看到底是谁要害我的女儿。听说可能有人对自己的宝贝女儿使用巫蛊之术，封氏怒不可遏。是，夫人。洪秀应了一声，快步出去了。有人要害自家王妃，春慈四人怎么能坐得住呢？当即站出来请命，王爷、相爷、夫人，奴婢们也去帮忙。黎君燕挥挥手，去吧，仔细一些。说罢，把秦洛染的手放在自己的手中紧紧握着，眼帘微垂，不知道在想什么。回春堂的张大夫也适时地提出了告辞，王爷、相爷，既然李王妃这里有傅太医照看，那草民就先行告辞了。后面的实事情属于相府阴司，他这个外人还是不掺和的好，有时候知道的多并不是什么好事。今夜有劳张大夫了，我让人送张大夫回去。秦相说着，唤来自己的小厮，去找2个人把张大夫平安送回家。夜路危险，张大夫深更半夜来相府看诊，于情于理，他们都应该把张大夫安全送到家。张大夫拱拱手，秦相客气了，能为李王妃看诊是草民的荣幸。王妃只是不小心感染风寒，吃2贴药就能痊愈，还请秦相和夫人不要太过担心。张大夫说这话的意思是，他只知道秦洛染是感染了风寒，其他的他什么也不知道。至于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风寒还请了傅太医，那还用问吗？秦洛染打小就身体不好，秦相和封氏对他一直是当眼珠子一样看待，他生病了，当然着急了，找太医来不是很正常吗？还有黎君燕，京城谁人不知厉王殿下爱妻如命，秦洛染生病，他没把整座太医院的太医都请去，就已经很克制了。张大夫走后，封氏又安排了下人带傅太医去客院休息。女儿没醒，他始终不放心。这厢洪秀得到封氏的吩咐，让周管家点了人开始搜查襄府。幕后之人可能藏在襄府的任何一处，但是最让人怀疑的是偏院。不为啥，因为那里住着整个襄府最讨厌秦洛染的人。襄府其余的人根本没有害秦洛染的理由。秦洛染虽然贵为大小姐，却从未仗着自己的身份欺负过下人，襄府的下人都很喜欢他。洪秀带着人浩浩荡荡的来到偏院，彼时秦云一正因为秦洛染突然生病，开心的在床上翻来覆去，一会儿自言自语，一会儿又诅咒秦洛染最好病死，这样襄府就只有她一个千金小姐，那她就不用再住在这破败的偏院了。说不定襄府为了维持和李王府的姻亲关系，还会让她代替秦洛染。想到李王殿下那种魅惑众生的脸，秦云一不觉红了脸。哐当！正在秦云一美梦做的正上头的时候，房间的门被人从外面暴力踹开，紧接着洪秀带着几个嬷嬷和丫鬟走了进来。一门，洪秀就厉声吩咐道：搜，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你们要干什么？一切来得太突然。秦云一吓得赶紧用被子裹住自己。第158章搜查。洪秀没有理会秦云一，只是冷声叮嘱搜查房间的嬷嬷和丫鬟都认真仔细一些，凡是能藏东西的地方都不要放过。深更半夜，房间莫名其妙的被暴力闯入，二话不说就直接搜屋子，就好像屋子里没有人一样，换谁也忍不了这口气。更何况已经幻想着自己马上就是襄府唯一的大小姐，李王的王妃的秦云一。都给我住手！谁给你们权力来搜查本小姐的屋子？秦云一急急忙忙地下了床，随手拿了件外衫穿上，走过去排开手，拦在几个嬷嬷面前，恶狠狠地盯着几人。我好歹也是襄府的二小姐，你们凭什么说搜查就搜查我的屋子？那几个嬷嬷怕伤到她，也没敢继续手里的动作，毕竟秦云一再不受待见，她也确确实实是襄府的二小姐，他们只是下人。凭这是相爷和夫人下的令，整个相府都要搜查，你有什么意见吗？
洪秀冷着脸走过去，一把把秦云一拖开，对几个嬷嬷道：“继续搜，认真搜，放开我，你这个贱婢！”秦云一奋力想要挣开洪秀的钳制，却越挣扎，洪秀越用力，把他的手腕捏得红红一片，疼得他眼泪都冒出来了。洪秀瞟了他一眼，冷冷的开口：“二小姐，若还想要你的手，就安分一些，奴婢们搜查完自然会离开。若损坏了你的东西，自然也会赔。你若是不安分，就不要怪奴婢手下没轻重。啊，你这贱婢，我要告诉父亲，让父亲好好看看他放在心尖上的人和他身边的人到底有多蛇蝎心肠，表面装的贤良淑德，背地里却连一个不受宠的庶女都容不下。”没错，秦云一根本不相信刚刚洪秀说的是凤琴相和风氏的命令来搜查，他觉得这是风氏一个人的主意。虽然他跟风氏接触的不多，风氏也没把他怎么样，就连他犯错也没有说过他半句，但是他能感觉得到风氏非常不喜欢，甚至是讨厌他，再加上他姨娘没少在他面前说风氏的坏话，所以在秦云一心里，风氏是他和云姨娘过上好日子的最大阻碍。他一直觉得风氏的贤良大度是装的，风氏表面上不把他和云姨娘放在眼里，其实心里一直在找机会除掉他们。而今晚就是风氏准备下手的时候。闭嘴！秦云一说话不好听，声音又吵。洪秀大声呵斥一道：“再让我听到你说夫人一句，不是我撕烂你的嘴！”作为风氏的心腹，他自然也是知道关于云姨娘的那些陈年旧事的，所以对秦云一这个所谓的相府二小姐也是着实没什么好感，甚至有几分厌恶。风氏自持身份，从不屑于把秦云一母女放在心上，对秦云一更是从未正眼瞧过一样。秦云一和云姨娘却经常在暗地里把风氏挂在嘴边谩骂诅咒，真把自己当根葱。风氏不屑于跟秦云一计较，洪秀则不然，风氏是他的主子，待他极好，他怎么能忍受别人说他半句不是呢？许是洪秀的表情太过凶狠，秦云一这个欺软怕硬的货还当真被吓住了。住在隔壁的云姨娘听到动静，急忙穿了衣服过来，一过来便看到女儿的房间被翻得乱七八糟的，自己的女儿也被洪秀紧紧地抓着不能动，细看之下手腕都被捏得通红，可见洪秀到底有多用力。自己的女儿再怎么说也是相府的二小姐，如今却被一个奴婢这么对待，云姨娘心里暗恨，却又不敢在面上表现半分。如今整个相府都是风氏说了算，洪秀是风氏的心腹丫鬟，最为的脸，尽管年纪不大，相府上上下下哪个不称呼她一声洪秀姑姑。她虽有姨娘之名，在相府却连个丫鬟都不如，他们还要在相府生活，她还指望着秦相或者风氏能给秦云一寻一户好人家，所以眼下她是万万不敢得罪洪秀的。不知什么风把洪秀姐姐给吹来了。云姨娘收起心绪，陪着笑走过去。云姨年纪还小，她若有什么得罪洪秀姐姐的地方，我带她给你赔罪，还望洪秀姐姐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和她计较。云姨娘说着，膝盖一弯，就要给洪秀行礼。洪秀拽着秦云一往边上跨了一步，躲开了云姨娘的礼。看着眼前曾经也以姐妹相称过的云姨娘，满眼讽刺，洪秀一个下人，可担不起云姨娘这声姐姐。云姨娘以后说话还是过脑子的好，若是被人误会，我也想用下作手段爬相爷的床就不好了。夫人待我不薄，我是如何也做不出那等忘恩负义、卑鄙无耻的事情来的。云姨娘一个姨娘，称呼她为姐姐，也不知道脑子里装的什么。洪秀表示自己理解不了，自己陪笑相待，却被洪秀毫不留情的嘲讽，还顺带把她以前的丑事给说了出来。云姨娘瞬间一脸尴尬，脸上也有些火辣辣的，好像被人狠狠打了耳光一样，心里的恨意也更浓了。是她当时的手段确实不光彩，她也确实对不起夫人，可是她想过人上人的日子有错吗？她想让她以后的孩子不再做任人使唤的下人有错吗？洪秀才不管她尴尬不尴尬，心里恨不恨又是怎么想，继续道：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分不清楚自己的身份。我早就说过，有些东西是天注定的，你再怎么争也没用，更何况你的脑子一向不太好使。他们一起给风氏做丫鬟的时候，云姨娘就特别爱表现，还偶尔会跟她抱怨命运不公。她原以为她只是嘴上抱怨一下，毕竟同样是人，有人生下来就奴仆成群，有人生下来就注定一辈子低人一等，心里有落差很正常。当时她还提醒她不要让别人听到，要做好自己的本分，个人有个命，有些事你羡慕不来也争不来。没想到她当时答应的好好的，转眼就趁夫人回娘家的时间，用下作手段爬了相爷的床，一次就怀上了孩子。因为当时老夫人还在，所以得以顺利生下秦云一。幸好相爷对夫人一直一心一意，不然这相府哪会像现在这样风平浪静，早就像别的府邸一样，早就鸡飞狗跳，日子难以安生。你被人说脑子不好，云姨娘的脸上也挂不住了。洪秀不屑地哼了一声，不再搭理她。不一会儿，一个丫鬟从秦云一的床下翻出了一个人扎满了针的人偶，仔细看了两眼，吓得大叫一声啊，然后把手里的东西扔在了地上。第159章扎小人诅咒秦洛染。小丫鬟的尖叫声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那边正在认真搜查的几个嬷嬷也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朝这边看了过来。秦云一看到地上的人偶，吓得脸都白了，脚下一软，差点就没站稳。完了完了，他完了！他再无知也知道玩意儿是禁忌，一旦发现是要杀头的。他当初也是偶然听说做个娃人偶，写上最讨厌的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日夜诅咒，再加以针扎，就能害死对方。所以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做了一个写上秦洛染的名字和生辰八字，想借此来诅咒秦洛染。不过他也没有日夜诅咒，也没有每天都拿出来扎针，只有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拿出来。这个人偶还是秦洛染回门那天打死了他的丫鬟之后他偷偷做的，连他的姨娘都不知道。加上他住的偏院，平时也基本没什么人来，所以他就没有费心思藏，只是随便藏在床下。没想到今晚红袖突然带着人来搜他的房间，还把他藏在床下的人偶给找了出来。这下该怎么办？秦云一在脑子里快速地思考着可行的办法，可是越着急，脑子里越乱。而红袖在看到那个人偶的时候，一把放开了秦云一，走过去捡起地上的人偶，等看清楚上面的东西，脸色变得极其难看。果然是有人在用巫蛊之术诅咒王妃。红袖冷冷地看了秦云一眼，带走。看到红袖手里的人偶，又看看自己一脸煞白的女儿，云姨娘心里也大概有了个数，一边在心里骂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边走到红袖面前陪着笑道：什么巫蛊之术，红袖姐红袖姑姑是不是弄错了？云姨她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不怎么接触外人，不可能知道这些的，这只是云姨无聊时做来玩的人偶，怎么会是巫蛊之术呢？闲来无事做来玩的人偶，若不是身份不允许，红袖都想把手中的人偶直接按在云姨娘的脸上。云姨娘忙不迭地点点头，是的，还望红袖姑姑明鉴。哼，闲来无事便做人偶诅咒李王妃，你们可真敢闲！不是，我们一向安分守己，怎么敢呢？云姨娘还在试图解释，红袖扬了扬手中的人偶，要解释的话，去相爷和夫人面前解释吧。说着，对一旁的几个嬷嬷吩咐道：把云姨娘和二小姐一起带走。她云姨娘要是安分守己，现在会被关在这偏院，过得还不如下人吗？真是没脸没皮又没脑子。是。几个嬷嬷应了一声，走上前去架秦云一和云姨娘。从人偶被发现就一直沉默的秦云一却突然像疯了一样，朝红袖冲过去，试图夺走红袖手中的人偶。红袖身后是个置物架，退无可退，若被秦云一撞倒，少不了要受伤。突然，一颗石子从门外飞进来，准确无误地打在秦云一的膝盖处。秦云一哎呦了一声，摔了个狗吃屎。云一看到秦云一摔倒，云姨娘急忙过去扶他，秦云一却不领他的情，直接甩开他的手。若不是他无能，自己何须住在这破败的偏院，连自由都没有，吃穿用度连体面一点的下人都不如，还要没日没夜的抄佛经家规。若他能像秦洛染的娘亲一样，有雄厚的家世，有丰厚的嫁妆，他又怎么会过这种日子？每到这种时候，秦云一就特别恨云姨娘无能，恨他自己无能，还把自己带到这个世上来受苦。看到秦云一眼里的恨意和嫌弃，云姨娘觉得很是受伤，跌坐在一旁不再发一言。夏言拍拍手，从外面走了进来，像看傻子一样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秦云一。二小姐，你不会以为毁坏了物证就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吧？其实夏烟来了一会儿了，原本是想着红袖带来的人要是找不到，他就进来帮忙，没想到他们居然这么快就找到了。若不是秦云一突然发疯，他压根就没打算现身。还给我！秦云一顾不上身体的疼痛，恶狠狠地盯着红袖手里的人偶。此时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在这东西到他父亲面前毁了他，这样没有物证，他们就不能真的对他怎么样。还给你！夏烟拿过红袖手里的人偶，凑到秦云一面前。这么说，这东西确实是你的喽？那你可千万要记住现在说的话呀，别一会儿到了相爷和夫人面前又不敢承认。秦云一看着近在咫尺的人偶，本能的伸手去抢。夏烟一个旋身站起，把人偶重新还给红袖。红袖姑姑，既然诅咒王妃的东西已经找到，那我们赶紧走吧，王妃那里可耽搁不得。带走！红袖说完，率先走出了屋子。几个嬷嬷急忙架着秦云一和云姨娘跟上。放开我！你们这些老不死的，我不去！你们凭什么大半夜来本小姐房间托人？秦云一哪里敢去面见秦相，一边奋力挣扎，一边骂骂咧咧。夏言嫌他烦，随手扯了一块布塞进他的嘴里，省着点口水吧，有什么不满等会跟相爷说就是了。你放心，相爷会为你做主的。秦云一嘴里塞着抹布，不能说话，只能怨毒地瞪着夏烟。夏烟无所谓的耸耸肩，负手走上前去了。有胆子扎小人诅咒他们王妃，就要做好承受后果的准备。还真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没人知道吗？半刻钟之后，秦云一和云姨娘被拖到了秦洛染的凌烟阁。为了避免打扰到秦洛染，红袖让人把他们俩先带去偏房，自己则拿着人偶进了秦洛染的房间。行至两人跟前，相爷夫人，这是从二小姐房间搜出来的。红袖扶了扶，恭敬地把手中的人偶递过去。
封氏没想到竟然真的从相府搜到人偶，接过一看，上面还写着自己的宝贝女儿的名字和生辰八字，还扎满了针，差点气得背过气去。这分明就是在诅咒他的女儿去死，这比诅咒他去死还让他生气。该死！封氏气得把手中的人偶用力摔在地上，啪，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愤然站起。秦云一现在在哪里？第160章罪无可恕，赏毒酒一杯。奴婢已经让人将他们带过来了，就在偏房。听到红袖的话，封氏冷哼一声，一甩衣袖，一身冷冽地朝外面走去。红袖急忙跟了上去。秦相就这样被自家夫人给忘记了，起身捡起刚刚被封氏扔在地上的人偶，看清楚上面的字，面色也沉了下来，拿着人偶也出了秦洛染的房间。凌烟阁的偏房，秦云一和云姨娘被绑着手扔在地上，几个嬷嬷寸步不离地守着他们。云姨娘低着头，静静地瘫坐在那里，不知道在想什么。秦云一呢，一脸的不甘，不停地挣扎，嘴里还发出呜呜的声音。看到封氏进来，立即恶狠狠地瞪着封氏。封氏冷笑一声，一个小小的庶女，她这些年不屑于跟她计较，她真以为她没脾气。给红袖使了一个眼神，红袖会意，走上前，对着秦云一的脸左右开弓，啪啪，红袖打得很用力，2巴掌下去，秦云一的脸上立马出现了5指红痕，脸很快肿了起来，嘴里的抹布也掉了。红袖打完，嫌弃的擦擦手，再对夫人不尊重，眼睛给你挖了。在这京城，他们家夫人到哪里不是被恭恭敬敬、小心翼翼的对待，宫里的皇后都不敢这样对他们夫人。秦云一一个小小的庶女，还是一个不得宠，相爷巴不得她不存在的庶女，居然敢用这样的眼神看他们夫人，打她都是轻的。更何况这次本来就是他自己作死，都到这个时候了，不想着反省认错，还好意思怨恨别人，当真是庶出的，注定上不了台面。李李居然打我！秦云一的嘴被打了出血，舌头也破了，说话有些吐字不清，看向封氏的眼神更加恶毒。红袖见状，扬起手准备再赏他2巴掌，封氏抬手阻止了他。刚好这时，一个嬷嬷很有眼色的给封氏搬来了一把椅子，封氏顺势坐下，然后居高临下的看着秦云一。秦云一，是不是这些年我懒得理你们娘俩，你就觉得你能上天？哼！许封氏的眼神太过摄人，秦云一冷哼一声，把脸别过一边去。你要是不想活呢，就自己找根绳子吊死，横竖也没人拦你，到时候丞相府顶多就是出一副棺材钱。封氏说的云淡风轻，就好像在说今天天气真一样，那高高在上的姿态，云淡风轻的语气刺激了秦云一，也顾不得嘴还疼不疼，还会不会被打，转过脸来对封氏破口大骂：你果然一直想着要除了我，呸！什么贤良大度，分明就是一个毒妇，连一个不受宠的庶女都容不下。看着泼妇一样的秦云一，封氏觉得自己来这里简直就是自己找晦气，站起来拍拍衣袖，叹了口气，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秦云一用巫蛊之术诅咒李王妃，罪无可恕，赏毒酒一杯。他若真的容不下他们，秦云一连生的机会都没有，10月怀胎，能做手脚的地方太多了，他只是不想脏了自己的手。主要的是那时候他的洛儿身体不好，他想给他积点福，一个庶女而已，到了年龄，随便选户人家贴一副嫁妆打发了便是，没必要为他脏了自己的手，坏了自己的名声。可是他自己要作死，那就不能怪他了。他的女儿，儿子是他的底线，是他的命，谁也不能动。秦云一居然用巫蛊之术诅咒他的女儿，简直死不足惜。再者，巫蛊之术是禁术，若是被人知道相府有人使用，届时整个相府都要被连累。当今圣上正愁没有借口处置相府呢。你不能，你凭什么要我的命？听到封氏要给他喝毒酒，秦云一慌了，刚好看到秦相冷着脸走进来，急忙向他求救：父亲，父亲救我！夫人她要杀了我，父亲救我！秦云一一边哭喊着，一边努力朝秦相爬过去。秦相看着这个陌生的女儿，心中充满了厌恶，在他快要碰到自己的时候，一脚踢开了他。父亲！秦云一没想到自己的父亲会这么毫不留情地踢开自己，一脸的受伤和不敢置信。为什么？父亲，您也想要女儿死吗？您就这么容不下女儿？那你为何不在女儿出生的时候就掐死女儿？你自己想死，谁也拦不住。秦相说着，把手中的人偶用力砸在秦云一的脸上，人偶上有许多针，直接划破了秦云一的脸。可是看着秦相那冷若冰霜的脸，秦云一连喊痛都不敢。对这个女儿，秦相真的没法喜欢，却也没想过要把她怎么样。本相是不喜欢你的姨娘，也不喜欢你，你对本相来说就是耻辱。一看到你，本相就会想起自己曾经被你姨娘用肮脏的手段算计，但是本相从来没有想过要你命，也从未虐待过你们，让你们在相府衣食无忧。如若你安安分分的，到时候夫人自会给你寻一户人家嫁出去，有相府在，你也不会过得太差。可是你自己偏偏要找死，又怨得了谁？
这还是秦云一记事以来他的父亲第一次对他说这么多话，他却越听越心凉。风氏想要他死，只要他父亲不同意，他就死不了。可是他的父亲想让他死，那就谁也救不了他。父亲，我没有，我没有。秦云一拼命地摇头辩解。秦相闻言怒声道：没有？那你手里的东西是什么？你知不知道这东西要是被别人知道了，整个襄府都要跟着陪葬？他出身寒门，10年寒窗苦读，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夺得魁首，顺利进入仕途，在封家的帮助下，经过了20余年的摸爬滚打，才做到如今的位置。怎么能允许别人毁掉他，毁掉襄府，连累自己的一双儿女和封家？秦云一明知巫蛊之术是禁忌，还要用，那他自然是留他不得。不是的，父亲，我只是怨恨秦洛冉打死了我的丫鬟，做个人偶扎着出气。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巫蛊之术，我不知道，我也没想过要害襄府。求父亲饶女儿这一次，求父亲开恩。秦相眼里的杀意太明显，秦云一真的怕了，不停地给秦相磕头。秦相丝毫不为所动。一旁低着头瘫坐在地上的云姨娘，手捏紧又放开，捏紧又放开，仿佛在纠结什么。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打算开口，头顶就传来了红袖的声音：相爷夫人，酒来了。第161章，秦云一不能留。风氏没说话，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秦相看了一眼红袖手里端着的毒酒，嗯了一声，示意红袖动手。云姨娘却在此时爬到秦相面前，咚咚咚给他磕了几个头：老爷，不，相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不该背叛夫人，不该破坏您和夫人的感情，是我没教好云一。云一她还小，她什么也不懂，我愿意代她赎罪，求相爷网开一面，饶了云一这一次。面对云姨娘的悔恨认错，秦相依然面无表情，无动于衷。云姨娘只好转身去求风氏，风氏却在看到她朝自己爬过来的时候，直接转身出了偏房。云姨娘心下绝望，看了看痛哭流涕的秦云一，终究是不忍心看着他就此丧命。尽管他之前说话那样伤他的心，但是这是自己10月怀胎生下的女儿啊，这些年又一起相依为命。他说的没错，是他无能，是他把他带到这世上来受苦的。想到这里，云姨娘悲戚地朝秦相磕了一个头：相爷，奴婢愿意代替女儿赎罪，只求相爷能网开一面，放过他这一次，他以后定会改过自新，好好做人的。云姨娘说完，在所有人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快速挪到红袖面前，直接就着嘴去喝红袖倒好的那一杯毒酒，还用嘴把整个杯子叼起来。如此一来，酒杯里的大部分酒就都进了他的嘴里。红袖端来的毒酒自然是见血封喉的，酒一下肚，云姨娘就倒在地上。片刻之后，嘴角流出一股污血，一双眼睛不舍地看着秦云一，手无力地伸向秦云一：云云。其实云姨娘想说的是，让秦云一以后要认清现实，不要再肖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安安分分地过属于自己的日子，不要像他一样痴心妄想，不择手段，最终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人终究是争不过命的。只是毒性发作的太猛，云姨娘还没有喊出秦云一的名字，手就无力地垂了下去，那些话也再没有机会说出口。姨娘。秦云一没想到云姨娘说的带他赎罪会是带他去死，哭着爬到他面前：姨娘，姨娘，你醒醒，呜呜，姨娘。秦云一想要去抱云姨娘，奈何手还被绑着，他用力想要挣脱，绳子把手勒得出血，也浑然未觉。如果忽略秦云一和云姨娘以往的那些事，单看这一幕确实让人动容。秦相看了红袖一眼，红袖会意，上前去帮秦云一解开了绑住手的绳子，双手获得自由。秦云一抱着云姨娘哭得不能自己：姨娘，你醒醒啊，你醒醒，你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办？呜！不管他承不承认，云姨娘都是这个世上对他最好的人，有什么好东西他都会留着给自己。他虽然弱小，却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护着自己。尽管他总是会说话气他，伤他的心，他也从来没有责怪过自己。就在被带到这里之前，他还在他扶他的时候甩开他的手，他还在嫌弃他无能。姨娘，呜呜，你怎么这么傻？我对你又不好，还总说话伤你的心，呜呜，你醒醒啊！秦云一是真的伤心，云姨娘走了，这世上再也不会有人真心的对他好了，他以后真的无依无靠了。等二小姐哭完，送她上路。秦相说完，看了秦云一眼，抬脚出了偏房。不是他狠心，是秦云一不能留。他用巫蛊之术诅咒他的洛儿，就算他不要他的命，李王殿下也不会放过他。再者，襄府如今已是陛下的眼中钉、肉中刺，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对襄府动手。留一个满腹怨念的秦云一，无异于是给襄府留下一个不定时的炸弹。襄府100多口人，还有襄府的姻亲、李王府、封家，一旦襄府出事，谁也少不了被连累。他不能冒这个险。秦云一听到秦相的话，更是悲从中来，心灰意冷，站起来用力撞向前方的柱子。秦洛冉是在第2天早上醒的，直到傅太医再三保证秦洛冉已经没事了，风氏才放下心来，亲自把傅太医送出秦洛冉的院子。行至一半，
封氏从袖袋里拿出几张银票递给傅太医，昨夜多亏了傅太医，不然小女还不知道要如何是好。傅太医接过银票，大致看了一眼，看到银票的面额，便明白了封氏的意思。其实就算封氏什么也不做，他也会守口如瓶的，这种事说出去对他又没有半分好处。再说了，他们的皇帝陛下疑心病那么重，万一他怀疑他也会这什么老子的巫蛊之术怎么办？把银票揣进怀里，傅太医客气地对封氏道：“夫人言重，能为李王妃诊治，是下官的荣幸。”说着停下脚步，对封氏拱拱手：“王妃刚刚醒来，还需要夫人照顾，夫人留步。”傅太医收下了银票，封氏也放心了，对跟在身后的周勃吩咐道：“周管家，安排和稳妥的人把傅太医送回府。”“是，夫人。”周管家应了一声，恭敬地做了请的手势。傅太医这边请。封氏转身回了秦洛染的屋子，见秦洛染已经下床了，走过去扶着他的手：“你刚醒，怎么不再多躺会儿？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语气里藏不住的关心。“哎呀，娘亲，我又不是真的病了，躺着做什么啊？”他只是用了药，让自己看起来像真的病了一样，解药一吃就没事了。真的没有哪里不舒服吗？封氏还是有些不放心。虽说这事儿秦洛染是提前跟他打过招呼的，但是当他看到自己的女儿满脸通红、不省人事的躺在床上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担心，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特别是后面还真的从秦云一的屋子里搜出巫蛊娃娃，看到巫蛊娃娃上面的名字和生辰八字的时候，他是真的害怕。对于巫蛊之术，他向来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这玩意儿真的没用，怎么会被人如此忌讳？一旦发现，就是抄家灭族的大罪。第162章，女儿不在乎，手脏不脏。秦洛染再三保证，又当着封氏的面吃了喝了一碗粥和一碗参汤，封氏才相信他说的没事。等封氏回了关雎院后，秦洛染独自带一盅参汤着去了书房。彼时秦相正在书房里处理公务，只是今日的他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因为面前的奏折打开了半天，依旧是原来的样子。咚咚咚，咚咚咚，秦洛染敲了2遍门，秦相才听见。进来。听到屋内传来那道浑厚的声音，秦洛染推开门，步履轻盈地走了进去。女儿见过父亲。行至秦相办公的书案前，秦洛染扶了扶。听到秦洛染的声音，秦相收起心绪，指指一旁的椅子，道：“洛儿来了，坐。”“多谢父亲。”秦洛染没有着急坐，而是先把食盒里的参汤拿出来，放到秦相面前：“父亲近来操劳，千万要注意身体。”看着眼前贴心懂事的女儿，秦相甚感欣慰，心中方才的烦闷也消散了不少。端起参汤喝了一口：“身体怎么样了？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听着父亲浓浓的关心，秦洛染顿时觉得有些愧疚，退后一步，直直地跪了下去：“女儿不孝，请父亲责罚。昨晚的事，黎君燕知情，娘亲封氏知情，春慈夏嫣他们知情，唯独他父亲不知情。至少最开始他是不知道的，至于后面他娘亲有没有跟他说，就不知道了。不过现在他肯是知道的了。他害他担心，还让他失去了一个女儿，虽然那个女儿他从来不喜，但是他们血脉相连是不争的事实。洛儿这是做什么？快起来！”见秦洛染下跪，秦相急忙起身，亲自扶起了他。别说他现在是李王妃，他受不起他的跪拜，就说他是自己的女儿，自己又何曾舍得让他跪过？秦洛染顺势站了起来。父亲是否觉得女儿此举太过心狠手辣，一出手就没给秦云一活路？秦相摇摇头，走到窗前看着外面，半晌才开口：“秦云一使用巫蛊之术诅咒你，死有余辜，洛儿大可不必为此有其他想法。况且下令处死他的是为父，那父亲为何心事重重，一副不开心的样子？”“唉。”秦相叹了一口气，为父只是觉得有些失败，所以心里烦闷罢了。失败？父亲何出此言？秦相沉默了一会儿，悠悠开口：“在你母亲答应嫁给为父的时候，为父就许诺过她，一生一世一双人，生当同寝，死当同穴。可是为父终究还是失言了，因为云姨娘。”秦相点点头。可是那并不是父亲的错啊，而且父亲那之后也再没碰过他，甚至将他赶到了偏院，这10多年对他也是不闻不问，父亲已经做得很好了。秦洛染这话并不是安慰自己的父亲，而是相比其他男子，他父亲确实真的已经做得够好了。而且云姨娘那事，说句不好听的，他父亲也是受害者。有多少男人求娶的时候各种承诺，娶回去后新鲜劲儿过了，就开始各种借口理由收通房，那小妾或者背着自己的妻子在外面偷吃，遇到丫鬟爬床，只要无关痛痒，丫鬟又漂亮的话，基本都会顺水推舟的收下，然后小妾就会越来越多。像他父亲这样的基本没有。秦相没有理会秦洛染说的，又叹了口气，继续道：“为父作为丈夫，承诺你母亲的唯一没做到，作为父亲，曾经发誓腰护你们一世无忧也没做到，为父这心里着实不是滋味啊。”秦相还有一句没说的是，作为丞相，眼睁睁地看着江南的百姓受苦没有办法，他的真的是爱。
他虽然贵为丞相，权倾朝野，却是连自己的女儿的婚事都不能做主。幸好李王是个好的，不然他的女儿这一辈子跟毁了又有什么两样？如今如女儿自己也是俗世缠身，自顾不暇，却还要操心着相府，终究是他这个做父亲的做得不够好。秦洛冉蕙质兰心，听到自己的父亲这么说，自然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心里暖暖的。他的父亲很少会有如此情绪外露的时候，想必是昨晚的事情刺激了他。父亲不怪女儿多事就好。秦洛冉压下想要流泪的冲动，也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父亲日日为国事操劳，已经是身心俱疲，女儿已经长大了，帮父亲分担一些事情是应该的。女儿生在相府，从小享受锦衣玉食、奴仆成群的生活，自然也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女儿知道父亲希望女儿此生能过得简单快乐，一双手干干净净的。可是女儿生在相府，如今又嫁与李王为妃，不管是哪一个身份，女儿这一生都注定不能像父亲希望那般。女儿不在乎手脏不脏，也不在乎路上辛不辛苦，女儿只要你们都能好好的。洛儿，自己的女儿好像突然长大了，秦相不知道自己是该高兴还是难过。他拼命往上爬，就是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女能过得随心，到头来还是不能。父亲这是又在为江南的水患发愁吗？不想自己的父亲在想这些，秦洛冉拿起书案打开的奏折看了看，岔开了话题。提到正事，秦相立马收起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转过身来，是啊，此次江南水患空前严重，江南百姓死伤众多，百姓流离失所，五皇子赈灾也不是很顺利。哎，自古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才是他最担心的。如果江南水患之后再发生疫病，那必然会成为人间炼狱，到时候江南的百姓当真是没有活路了。还有，江南自古有鱼米之乡之称，因为有江南，他们离国才不缺粮。民以食为天，要想天下太平，必须粮食充足，百姓才能安心。所以江南水患一日不解决，他就一日寝食难安。秦洛冉没想到江南的水患这么严重。上一世他进了太子府后不怎么出门，偶尔出门也是回相府，黎君行和他父亲也基本不会在他面前提这些事情。还有就是上一世没有百姓闹着要景兴帝写罪己诏，他便以为江南的水患并不严重，所以就没有过多关心。他所知道的那点消息，还是春慈他们从外面听说了之后说给他听的。现在看来，不是上一世关于江南水患一事被人刻意压下去了，就是这一世跟上一世不一样。事关黎民百姓，秦洛冉努力在脑海里想着上一世关于江南水患的事情，希望能帮上忙。第163章，水患不治，人不回。他记得江南的水患后来是解决了，水患解决后，江南也确实是出现了疫病，不过很快就被控制住了，好像是有一个人刚好有治疫病的方子，才没让疫病扩散。上一世没有五皇子黎君明去江南赈灾，黎君行倒是想去捞功，不过祝皇后没有同意，最后便也没去。到底是谁去江南赈灾的呢？又是谁拿出了治疗疫病的方子？秦洛冉坐到书案前，拿起一只狼毫，把想到的线索一一写在纸上。突然，一张略带局促又让人感觉很舒服的笑脸出现在了秦洛冉的脑海里。那个柳妍希和黎君行大婚那天不小心踩到她裙子的夫人，太仆寺少卿李瑞达的夫人荣木哥。对，就是他。这么重要的人，差点给忘了。上一世，荣木哥算是为数不多和他聊得来的夫人之一了。说起荣木哥和李瑞达，两人的故事还真的算得上一段佳话。荣木哥是李瑞达在进京赶考的路上认识的，不对，严格来说是捡的。当时的荣木哥饿晕在路旁，身上脏兮兮的，其他人都避之不及。只有李瑞达动了恻隐之心，送他去了医馆，又给他买了吃的，见他的衣服实在不像样，又给他买了一身衣服。然后荣木哥就赖上了他。荣木哥容貌虽然不算出众，但是气质很好，结合在一起给人很舒服的感觉，古灵精怪，懂得也很多，跟李瑞达很能聊到一起。当然他不会洗衣做饭，自理能力很差，至少在认识李瑞达之前是这样的，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只是不知道因何落到这般模样。李瑞达家里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却也吃穿不愁，多一个人吃饭对他来说并不影响，加上荣木哥很有趣也很可怜，便带上了他。这两人也是神奇，两人相互不认识，一个敢跟，一个敢带，还好两人心都不坏，不然就是不是佳话而是悲剧了。李瑞达科举之后被外放，荣木哥也跟着去了人上，再后来两人顺理成章的成亲生子。就是不知道李瑞达是怎么说服他父母的。荣木哥跟李瑞达成亲后相夫教子，不但把孩子教得很好，还能在政事上给李瑞达建议。李瑞达能在京中没有过硬的关系的情况下，凭功劳被调进京城任职，荣木哥功不可没。不过上一世荣木哥和李瑞达是大概在今年重阳节前后才进京的，他们进京之前，李瑞达好像就是在江南一带任职的。当时李瑞达好像就是凭着在江南解决水患立下的功劳，被调入京城，直接任职太仆寺少卿的。
他记得荣木哥有一次跟他聊天，说起过在江南的事情，他那唏嘘不已的样子，他至今记忆犹新。就是不知道这一世他们为何提前进了京城，那日还出现在黎君行和柳妍希的婚宴上。原以为是李瑞达是晋升了高位，所以太子一方提前拉拢，却不想他现在只是在户部任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职位，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想着想着，秦洛冉就不自觉地把两人的名字写在了纸上。荣木哥，李瑞达。洛儿，你何时认识这两人的？秦相作为百官之首，自然是知道李瑞达的。之前偶然听殿下提起过。秦洛冉随便找了个理由，然后看着秦相认真问道：父亲，你相信女儿吗？秦相不知道秦洛冉为何突然这样问，不过还是认真的点点头，自然是信的。他的女儿他不相信，他难道信别人啊？现在江南水患让大家手足无措，父亲不妨让李瑞达去试试。李瑞达？秦洛冉点点头，此人在江南一带任过职，对江南一带很是熟悉，而且他在任期间风评不错，也带领着百姓处理过几次小规模的水患，想来应该很有经验。秦洛冉说完，见秦相半天没说话，又继续道：女儿说的这些，父亲只要一查便知，父亲若是不放心，可以私下约他见个面，问问他关于江南水患的想法，相信父亲问过之后，心中自有决断。李瑞达没有资格上朝，在户部又不受重视，还可以被打压，就算有再好的想法也没用，没人会听他的，也不会给他机会呈上去。3天后，李瑞达被破格封为钦差大人，前往江南赈灾，并且立下了军令状。水患不治，人不回。秦洛冉不知道他父亲怎么运作的，又为此付出了什么，突然提拔一个小透明，力排众议推举他去江南处理水患，说没什么目的，谁也不信。按照他父亲以往的行事风格和目前相符的状况，他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但是为了江南的百姓，他还是这么做了。他的父亲出身寒门，知道老百姓的不容易，这么多年依旧没忘为官的初衷。他是他的骄傲，他应该被善待。李王府揽月阁，秦洛冉把写好的2封信塞进竹筒，密封好，唤了一声云泽。一道黑色的身影落在他面前，小姐。云泽是秦洛冉的暗卫，只忠于秦洛冉，其他谁说话都不好使。你带上几个人去江南一趟，灵州城有座青楼叫做梦仙居，里面有个姑娘叫做阿吴，你找到她，把这个给她。秦洛冉说着，把其中一个竹筒递给云泽。这个呢，是给李瑞达的。秦洛冉说着，把剩下一个竹筒也递给云泽，而后交代道：记住，不管是阿吴还是李瑞达，一定是你亲自把信交到他们手上。是，小姐。云泽把2个竹筒收起来，恭敬地应了一声，准备离开。秦洛冉想起阿吴的身份，又对云泽交代了一句：对了，阿吴虽然在青楼，不过她并不是青楼里接客的姑娘。知道了，小姐在京城多多小心。去吧，一路小心。云泽走后，秦洛冉把自己关在书房，不要人伺候，春慈送茶水点心去也没开门，重要的是晚膳也没出来吃，可把春慈愁坏了，又不敢硬闯，只能祈祷黎君燕早点回来。第164章，明天就是七夕了。黎君燕回来的时候，看到春慈在揽月阁的楼下焦急的踱步，不时还看一下2楼。王妃呢？黎君燕走过去问道。春慈是秦洛冉的贴身丫鬟，一般情况下，就算不是近身伺候，也会在门后随时听差遣，象县却独自在楼下踱步，一看就有问题。听到黎君燕的声音，春慈仿佛等到了救星一样，连行礼都忘了，急急忙忙的开口：王爷，您可算回来了。王妃她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下去捂了，晚上也没出来吃。春慈的话还没说完，黎君燕身形一闪，等春慈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已经在揽月阁的2楼了。咚咚咚，黎君燕走到书房门口，轻轻地敲了敲门，只是过了半晌，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咚咚咚，黎君燕又抬起手敲了敲：洛儿，我进来了。里面还是没有任何回应。黎君燕心里一着急，直接一把推开了门，大步走了进去。哐当一声，秦洛冉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习惯性地唤了一声春慈。此时已经夜幕降临，书房里没长灯，光线有些昏暗，秦洛冉又迷迷糊糊的，还没看清进来的人是黎君燕。黎君燕看着在椅子上缩成一团的秦洛冉，心里又心疼又气，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把她抱起来，亲了亲她的额头，柔柔地唤了她一声洛儿。突然被抱起，秦洛冉差点就尖叫出声，熟悉的龙涎香扑入鼻尖，才放下心来，伸手环住她的腰，懒懒地靠在她的胸前，娇娇糯糯地开口：阿叶你回来了。怀中的人儿身体娇娇软软的，大大的水眸中带着几许迷糊，娇糯的声音似乎没睡醒一样，黎君燕的心顿时软得一塌糊涂。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秦洛冉摇摇头，什么事也没发生啊，就是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看着胸前毛茸茸的脑袋一摇一晃的，又看看书案上摆放的整整齐齐的书本，黎君燕不由得失笑：啊，洛儿是睡梦中把书摆放这么整齐的吗？
秦洛冉闻言，轻轻地吐了吐舌头，用脑袋拱了拱黎君燕，没说话。到底怎么了？春次说，你把自己关在书房一下午，连晚膳也没有吃。黎君燕的语气满是担忧，这还是成亲以来秦洛冉第一次如此情绪低落。秦洛冉还是摇摇头，奄奄地开口，我没事，就是突然有些想到了许多上一世的事情，然后就睡着了。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是突然情绪有些低落，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便把自己关在书房，然后想了许多关于上一世的事情，再然后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洛儿，对不起。只要一想到上一世他受了那么多的苦，黎君燕就觉得无比愧疚。每每想起在虚无境中看到他被万箭穿心的画面，他的心脏就像被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一样，疼得透不过气来。怎么又说对不起了？秦洛冉把手放在黎君燕的嘴唇上，不许他再继续说。阿燕，我只是想了一些上一世最近发生的事情，你不必如此敏感。秦洛冉知道黎君燕肯定是又想起了在虚无境中看到的上一世的那些，暗自责怪自己为什么明明知道黎君燕一直在为上一世的愧疚，却还要在他面前提。这突如其来的厌世情绪真是该死。懊恼地拍了拍自己的嘴巴，双手环上他的脖颈，直起身子亲了他一口。阿燕，上一世不是你的错，以后不许再为上一世的事情感到愧疚了，也不许再说对不起了。黎君燕没说话，紧了紧抱着他的手，爱怜地亲了亲他的眼角。秦洛冉又继续道，如果你真的觉得心有愧疚，那就答应我一件事。我要你答应我，以后都不许再为上一世的事情说对不起，然后这一世我们好好在一起。好。月光柔柔地洒进来，照在那对静静相拥的璧人身上，一切温馨而美好。不过这份美好并没有持续太久。咕噜，秦洛冉自午膳后就没吃过什么东西，现在那些低落的情绪也慢慢消散了，肚子自然要抗议了。他饿了。秦洛冉不好意思地指指自己的肚子。黎君燕轻笑一声，轻轻地敲了一下他的脑门，以后还敢不按时吃饭了？语毕，抱着他站了起来，准备带他出去吃饭。放我下来，我自己走。秦洛冉挣扎着想要下来，他好手好脚的，他能自己走。黎君燕却把他抱得更紧更稳了一些。书房没掌灯，为夫抱着放心一些。黎君燕的声音很轻，语气却依旧霸道至极。秦洛冉无奈，只好任由他抱着自己出了书房。半个时辰后，一品轩，黎君燕的专属雅间里。饿了先吃点点心，菜一会儿就好。黎君燕说着，把刚刚泡好的茶放在秦洛冉面前。不了。秦洛冉摇摇头，刚刚在马车上就已经吃了几块了，再吃一会儿就不用吃饭了。黎君燕笑笑，也好，点心吃多了吃不下别的，他的王妃太瘦了，得多吃点好的。他们在的包间位置极佳，透过窗子可以把整条长安街的景色尽收眼底。夜晚的长安街灯火辉煌，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最近有什么节日吗？怎么这么晚了，外面还这么热闹？秦洛冉总觉得今夜的长安街比以往都要热闹，给他一种要过节的感觉。黎君燕一看他那迷糊的样子，就知道他肯定是忘了今天何年何月，无奈又宠溺地刮刮他的鼻子，真是个小迷糊。明天就是七夕了，你说外面为什么这么热闹？黎君燕这么一提醒，秦洛冉也就明白了。在黎国，七夕又称乞巧节、女儿节。黎国的女子受女德、女戒的束缚，平日里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七夕这一天是他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出门游玩的日子。不但白日里可以三五成群的举行一些拜七节、储七夕水、吃巧果、斗巧等相关活动，晚上亦可以出来看灯会，回去稍微晚一些，家里的长辈也不会责怪。对有心仪之人的公子小姐来说，这绝对是一个相会的好机会，没有心仪对象的呢，也可以趁机出来碰碰运气。所以每年的七夕前几日都是异常的热闹。那我们明天也出来看热闹吧。说起来，秦洛冉两世都只没有好好的逛过京城的七夕，在无极山的时候倒是跟师兄去过，不过那些地方都没有京城这般热闹。好，第165章七夕游湖。翌日，秦洛冉照样睡到日上三竿，才悠悠转醒。混蛋，禽兽，饿狼头生！秦洛冉一边揉着自己酸疼的老腰，一边忍不住骂罪魁祸首。噗嗤，听到自己的王妃这样骂自己，黎君燕忍不住轻笑出声。笑什么？还不是你害的！秦洛冉狠狠瞪了黎君燕一眼，随即又反应过来，黎君燕这厮这个时辰不是应该在早上朝吗？可是此时的他穿着里衣，发冠也没戴，一只手杵着头，正情笑看着他，一看就是还没起床。你怎么在这里？秦洛冉说完，往床里边挪了挪，之前扶腰下床的经历告诉他，早上的男人不能轻易招惹，躲远一点才是明智之举。黎君燕又怎么会不明白他的心思，无奈的笑笑，长臂一伸，把他揽到怀里。乔王妃说的这话，这是本王和王妃的房间，本王不在这里，要在哪里？说着，手就伸到了秦洛冉的腰处。我说的是这个吗？我问你为什么没去上朝？秦洛冉毫不客气的一把拿下他的手。黎君燕，我警告你，你的手再不老实，我不介意帮你剁了。
有一个不知道节制二字怎么写的夫君，秦洛然表示好费腰。王妃想哪里去了？本王只是觉得你昨夜受累了，想帮你按摩一下。黎君燕说着，手又重新放到秦洛然的腰上，掌心运起内力，认真的给他按摩起来。他又不是真的禽兽，不知道考虑他的身体。美味虽好，却也不能真的一次吃太饱，需要慢慢品尝。再者，万一真的惹恼了他，被赶去书房睡那就不好了。今日不上朝，不处理公务，一整天都陪你。本来正常来说，朝会是3天一次的，因为最近江南的事，天天都要上朝，朝会上又讨论不出个什么来。他这几天去都是坐在那里等退朝，着实浪费时间。今日七夕这么有意义的日子，不陪自己的王妃，难道早早的去宫里看着那群糟老头子吵来吵去？黎君燕按摩的力道不轻不重，刚好合适。秦洛冉舒服的哼哼，你这样小心别人说你色令智昏，那他们一定是嫉妒本王有这么漂亮的王妃。黎君燕说着，突然凑到秦洛冉的耳边，沉声道：再说了，谁让王妃这么诱人呢？登徒子。秦洛冉清脆一声，拉开了和他的距离。黎君燕的声音太酥了，他怕靠太近等会招架不住。他可不想躺在床上过七夕。看着秦洛冉那戒备的样子，黎君燕无奈又好笑，微微叹了一口气，佯装伤心的开口道：本王好心给王妃按摩，王妃却对本王这般戒备，着实让本王伤心。秦洛冉，他们在说这个事吗？还有，他为什么对他戒备，他自己心里没数吗？到底是怕真的被赶到书房。今日的黎君燕总算老老实实的没有乱来了。两人简单的用了一些早膳，换上颜色一致的衣服，便出了门。1个时辰后，马车在京郊外一处湖泊边上停了下来。此湖名为烟波湖，因为常年晨间烟雾笼罩的江湖水面而得名。烟波湖上荡烟舟，云卷云舒任去留。看罢繁华皆落尽，屏风独醉一湖秋。烟波湖特别受一些文人墨客的喜欢，闲暇时间约上3、5好友，品茶泛舟，以文会友，好不惬意。其实一开始，烟波湖只是一个看上去有几分意境的湖，周围可以说是荒凉一片，湖上几叶扁舟还是附近的百姓打鱼用的。那些个文人墨客前来泛舟，还要出钱跟人家租，毕竟是打鱼用的小舟，做起来体验肯定有些不好。渐渐的来的人多了，有人看到商机，不但在周围修了茶楼酒馆，还造了各式的小舟和画舫，供前来游湖的人使用。虽然也是需要花钱租用，但是相比那些打鱼用的小舟就舒服多了。今日七夕，前来游湖的人真不少，京城里不少贵女贵公子都来了，若不早些日子来定，画舫肯定是没有的。黎君燕也早早的让人定下了烟波湖上最好的画舫，并把里面按照秦洛冉的喜好装饰了一番。林殊等人去画舫上做检查去了，所以黎君燕和秦洛冉没有着急下车。掀开帘子看了一眼那些打扮的五颜六色，嘴里叽叽喳喳的人，黎君燕忍不住皱眉。她只是想和自己的王妃安静的过个七夕，这些人怎么这么碍事呢？林殊到底会不会选地方？说曹操，曹操就到。检查完画舫的林殊来到了马车前，请两人上画舫。王爷，王妃，可以上画舫了。黎君燕扶着秦洛冉下了马车，淡淡的看了林殊一眼，说了句：看你选的好地方。说完，牵着秦洛冉朝画舫走去。属下莫名其妙又挨了一顿，林殊表示好无辜，环顾了四周一圈，才知道自家王爷是闲人多太吵。可是这也不能怪他，是他自己说七夕要带王妃游湖，让他找个好地方啊。他打听了一番，这烟波湖有名，深受文人墨客、才子佳人的喜爱，才定了这里的。闲人多，你早说啊！早说，我把整个湖给你包了。林殊腹诽了一句，赶紧追上了两人。待会儿我们把画舫开到远一些的地方就是了。今日七夕，哪里都人多。其实秦洛冉也不喜欢人太多的地方，特别是那些贵女贵公子多地方，这些人聚在一起，容易出幺蛾子。听王妃的。黎君燕温温的笑笑，心里却暗自决定，下次再带他出来，必须包个场，闲杂人等实在碍眼。两人今日特意选了一辆普通的马车出门，所以在两人露面之前，别人都不知道马车里坐的是黎君燕和秦洛冉。直到两人下了马车朝画舫走去，才有人发现是李王殿下和李王妃。李王殿下也来了。不过片刻的功夫，整个湖边的人都知道黎君燕和秦洛冉来了，于是乎都争先恐后的过来给两人行礼请安。其实说套近乎或者巴结更合适。没人注意的是，一道鹅黄色的身影在听到李王殿下4个字的时候，急忙整理了一下头发和衣服，压下心中的激动，随着人流一起朝黎君燕和秦洛冉在的方向走过去，脸上的欣喜和娇羞藏都藏不住。幸亏是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黎君燕和秦洛冉的身上，才没被看出来。第166章，什么东西也敢肖想他们家王爷？呛人的脂粉味由远而近，黎君燕和秦洛冉都不约而同地皱了皱眉。为了避免沾染上那些庸脂俗粉的气味，黎君燕直接揽住秦洛冉的腰，脚尖一点，转眼间两人已经稳稳地落在画舫上，然后细心地扶着他上了画舫的2楼。
从头到尾，黎君燕和秦洛冉都没有回头看身后的众人一眼，众人是又不爽又羡慕，还有嫉妒和不甘的，巴不得现在站在黎君燕身边的人就是自己。林殊见状，急忙让人拦住了前来请安的众人，不让他们再靠近。诸位公子小姐，咱们家王爷今日只是带王妃出来游湖，大家不必如此，都随意一些吧哈。刚刚王爷已经因为人太多而不开心了，可千万不能再让这些不长眼的过来打扰了，不然他回去肯定要挨训了。听到林殊的话，大部分人都识趣的行了礼，问了安就该干嘛干嘛去了。但是这世上啊，总有那么一些人就是那么没眼色，就是那么不识趣，人家的话都说这么明白了，偏偏还要装作听不懂。比如和秦洛冉打过2个照面，又惦记他夫君的黄秋莹。不过这次他学聪明了，没有傻愣愣的冲在最前面，而是让一个平日里巴结着他的官家小姐替他打头阵。那姑娘姓李，名梦如，父亲是正五品的礼部郎中，是黄秋莹的父亲黄建章的部下，所以李梦如讨好巴结黄秋莹一点也不奇怪。其实黄秋莹是看不上李梦如的，不过李梦如喜欢巴结她，处处以她为先，说话又好听，让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所以便默许了李梦如跟着他，有事还可以使唤一下。比如现在，黄秋莹看了李梦如一眼，李梦如就乖乖地站了出来，深呼一口气，对着林殊扶了扶：“这位小哥，我们今天来的有些晚，没有租到画舫，不知可否麻烦您帮忙问问李王殿下可不可以带我们一下。”说完想了想，又急忙加了一句：“小哥放心，这画舫有2层，我们就在1楼看看风景，不会去2楼打扰李王殿下和李王妃的。”林殊本来都抬脚要往画舫走去了，听到李梦如的话，又硬生生地收了回来，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李梦如和黄秋莹。李梦如本来就觉得他方才那样失礼至极，现在又被林殊这样盯着看，瞬间羞得满脸通红，恨不得立马找个地缝钻进去。其实他刚刚那样也是非常不情愿的，黄秋莹心仪李王殿下，他知道平日里很少有机会能见到，现在好不容易见到了，他自然不想放过这个机会。可是只要长了眼睛的都看得出李王殿下和李王妃很恩爱，眼里根本看不到别人。人家小2口在这种日子出来游湖，还特意包下了最好的画舫，来了也没有早早的露面，就是不希望被打扰。再说了，他们和李王殿下和李王妃都不熟，这样贸然开口想搭人家的画舫，安的什么心？别人会看不出来吗？但是他父亲在黄秋莹父亲手下为官，为了他父亲，他不得不听他的。这位小姐，我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今日是我们家王爷带王妃出来游湖，带王妃出来游湖的意思就是只带王妃，闲人勿扰，明白吗？林殊说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压低声音，只要离得不远的都公子小姐都听到了，都在笑里梦如不自量力，不要脸。当然也没忘记顺便嘲讽黄秋莹，毕竟李梦如是黄秋莹的跟班，又不是什么秘密，没有黄秋莹的指使，给李梦如10个胆子，他也不敢去李王和李王妃面前晃悠，给秦洛冉添堵。秦洛冉的父亲可是当朝丞相，动动手指就能让他那5品郎中的爹在官场上混不下去。这黄秋莹也是真不长记性，上次太子大婚的时候，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嘴，他爹被秦相狠狠关照了一番，这才多久啊，就忘了。不过他们也只敢小声的说说，或者指桑骂槐。毕竟黄秋莹的父亲是礼部尚书，官职不小，若是因为自己图一时嘴快让自己父亲受连累，那就不好了。没有了父亲在朝为官，他们什么也不是。本来林殊那毫不情面的话就已经让李梦如羞愤又难堪，现在那些小姐公子的话更让他无地自容，恨不得立马逃离这里。黄秋莹被那一道道讽刺的目光打量，又听着那些暗讽他的话，脸色也是一阵青一阵白。此刻的他恨极了林殊，恨他说话如此不留情面，还这么大声，让他被人嘲笑。要是自己进了李王府，肯定第一个处置他。黄秋莹那五颜六色的表情，林殊自然是看到了，不屑的在心里啐了他一口：什么东西也敢肖想他们家王爷？不说别的，家世才情容貌一样也比不上他们家王妃，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想要跟他们家王妃抢王爷。再说了，这京城没成亲的贵公子多了去了，非要盯着他们家王爷这个有妇之夫干嘛呢？成了亲的男人比较香，还是给人做妾很有面子。呸，不要脸！林殊不屑地看了黄秋莹一样，转身朝画舫走去，他得赶紧上去让画舫开走，不然他们家王爷又该发飙了。林殊脸上的不屑太明显，黄秋莹是既难堪又愤恨。眼看黎君燕的画舫就要离开岸边了，黄秋莹终究是不忍心错过这难得的机会，鼓起勇气朝前走了几步，先是大喊了一声等一下，然后看着画舫的2楼扬声道：臣女乃礼部尚书之女黄秋莹，因为来得有些晚，没有租到画舫，不知李王殿下和李王妃可否搭载臣女一程。其实这理由真的不怎么样，一点说服力都没有不说，还漏洞百出。但是一时半会儿他也想不到什么好的理由，只好拿刚刚李梦如说的过来用了。说完还在心里骂李梦如也不找个好一点的理由。画舫2楼的秦洛冉听到黄秋莹的话，一口茶直接喷了出来，
幸亏黎君燕没有坐他对面，不然那准喷一脸。嗨嗨，秦若冉拍拍胸口，这黄秋莹也真是的，知道你在肖想黎君燕，但是能不能找个好一点的理由？你又不是第一次来游烟波湖，也不是第一次在京城过七夕。七夕这天烟波湖是什么情况，你会不知道吗？不知道画舫需要提前订？那再说了，你没订到画舫来这里干什么？打算泛舟吗？还是说你其实是已经和别人约好了，但是看到黎君燕又变卦了？意图都这么明显了，还找那蹩脚的理由做什么？第167章，此生只为你一人舞。多大的人了，喝个茶都能呛到。黎君燕说着，拿起帕子帮他擦嘴边的水渍。这也不能怪我呀。秦洛冉接过帕子，擦了擦衣服上的水渍，道：那还不是殿下的烂桃花，说话太不过脑子了。黎君燕好笑地点点他的鼻子，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而已，理他做什么？他连礼部尚书都不正眼看，区区一个礼部尚书之女，他给他一个眼神算他赢。秦洛冉满眼狡黠，哎呀，也不知道那黄小姐听到殿下这话该有多伤心，人家为了你可是连脸面都不要了呢，殿下这样会不会太无情了？调皮。黎君燕宠溺的笑笑，一把把他带进怀里，低头轻轻啄了一下他的红唇。今日难得出来，我们就不要提无关紧要的人了。好。画舫缓缓移动，很快就离开了岸边。自始至终，画舫内都没有人出来看黄秋莹一眼，就好像没听到他说话一样。这赤裸裸的无视，最羞辱人不过。黄秋莹难堪至极，捂着脸跑走了。绿水本无忧，阴风骤面，当一阵阵清爽的微风拂来，湖面泛起一层层涟漪。烟波湖确实很美，靠近岸边的湖面还种了许多荷花。烟波湖的荷花一向开得比其他地方的晚，现在正是争相开放的时候。微风阵阵，带来了几许荷花的清香。藕田成片傍湖边，隐约花红点点连。黎君燕见秦洛冉一直盯着荷花看，起身飞身而下，脚尖在湖面轻点借力，等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几枝荷花。送给你，我的王妃。秦洛冉接过荷花放在鼻下闻了闻，开心的见牙不见眼，谢谢阿燕。自己的王妃开心，黎君燕也开心。谢什么？你是我的王妃，喜欢什么什么我都会为你弄来，再者夫妻之间不需要这么客气。秦洛冉甜甜的应了一声，黎君燕的心里软成一片，轻轻揽过他的肩，两人依偎在一起欣赏烟波湖的美景。画舫行至湖中央，周围已经没有了其他船只。秦洛冉突然转身面向黎君燕道：阿燕，我给你跳支舞吧。其实秦洛冉并不喜欢跳舞，只是他此刻突然想跳给黎君燕看。好，我给你伴奏。自己的王妃要给自己跳舞，黎君燕求之不得，走到一旁的琴架前坐下，试了试音。秦洛冉挑了一朵将将开好的荷花，把剩下的放到案几上，走到房间的中央，看了一眼黎君燕，扭转身姿，翩翩起舞。黎君燕弹曲为他伴奏。秦洛冉手持荷花，美目流转，欲语还休，手臂柔弱无骨，足下步步生莲，胜似飞燕。裙裾飘扬间，一片片荷花落下，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此时的秦洛冉比那洛神还要美上几分。黎君燕险些就看呆了。一曲舞毕，黎君燕走过去，把秦洛冉抱在怀里。这舞以后洛儿只为为夫跳，可好？黎君燕眼神炙热，眼中尽是深情。好，以后洛儿只为阿燕一人舞。秦洛冉眼中的深情丝毫不输黎君燕。洛儿，我的洛儿。黎君燕一只手扣住秦洛冉的后脑勺，低头吻住了她，另一只手紧紧地搂着秦洛冉，仿佛要把她揉进自己的骨髓。黎君燕的吻来得太突然，秦洛冉下意识地伸手环住她的脖颈，他迷醉一般深深地吻着她，掠夺她口腔中的一切甜美，以及她的每一寸呼吸。两具身躯紧紧地贴着，房间的温度逐渐升高。洛儿，他的舌短暂退出他的口中，深情唤着怀中的人儿的名字，似乎要把他的名字刻进灵魂深处。秦洛冉的鼻尖全是黎君燕的气息，此刻他的声音又沉又酥。秦洛冉目忽然就觉得喉咙干涩，身体也变得酥软无力，一双水眸略带无措地看着黎君燕。黎君燕最是不能看到秦洛冉这般模样，每当秦洛冉娇软无力地靠在他怀中的时候，他只想把他压在身下狠狠地欺负。不要，阿燕，不要在这里。眼看黎君燕的唇再度压下来，秦洛冉偏了偏头，然后用力推开了他。方才两人紧紧地挨着，黎君燕的身体变化，秦洛冉自然是感觉得到。好不容易出来游一次湖，他可不想在画舫上跟他做这种荒诞事。再说春慈林叔他们都在下面，他可没有做这种事情的时候给人围观。呸，什么围观，听墙角的癖好。黎君燕自然也没有，他的王妃那美妙的声音只有他能听。为了让黎君燕消消火，秦洛冉走出房间，以蓝赏湖。黎君燕暗嘲了一声，自己自控能力越来越差，喝了2杯凉茶，也没出去找秦洛冉，而是从一旁拿出一张白纸和笔墨过来，一笔一画地描绘着。片刻之后，秦洛冉方才手持荷花翩翩起舞的样子便跃然纸上。
画完之后，黎君燕刚要拿出去给秦洛冉看，突然想起他们成亲那日，秦洛冉身穿凤冠霞帔，他挑开盖头的时候的娇羞的倾世容颜，便把手中的画放下，又去拿了一张白纸过来，认真的描绘着大婚那日的他。秦洛冉在外面坐了好一会儿，迟迟不见黎君燕出去找他，这太反常了。带着满腹疑惑，秦洛冉起身进了房间，看到黎君燕在画画，那认真的样子让秦洛冉不觉放轻了脚步。想不到殿下的画工如此精湛。秦洛冉拿起黎君燕画好的那一幅手持荷花起舞的画，看着上面栩栩如生的字迹，忍不住夸赞道。他一直以为黎君燕的琴棋书画应该是都不咋地的，因为他小时候根本没机会学，却不想他不但琴弹得不错，丹青也会得很好，画工再精湛，画出的人也不及洛儿半分。黎君燕头也没抬，依旧认真绘着画上的人儿。贫嘴！秦洛冉轻斥一声，也拿了纸笔过来，描绘着成亲那日的黎君燕，画出了她的英俊潇洒，也绘出了那欣喜的神韵。两人一同执笔绘丹青，这一刻他们的眼中只有彼此，好不浓情蜜意。另一边哭着回去的黄秋莹就惨多了，她回去的时候刚好碰到她爹要出门。黄建章看到自己的女儿哭得那样伤心，便叫住了他的丫鬟，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听完之后，气得门也不出了，怒气冲冲的去了黄秋莹的院子。第168章巴掌问候。黄秋莹的丫鬟芍药见自家老爷怒气冲冲的去找自家小姐了，有心想去提个醒，又不敢，也追不上自家老爷的脚步，想了想，转身往孔氏黄秋莹的娘的院子跑去。黄建章来到黄秋莹的留营院，留营院的下人见他怒气冲冲的，吓得急忙跪在地上行礼问安，见过老爷，老爷万安。黄建章强忍着怒气嗯了一声，然后问道：小姐呢？一个小丫鬟瑟缩着指了指黄秋莹的屋子，小姐她在屋里。黄建章大步流星的朝黄秋莹的房间走去，才走近就听到黄秋莹在里面呜呜的哭泣，刚压下的那一丢丢火气又蹭的上来了。砰一声，黄建章直接一脚把门踹开。你还好意思哭？黄秋莹本来趴在床上哭，听到踹门声，以为是哪个冒失的下人，抬起头来想要训斥，却发现自己的父亲一脸愠怒的看着自己，心里咯噔一下。女儿见过父亲，父亲黄秋莹站起来擦擦眼泪，走到黄建章面前，规规矩矩的行礼问安。只是话还没说完，就被黄建章啪一巴掌打翻在地。这一掌，黄建章打得十分用力，醒目的五指红痕瞬间爬上黄秋莹的脸，黄秋莹也被打懵了。过了片刻，黄秋莹才捂着被打的一边脸，眼泪婆娑的看着黄建章：女儿做错了什么？父亲为何打女儿？一个时辰前在烟波湖被自己的仰慕的人无视羞辱，回到家又被自己的亲爹不问青红皂白打了一巴掌。黄秋莹觉得自己顿时悲从中来，哭得更伤心了。你还好意思问我？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知道吗？黄建章本就怒气未消，看着还不知道错在哪里的黄秋莹，简直气不打一处来，扬起手准备再打他一巴掌，看看能不能把他打清醒。黄秋莹看到自己的父亲才说一句话就扬起了手，吓得赶紧捂住了自己的脸。得到消息匆忙赶来的孔氏来到黄秋莹的房间门口的时候，刚好看到黄建章高高扬起的手，以及捂着脸趴在地上还没起来的女儿，心里一阵突突，也不知道自己的女儿究竟做了什么，惹得自己的夫君如此大动肝火。眼看黄建章的巴掌就要落下来了，黄秋莹孔氏急忙3步并作2步来到黄秋莹身边，紧紧把她抱在怀里。黄建章看到自己的夫人，只好把高高扬起的手轻轻地放了下来。孔氏看到自己的女儿红肿的脸和上面的巴掌印，顿时心疼得不得了，抬起头看着黄建章大声道：老爷，你这是要打死我们的女儿吗？黄建章哼了一声，要是能打死她就好了，省得一天天净在外面给我惹是生非。女儿做错了什么，你好好说就是了，她又不会是不会听，你这样打，万一把女儿打坏了怎么办？孔氏说着，眼泪也流了下来。女儿家的脸最是要紧不过，打坏了怎么办？孔氏不这样说还好，一这样说，黄建章更生气了。他会听？他会听，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去招惹李王妃？你们是嫌我这尚书之位做得太安稳了是吗？上次就是他的好女儿，在太子和太子妃的婚宴上让李王妃喝酒，结果秦相给他穿了1个月的小鞋，加上李王出手，差点连现在的官位都保不住了。这才过去几天啊，他又去招惹李王妃。上次他只是多嘴了2句，秦相和李王就让他差点连官位都保不住。这次他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打李王的主意。李王妃不生气吗？李王妃生气了，秦相和李王会什么都不做吗？退一万步讲，就算李王妃不把这事儿放在心上，秦相那个爱女如命的会善罢甘休吗？想到接下来自己还不知道要有多少麻烦，黄建章都想踹死黄秋莹了。孔氏闻言，招惹李王妃，这话从何说起？他只是听到芍药说老爷怒气冲冲的来了留营院，便匆匆赶来了，什么都还没来得及问。从何说起？你不妨问问
你那不知羞耻的女儿！黄建章当真是气急，说话也有些口不择言。黄秋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刚刚听到的，他的父亲说他不知羞耻。父亲，您一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打女儿就罢了，现在为何还要这般羞辱女儿？黄秋莹说话的时候，泪珠一串一串的掉，哭得梨花带雨，看起来好不楚楚可怜。不问青红皂白？难道你今天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勾引李王殿下？黄建章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虽然刚刚芍药没有说得很详细，他也能根据他说的那些和之前的一些事情推断的8、9不离10。黄秋莹听到这话更伤心了，不停的摇头，没有，女儿没有，女儿没有勾引李王殿下，女儿只是什么？你说啊！看着现在还不觉得自己有错的黄秋莹，黄建章恨铁不成钢，突然有一种想要掐死他的冲动。黄秋莹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说不出来？黄建章冷哼一声，为父来替你说，你是不是想说，你只是因为没有租到画舫，刚好看到李王殿下租了烟波湖最好的画舫，然后就想要借作他的画舫一同游湖，是吧？你什么？为父有那一句说的不对。孔氏听到现在总算听出了个大概，不过也没来及细想，看着脸颊红肿被骂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女儿，心疼无比，不赞同的看了自己的丈夫一眼。哎呀，老爷，莹儿只是想要借作一下画舫罢了，这哪里就是当众勾引李王殿下了？难道不是吗？听到孔氏的话，黄建章真是心累无比，指着趴在地上的黄秋莹怒声道：我看她之所以变成这样，完全就是你这个是非不分的糊涂娘惯的。妾身被自己的丈夫这样不留情面的说，孔氏一时语塞。第169章，黄秋莹，你还要脸吗？黄建章拉了一把椅子坐下，继续道：今天是七夕，咱们家是第1年搬来京城吗？那烟波湖他都去几次了？他难道不知道今天那里人多吗？他想要做画舫游湖，不知道提前定好，他没跟别人约好他会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前几天还特意多给了他一些银子，就怕他在七夕这天玩得不尽兴，所以他是真的想借做李王殿下的画舫吗？听到黄建章这么一说，孔氏也想清楚了其中的弯弯绕绕，但是始终是自己的女儿，他怎么能看着她被自己的父亲这样看他？小声辩解道：就算如此，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吧。孔氏是不相信自己的女儿会做出当众勾引李王殿下这种事来的，他的女儿是有些小性子，但是基本的礼义廉耻还是知道的。没这么严重？黄建章突然把声音拔高了一个度，你当真觉得没这么严重吗？众目睽睽之下，人家李王府的人已经明确拒绝过了，他还恬不知耻的再次凑上去，结果人家根本没理他，这才哭着回来的，老子的脸都被他给丢尽了。夫人啊！黄建章重重的叹了一口气，知道你疼女儿，可是你也不能是非不分，轻重不分，你这样只会害了她，害了整个尚书府。今天这种日子，人家李王带着王妃去游湖，别人都识趣的不去打扰，他还2次3番厚着脸皮去跟人家借做画舫，这是知理的人会做的事情吗？他安的什么心，别人会看不出来吗？还找那样蹩脚的借口，这跟当众勾引李王殿下有什么区别？黄秋莹如何也接受不了自己的父亲那样说自己，急忙辩解道：不是的，父亲，女儿没有勾引李王殿下，女儿只是想倾慕李王殿下，想离他近一点，今天机会难得。黄秋莹越说越小声，明显底气不足。听到黄秋莹这话，黄建章简直怒不可遏，差点把手里的杯子都砸了。那你还想怎样？脱了衣服直接爬床？黄秋莹，你还要脸吗？父亲！自己的父亲这样说，黄秋莹又委屈又难堪，瞬间就红了眼眶，眼泪一串一串往下掉。别叫我没有你这种不知羞耻、脑子不清楚的女儿。李王殿下人中龙凤，只有你倾慕他吗？别人都不识货，你看到谁像你一样做了吗？还当着李王妃的面，哪个有脑子的人会做出这种事来？李王妃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先不说你的才情容貌能不能比得上她，就说丞相府你惹得起吗？真是蠢到家了，勾引人家夫君，还当着人正室的面。他要是比人正室长得好也就罢了，问题是他有吗？这倒不是黄建章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是他这人向来有自知之明，自己的女儿有几斤几两他还是清楚的。虽然黄建章说的是实话，不过孔氏听到他这样贬低自己的女儿，当即不愿意了。老爷，那李王妃确实不错，但是咱们莹儿也不差，你何必说话这么难听？再难听也比丢了命好。黄建章说罢，指着黄秋莹，我不管你是倾慕李王还是怎么样，你以后最好给我安分一点，否则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女儿。有些人不是你能肖想的。父亲，女儿好歹也是尚书府的小姐，怎么到您嘴里就连倾慕一下李王殿下都不配了？您这样说不是在贬低您自己吗？黄秋莹一直觉得自己即便做不成李王的正妃，做个侧妃还是可以的，毕竟她尚书府小姐的身份也不算辱没了李王殿下。二来嘛，她若成了李王侧妃，那她爹就必须站在李王那边，
对李王来说是多了一份助力，对他们尚书府来说则是选了一条康庄大道。因为相比太子，他觉得李王更有胜算。这种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应该不会有人拒绝的。如果黄建章知道自己的女儿这么自信，绝对会被他给气笑了。他倒是想投靠李王来着，但是李王嫌他之前站对太子，说他墙头草，看不上他。他不是没想过跟李王府联姻，可是李王明摆着看不上自己的女儿，他还能硬塞吗？惹恼了李王，他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如今的李王已经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李王了。如今的李王手握重兵，连皇帝都忌惮3分，他一个做臣子的能如何？太子之前看着是还不错，不过现在有了李王一做比较，高下立判。若不是有荣宠不衰的祝皇后和祝尚书，现在太子之位恐怕都换人了。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了他的前途，为了他的儿子的前途，为了尚书府的前途，他自然要选各方面都强的李王。只是李王那边没有外家，姻亲只有丞相府，心腹大臣最器重、最信任、最有话语权的还是秦相。走秦相的路子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他好不容易才让秦相消了火，结果转眼他就给他来了这么一出。你若是想死，就自己去死，别拉着整个尚书府陪葬。你要是不记着我今天说的话，你就给我滚出尚书府。哎呀，老爷，您看您说的都是什么话啊？银儿她是咱们的女儿，她是什么人您还不知道吗？您现在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她肯定心里有数了，您就不要再说这些气话了。再说了，她素来乖巧，今天肯定也不是故意的，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为了自己的女儿不被丈夫厌弃，孔氏是绞尽脑汁的在为她辩解。只可惜她这纯属越描越黑。素来乖巧，听到孔氏的话，黄建章把递到嘴边的茶杯重重摔了出去。乖巧的人会管不住自己的嘴，在太子殿下的婚宴上当众挑衅李王妃，乖巧的人会众目睽睽，这下做出今天这种事。他以为他是谁？上次就因为他管不住自己的嘴，我头上的乌纱帽都差点丢了。你是不是忘了？黄建章突然发这么大火，吓得孔氏和黄秋莹都不敢说话，连呼吸都不敢用力，不想再在这里看着这对母女生气，站起对孔氏道：多余的话我不想再说，这段时间你最好给我好好看着他，别让他再出去惹是生非，否则别怪我不留情面。还有，给他请个教养嬷嬷回来，好好教教他规矩。是。孔氏再不敢说其他，乖乖的答应过。还有，把京城适婚的公子都挑出来，列个名单给我。说完，一甩衣袖走了。第170章，你就这么喜欢做妾？黄秋莹听到黄建章的话，脸上瞬间一片煞白。等到黄建章走后，一把扑到孔氏的怀里。娘，女儿不要嫁给别人，不要。黄秋莹梨花带雨，哭得好不伤心。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黄建章棒打鸳鸯，把他和他的小情郎强行分开一样。不嫁给别人，难道你还真想嫁给李王殿下不成？女儿哭成这样，孔氏也心疼，拿帕子给她擦掉眼泪，看着她脸上清晰的五指印，才想起来还没让人请大夫，又急忙扬声让芍药去请大夫。直到现在，孔氏都不相信自己一向乖巧的女儿已经对李王暗生情愫，甚至已经到了非君不嫁的地步，还做了一些不合礼数的举动。娘，女儿喜欢李王殿下，女儿不要嫁给别人，你帮帮女儿。一想到要嫁给别人，黄秋莹既心痛又不甘，哭得更伤心了。听到黄秋莹的话，孔氏手里的动作一顿，斥声道：说什么胡话！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岂是你说想嫁给谁就嫁给谁的？这些话黄秋莹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了，不过她没有放在心上，她一直都以为以她父亲母亲对她的宠爱，是不可能逼她去嫁不喜欢的人的。没想到有朝一日会听到她母亲亲口对她说，还是那样的认真严肃。可是女儿就是喜欢李王殿下呀，娘，女儿求你了，你帮帮女儿，女儿只想嫁给李王殿下。帮你？你让娘怎么帮你？听着黄秋莹张口闭口都是李王殿下，孔氏又怒又气，拨开她的手站了起来。刚刚娘还觉得你父亲小题大做，冤枉了你，还在你爹面前极力为你辩解，现在看来是你爹刚刚打你打得轻了，也没把你骂醒。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张口闭口喜欢谁嫁给谁，这是一个女儿家能说的话吗？孔氏此刻也真是对黄秋莹恨铁不成钢，女儿家的名声多重要的，要是被人知道她张口闭口要嫁给谁，别人还不说她恨嫁，说她就知道想男人，这传出去名声能好吗？特别是她嘴里念着要嫁的人还是李王殿下，李王殿下是优秀，但是人家已经有正妃了，她这世上赶着要去做妾吗？李王侧妃叫得再好听，也改变不了是妾的事实。一日为妾，终日为妾，做妾室不可拜天地，不能着红衣，永远屈居正室之下，子女也不能换自己母亲，以后更是不能继承家业。寻常人家的妾室都不好当，更别说皇家的妾室了。皇家看似光鲜亮丽，富丽堂皇，背后的不堪和辛酸，也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真正体会。还有，
他这般，李王殿下若是看不上他，这以后这京城的夫人小姐，谁还敢跟他打交道？又有哪个体面人家还会要他？将心比心，他也不愿意和一个会惦记别人丈夫的女子打交道。他一直以为他的女儿就算对男子有好感，也会保持理智，更会谨记礼义廉耻。他也年轻过，情窦初开，有心仪的人很正常，但是作为女子要懂得克制，就算再喜欢，也只能悄悄藏在心里，万不可闹得人尽皆知，不然一个不小心就会名声尽毁。黄秋莹跪在孔氏面前，摇着他的手，半撒娇半哀求：“娘，女儿从见李王殿下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他，嫁给他是女儿最大的心愿，女儿求求你，你就帮帮女儿吧。”以前他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都会用这招，百试百灵，屡试不爽。不过这一次，黄秋莹注定要失望了。孔氏一把拿开他的手，硬着心肠道：“别的事情娘都可以依你，唯独这件事不行。”为何？为何？莹儿，刚刚你爹说的那些事，你考虑不到也就罢了，你当真不知道礼义廉耻怎么写吗？孔氏痛心疾首：“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上赶着要去给别人做妾的行为会遭人耻笑的，特别是人家李王殿下根本就对你无意，京中优秀的男子那么多，你这是何必？可是他们都不是李王殿下，他们都不如李王殿下。”此刻黄秋莹脑子里全是黎君燕英俊的容颜和面对秦洛冉时那温柔都可以滴出水来的模样，恨不得自己就是秦洛冉，哪里还能听得见孔氏说什么？李王殿下再优秀，他对你无意，你能怎么办？再说了，他已经有正妃了，他的正妃秦洛冉，你觉得你是家世比得上他，还是容貌比得上他？或者你觉得你的才情比得过他？秦洛冉被秦相藏了14年，一露面便一舞成名，京中有多少女子能比得上他？他再不愿也得承认自己的女儿不如秦洛冉，家世容貌才情都不如。黄秋莹没想到向来对自己百依百顺的母亲在这件事上也不支持自己，心里失望又难过，擦擦眼泪站了起来：“娘，女儿只不过是喜欢李王殿下，想嫁给他，这有什么错？你不帮忙就不帮忙，何必说这种话贬低女儿？秦洛冉再好又能如何？李王殿下还不是不可能一辈子只守着她过。你这么想去做妾？若不是看在他刚刚才被打了一巴掌的份上，孔氏都想再给他2耳光，让他清醒一下。做妾也是皇家的妾，有什么不可以？”黄秋莹固执地道。在黄秋莹看来，黎君燕这样的男人肯定是要3妻4妾的，等他日后荣登大宝，更是要3宫6院，世上只有一个秦洛冉，他早晚得那别的女子，那他有何不可？感情嘛，没有的话是可以培养的。黎君燕和秦洛冉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在成亲之前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现在还不是如胶似漆？秦洛冉都可以，他为何不可以？就算黎君燕对他不能像对秦洛冉那样，只要能跟他同处一个屋檐下，他把对秦洛冉的怜惜分2分给他，他就知足了。看着着了魔一样的女儿，孔氏难过之余不免心生失望。他不明白一向乖巧听话的女儿为何成了这个样子。我看你真是疯了，这段时间你给我好好待在院子里，哪里也不许去，明天我会请教养嬷嬷来教你规矩。孔氏无力地说完这句话，抬脚往外走。黄秋莹现在这个样子，明显说什么也听不进去，她还是听丈夫的，赶紧相看一下合适的人家，把她早点嫁出去，不然她这样早晚要给尚书府带来灾祸。这厢秦洛冉跟黎君燕游完湖，又相携去看了灯会，吃了许多以前她娘亲从来不让她吃的小食，才意犹未尽的回了李王府。沐浴完，春慈趁帮她绞头发的时候，把黄秋莹回府后发生的事跟她说了。秦洛冉听完，不由得啧啧2声，刚好被沐浴完进来的黎君燕听到。第171章，我们今晚熬个夜啊！王妃这是听到什么好玩的事？看到黎君燕进来，春慈很有眼色的放下手中的布巾，行了个礼退了出去，贴心的带上了门。秦洛冉慵懒的看了他一眼，问道：“公务都处理完了？”黎君燕日理万机，和秦洛冉在外面浓情蜜意了一整天，回来了自然是要抓紧时间，赶紧处理一下紧急的公务。公务哪有陪王妃睡觉重要？黎君燕走过去，拿起布巾，细细的帮秦洛冉擦起头发来，擦了2下觉得麻烦，直接运起内力帮他把头发烘干。秦洛冉，合着就他有内力是吧？他今天是故意在这里晾头发的，实在是不想早早去床上。反正早去晚去，黎君燕那厮不到后半夜都不会放过他。为了他的老腰着想，他还是晚一点上床吧。看着秦洛冉那气鼓鼓的样子，黎君燕又怎么会不知他在想什么？挨着他坐下，顺势把他抱到腿上，把玩着他的如瀑青丝，轻轻一笑。大晚上的湿发容易受凉。看着黎君燕一副快夸我的表情，秦洛冉没好气的狠狠掐了他的腰一下。撕黎君燕装作很疼的样子，王妃这是要谋杀亲夫吗？秦洛冉揉揉手，满眼嫌弃，皮这么厚，肉这么硬，你当我的手是铁打的吗？还谋杀？呵呵，弄疼了王妃的手，是本王不对，来本王呼呼。黎君燕说着，还一本正经的拿起秦洛冉的手放到嘴边呼了起来。秦洛冉都无语极了，殿下这是哄小孩呢。
对啊。黎君燕煞有介事地点点头，本王就是在哄小孩子啊。他的王妃，他当然要当小孩一样宠着、哄着，不然跑了怎么办？秦洛然已经不想说话了，抽回手，懒懒地靠在他胸前。对了，刚刚春慈跟你说什么？听到黎君燕问起这个，秦洛然从他怀里坐起身子，看着他的眼睛狡黠地问道：殿下想知道？黎君燕一看他这表情，下意识地摇摇头，算了，媳妇这个样子，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事，他还是明天找个机会问问春慈吧。殿下真的不想知道了？秦洛然笑眯眯的，黎君燕越发坚定地摇摇头。别这样嘛，你的小桃花会伤心的。秦洛然说着，故作惋惜状。你的小桃花可是说他从见你第一眼就深深地爱上了，如今非君不嫁呢，真是令人感动。殿下当真一点也不心动？人家为了你，可是脸都被打肿了，如今还被禁足了呢。调皮。黎君燕亲昵地刮刮他的鼻子，大晚上替那些无聊的人作甚？想点别的不好吗？他已经得到了世间珍宝，其他的喜欢他也好，讨厌他也罢，跟他有什么关系？不过话说，这黄建章是不是不知道他这个女儿到适婚年龄了？这么一大把年纪还留在家里，也不怕被笑话？看来得让人提醒一下他了，省得一天天进出来碍他的王妃的眼。也不知道黄秋莹知道他心心念念非君不见的黎君燕说他一大把年纪，会不会一颗芳心都碎掉？他其实比秦洛然还小2个月呢，怎么就一大把年纪了？那你说大晚上要想什么？再说这哪里无聊了，当个乐子还是可以的呀。秦洛然觉得黄建章要是不尽快把黄秋莹嫁出去，他迟早得搞出点什么事情来。不过他心里竟然有点期待，是怎么回事？说什么对黎君燕情根深重，非君不嫁，无非就是看上黎君燕那张脸和他李王的身份以及他手中的权力罢了。要是黎君燕还是那个是个人都可以踩一脚，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的皇子的话，他就不信黄秋莹还会非君不嫁。贪图富贵，想攀高枝就直说，干嘛这样拐弯抹角的，装成这般痴情模样？嗨，说到底还是吃太饱了，日子过得太舒坦了。黎君燕不知道这片刻的功夫，秦洛然就已经想了这么多，把嘴巴凑到他的雪颈处，轻轻吹了一口气，低低的道：乔王妃问的这话，这大晚上的自然是应该想本王了。秦洛然被他弄得一阵轻颤，伸手把他推开了一些，满眼嫌弃：你天天见，有什么好想的？秦洛然打死也没想到黎君燕可以这么粘人，这粘人程度真的快赶上他爹爹了。一天12个时辰，除了上朝和出去处理事情，其余的时间，如果他没什么事，事情也不是很紧急的话，他连处理公务都要拉着他一起。那就想想孩子。黎君燕再次凑了过去，那低沉的声音又酥又撩，秦洛然听得差点身子都软了。什么孩子？秦洛然往后躲了躲，黎君燕这厮在他面前从来就正经不过一炷香。黎君燕用力把他往怀里一带，凑到他耳边低低的说道：自然是我们的孩子啊，岳母和无香真人都让我们早点生的孩子，你忘了？然后呢？秦洛然也不知怎么了，傻乎乎的问了这么一句。黎君燕轻轻一笑，然后我们今晚熬个夜啊。熬个夜？秦洛然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黎君燕低头封住了嘴。等一吻结束，秦洛然已经气喘吁吁，软成一滩春水，无力地靠在黎君燕的怀中，潭口微张，水眸里带着些许无措和迷离。妖精！黎君燕暗骂一声，抱起他朝大床走去，大手一挥，帐幔落下。很快，衣服被胡乱扔在地上，里面传来了让人脸红心跳的声音，连月亮都羞得躲进了云层。翌日，毫不意外，秦洛然醒的时候又是日上3竿，黎君燕也去上朝去了。看着身上深深浅浅的红痕，身体像被碾压过一样，秦洛然已经无力抱怨黎君燕那厮了。沐浴、梳妆、用早膳，等弄完这一切，一早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想去外面转转，却听得下人来报，镇北大将军黄勇的夫人文氏来了。秦洛然这才想起来前2天文氏递了拜帖，今日要上门拜访，只好换了衣服去前厅见文氏。第172章，那大夫是王妃自己。秦洛然来到前院招待客人的小花厅的时候，文氏正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穿着打扮虽然朴素，仪态却端庄大方，2个丫鬟也是低眉顺眼地站在她身后，一看就规矩极好。文氏今天很低调，看得出来特意穿了寻常夫人才会穿的衣服，头上也只是简单戴了2只银簪，若忽略她的气度，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妇人，跟镇北将军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丫鬟嘛，也就带了身后那2个，不过秦洛然能看得出来，那2人都是有武功底子的。臣妇见过李王妃，王妃万安。看到秦洛然进来，文氏带着丫鬟过来行礼问安。黄夫人不必多礼，坐吧。秦洛然抬抬手，走到主位上坐下。待秦洛然坐下，文氏才落座，腰背挺直，双手交叠放在大腿上，目不斜视，脸上带着得体的笑容，很是端庄大方。
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气质，给人的感觉非常舒服。若不认识的人，一定不相信她是一个武将的夫人。文家是文官，文父的官职不是很高，文母是落寞的世家小姐，文英还有一个弟弟，现在在黄勇的麾下参军。文英其实是一个娇娇柔柔的小姐，嫁给黄勇这些年，黄勇一直如珍如宝地呵护着，没受过什么委屈，除了没有儿子，求子不顺，文英的日子真的可以算是很美满了。知道秦洛然有事要和文氏谈，春慈给秦洛然斟了茶之后就退了下去。文氏见状也挥挥手示意自己的丫鬟退下，两人虽然有些不放心，却还是听话的出去了。他们是丫鬟，文氏是主子，对于主子的话，他们只能听从。待花厅里只剩下秦洛然和文氏，文氏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主动开口了：“臣妇今日的衣着着实有些失礼，还望王妃娘娘见谅。”秦洛然笑笑道：“黄夫人多虑了，本妃明白夫人的用意。目前明面上黄勇还是景兴帝的人，而黎君燕则是景兴帝的眼中钉肉中刺，两府之间自是不能有任何来往的，不然随口就给你冠一个结党营私的罪名。文氏这般也是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多谢王妃不怪。”文氏得体一笑，随后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自己今天来的目的：“听我家将军说，王妃认识一个医术了得的大夫，不知是真是假。”文氏来之前便打听过秦洛然，知道他喜欢大方爽快的人，最讨厌那些扭捏做作的，刚才大着胆子直接开口的。黄夫人倒是直接。秦洛然笑笑放下手中的杯子，这文氏一看就是为了今天的上门拜访做足了功课，足以可见他处事之周到和对求子的迫切。文氏闻言站起来朝秦洛然扶了扶，略带歉意地道：“王妃恕罪，是臣妇唐突了。黄夫人不必如此，坐下说话。”秦洛然摆摆手：“谢王妃。”文氏扶了扶，再度落座。待文氏坐好，秦洛然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道：“本妃确实认识黄夫人需要的大夫，不知是哪位大夫，如今身在何处？”秦洛然的话音才落，文氏就着急地问道：“生儿子，如今已经快成文氏的心病了。她子嗣困难，生了女儿之后就一直没能再有孕，这些年能看的大夫也看了，偏方也用了不少，就是不见任何效果。黄勇对她好，没有因为她不能生而另觅新欢，他主动提出给她纳妾也不要，甚至还主动看过大夫，看看是不是他的问题。事实是，问题一直在他身上。黄勇知道他愧疚，压力大，对他更好了。只是黄勇对他越好，他心里就越愧疚。倒不是他重男轻女，而是这个年代没有儿子视为无子，等他们100年后，镇北将军府的家业，他们的女儿都不能继承。虽说以他们的家世可以招婿入赘，但是优秀的男儿又有几个愿意做上门女婿的？还有，这招上门的人，万一人品不好，等他们不在了，能不能善待他们的女儿还两说。到时候他的夫君用命打拼来的家业还不落入了外人手中，他们的女儿也得不到善终。有个儿子就不一样了，儿子能继承家业，有了儿子，日后女儿出嫁了，就算他们不在了，也能为女儿撑腰。有娘家撑腰的女子，才能在婆家挺直腰板，不受欺负。秦洛然理解文氏求子的急切，也懂她的担忧，随意并未责怪她失礼，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茶之后，才在文氏那迫切的目光中开口：“那大夫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远文氏喃喃重复着秦洛然的话，重复完反应过来秦洛然说的什么，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秦洛然问道：“王妃说的大夫是王妃自己？”秦洛然笑着点点头：“没错，正是本妃。想不到王妃娘娘不但精通琴棋书画，还精通岐黄之术，真是令臣妇汗颜。”短暂的吃惊过后，文氏就恢复了正常，没有在文氏脸上看到失望。秦洛然有些意外，直直地看着文氏问道：“黄夫人难道就不怀疑本妃是骗你的吗？毕竟她一个闺阁女子，在外人看来，出嫁之前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更是从未听说她有拜过师。还有，这高门大户氏极少会有人家愿意让女子去学医的。”文氏摇摇头：“若是别人说这话，臣妇自然是要怀疑的，但是王妃说，臣妇信。虽说他们政治立场不同，但是风氏和秦相的为人，他还是很佩服的，人品也是信得过的。有那样的父母，秦洛然又能差到哪里去？不然李王殿下怎么会对他倾心相待？对李王那样的人来说，光有一张漂亮的脸是远远不够的。再说了，他骗他又能有什么好处？还冒着被有心人盯上的风险骗他过来，又不是闲得慌。秦洛然既然敢开口，就说明他多少是懂一些的。这么多年他看的大夫还少吗？多看一个不嫌多，就算最后没用，他也没损失什么。李王妃愿意屈尊降贵给他诊治，于情于理他都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还没开始便怀疑人家，那样是非常失礼，也是极其的不知好歹的。他出身虽不高，却也是知恩懂理识好歹的人。秦洛然笑笑道了句：“本妃就是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爽快，
省心。第173章，王妃下厨。秦洛然给文氏诊了脉，大致检查了一下身体，给他开了调理的方子，又约好了下一次上门的时间，文氏才千恩万谢的离开。送走了文氏，时辰也不早了，出门是不能了。秦洛然干脆回扶风小筑，打算等下午再出去。王妃，你说这皇夫人会用您开的方子吗？回扶风小筑的路上，春慈问道。秦洛然闻言轻轻一笑，肯定的说道：当然会，只要文氏找信得过的大夫看看方子，没问题的话，他一定会用的。文氏这些年怎么折腾也没能再次怀上孩子，这已经成了他的心病。黄勇又对他那样好，所以只要有一丝可能，他都愿意去尝试。想到文氏这些年为了生子不停的折腾，春慈不由得感叹了一句：哎，做女人真不容易，要守那么多的规矩不说，还必须要生个儿子，不然就是对不起夫家的列祖列宗，会被嘲笑，就必须得主动给丈夫纳妾。虽然现在的男的也基本都是3妻4妾，一辈子只守着原配过日子的男人屈指可数，但是男人自己纳的和自己主动开口给纳，那种滋味儿多少还是有点不一样的。算了算了，她还是不要嫁人了，万一所嫁非人，那真的太惨太可怜了。一个人不愁吃不愁喝的，有武功傍身，有姐妹，有王妃，多爽啊！听到春慈的话，秦洛染叹了一口气，活在这世上谁都不容易，男人有男人的不容易，女人有女人的不容易，只不过相比男人，这世道对女人要苛刻一些，束缚多一些。看着春慈不住的摇头，脸上写满了对日后嫁人的拒绝，秦洛染又道：你担心这个做什么？有本妃在，不会让你们有这样的问题的，有情投意合的人呢，该嫁人就嫁，只要本妃在一日，就没人能欺负你们。不管如何，他还是希望他的丫鬟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总归是要好一些。有他和李王府在，没有人敢随便给他们委屈受的，欺负就更不可能了。再者，这日子过得好不好，能不能过好，还是要靠两个人共同经营的。找个心意相通、情投意合、人品过关的人，两人一起努力，小日子还是能过好的。他们是他的丫鬟，婚事主权在他手里，他不会拿他们去笼络别人，去牺牲他们。他们有情投意合的人，他就给他们做主，给他们出嫁妆。若是没有，就一辈子养在李王府，他又不是养不起。上辈子他没能护住他们，这辈子一定要让他们都平安幸福。秦洛染的话让春慈心里动容，忍住想要流泪的冲动，笑眯眯地对秦洛染道：乔王妃说的，就咱们这身手，要欺负也是咱们欺负别人。他们家王妃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主子，他们虽然是下人，但是他对他们一直都很大方，也不像别的夫人小姐那样不把他们当人看，动不动就打骂，拿他们撒气，更别说操心他们的婚事了。有这样的主子是他们的福气。对啊，所以不要因为个别的人不幸就对成亲恐惧。你看文氏，尽管他不能生，黄勇不是对他很好吗？可是黄勇那样的人毕竟不多呀。不知怎的，春慈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张憨憨的脸，想到前几日他偷偷摸摸地递给自己一串糖都已经化掉的糖葫芦时的傻样，还有昨天他只是多看了一根簪子几眼，他就偷偷地买下来，回府之后趁别人不注意塞到他手里就跑。现在他还在想着要怎么把那根簪子还回去呢，毕竟簪子有定情之意，是不能乱收的。看着春慈的脸上一会儿纠结一会儿害羞，秦洛染笑着摇摇头，不管他，自己先走了。那天秦洛染始终是没能出门，因为午膳过后苏家兄妹来了。秦洛染还以为是苏子瑜身体突然出现了什么问题，因为他从襄府回来后的第二天才给苏子瑜施过针，开了半个月的方子，却不想苏许是来拜托他接下来的日子帮忙照顾一下苏子瑜的，因为他有很重要的事必须要去赤岩一趟，而在京城能让他信任的只有秦洛染，再加上秦洛染还在给苏子瑜治病，所以权衡利弊之下，苏许就厚着脸皮来找秦洛染帮忙了。报酬是长安街一间首饰铺，不过秦洛染没要，因为苏许此番去赤岩，明面上虽然是为了苏家的生意而去，实际上是为黎君燕办事。他为黎君燕办事，他帮他照顾一下妹妹，是应该的。长安街的一间首饰铺确实日进斗金，不过他也不缺这点钱，退一万步讲，就算缺也不能要，不然会显得他这个李王妃格局和气度不够，也不会体谅人。送走苏家兄妹后，秦洛染突然心血来潮，想要给黎君燕做顿饭。去了扶风小筑的小厨房，在周嬷嬷的春慈的帮助下，在浪费了一大堆食材之后，总算弄出了2道勉强能入口的小菜来。卖相嘛，自然是没有的。没办法，2辈子他都十指不沾阳春水，唯一做过跟做饭有关系的事情，就是在野外烤东西。不过那他也主要是负责吃的。秦洛染看着2盘根本就看不出是用什么东西做的菜，纠结了一下，还是决定给黎君燕尝尝。再怎么说也是他忙活了一下午的。春慈，你说殿下他会不会笑话我啊？想到黎君燕会做饭，会烤各种野味，秦洛染突然有些泄气。王妃想多了，
相信我，王爷肯定会连汁都不剩的吃完的。春慈信心满满，丝毫没有秦洛冉的担忧。不要问为什么，问就是他们家王爷宠起王妃来没有任何底线。别说是2盘看不出是什么东西的菜来了，他敢保证，就算他们家王妃给碗毒药，他们家王爷也会毫不犹豫地喝掉的。看着满脸纠结的秦洛冉，春慈想了想，觉得自己还是去外面等自家王爷，跟他打个招呼的好，免得他不小心打击到他们王妃的信心。王妃，奴婢想起还有个汤没端过来，奴婢去就来哈。春慈说完，看到秦洛冉点头，一溜烟朝扶风小筑外跑去。第174章食物中毒。离军回来的时候，看到春慈在扶风小筑外等候，还以为出了什么事，疾步走过去，得知他特意在这里等候的原因后，带着几分期待和欣喜来到了揽月阁。此时的秦洛冉正双手托着腮帮子，坐在饭桌上等黎君燕，倩影在烛光的映衬下多了几分温柔。黎君燕踏进屋子的时候，看到这样温馨的一幕，嘴角也不自觉地带上了笑意。忙碌了一天回来，爱人准备好了饭菜，在等他的感觉真好。听到脚步声，秦洛冉转过头来，看到黎君燕，甜甜一笑：“阿燕，你回来了。”说着站起来迎了过去。秦洛冉这一笑，黎君燕觉得一整天的疲惫和烦恼都瞬间没了，把外衫脱下来挂到一旁的架子上，轻轻抱了抱他，温声道：“回来了，等很久了吗？”“没有。”秦洛冉摇摇头：“快洗手吃饭吧。”秦洛冉的话音落，门外候着的秋蝉便端着水走了进来。黎君燕洗好手，走到饭桌前，秦洛冉已经给2人盛好了米饭。尽管之前春慈就跟他说过，秦洛冉做的菜卖相有点不好，让他多多包涵，但是看到桌上的2盘根本看不出是什么东西的菜，黎君燕还是被惊到了。他记得他第一次做菜的时候，虽然味道不怎么样，但是大致是什么菜还是能看得出来的。怎么他的王妃有周嬷嬷和春慈的帮忙，做出来的菜会如此面目全非？这确定能吃？黎君燕表示深深的怀疑。不过想到春慈说这是秦洛冉在厨房忙活了一下午，浪费了许多食材才折腾出来的，黎君燕脸上又恢复了温和的模样。洛儿，这是？黎君燕假装不知道那2盘是什么东西。哦，这个是我做的，我第一次做菜，卖相有点不好。听到黎君燕问那2盘菜是什么，秦洛冉觉得有点尴尬，也有点不好意思。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这不是出自他的手，他也不知道这面目全非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没想到洛儿这么厉害，还会做菜。黎君燕摸摸他的头，非常诚恳地夸了一句。被夸的秦洛冉顿时乐得眉开眼笑：“我尝过了，可以吃的，阿燕你快尝尝。”说完一脸期待地看着黎君燕。好。在秦洛冉期待的目光中，黎君燕拿起筷子夹了一筷子菜送到嘴里。味道虽然有点一言难尽，但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吃，除了有点咸，有点糊，有的地方还有点不熟，还有不知道放了什么东西做调料外，其他还好。真的还好。怎么样？看到黎君燕面不改色地吃了下去，秦洛冉迫不及待地问道。黎君燕喝了一口汤，压下嘴里怪味，笑盈盈地道：“还不错。”他的王妃从小十指不沾阳春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第一次下厨给他做饭还能勉强入口，真的已经还不错了。真的吗？秦洛冉笑得见牙不见眼，虽然他知道黎君燕这样说肯定是为了不伤他的心，但是他还是很开心。真的。黎君燕点点头，把秦洛冉做的2盘菜挪了放到自己面前。这是王妃专门为本王做的，本王要全部吃完。这又生又糊还有点咸的东西，还是他一个人吃完吧，万一要闹肚子也让他一个人闹，他的王妃还是吃点正常的东西吧。黎君燕这样想着，给秦洛冉加了几样他喜欢的菜，然后就着米饭快速的消灭完了秦洛冉的2盘大作。秦洛冉见黎君燕把他做的菜都吃完了，更加开心了，笑眯眯地道：“你喜欢吃我下次再给你做呀。”听到秦洛冉的话，黎君燕喝汤的动作一顿，不紧不慢地咽下口中的汤，放下碗勺，执起秦洛冉的手，一脸温柔地说道：“王妃的手这般娇嫩，以平时捣鼓药材给人施针，本王都已经心疼得不得了了，做饭这种粗活怎么舍得再让你动手呢？殿下是嫌我做的不好吃吗？”秦洛冉咬着嘴唇，说不出的委屈巴巴。看得黎君燕一阵失笑：“怎么会呢？你看我不是吃完了吗？厨房杂乱，做菜又容易烫伤，万一伤到了，你是想心疼死我吗？乖，王府有厨子，有周嬷嬷他们，想吃什么就让他们去做，要不然去外面买也行，或者让管家再找几个厨子来也行。总之，王妃你可千万别再做饭了，不好吃是一方面，主要是他不舍得他做这些。他的王妃就该十指不沾阳春水，金尊玉贵的活着，他又不是养不起。”黎君燕说的义正言辞，态度诚恳的不能再诚恳，倒是秦洛冉被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乖乖的应了一声好。其实他知道黎君燕是怎么想的，不过第一次做菜就把黎君燕吓得不敢再尝试第2次，秦洛冉还是觉得有些挫败。见秦洛冉有些微微的不开心，黎君燕把她揽到怀里，
温声道：“洛儿，魏夫是真的不舍得你做这些粗活，你要是觉得无聊呢，就弹弹琴、练练剑、看看书，或者出去玩都可以，但是要记住一点，不能让自己受伤。”秦洛冉点点头，心里甜甜的。算了，他以后还是不折腾了。其实他也不喜欢做饭，今天也就是心血来潮，本想着要是做出来的东西还凑合的话，以后偶尔下厨也挺好。现在看来，他确实不是这块料。这天晚上，黎君燕总算没有缠着秦洛冉熬夜了，因为黎君燕闹肚子了。秦洛冉一诊脉，轻微食物中毒。堂堂李王殿下在自己府里吃饭，还吃了食物中毒，罪魁祸首还是自己的王妃啊，这就比较尴尬了。不过好在秦洛冉医术不凡，黎君燕也不是很严重，施了针，一碗药下去就基本没什么事了。倒是秦洛冉自责的不行。黎君燕点点他的鼻子，轻声安慰道：“好了，别再自责了，魏夫这不是没事了吗？”他就知道这半生不熟、味道又怪异的东西吃了会出问题。不过谁让他是心甘情愿吃的呢？秦洛冉没说话，黎君燕只好道：“洛儿要是觉得愧疚，就去给魏夫多准备一些方便携带的药。”方便携带的药做什么用？第175章，安心在京城等我。方便携带的药做什么用？黎君燕这个要求，秦洛冉本能的有种不好的预感。过几天我要去西北一趟。其实黎君燕不想这么早跟他说的，又怕到时候临时说他会更难过。听到黎君燕说起西北，秦洛冉心里一突，去西北？赤炎按耐不住了吗？赤炎一直不安分，他是知道的，还有拓跋英还在有他们手里，他也知道黎君燕早晚要去西北一趟，只是没想到这天来得这么快。再有1个多月就是中秋了，如果黎君燕现在去西北，那么中秋肯定是回不来的。如今这般局势，他要在京城坐镇李王府，也不能跟着去。想到很有可能要开战，秦洛冉满是担心。虽然说黎君燕武功高强，作战经验也丰富，不说百战百胜，也是10战9胜，但是战场上瞬息万变，刀剑无影，这是她的丈夫，她怎么能不担心？别担心，我只是去处理一下拓跋英的事，不会有事的。黎君燕叹了一口气，把秦洛冉揽到怀里，贪婪地吸着她身上独有的馨香。再过几天，他就抱不到她了。什么时候走？秦洛冉靠在黎君燕的胸前，环住她的腰，声音有些闷闷的。私心来讲，他一点也不希望黎君燕现在去西北，不舍的是一方面，主要是怕她受伤。此去西北，一路肯定不会太平，到了战场上就更不用说了。但是他也知道，现在不是他们儿女情长的时候。黎君燕不仅是他的丈夫，他还是黎国的王爷，更是西北30万大军的主帅，这是他肩上的责任，更是他应有的担当。3天后，这么快？接下来的2天，两人都在为3天后黎君燕出发西北的事情做准备。秦洛冉没有出门，谢绝了上门拜访的所有人和邀请他参加宴会的帖子，把自己关在药房里，给黎君燕准备了许多他能想到、能用得到的药。时间一晃，就到了黎君燕要离开的头天晚上。秦洛冉亲自给黎君燕收拾了行囊，不放心的一遍又一遍的检查，生怕遗漏了什么。看着忙来忙去的秦洛冉，黎君燕心里被甜的，走过去抱住他，柔声道：“好了，洛儿，你已经检查了好多遍了，不会有什么遗漏了。若真的缺什么，路上再添置就好了。再说，我也不是第一次去西北了，这怎么能一样呢？你以前孤家寡人一个，现在有我了，我自然要给你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秦洛冉说着，突然想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还没给黎君燕，急忙推开黎君燕，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等我一下。说完就喊上春慈他们小跑着去了放置她的嫁妆的屋子。我记得娘亲给我准备的嫁妆里有一块护心镜，你们快点帮忙一起找找。秦洛冉说完这话，就率先打开箱子翻了起来。是，王妃。4人应了一声，也跟着翻找了起来。秦洛冉有100万嫁妆，大大小小的箱子一共几十个，那东西又是封氏亲手放的，一主四仆找了好一会儿，几乎把所有的箱子都翻了过来才找到。阿燕，这是我娘亲从封家带来的护心镜，救过前朝2任将军的命，你一定要好好带在身上。秦洛冉把护心镜递给黎君燕，话未说完，已经哽咽。好。黎君燕接过护心镜，手才碰到护心镜，便感觉到了一股明显的凉意。这护心镜一看就是有些年岁的东西，四周雕刻中繁复古朴的花纹，中间有几处微微的凹印，不知道用什么材质做的。这护心镜比想象中要轻得多。虽然秦洛冉也不知道封家一个书香世家为何会有这种东西，还给了他娘亲做嫁妆，他娘亲又给了他。这一刻，秦洛冉都无比感谢他娘亲把这个护心镜给他做了陪嫁，有这个护心镜在，他也能放心许多。不过封家存在数百年，历经数朝，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好东西也没什么奇怪的。像封家这种100年大世家，有些东西他们有，皇室也不一定有。把护心镜收好后，黎君燕拿出一块上面正面刻着虎，背面刻着李字的玉佩递给秦洛冉。这是？看到上面的图案和字，
秦洛冉心中已经有了隐隐的猜测。兵符，黎君燕把玉佩放到秦洛冉手中。洛儿，我从西北回来的时候，秘密带了5万兵马回来，他们如今藏在距离豫州不到100里处的西花村一带。从西花村到京城，昼夜赶路的话，不用3天就能到。你拿着兵符，必要的时候派信得过的人拿着兵符去调兵，他们都是跟着我出生入死过，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有他们在，哪怕出了事，也能保你和相府安全。等我回来，真正到了要分别的时候，黎君燕才知道自己有多不舍，多不放心。这京城到处是豺狼虎豹，他的皇帝老子、祝尚书、镇北侯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他如何放心？好，秦洛冉没有拒绝，因为他知道，就算他拒绝，黎君燕也会坚持给他。再者，他手里有兵符，黎君燕也能放心一些。他不希望他在西北还要担心他，为他分心，那样的话他更危险。想到明天一早黎君燕就要远赴西北，危险未知，秦洛冉忍了3天的泪水，还是不争气的流了下来。阿燕，你一定要平安的回来。话音落，已是泣不成声。傻瓜，你在京城，我肯定会平安的回来的。秦洛冉一哭，黎君燕心都疼得勾起来了，轻柔的帮他擦掉泪水。别太担心了，我会尽力不让2国开战的，哪怕不得已必须要开战，我也有把握，安心在京城等我。一旦开战，受苦的是百姓，所以除非不得已，不然他不会轻易开战。但是若赤炎不识好歹，那就不要怪他不客气了。他在赤炎和西北布局了这么多年，真打起来，赤炎是半点好处都讨不到的。秦洛冉点点头，靠在他胸前，感受他强有力的心跳。黎君燕低头把他脸上的痕迹一一吻掉。乖，别哭了。这一晚，黎君燕缠着秦洛冉狠狠的要，一次又一次，仿佛不知疲倦。秦洛冉受不住，几次求饶，他也置若罔闻，一直到秦洛冉沉沉睡去，才放过他。确定秦洛冉睡熟，黎君燕轻手轻脚的起床，穿上衣服，拿起秦洛冉给他准备的包袱，出了揽月阁。王爷，今夜不同寻常，春慈一直守在楼下。黎君燕嗯了一声，交代道：等王妃醒了，伺候她泡个澡。刚刚她要得那样狠，她明天肯定会不舒服。她也不想这样的，只是她不这样的做的话，她今晚肯定睡不好，很可能天不亮就要起来准备给她送行。她怕到时候忍不住想带她一起走，所以送行什么的还是不要了。是，照顾好王妃。黎君燕说完，回头看了一眼揽月阁秦洛冉的房间，转身决绝地朝外走去。奴婢恭送王爷。春慈屈膝府里，一直到看不见黎君燕的身影才起身。第176章，有媳妇疼就是不一样。黎君燕出了李王府，秘密从西城门出了城。钟敏在给黎君燕开城门的时候，小声说了句：李王殿下一路保重。等黎君燕消失在夜色中之后，对手下交代道：记住了，今晚没有任何人进出城门。李王殿下大半夜低调离开，肯定是不想让那些人知道他的行踪。他不能随李王殿下赴边关上阵杀敌，就为他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林叔他们早已在城外2里处等候，看到黎君燕来，林叔自觉去接过他手中的包袱，掂了掂手里有些沉甸甸的包袱。林叔突然好羡慕自家王爷有媳妇，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出门了，之前哪次不是带个人就可以，哪像这次一样还提个包袱。啧，有媳妇疼就是不一样。也不知道等自己从西北回来，那小妮子会不会答应嫁给他，让他也做个有媳妇的人，这样就不用再羡慕王爷了。不过想到被退回来的簪子，林叔又有点泄气。黎君燕不知道也不关心林叔在想什么，扫视了众人一眼，问道：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众人齐声道：走。黎君燕翻身上马，拽了拽缰绳，率先朝西北方向跑去。翌日，景兴帝得知黎君燕已经在半夜时分偷偷离开，气的把手里的杯子都摔了。这个逆子，朕已经说了，今天有礼部的人给他送行，他居然没把朕的话当回事。安吉跟在景兴帝身边多年，又怎会不知道他的心思？无非就是因为最近坊间那些不好听的传言，陛下本想趁机表示一下对李王殿下的重视，想多少挽回一点声誉，为此还特意安排了一番，却不想李王殿下面上答应的好好的，大半夜的就悄悄走了。这下让陛下的计划泡了汤，还让他无从得知李王殿下的行踪。陛下又会不恼？李王殿下一出生就不被待见，从小过得比下等工人还不如，为了保命年纪轻轻就去看战场，如今用汗水血水换得这一身功名，换得了西北的安定，陛下却要卸磨杀驴。若不是现在西北动乱，需要李王殿下，估计都要准备动手了。景兴帝对厉王没有半分父子情也就罢了，作为君王也容不下有功之臣。想到这些，安吉也不由得为黎君燕感到悲哀和心寒。安吉心中思绪万千，面上丝毫不显，如往常一样恭恭敬敬，小心翼翼。陛下，想必李王殿下是怕今早送别时李王妃会哭，
所以才趁夜离开。你也知道，李王殿下最是宝贝李王妃不过。其实安吉也不想拿秦洛冉出来法子的，只是相比说黎君燕是因为担心西北的局势趁夜离开，说是因为秦洛冉更能让景兴帝放心一些。雄图霸业和美人，景兴帝自然希望黎君燕更在乎美人。果然，景兴帝听到安吉的话后，脸色好了不少，冷哼了一声，不咸不淡的说了句：“他倒是宝贝他那个王妃。”安吉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没说话。秦洛冉醒的时候已经是40过半，身边的人早已经不见，床上也早已经没有他的温度。昨晚黎君燕要得太狠，甚至有些粗鲁。秦洛冉此刻觉得身上像被车子碾过一样，浑身酸痛，白皙的皮肤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红印。看了看外面的天色，秦洛冉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本是打算今天送黎君燕到城门口，他昨晚却要他要得那般狠，他都哭着求饶了，也没有停下来。平日里黎君燕虽然在情事上有些不知道节制，也有些梦浪，但是一直都很照顾他的感受，生怕伤着他。像昨晚那般，还是第一次，他不想让他去送他。罢了，离别的场面最是伤感不过，他不想让他去送他，他便安心在京城等他回来。他半夜离开也好，这样不管是景兴帝还是太子等人都难以得知他的行踪。在床上躺了好一会儿，秦洛冉才唤春慈进来伺候。接下来的几天，秦洛冉都在王府闭门不出，也谢绝了所有上门拜访的人。一是没心情，二来是身体需要休养休养。在府上养了3天，秦洛冉回了一趟丞相府，见到女儿活蹦乱跳的站在自己的面前，封氏的心才算彻底放了下来。女儿女婿成亲不过4个月，生活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突然分开，而且女婿归期未知，他也担心女儿伤心。在丞相府用了午膳，刚回到王府，宫里的传旨太监就来了。不过不是来传圣旨的，只是来传景兴帝的口谕，说是因为西北和江南两地不平，3天后由皇后带领众夫人小姐去东陵寺为两地百姓将士诵经祈福，5品以上的官员家眷全部要参加。送走了传旨的太监，春慈嘟囔道：“祈什么福，净搞这些没用的，还不如捐点银子实在些。”秦洛冉嗤笑一声，做做样子罢了。那些个夫人小姐，平日里见到老百姓都巴不得离远一些，生怕脏了他们的衣服一样，又有几个会真心实意的想要为江南和西北的百姓将士祈福。祝皇后就更不用说了，她眼里从来都只有荣华富贵和权力，为了自己的利益，跟她无关的人都可以牺牲。心不成，就算把经书背下来，在佛祖面前跪死了也没用。真有那份心，组织个募捐，把捐得的钱财送去江南灾区和西北，都比这来的实在。春慈深以为然，王妃说的是，奴婢要下去好好准备一下。这些个贵夫人贵女3、5个聚在一起，能搞出几出戏来？这么多聚在一起，还不知道要整出多少幺蛾子来呢。看着春慈准备大干一场的样子，秦洛冉不由得失笑，不用这么紧张，去东陵寺祈个福而已，届时小心一些便是了。上一世没有去东陵寺祈福这一出，所以除了小心防范外，若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他也只能见招拆招了。第177章，本妃看起来会飞吗？3天的时间转瞬即逝，很快便到了去东陵寺祈福的日子。去东陵寺祈福这天，为了能让祝皇后和这些夫人小姐顺出城，景兴帝特意派了御林军沿路维持秩序。考虑到人多，便没有让大家到宫门口集合，而是让大家自行前往，届时到寺庙集合。秦洛冉没有像那些夫人小姐一样早早的就做好准备出门，而是睡到自然醒，又慢悠悠的吃了早膳，才不紧不慢的出了门。到东陵寺山脚的时候，山下已经停了许多马车，通往东陵寺的阶梯上也有了不少人。为了彰显自己的虔诚，只要不是腿脚有问题的，除了祝皇后，那些夫人小姐基本都是选择攀台阶上去的。那些还没上去的夫人小姐看到秦洛冉，都先后过来给她行礼问安。人太多，秦洛冉被围在那里好一会儿都没能走开。开始秦洛冉还有点耐心，但是这些人着实没眼色，他都已经说了让他们赶紧上山，不要在山下逗留，还一个个的凑过来。这秦洛冉就有点不开心了。虽然理解他们因为难得见到自己，因着各种心思过来行礼问安，但是听不进人话就不太好了。今天是来祈福的，一群人堵在山下不上山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这个李王妃摆多大的谱，还有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擦了多少脂粉，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都快呛死他了。春慈见秦洛冉不悦的皱眉，深吸一口气，扬声道：“大家都赶紧上山吧，皇后娘娘还在寺里等着大家呢，大家再耽搁下去，小心让皇后娘娘等急了。”听到皇后娘娘几个字，众人才鸟作群兽散，三三两两相约着开始攀台阶。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封氏的马车也到了。等封氏下了马车，秦洛冉走过去扶着封氏，两人拾阶而上。秦洛冉有功夫傍身，999道台阶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对封氏这种养尊处优的人来说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好在中途有几处安置了可以供休息的石凳。不过这些夫人小姐也个个多养尊处优，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有事出个门也是马车轿子的，现在攀台阶更要他们命一样，能休息自然是尽量休息。秦洛冉和风氏来得不算早，所以一路走上来，那些工人休息的石凳都几乎坐满了人。看到秦洛冉和风氏，起身扶个礼，又继续休息。为了避免出现山下那种情况，秦洛冉和风氏也没有表现出要休息的意思。秦洛冉一直扶着不紧不慢地走着，走慢一些也不那么累，因为只要他们表现出一点这个意思，那些人绝对会争先恐后的给他们让位置，到时候这半山腰又要乱作一团。秦洛冉和风氏都不喜欢这样。镇北大将军黄勇的夫人文氏也在休息的队伍中，看到秦洛冉和风氏走来，起身给两人行了礼貌，便继续往山上去了。没有多余的客套交流，甚至连多余的眼神都没有。旁人一看，双方就是关系很不好的样子。文氏走后，秦洛冉扶着风氏坐下，自己则是走到一旁站着吹风。秋蝉见风是着实有些累得慌，便让从随身携带的食盒里拿出茶壶茶杯，给他倒了一杯茶。夫人喝口茶吧，这是王妃特意让奴婢准备的。洛儿真是细心。风氏接过茶，欣慰地看着不远处的秦洛冉，眼里尽是慈爱和骄傲。秦洛冉似乎感受到风氏的目光，回过头来冲他甜甜一笑。突然，一道很不和谐的声音从秦洛人身后转了过来：“臣女见过李王妃，王妃万安。”黄秋莹笑微微喘息着走到秦洛冉面前，屈膝扶了扶。秦洛冉回头发现黄秋莹今天居然没有穿她那万年不换的鹅黄色衣裙了，而是穿了一身白衣。大概因为这几天被打又被禁足的原因，黄秋莹比之前消瘦了一些，看上去多了几分我见犹怜的味道，面上也是一副楚楚可怜样子。要是男人见了，肯定想搂在怀里好好联系一番。可惜秦洛冉是女子，还是比黄秋莹要美上许多的女子。看到黄秋莹这个样子，只觉得做作无比。秦洛冉没有开口，黄秋莹也一直保持着行礼的姿势，脚都酸了。秦洛冉也没有要开口的意思，黄秋莹只好再次给他问安：“臣女见过李王妃，王妃万安。”心中却把秦洛冉骂了180遍，还是暗暗发誓一定要把秦洛冉踩在脚下，到时候他一定要一雪今日之耻。秦洛冉这才像刚刚听到他的话一般，微微抬抬手：“黄小姐不必多礼。”说罢便继续看着山下的风景，没有想要再理会他的意思。若黄秋莹识趣，就应该自觉离开，偏偏黄秋莹这货压根不知道识趣2个字怎么写，又或者说他本就是故意过来跟秦洛冉搭话的。见秦洛冉不说话，他只好再次主动开口，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碰到李王妃，还真是好巧呢。听到这话，秦洛冉转过身来，上下打量了一遍黄秋莹，直到黄秋莹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才开口：“黄小姐，这上东林寺除了另一边可以走马车的大路和这条台阶，还有别的路吗？”“没有。”黄秋莹摇摇头。秦洛冉又问：“那本妃看起来会飞吗？”黄秋莹虽然不解，还是如实的摇摇头：“不像。”秦洛冉莞尔一笑，又道：“那不然，黄小姐是以为本妃不是诚心来给百姓祈福，所以连这台阶都不愿意攀？”黄秋莹闻言急忙解释道：“王妃误会了，臣女没有那个意思，臣女只是见到王妃有些激动，所以一时说错了话，还望王妃不怪。非议王妃，那可是最轻也要长嘴的。”这该死的秦洛冉果然不是好东西，3两句话就想给他冠个罪名。黄秋莹心中暗恨，恨不得把秦洛冉大卸8块。秦洛冉手里的弓扇有一下没一下的摇着，一脸嘲讽地看着黄秋莹：“黄小姐，你这般一边在心中诅咒本妃，又一边巴巴地过来跟本妃打招呼，是觉得日子过得太无聊了吗？”第178章自取其辱。王妃是不是对秋莹有什么误会？秋莹只是刚好看到王妃在这里，过来打个招呼而已。如果王妃不想见到秋莹，秋莹走就是了。黄秋莹说罢，拿帕子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秦洛冉仗着身份欺负她了呢。春子听到她这话，很不雅地翻了个白眼，嘟囔道：“说的好像我们家王妃留你下来一样，明明是自己厚着脸皮在这里打扰王妃和夫人休息，现在说的好像咱们王妃刻意留你下来为难你一样，切不要脸！”你秦洛冉不给面子，秦洛冉的丫鬟也如此不给她面子。黄秋莹气得用手指着春慈，半天说唱不出一句话来。春慈才不管她会不会被气死，往边上挪了一步，鼻涕道：“你什么你？难道不是你自己巴巴的过来的吗？你要是不过来，咱们家王妃根本就看不见你好不好？还有，你说你是来给咱们王妃行礼问安的，那你问安完，看到王妃明显不想和你说话，为什么还不走呢？黄小姐一向都这没眼色吗？”说到这里，春慈一拍自己的脑袋：“瞧我，差点就忘了，七夕那天咱们李王府的人已经明确说了，王爷是待王妃有狐，不希望其他人打扰。黄小姐还不是厚着脸皮跟李王殿下开口，想要借作画舫一起游湖，还用那么拙劣的借口。现在看来，黄小姐是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眼色。”黄秋莹被春慈丝毫不加掩饰的讽刺弄得脸一阵白一阵红的，深呼了几口气后，
擦了擦根本不存在的眼泪，看着秦洛冉问道：“这就是李王妃身边的丫鬟的教养吗？”噗嗤！秦洛冉像听到什么笑话一样，不知黄小姐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什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秦洛冉说完，成功看到黄秋莹气得扭曲的脸，没给她开口说话的机会，继续道：“教养这种东西呢，是要看人的。有些人没脸没皮又没眼色，跟他讲教养是没用的。对待这种人，自然是要简单粗暴一些才有用的。你说对吗，黄小姐？”秋莹不知道哪里惹恼了李王妃，让王妃这般羞辱秋莹。黄秋莹说着，再次用帕子捂着脸哭了起来，引得路过的夫人小姐都朝这边看了过来。不过碍于秦洛冉的身份，都不敢靠太近。黄秋莹从余光中看到驻足停留的人越来越多，心里不禁暗自得意。她就是要让别人看到她被高高在上的李王妃欺负，让大家都看看她秦洛冉到底是什么人。啪啪啪！秦洛冉扫视了一圈，鼓起掌来。黄小姐这么喜欢演戏，不去加入京城的戏班子还真是可惜了。不然依你这天赋，怎么着也能捞个奖当当啊！上三教，下九流，戏子都是最末流的。黄秋莹一个尚书府的小姐，被秦洛冉比作下九流的戏子，可以说是明晃晃的侮辱了。不过谁让她活该呢？秋莹若是得罪了王妃，秋莹给王妃赔罪便是，王妃何必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秋莹？黄秋莹借助宽大的衣袖的遮挡，狠狠掐了自己一下，总算挤出2滴眼泪来了，眼圈也被帕子揉得红红的，看起来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儿。够了！黄秋莹还在卖力的挤眼泪，秦洛冉突然拔高了声音，吓得她动作都僵在了那里。黄小姐，做人呢，多少还是要点脸的好，自己不要脸就不要怪别人不给。本妃在这里陪母亲休息，是你自己先凑过来的，说是给本妃行礼问安，但凡有点眼色的人都应该问安完就自觉离开，更何况本妃从头到尾都不愿意搭理你，是自己赖着不走，还巴巴的跟本妃搭话。至于刚刚本妃的丫鬟说的，有哪一句污蔑你了吗？看着黄秋莹涨成猪肝色的脸，秦洛冉顿了顿，又接着道：七夕才过去没几天，我想那天发生的事情大家应该都还没忘记，是不是如本妃的丫鬟说的那般，本妃想只要眼不瞎耳不聋，脑子正常的人都会自己判断，谈何羞辱呢？自己敢做就不要怕别人说，本妃又不是像你一样吃多了没事干。秦洛冉这话一出，那些在不远处停着看戏的夫人小姐先是捂着嘴笑起来，然后窃窃私语，这黄秋莹还真是不要脸啊！七夕那天众目睽睽之下跟李王殿下借作画舫，被拒绝一次还不甘心，还厚着脸开第2次口，就是还说什么因为去的晚了没有租到画舫，肖想李王殿下就直说，还找那般蹩脚的借口，可不是嘛？也不知道哪来的脸和勇气，当着李王妃的面想要引起李王殿下的注意，结果李王殿下根本看都没看他一眼，现在又来找李王妃的不痛快，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七夕那天在烟波湖的几位平日里跟黄秋莹不对付的贵女，你一言我一语的，越说越难听，还有夫人还趁机教育起了自己的女儿。这尚书府好歹也是高门大户，怎会教出这种女儿？你以后可不许跟这种人学啊，否则娘打断你的腿。知道了，娘，女儿是要脸之人，不会做那样的事的。你们被这么多人当众揭短羞辱，又羞又怒，又不知道该如何反驳，只好捂着脸哭了起来。这次倒是真哭，眼泪一串一串的往下掉，好不可怜。只可惜这里没有男子，没人会心疼他，有的只是嘲讽和幸灾乐祸。这时同样慢慢悠悠出门的柳妍希也走到了这里。发生什么事了？都堵在这里做什么？不知道皇后娘娘还在寺庙等着你们吗？听到柳妍希的声音，众人急忙转过身去给她行礼问安。臣女见过太子妃娘娘，太子妃娘娘万安。臣妇见过太子妃娘娘，太子妃娘娘万安。都免礼吧。柳妍希抬抬手，扶着绿云的手走上前来。这是怎么了？哟，这不是皇上舒家小姐吗？怎么在这里哭起来了？今天可是来祈福的日子，你在这里哭，是来找晦气的吧？第179章，厉王妃是妒妇。太子妃娘娘明鉴，臣女没有，臣女不是故意的。黄秋莹怎么也没有想到柳妍希跟秦洛冉一样，一来就给自己扣个罪名，一时间连哭也顾不上了。皇后娘娘亲自带领大家来祈福，她却在路上哭，这是对皇后娘娘不满吗？该死！柳妍希不是和秦洛冉不对付吗？遇到这种情况，不是应该趁机踩秦洛冉一脚吗？怎么会拿她开刷呢？黄秋莹想不明白。柳妍希上下打量了她一眼，不是故意的，哭得这么伤，还不是故意的？难不成厉王妃欺负你了？回太子妃娘娘，我臣女。黄秋莹刚开口，春慈受不了她那磨磨唧唧的样，开口打断了她，禀太子妃娘娘，事情是这样的。春慈3言2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楚。柳妍希听完，啧啧2声，黄小姐这是想嫁人了？我被柳妍希当众问是不是想嫁人，黄秋莹只觉面红耳赤，头都不好意思抬起来。哎呀，年纪大了，想要嫁人很正常，这有什么好害羞的？
只是如今李王殿下都不在京城，你就别打人家的主意了。柳妍希这话一出，不只是黄秋莹，连旁边的贵夫人、贵女都齐刷刷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柳妍希轻轻一笑，继续道：“这偌大的京城，又不是没有优秀的男子，惦记一个人都不在京城的李王殿下做什么？多看看别人啊，比如我们家太子殿下，身份高贵，长得风流倜傥，难道不比李王殿下好吗？”柳妍希的话一说完，场面瞬间陷入了安静。太子妃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公然给自己的丈夫纳妾，还是给太子拉助力？还是连这个也要跟李王妃争个高下？或者说他这是纯属拿黄秋莹开刷？可是他不是跟李王妃不对付吗？这种机会不是应该趁机踩厉王妃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众人表示不懂。黄小姐怎么不说话？还是说你觉得太子殿下比不上李王殿下？见黄秋莹迟迟不说话，柳妍希又问道。黄秋莹本以为柳妍希是说笑的，谁知道她竟然追着这个问题不放，急忙解释道：“不是，臣女不是那个意思。太子殿下人中龙凤，自然是极好的。开玩笑，太子可是中宫嫡子，是祝皇后和景兴帝的心头肉，谁敢说他不如李王殿下优秀？又不是不想要命了。虽然事实上太子殿下确实不如李王殿下，但是这话打死他也不敢说出来。既然太子殿下这么好，黄小姐又何必舍近求远？再说了，既然都是做侧妃，太子侧妃不比李王侧妃有面子吗？”说到这里，柳妍希看了秦洛然一眼，还有李王妃可不像本宫这么好相处，你这般两次三番的挑衅李王妃，你不怕你到时候竖着进去，横着出来？去太子府就不一样了，本宫会把你当姐妹，还会劝太子殿下雨露均沾，多多照顾你。柳妍希这番话再次惊到了身后众人，大家一时间分不清他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秦洛冉却知道这绝对是柳妍希的真心话，柳妍希现在巴不得赶紧给太子10个8个女子，好让太子想不起他来。都听到太子妃的话了吗？你们有谁想攀高枝，想嫁入皇室的，都去找太子殿下。本妃可是没有太子妃这么好的度量，谁要是不长眼来打本妃的男人的主意，本妃就弄死他。秦洛冉笑意盈盈的，语气不紧不慢，说出的话却让在场的贵女贵夫人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说，真的好吗？虽然说没有哪个女人愿意自己的丈夫有除了自己以外的女人，但是她们也只敢在心里想想，这般大刺刺的说出来是绝对不敢的。因为这个世道就是，男人可以3妻4妾，丈夫纳妾女子不但不能闹，还得自觉为丈夫张罗，不然就是不贤惠，要是不同意就是妒妇。这李王妃这是当众说自己是妒妇吗？莫名的，他们觉得秦洛冉没在说笑，他们绝对相信秦洛冉说得出就做得到。一时间，几个也在打黎君燕的主意的贵女贵夫人心中百转千回。秦洛冉才不管他们怎么想，环顾了一周，最后把目光落在柳妍希身上，嗤笑一声：“既然太子妃这么着急，想要给自己找个姐妹，本妃就不打扰太子妃了。”秦洛冉说完不再停留，越过柳妍希，朝风室走去。经过黄秋莹身边的时候，小声说了句：“黄小姐，本妃给你句忠告，脑子不好呢，就不要出来蹦跶，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黄秋莹怨毒地瞪着秦洛冉，秦洛冉才不管他，走过去扶起风氏，带着人扬长而去。如果柳妍希不半路杀出来，他今天最少也要让黄秋莹吃一顿苦头的。等祈福完，怎么着也要让黄建章送他去家庙，省得一天天进来他面前晃悠，碍眼得很。不过去太子府也好，趁黎君行那病还能瞒得住，赶紧去享受一下。过几天夏轩也要进太子府了，到时候才热闹呢。到了东林寺，祝皇后体谅大家赶路辛苦，让大家好好休息，第二天再正式开始祈福。对此大家自然是没什么意见的。请了安之后，陆续去了给他们安排的厢房。由于来的人多，除了祝皇后、柳妍希和秦洛冉有单独的院子而外，其他人都是住厢房的。身上有诰命的夫人单独住一间，没有的就只能几个人挤一间了。至于丫鬟，就只能打地铺了。这些夫人小姐在府中的时候都是单独的院子，奴仆成群的被伺候着。来这东林寺祈福，只能带一个丫鬟就不说了，现在睡觉还要和别人挤一个屋，这让他们怎么受得了吗？不过这是祝皇后安排的，再不满也只能忍着。风氏自然是和秦洛冉住一个院子的。安顿好风氏之后，秦洛冉带着春辞去了东林寺的后院，穿过假山，远远的便看到荷花池边的凉亭里坐了一个人。第180章，想从良是好事啊。确定四周没有不该有的东西，秦洛冉才抬步走过去。皓月当空，池子里的荷花亭亭玉立，有一些已经悄悄结了莲蓬，小小一个，看上去甚是可爱。如果忽略那些可以吃人的蚊子的嗡嗡声的话，倒不失为一个赏景的好地方。太子妃倒是来的倒是挺早。秦洛冉走到柳妍希对面坐下，自顾自给自己倒了一杯茶，道：“怎么，现在不去皇后娘娘身边献殷勤了？”以前的柳妍希为了能嫁给黎君行，没少在祝皇后身边献殷勤，只要有机会
端茶倒水这种事情几乎被他给包了。这样做也确实有用，祝皇后就对因此对他很满意。不过话说回来，柳妍希家世好，父亲手里有兵权，才情相貌也不错，还会讨他开心。祝皇后要是再对他不满意，可就说不过去了。综合家世才貌，又会那般讨他开心，能这么合心意的，放眼整个京城，除了柳妍希也没有别人了。柳妍希就是以前对祝皇后母子太过讨好，几乎对他们唯命是从，以至于现在祝皇后压根儿就不能接受柳妍希现在的转变，所以干脆眼不见心不烦。秦洛冉一来就拿他以前做的那些蠢事打趣他，弄得柳妍希好一阵尴尬，喝了一口茶缓解了一下尴尬，才开口：“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年轻时谁还没干过几件蠢事呢？李王妃又何必再拿这个来笑话妍希？好玩啊！”柳妍希听到秦洛冉说打趣他是为了好玩，干脆不说话了。反正自从他求秦洛冉帮忙开始，秦洛冉就没少这样跟他说话，他好像也习惯了。秦洛冉笑意盈盈的喝了一口茶，也没再说这个话题。柳妍希说的对，年轻时谁没做过几件蠢事呢？有的愚蠢，上天甚至都不给你补救的机会。上一世，他们不就都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代价吗？说吧，这大晚上的不在房间好好休息，找本妃出来做什么？我想问问您，有没有那种吃了可以改变脉象，还有让人假孕的药？有了之前的经验，柳妍希现在是有事直接说，再也不敢磨磨唧唧的了。而且她现在也特烦那些说话支支吾吾、磨磨唧唧、半天说不到重点的人。有时候她也挺想不通自己以前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人。假晕，秦洛冉上下打量了柳妍希一眼：“你不会真跟黎君行那货圆房了吧？”“怎么可能？”提到黎君行，柳妍希心里一阵厌恶：“我还想多活几年呢，你都不知道他有多恶心，自己都那样了，还一边看病一边不停地召人侍寝。黎君行明知道自己得了花柳病，还几乎每晚都要召人侍寝，这种人就是典型的我不好过，你们也都别想好过。”他院子里的丫鬟几乎都被他睡过来了，那些丫鬟还为此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得了太子殿下的青睐，以后可以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了。有几个甚至还到柳妍希面前耀武扬威，因为柳妍希作为太子妃，虽是新婚，太子很少会在她房里留宿，除了见太子召她去过几次书房，给了她太子妃的体面外，还真没见太子对她有多特别多宠爱。柳妍希也懒得理他们，他们爱怎么怎么，反正什么也没有小命重要，实在过分的就让人打一顿，丢去换衣房，打了几个之后耳根也清净了，然后再挑几个年轻漂亮的给黎君行补上，黎君行也不管他。不过他在挑人之前都会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去太子的院里伺候，不愿意可以说他绝不勉强。但是显然他这么问是多余的，因为那些婢女都巴不得能近身伺候太子，梦想一朝得宠，一飞冲天，又哪里会拒绝呢？那黎君行找你圆房的时候，你是怎么应付过去的？柳妍希是太子妃，黎君行不可能一直不跟他圆房，秦洛冉倒是有办法，不过他没有出手帮他，这是柳妍希自己的事情，他们的关系还没好到那一步，这也是他证明自己的能力的时候。还能怎么办？找人代替呗。柳妍希说完又加了一句：“你别误会啊，我没有让丫鬟代替，而是找的青楼女子，那女子也得了花柳病，我答应帮她照顾她弟弟，她替我圆房的。其实她最开始是打算让丫鬟替她圆房的，后来终究是有些于心不忍，因为要让丫鬟替她圆房，那丫鬟肯定是这些年跟在她身边，对她忠心，对她熟悉的，他们伺候她也算尽心尽力，她怎么能把他们往火坑里推？这才让人去找了青楼女子。她运气好，刚好找到一个也得了花柳病的，谈好了条件之后，就帮她赎了身，把她带回，让她跟在身边学习模仿她，以便应付黎君行。黎君行自从知道自己患了花柳病之后，就更加沉迷酒色，身子被掏空了大半，加上来他院子里留宿的时候，他都给他下了春药，倒也没被他看出破绽。不过每次让那青楼女子代替他同房，也不是长久之计。先不说那青楼女子时日不多，他也不可能真的不搭理黎君行，他还要从黎君行身上套出有用的信息来呢。所以怀孕才是最好的选择。黎君行总不可能丧心病狂到让他这个孕妇侍寝吧？我就是好奇问问，又不会干涉你用办法，你不用这么跟我解释。秦洛冉突然觉得柳妍希着急给他解释的样子有些可爱。其实柳妍希只是爱慕虚荣，喜欢拿腔调，本性并不坏。其实柳妍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秦洛冉解释，莫名的，他就是不想让秦洛冉觉得他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看着柳妍希微红的脸颊，秦洛冉再次打趣道：“哎呀，想从良是好事啊，我又不会拦着你，这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呵呵，你才从良！”柳妍希差点气结，她又不是青楼女子，从什么良？好了，不逗你了，除了这个还有别的事吗？没有的话，我回去睡觉了。秦洛冉说着站了起来。其实这种事你派个信得过的人过去找我就行了，又何苦大晚上的出来喂蚊子？柳妍希摇摇头，没有了。看到秦洛冉往外走，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还没跟他说，又急忙喊住了他。第181章，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怎么了？
还有事？秦洛冉停下脚步，回过头来，那个，前几日我去宫里，听到祝皇后跟皇上提起你，说你嫁入李王府这么久，肚子都不见有动静。那话里话外的意思都在说你身体有问题，让皇上给李王殿下赐几个侧妃，好为皇家开枝散叶。听到柳妍希的话，秦洛冉简直无语到了极点。这祝皇后是有多见不得她好？黎君燕都不在京城，还要弄什么侧妃去恶心她？还有吗？秦洛冉忍下心中的怒气问道。柳妍希看了看四周，走近秦洛冉，小声道：“黎君行和祝尚书打算对即将要送去西北的粮草动手脚。”对送去西北的粮草动手脚？秦洛冉眼眸一寒，周身的气息瞬间可以冻死人。西北30万大军，要是粮草出问题，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更何况现在赤炎蠢蠢欲动，黎君行和祝尚书居然为了一己私欲，在这个时候打西北的粮草的主意，真是好得很啊！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这是前2天去书房给黎君行送参汤时无意间听到的。柳妍希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秦洛冉，吓了一哆嗦，突然无比的庆幸自己没再与秦洛冉为敌，不然这样的秦洛冉他是绝对招架不住的呀。短暂的愤怒之后，秦洛冉恢复了成了那个温婉倾城的厉王妃。我知道了，你要回京之后让人送去府上给你，你自己在太子府小心一些，有什么消息随时给我传信。好，你自己也小心些。虽然知道秦洛冉不是表面看上去这么简单，但是黎君行和祝尚书也不是省油的灯，更何况这件事祝皇后绝对会参与，柳妍希还是不禁有些为秦洛冉担心。秦洛冉轻轻一笑，接受了他这份好意。对了，想个办法把黄秋莹弄了和夏轩一起迎进太子府，让太子府热闹起来。夏轩虽然用了那样不光彩的手段，不过因着他的家世，景兴帝还是给了他一个侧妃的身份，太子娶侧妃自然也不能像寻常人家纳妾那样随便一顶粉红小轿子就从后门抬进去的，该有的排场还是要有的。夏轩进太子府日子就定在7月底。黄秋莹不是想攀附皇家，想做皇家的妾吗？那就如他所愿。希望他黎君行、夏轩能相处愉快。他倒是要看看，没有了娘家的支撑，他能在太子府活几天。黄秋莹进了太子府，黄建章是一定会放弃他的。好，秦洛冉回到他和封氏暂住的院子里，连续喝了几杯茶，再压下心中的怒气。春慈还是第一次见秦洛冉这么生气，走到他身后，一边帮他顺气，一边问道：“怎么了，王妃？发生了什么事吗？”虽然他刚刚也一起跟着去，但是刚刚柳妍希说的太小声，他离得不近，也没有听到柳妍希说了什么。秦洛冉又喝了一口茶，把刚刚柳妍希跟他说的事情简单跟他说了下。什么？春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声音不觉拔高了几个度，随即反应过来，又压低了声音。这黎君行和祝尚书还是人吗？现在西北局势这么紧张，他们居然要在这个关头动西北的粮草。这些年赤炎一直蠢蠢欲动，尤其是最近更是小动作不断。西北大军就是西北的最有力的屏障和护甲，有他们在，赤炎就不敢随便乱动。一旦西北大军出了问题，赤炎肯定会毫不犹豫的进攻，届时硝烟四起，西北沦陷，百姓流离失所，多少人会因此家破人亡，黎国还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平息这场战火。黎君行好歹也是一国太子，祝晶晶怎么说现在也是一国之母，还有祝尚书，朝廷命官啊，他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百姓的性命在他们眼里就这么不值钱吗？还有，万一这次战事控制不住，黎国战败，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战败国很光荣吗？虽然说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万事没有绝对，万一呢？身在皇家，想要坐那个位置很正常，兄弟之间相互较量，相互争夺也没问题。但是再怎么说也不能把家国大义丢了吧？没有国，哪来家呢？一个心中没有百姓的人，又凭什么去争那个位置呢？还是说，凭他们那已经黑了的心肝，烂了的肠子和堪比城墙的脸皮，伦常乖喘，利剑消亡，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此刻的春慈除了想去捅死黎君行、祝皇后、祝尚书，没有别的想法。他们本就不是人啊！秦洛冉满眼寒光，唤来暗卫云上。云上，你现在立马带几个人去盯着黎君行和祝尚书，包括他们的心腹和这次负责押送粮草的相关人员，一个都不要遗漏。景兴帝对这次西北的事情很重视，粮草必定会看管得很严。黎君行和祝尚书想要动手脚没那么容易，他们也不会傻到派自己得力的人上。这样一来，必定会牵扯到不少人，只要盯好了这些相关的人员，肯定能发现蛛丝马迹。是，属下立马就去。小姐在东林寺多加小心。事态紧急，云上也不多耽搁，立马去安排去了。等云上走后，秦洛冉对着空气唤了一声：“来人！”片刻之后，一个黑影落在秦洛冉面前，抱拳单膝跪下：“属下子忠参见王妃。”看到黎君燕的4大暗卫之一的子忠，秦洛冉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就知道黎君燕除了西花村那5万兵马，肯定还在他身边留了人，
毕竟有时候远水真的解不了近渴。虽然他跟他说过不用，让他都带走，不过他也知道黎君燕只是嘴上答应，他不留个人暗中保护他，他不放心。王爷把你留下来，有特别交代过什么吗？王爷说让属下一切听从王妃的吩咐。子忠恭敬地回道。对于子忠的态度，秦洛冉很满意，点点头，很好。你现在去京城的小官馆找个长得还凑合的人，明天晚上想办法把他和祝皇后弄到一张床上，别被发现了。祝皇后不是喜欢给别人塞人吗？那他就先送他一个享受一下好了，反正他也不是第一次给景心帝戴绿帽子了，想必景心帝也是不会介意的，毕竟有经验了不是吗？是，属下这就去办。子忠恭敬地应了一声，很快也消失在了屋里。祝皇后，希望你喜欢本妃送的这份厚礼。站在窗前看着祝皇后院子的方向，秦洛冉眼里一片寒芒。第182章，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心中有事，秦洛冉一直到快寅时才堪堪睡去，感觉没睡多久就听到了寺庙里晨起的钟声。时辰还早，秦洛冉又在床上躺到卯时过半才起身，看着外面才微微亮的天色，一时间还有些不习惯。这段时间他几乎都是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起这么早了。咚咚咚，进来。听到门口传来敲门声，秦洛冉应了一声，披上外衫下床。虽是7月，山上的清晨却还是有些微微的寒凉。春慈端着洗漱的水进来，然后趁秦洛冉洗漱的时候，帮他把今日要穿的衣服找了出来。王妃，您今天是穿丁香色的衣裙，还是穿藕色的？秦洛冉平日里的服饰本就偏素雅，这来祈福带的就更素了。春慈好不容易才挑出2套稍微满意一点的。秦洛冉看了一眼春慈选出来的衣裙，开口道：“不是带了一套月白色的吗？就穿那一套吧。”可是这会不会太素了？春慈觉得手里的2套已经够素了，没想到自己王妃挑的更素。秦洛冉岂会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笑笑道：“今天是来诵经祈福的，又不是来选美，自然是要素一些的。再说了，你家王妃我还需要衣服来撑场面吗？”王妃说的是，王妃这么漂亮，穿什么都能把其他人比下去。春慈听到秦洛冉的话，也不纠结了，喜滋滋的拿了月白色的衣裙出来伺候秦洛冉穿上。待秦洛冉更衣完，又帮她梳头，却意外发现秦洛冉眼下有些微微的乌青。王妃昨夜没有休息好吗？在春慈的印象中，除了大婚前后那几天，秦洛冉一直都是肤如凝脂、吹弹可破的状态。现在这般肯定是昨夜因为那些事没睡好。春慈不由得在心里暗骂、诅咒黎君行、祝皇后等人。秦洛冉倒是不在意，从妆台上的妆帘里拿出那根黎君燕第一次送她的莲花簪，递给春慈，道：“无碍，一会儿上些脂粉遮一下便是。”梳妆完，又陪封氏一起用了早膳，然后母女2人一起去祝皇后的院子给祝皇后请安。2人到祝皇后的院子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夫人小姐在院外等候了，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得很是开心。见到秦洛冉和封氏过来，都纷纷给他们行礼问安。臣女臣妇见过李王妃，王妃万安；见过秦夫人，秦夫人万安。秦洛冉抬抬手，都起来吧，众位夫人小姐不必多礼。谢王妃。众夫人小姐直起身站回原来的位置，却没人再开口聊天了。秦洛冉看了一眼紧闭的院门，随口问道：“皇后娘娘还没起身吗？”回王妃，臣妇等人已经来了好一会儿了，这院门一直未开，其余的不知。说话的是黄勇的夫人文氏，她站的位置离秦洛冉最近。这样啊，那大家继续等吧，没吃早膳的去吃了早膳再来，不然一会儿诵经祈福体力不支晕倒了可就不好了。秦洛冉说完，扶着封氏走到一旁的石凳上坐下，娘亲坐一下吧。祝皇后这人一向不会体谅人，做什么都要摆排场，谁知道还要等多久。秦洛冉刚才那句只是随口一说，因为在他看来，脑子正常人都应该吃了早饭才来了，却不想有几个小姐却在他说完后带着丫鬟快步离开了。臣女臣妇见过李王妃，王妃万安。秦洛冉扶封氏坐下后，才走到一旁站了一小会儿，身后便传来了黄秋莹那不情不愿和孔氏恭敬的请安声。秦洛冉转过身来，见黄秋莹也和她一样穿了一身月白色的衣裙，粗粗看上去款式也粗粗有些相似，头上也是只简单的戴了2根簪子，跟平日里珠光宝气的她简直判若两人。这身打扮，说她用心吗？又很简单；说她不用心吧，又跟秦洛冉那么相似，显然是私下里做了不少功课。不过也仅仅是打扮有些相似，其他的自然是跟秦洛冉没法比。秦洛冉明眸皓齿，眉目如画，气质出尘，一身月白色的衣裙和头上的莲花发簪，衬得她清雅脱俗，高贵不凡，好似那不食人间烟火天上仙。而黄秋莹呢，虽然在京中这些贵女中样貌也算尚可，不过跟秦洛冉一比，那就不够看了，气质这块更是比不了，更别说她因为心中有怨恨，五官还有些扭曲。秦洛冉迟迟没有开口让2人起身，黄秋莹母女就一直保持着府里的姿势，引得不少人回头看。大家一看黄秋莹这打扮，
又三三两两小声议论起来了。其实黄秋莹这样穿着打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秦洛冉今天穿的是常服，黄秋莹的衣服也只是看上去款式大致有些相似，细看之下却是大不相同的，用料更是没法比。秦洛冉的衣服是上好的仙云绫所制，仙云绫数量稀少，在皇室也只有皇贵妃以上的人才能用。仙云绫做出来的衣服冬暖夏凉，轻薄而不透，穿着比其他面料的衣服要舒服方便得多，所以秦洛冉很喜欢穿。黎君燕见她喜欢，便想办法给她弄了许多来。而黄秋莹的呢，只不过是用稍微贵一点的锦缎做的罢了，单从衣服来看也算上品的了。不过她要跟秦洛冉比，那就是一个天一个地了。真是不知道她哪来的勇气穿这一身出来的。周围的议论声不断传入耳中，秦洛冉又迟迟不叫她起身，黄秋莹臊得一脸通红，心中暗恨不已。孔氏也在心中责怪女儿不听话，不让她穿这身衣服非要穿。大家都知道李王妃喜欢穿月白色的衣服，有点眼色和自知之明的人都不会在李王妃在场的时候穿月白色，就怕穿了和李王妃撞衫。李王妃生气不生气先不说，你又没人家长得好看，跟人家穿一样的衣服，自己不尴尬吗？毕竟撞衫这种事向来都是谁丑谁尴尬。起来吧，黄夫人黄小姐，不必多礼。等看够了黄秋莹那五彩缤纷的脸，秦洛冉才开口让他们起来。多谢王妃。孔氏起身后生怕黄秋莹再给他添乱，拽着他去一边去了。第183章，师傅的名号真好用。大家一直等到快辰时末，祝皇后的院门才打开。众人请了安之后，便一起去了东林寺的大雄宝殿。上午的诵经祈福是4时开始，一众人到达大雄宝殿的时候，东林寺的方丈道玄大师以及其他的一些师傅已经等候多时了。阿弥陀佛，贫僧见过皇后娘娘，见过众位夫人。见到祝皇后带着众人过来，道玄大师念了句佛号，微微躬身行了一个佛礼。大师不必多礼，接下来的日子就有劳大师了。道玄大师是得道高僧，德高望重，在离国乃至4国都声望很高，现在亲自带着人在这里等，已经是给足了皇室面子，祝皇后也不敢再在他面前拿瞧。阿弥陀佛。道玄大师又念了一句佛号，然后微微侧身道：娘娘里面请。秦洛冉经过道玄大师身边时，道玄大师抬眸看了他一眼，秦洛冉莞尔一笑，淡然走过。进了大雄宝殿，上香拜佛，然后才开始诵经祈福，一直到5时才结束。这些夫人小姐平日里都是娇生惯养的，现在一下子在这里跪坐着念了2个小时的经，早就受不了了。祝皇后和道玄大师一走，便赶紧让丫鬟扶着回了厢房，抓紧时间休息，因为下午还有呢。下午申时开始，酉时结束，然后每人带一卷经书回去抄写。第二天交由佛寺的僧人放到大雄宝殿受香火供奉，待3天祈福结束后，由道玄大师亲自分化。下午的祈福结束，出了大雄宝殿，秦洛冉让夏嫣先陪风氏回去，自己则是带着春慈去了后院。到了原本的假山群处，却发现之前那些假山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无尽的彼岸花，上面还有蝴蝶翩翩起舞。王妃，我们这是走错了吗？春慈指着前面的花海，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奴婢怎么记得这之前是一个假山群啊？秦洛冉定睛看了一会儿，轻轻一笑，我们没有走错，你也没记错。那这里为何？换阵而已，在无极山见得还少吗？秦洛冉说罢，从地上捡起几颗石子拿在手里，对春慈道：退后一些。春慈依言往后退了几步，秦洛冉朝前走了几步，进入阵中。吓得春慈急忙出声提醒王妃小心一些。只可惜秦洛冉已经听不到了，只见他不紧不慢地往前走，一边走还一边四处看，那悠闲的姿态仿佛来赏花。走了一会儿，秦洛冉突然看到一朵开得异常艳丽的颜色红得近乎发黑的彼岸花，轻轻一勾唇，毫不犹豫地把它掐了下来，紧接着退后2步，运起内力把手中的石子朝4处打出去。听到砰砰砰的炸响声后，闭上眼，双手结了一个繁复的手势，然后把手中的彼岸花推了出去。又是砰一声巨响，再睁眼，那无尽的彼岸花海已经没有了，而他也已经站在了荷花池边。但凡他刚刚再朝前走几步，就掉进荷花池了。好险！秦洛冉拍拍胸口，回头看了看，之前的彼岸花海已经不见了，一切又恢复了原的样子。阵法破了！阿弥陀佛！秦洛冉刚刚抬脚，便听到一道念佛号的声音。秦洛冉循着声音看过去，只见道玄大师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坐在了凉亭里。洛冉见过道玄大师。秦洛冉走过去，对道玄大师行了一个佛礼。想不到施主对阵法如此精通。道玄大师笑呵呵的，一脸的慈眉善目。秦洛冉在他对面的凳子上坐下，大师过奖了，精通谈不上，洛冉只是略懂些皮毛罢了。这倒不是他谦虚，是他真的只懂些皮毛。他师傅说他不是这块料，便没有教他如何施阵破阵，直接给他做了一块通行型玉简，让他横穿无极山所有阵法。他现在会的那点，还是他不甘心，
缠着师兄教他的，反正学了好久好久，也才学会了一点点皮毛，然后他自己也放弃了。刚刚的彼岸花海看着瘆人，其实只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小阵法而已。要是换了他师兄洛清崖，正眼都不瞧一个。道玄大师笑而不语，默认了秦洛染的话。大师特意引洛染来此，不会是为了探讨阵法的吧？道玄大师不说话，秦洛染只好主动开口了。说罢，秦洛染眼珠一转，如果大师真的想探讨阵法，我倒是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人。道玄大师还是那副笑呵呵的样子，没说话。秦洛染莞尔一笑，朱唇轻启，一字一顿道：无相真人。无相真人。听到无相真人4个字，道玄大师拨佛珠的动作一顿，莫非16年前无相真人不顾众人反对，收了做徒弟那个女娃娃就是你？秦洛染点点头，没错。道玄大师是德高望重，人品靠得住，秦洛染也就大方承认了。难怪得知秦洛染是无相真人的弟子，道玄大师心中的疑惑也解开了。怎么了大师？您跟我师父认识啊？听到秦洛染这么问，道玄大师打了句佛号，道：施主说笑了，贫僧乃佛门弟子，跟无极山无缘，无相真人又在无极山100年不出，意思就是想认识也没机会，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熬到认识。无相真人来历成谜，年龄成谜，传言他容颜数十年如一日，就好似不会老，而他却是有寿数的。大师是得道高僧，会有机会认识的。秦洛染呵呵笑笑，转回正题。对了，大师特意引我过来，这边究竟所谓何事？道玄大师微微摇摇头，无事了，施主随心即可。说完，拨动佛珠的动作比方才快了许多。秦洛染站起来给道玄大师行了一个佛礼，洛染还要回去抄写经文，就不打扰大师了。说罢朝凉亭外走去。他大概猜到道玄大师引他过来是为了什么事，所以刚刚是故意提他师父的名号的，想不到还真好用。随心即可，意思就是他想在这东林寺怎造都可以喽，比如在这佛门禁地给祝皇后塞男人。祝晶晶，准备好了吗？第184章给祝皇后的礼物。是夜，月上中天，万籁俱寂。秦洛染坐在窗前认真地抄写着经文，一手簪花小楷，柔美清丽，秀雅飘逸。这是抄给江南的百姓和西北的将士的。秦洛染一笔一画，抄得无比虔诚，抄得无比认真，抄了一卷又一卷。突然，空气中传来异动，一道黑影落在了他面前。怎么样了？秦洛染抬头看了一眼，便低下头继续抄写经文。回王妃，已经办妥了，来人正是子忠。很好。秦洛染笔尖微动，写完最后一个字，对子忠道：下去吧，让人盯紧一些。说罢，放下笔，整理起了抄好的经文。见子忠还站在那里没动，又问道：还有事？那个子忠挠挠头，那个王妃人不是从南风馆带来的，而是从城隍庙带来的，这要不要紧啊？城隍庙。秦洛染手里的动作一顿，抬头看着子忠，跟他确认道。子忠点点头，是的。得到确认，秦洛染不禁莞尔，黎君燕手下的人都这么有意思的吗？林殊和林鹏就不用说了，那完全就是戏精附体，特别是林殊。没想到子忠身为暗卫，居然也这么的有意思。让他找小官，他居然嫌小官太干净，反而去找了乞丐，还不小心。这样南风馆和城隍庙可不在一个方向，这是要有多不小心才能这样。不过这个不小心挺好的，让祝皇后体验一下不同的人也挺好。王妃，这不要紧吧？见秦洛染不说话，子忠再次问道。秦洛染摇摇头，没事，不过下次再有这种事，提前给我说一声。虽然子忠这件事做得挺好，也瘆得他心，但是没跟他打过招呼，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他又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的话，损失的只会是他们。他的人云则带着一批去了江南，云上带着一批去处理西北粮草一事，手里可用的除了春慈他们就是子忠他们，他不希望损失任何一个。至于西花村那些，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想动用他们。听到秦洛染的话，子忠抱拳单膝跪下，属下自作主张，还请王妃责罚。起来吧，下不为例。黎君燕留给他的人自然是人品，能力各方面都非常靠谱的。秦洛染也相信他们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万事没有绝对，他只是怕万一。谢王妃，去盯着一些，千万不要出了什么意外。已经有人在盯着了，也都给他们喂了王妃您给的药，伺候的人也都按照王妃的吩咐处理好了。很好，下去吧。是。子忠抱拳，正欲退下，秦洛染又喊住了他。你亲自去盯着，在寺庙的晨起钟声敲响前把人带走，然后等晚上再送过来。这次来东林寺是为江南百姓和西北的将士祈福的，自然是要有始有终，可不能因为祝皇后给中断了。祈福半途中断，代表心不诚，是不吉利的。那就只好让祝皇后多享受2晚了。反正他也不敢宣扬，更不敢私自提前回京，他甚至连找个太医来看看自己是不是中了药都不敢。
除非他不想做这皇后了。不过他找太医来看也不怕，他的药性一过就查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而且他给祝皇后吃的药还能让她在这个过程中保持脑子清醒。当然，如果战况太激烈的话就不太可能了，毕竟人一旦陷入极致的情欲之中，剩下的就只是本能了。他不是自诩高贵吗？那他就干脆让他在他看不起的人身下承欢好了，相信他会记忆非常深刻的。翌日，卯时刚过，东林寺的晨钟就敲响了，而一刻钟之前，子忠刚刚把和祝皇后厮混的乞丐给带走了。至于祝皇后，早就昏死过去了。子忠不放心，又给他下了一丢丢迷药，一直到辰时末，祝皇后才悠悠转醒，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刚想喊子苏和白福起来伺候，突然想起昨晚的事情来。起先，祝皇后还以为是自己做梦了，觉得甚是恶心。可是下身传来的不适感、凌乱的床铺、身上青青紫紫的痕迹，还有地上被撕碎的衣服，无一不再告诉他昨晚的事情是真的。他昨晚真的记忆逐渐清晰，昨夜的一幕幕出现在脑海里，越想越恶心，越想越生气。可是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他这次出宫，除了伺候的宫人外，景兴帝还专门派了御林军保护他，就守在院子四周，还有东林寺也有巡逻的武僧。到底是谁能躲过这些，给他下药，还往他床上放人，完事后又悄无声息地把人带走？祝皇后阴沉着脸坐在床上想了半天，把所有有动机、有机会的人都想了一遍，也没有想出个其所以然来。祝皇后怒不可遏，一把把床头的东西全部扫落在地。娘娘！门外的白福和紫苏听到声音，推开门走了进来，看到祝皇后身上的痕迹，两人着实吓了一跳。第185章，秦洛染真狠。娘娘，这是……白福险些惊呼出声，手里端着的盆也差点没拿稳。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一晚上，皇后怎么成了这副样子？就算她未经人事，也知道这是与人欢好之后才会留下的。这青青紫紫的，可想而知下手之人有多用力，昨晚他们有多疯狂。可是昨晚他们什么声音也没听到啊！完了，皇后娘娘肯定要责罚他们失职了。想到祝皇后的手段，白福瞬间像蔫了的茄子，闭上嘴默默站到一边，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闭嘴！祝皇后怒喝一声，去准备热水，本宫要沐浴。两人均未动，紫苏低眉顺眼的开口：娘娘，现在已经是辰时末了，4时就要开始祈福，众位夫人已经在外等候多时，沐浴的话来不及了，那就赶紧去打水来给本宫擦一下身子。她现在浑身上下黏糊糊的，下身又胀又痛，身上的味道还让人作呕，不擦洗一下她自己都快恶心死了。是。紫苏应了一声，转身出去打水去了。祝皇后见白福端着个盆站在那里不动，又呵斥道：你还愣在这里做什么？还不赶紧去给本宫找一身合适的衣服出来。外面那些夫人一个个都是人精，稍有不妥都会被看出来，届时还不得闹翻天。是。白福把盆放下，去给祝皇后找衣服去了。不一会儿，紫苏提了一大桶热水进来，两人赶紧伺候祝皇后梳洗。此时距离4时已经不到1刻钟的时间了，外面的夫人来得早的已经等了半个多时辰了，早已等得不耐烦，碍于身份又不得不耐着性子继续等，心中却在问候祝皇后祖宗18代。平时爱摆架子就算了，现在来祈福还摆这么大架子，让这么多的夫人小姐在外面等这么久，也没个人出来说一声。虽然她是皇后，可是在场的人夫君手里也多多少少有些权势啊，更别提还有李王妃这个一品亲王妃，人家李王手里可是有30万大军啊！要是让李王殿下知道自己的王妃大清早的在这里等这么久，那还不得心疼死？那他能什么都不做吗？还有封氏等一品诰命夫人，从古至今还未听说过哪个皇后会这么苛待一品诰命夫人的，真是仗着皇帝的宠爱为所欲为。秦洛染看了一圈众人的反应，笑盈盈地对柳妍希开口：太子妃，你看这祈福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皇后娘娘迟迟不出来，要不你进去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柳妍希没想到自己只是想安安静静的看个戏，秦洛染居然让她进去看住皇后，而且看她那样就知道里面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这个时候让她进去真的好吗？柳妍希表示不想去，可是秦洛染的话才说完，众位夫人已经满脸希冀地看着她。对啊，太子妃，李王妃说的不错，这祈福时间马上就要到了，皇后娘娘迟迟不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您就进去看一下吧。柳妍希无语扶额，进去看一下，说的倒是轻松，这她进去万一打扰了祝皇后，或者看到什么不该看的，挨训吃瓜辣的不还是她吗？见柳妍希没动，一位夫人也开口了：太子妃，您就进去看看吧，要是皇后娘娘她有什么事，咱们就先去大殿了，要不然这祈福时间耽误了可是不吉利的。柳妍希耽误了祈福时间吉不吉利她不知道，但是她能确定，她现在要是进去了，不吉利的肯定是她。她现在和祝皇后是两看相厌，她不喜欢往祝皇后面前凑，
祝皇后也不想看见不再对她献殷勤的他。要不是他爹镇北侯手里还有兵权，估计祝皇后都想赶紧换个太子妃了。去吧，皇后娘娘一向喜欢你，没事的。秦洛然也笑呵呵的加入了劝说队伍。柳妍希趁人不注意，气鼓鼓的瞪了他一眼。他今天要是死了，绝对是被秦洛然坑死的。众位夫人还在七嘴八舌的劝柳妍希，秦洛然也笑意盈盈的看着他，大有他不进去就不放过他的架势。柳妍希没办法，只好起身朝祝皇后的院子走去。吱呀，柳妍希走到门口，抬起手刚要敲门，院门就从里面打开了。祝皇后在紫苏和白福的搀扶下走了出来，看到柳妍希，拉着一张脸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儿臣见过母后，母后万安。看到祝皇后拉着一张脸，柳妍希急忙屈膝服礼，然后恭敬有礼地道：“儿臣并非有意要来打扰母后休息，而是祈福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母后您迟迟没有出来，众位夫人担心，让儿臣来看看。”柳妍希这话可有意思了，但凡你祝皇后起早一点，谁还愿意凑过来？作为皇后来祈福，还每天磨磨唧唧，让这么多人在这里干等，人家都等得不耐烦了，才让我过来看看。你居然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在这里？脸呢？祝皇后也知道今天时间确实有些晚了，柳妍希这样做挑不出理来，不咸不淡的说了句：“这你倒是积极。”然后就在紫苏和白福的搀扶下越过他，朝前走去。看着祝皇后那怪异的走路姿势，柳妍希想她大概知道了祝皇后昨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虽说她没有吃过猪肉，但是她见过猪跑啊，而且在成亲前这方面的事也被逼着了解了不少。秦洛然真狠。祝皇后只是跟景兴帝提议给李王赐几个侧妃，他就直接把人都送到祝皇后的床上了。臣父臣女见过皇后娘娘，皇后娘娘万安。众夫人小姐见到祝皇后，纷纷给她行礼问安。都免礼吧。祝皇后抬抬手，时辰不早了，大家快些去大殿吧。众人无语，知道时辰不早也不早点出门，这么声势浩大的来祈福，结果每天都掐着时间踩着点去大殿，这样真的好吗？佛祖要是以为他们不诚心，那他们岂不是白来这里受罪？只可惜纵使心里怨念万分，也不敢表现出半分，只得老老实实跟在祝皇后身后朝大殿走去。不过今天的皇后娘娘走路的姿势怎么这么奇怪呢？而且还要身边的宫女用力扶着。还有这7月的天气，她怎么会想着要穿高领？虽说这一身看上去尽显皇后威仪，也好看，但是不热吗？第186章不走寻常路的子忠。祝皇后自然是知道身后那一道道探究的目光，只是此时她也顾不上许多，反正无凭无据的，他们也只敢在心里嘀咕嘀咕，不敢说出来。她身上的痕迹太重，脂粉根本无法完全遮盖，若是没有紫苏和白福搀扶着，她连路走都走不稳。刚刚只是随便擦了一下，身上也难受的要死。想到自己堂堂一国之后，居然被2个下九流的人如此对待，她现在还不知道是何人下的手。祝皇后恨得连指甲都掐断了。而此时跟在祝皇后身后的秦洛然呢，则是在盘算着今晚是要继续送昨晚那2个小官去呢，还是重新找2个长得丑的，让祝皇后更加恶心一些，或者再多找几个一起。只是这样会不会玩得太过？再怎么说这里也是佛门禁地，道玄大师人也挺好的，还是多少顾忌一下吧，万一他被连累了就不好了。只是过了这次，就再也没有机会可以这么招待祝皇后了。秦洛冉觉得纠结又可惜。柳妍希看着秦洛冉嘴角那诡异的笑容，觉得有些背脊发凉，不自觉地往边上挪了挪，同时在心里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得罪秦洛冉。别的不说，就大晚上的往床上送男人，这就完全受不了啊。他要是半夜床上突然多了2个男人，不被吓死，第2天也会羞愤自尽。看着跟没事人一样的祝皇后，柳妍希不由得佩服她的心理素质之强大。想到秦洛冉说祝皇后已经不是第一次跟景兴帝以外的男人睡觉了，柳妍希顿时恶心的早饭都快吐出来了。要是让别人知道堂堂一国之母居然是如此放荡之人，还不得用唾沫淹死她，说不定还会喊着要拉她去游街进猪笼。以柳妍希想想都觉得害怕。还有景兴帝，也不知道他知道自己千恩万宠的皇后居然背着他跟别的男人睡过，现在又在这佛门禁地乱来，会不会气得一口气上不来？或者用什么手段折磨他？莫名的，柳妍希居然有点期待。一行人紧赶慢赶，终于在4时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来到了大雄宝殿，把昨夜抄写的经文交给负责收取的小师傅后，便开始诵经。秦洛冉的位置在前面，所以当他拿出那一摞厚厚的经文来的时候，道玄大师看了看，特意说了句阿弥陀佛，李王妃真是有心了。这简单一句话，成功让那些一卷经文都要让丫鬟代劳的夫人小姐红了脸，包括祝皇后。祝皇后昨晚被折腾了一夜，早上又连早膳都没来得及吃，一直强撑到上午的祈福结束。回到院子之后，直接就倒下了。娘娘，娘娘！吓得紫苏和白福同时惊呼出声，赶紧把祝皇后扶到床上躺下，又倒了一杯水给她喂下。过了好一会儿，祝皇后才稍稍缓过来一些，
示意紫苏扶她起来靠着。娘娘，要不奴婢去请太医来看看吧。看着一脸苍白的祝皇后，白福小心翼翼地建议道。祝皇后听到白福说要去找太医，气得张口大骂：蠢货，这个时候找太医，你是嫌本宫死得不够快吗？这些跟着来的太医不是他的人，他怎么敢让太医来看？景兴帝虽然宠爱他，但是这种事情哪个男人能忍？更何况堂堂天子，景兴帝要是知道了，他连死的机会都没有，还不知道要怎么折磨他呢。之前跟姜文那事，在姜文不见之后，他一直心惊胆战的，现在怎么敢让他知道昨晚的事？景兴帝的身体已经撑不了几年了，他熬也要熬过去。只要熬到景兴帝死了，太子登基，他就不用再这么提心吊胆的了，到时候做什么也不用像现在这样顾忌这么多了。听到祝皇后的话，白福默默闭上嘴，站在一旁不说话了。其实他也知道，这个时候请太医肯定不是上策，能进太医院的哪个没有两把刷子，更别说还被皇帝指派了跟着来了，只要一把脉就什么都知道了。到时候皇帝那里自然也是什么都知道了，只是他更怕祝皇后在寺里有个三长两短啊，那到时候他们还不是也要跟着一起完蛋，还会牵连寺里其他无辜僧人。白福不禁坐在心里哀嚎连连。看到白福像个木头一样站在那里，祝皇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怒道：还愣着做什么？还不赶紧去给本宫准备热水沐浴！要不是白福跟了他这么多年，知道他诸多秘密，现在又一时半会找不到能替代他的人，祝皇后都想换了他了。是，奴婢这就去。白福恭顺地扶了扶，转身出去了。待白福出去后，祝皇后喝了一口茶，暂时把其他心思压下，问起了现在她最关心的事：怎么样，查出什么了没有？回娘娘，暂时没有。紫苏说完，低着头做好了挨骂挨打的准备，因为她太了解祝皇后了。果不其然，祝皇听到紫苏的话，用力把手中的杯子砸向她，暂时没有。昨夜发生那样的事，你们没有一个人察觉就算了，现在一上午的时间，你们居然什么也没查出来，本宫养你们何用？紫苏急忙跪下：奴婢办事不力，请娘娘责罚。倒不是他们不用心不尽力，只不过这次的背后之人太厉害，他们查了一早上，连京城中的小官馆都查了，也没有找到半点线索。不过祝皇后不会听这些，她只看结果，没有结果就只能等着被罚。祝皇后冷哼一声，凤袍一甩，等回宫之后自行去领罚。谢娘娘。派人去盯着李王妃。想来想去，祝皇后觉得秦洛冉动手的可能最大，也只有她和李王才敢公然对着她干。是。紫苏应了一声，下去安排去了。祝皇后派去的人也知道黎君燕肯定得留了高手保护自己的王妃，所以特意选了一个相对较远又隐蔽又刚好能看到秦洛冉所在的院子的位置。不过还是刚到就被子忠给发现了。子忠报告给秦洛冉，秦洛冉不在意的笑笑，他喜欢盯就让他盯着呗，多大点事儿，派个人来盯着也好，反正祝皇后的人注定什么也看不到，还省得他被怀疑。对了，今晚的人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昨天的人已经安排好了。子忠恭敬地道。想到昨天不走寻常路的子忠，秦洛冉特意问了一下：几个？3个。秦洛冉不禁莞尔，小心一些，经过昨晚，祝皇后那边今晚防守更严密，他也会更警惕。王妃放心，属下省的。下去吧，有情况随时来报。第187章，有些人不作死就不会死。又是夜深人静，寒蝉尽，虫鸣止。东林寺古老悠远的钟声响了一下，几道黑影快速闪过，熟门熟路的来到祝皇后住的院子。看着比昨日多了不止1倍的守卫，为首之人把周身气息降至最低，把轻功运到极致，悄然靠近。众守卫只感觉一阵风吹过，便陷入了呆滞。远远的看去，他们依然像在认真的站岗，小心翼翼的把同样晕倒的紫苏和白福拖到为他们守夜准备的小榻上。为了避免出现意外，又给他们再下了点迷药，然后对跟在身后的人招招手。身后的人会意，轻手轻脚的把肩扛着的人放到祝皇后的床上，然后给祝皇后和掳来的乞丐分别喂下了药，确定没问题之后，又悄然离开了。本来祝皇后昨夜被折腾了一夜，白日里又强撑着祈了一天的福，身体早已扛不住，天黑后安排好事情就早早睡下。只是这睡着，不知是天气太热还是怎么的，祝皇后突然感觉有些口渴，勉力睁开眼睛，刚要喊人进来给她倒水，看到床上突然多出来的人，瞬间差点连魂都吓飞了，瞌睡也被吓醒了。看着面前脸色不正常的人，祝皇后哪里还不知道这是被人下了药了。努力镇定下来，想张口喊紫苏和白福，却发现自己根本发不出声音。祝皇后慌了，眼泪哗哗的掉，险些崩溃，想要抗拒却有心无力。约莫1个时辰后，黑影再次出现，把他们带来的人悄无声息地带走，并且连夜送下山。而祝皇后则像个破布一样被扔在床上。卯时钟声响，紫苏和白福一前一后悠悠转醒，看到自己躺在榻上，都不约而同的在回想昨夜自己是何时到榻上来的。
想了半天也没一点头绪。想到昨天祝皇后身上发生的事，两人急忙起身去里间看祝皇后。推开门，一股淫迷之味扑鼻而来，两人暗道不好，疾步走到床边，掀开帐幔，毫不意外地看到身上凌乱的床铺和陷入昏睡的祝皇后。为了不让自己尖叫出声，白福急忙捂住嘴巴，心里直呼完了完了，这一下是真的完了。他们是祝皇后的贴身丫鬟和心腹，祝皇后却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一而再再而三被如此对待 Zota， 而他们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察觉。如果说第一次是他们不够警觉才让敌人得逞，祝皇后看在他们跟随她多年的情分上不会要他们的命，那么昨晚事情已经发生过一次，外面的守卫已经增加了1倍。祝皇后临睡之前还3令5申的交代他们要警觉一些，可他们还是睡过去了，让祝皇后再一次背。说出去可能别人都不信，堂堂一国皇后却在寺庙祈福时被人再三算计失身。看到这般情况，饶是平日里比较淡定的紫苏心里也直突突，感觉自己的末日要来了。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先简单的给祝皇后清理一下，然后赶紧去问一下他们的人昨夜是什么情况。打来热水，两人一起把祝皇后身上的东西都清理干净，给她换上干净的衣服，换上干净的床单，给她下身上了药。完了之后，又拿出宫里秘制的浴血膏给她抹上，希望在祝皇后醒来之前痕迹能淡掉一些。秦洛冉在辰时的钟声敲响后才起床，想到昨夜子钟给祝皇后准备了3个人，秦洛冉心情格外美丽。洗漱梳妆，挑了件雪青色的衣裙换上，坐在铜镜前让春慈给她梳头。王妃，您今天穿这件衣裙真好看，好似那高贵的月宫仙子。难得见自家王妃这样把喜色言语表，春慈一边熟练的给她挽发，一边笑嘻嘻的夸道。秦洛冉闻言嗔了他一眼，净贫嘴，说的好像你见过那月宫仙子一样。春慈笑嘻嘻地道，奴婢当然没见过真正的月宫仙子，不过根据戏本上的描述，奴婢觉得月宫仙子就应该是王妃这般模样。戴完好发髻，春慈又挑了几根素雅的簪子给秦洛冉插上，当然还有那根莲花簪。和风氏一起吃过寺庙里的素斋，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两人才带着人朝祝皇后的院子走去。秦洛冉和风氏到的时候，其他夫人小姐包括柳妍希都已经在那里等候了。看到秦洛冉和风氏过来，都纷纷给两人行礼。臣父臣女见过李王妃，王妃万安。见过秦夫人，夫人万安。秦洛冉抬抬手，大家不必多礼，都起来吧。受完大家的礼，风氏也走过去给柳妍希行礼。臣父见过太子妃，太子妃万安。没办法，柳妍希太子妃的身份太高，除了祝皇后，其他人都必须要给她行礼，这是规矩。当然秦洛冉除外。众所周知，她和柳妍希不和，相互看不顺眼。嫁给手握重兵的李王殿下后，秦洛冉更是不把柳妍希这个太子妃放在眼里，更别提给她行礼了。而柳妍希似乎也习惯了，不知是惧怕李王殿下手中的兵权，还是什么。丞相夫人不必多礼。柳妍希虚扶一把，看得出来她对风氏这个丞相夫人还是很尊敬的。本来行礼问安到这里就结束了，毕竟秦洛冉不给柳妍希这个太子妃行礼也不是第一天了，柳妍希也不在意，甚至都没有看秦洛冉一眼。偏偏有些人就是天生喜欢作死，管不住自己的嘴。李王妃真是好大的架子，来得最晚就不说了，见到太子妃也不给太子妃行礼，是没有把太子妃放在眼里吗？说话的是黄秋莹，她一开口，一旁的孔氏就急忙拉住了她，却还是没能阻止她说这作死的话。待她反应过来要捂住她的嘴的时候，黄秋莹已经把话都说完了，然后还一脸不惧地看着秦洛冉。孔氏此刻想掐死她的心都有了，她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第188章，想回京回不了。看着眼里满是怨恨和好不容易抓到他小尾巴的得意的黄秋莹，秦洛冉莞尔一笑，盈盈一笑，掌嘴。秦洛冉的话音一落，春慈立马走过去，扬起手，啪啪啪，对着黄秋莹的脸就是一顿猛扇。啊！黄秋莹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春慈几耳光给打懵了，疼得哇哇大叫。不知所谓的东西，我们家王妃如何行事，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智慧？春慈早就想抽黄秋莹了，现在有机会了，自然是不会客气，怎么疼怎么抽。秦洛冉二话不说，直接让人动手。孔氏急忙跪下求情，李王妃息怒，小女一时失言，还望王妃饶过她这一次。一时失言？秦洛冉嗤笑一声，黄夫人说这话是认真的吗？臣妇，黄夫人，想必你应该知道，你的女儿黄秋莹已经不是第一次犯到本妃面前来了。前几次，本妃看在皇上叔的面子上，没有与她计较，却不想她却以为本妃好欺负，一次又一次的对本妃不敬。本妃要是什么都不做，以后岂不是人人都能来踩本妃一脚？秦洛冉说到最后，突然拔高声音，吓得孔氏一哆嗦，再说不出半句为黄秋莹求情的话来，只能看着他挨打，心里是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看着一脸冷然的秦洛冉，孔氏心道得赶紧挑货合适的人家，把黄秋莹嫁出去，
否则他迟早会连累尚书府。却不知秦洛然早就帮他安排好了黄秋莹的归宿，甚至连过门的日子都定好了。秦洛然没开口，春慈就一直不停地扇，每一掌都很用力。不一会儿，黄秋莹的脸就肿得跟猪头一样，其他人都吓得往后退了几步，生怕被殃及池鱼。太子妃，求求您帮帮忙，小女的脸再打下去就毁了。秦洛然迟迟不开口，恐是心疼女儿，走投无路之下，只好跟柳妍希求情。柳妍希看得正开心呢，孔氏就突然跪在他面前，秀眉一皱，往后退了一步，冷冷的开口：“皇夫人求错人了，李王妃的事，本宫管不着。”太子妃娘娘孔氏不甘心再次开口，却被柳妍希直接打断：“皇夫人，恋爱之事，本宫也略有耳闻。本宫劝你，回去之后还是好好管教管教的好，省得哪天整个尚书府都被他连累，届时你又该向谁求情？”看着孔氏颓败的脸色，柳妍希顿了顿，又接着道：“本宫和李王妃素来不和，这又不是什么秘密。方才之事，说到底只是本宫和李王妃两人之间的事，本宫还没说什么，黄小姐就着急忙慌的开口，怎么？黄小姐是觉得自己能代替本宫吗？”柳妍希说到最后，脸色陡然一变，冷冷的看向黄秋莹。秦洛然也在此时示意春慈停手，春慈嫌弃的看了黄秋莹一眼，掏出帕子来擦擦手，走回秦洛然身后站好。不戏，黄秋莹本是想讨好柳妍希，没想到却惹得柳妍希不快，急忙摇着头，口齿不清的解释。柳妍希才不想听他胡咧咧，做人呢，要认得清自己的身份，不要以为这天下就你最聪明。在场的夫人小姐这么多，不乏身份地位比黄秋莹母女高贵的，可你见人家谁开口了吗？难道别人不想讨好柳妍希或者秦洛然吗？别人不过是会看眼色，分得清楚场合，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时候能说，什么时候不能说。偏偏就黄秋莹，就像只有她有嘴，只有她会说话似的。一个小小的尚书之女，居然三番两次挑衅一个一品亲王妃，就打一顿耳光，真的便宜她了。不过话说回来，若不是秦洛然决定把黄秋莹送去给黎君行，黄秋莹可能来的那天在半路就被抬下去了。本想让她再过几天好日子，谁知道她居然不要。见过作死的，但是这么上赶着作死的还真是第一次见。孔氏见柳妍希和秦洛然都不再说话，急忙让丫鬟把黄秋莹扶了下去。这仪容不整的，要是一会儿被皇后看见了，说不定又得挨罚。反正被打成这样，欺负是去不了了。黄秋莹才将被扶下去一会儿，祝皇后住的院子门就吱呀一声从里面打开了。祝皇后在紫苏和白夫的搀扶下慢慢走了出来。今日的祝皇后依旧一身高领凤袍，虽是薄款，但看上去就让人觉得热得慌。不过大家心里纵使有再多的疑惑和不解，也只敢在心里腹诽，面上绝不能表现出半分，还得恭恭敬敬地给她行礼问安。臣父臣女见过皇后娘娘，皇后娘娘万安。都起来吧。祝皇后抬抬手，没再多言，抬脚朝祈福的大殿走去。在经过秦洛冉身旁时，特意多看了他一眼。秦洛冉面色如常，大大方方的任他打量，心里却不由得佩服祝皇后。连续2晚被这般折腾，而且一天要下的比一天狠，人也一天比一天多，他居然还能坚持祈福。果然，能在后位上坐这么多年的人不是一般人，光是这份意志力就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还有，寻常人有羞耻心，祝皇后没有。到了大雄宝殿，跟前2日一样，诵经、午休，下午再去大雄宝殿诵经。然后，为期3天的祈福就算正式结束了，大家也不用再回去抄经文了。按照原计划，今日诵经祈福结束完，大家就要回京了，时辰也还不晚，天黑之前是能赶到京城的。祝皇后更是恨不得赶紧离开东林寺，她就不信那人的手还能伸到皇宫。只可惜，祝皇后让人收拾好东西，还没来得及去跟道玄大师拜别呢，就听到负责护送他的御林军来报，说是回京的东林寺山下的路被山上滚落的大石给堵住了，还不止一处，石头太大，一时半会儿挪不开。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让祝皇后再在东林寺住一晚。祝皇后听到还要再在东林寺住一晚，气得破口大骂：一群废物！不知道今天本宫要回京吗？为什么不早些去检查一下道路？娘娘恕罪，那大石是半个时辰前才滚落的，末将已经安排人在挪了。那你还不赶紧滚去帮忙？祝皇后气得心肝都疼了，待那御林军走后，把手边能砸的东西都砸了。发泄完，对紫苏道：多派几个人去给本宫查，再什么也查不到的话，你们就都不用回来了。什么大石突然滚落，这分明是有人故意而为之，目的就是不想让他今夜回京。想到前2日自己受的折磨，祝皇后恨得银牙都咬碎了。她祝晶晶从出生到现在这么多年，还从未被人如此欺辱过，也从未像现在这般被动过。若是被他知道了是谁做的，他一定要他碎尸万段，不得好死。还有秦洛冉那小贱人，自从她嫁给李王后，她和太子就一直不顺，都该死。而被祝皇后问候了祖宗18代的秦洛冉呢，
此刻正在东林寺的望月塔上跟道玄大师对弈呢。准确来说，是道玄大师请他来的。第189章，按计划行事。望月塔顾名思义就是赏月的地方。坐在望月塔上，整个东林寺的景色尽收眼底，一抬头便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那高高挂在夜空中的月亮。今夜月光皎皎，好似给整个东林寺都铺上了一层清霜。悠远的钟声传来，整个东林寺禅意袅袅。望月塔上的一老一少盘膝而坐，棋盘上黑子白子各占据半壁江山，似乎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占据上风。除了最开始的问候，两人便没再说话，两人都专注着面前的棋局，似乎真的是为对弈而来。秦洛冉知道道玄大师找他来想说什么，但是戏已经开场，不唱完是不会落幕的，所以便干脆不开口。又过许久，最终还是道玄大师先开口了。这场游戏施主打算玩到什么时候？大师果然什么都知道。秦洛冉微微一笑，轻轻落下一子，既然是游戏，自然是要等有人出局才会结束。自他从地狱归来，就没打算放过祝氏一门，更没打算放过黎君行。这皇权他也要将他颠覆。听到秦洛冉的话，道玄大师拨了拨手里的佛珠，过了些许才道：阿弥陀佛，施主非要如此吗？当然。秦洛冉回答的毫不犹豫，把手中的白子落下，拍拍衣服站了起来，望了望天上的明月，又看了看大雄宝殿所在的方向，然后转过身来看着道玄大师道：大师，你觉得佛能渡人吗？道玄大师道：我佛慈悲，自然是普度众生。秦洛冉轻轻一笑：大师当真这般认为吗？说罢，还没等道玄大师开口，秦洛冉又继续道：佛祖慈悲不慈悲，洛冉不知道。洛冉只知道，享受人间香火的佛祖从来都不普度众生，更不度苦难人。道玄大师没说话，静静地等着秦洛冉继续说。江南自古富饶，富商更是无数，为了积德行善，为了保平安，那些富商出资修建了那么多寺庙，供奉了那么多佛祖和菩萨，但是天灾人祸他们一样也没躲过。这次江南水患空前严重，多少人甚至都等不到官府的救援，便命丧黄泉。有能力自救的尚且能留得一命，所以哪有什么普度众生，向来都是佛不渡人，人自渡罢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祝氏一门仗着祝尚书和祝皇后欺凌百姓，作恶多端。祝尚书为官不仁，买卖官职，排除异己，多少人因此丢官丢命。祝皇后祸乱宫闱，为保地位残害无辜，生命无数。黎君行身为太子，勾结外敌，不忠不义。祝尚书的儿子祝茂勋先是恩将仇报，屠了整座青柳村，后来又去江南收集童男童女，打算调教之后送去供人玩乐，用来为黎君行拉拢人脉。说到这里，想起无辜被屠村的青柳村，想到上一世被灭门的相府以及断臂隐退的封家，一滴眼泪顺着秦洛冉的脸颊悄然落下。大师可知，如果祝氏一门不倒，黎君行上台，黎国的百姓将要面临的是什么？他们将要面临的是沉重的赋税和祝氏一族更加肆无忌惮的欺凌，苦不堪言，有功之臣皆落不得好下场。说到这些，前世的种种和凌霄台看到的一幕幕相继地出现在秦洛冉的脑海之中。秦洛冉痛苦地闭上眼睛，潸然泪下。黎君行上台，丞相府满门被灭，一把大火烧光了所有100多口人，无一幸免。我的父亲秦相为这个国家为百姓劳心劳力一辈子，最后在诏狱之中受尽酷刑，一杯毒酒送了性命，然后抛尸乱葬岗，为黎国培养了诸多人才的封家。我的外祖封老在皇宫外整整跪了3天3夜，连一个为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收尸的机会都没有求得，心灰意冷之下，只能断臂隐退。大师，你告诉我，这样的祝家人不该死吗？祝皇后和黎君行他们不该死吗？他们配活着吗？道玄大师拨动着手里的佛珠，久久未语。或许此刻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秦洛冉说的这些虽然还没发生，但是他相信这些都是真的，多半是秦洛冉自己经历过的。他能看得出秦洛冉是重生之人，能看到黎君行和祝氏一门最终不会有好下场，但是具体会发生什么他看不到，也算不出。阿弥陀佛。过了许久，道玄大师念了句佛号，施主想做什么便去做吧，不过切记不要牵连无辜。道玄大师深知，就算他不这样说，秦洛冉该怎么做还是会怎么做，而他没有理由，没有立场，更没有能力去阻止他。罢了罢了，这些都是那些人欠他的。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天无绝人之路，有些人的路是被自己给走绝的。多谢大师体谅。秦洛冉对道玄大师行了一个佛礼。此番弄脏东林寺的禅院，实属无奈，洛冉在这里给大师赔个不是。说完，秦洛冉又对道玄大师行了一礼，继续道：作为补偿，李王府会出钱把后院宫香客暂住的禅院重新修缮一番，另外再给贵寺庙捐10万两的香油钱。从望月塔离开后，秦洛冉带着春慈去东林寺的后山待了许久，才回到他们住的院子。秦洛冉到的时候，风氏还正在看书，
听到他回来，放下书过来看他。见秦洛冉双眼有些红红的，一看就是哭过，急忙拉着他的手关心地问道：“洛儿，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哭了？”娘亲，女儿没事。秦洛冉给了风氏一个娇俏的笑容，就是方才收到阿燕送来的信，有些想他了。别太担心了，李王殿下在西北根基牢固，他会平安回来的。风氏拍拍秦洛冉的手，李王殿下不在京城，你要照顾好自己，守好李王府，这样他才能安心处理西北的事宜。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千万要记得告诉你父亲。去年还在自己怀里撒娇的女儿，今年便要担起如此重的担子，风氏怎么会不心疼？只是这是他自己的路，他必须要自己去走，他们能做的就是帮助他快速成长起来。女儿省的。母女俩又说了会儿梯级话，见时辰不早了，风氏才回了自己的屋子。风氏走后，秦洛冉拿了一卷书，走到窗前坐下，轻轻敲了敲窗棂，空气轻轻波动，子忠出现在了窗外的阴影处。今晚的人准备好了吗？子忠拱拱手，回王妃，都准备好了。很好，按计划行事。祝晶晶，好好享受你的最后一次吧，过了今天，你很可能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第190章，月黑风高，适合偷。心一漏转，原本寂静的夜晚突然起了风，厚厚的云层遮住了月亮和星星。若是不掌灯，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月黑风高，适合杀人放火，更适合偷人。今夜祝皇后的院子里的守卫比昨天又多了许多，几个暗卫也都被他安排在了周围。不过祝皇后的暗卫是祝尚书花钱请人训练出来的，跟子忠他们这种跟着黎君燕在战场上经历过厮杀回来的，压根儿就不在一个档次。更别说他的那几个暗卫还是让黎君行挑了剩下的，所说也算得上高手，在子忠他们面前就更加不够看了。子忠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全部解决了。幸亏这次景兴帝没有派龙卫来保护祝皇后，不然还真有点不好搞。毕竟能被选做龙卫，武功能力自然是不俗的。祝皇后原以为把暗卫都调到身边，院子里的守卫又增加了1倍，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却不想夜里依旧因为口渴醒来，看到床上的小官，又怒又气又怕又崩溃。只可惜他连喊救命的机会都没有救。子忠今天特别贴心，找的人高矮胖瘦不一样，长相也各有特色。药也下得格外重。半夜时分，秦洛冉所在的院子突然传来了喊抓贼人的叫喊声。抓刺客，快来人啊，有刺客！春次惊恐中带着惊慌的声音在夜里显得十分突兀，惊起了一片寒鸦，也引来了东林寺的武僧。住在隔壁的夫人小姐也陆续醒了过来。东林寺的武僧用最快的速度来到秦洛冉和风氏住的院子。此时风氏和秦洛冉都已经穿好了衣服，来到了院子里。院子的地上躺着一个五花大绑的黑衣人，被打得很惨，死没死不知道。秦洛冉一脸后怕的看着地上被捆成一团的黑衣人，风氏强撑着和丫鬟一起安抚他。几个武僧刚到，春次就像看到救星一般，急急忙忙的就开口：“各位师傅，你们可算来了，快，一共2个贼人，一个已经被诛，还有一个跑了，应该还在寺了，你们赶紧去追。施主可看清楚那贼人往哪个方向跑了？”为首的僧人问道。那边。春慈指了一个方向，那贼人往那边跑了。听了春慈的话，带头的武僧做主留下2个武僧保护秦洛冉等人，就带着人去追了。才出了秦洛冉所在的院子，便看到一个黑影一闪，便追着黑影而去。而那个方向正是祝皇后的院子所在的方向。现在全京城最有身份地位的夫人小姐都住在东林寺，东林寺却在此时出现了贼人。道玄大师作为主持，自然是要来看看的。道玄大师到的时候，那些夫人小姐也几乎都到了秦洛冉的院子。平日里和风氏交好的几个夫人正和风氏一起在安抚秦洛冉。看着被吓得不轻的秦洛冉，几个夫人都不禁对她又心疼又同情。本是秦相和风氏的掌中交，却突然被赐婚给人都不在京城，名声又不好的李王殿下，成亲之日还发生了那样的事。幸好李王殿下是个好的，对他极尽宠爱，尽管上面那位对他们各种刁难，但是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日子总归是有好盼头的。可是这还没过几天呢，因为赤炎的事，李王殿下不得不丢下他远赴西北。现如今本本分分的来祈福，院子里还半夜进贼人，被吓成这样，如何不可怜啊？幸好他的几个侍女会些拳脚功夫，李王殿下也派了人保护，不然不敢想啊。对了，之前去祭拜一下宫贵妃，还遭遇了刺杀，掉到那荒无人烟的山谷待了那么久，动手之人，这东林寺武僧众多，因为他们来祈福，大部分都被分派到后院来巡逻，加上还有御林军，一般贼人哪敢来啊？敢动手脚的人无非就那几个，真不是个东西。人家夫君在西平保家卫国，他们却暗戳戳的对人家王妃动手。秦洛冉要是知道这些夫人想象力这么丰富，铁定把自己弄得更惨一点。道玄大师，道玄大师，见过道玄大师。道玄大师到来，那些夫人小姐都自觉地给他让开路。阿弥陀佛，东林寺护卫不力，
让李王妃受惊了。道玄大师走到秦洛冉面前，双手合十行了个佛礼。老衲略通岐黄之术，王妃若是不介意，让老衲先给你诊诊脉。有劳大师了。秦洛冉一脸虚弱，无力的把手递给道玄大师。风氏也跟着道：有劳大师为小女看看，这孩子自幼身体不好，这些年好不容易养好了一些，现在被这么一下，这要是有个什么闪失，我说到后面，风氏难过的再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边上几个夫人又急忙安慰他：秦夫人莫要着急，厉王妃是个有福气的，不会有什么大碍的。是啊是啊，道玄大师在医术上也颇有造诣，有他在，不会有事的。道玄大师也安慰了一句：秦夫人莫要着急，待贫僧先给他诊诊脉。说罢，伸出3个手指搭在秦洛冉的脉搏上。少请。道玄大师收回手，对风氏道：夫人放心，王妃只是受了些惊吓，稍后老衲开个方子回去服用2天便无大碍了。多谢大师，多谢大师。听到女儿无大碍，风氏总算放下心来，不住地对道玄大师道谢。夫人客气了，这是老衲该做的。道玄大师念了句佛号，请王妃和夫人放心，今日之事，老衲会给2位一个交代的。那就先谢过大师了。秦洛冉强撑着站起来，给道玄大师行了一个礼。道玄大师明今晚之事是他一手策划的，他现在也是装的，还这般配合他，已经是破了他出家人的戒，这个礼他该行。道玄大师刚吩咐完负责寺庙安全的道真师傅去仔细盘问一下相关人员，就看到刚刚去追贼人的武僧回来了。主持，擅闯寺院的贼人找到了，押过来。这那武僧犹犹豫豫，似乎有什么事情难以启齿。这什么这？快说啊，那贼人怎么了？旁边一个夫人急了。道玄大师眼看了他一眼，示意他赶紧说：那贼人进了皇后娘娘的院子，我们进去后发现皇后娘娘正在。后面的话那武僧实在是说不出开口，不过这已经够那些夫人脑补了，当即就喊着要过去看看。第191章，屋里传来不可描述的声音。皇后院子里出了事情，众人自然是要去看看的，要不然一个不把皇后放在眼里的罪名怪罪下来，他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道玄大师作为东林寺的主持，自然也是得去看看，尽管那污秽的场面他实在是不想看见，但是没有办法。院子大门大开，院子里里外外都有御林军围着。院子门口，一个一身黑衣的人被五花大绑的扔在地上，几个武僧手持少林棍，目不斜视的在一旁站成一排，看着祝皇后这院子里3层外3层的御林军。镇北大将军黄勇的夫人文氏第一个发现了不对劲，轻飘飘的开口：我就说为何李王妃和秦夫人的院子会有贼人能进去？原来这御林军都在这里，其他地方没人守着，贼人自然能进去了。听到文氏的话，众夫人仔细一想，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儿。自己方才出院子，还有去李王妃和风氏的院子的时候，好像真的没有看到有御林军守着呢。霎时间，众人一阵后怕，得亏刚才那贼人去的不是他们的院子，要不然他们后果他们真的不敢想象。他们可不像李王妃那样有李王殿下派的人保护，也没有会拳脚功夫的丫鬟。此番来祈福，因为人多，他们轻装简行，连丫鬟都只带了一个。要是贼人刚刚去的是他们的屋子，那他们因为皇帝派了御林军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才放心的，却不想祝皇后把这些御林军全部安排在自己的院子里，他们那边是一个人都没有。难道说只有他祝晶晶的命是命，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事关自己的安危，谁也淡定不了了。加上这几天祝皇后的所作所为，众人对祝皇后的不满一下子就爆发了。天哪，这几天这些御林军都只保护皇后娘娘一个人吗？我们的院子外连个守卫都没有。我记得出门前我们家老爷说陛下派了御林军随行保护的，难道说陛下只让他们保护皇后娘娘吗？太子妃娘娘，您可知陛下是否说过这些御林军此次来只保护皇后娘娘一人？柳妍希正在想着祝皇后会有什么下场呢，一个夫人说着说着就扯上了她，心中一阵无奈，造孽啊，每次想好好看个戏都不能。这个御林军是陛下亲派的，本宫怎么会知道？众位不妨问问这次的负责人，或者问问皇后娘娘。想拉她一起搅和，没门，没看到秦洛冉都开始装柔弱了吗？柳妍希趁机瞄了秦洛冉一眼，只见秦洛冉一脸虚弱的由丫鬟扶着，那样子看上去随时都会倒下，却又不得不强撑着。看他这个样子，谁又敢相信今晚的一切都是他一手策划的呢？听到柳妍希话，众人才发现他们在这院门口这样闹哄哄的。这次负责护送和保护他们的新任御林军副统领唐林和皇后娘娘，还有他的宫女，居然一个也不见人影，这就很不寻常了。唐副统领呢？不是说山下的路被大石头堵了吗？唐副统领应该去山下了吧？那皇后娘娘呢？不在屋里吗？怎么出了这样的事还能睡得着？皇后娘娘不会是病了吧？还是说出了什么事？众人闹哄哄的先后进了祝皇后住的院子。虽然祝皇后住的院子比其他的都大，但是也容不下这么多人一起进去，再者也怕进去的人多了打扰到了祝皇后。
惹得他不快怪罪。所以就只有几个身上有诰命、地位相对要高一些的夫人柳妍希还有秦洛染进去，其他人依旧等在院外。看着闹哄哄的众人，道玄大师无奈地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语气里尽是无奈。秦洛染因为刚刚被吓到了，身体虚弱，故走在后面，听到道玄大师叹气，停下来轻声道：“大师何故叹气？为民除害，才能拯救苍生，不是吗？祝皇后、祝家可不就是祸害吗？除去他们，就能让许多无辜的人免于他们的荼毒和迫害。要不是不知道景兴帝为何对祝皇后这样毫无底线的纵容和宠爱，他又何须绕这么大弯子？他就不信祝皇后都这样公然给他戴绿帽子了，景兴帝还能忍？阿弥陀佛，施主所言极是，是贫僧不够通透了。”道玄大师说完，转身离开了祝皇后的院子。善恶终有报，自己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几个夫人进了祝皇后的院子，不但没看到祝皇后，连她的2个大宫女也没看见，觉得很是不对劲，太不对劲了。能在皇后面前伺候的，不说随时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吧，但是至少夜里不会睡得死，警觉性、警惕性也不会太差。今夜因为有贼人，寺庙里已经够乱了，正常情况下，他们应该是早早会得到消息，并代替祝皇后去看的。然而今天，先是那样兴师动众的抓贼人，然后他们又在门后闹哄哄的一气，现在人都进来了，还是没有任何人出来。加快脚步，行至距离主屋还有不到2丈的距离的时候停了下来。一个夫人开口了：“皇后娘娘不会出什么事了吧？”说话的是刑部尚书的夫人王氏。刑部尚书鲁元清为人刚正不阿，执法公正，只要犯他手下，管你皇子王爷该办就办，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之前还被贬到南方待过几年，这几年才回来的。不过他不站队，任由别人怎么拉拢，始终保持中立，也因此景兴帝格外看重他，可以算景兴帝比较信任的臣子之一了。有了景兴帝的看着，别人想要动他，自然也没那么容易了。受鲁元清的影响，王氏的性子也有些像他，对别人不管身份地位有多高，该有的礼数他不会少，但是想要他谄媚奉承，抱歉，做不到。所以这王氏虽然不大讨这些夫人的喜欢，但是他的人品大部分是信得过的，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人去得罪他，也不会拆他的台，生怕拆台不成，到时候丢脸的还是自己。这也导致了他说话很少会有人去接。比如现在他说完，在场的人都没人接他一句，身份高的不屑，身份低的不敢。再者祝皇后那人极其小心眼，他们才不会巴巴的凑上去呢。柳妍希和秦洛染和风氏呢，则是纯属不想在这个时候掺和。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了，王氏也不在意，大步走到柳妍希面前，扶了扶，问道：“太子妃娘娘，您看现在这般情况，要不派个人去敲敲门？”柳妍希知道自己终究是躲不过，只好道：“鲁夫人所言有理。”然后转过人头对绿云道：“去敲门。”是。绿云应了一声，朝祝皇后住的主屋走去。走到门口，刚要抬手敲门，就听到屋子里传来了一阵不可描述的声音。绿云虽然未经人事，但是黎君行与那代替柳妍希的青楼女子同房的时候，是他伺候的，所以里面的声音是什么情况，绿云还是知道的。当即红了一张俏脸，一时间抬起来的手不知道要不要敲下去。怎么了？柳妍希看着他僵在那里不动，扬声问道。绿云刚要回答，屋子又传来了一声呻吟声，这下在场的夫人都听到了。第192章丑事败露。在场的人都不是小孩子，自然知道这是什么声音，还以为是有人在祝皇后的屋子里行不轨之事，当即疾步朝主屋走去。虽然他们不是很喜欢祝皇后，但是如果祝皇后在这里出了事情，他们是一个也脱不了干系。刑部尚书的夫人王氏走在最前面，走到门前，直接伸手推门，手刚碰到门，门就从里面打开了。白福看到外面有这么多的人，心里一下子就慌了起来，走出来随手关上门，扶了扶，佯装淡定道：“奴婢见过各位夫人，这深更半夜的，各位夫人不在屋里睡觉，怎么来这里了？”其实看到这么多人在这里，白福知道肯定不是巧合，8成是有人故意引着来了，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祝皇后这几天都干了什么。但是他只能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因为祝皇后完了，他们也不会有任何好下场。王氏道：“今夜寺里进了贼人，贼人在皇后娘娘的院子外面被抓住，我们担心皇后娘娘，过来看看。既然贼人被抓到了，那诸位夫人就快些回去睡觉吧，明天一早还要回京呢。”白福面上带着得体的笑容，心里在默默祈祷这些夫人赶紧离开。然而在场的都是人精，他越是着急赶人走，大家越发觉得有问题，更别说刚刚还听到那样的声音。白福姑娘，我们也是担心皇后娘娘，没见到皇后娘娘实在是不能放心，要不你打开门，让我们看一样皇后娘娘是否安好，然后我们就回去。王氏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脸上也是笑盈盈的，却是寸步不让。种种迹象已经说明里面有问题，还是大问题，他们怎么能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呢？诸位夫人，皇后娘娘这些日子因为祈福的事情都没有休息好，今日好不容易才睡得深了一些，大家就别打扰她了。
不然皇后娘娘怪罪下来，到时候受罚的还是奴婢。白福说着，摆出一副可怜样，想以此博得大家的同情。在场的都是有身份的人，若是平时，自然不会为难一个奴婢，但是今天不。祝皇后这几天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所有人都不满到了极点。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又怎么会放过呢？白福姑娘这样三番两次的阻止我们看望皇后娘娘，莫不是你们把皇后娘娘怎么了？白福如此不识趣，王氏也毫不客气的给她扣了一顶帽子。鲁夫人说哪里的话，奴婢是皇后娘娘的丫鬟，怎么敢把皇后娘娘怎么样呢？白福的话还没说完，感觉膝盖一痛，伴随着啊的一声，身体就倒了下去。好巧不巧，刚好把屋子门给撞开了。紫苏此时正好拖着一个乞丐，想要藏到他们休息的榻下，门突然被推开，吓得连手里的人都丢了。天哪！皇后娘娘的屋子里怎么会有男子？王氏惊呼一声，不顾还在地上没起来的白福，直接走了进去，后面几个夫人也跟在后面一起进去了。这进去之后，王氏和几个人直接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了。夜半三更，在这佛门禁地，皇后娘娘的屋子里居然有男人，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震惊呢？若不是亲眼所见，打死他们也不敢相信啊！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本宫滚出去！祝皇后刚在屏风后勉强穿上衣服，一出来便看到屋子里竟然进来这么多人，冷着一张脸怒斥道：“看到这些不该看的，这下就算祝皇后不说，他们也不敢继续待下去啊！”众人急急忙忙转身朝外走，他们只是喜欢看戏，并不是不想活。秦若染、风氏、柳妍希还有黄勇的夫人文英，刚刚就只是一丝一丝进去瞅了一眼，在听到祝皇后让大家滚的时候，就毫不犹豫的出来了。不过在出来的时候，看着煞白着一张脸站在那里的白福，秦若染路过他身边的时候，轻轻说了句：“皇后娘娘祈福期间不甘寂寞，公然在佛门禁地与人厮混，为了方便自己行事，还把你们支开。这下事情败露，也不知道你们的小命还能不能保得住。跟了这样的主子，还真是惨啊！”原本满心悲哀，觉得自己死定了的白福，听到秦若染的话后，心里又有了希冀，抬起头，却发现秦若染已经走远。在外面等候的一众夫人小姐看到秦若染等人出来，都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开口问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他们很聪明，没有去问虚弱的秦若染，而是去问柳妍希，问的也很有水准。太子妃娘娘，皇后娘娘没事吧？柳妍希轻轻笑着道：“大家有心了，皇后娘娘就是受了些惊吓，没什么大碍，大家赶快回去睡吧，明天一早还要回京呢。”横竖祝皇后在佛门禁地公然与人厮混这事儿是瞒不住的，早晚他们都会知道，也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再在这里闹下去，谁知道祝皇后会不会发疯？大半夜的，本来就困顿，折腾了这么半天，他们早就想回去休息了。现在听到柳妍希这么一说，自然就回去了。反正他们能知道的，早晚都会知道，傻子才会继续留下来。一众夫人闹哄哄的离开，在山下得到消息的唐玲也终于赶了上来，看到秦若染和柳妍希等人，正要给他们行礼，秦若染抬手阻止了他：“唐副统领，还是赶紧进去看看吧，速度慢了，小心官职不保哦。”秦若染说完，就扶着风氏回去休息了。翌日，秦若染卯时末醒来，一醒来便得知祝皇后因为身体不适，已经在1个时辰前被唐玲亲自护送着回京了。第193章，祝皇后的好日子到头了。王妃，您说这次陛下会废后吗？春慈帮秦若染挽好发，顺便把妆台上的东西收了起来。秦若染照着铜镜扶了扶头上的发簪，废不废这个说不好，但是祝晶晶和祝家的好日子到头了倒是一定的。祝晶晶是景兴帝当年从别人手里抢的，这些年虽然别的妃子也不少，但是只有祝晶晶一个得了他的真心喜欢，之前的宫贵妃之流都只是带有目的的做戏。在男人看来，他可以3妻4妾，但是自己的女人必须要对自己绝对的忠诚和专一。更别说景兴帝因为祝晶晶没少被御史说，没少被朝臣埋怨，景兴帝为了祝晶晶虽然没彻底成昏君，却也差不多了。现在祝晶晶公然在这佛门禁地给他戴绿帽子，还一戴就是4顶，景兴帝要能忍就怪了。按照景兴帝那扭曲的性格，大可能会把祝皇后囚禁起来折磨，绝对不会给他痛快的。还有祝家，因着祝晶晶入主中宫，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些年更是越来越嚣张。这次祈福，祝家因为祝晶晶的亲娘身体不适，更是一个人都没来。祝皇后一句轻飘飘的本宫也是祝家的女儿，母亲身体不适，女儿代为祈福便可，就堵住了众人的嘴。景兴帝也没管祝家那些事，他不相信景兴帝一点也不知道，只不过看在祝晶晶的份上，睁只眼闭只眼罢了。如今祝晶晶要完了，他们的好日子自然也就到头了。那太子殿下会被废吗？虽然春慈没有和黎君行接触过，但是他做的那些事足够让脑子正常的人讨厌他了。在春慈看来，黎君行这个太子简直就是德不配位，还是早日下台的好。听得春慈问起这个，秦若染叹了口气，起身走到窗前，看着窗外，过了半晌，才悠悠开口：“陛下不但不会废太子，还会给太子指2个对他有助力的侧妃。”
为何？听到秦洛染的话，春慈收拾东西的动作一顿，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秦洛染嗤笑一声，因为一旦太子倒台，在景兴帝那些皇子中，就是李王府一家独大，加上丞相府，可以说朝中已经没有谁再有能力与李王府抗衡，更别说太子倒台之后，原本投靠他的那些人，还会有不少来投靠咱们李王府，这绝对不是景兴帝想看到的。所以，在没有别的皇子起来之前，景兴帝就不会动离军行，还会给他更多的助力，目的就是为了能有人与黎君燕抗衡。听到秦洛染的话，春慈很是为自家王爷愤愤不平。咱们家王爷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战功赫赫，又心系黎民百姓，哪里不比其他皇子强？陛下是眼瞎了，还是心盲了？陛下眼不瞎，心也不盲，一切只因为殿下身上有一半公家的血。公家在灭亡之前一直是景兴帝的一块心病，好不容易才除去，他又怎么会让流着公家血的黎君燕染指他的江山？不管黎君燕再优秀，对黎国的贡献再大，景兴帝都从未想过要把皇位给黎君燕。这皇位哪个皇子做都可以，唯独黎君燕不行。不但如此，只要有机会，景兴帝还想除去黎君燕。自从黎君燕在西北崭露头角，景兴帝想杀他的心就从来没有变过。这对咱们王爷也太不公平了。看着春慈愤愤不平的样子，秦洛染轻轻笑了笑，傻春慈，五指伸出来还有长短呢。你觉得这世上真的有公平吗？这世上从来就不存在公平。有人一出生就锦衣玉食，丫鬟奴仆成群，而有人却一辈子都在为温饱奔波，为此不惜为奴为婢。有人一出生就高高在上，可以随意践踏任何生命，而有人却为了活着，不惜出卖自己的尊严和良心。所谓的公平，只不过是强者对弱者的怜悯，是弱者自哀自怨的一种可怜。在这世上，强者为尊，胜者为王。如果公平，乃来强者？收拾好东西之后，在东林寺用了早膳。秦洛然本来打算跟道玄大师告个别再走的，却被告知道玄大师已经闭关，不便打扰。如此，秦洛然只好作罢，和柳妍希一起带着一众夫人小姐离开。一群人走后，东林寺终于恢复了平静。小沙弥口中正在闭关的道玄大师，则带着他新收的小徒弟星云，悄然出现在了之前祝皇后住过的院子里。星云手里提着一桶火油，因为年纪小，提得很是吃力。见道玄大师停下，重重的把桶放在地上。师傅，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啊？星云揉着自己胖乎乎的小手，不解地问道：师傅，你是告诉过弟子，这里是贵人会来住的地方，让弟子有事没事都别来这里吗？看着眼里清澈如一片干净的湖泊的星云，道玄大师蹲下来看着他，道：星云啊，你还记得为师收你为徒那天对你说过什么吗？听到道玄大师问话，星云歪着脑袋努力回想着，师傅对弟子说，做人一定要心存善念，心怀感恩。还有呢？还有，多行不义必自毙。很好。道玄大师摸摸他的头，这两句话一定要记一辈子，记住了吗？记住了。星云懵懵懂懂，用力点点头。去做早课吧，弟子告退。星云行了个礼，一溜烟跑走了。待星云走后，道玄大师运气内力，隔空抬起地上的油桶，然后一个用力把他推到之前祝皇后住的屋子前，把油桶震碎，里面的火油洒在门上。默默念了几句经文，道玄大师指尖聚起一道金色的小光球，往屋子一射，屋子瞬间燃起熊熊大火。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皇宫，凤宁宫。祝皇后被唐灵押送回来之后，景兴帝只看了一眼，就把她关在了这凤宁宫的大殿。大殿大门紧闭，除了门口2个手腕外，再无其他人。凤宁宫所有的宫人都被撤走了，紫苏和白福也被关到了别的地方。空荡荡的大殿就住皇后一个人，窗外的蝉叫得格外响亮。身上的不适，心里的恐惧，让祝皇后蜷缩成一团。她不哭不喊，闭着眼睛，不知还在盘算着什么。不知过了多久，外面传来了侍卫们的问安声：见过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第194章祝皇后的下场上。哐当一声，大殿的门从外面重重打开，景兴帝双手背在后面慢慢走了进来，一步一步，每一下都像踩在祝皇后的心上。景兴帝每走近一步，祝皇后的心就提起来一分。夫妻多年，她太熟悉这个男人了，他现在表现得越是平静，就代表他的怒气越大。终于，景兴帝在祝晶晶面前停了下来。臣妾见过陛下，陛下万岁。祝晶晶强撑着从地上爬起来，给景兴帝行了一个大礼。景兴帝不喜欢大哭大闹的女子，所以他希望这样能让他的火气小一点，多给他点时间。看着眼前头发凌乱、狼狈不堪、没了往日的雍容华贵的祝晶晶，景兴帝眼里一片平静。安吉搬来椅子，景兴帝顺势坐下，眼里不带一丝感情的看着面前的人，好一会儿才开口：臣妾，你觉得你还配吗？臣妾我夫妻这多年，景兴帝还是第一次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祝晶晶一时有些语塞，更多的是害怕，背叛景兴帝的下场是什么，他是知道的。
不过这让他说什么呢？说配。可是他昨夜被抓现行是事实，尽管他是被人算计的，那么多妇人看见，还有他身上的痕迹，就是他想赖也赖不了。说不配，那不就等于承认自己背叛了他，公然在佛门禁地给他戴绿帽子，让那么多人撞见，让他成了全京城的笑柄。这种事情，别说这次他是被算计的，就算是他自愿的，也不能承认啊。景心帝就那样定定地看着祝晶晶，也不说话。祝晶晶被他看得心里发毛，磕了一个头：“陛下，臣妾是被人陷害的。”祝晶晶，朕对你不好吗？景心帝没有理会祝晶晶说的，自顾自说着自己的。祝晶晶拿不准景心帝是什么意思，只好顺着他的话回答：“陛下还是太子时，8抬大轿，10里红妆，把臣妾风光娶进府里做太子妃。陛下入主皇宫后，又册封臣妾为后。这些年对臣妾和皇儿也是极尽宠爱。嫁给陛下这些年，陛下从未让臣妾受过半分委屈。这倒是实话。景心帝除了纳了几个妃子，跟别的女人生了几个孩子，真得没有哪里对不起祝晶晶的地方。身为帝王，古往今来，能做到他这般的人还没有。没有哪个帝王能这么毫无底线的宠一个女人宠这么多年，顶多就是新鲜几年，然后就新人替旧人。哪怕让后人人可歌可泣的唐明皇和杨贵妃，两人之间的爱情也不过短短11载。唐明皇就因为禁军哗变，顶不住压力，让自己的爱妃在马嵬坡自缢而去。景心帝如此宠爱祝晶晶，连带对祝家人也百般纵容，不是没有被御史弹劾过，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但是景心帝都把这些给挡了，从来没有让祝晶晶知道这些，对他依旧宠爱纵容，可以说是真爱了。虽然别人也不知道他到底看上祝晶晶哪里。那既然朕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还要背叛朕？景心帝蹲下来掐住了祝晶晶的脖子。祝晶晶，是不是朕对你太好了，让你觉得朕离不开你，所以你才这般有恃无恐？景心帝眼里尽是愤怒，手下也越发用力。这些年，朕不顾御史弹劾，不顾朝臣劝谏，对你后宫专宠，对祝家百般纵容，把你生的儿子立为太子，请最好的老师教他，纵着你们为他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朕因为你被骂昏君，你为何还对朕不满？为何还要背叛朕？景心帝是真的喜欢祝晶晶，在这皇权漩涡中也一直把她当作妻子，而不是皇后。他也一直以为祝晶晶依附他生活，不会也不敢背叛他，更别说他还是君王。所以在得知祝晶晶背叛他，一次性给他戴了那么多顶绿帽子的时候，才会这么愤怒的想杀人。但是这么杀了祝晶晶太便宜他了，他要留着他折磨。敢背叛他，就要做好生不如死的准备。可不被掐住脖子，祝晶晶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只好拼命的摇头。景心帝越来越用力，祝晶晶慢慢感到呼吸困难。就在他以为他要被景心帝给掐死的时候，身体突然被他甩在了地上。重获自由后，祝晶晶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其实刚才有那么一刻，他倒是挺希望景心帝掐死他的，那样的话起码不用受罪。过了一会儿，祝晶晶支起身子，整理了一下散落脸上的头发，重新跪在景心帝面前。陛下，臣妾真的是被人陷害的，臣妾对陛下一心一意，怎会背叛你？说完，过了一会儿，见景心帝不说话，祝晶晶又道：陛下，臣妾和祝家的一切都是您给的，您就是臣妾和祝家的天，就算给臣妾1万个胆子，臣妾也不敢生半点背叛您的心啊。也不知道祝晶晶哪句话踩了景心帝的痛脚，祝晶晶的话才说完，他突然站起来，一脚把祝晶晶踹了好远。你当然不敢，因为你祝晶晶从来都是直接做的。嗨，可臣妾没有。景心帝这一脚踹得极重，祝晶晶感觉脏腑都被踹碎了。没有？那么多妇人看见，道玄大师都惊动了，你还说没有？是不是要在这凤鸣宫被朕亲自抓到才肯承认？景心帝愤怒的又踹了他一脚。祝晶晶，你是不是以为朕还会像个傻子一样任由你继续欺骗？臣妾没有，臣妾从来没有骗过陛下，求陛下明鉴。祝晶晶吃力的爬起来，胸口疼的让她觉得自己随时都会死去。祝晶晶不停的磕头，磕得很用力，不一会儿额头就磕出了血。若是在平时，景心帝早就心疼的喊太医了。然而现在他只是冷冷的看着，眼帘微垂，不知道在想什么。陛下，臣妾真的是被人陷害的，您只要人去一查便知，臣妾真的没有背叛您，求您相信臣妾。祝晶晶，看在多年夫妻的份上，朕让你心服口服。景心帝说完，看了安吉一眼。安吉会意，对外面高喊：带上来。片刻之后，侍卫押着2个人进来。祝皇后看到来人，先是不明白景心帝为何带他们来，随后想明白了，一张脸变得煞白。第195章祝皇后的下场中，待2人被押着走近了一些，祝晶晶又发现后面还跟着一个只有1只眼睛的老嬷嬷。不可能，你应该早就死了才对，不可能等看清楚他是谁。祝晶晶不敢相信的直摇头，他不是已经被自己处死了吗？怎么会在这里？他记得当初这件事他是吩咐白福去做的呀，白福还说尸体已经扔进废弃冷宫的枯井了。
除非当初白福骗了他。想到这里，祝晶晶看向白福，刚好白福也正看向他，两人目光碰撞，白福眼神躲闪，别过眼不再看祝晶晶。皇后娘娘，好久不见，没想到您还记得老奴，真是老奴的荣幸啊。老嬷嬷的声音嘶哑异常，听上去甚是难听，加上她干瘪的老脸上只有一只眼睛，像极了从地狱来锁魂的恶鬼。老嬷嬷说完，跟着紫苏和白福一起朝着景星帝跪下，奴婢老奴见过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记性不好，你们谁来帮她回忆一下她做过的那些丑事？景星帝一脸冷然地靠在椅子上，声音平静的让祝晶晶害怕。听到景星帝的话，紫苏和白福相互对视了一眼，又齐齐看向祝晶晶。祝晶晶看着两人，眼里尽是乞求。老嬷嬷则是静静的低着头跪在那里，不知道在想什么。你们是没听到朕的话吗？还是朕的话对你们来说不好使？见迟迟没有人开口，景星帝把手里的杯子直接砸了出去。奴婢老奴见景星帝发怒，白福和老嬷嬷同时开口了，而紫苏却在这时朝着祝晶晶跪下，磕了一个头。皇后娘娘，今后奴婢不能再伺候您了，您自己要照顾好自己。说完便朝一头撞向前面的柱子，血流得满脸都是，顷刻间就毙了命。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祝晶晶更是没想到紫苏会因为她自杀。紫苏是她进宫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她被管事嬷嬷欺负，当时一时心软，就把她带到了自己的宫里。带回来后也没有对她格外照顾，让她在凤宁宫做了个粗使宫女。后来因为人机灵，做事认真，处处维护她，她便把她提拔到身边。这些年交给她的事，大部分都办得很漂亮。不过每当犯错或者没有达到她的预期的时候，她罚她也罚得非常狠，有时候甚至还会拿她撒气。因为在她眼里，她是主子，是这天下最尊贵的女人，而他们永远都是低贱的奴婢，是可以被她随意践踏的。她才不会像别人那样跟奴婢搞什么姐妹相称，那样对她来说是一种侮辱。平心而论，她对紫苏算不上好，却没想到在她落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她宁愿自尽，也没有想过要背叛自己。其实她只要把她以前做的那些事说出来，就可以有活命的机会。紫苏祝晶晶奋力朝紫苏爬过去，却因为伤势太重，半天也没怎么挪动半点位置。呵，景星帝看着这一幕，冷哼一声，还真是主仆情深。说着看了白福一眼，你呢，也打算以死表忠心？奴婢一边是自己跟随了多年的主子，一边是自己命，白福耻于背叛，却又不想死，很是纠结。过了半晌，在景星帝耐心快要耗尽的时候，白福捏了捏拳头，奴婢想活。说罢，还不等景星帝开口，就把这几年祝晶晶在宫里做的那些事，如倒豆子般全部都说了出来。包括祝晶晶在有事情需要姜文去办的时候，会趁景星帝去其他妃子的宫里，把姜文叫到凤宁宫来厮混，姜文又替他都做了些什么，害死了多少妃子和让多少妃子落了胎。还有这几天在东林寺发生的事情。景星帝听到祝晶晶很早之前就和姜文勾搭在一起的时候，脸已经黑成了锅底，周身的气息都能冻死人，当真是好得很。一个是他从娶进门就千恩万宠的发妻，一个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御林军副统领，居然在他眼皮底下勾搭在了一起，还不止一次。他就说上一次李王去拜祭宫贵妃的时候，他明明没有吩咐姜文对李王动手，李王却遭到了刺杀，他现在连姜文的影子都还没找到，第一次派出去的龙卫还被杀了。他之前还怀疑是黎君燕自导自演的，杀了姜文和他的龙卫。现在看来，他当初根本就是冤枉了黎君燕，幸好因着西北需要他，他还没有对黎君燕做什么，不然还不逼得他造反啊。想到祝晶晶和祝家的手已经伸得那么长，景星帝看祝晶晶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死人。天子之怒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包括跟在景星帝身边10多年的祝晶晶，想到景星帝折磨人的手段，他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他此刻只想一头撞死，却因为刚刚被踹得太狠，连自杀都是奢望。白福说完后，见景星帝半天不说话，磕了一个头，又道：陛下，奴婢所言句句属实，这几天在东林寺，皇后娘娘为了和那些人厮混，特意把奴婢们支开，每天祈福都是踩着时间去的，就在回来的前一晚，还派暗卫去谋害李王妃。李王妃说，只要让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皇后娘娘的身上，就想办法保他一命。反正都已经背叛了，索性就做得干脆一点。他还年轻，他还不想死。他之前有劝过祝皇后，事情不要做得太绝的，是他自己不听，还罚了自己一顿。白福你！祝晶晶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自己的心腹诬陷，气得一口老血吐了出来，恨不得亲手撕了他。然而自己现在连动弹都是困难。皇后娘娘，白福知道背叛您不对，可是奴婢实在看不下去陛下对您这么好，您还多次背叛他，现在西北局势那么紧张，李王殿下在西北御敌，您却对他的王妃下手，您就不怕惹怒了李王殿下，让他造反吗？陛下对您这么好，您却只想着如何扳倒太子殿下的对手，半点不为他的江山考虑，更不为百姓考虑。您想让陛下背负暴君昏君的名声吗？
您对得起陛下吗？白福说的义正言辞，一脸的痛心疾首，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多么的关心景兴帝的江山。第196章祝皇后的下场下。白福很聪明，指责祝晶晶的时候没有一句话是为自己开脱，话里话外全部都是在为景兴帝考虑。这对刚刚经历自己最爱的女人背叛的景兴帝来说，无疑是有那么一丢丢贴味的。陛下，臣妾没有让人去谋害李王妃，臣妾也没有背叛您。您相信臣妾？祝晶晶拼命为自己解释，景兴帝却看也没看他一眼。因为昨夜御林军副统领唐林从东林寺带回来的2个刺客，确实是祝晶晶的暗卫。景兴帝看了一眼那跪在地上的老嬷嬷，道：“现在到你了，有什么就赶快说。”说完，他好收拾祝晶晶。是，陛下。老嬷嬷应了一声，看了祝晶晶一眼，把祝晶晶嫁给景兴帝后所做的事全部说了出来。这老嬷嬷是祝晶晶的奶娘前世，自小就跟在她的身边伺候。祝晶晶嫁给景兴帝后，也跟着去了太子府。因着从小的情分，祝晶晶对她倒是挺信任的，院子里的事情都交给她管理，对她也还不错。前世处事很周到，为人也和善，大家都恭恭敬敬地称她一声钱嬷嬷。后来因为祝晶晶找姜文借种那是前世多劝了几句，她心里便有了疙瘩。其实祝晶晶知道前世是为她好，但是她是主子，钱嬷嬷是奴婢，她不能接受一个奴婢对她指手画脚的，更何况她当时确实非常迫切需要一个孩子。再后来进了宫，景兴帝的女人也多了起来，祝晶晶用各种残忍的手段排除异己，钱嬷嬷也劝过她做人做事不要做得太绝，做皇帝3宫6院很正常，有祝家在，只要她和祝家不要犯什么大错，她的皇后之位就不会动摇。祝晶晶觉得她管得太多，便贬了她做粗使嬷嬷。后来因为撞见姜文来找祝晶晶，多嘴了2句，被姜文打瞎了一只眼睛。姜文走后，她去劝祝晶晶要谨言慎行一些，刚好碰上祝晶晶心情烦躁，便狠狠责罚了她一顿。钱嬷嬷本来年纪就大，一顿板子下来，差点要了她的命。祝皇后看她这样觉得晦气，想着她知道自己不少秘密，怕她哪天给自己抖了出去，就索性决定处死她。事情她让白福去办的，白福没少得钱嬷嬷照顾，于心不忍，便她藏去了浣衣局，拜托了一个相熟的姐妹照顾。就这样，钱嬷嬷苟活了下来。钱嬷嬷活下来后，怕被人认出自己毁了嗓子毁了脸，很少与人打交道，什么脏活累活都做。时间久了，别的宫女也都默认把脏活累活给她做。谁又能想得到，那是曾经皇后娘娘宫里最风光的管事嬷嬷呢？若不是今天白福说起，这偌大的皇宫早已没人记得这么1号人存在了。等钱嬷嬷说完，祝皇后脸上已经一片死灰之色。景兴帝已经由最开始的愤怒变得麻木平静，挥挥手示意侍卫把钱嬷嬷带下去。钱嬷嬷磕了一个头，自觉站起来跟着往外走。待钱嬷嬷走到大殿门口，景兴帝想了想，说了句：“不用再去浣衣局了，暂且留在凤宁宫吧，朕有事让你做。”是，谨遵陛下吩咐。钱嬷嬷应了一声，乖乖跟着侍卫出去了。其实他大概能猜得到景兴帝留他在凤宁宫要做什么，虽然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去浣衣局，那里虽苦却自在得多，但生命难慰。钱嬷嬷被带下去后，大殿里就只剩下景兴帝、祝晶晶、安吉和白福。景兴帝看了一眼白福，看在你还算识相的份上，免你一死，自己去领30大棍，然后去浣衣局。多谢陛下隆恩，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白福谢完恩之后就起身出去了，从头到尾没有看祝晶晶一眼。待白福出去后，景兴帝又对安吉吩咐道：“去请个太医来，等来了之后，让他给皇后用最好的药。刚刚祝晶晶被他踢得太狠，他才不会让他这么死了呢，那样的话也太便宜他了。”是。安吉应了一声，同情地看了祝晶晶一眼，然后快步出去了。很快，大殿就只剩下景兴帝和祝晶晶2人了。景兴帝站起来，一步一步朝祝晶晶走过去。祝晶晶，这些年把朕当猴耍，是不是很有成就感？还是说，其实你本性就是这么放荡，一天都离不开男人？景兴帝在祝晶晶面前蹲下，拔下她头上的一根簪子，在她脸上比划，只要稍稍一用力，那根簪子就能刺进她的皮肉。祝晶晶吓得往后退，痛哭流涕：“没有，陛下，臣妾没有，臣妾错了，求你饶了臣妾。你放心，好歹夫妻这么多年，我们之间还有孩子，朕不会要你的命的。”景兴帝笑得不带一丝温度，话才说完，手上一用力，那根簪子便划破了祝晶晶的脸，鲜血横流，祝晶晶疼得大叫：“啊！你知道朕最讨厌女子大喊大叫的，你若想朕连离军刑一起处置的话，就尽管叫。”景兴帝轻飘飘地说完，手上再次用力，把祝晶晶的另外一边脸也划破了。这下祝晶晶再疼也不敢喊了，她绝对相信景兴帝说得出做得到。想到刚刚钱嬷嬷说的那些，祝晶晶急忙忍着，用尽全身力气爬起来给景兴帝磕了一个头：“陛下，千错万错都是臣妾的错，是臣妾对不起您，您怎么惩罚臣妾，臣妾都没有半句怨言。但是太子是您的儿子，这些事情他都不知情，求您不要迁怒他。”
说完又猛地磕了几个头。过了半晌，见景兴帝不说话，祝晶晶又道：“陛下，太子他真的是您的儿子，这一点臣妾真的没有骗您。您若不信，可以叫他进宫来查验血脉，他真的是您的儿子。黎君行是他的儿子，不管如何，他都希望黎君行活着，只要黎君行不死，他就还有机会。你以为朕当真傻到会给别人养儿子吗？”看着眼前鲜血眼泪糊了一脸的祝晶晶，景兴帝觉得甚是倒胃口，扔掉簪子站了起来：“祝晶晶，你应该庆幸黎君行真的是朕的儿子，不然这世上早就没有你和祝家了。皇室有查验血脉的秘法，又怎会轻易让人混淆皇室血脉？现在的祝家都办不到，更何况20年前的祝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从未怀疑过祝晶晶。”听到景兴帝的话，祝晶晶刚松了一口气，就又听到景兴帝不带一丝感情的开口：“祝晶晶，你不是离不开男人吗？朕满足你。”说罢，对外唤了一声：“进来。”2个侍卫推门，带着一对脏兮兮的死囚走了进来，粗粗看上去约莫是10余个。“不，陛下，你不能这么对臣妾，求您杀了臣妾。”看到那些人，祝晶晶明白了景兴帝的意思，满眼惊恐地往后退，直接吓得失禁了。景兴帝嫌恶地皱皱眉，对2个侍卫吩咐道：“让他们接下来的日子好好招待皇后。啊不，这个荡妇，记住，千万别弄死了。”景兴帝说完，毫不留情地抬脚朝外走去，任由祝晶晶在后面大声哭喊：“祝晶晶，你选择背叛朕，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别着急，祝家也跑不掉的。”第197章，祝家的下场。东林寺祈福结束的第2天，景兴帝一连下了几道圣旨：第一，皇后祝晶晶殿前失仪，废黜皇后之位，打入冷宫；第二，户部尚书祝德海教子无方，贪赃枉法，结党营私，今罢黜官职，所有家产充公，念其对社稷有功，免其死罪，杖责100，以儆效尤。祝家3族以内，所有男子充俊，女眷有封号的，褫夺封号，然后全部杖责20，冲入教坊。第三，礼部尚书黄建章之女黄秋莹，娴静淑雅，蕙质兰心，赐婚太子，为其侧妃，择日与夏家小姐夏萱儿一起进府。除此之外，景兴帝还把后宫的管理权给了五皇子黎君明的生母娴妃，还让人给所有参加祈福的官员传了话，说是让他们管好自己的家眷，千万不要祸从口出。至于具体是管好什么，就不用说了，大家都是聪明人，一点就通。圣旨一下，朝野上下一片哗然。景兴帝有多宠祝晶晶，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之前不管大家怎么弹劾，怎么骂他昏君，景兴帝都以雷霆手段全部压下来，依旧我行我素，该怎么宠祝晶晶还继续宠。现如今一下子就废后，还打入冷宫，多少让大家有点措手不及。大家还以为景兴帝被祝晶晶迷惑了心智，会什么也不管呢，原来还是受不了背叛啊！早知道，因为昨夜景兴帝压了东林寺的消息，尤其阻断了祝家的消息渠道，所以圣旨下到祝家的时候，祝家的女眷还在院子里听戏呢，祝德海则跟辛娜的小妾在厮混。这下好了，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就被景兴帝派去的御林军拉到院子里挨板子，结结实实的100下，一下不少。祝尚书一大把年纪，这些年还被酒色掏空了些身体，要不是景兴帝特意吩咐要给他留一命，只怕100板子没挨完就得去见阎王了。不过被打才成那样，这辈子也只能瘫在床上了。祝家的圣旨是安吉亲自去传的，圣旨念完，立马抄家行刑。整个祝家一片鬼哭狼嚎，各种护着自己的珠宝首饰不让拿走的，还有人想趁乱收拾细软逃跑，不过在被狠狠打了一顿之后，都乖乖的不敢再说半个字。一会儿要有20大板呢，要是再被狠狠打一顿，他们可能就没有命在了。相比之下，整个祝家最能稳得住的就是祝晶晶的娘吴氏。这个因病连祈福都不能去的老夫人，听完圣旨，短暂的惊慌之后迅速冷静下来，把手上的祖母绿镯子摘来下腮给安吉。公公，是不是皇后娘娘出了什么事啊？怎的这么突然就无事很清楚？祝家这些年能在京中横行霸道，最大的倚仗就是宫里的祝皇后。景兴帝对祝晶晶跟着了魔一样，20年荣宠不衰，因为祝晶晶，祝家只要不谋反，其他不管做什么都会睁只眼闭只眼。现在突然被抄家，大可能就是宫里的祝皇后出事了。吴氏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安吉给打断了。安吉推开吴氏拿镯子的手，冷冷冷的开口：“老夫人，祝家在京中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这么多年，陛下不计较，不代表他不知道。你们却仗着废后的关系，丝毫不知收敛，惹得百姓怨声载道。如今是你们该吃下自己种的苦果的时候了。陛下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只是对你们杖责20，再冲入教坊，你们就应该识趣一些，自觉把身上的财物都交出来，然后等着行刑，别再惹怒了圣上，否则连命都留不住。”安吉说完就不再理会这个他曾经要低头哈腰的老妇人，走上前招呼那些他带来的御林军：“大家都仔细一点，一个铜板也不要落下，
也不要让任何人趁乱逃走。而吴氏在听到废后2个字的时候，就满脑子只剩下完了，完了，祝家完了。以景兴帝对祝晶晶的迷恋和宠爱，若不是做了什么不可原谅之事，祝家再怎么也不可能被抄家的。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点消息都没有收到，显然是景兴帝出手拦住的。明明在去祈福之前，一切都还好好的，难道是在东林寺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吗？此时的吴氏无比后悔自己为什么要称病不去祈福，不但自己不去，整个祝家也没有一个人去。如果他去了，是不是就可以在女儿出事的时候帮一把，帮着出谋划策一下？这样祝家就不会沦落至此。至少，若是提前得到小一点消息的话，他们可以做一些准备。哪会像现在这样，一切来得这般突然，他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只可惜，一切都晚了。祝家人口众多，光女眷就有几十号，等挨个挨完板子被扔出祝府的时候，已经是月上柳梢。祝家的男子除了祝德海，其他的全部被早早的押着去充军去了。被打得半死的祝德海和一众祝家女眷被御林军毫不客气地扔在祝府大门外，眼睁睁看着他积累了大半生的财物被一箱一箱抬走，祝府的大门也被贴上封条，眼里满是不甘和不舍。祝老爷，听咱家一句劝，您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若是让陛下知道您在此逗留，指不定还要怎么生气呢。到时候可就不是简单的打板子能解决的了。安吉说完，让人带着从祝家收缴出来的10几车财物，又命人押上祝家一众女眷扬长而去，留下动弹不得的祝德海一人在那里，不知何去何从。祝德海应该庆幸现在不是白天，不然肯定少不了挨一顿臭鸡蛋和烂菜叶子。祝家对面的一间不起眼的茶楼上，秦洛染面无表情地看着凌乱如菜市场一般的祝府门口。这祝家是祖坟烧了高香吗？都这样了，陛下还对他们手下留情？可不是，这要是换了别家，早就被诛九族了。那祝晶晶到底有什么好，让皇帝这么无底线，连被戴了绿帽子也没舍得要祝家任何一个人的命？王妃，要不奴婢现在去杀了祝德海吧。自从知道青柳村的事情之后，夏嫣看见祝家的男人就想弄死，只是碍于大局，不好随便动手。本以为这次祝德海怎么也会死了，却不想只是挨了100个板子，夏嫣哪里还能忍？第198章密谋，王妃送功劳。听着春慈和夏嫣愤愤不平的话，秦洛染收回视线，转过身来对夏嫣摇摇头，不必着急，景兴帝不会放过他的，只是让他再多活几日罢了。为何？春慈和夏嫣表示不解，齐声问出口。秦洛染轻轻勾了勾唇角，因为黎军行需要祝德海。祝德海老谋深算，在官场经营这么几十年，一直都是黎军行最信任、最得力的助力。黎军行大部分事宜都是他帮着一起处理的。若了祝德海，短期内黎军行必然会像一个无头苍蝇那样到处乱撞，那样景兴的想要他来制衡黎君燕的目的就达不到了。毕竟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允许他再去乱撞了。等到5皇子黎君明或者别的皇子成长起来，景兴帝不再需要黎君行的时候，就是祝德海的死期，到时候黎君行的好日子也到头了。至于祝家被充军那些男子，有一个能活了超过半年算他输。不过景兴帝这算盘显然打错了，别的皇子能不能成长起来他不知道，但是景兴帝还能活几天他是知道的。还有，他们从没打算一直这样被动下去，只不过现在时机未到，西北的局势也不稳定。那我打他一顿，不能手刃祝德海。夏嫣觉得气都不顺了，要去打一顿出气才行。看着气得不行的夏嫣，秦洛染拍拍他的肩膀，不要冲动。景兴帝既然决定留下他，自然是会派人在暗中看着。你现在去了，回头景兴帝得多关照咱们了。现在盯着他们的人已经够多了，若是景兴帝再多派人来，那他们的行动会更加不便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哼，便宜他了。好了，你要是觉气不顺，等过几天祝茂勋送到京城来随你处置，或者你可以偷偷去关照一下祝家那些被冲入教坊的女子，反正祝家的主子也没什么好人，只要不弄死，随便你。关在祝茂勋之前在江南收集儿童，被黎君燕派去的人弄去和发情的牲口关在一起大半个月之后断了第3条腿，如今也是差不多要被送到京城了。原本是打算用祝茂勋来打击祝德海的，但是如今祝德海自顾不暇，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心思管祝茂勋。不过祝家的老夫人祝茂勋的祖母估计应该能被打击死。如果一个祝茂勋不够的话，等过段时间再他另外一个孙子祝茂宏的也给他弄来。他就不信亲眼看着祝家断子绝孙，吴氏还能活得下去。好的，多谢王妃。听到秦洛染这么说，夏嫣终于觉得心情舒畅了许多，心中已经开始琢磨到时候要怎么处置祝茂勋了。秦洛染笑笑摇摇头，端起茶轻轻抿了一口，看了看屋里燃了一半的香，春慈跟秦洛染对视了一眼，跟夏嫣说了一句好好保护王妃，然后出去了。一炷香燃尽，门口传来3急2缓的敲门声。秦洛染轻咳一声，
门从外面推开了，春慈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男子。来人看到秦洛冉，取下斗篷帽子，直接开门见山：末将见过李王妃，不知道王妃这么晚约末将出来所为何事？黄将军请坐。秦洛冉指指对面的凳子，这么晚约黄将军出来，自然是有事相商。来人正是镇北大将军黄勇。祈福结束的时候，秦洛冉托了他的夫人文英给他带话，约他今晚再次见面。黄勇在秦洛冉对面坐下，对他抱抱拳：王妃有事但说无妨，末将能帮的自然会竭尽全力帮王妃。黄勇这话说的极有水平，能帮的会竭尽全力，但是这个能帮就没有标准了。秦洛冉也不在意，虽然现在他在给文英治病，黄勇能不能有儿子希望全在他身上，但是黄勇毕竟不是孑然一身，他背后还有偌大的皇家，京城这些世家之间关系盘根错节，牵一发就会动全身。相比能不能有儿子，家族安全更重要。不过他能来已经表明他还是只好赖，懂感恩了。泡好茶倒了一杯递给黄勇：本妃手里有一个功劳，不知黄将军有没有兴趣领？黄勇双手接过茶，道了句多谢王妃，说罢喝了一口，把茶杯放在桌上。末将不是很明白的王妃的意思。黎君行和祝德海打算对这次送去西北的粮草做手脚，黄将军如果能把下手之人揪出来，让没有问题的粮草顺利送去西北，必定是大功一件。什么？听到秦洛冉的话，黄勇激动的差点站了起来。黎君行是疯了吗？现在西北的局势多紧张，他不是不知道，连陛下都没有动任何心思，他居然还打粮草的主意。景兴帝在昏庸，起码在他心里最重要的还是离国的江山社稷。离国怎么内斗那是离国的事，但是别的国家想插手离国那绝对不行。为了这次西北大军无后顾之忧，这次为西北筹集粮草一事，景兴帝还特意交给了兵部和太尉司徒员，特意避开了祝德海掌管的户部，却不想他们还是在打粮草的主意。真是枉为储君，枉为人臣。黄将军不必如此大惊小怪，黎君行和祝家这些年被陛下给纵容坏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在拓跋英被擒之前，黎君行一直跟他有来往和交易，如今拓跋英下落不明，他自然要从别的地方下手了。黎君行为了权力，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王妃是从何处得知这个消息的？黄勇也不是怀疑秦洛冉，因为秦洛冉既然开口，就说明他是有把握的，他只是好奇。秦洛冉闻言轻抿一口茶：本妃从何处得知？恕本妃不便告知，黄将军只需告诉本妃，这个功劳你领还是不领？听到秦洛冉的话，黄勇再次对他拱拱手：是末将多嘴了，此事交给末将，末将一定让没问题的粮草顺利运去西北。事关离国江山安危，就算没有功劳，他也会去做。他是军人，他也上过战场，粮草有多重要，他比谁都清楚。那就有劳黄将军了。秦洛冉举起茶杯，以茶代酒敬黄勇。黄勇举起茶杯，跟他轻轻碰了一下。最后一个问题，王妃为何要把如此大的功劳让给末将？第199章，要完就完大的。黄勇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这件事情秦洛冉随便交给已经投靠李王的任何人，以景兴帝这次对西北的事情的重视，只要事情办好，都能立功。而他自始至终都是中立态度，不是他不想站队，而是他身后的皇家让他暂时还不能随便站队。功劳给他，他是能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们一些方便，但是远不如他们自己人拿了这份功劳来的实在。听到黄勇的话，秦洛冉放下茶杯站了起来，走到窗边看了看外面的万家灯火，悠悠开口：因为本妃只想要西北的将士能够不饿着肚子镇守边关，更不希望他们饿着肚子穿着单衣上战场。其他的本妃不想多生事端。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8月即飞雪。西北边塞苦寒，冬天来得极早，那么恶劣的天气，如果西北的将士吃不饱穿不暖，拿什么来守卫边疆呢？届时连活下去都是问题。王妃大义，末将佩服。黄勇站起来对秦洛冉躬身拱拱手，两人又说了一些细节，黄勇才离开。秦洛冉看着外面灯火辉煌的街道，突然很想黎君燕，不知道他现在到哪里了，一路上顺不顺利，有没有按时吃饭，有没有收到他的信。景兴帝这次对西北的事情很重视，是因为赤炎威胁到离国的安危，并不是他对李王府改变了态度。相反，他对李王府和相府的忌惮只会越来越深。如果他们这边的人在立功，必定会让他更加坐立难安。谁知道他会不会突然抽什么风？不管是李王府还是相府，如今已经够鼎盛，该适当暂避锋芒了。西北的事情不知要多久才能解决，在黎君燕回来之前，稳住京城的局势，让他后顾无忧，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这些话秦洛冉没对黄勇说，相信他回去后也会想清楚的。黄勇离开后，春慈犹豫了一会儿，问道：王妃，若黄将军查出此次对粮草动手之人，陛下会处罚太子殿下吗？对于黎君行，春慈真的是恨得牙痒痒。不会。秦洛冉摇摇头，还是那句话，陛下现在需要黎君行来制衡我们李王府，顶多处置几个相关的人，
不会动离军行的。那他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就一点代价都不用付？看着满脸气愤和激动的春慈，秦若冉拍拍他的手，示意他稍安勿躁。怎么可能呢？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先不说离军行现在已经染上脏病，没法根治了，就算他没染上脏病，你觉得你家王妃和王爷会放过他吗？他从来就没有打算放过离军行，就算没有这次的事情，他也必须死。那到时候定要好好折磨他一番，千万别让他死得太轻松。秦若冉笑笑，好，到时候交给你们。前世春慈他们全部都是遭了离军行的毒手，这一世把他交给他们，也算让他们自己报仇了。那奴婢就先谢过王妃了。听到秦若冉的话，春慈立马眉开眼笑，不知怎的，他对离军行就是有一股莫名的恨意。这股恨意不光是因为他做的那些事，反正他也说不清，就是觉得离军行不死他就不痛快。回去吧。好。此时被秦若冉惦念的黎君燕正在一片林子里暂作休整。王爷，喝点热水吧。林叔递了一碗烧热的水给黎君燕。他们昼夜不停地赶路，能抄近道的抄近道。现在已经进入西北地界，京城还在烈日炎炎，西北已经开始寒风四起了。黎君燕接过水吹了吹，喝了一口。你们也抓紧时间休息一下，1个时辰后启程。是，王爷。就着手里的热水吃了一些干粮垫肚。子车突然现身，递上一个细小的竹筒给黎君燕。王爷，王妃的信。听到王妃2个字，黎君燕急忙接过来打开，看到上面熟悉的簪花小楷，脸上的表情不自觉地变得温柔起来。可是当他看到上面的内容的时候，一张脸瞬间冷若冰霜。看到黎君燕瞬间冷了脸，子车还以为是京城出了什么事，急急地开口问道：王爷，怎么了？可是京城出了什么大事？黎君燕摆摆手表示不是，然后问道：本王记得祝德海好像是有一个儿子在南方边境从军是吧？子车道：是的，祝德海的2儿子祝茂宏在南境从军。很好。黎君燕嗜血一笑，派几个人去把他的首级送给祝德海。敢打粮草的主意，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祝茂宏此人虽然不像祝家其他人那样仗着祝家和祝皇后的是欺男霸女，为非作歹，甚至因为看不惯祝家那些人的所作所为，还远赴南境从军，但是此人立场不坚定，讨厌祝家，却又享受着祝家带来的荣耀与便利，也不敢真的反抗祝德海和祝皇后。他在无极山的凌霄台看到他最后还是做了许多违背本心的事，助纣为虐，最后也变成了一个合格的祝家人。这样的人早点除去也好，反正他也不无辜。西北30万大军若是吃了有问题的粮食，那真是诛了祝家9族也不够赔的。是。子车恭敬应下，脑海里迅速想着要派谁去。再给严将军去信，让他严格检查这次从京城送去的粮草没问题再用，若粮草不够就去苏家商行去掉。是。事关粮草事宜，子车应了一声，立马去安排去了。黎君燕站起来看着京城的方向，眼里一片冰凉。祝德海，既然你要玩，那咱们就玩大的。你想让本王西北30万大军玩完，那就不要怪本王让你断子绝孙。此时黎君燕还没有收到祝家被抄家的消息，想以此来打击祝德海。祝茂勋已经废了，祝家嫡系就剩祝茂宏，若祝茂宏再废了，祝家的继承人就没了。一个家族再强大，没有继承人等于白忙活。至于祝家的孙子辈，年纪都还不大，这些年祝德海忙着争权夺利，连儿子都没有培养好，孙子就更不用说了。而祝茂勋和祝茂宏，一个忙着花天酒地，一个远在南境，几年都难得回来一次，就更谈不上培养自己的孩子了。不过有没有培养好已经不重要了，反正阎王爷那里又不需要考核。第200章，太子娶侧妃的日子到了。时光如白驹过隙，一转眼就到了7月底。江南那边已经频频传来好消息，水患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大洪已去，现在已经在着手重建家园，就是银子不够。景兴帝这次也大方，大手一挥，又批了100万赈灾银给江南，加上之前的200万，总共300万，加上江南一些富商的捐助，重建江南已经足够了。甚至还能有人趁机发一笔小财，至于发大财就不要想了。这次江南水患差点逼得景兴帝下罪己诏，他比谁都要关心江南的事，他暗中肯定派了人去。大家都是在官场混的人，自然知道什么钱能拿，什么钱不能拿。再者，李瑞达也不是吃干饭的。7月28是太子娶侧妃的日子，因为江南的水患得到了解决，总算有了一件喜事。景兴帝一高兴，就下令把太子娶侧妃这事往热闹里办。礼部的人得到命令，也只好卯足了劲来准备。景兴帝心情好了，不再每天乱发脾气了，大家也不用再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加上太子要同时娶2个侧妃的事情，京城里也热闹起来了。当然，一个地方除外，那就是礼部尚书黄建章的府里。从接到赐婚圣旨，整个皇府就陷入了一片低沉，所有人都小心翼翼的，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生怕一个不小心惹了主子不高兴。事情是这样的，
黄建章接到圣旨后，差点气得吐血。要不是孔氏拦着，他当天就把黄秋莹给打死了。他费心费力，好不容易才从太子的阵营脱身，秦相终于给了他一个好脸色，终于有了能加入李王阵营的希望。却不想他的女儿一个作妖，把自己做进了太子府，让他这些努力全部白费了。黄建章气啊，传圣旨的公公一走，立马去拿了一根鞭子，怒气冲冲地冲到黄秋莹的院子里，找到黄秋莹，二话不说直接开抽。黄秋莹刚把赐婚的圣旨放好，什么都还没来得及想，就被黄建章一鞭子抽翻在地，疼得大喊大叫：父亲，你这是做什么？女儿又哪里惹你不高兴了？你还好意思问哪里惹了老子不高兴？看你干的好事，你是要毁了整个黄家才甘心吗？老子造了什么孽，生了你这么一个讨债鬼？黄建章骂一句，抽一下，根本不给黄秋莹说话的机会。不过片刻的功夫，黄秋莹已经挨了5、6鞭子，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抽烂，疼得连哭喊的力气都没有了。心中的怒气让他顾不上地上的人是不是他的女儿，有多大力气就用多大力气。幸亏他不是习武之人，要不然这么几大鞭子下去，黄秋莹可能真的就被当场给送走了。黄秋莹在东林寺被春慈抽的耳刮子还没好呢，现在又被他爹这么一顿抽，可谓是新伤加旧患，怎一个惨字了得。孔氏看到自己的夫君拿着鞭子匆匆往女儿的流营院子去，就知道大事不好，急忙跟了过来。紧赶慢赶，他到的时候，黄秋莹已经被抽得躺在地上动弹不了了。眼看黄建章手里的鞭子就要再次落下，孔氏心里一急，来不及多想，直接冲过去抱住黄秋莹。不过这次他可没有上次那么好运，黄建章心里怒气太大，看到孔氏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收手里的鞭子了。这下好了，结结实实一鞭子重重地打在孔氏的身上，孔氏差点疼得背过了气去。来人，带夫人下去看大夫。虽然这些年夫妻感情有些淡了，日常生活中也会有许多分歧和矛盾，但是黄建章还从来没有的对孔氏动过手。看到自己的夫人被自己不小心打成这样，心里纵使再有气，也不好再继续发泄了。我不去。孔氏忍着疼痛，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老爷，你这是做什么？你这是要把咱们女儿打死吗？你没看见她身上还有伤吗？听到孔氏的话，黄建章刚才压下去的火气又上来了。黄建章当真是被气狠了，要不是孔氏拦着，肯定得再抽黄秋莹几鞭子。那不是他自己做的，老子有没有交代过他，让他不要去惹李王妃？他为什么管不住自己的嘴？还有你，去欺负你，为什么不随时把他带在身边，不管好他？他什么身份？李王妃什么身份？李王妃是他能智慧的吗？我见到李王妃还要行礼，他算什么东西，居然敢嚼李王妃的舌头？被掌嘴亏吗？被打死也不亏。老爷孔氏生怕黄建章再打黄秋莹，好好的护着他。见孔氏站起来，还不忘护着那逆女，黄建章气得把鞭子往地上重重一扔，这种祸害打死他也不亏，现在死了还省得日后整个尚书府跟着陪葬。自己的女儿被自己的夫君这样说，孔氏心里非常不舒服。老爷，你怎么能这么说莹儿？那不然怎么说？我费了多大的力才从太子殿下那边抽身，他倒好，做天做地，现在把自己做进太子府当侧妃，让我这些努力全部白费，我还不能说他，还不能打他吗？是不是要等整个尚书府跟着陪在你们才满意？孔氏也知道黄秋莹进太子府跟如今尚书府的选择完全相悖，也对尚书府不利，可是那是他10月怀胎生下又教养了这么多年的女儿，他还能真的看着她被死吗？老爷，再怎么说莹儿也是我们的女儿，现在圣旨一下，咱们除了照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呀。黄建章闻言冷哼一声，女儿？老子没有这种不会听人话的女儿。我告诉你，你要喜欢当太子侧妃你就去，等你出了尚书府的大门，我就当没养过你这个女儿，日后在太子府遇到什么事也不要回来找我，我不会帮你。后面的话是说给黄秋莹听的。黄建章说完就走，完全不给孔氏和黄秋莹说话的机会。一个女儿和整个尚书府相比，当然是整个尚书府重要，他还有儿子，他是绝对不能为了一个女儿去拿儿子的前程和整个尚书府开玩笑的。朱家还在的时候，太子都没有希望，现在朱家倒了，太子就更加没有希望了。而太子做的那些事罄竹难书，李王殿下怎么会放过他？对太子娶侧妃这事，黄建章真的是1000个10000个不满和不愿意，却又不得不装作很开心的样子，亲自带着人帮太子府的人一起准备。谁让他是礼部尚书呢？雷霆雨露均是君恩，圣旨赐婚，他不管有多不满都只能憋着忍着，在人前还得表现出高兴的样子，有气只能回家撒。这段时间整个尚书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半点要办喜事的样子，所有人都过得心惊胆战的，只有孔氏强撑着给黄秋莹准备嫁妆和出嫁事宜。就这样，时间晃悠晃悠，到了太子娶侧妃的日子。